江城一处破旧出租屋，昏暗的环境内，床上的青年诈尸般跳起，嘴里骂骂咧咧的：“狗日的绝灭大帝，我一定要宰了你！”刚骂完，陆远就察觉到了一丝不对，这哪咋乌漆嘛黑的？他不是正和纳努克星系的绝灭大帝拼死厮杀吗？他最后的记忆是被那绝灭大帝那屠戮了整个银河星系的陆空神器所洞穿了胸膛。他死了。陆远很快看到了桌上的旧电脑，触电般呆住，记忆疯狂涌动。陆远的眼中难以置信，他重生了。眼前的出租屋不正是他还在蓝星的时候，大学刚毕业那会儿租住的地方吗？陆远在身上摸索着，很快从裤兜里摸出手机，看了眼时间，陆远终于可以肯定，他真的重生了。时间蓝星联邦历2053年10月20日7点59分。看到这时间的第一时间，陆远很快想到了什么，连忙打开了旧电脑搜索着。全息游戏《神域》将于10月20日正式全面发售，预计开服时间于。号称99%真实度的全息游戏《神域》预约人数已突破10亿。陆远看着就电脑上搜索出的结果，呆在了原地。他回到了神域刚开服的那天。虽然这神域号称是全世界联合了200多个国家打造出的虚拟网游，但是他知道这神域并没有那么简单。这是银河星系众神耗尽力量打造，为了应对数年后纳努克星系的入侵。起初人们还以为这只是一场跨时代的虚拟网游，但是直到惨烈的战争开始，整个银河星系都沦为屠宰场。上一世的他存活到了最后，被绝灭大帝所杀。他本以为人生就是一条时光长河，不容后退，无法后悔。但是这一次，他重启人生了。曾是神域之中的200级至尊法神，带着记忆重来一次。这一次，面对着绝灭大帝，他或许能扭转整个世界的命运。陆远的眼神越发明亮，记忆的书页翻动，陆远惊奇地发现，他甚至可以清晰地记得当初经历的一切，身法、技巧、资源、宝箱。陆远此时恨不得仰天长啸，来一句舍我其谁。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需要能进入神域世界，他就可以快速成长。以他的能力，要想赚钱简直不要太轻松。而进入神域世界的方法，在陆远的记忆之中有2种：虚拟头盔或者游戏舱。游戏舱这种动辄10几万的奢侈品，陆远暂时是没钱，但是虚拟头盔就要便宜得多了，只需要3000块。陆远开始翻箱倒柜的开始找钱，查了几张银行卡里的钱，最终他望着面前的28张红钞，神色有些无奈。现在的他毕竟不是前世时那个抬手敬咒的至尊法神，现在的他只是个刚毕业就失业的穷苦大学生。残酷的战争还没有降临，他还有时间。陆远的视线停留在了一个名字上，握着手机的手微微颤抖。陆雪，他刚高中毕业的妹妹，一个可以值得他用所有美好词汇来形容的妹妹，却在神域开服1个月后检查出了病症，治疗的手术费是个天价，他无力支付。目睹着陆雪在病床上消瘦苍白的笑容，陆远心如刀割。从那以后，陆远知道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他打了个电话过去，电话很快接通，软糯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喂，哥。”陆远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但是这笑容很快沉下。小雪，还有钱用吗？躺在家里的陆雪翻了个身，戳着手机。难道哥哥要给他转钱？还有一些。陆雪老实回道：“给我转300，过几天还你。”陆雪呼吸一滞，哦，小金库500块瞬间缩水大半。在陆雪的资助下，陆远很快凑到了3000块。今天是神域发售开服的日子，陆远足足派了2个小时的队伍，才拿下了一台便宜的虚拟头盔。他戴上虚拟头盔，很快进入神域。一连串的扫描后，陆远确认了身份，出现在了一座平台上。平台上有几尊不同的巨大神像，陆远心中清楚，这是给玩家们选择职业。陆远看也没看，很快选择了前世最为擅长的法师职业。昵称选择他也用的前世昵称正义狂徒，昵称正义狂徒，职业初始法师，确认完毕。陆远选择的很快，捏脸什么的前世他还花了一点时间调节，这一世他都懒得弄，一切从简，抓紧时间，等待开服的倒计时结束。开场动画还没有出现，陆远就已经快速道：“跳过，你的角色已创立完毕，进入神域中。”叮，你进入了9527号新手村。这一声是在陆远的耳边响起，只是他已经司空见惯了。饶是他跳过的速度惊人，奈何其他人也不慢。按一个新手村容纳1万人来看，已经有9000多万的玩家在他之前进入了神域。他找到背包界面，很快打开了里面的宝箱，那是众神们给所有人的恩赐天赋。叮，你开启了新手大礼包，获得了 SSS 级天赋无限进化。陆远的脸色微微一变，他的天赋不是 A 级的火焰增强吗？
S 级到 A 级都相差了108000里，更何况这还是他都没有听说过的 SSS 级天赋。他很快查看起这无限进化的属性。无限进化 LV1， 技能威力永久增幅 100%。路远多少？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100%，伤害翻倍。他前世时候，一个火焰增强增幅 20% 的火焰伤害，都让他在同级的法师之中占据了极高的地位。现在直接全技能伤害翻倍。路远捏了捏自己，100%的痛觉感受让他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清醒过来之后，路远的眼中杀意浮现。前世纵使自己只有个火焰增强，都一路拼杀到绝灭大帝的面前。这一次的无限进化，让他看到了希望，真正拯救世界的希望。周围的玩家越来越多，路远马不停蹄地朝着新手村一处赶去。村口的野怪虽然香，但是如果记得这新手村内可是有不少隐藏任务的存在。他很快来到了李寡妇的门口。第2章，李寡妇，你也不想。这新手村的地图不大，路远很快找到了李寡妇的家。敲门，房门半掩，李寡妇丰腴的身材抵在门口。路远再次感慨了下这神域的真实，就连李寡妇身上的幽香都飘入了他的鼻中，那雪白让人移不开眼。路远沉吟了1秒，李寡妇，你也不想和村长的事。话音还没落，李寡妇就已经伸手将他拉入了门内，匆忙四下环顾一圈后才关上了门。半晌，路远才从李寡妇的家中走出。半掩的门内，李寡妇衣衫半解，面色羞红。路远把玩着手中的项链，上面还残留一缕温热。李寡妇的项链，品质绿色，等级需求1级，智力+2，每秒回蓝+1。评价：这是李寡妇的贴身之物。路远望着手中的项链啧啧称奇，他也有些好奇，第一个玩家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并且利用这个秘密。装备上项链后，路远查看了下自身的属性。昵称：正义狂徒，等级10100，职业：初始法师， HP 100-100， MP 6060，力量4，智力7，敏捷2，体质3，法术攻击20，物理攻击10，自由属性0，幸运隐藏，天赋无限进化 SSS 级，技能火球术1星，装备李寡妇的项链绿色，平平无奇的属性，甚至可以说有点惨。常人的4维属性都是在0至10之间随机，而路远在装备上+2智力的项链后，智力也只有7，先天要差上一截。但好在他有着 SSS 级顶级天赋的存在，这些许的属性差异对他来说无关痛痒。他脚步不停，快速的在新手村在穿行，和周围无头苍蝇乱跑的玩家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有着极为清晰的规划，杀1-2只怪的经验是远远不如完成一个隐藏任务来得高的。他接取的隐藏任务要是完成，经验抵得上其他玩家傻乎乎的砍半天怪。打开背包，取出仅有的10铜币，路远来到了杂货铺，买下了2瓶烈酒，将2罐烈酒递给铁匠铺光着膀子挥汗如雨的铁匠大叔。铁匠大叔看向路远的眼神都不对了，这小子怎么怪会来似的。吨干了2口，铁匠大叔神清气爽。路远趁机说道：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好小子，我这里正缺一些材料，村口的大公鸡的利爪和尖喙可是打造装备的好材料。路远假装疑惑，那野狼的狼牙和狼爪不比这要强吗？铁匠大叔哈哈一笑，你要是能带来，那也算是你的本事。一番闲聊后，路远离开了铁匠铺，任务栏之中已经多了3个普通任务。本着顺手的想法，路远一个任务没打算放过。在挤进人群里，从村长那接取采集公鸡尾羽的任务，路远终于开始踏出了新手村的大门。接取到的4个任务之中，2个任务是最为简单的，村口大公鸡的尾羽以及尖喙可以一起完成，因此大公鸡也就成了路远的第一个目标。路远很快来到了村口，吵闹的声音传来，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玩家。别打老子的小鸡，我他妈等了快1分钟了，懂不懂什么叫先来后到啊？哥哥，这个小鸡让给妹妹好不好呀？有没有好哥哥带一带妹妹呀？求组队，有没有 A 级以上天赋的大佬带啊？支持 RMB 交易。路远看了过去，神色感慨，上百的玩家争抢着杀怪，可怜的小鸡仔刚刷新就迎来了几10把屠刀，惨不忍睹。路远曾经也是这其中的一员，但这一世他必将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脚下似乎踩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路远瞥了一眼，微微闪光，一脚踩住，他假装弯腰系鞋带，顺手将这枚铜币捞起。路远轻咳一声，哪怕他曾经再强，如今也只是过往云烟。做人嘛，还是要脚踏实地一些。路远脑海中还记得这新手村内有一个隐藏任务，但是开启条件比较苛刻，需要最起码2金币。
按照1金币等于100银币等于1万铜币的汇率来算，陆远还需要再获得19999枚铜币，才有可能接取到那个隐藏任务。要想成功在新手村内赚到这么多钱，那可不容易。对于陆远来说，每一枚铜币都必须重视起来，因为那个隐藏任务的奖励关乎到一个异常强大的道具。重生一次，陆远自然不想错过如此机缘。刚走没几步，一个穿着大裤衩的裸男愤然从村口跑出，发出来惨绝人寰的悲鸣：“我的钱啊！哪个狗日的把老子钱捡了？这破游戏连只鸡都杀不了，还让不让人玩了呀？”陆远默默走远一些，再走远一些，周围玩家的数量稀少了起来。而陆远也看到了此行任务的目标，几只1米大小的公鸡昂首挺胸的散步，身后漂亮的尾羽色彩斑斓。看了眼这大公鸡的尖喙以及利爪，挨上一下可不好受，简直就是公鸡中的战斗机。大公鸡的属性呈面板浮现在了陆远的眼前。公鸡，普通怪，等级3级，公鸡15至25，生命值180，技能无，评价生来爱美，喜欢炫耀自己的尾羽。不管是伤害还是生命值，都比现在的陆远还有高上一截。毕竟公鸡是3级小怪，普通的1级玩家去挑战它不亚于送死。前面那爆铜币的哥们多半也是想越级挑战他，反而被他轻松啄死，从而怀疑人生了吧。随意放了个火球术，陆远打算先拉一下仇恨，吸引一只大公鸡过来。随着陆远的施法，乒乓球般大小的火球逐渐凝成，朝着大公鸡的头上砸去。80，弱点，高额的伤害数字跳出，陆远的眼中震惊，这伤害简直爆炸！他一个小火球居然将3级的大公鸡砸掉了将近1半血，这是1级法师能造成的伤害。他扫了一眼远处，一个小队模样的玩家们正在奋力劈砍着一只公鸡，造成的伤害可怜。10、12，打了半天，这公鸡的生命值才掉落了1半。再看向陆远这边，熟练的往后拉扯距离，火球术冷却完毕，又是一发精准的砸在了公鸡的脑门上。80，弱点，2发火球下去，这大公鸡已经只剩下了20点的生命值。这公鸡刚到陆远的面前，就已经只剩下一层血皮。他亮出了锋利的尖喙，刚准备啄向陆远，陆远擦了擦拳头，狠狠一拳砸向了鸡手。20，弱点，身为法师决胜一击，大公鸡清空生命，倒下了地上。你击杀了公鸡3级1，获得经验24，越级奖励 20%， 经验上涨了不到1/4。陆远盘算着再杀4只应该就可以提升到了2级。眼尖的陆远注意到公鸡倒下时似乎压倒了什么东西，翻开一看，陆远顿时眼前一亮。第3章，开玩笑，我正义的使者！2发火球加上破岩拳，陆远成功击杀了这只3级的公鸡，经验值奖励不菲。更重要的是，陆远还留意到这公鸡倒下时似乎压着什么东西，开始熟练的摸尸。陆远眼前一亮，那是一双样式简陋的布鞋，破布鞋，品质白板，等级需求1级，速度+1，评价穿上布鞋非一般的感觉。陆远也没有想到，这击杀第1只怪物就爆出了装备，像这样的普通怪物掉落白装的概率都只有 15%， 陆远能够一次爆出都是走大运了。虽然属性垃圾，但是聊胜于无，速度快一点，走位拉扯起这怪物也要轻松一些。陆远很快装备上布鞋，明显感受到了移速有了提升。他看了一眼远处，3人小队惨叫连连：“鸡哥，我错了，别啄了！这他妈的，怎么3个人打只鸡都困难啊！”伴随着几声哀嚎，这几位玩家相继被勇猛战斗机清空了生命，化作白光消失。看了眼生命值所剩无几，却昂首挺胸，仿佛打了胜仗般的大公鸡，陆远犹豫了1秒，旋即满脸正义凛然。火球术，开什么玩笑？他可是正义的使者啊！这大公鸡当着他的面杀了3位玩家，怎么能轻易放过？一发火球精准砸在了大公鸡的脸上，经验+24。陆远轻咳一声，快速使用初始自带的采集术，对着大公鸡上下其手。采集成功，你获得了精致的尾羽1；采集成功，你获得了锋利的尖喙1。将2只公鸡全部采集完毕，陆远很快离开了这里。收集进度增长了一些，陆远看了下任务栏，普通任务采集精致的尾羽2/10，接下来再杀8只就可以完成这2个任务了。陆远不怀好意的眼神很快盯上了远处的大公鸡们。火球术，一个个火球砸出，一只只大公鸡倒在了地上。又杀了3只后，陆远的等级提升到了2级。你的等级提升至2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陆远没有犹豫，全点智力。其他职业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下属性点的分配，因为每个职业所对应的属性成长不同，战士加1点智力，
和法师加一点智力是两个概念。在陆远的记忆之中，不同职业又可以根据不同的加点方式衍生出不同的流派。但是尊贵无脑的法爷就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了，全智加点，主打就是一手爆炸伤害。升级后，陆远的伤害也增长了许多，每点智力可以给他带来5点法术攻击以及5点 MP 的提升，特别是在无限进化的增幅下，伤害更是极为夸张。远处的攻击还在悠哉悠哉的散步，草丛之中一个火球砸出，180秒杀。原本20的法术攻击，此时已经提升到了45，在无限进化的伤害加成以及弱点要害的伤害加成下，陆远的一击成功将攻击满血秒杀。望着自己造成的伤害，陆远的眼中十分满意。2级法师一个技能秒3级的怪，要是说出去，怕是都没有人会相信。他本想完成了采集任务就去提交任务，升级后再去击杀更强的怪物，现在看来不必了。一个火球能秒杀3级怪，他没必要去用2个火球强行杀4级5级怪物，那样的效率反而低了。控制着火球砸出，只要能命中这攻击的头部，那么陆远就能做到一击必杀。而操控火球砸准，这恰好是陆远最为熟悉的操作。一个火球砸出，一只攻击倒下，经验加22。虽然经验少了一些，越一级只提升了 10% 的经验值，但是陆远的经验提升速度不降反升。你击杀了，攻击3级1，获得经验22。你击杀了，陆远看着经验值不断增加着。任务所需要采集的尾羽尖喙，陆远已经采集完毕。不断的击杀攻击，陆远还掉出了2件装备。他的运气还算不错，一柄法杖，一件衣服。神域内的装备依次分为武器、饰品、头盔、上衣、护腕、腰带、裤子、鞋子，其中饰品出的概率最低，也是最稀有的。装备品质依旧是白板，毕竟这些普通怪物也只能掉落白板。法杖给陆远带来了5点法术攻击的提升，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衣服则是给陆远提供了20点生命值，让他稍微肉了一些。用了10几分钟，陆远终于提升到了3级。继续全点智力，他的法伤再次提高。不光是人物等级提升了，不断的技能使用之下，他的火球术也升了1级。火球术2级，火元素汇聚成球，造成一定火焰伤害，造成 120% 的法术伤害，消耗蓝量5，冷却时间5s， 熟练度200。评价：最基础的火元素运用。看着升级的火球术，陆远的脑海中却是浮现出了这火球术的几种流派玩法。一种速射流，狂堆数量，那火球释放的跟加特林一样，1秒3600发，净化时间。另一种核爆流，狂堆质量，火球跟核弹一样，一砸下去，蘑菇云都升起来了。也有一些稀奇的流派，实力同样是毋庸置疑的。陆远的心中感慨。很快，他收起感慨，返回了新手村内，提交了2个普通任务。陆远的经验值一路狂飙，来到了3级，86%。完成任务的经验要比他杀10几分钟的怪要高一些。任务奖励还有一些铜币。马不停蹄地赶往村外，陆远顺手点开了属性，扫了眼钱币数量，1银币2铜币。杀了许久的怪物，再加上任务完成的钱币奖励，勉强凑到了1银币。在初期的价值应该在100块左右了。陆远曾经在打金工作室内待过一些时日，对此还算了解，已经不低了，但是和陆远所需要的2金币还差许多。走在路上，陆远的心中下意识地想起了陆雪，他微微皱眉，在心底发誓，这一世他绝不会再像前世那般无力。远离了村口后，陆远看到了许多玩家已经来到了3级攻击所在的区域，组队配合击杀。玩家们也都不傻，一个人打不过，凑个2-3个人的队伍，解决起来要轻松一些。嘿，兄弟，看你这打扮，是法师啊！一起播。声音从一旁传来。第4章野狗，他上来，二话不说就是一个火球。声音从一旁传来，陆远抬眼望去，来者一身战士打扮，手中握着一把黑色砍刀，说话间露出了等级与昵称 LV2 名将小花。在前期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已经升到了2级。更让陆远在意的是他的名字，名将小花。他们是名将公会的人。看了眼这名将小花身后2人的名字，名将凤雏，名将卧龙。陆远的视线快速扫过，心中更加确定自己的想法。这名将公会，陆远有所耳闻，在前世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公会。组队虽然会有一定的经验加成，但是需要分给4人，对陆远来说弊大于利。陆远婉言拒绝，朝着远处离开。待他走远了一些，名将小花的身后，卧龙终于忍不住开口吐槽：“这小子真狂啊！咱们名将公会也看不上，一个人也敢往外跑，怕是没见过外边的野狗有多凶吧？”凤雏也是满脸赞同的点了点头。名将小花却是眉头一皱：“离群所居者，
不是野兽，便是神明。名将小花可是亲眼看到一只3级公鸡倒在了陆远的脚下，单人能够击杀3级怪物，实力可想而知。他们3个2级的玩家齐力配合，也才只能击杀这么一只怪物。若非如此，他也不会主动去邀请陆远加入他们的队伍。陆远的拒绝也在他的预料之中。望着陆远朝着远处高级怪物的刷新区域走去，名将小花犹豫了一下，要不跟上去看看？我有种预感，这是个高手。名将卧龙有些不太情愿。花哥，前面咱不就被那野狗秒过一次？那野狗的速度太快，根本跑不过，再死一次，我们升级的进度可就要落后别人了。凤雏也在一旁搭腔，就是老大还等着咱们早点出新手村呢。名将小花面色挣扎，拿几人的时间来赌他的猜想，这显然是不明智的。要是再死上一次，出新手村的时间无疑会更晚一些。正所谓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他叹了口气，招了招手，行吧，先升级再说，等升到4、5级，咱们就去报仇，宰了那些狗崽子。另一边，陆远紧绷着身躯，神情戒备。无限进化强化了他的伤害，但是他依旧是个脆皮法师。3级的他来到这5级野狗的地盘，稍有不慎就是被秒。有着前世经验的他，对这新手村的怪物了如指掌。野狗，普通怪，等级5级，攻击35至55，生命值420，技能撕咬，评价追猎不休，丝毫不止。远远望着2、3只游荡的野狗，陆远的心中谨慎。可不要小瞧这些野狗，在新手村之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萌新杀手。据说被野狗追死的萌新玩家，尸体可以铺满新手村3圈，而这野狗就是神域给新人们的第一课，课名为残忍，最低为30%的痛觉设置，被野狗分尸是不少萌新玩家的噩梦。嗨嗨，顺带一提，以前陆远也是被这野狗狠狠地上了一课。堂堂至尊法神曾被野狗单杀3次，这要是传出去，陆远的老脸都要丢完了。跨越了无尽的岁月，陆远重新站在了这里，望着野狗的眼神波动。我陆远有仇必报。一个火球飞出，不偏不倚砸在了野狗的嘴里。砰！野狗呜咽惨叫一声，这火球炸得他下巴都要脱落了，高额的伤害从他头上跳出。360，弱点，血红的伤害险些将5级的野狗直接秒杀。野狗的生命值仅剩下60点。而在这时，野狗也终于发现了躲藏在草中的陆远。他呜咽一声，眼中凶狠之色浮现，哪怕是死，他也要狠狠地咬上一口。他快速地跑了起来，直到这时，萌新杀手才终于暴露出他的恐怖。野狗的速度是普通玩家们的2倍，这意味着野狗能够很轻易地追上玩家。腥风袭来，狗嘴鲜血淋漓，狰狞犬牙裸露，血水和咸水混杂滴落，这一切无比真实。换作是普通玩家，看到这么一只凶狠野狗朝着自己扑来，腿脚发软不说，像样的反击都做不出来。但陆远早已习惯了，莫说神域，绝灭大帝的手下之中，更为狰狞、更为恐怖、更为惊悚的怪物，他都见过。区区一条野狗罢了。陆远的眼中默然，法杖轻抵着，火球树堪堪冷却完毕。轰！这一次，火球直接在狗嘴里炸开，致命一击清空了野狗的生命，他的无头身躯软软倒下。陆远距离卡得极好，有着草丛的掩映，5秒的时间轻松解决了一只萌新杀手。经验条猛涨1节，经验加44。陆远本就3级86%的经验条，涨到了90%，再来3只就可以升到4级了。这才开服短短不到1个小时，陆远升级的速度简直像是坐火箭一般。卡好位置，陆远专挑着落单野狗痛殴。值得注意的一点，一旦野狗成群，那么击杀的难度就要大大提升了。野狗的数量超过5只，换作是陆远也只能暂时跑路了。2个火球秒1只野狗，经验加44，经验加，身上白光一闪，陆远的等级提升到了4级，依旧全智力加点。陆远此时的法伤已经来到了整整100，而现在陆远造成的伤害也有了质的提高。一颗火球砸在野狗的脑袋上，480，秒杀。伤害增幅之下，陆远的伤害已经可以直接秒杀野狗了。由2个火球击杀到1个火球秒杀，陆远的效率提升了大减，经验一点点增加着，速度快得惊人。刷了将近半个小时，陆远已经马上5级了。就是暴率有点可怜，刷了那么久，陆远的身上还是那么零星几件装备。这普通怪掉落装备的概率不是15%吗？怎么刷那么久一件不出？陆远有些郁闷，怎么感觉重生回来后脸黑了不少呢？这刷了几10分钟就捡了点铜币，简直是绝世大飞球啊！就在陆远默默吐槽的时候，余光却瞥到了什么，扭头看去，眼神陡然亮起。第5章
精英野狗！陆远的视线亮了起来，不远处，一只体型2米左右、壮得跟只小牛犊子一般的野狗正在悠闲地散步，而它的头上赫然顶着一行大字：精英野狗，精英怪，等级7，攻击55至85，生命值1500，技能撕咬、爪击。评价：这是野狗中的精锐。陆远发现了什么？一只落单的精英怪。精英怪的属性几乎全面碾压普通怪，掉落稀有装备的概率也是大大增加。陆远很快心动了，击杀精英怪足足有 30% 的概率爆出绿装。在刚开服的现在，绿装绝对能算是强力神装了。这么一只精英怪，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存在。陆远当然不会选择放过，只是这精英野狗的伤害让陆远暗自提高了警惕。陆远现在的生命值最多也就只能抗住一下，第2下，陆远必死无疑。陆远心中无所畏惧，橘黄色的火球已经轰在了精英野狗的头上。480，弱点，这些新手村怪物的防御可以忽略不计，陆远一个火球险些砸了他1/3的生命值。陆远能够看见这精英野狗的眼睛变红了，他嗅了几下，已经察觉到了陆远的位置，朝着陆远奔袭而来。牛犊大小的野狗都快赶上陆远的个头了，这么一只癫狂的野狗朝着陆远奔来，换作常人早已吓得屁滚尿流，但陆远的眼神却依旧平静如水。他没有立刻躲闪，而是在这精英野狗近身的瞬间，身躯扭动了一个细微的幅度。精英野狗的速度何其之快，这轻微的幅度却恰好让他从陆远的身旁擦身而过。陆远甚至能感受到这野狗身上柔软的皮毛。冷却完毕的第2颗火球砸出，命中高速移动的怪物，这对于陆远来说已经是基操了。2发火球下去，精英野狗的头一歪，生命值更是仅剩下540点。与此同时，陆远已经开始反方向跑，拉开距离，等待第3颗火球的冷却时间了。这野狗还没有摸到陆远一下，本身已经被打掉了半血以上，而这也是法师最基本的风筝战术。抽身而退的陆远却好似察觉到了什么，剑眉微挑，眼看着技能冷却完毕，陆远在出手时，火球却是朝着一处草地上飞去。他的嘴角也是扬起了一抹不屑的轻笑，想坐享其成？哪有这样的好事？火球在空中炸开，一个虚化的身影一点点浮现。240，秒杀！他的眼神错愕，身躯缓缓瘫软在地。不是，这怎么发现我的？陆远的火球伤害远不是他一个脆皮刺客能够承受得起的，他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陆远十分干脆的秒杀了。他很快化作白光消失，一把匕首掉落在地，微光闪烁。陆远快速捡起地上的匕首，装入背包，腥风口气袭来。这精英野狗已经来到了陆远的身后。为了击杀这个躲起来的刺客玩家，陆远甚至顾不上这精英野狗，让他摸到了身旁。这巨大野狗一口咬在了陆远毫无防备的腰间，留下了一道可怖的伤口。75，这一口下去，陆远的生命值瞬间见底。眼看着这野狗又是一爪拍来，陆远连忙翻滚躲开。以他现在的小身板，再挨上一爪，必死无疑。原本陆远击杀这精英野狗可以说是10拿9稳的，但是这陌生刺客的出现打乱了他的计划。陆远冷却完毕的火球再次瞄着野狗的眼睛射出。500，弱点，火球在野狗的眼眶中炸开，鲜血淋漓。毒狼现在可以改名独眼狼了。这精英野狗疼得嗷嗷直叫唤，陆远欺身而上，手中木质法杖狠辣地朝着他的另一个眼眶捅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尽可能造成更高的输出。身为法师，陆远对于近战也略知一二。50，致命一击！精英野狗哀嚎一声，沉重的身躯倒在了地上。大量的经验涌入体内，陆远不由感慨，这精英怪的经验比普通怪就是丰厚。翻开尸体，陆远很快看到了一抹绿光，心底微微一动，陆远很快将装备捡起，一件绿色品级的布甲，只可惜需要7级才能装备，陆远如今才5级，还是需要不断升级。新手村复活点，皇朝鬼刺还有些没有反应过来，刚刚发生了什么？身为知名大公会皇朝公会顶尖刺客的他，就这么轻易的被人一个火球给秒杀了，他是怎么被发现的？他不是正在前行之中吗？鬼刺的心中一个个疑惑气泡般冒出。他刚走出新手村不久，以他的实力独自应对一只3级攻击并不算难，而他被远处依稀传来的狗叫声所吸引，前往查看。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看到了一只个头不小的精英野狗，而那只精英野狗的面前只有一位玩家。看着仅剩半血的精英怪，皇朝鬼刺的心中不免动了一些歪脑筋。谁不知道精英怪掉落的东西要好一些？这半血的经验怪简直都给他送到了嘴边，他不杀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至于精英怪面前的陆远，他并没有放在心上，一个初始法师而已，他的刺客可是法师克星，
但是让黄巢鬼刺没有想到的是，这被精英野狗追着跑的法师居然会抽冷子给自己砸了个火球。本打算坐享其成的黄巢鬼刺压根就没有想到陆远会朝着自己攻击。他很确信自己明明是在前行的隐身状态，这都给他瞎猫碰到死耗子了。黄巢鬼刺有些不敢相信，但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陆远的伤害居然会将他直接秒杀。那跳出的伤害，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似乎破了200。那个法师玩家的法师伤害得有多高啊？等等，黄巢鬼刺回忆着与这法师玩家接触的过程。那法师玩家似乎拿着一根法杖，如此高的法伤，难不成这根法杖？黄巢鬼刺的神色不断变化，他赶紧翻出了好友栏，神色很快变得毕恭毕敬。天哥，第6章隐藏宝箱。天哥，黄巢鬼刺联系上一人，神色恭敬。对面发了一个问号过来，黄巢鬼刺连忙讲述了一遍自己在新手村外的遭遇。哦，第251号新手村，一位满脸傲气的战士挑眉。你是觉得他的法杖有问题？黄巢鬼刺赶紧道，不清楚，但是可以知道这小子身上一定开出了什么好宝贝。听论坛上有的玩家说新手礼包里有人开出了蓝装。听闻蓝装，黄巢战天的眼神一变，他到现在也才穿上了一套的白板装备，一件绿色装备都没有搞到。而绿色装备之上的蓝装稀有度无需多言，而这种品质的稀有装备当然只有在他们黄巢公会的手中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想到这里，黄巢战天心中已经有了想法，去搞清楚这家伙的情况，晚点出新手村也没事。如果他真的抽到了蓝装，给他个机会，他要是愿意乖乖交出来，那就既往不咎，吸收他加入我们黄巢公会也并无不可。但他要是不愿意割爱，黄巢鬼刺用力点头，明白。等结束了和黄巢战天的聊天，黄巢鬼刺很快开始检查起身上的装备。他的脸色微沉，刷了半天击出的匕首被爆出去了，经验也掉落了半级。死亡惩罚并不轻松，一想到半个小时的怪白打了，装备还被爆了，黄巢鬼刺的脸色有些难看。遥望着远处，他的语气悠悠，希望你识趣点，否则我一定会让你知道得罪一个刺客是什么下场。新手村外靠近森林处，狼嚎声传得很远。陆远在森林的附近很快遭遇了新的怪物，野狼，普通怪，等级8级，攻击105至135，生命值960，技能追猎。评价：格林之森内最常见的猎食者。这野狼的体型比起野狗要大上一圈，最为直观的体现是两者不同的气势。野狗凶残，光是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怵，而野狼则是阴狠，忧虑的视线看来如芒在背。陆远从铁匠大叔那接取的隐藏任务就是收集他们的狼牙、狼爪。野狼的生命值几乎是野狗的双倍，攻击更是破百，这意味着以陆远现在120的生命值，概率会被直接秒杀。但是陆远却是毫不担心，前世的他练级中规中矩，未曾想过还有取巧的方法。等到出了新手村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才从论坛帖子上学会到这种方法。望着远处的野狼，陆远没有擅自发起攻击。这野狼的速度堪比精英野狗，咬到一口就可能直接秒杀。陆远没有必要冒这般的风险。陆远在森林里转了一圈，很快看到了一棵歪脖子树，他的眼前一亮。陆远收起法杖，蹭蹭2下爬上了树。坐在歪脖子树上，陆远就感觉像是坐在了秋千上一般。发现出这个歪脖子树位置的玩家也是个人才。陆远记得那玩家似乎是和自己的女朋友在这树上亲热，无意间引来了周围的怪物。阴差阳错之下，他们惊讶地发现在这树上攻击怪物，怪物并不会脱离仇恨离开，无法脱战回血，这就给了他们可以操作的空间，无伤杀怪。现在这绝佳的地点自然也就只能便宜陆远了。这歪脖子树并不高，坐在枝干上，离地的高度仅有2米。也正是这高度，使得野狼没有脱离仇恨。陆远轻轻从树上跳下，既然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地点，剩下的就只需要不断的引怪即可。而且这野狼还有个特殊能力，在低血量的时候，他们会嚎叫一声，将附近的同类吸引过来。对别人来说，这是个相当棘手的技能，但是对陆远来说，还有这种好事，多叫些，把你的兄弟姐妹们都叫过来。陆远很快在附近吸引了一只狼的仇恨。看着快速奔来的野狼，陆远脚下抹油开溜，来到熟悉的歪脖子树，陆远3、2下爬上去。野狼很快跟到了歪脖子树下，围绕着树转圈。陆远的一发火球正中眉心，480，弱点。野狼忧虑的眼中残忍杀意更甚，他要将这猎物撕成碎片。陆远并不在意他，等到火球冷却完毕，一个火球砸在了他的腿上，240，
并没有命中要害，因此造成的伤害低了许多。但这也在陆远的意料之中。野狼的生命值见底，仰着头狼嚎了起来。嗷呜！悠久的狼嚎传开。陆远没有等多久，很快又从森林之中钻出2狼。陆远放下心来，一个火球结束了这残血野狼的生命。你击杀了野狼8级1，获得经验130。陆远静静地坐在树上，等待着技能的刷新。一个个的火球砸出，造成一个个高额的伤害。2发火球，陆远就能秒杀一只8级的野狼。你击杀了野狼8级1，经验加130，经验加130，经验条不断增加着。在陆远的刻意安排下，树下的野狼数量不减反增。等杀的差不多，陆远没有再让野狼继续引怪，而是2个火球干脆的将其秒杀。树下堆积了一片野狼的尸体，有的尸体已经开始刷新了。陆远抓紧时间采集，对着地上的尸体使用采集术，采集成功，获得尖锐的狼牙乘1，采集成功，获得锋利的狼爪乘1。背包内狼牙、狼爪的数量不断增加。就这样，陆远利用着地形优势，不断地无伤击杀野狼。一颗火球收尾，野狼的身躯倒在地上。熟悉的使用采集术，耳边系统的提示声响起：采集成功，你的采集术等级提升至2级。陆远看了下背包，背包内已经装了满满一组，足足99份的狼爪、狼牙。不光是采集术提升，陆远的等级也在不断的击杀野狼下提升到了6级。陆远身上也新增了不少白板装备，生命值又加了50点。熟悉的全智力加点下，陆远的智力属性点来到了32点，法术攻击也提升到了150点。在无限进化天赋的增幅下，他的随手一颗火球可以造成360点法术伤害。要是命中弱点的话，造成的伤害无疑会更高。看着背包内一组的任务道具，陆远暗自点头，应该是足够了。就在他刚准备离开这里去提交任务时，一抹白光却是晃到了他的眼睛。陆远微眯着眼在附近的灌木丛之中打量，这层层掩映的灌木丛之中似乎隐藏着什么。陆远小心翼翼地上前，眼前一亮，这竟是一枚白银宝箱。第7章技能书。陆远扒开灌木丛，很快看到了其中的白银宝箱。他的精神一振，他记得那帖子之中似乎并没有提到这所谓的宝箱，可能是前世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因此攻略贴中才没有提起吧。陆远很快想到，宝箱表面散发着银白的光泽，十分诱人。这宝箱的品质还算不错。陆远在神域之中一路拼杀到至尊法神，所见过的宝箱何其多。宝箱的品质由低到高排列，依次是破烂、普通、精良、完美、史诗、传奇、神话。这些不同品质的宝箱分布在整个神域大陆的不同角落，哪里都有可能发现它们。而陆远的记忆之中就有几处高品质宝箱隐藏起来的位置，只不过这些高品质的宝箱最近也需要陆远先离开这新手村。收起思绪，陆远重新打量着面前的白银宝箱，视线停留在上面。精良宝箱乘1。不同品质的宝箱外表也大不相同，但也不排除一些低品质宝箱之中开出高品质道具的可能。这还是个没上锁的精良宝箱。在看到这宝箱色泽的时候，陆远的心中还想着要不要去买把钥匙什么的。现在看来是省下了一些功夫。左右环顾了一下，陆远很快打开了宝箱。宝箱打开，光芒大盛，晃得陆远都有些睁不开眼。陆远的心中一喜，作为一个开宝箱的老手，眼前这种情况他心中已经有所预料了，肯定是开出了好东西。定睛一看，果不其然，一本技能书静静地躺在其中。陆远的心口火热，将技能书快速拾取。前期的技能书那叫一个贵啊，要是热门职业的技能书，价格都是几百到上千不止。看了眼技能书的名字，陆远的呼吸更是一致。连发火球2星。饶是陆远前世见识过无数强大的技能，禁咒都是司空见惯，此时的心脏也是忍不住一跳。前世时他已经登临巅峰，这些技能禁咒不过是锦上添花，难以让他的心境波动。但是现在不同，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在开服第一天爆出这么一本2星技能书有多么幸运。一条条法师进阶的思路浮现在脑海之中，他的眼中越发明亮起来。他不再犹豫，很快将这技能学习。这本2星的技能书化作绿光消失在陆远的手中。陆远查看起技能的效果，连发火球1级，快速释放出2颗火球攻击目标，每颗火球造成 60% 的法术伤害，消耗蓝量10，冷却时间10s， 熟练度0100。评价：比一颗火球厉害的那就是2颗火球。陆远的手中2颗火球静静地漂浮在空中，要是有普通法师玩家在场，肯定会错愕不已。火球术还能这样释放？在他们的印象之中，
技能基本只有对着怪物释放，哪里还能像陆远这般像是耍杂耍一般将火球在手中把玩？无他，唯手熟耳。千万次的施法，陆远早已将这些技巧深深地刻在了记忆之中。2颗火球一前一后的落在了不远处的树干上，火焰消散，树干上出现一小块焦黑。每颗火球的威力有所衰减，但是总伤害要比普通火球术等级要高一些。陆远默默点头，对这连发火球十分满意。坐拥2个技能，陆远的实力可不是增长1点2点。再翻看了一下宝箱，确保没有落下道具之后，陆远很快离开了这里。隐藏任务道具收集齐了，接下来就准备完成任务了。陆远大步朝着新手村内赶去。时间就是金钱，在完成这隐藏任务之后，陆远敢保证自己的等级绝对是神域之中最高的那个玩家。等级非常重要，如果陆远没有记错的话，第一个升到10级离开新手村的玩家可以获得不菲的奖励。既然如此，那么陆远的目标也就十分清楚了，快速升到10级，赚取到2金币，完成新手村里极难的隐藏任务，第一个离开新手村。升到10级倒是不难，陆远对自己的练级效率还是有些自信的。但是那2金币在前期价值不菲，花钱购买的需要将近2万块吧。想到钱，陆远的神色也是微微一暗。他现在太缺了，什么都缺，时间、金钱，快一些，再快一些，仿佛有一个声音在不断的催促着他。陆远知道他不能停下来，全世界的人都还不知道这场席卷蓝星的危险，不想前世的悲剧再次重演，他所能做的就是尽一切的努力，加快自己的步伐。眼前陆续出现了玩家们，陆远目不斜视，快速赶路。他隐藏了昵称以及等级，表现得如同普通法师一般，只是他手中的白板法杖依旧引来了不少玩家羡慕的眼神。兄弟，法杖卖吗？白板的话10块钱收，同意的话加个好友。GD 多少级了呀？要不要带下妹妹呀？妹妹很听话的哦。靓仔，加个好友啊，咱们队伍只收像靓仔你这样的高手啊。陆远默不作声，自顾自的赶路。几位玩家见陆远毫无反应的高冷态度，面露不屑轻哼。切，不就运气好爆了，把破法杖吗？拽得跟个258万似的，谁稀罕呢？呵呵，我抽到 B 级天赋，体质过人，都没有他这么装逼。B 级天赋，那也不错了啊。兄弟，要不考虑一下我们？新手村外不远，名将小花目睹着陆远脚步匆匆的回到新手村，陷入了思索。他们3人在这里刷了那么久的怪物，等级也才堪堪提升到了4级。下一级获取的经验之多，光杀鸡还不知道要杀多久。名将小花的心中不免涌出了去更远处练级的想法。更强大的怪物，也就意味着更好的装备，更高的经验。看到了陆远，他的眼中有些惊讶。陆远的打扮明显是法师打扮，独自一人前往了怪物更高等级的区域。在名将小花的眼中，这不亚于送死。但是现在，对方似乎从那里活着回来了，他的身上似乎也多了几件装备，一副满载而归的模样。名将小花的心中暗暗一惊，看起来这家伙似乎是个实力极强的独行者，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将他拉入他们名将公会。看了一眼身旁趴在地上感慨草地真绿的卧龙、凤雏，名将小花有些感慨，为什么他的队友就是这俩货？他的心中更加坚定了拉陆远入公会的念头。别玩了，赶紧跟上，看能不能拉个大手子进公会。催促了一声，名将小花同样踏上了回新手村的道路。第8章超额完成任务。新手村铁匠铺，来往的玩家不少，玩家们对铁匠铺内摆放的高品质武器相当的眼馋，但是询问价钱后纷纷傻眼了。就连最便宜的白板武器售价也要20个铜币，他们回收的价格还只有10铜币，简直抢钱。一些玩家们完成了最基础的任务，运气不错的话也可以购买一把便宜的白板武器，而店内其他品质的武器价格就更高了，而其中最贵的蓝色武器售价更是高达1个金币，而玩家们初始的铜币数量更是只有10铜币，哪怕几百人疯狂打金，要想凑齐1金币也需要不短的时间。况且这新手村内的蓝色武器出了新手村多半就被淘汰掉了，玩家们也都不傻，谁会花大价钱来买一把即将淘汰的武器？锻造武器的熔炉前，铁匠大叔挥汗如雨，锤身碰撞砸出清脆的声响，不断的锤击下，剑胚的形状不断凝成，此为锻铁打造装备的步骤之一，需要不断的捶打胚胎去除其中杂质。而铁匠大叔也正是因为年复一年的锻造，精壮的身躯下隐藏着堪称恐怖的力量，可不要因为他老实的外表而轻视他，他的实力同样恐怖如斯。曾经一位玩家为了触发任务，不断试图挑衅这位老实的铁匠，终于他激怒了铁匠大叔，大叔抡起重锤将这位玩家砸成了肉饼，并且在这新手村内见到一次秒一次，直至玩家被杀回0级，
铁匠大叔才重新恢复成那个老实的铁匠，并在此期间，新手村内无一人敢阻拦，不管是玩家还是 NPC。至此，铁匠大叔的威名传开，但也引来了无数玩家们不断的试探。陆远的思绪流转，站在一旁静静等待着，身旁同样有个战士玩家在等着提交任务，看起来等了一段时间了，神色有些不耐。喂，你好了没有啊？你要的材料都给你收集好了，快点把奖励给我。他连连催促了几声，铁匠大叔的一锤砸偏锻造好的剑胚裂了一丝，随着砸击，这剑胚彻底损坏了。铁匠大叔的脸色微沉，将损坏的剑胚收起，他很快看向了身后。只是让他有些意外的是，陆远竟然也在其中。他收回视线，看着面前盛气凌人的战士玩家，将任务奖励下发，他沉默地望着战士玩家远去。陆远走上前来时，铁匠大叔的脸上才重新露出一丝笑容。是你啊！形形色色的玩家之中，他并没有忘记陆远。陆远点了点头，从背包内掏出了狼牙狼爪。铁匠大叔接过狼牙，打量一番，脸上流露出满意笑容。可以，这采集的质量不错。陆远选择了将一组99份的狼牙狼爪全部提交。铁匠大叔的脸上惊诧，这数量远比他任务所要求的要高许多。这么多的狼牙，那森林里的狼崽子得给你杀光了吧？不过也是好事，替村里减少了些祸害。看着陆远，他的心中越发满意起来。不错不错，这是你的奖励。他挥了挥手，一道白光涌入陆远的体内。你超额完成了隐藏任务，任务评价完美，任务奖励提升，获得额外奖励狼牙棒+1，你获得5000经验，银币+10。高额的经验让陆远的等级直接提升了1级。这还没有完，铁匠大叔目光炯炯地看着陆远。小兄弟的实力非凡，森林北边有只野猪王，若是小兄弟能给我带来他的獠牙，那么我会给小兄弟无比丰厚的报酬。陆远的眼前提示声响起，你触发了 A 级隐藏任务，击杀森林野猪王，是否接取？陆远自然没有拒绝的意思，这野猪王也是他在新手村内的规划之一。接下任务，铁匠大叔眼中更为满意。丁格好感度+10，当前好感度60，友好。一般 NPC 们面对着玩家们的初始好感度都是50，平常好感度则是会受到玩家们各种因素的影响，譬如魅力的高低、言行举止等等，这些都是需要玩家们不断去发掘、去探索才能得知的。但是陆远是法神重生，深知这神域并不简单，且 NPC 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与真人无异，绝不能当作普通游戏里傻乎乎只会重复一句话的智障看待。好感度越高，带来的效果是潜移默化的，不仅更容易接取到任务，也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购买到道具，甚至就连一些特殊的事情在好感度满值后也能开启。接取完任务，陆远很快离开了铁匠铺。这个 A 级隐藏任务的难度有些高了，在陆远的记忆之中，野猪王作为新手村10级的 BOSS， 皮糙肉厚的，没有几十几百人，还真不一定能干掉这大家伙。他要想一人击杀的话，难度不小。就在他谋划思索之际，眼前几道黑影靠近。陆远法杖微体，技能已经蓄势待发，但他很快想起自己还没出新手村，而安全区内玩家们无法互相攻击。他淡定下来，看着眼前名将工会开头的几人。这几人他有些眼熟，但是不知道他们找他干什么。你们有什么事？陆远开口。卧龙和凤雏刚准备开口，就被名将小花狠狠地瞪了一眼。要是让这两个二货队友开口，指不定要发生什么变数。不知阁下怎么称呼？陆远想了想，还是亮出了名字。看着这名字，名将小花突然有些后悔了。正义狂徒，我还正义使者嘞。不知这位正义兄可知道我们名将工会？陆远点头，略有耳闻，听说过。那就好办了。名将小花微微一笑，那正义兄可有加入工会的想法？我们名将工会虽算不上什么知名大工会，但工会成员之间友好互助，和谐相处，等日后发展起来，正义兄可就是咱们工会的元老级。陆远仔细听完，还是微微摇头。我目前还没有加入工会的想法。名将小花的心中有些惋惜，但他还是尊重陆远的想法。既然如此，那打扰了。他刚准备转身离开，却被陆远叫住。等等。看着面前的名将小花，陆远想到了刚刚接取到的隐藏任务，这或许是个机会，可以助他完成这个隐藏任务。虽然不能加入你们工会，但是我有个合作的想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第9章，谋划野猪王，10级 BOSS 野猪王。听完陆远的计划，名将小花忍不住失声道，随后他就意识到了什么，左右环顾，压低了声音：正义兄可是知道这野猪王的位置？只要是有点经验的玩家都知道 BOSS 意味着什么。
更高的经验，更稀有的装备。BOSS 的品级只有寥寥几种：头目、首领、领主、君王、主宰。品级越高的 BOSS， 击杀难度也就越高，战利品也就越豪华。而新手村内的野猪王虽然是最低级的头目级 BOSS， 但是也已经可以爆出蓝色装备了。品级越高，等级越高的 BOSS 所爆出的战利品也就越豪华。蓝色、紫金、暗金、史诗、传奇、神话。最高的主宰 BOSS 甚至有概率掉落神话装备。使用过神话级装备的路远，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神话装备的强大，那是真正结合了诸神之力所打造出的强大神器。路远收回思绪，饭要一口一口吃，神话装备再强，和他现在也无关。能击杀这野猪王，爆出蓝装，就已经是极为不错的了。而击杀这野猪王，若是能有名将公会的协助，恐怕就要轻松些许了。这也是路远喊住名将小花的想法。也正是因为名将小花识趣的举动，让路远决定顺手拉一下名将公会。这野猪王，路远也打算共享坐标。不过路远也是有自己的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路远的条件，那么路远不介意换一家公会。神域第一只 BOSS 的诱惑，路远相信没有哪家公会能拒绝，那是自然。只不过击杀这野猪王后，我有几点要求。名将小花点头道，但说无妨。他当然不会觉得路远会愿意免费将 BOSS 的坐标告诉他们公会。若是没有条件，恐怕他还得怀疑一下这信息的真实性。第一，这野猪王爆出的法系装备归我。第二，这野猪王的獠牙我有用。听完路远的要求，名将小花犹豫了一会。这要求在他看来并不过分，但是事关神域第一只 BOSS， 他还是需要询问一下自家会长。同一个新手村内，另一边收到消息的名将战魂瞪大了眼。好好好，他满口答应了下来。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神域第一只 BOSS， 若是能给他名将公会首杀，如此美妙的开局，他甚至已经能想象名将公会蒸蒸日上，成为整个神域都知名的大公会了。相比较之下，他付出的代价几乎没有，完全是白捡个 BOSS。 傻子才会拒绝。得到了名将战魂的肯定答复，名将小花也终于露出了笑容。他用力点头，没问题。那坐标？他试探性开口。路远微微一笑，等你们的实力足够击杀这野猪王的时候再说。面前的名将小花才不过4级，恐怕连这野猪王的厚实猪皮都破不开。等你们的等级到8级的时候再说吧。路远添加了名将小花的好友，很快消失在他的眼前。等到路远消失后，名将小花猛然想起一事，就算不能加入公会，他们也可以尝试一起组队。有个会玩的法师，练级可要轻松多了。只是路远已经消失不见，他也只好作罢。名将卧龙骨着眼，不服气地哼了一声。这么高了，等到打野猪王的时候，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能耐。别是那种站在一旁看戏，最后等着分装备的小人。名将凤雏满脸赞同，就是就是。名将小花板着脸，好了，我相信正义兄不是那样的人。先练级吧，我们的进度太慢了，会长都快5级了。路远回到森林继续练级，完成隐藏任务后，他的等级提升到了7级，还获得了一把武器狼牙棒。将狼牙棒拿在手中比划比划，路远微微摇头，属性不错，就是不适合法师玩家使用，只能出售。狼牙棒品质绿色，等级需求5级，力量+2，物理攻击+25，致残，攻击概率减速 15%。 评价狼牙所致，质地坚硬。路远很快点开了交易所，将狼牙棒挂了上去，标价5银币。刚挂上就被人秒了。这是一把5级的绿色武器，刚好是玩家们主流的装备，一出现在交易所内，立刻便被其他人买下。交易成功，扣除 20% 手续费，你获得了4银币。真够黑的。路远眉头微皱，这交易所抽成 20%， 简直是资本家中的资本家。扫了眼消息，买家向他发来了一条好友申请。兄弟，高价收高品质装备，还有想出手的绿装可以私我，这平台太黑了。犹豫了一下，路远还是没有拒绝。4银币到账，背包内钱币的数量到达新高，足足有15银12铜，和路远心中预期的200银还有不小的差距，得赶紧努力挣钱了。穿过新手村，看着路边被野狗狂追的玩家们，路远眼中追忆。曾几何时，他也是其中被追着跑的一员。有些唏嘘感慨之际，远处一个玩家跳了起来，大声提醒着周围玩家们：操！狗群来了，兄弟们快跑啊！路远一抬头，压得7、8只野狗成群结队的朝着他这里跑来。3、2只野狗路远还有点把握对付，此时这7、8只野狗奔来，就算是他也只有跑的份。路远暗骂一声，连忙朝着森林内跑去。进了森林，路远终于松了口气。这些狗群有着自己的活动范围，森林内就不是他们的领土了。
这里有着同样恐怖的危险。一双幽绿的狼瞳从暗处死死锁定着陆远，对方似乎还没有发现他。野狼猛地跃出，尖锐獠牙朝着陆远的喉间撕咬去。陆远察觉到动静，心中暗恼：刚刚被狗群追也就算了，你一只狼也敢过来招惹我，使我火球了！3颗火球快速飞出，砰砰砰3声，精准地砸在了高速扑来的野狼头上，仿佛石块碰撞一般。陆远听着声音都感觉到头疼。好听吗？好听就是好投。3个高额的伤害数字跳出：420，弱点210。210，3连发的火球数打得他脑袋一偏，瞬间爆发了800多的伤害，野狼都被这火球打懵逼了。等他反应过来，继续朝着陆远扑来时，陆远已经轻飘飘一个火球结束了他的生命。只是这伤害，陆远还是有些不满意。稍稍深入了森林，野狼越发稀少起来，陆远的眼前很快出现了新的怪物。第10章，伤害逐渐离谱。陆远的面前很快出现了新的怪物，野猪，普通怪，等级9，攻击45至65，防御75，生命值1800，技能冲撞。评价：就连野狼都不敢随意招惹的存在。远处10几米外，一只2米大小的黑背野猪正在拱着地上的果子，并没有察觉到陆远。它的獠牙长10余厘米，宛若短笔般锋利。如此体型，这野猪估计有400-500斤，施展起冲撞技能，更是像坦克般横冲直撞。陆远毫不怀疑，若是撞在自己的身上，怕是一头将自己撞飞数十米外。左右看了看，陆远站在了一棵半米粗细的大树旁，远远用火球试探伤害。345，火球砸在野猪厚实的猪皮上，造成的伤害要少了许多，连发火球造成的伤害更低。135，一套技能下来，就打了这野猪615的生命值，将近1/3。这野猪刨了刨蹄子，快速朝着陆远冲撞而来，短刀般的獠牙直指陆远。陆远闪身躲在树后，这野猪刹不住车，一头撞在了树上。巨大的反作用力让野猪头上很快跳出了眩晕的标记。120，又一发火球砸出，野猪的眩晕解除，猪眼恶狠狠地盯着陆远。陆远脚下不停，绕着这树转了起来。这野猪往左，陆远往右；野猪往右，陆远往左。技能冷却好了，上去就是一发火球。这野猪疲于奔命，却始终无法越过树攻击到陆远，气得他恨不得把这棵树都给撞断掉。但哪怕到死，他都未能碰到陆远一下。在击杀这野猪后，耳旁又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天赋技能已升级，当前等级2级。陆远神色微差，这天赋技能等级提升的速度倒是不慢，那伤害想来也是可以增加一点。等等，陆远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天赋已经不是那破 A 级天赋火焰提升了，现在他的天赋可是 SSS 级的顶级天赋无限进化，初始就获得了100%的技能伤害增强，那再一次提升又该获得多大的增幅呢？陆远的心中火热，连忙看向了天赋技能。无限进化2级，你的天赋可以无限进化，技能伤害提升至1000%。评价：无限进化，无限可能。陆远缓缓打出了一个问号。技能伤害提升至多少？1000%，10倍伤害。一级天赋的差异，伤害足足差了9倍。如此恐怖的天赋，陆远几乎是闻所未闻。但凡前世他觉醒的是这个天赋，他感觉前世都不会输。10倍的技能伤害，陆远还是伤害最为夸张的法师，他简直都不敢想象。再对比一下前世的 A 级天赋云泥之别， SSS 是品级的极限，而不是陆远天赋的极限。陆远觉得这天赋品级多少是判断错了，这来多少个 S 都合理。10倍的伤害增幅，陆远舔了舔嘴唇，眼神有些兴奋。他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试试这恐怖天赋的伤害了。远处的野猪还没有察觉到危险的靠近，还在慢悠悠地拱着灌木中的浆果。陆远瞄准野猪，砰！他轻声开口，模拟着开枪的姿态。天赋升级后，火球技能也变得有些不同寻常了。随着陆远的动作，火球急速射出，直接没入了野猪的体内。1675，伤害破1000，伤害一下子跨越了 N 倍。满血的野猪瞬间只剩下一丝血。这火球还不简单，洞穿了这野猪的猪皮，顺带点燃了他的毛发。100，灼烧。没等这野猪哼唧几声，他已经死在了火焰不断灼烧之下。一个火球数秒了。陆远有些艰难地咽了咽口水。这么夸张的吗？一个技能就秒杀了，这天赋进化的太过于变态了。陆远的眼神逐渐危险了起来，看着远处森林，露出了邪恶的笑容。小猪猪，我来了。那一晚，猪叫得很惨。刷了3-4个小时，
陆远彻底刷爽了。7级玩家秒杀9级野猪，陆远前世想都不敢想。陆远整理一下背包，将爆出的装备一一换上。精英野狗爆出的绿色护腕，陆远杀的正爽，都忘了装备。野狗护腕，品质绿色，等级需求7级，力量+2，攻击+15，暴击正1%，评价还算不错的护腕。装备上后，没有用的力量增加了。好在护腕并不像武器那般仅仅增加物理攻击力，它增加的属性对于每种职业都适用。杀了许久的野猪，陆远的身上很快小小的翻新了一下，原本的白板上衣、裤子、腰带等等部位通通换新，属性成长也不小，生命值提升到了200，加了10几点的防御。而法伤的话，主要影响因素只有陆远的智力属性以及装备。陆远的等级提升到了8级，法伤来到了215点，这也就意味着在天赋技能的伤害增幅下，他的一颗火球造成的伤害可以高达2150。刷了半天的野猪，幸运女神终于眷顾了陆远一次。冲撞技能书，陆远刷到了3本，这个数量让陆远自己都惊呆了。技能书的爆率可以说相当低，能有个1%都是不错的了。再一次挂交易所上，这一次陆远改变了策略，售价10金币，如此高的价格自然吓退了不少眼馋着技能书的玩家。一般的坦克玩家在交易所内看到冲撞技能书时都是眼前一亮，但是看到10金币的价格后，都是不忿地关闭了交易所，顺带还不忘骂上一句：死欧皇，掉本技能书给你显的，不想卖就别卖。但也有玩家不死心，私信联系上陆远：兄弟，你这技能书挺不错的，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标错了？10金币，现在哪有玩家有这么多钱？那你的心理价格是多少？陆远询问对面。这样吧，我们加个好友，100人民币，怎么样？线下转账100块，打发要饭的呢。陆远撇了撇嘴，关闭了私聊。对面显然也并不是真心实意来交易的，以陆远对这技能书的估价，一本价格最起码在500以上。这可是坦克战士玩家们必备神技，突进类的技能本就少得可怜，特别是在关键的前期，一步快，步步快，低于500，陆远不会买。问价的玩家不少，出价却没有几个符合陆远心意的，都是200、300，更有甚者试图开始言语威胁起他来了。尊重世间物种多样性。想了想，陆远给好友列表里先前购买狼牙棒的那大哥发去了消息：朋友，冲撞技能书要吗？他贴上了技能截图。对方沉默了一会，价格，陆远直言不讳，500 RMB 一本。一本？对方愣了一下，有几本？3本。对方的回复很快，甚至可以说是迅速。2000，我全要了。陆远嘴角一扬，老板大气。一阵白光闪烁，陆远很快从神域之中下线。第11章，赚钱茉莉。从神域之中下线，陆远很快添加上了那大哥。对面也没有废话，直接发起了2000块的转账。看着手机上的2000块，陆远的心中总算有了一丝波澜。转手给陆雪发了500，没过几秒有了回复：妹妹，妹妹，谢谢哥哥。陆雪趴在床上，晶莹的小腿翘起，欢快地摇晃着。她小心翼翼地将钱存入小金库内，满心欢喜地盘算着大学里的幸福时光。听一些学姐说，大学里的时光会更加轻松，到那时候她要吃遍大学的美食，看遍灿烂的花。她白皙的面容上漾起浅浅的笑容，看着手机上妹妹发来的甜甜表情包，陆远心口一暖。1个月的时间，他最起码还需要100万。只要能将陆雪的病症缓解，等到神域彻底开放融入现实的时候，他的病应该就不再是难题了。1个月的时间赚够100万，对陆远来说有些困难，但并非是无法实现。看了眼手机上的余额，1500出头，肚内饥饿感传来，将头盔轻轻放在床上，陆远套上外套出门。若是能够筹够足够的钱后，他或许可以换一个更高级的游戏舱。头盔的还是有着不小的局限性。若是换成有营养液供给的游戏舱，那么在神域之中连续征战几天，身躯也不会感受到饥饿。只是这个价格嘛，有点小贵。出了门，晚风一吹，陆远紧了紧衣服。江城的夜晚并不喧嚣，宁静安逸，这让早已习惯了厮杀、哀嚎的陆远都有些不适应。穿行在街道上，望着往来人群，陆远的心一点点沉静下来。这个他生活了20年的世界，他很喜欢。这一世，他绝不会再允许前世的事情再次发生。随意进了家拉面馆，20块钱解决一顿。陆远很快回到了家，刚准备重新进入神域之中，无意间扫了眼手机，看到了一则消息，是那个大手一挥买下3本技能书的大哥。方便问一下吗？你的冲撞技能书都是在哪里刷的？消息是10分钟前发送的，那时候他似乎在吃饭，并没有注意到。
陆远拿起手机，微微挑眉，对方似乎是起了疑心。这技能书单卖一本，对方估计以为自己是完成任务或者开宝箱获取的，但是一连卖出3本，这就很难不让人心生怀疑。怀疑陆远是否会有渠道能够不断获取到技能书。陆远想了想，1万块，告诉你刷的位置。对方转钱十分干脆，毫不废话。陆远接收转账，很快将野猪刷新的坐标发了过去。森林深处，看到坐标，对方迟疑了。这是你一个人刷的？森林外围的野狼，你是怎么解决的？8级野狼的攻击力很高，根本不是寻常玩家能抗住的。对方有些怀疑，试探着陆远。陆远没有回复，加钱。嗨嗨，陆远轻咳一声，其实想绕开野狼进入森林深处也不难。随后又没了下文。对面咬着牙又赚了1000，陆远这才悠悠开口。野狼的仇恨范围虽然有15码米，但是视野范围并没有那么大。靠在树旁，野狼虽然会察觉到你的存在，但是找不到你，可以借机混入森林深处。看着到手的12000块，陆远心中不免感叹起来。这是这般豪爽的大哥，能再多些就好了。都不用1个月，半个月陆远就有自信凑够100万。等了一会，对方也没有了个下文。陆远耸了耸肩，戴上头盔进入了神域。茉莉姐，这消息真的可靠吗？10几人的队伍内，一个小脸婴儿肥的牧师妹子好奇地问道。茉莉姐身穿战士铠甲，满脸英气，应该不会有问题。能刷出3本技能书，我相信这样的玩家，整个神域都没有几个。森林深处有狼哎，茉莉姐，咱们现在的小身板应该没有竹坦能够抗得住吧？副坦还有石头，应付1、2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茉莉的脸上从容，眼见团长下定决心，婴儿肥牧师妹子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一行人很快来到了森林外围，悠长的狼嚎声响彻了森林。远远看到了一只游荡野狼的身影，队伍很快进入了战备状态。等等，茉莉抬手示意队伍停下，躲在树后面，我们绕过去。队伍里的弓箭手神色有些不耐。茉莉姐，就一只野狼而已，咱们队伍对付不了。茉莉不咸不淡地扫了他一眼，没有说话。森林内树木掩映，灌木丛生，靠在树后，一行人小心翼翼地进入森林深处。听力不错的茉莉甚至能够听到几米外野狼的喘息声，但是这野狼真的没有发现他们。茉莉的心底微微一喜，看来那家伙说的是真的，原来还能这样子通过森林。这1000块钱倒也没有打水漂。混入了森林深处，他们缓缓朝着一处坐标靠近。队伍很快抵达了坐标所处的位置。婴儿肥的牧师妹子艰难地咽了咽口水，戳了戳茉莉。茉莉姐，她小声喊着，我们不会要去杀这怪物吧？顺着她的手看去，茉莉看到了一头2米大小体型的野猪，估摸这得有上百斤。锋利的獠牙让它看起来并不好惹。查看完属性后，茉莉更是心底一惊。这属性皮糙肉厚，还不知道打多久才能击杀一只。但是看到这野猪的技能冲撞，毫无疑问，他收来的基本技能书都是这野猪贡献出来的。但是如此皮糙肉厚的野猪，他们这10几人想杀一只，估计都要一段时间。奇怪了，对方是怎么刷出3本技能书的？这疑惑深扎于茉莉的脑海之中，百思而不得其解。看了眼面前的野猪，茉莉轻叹了口气。他可以确信对方消息的真实性，但是知道也没用，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大肆击杀野猪刷技能书。莫名其妙来到这里，最后却又啥都不干，无功而返，这不是拿他们开涮吗？队伍里弓箭手的脸色有些不好，但是顾虑到对方是自己的团长，又是金主，他脸色变换了几下，并没有发作。一行人又静悄悄地朝着森林外退去。咔嚓，枯木断裂的声音响起。队伍里一人在离开时，不料踩断了一根枯枝。不远处的野狼竖起了耳朵，开始缓缓朝着灌木丛靠近。危险逼近。第12章升级，遭遇刺客。森林中狼嚎不断，伴随着偶尔几声哼唧声。陆远神色轻松地应对着3只野狼，随手打出连发火球，2个火球一前一后的命中2只野狼，高额的伤害直接将野狼炸死。最后那只野狼还没有反应过来，陆远就已经补上了一发火球术，送他归西。不管是野狼还是野猪，在陆远此时爆炸的伤害面前，没有一合之敌。就连森林内怪物刷新的速度，都有些赶不上陆远杀怪的速度了。很多时候，怪物才刚刚刷新出来，陆远的火球术就已经到了他的脸上，伤害爆发，瞬秒怪物，击杀效率很高。陆远升级的速度很快，弊端也有，陆远甚至感到了一丝无聊。这就是无敌的寂寞吗？就这样，陆远痛并快乐着，耳边系统的提示声就没有断过。你击杀了野猪9级，经验加180。你击杀了野狼8级，经验加110。你击杀了经验加
陆远的等级很快提升到了8级，经验条还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上涨着。现在陆远随手一击的火球伤害已经突破2000，这伤害放在前世基本也都是20-30级的法师才有的伤害，而现在的陆远仅仅只有8级，装备也仅仅只是一些破烂白板装备，就连绿装都屈指可数。你管这叫8级？陆远都不敢想象，当自己的装备豪华起来的时候，这伤害会恐怖到何种程度。陆远更不敢想象，这无限进化的天赋究竟可以进化到何等地步。不断的击杀这野猪、野狼，陆远运气再差，恐怖的击杀数量下也爆出了不少的装备。身上的装备更新换代了一下，8级的白装附带的属性很少，但是聊胜于无。陆远的法术攻击已经提升到了230，将地上的野怪尸体采集一空。陆远顺手刷点采集术的经验，采集术还是十分重要的。什么时候遇到高级的材料，却因为采集术的等级太低而错过的话，那绝对是一种无法挽回的痛。采着采着，陆远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他的心底有些无奈。出来吧，我已经看到你了。他的声音平静，在森林内转开，风吹草动，却无人影。陆远的嘴角扬起不屑笑容。身为法神，他面对过的刺杀比普通玩家们一辈子见到的刺客玩家都要多。这些躲躲藏藏的技巧，以为能逃过他的法眼，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陆远随手打出一颗火球竹，朝着一处灌木从中砸去。一道身影狼狈跳开。黄巢鬼刺的眼中愕然，他竟然再一次被人看穿了前行。一次还可以解释为好运，但是2次都看穿了他的前行，这不免让黄巢鬼刺的心中有些悚然。陆远的视线仿佛要将他整个人都看透一般。你究竟是怎么发现我的？黄巢鬼刺冷冷说道。陆远哑然失笑，你的刺客玩得太烂了，别说顶级，就连2流都算不上，你这样简直是浪费了你的前行技能。陆远摇了摇头，神色惋惜。听到陆远的话，黄巢鬼刺先是一愣，连2流都算不上，他说自己是3流刺客。黄巢鬼刺脸色一沉，心中怒气升起。他承认面前的陆远或许有些实力，但是态度居然如此狂妄自大，以自己的天赋，在他的口中只能是个3流水平。那你又是什么水平？黄巢鬼刺强压着心底怒气，冷冷道。陆远嘴角勾起笑容，我自然是这神域顶尖中的顶尖。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陆远都有底气，也有资格说出如此狂妄的话语。能够以 A 级天赋一步一步的成为至尊法神，走到了最终绝灭大帝面前的陆远，一句顶尖当之无愧。而这一世拥有着 SSS 级天赋的陆远，说是顶尖都是谦虚了。狂妄，太狂妄了。黄巢鬼刺看着这法师，只觉得好生无耻，一边贬低自己是3流刺客，一边自夸是顶尖法师。只是他并不知道，陆远的言语间却无半点虚言。毫不客气地说，陆远就算现在转职刺客，也是1顶1的刺客高手。刺客作为法师的天敌，陆远和刺客的交手也是最多、最凶险。俗话说久病成医，长时间下来，陆远对着刺客的了解，甚至已经远超了一些普通的刺客玩家。要不是有所惦记，黄巢鬼刺哪里还会与这法师玩家多废话？想到陆远的身上可能佩戴着一件蓝色级别的装备，黄巢鬼刺又沉下心来，开口询问：你听说过我们黄巢公会吗？黄巢鬼刺微微抬起了头，神色有些睥睨。陆远略一思索，便从记忆之中翻出了这个名字。他确实听说过这黄巢公会，不单是听说，似乎还加入过其中。脑海中的记忆如书页般翻动，昔日的点滴浮现心头。陆远眼中的神色内敛，幽静如古井，略有耳闻，那并不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没想到会在新手村内就撞见这黄巢公会的成员，这世界当真是小。听说过。黄巢鬼刺轻哼了一声，听说过那是最好，省去他一番口舌功夫。会长说了，要想加入公会的话也不是不行，只要你……我什么时候说要加入你们公会了？黄巢鬼刺的话语噎在了嘴里，神色有些诧异。你说什么？他掏了掏耳朵，凑近了一些，似乎有些没有听清。陆远反而后退了一步，保持着距离。黄巢鬼刺恶狠狠地盯着陆远，语气变得不客气了起来。小子，我是不是给你脸给多了？什么3流、1流、顶尖，管老子3流刺客，你看能不能秒你就完事了。只是陆远的警觉不低，否则刚刚要是上前，黄巢鬼刺就已经暴起攻击了。今天我就要给你上一课，哪怕是3流刺客，要想杀你，也是如杀鸡屠狗一般。玩的法师真把自己当爷了是吧？黄巢鬼刺的身形虚化，闲聊的时间够长了，他的前行已经再次冷却完毕。他快速左右走位着，折线状朝着陆远杀来。陆远歪了歪头，这家伙是在走位，这也叫走位？第13章，准备讨伐野猪王。森林内，
陆远看着左右摇摆黄巢鬼刺，陷入了沉思。你管这叫走位？看着陆远久久没有攻击，黄巢鬼刺心底不屑冷哼。就这还敢自称顶尖法师？他不过是稍稍走位，这顶尖法师就不知道该如何攻击了。他扭着身躯，时左时右，缓缓朝着陆远靠近。陆远觉得自己有一点说错了，面前的这货别说三流了，简直是不入流，简直是在浪费时间。陆远轻叹了口气，手上一颗苹果大小的火球凝聚，他看也不看，随手朝着黄巢鬼刺的身旁一处空处丢去。眼看着火球就要落在了空处，但下一秒黄巢鬼刺习惯性的走位，反而恰好将这火球接了个岩石。砰！火球炸裂开来，2150秒杀！黄巢鬼刺满眼不可思议的缓缓倒下，身躯化作白光消失。这是什么伤害？这都能打中他？带着一腔疑惑不解，黄巢鬼刺再次被陆远送回了复活点。陆远摇了摇头，继续在森林内游荡起来。意图太明显了，这种程度的预判对陆远来说不要太简单。对森林内的野狼、野猪来说，今天简直就是一场无妄之灾。陆远不断地击杀着森林里的怪物，经验条不断增加着。你击杀了1000只野狼，获得称号野狼杀手。你击杀了1000只野猪，获得称号野猪杀手。等级提升到了9级，法术攻击240点。不断的击杀野狼、野猪，陆远甚至都解锁了2个新的称号。查看了一下，聊胜于无。野狼杀手，品质绿色，等级需求无。装备后对狼系生物提升 5% 伤害。评价：我就是野狼杀手。野猪杀手也是大致如此，对猪系生物提升了 5% 的伤害。对陆远来说差距不大，横竖都是一个技能秒杀，不对，也算是小有帮助。天赋技能升级后，强大的伤害有些打乱了陆远的节奏，他需要重新规划一下。那野猪王也可以尽快开始挑战了，不断的杀怪，不断的拾取装备钱币。陆远背包内的钱币数量很快从15银涨到了20银。期间陆远也刷新出了一些强大的精英怪，什么野狼精锐、强壮的精英野猪等等，但是在陆远高到离谱的伤害面前，也只有被横扫的份。陆远的运气倒是不错，爆出了几件绿色的装备，只是能用上的只有一件。野猪长裤，品质绿色，等级需求9级，体质+2，生命值+20。评价：野猪厚实的皮革所制，韧性不错。穿上后，陆远的生命值提升到了250点。背包内还有7、8件绿色装备，但可惜不是装备就是皮甲、铠甲等，而陆远所能装备的衣服也就只有布甲。看着这些绿色装备，陆远也只能将其准备售出。联系上熟悉的金主，数量很多，对方也是很惊喜，都是高等级的绿装，正适合现在的玩家们使用。陆远一口价20银币，而对方也干脆地答应了下来。茉莉，20银币没问题，你等一会。刚开服，这20银币可不少，陆远也能理解。双方有过几次交易，陆远也不担心别坑，用邮件将装备发了过去。钱币还是太少了，陆远眼看着都要到10级了，就要走出新手村了，还是没有凑到2金币去做那隐藏任务。这野猪王的击杀必须尽快提上日程了。想了想，陆远很快联系上了名将小花。正义狂徒，你们现在多少级了？名将小花的回复很快，6级。从和陆远分别后，他们3人就没有停下过练级。你们公会大概有多少人？实力如何？名将小花思索了一下，讨伐野猪王的话，召集100人应该不是问题，只是有的玩家等级要低点，基本都是在5级往上吧。100人5、6级，陆远有些无语。这野猪王就是给他们了，总感觉他们也吃不下。但好在还有他，问题不大。集合一下吧，我有把握杀这野猪王了。哦，反应过来的名将小花啊，他们这些人能够击杀10级的 BOSS 野猪王了。但既然陆远都如此说了，那他们自然也不能落后。那可是神域之中第一个 BOSS。名将小花的心底有些热血。名将公会的成员不断聚集着，陆远给出了坐标，一个个的玩家很快赶到了他的面前。陆远的眼光审视地打量着面前的玩家们，100多位5/6级的玩家，要想成功击杀一只10级的头目级 BOSS， 换做常人肯定会觉得这是痴人说梦。但是陆远看向了自己的天赋，这无限进化就是扭转大局的关键。名将公会的会长并不在陆远所在的9527号新手村内，因此队伍的指挥全权交给了陆远。陆远很快建组，将名将小花等人拉入组内。队伍7人一组，分为了10多组。出发！陆远言简意赅，走在前面，名将小花紧随其后。路上几人还没有察觉，
名将卧龙无意间扫了一眼，吓了一跳。卧槽！几人的视线全部被他吸引了过来。你都9级了？在名将卧龙的惊呼下，队伍里的其余几人也是纷纷点开了队伍列表。这一看，队伍里几人均是瞠目结舌，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名将小花怎么都没有想到，陆远的等级提升速度会如此快。上一次分别的时候，他似乎才5级来着，这才短短几个小时，他都已经9级了。而且这正义兄似乎还是一个人，并没有组队。名将小花还以为自己等人的等级提升速度已经算是很快了，开服1天不到的时间就已经升到了6级。但是看一下陆远，这才多久就已经9级，马上走出新手村了，这速度也太快了吧！名将凤雏更是忍不住开口道：“正义大佬，你是不是有什么快速升级的途径啊？这9级他们是闻所闻为，好友列表里几百人，最高的也才顶天7级。”名将小花听到了凤雏的话，脸色微变，下意识地看向了陆远。看见陆远的脸色毫无变化后，他这才微微松了口气，拉过队友低声呵斥了一番：“这种东西是能随便问的吗？”陆远回过神来，不以为然道：“没什么途径，就是杀怪的效率高了一点。”一点点。队伍里竖起耳朵准备偷听的几人有些失望。森林深处，陆远站定，阴凉冷气袭来，他轻声开口：“到了。”第14章击杀野猪王，众人震惊。到了。不知何时，乌云遮蔽了天空，森林深处内变得昏暗了下来。哪有啊，我怎么没看到？名将卧龙低声嘟囔着，但他的声音很快安静下来。双目习惯了昏暗后，他赫然看到了几米外层林掩映，庞大的阴影带着恐怖的压迫性气势。他瞪大了眼睛，脑海之中也变得空白下来。看着眼前10米体型、沉睡时呼噜声震天响的野猪王，他艰难地咽下口水。乖乖，这就是神域之中的第一个头目级 BOSS 吗？名将公会的玩家们蹑手蹑脚地靠近，唯恐惊醒了这沉睡中的巨物。野猪王的体型10米大小，重不知道多少吨，拱嘴边的獠牙都有足足1-2米长，寒光闪烁，冷冽四溅，黑亮的毛发遮掩下是无比厚实的猪皮。看了眼他的属性，原本心里有些把握的名将小花感觉悬了。野猪王头目级 BOSS， 等级10，攻击275-300，防御250，生命值10000010000，技能冲撞、铜墙铁壁、狂暴。评价：他可不是吃素的。接近300的攻击，再配合上技能，现如今的玩家又有多少能够抗住他的伤害？几乎没有。名将公会的玩家们看了眼这野猪王的防御，神情苦涩。这防御，他们的攻击还没这野猪王的防御高，而这野猪王的生命值也让他们感觉到一丝绝望。10000张，这样的怪物真的是他们能够打败的吗？哪怕他们人数破百，但是他们的心里也丝毫没有战胜野猪王的信心。名将小花看着野猪王的属性，嘴角抽搐了一下，他试探性地看向陆远：“正义兄，我感觉要不要择日再战？他们现在的等级才5-6级，破防都破不了，10000的生命值，这得刮到什么时候去？”陆远摇了摇头：“择日不如撞日，无需担心，我有把握。”名将小花欲哭无泪：“你有把握？我没有啊。”名将小花看了眼自己的攻击，仅仅125，这野猪王250的防御值几乎是他攻击的2倍了。攻击打上去，能造成1点强制伤害就不错了。但是这野猪王可是有足足10000的生命值啊，不破防的话，要刮到猴年马月去。但是陆远既然都这么说了，他也不好流露出怯战的想法。既然陆远说有把握，那他们就尽力尝试一下，准备开怪。坦克玩家们自觉上前，陆远抬手释放了法术，一颗火球划破昏暗的森林，结结实实地砸在野猪王的身上。野猪王的沉睡被打醒，愤怒的咆哮声响彻森林。光线扭曲，一些名将公会的玩家们并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同。野猪王很快站了起来，玩家们仰着头望着这头目级 BOSS。陆远看到了身旁一些同为法师的名将公会玩家，竟被这野猪王气势震慑，都忘了攻击，心底暗自摇头。陆远随手打出连发火球，2颗火球砸在了野猪王黝黑茂盛的长毛上，烤焦了一片，焦糊味弥漫在森林之中。终于有玩家注意到了这伤害，忍不住脱口而出：“卧槽！”他看到了什么？连续跳出2个上千的伤害数字，他不是做梦吧？这野猪王皮糙肉厚，谁能给这野猪王造成如此高的伤害？视线飘向了右上角的 BOSS 贡献排行。第一，正义狂徒，造成伤害4410%， 44.1%。第二，名将小花，造成伤害5%， 0.05%。第三，众目睽睽之下，
这野猪王的血条瞬间掉落了一半左右。名将小花也回过神来，目光呆滞，险些被这野猪王獠牙擦到。这是什么伤害？破千？不对，4000。不是你啊！名将小花言语都有些错乱了。2个技能打了这头目及 BOSS 4、5千的生命值，闹呢？他隔着攻击了半天，就造成了一丢丢的伤害。名将小花挥舞着手上的绿色长剑，快速地朝着这野猪王厚实的表皮砍去，颇有力劈华山的气势。就是伤害让他羞赧。强制伤害，这尼玛为什么啊？他的伤害就只能造成1点的强制伤害。再看一眼路远，野猪王已经抛下了身前的名将工会坦克们，眼中只剩下路远一人。路远如此高额的伤害，几乎瞬间吸引了他的仇恨。野猪王跑动了起来，数吨重的身躯如同坦克一般，一个名将工会的坦克挡在了他的面前。下一秒，砰，人直接被撞飞出去。750，秒杀！那倒霉的玩家还没有落地，在空中就已经化作了白光消失。吞咽口水的声音响起，几位坦克玩家默默地移开了脚步。开玩笑，这种恐怖怪物的冲撞路上，谁敢挡啊？谁挡谁死！陆远也是看到了这伙名将工会坦克们的神奇操作，脸庞抽抽。大哥，看看输出啊！死谁也不能死我啊！我死了，谁输出？哎，靠人不如靠自己。陆远叹了口气，脚下开溜。野猪王的冲撞在他的眼中破绽百出。如果他是掌握了冲撞技能的坦克玩家，他甚至有办法能将这冲撞中的野猪王给截停。但是他是个脆皮法师。陆远脚下不停，很快偏开了这野猪王的冲撞路线。冷却完毕的火球术再次被他丢出，这一次效果十分明显。陆远的火球直接砸进了这野猪王嚎叫的大嘴里。这野猪王也是没想到，整个猪脸都痛苦地皱在了一起。柔软的口腔遭到高温火焰的炙烤，这伤害并不低，5160。弱点，鲜红的伤害数字让在场的玩家们傻眼了。这真的是玩家能拥有的伤害吗？寻常法师玩家恐怕能造成500的伤害数字就已经是顶尖了吧。这一发火球直接5000，不是哥们，到底谁才是 BOSS 啊？野猪王的生命值在战斗爆发的10几秒时间内已经掉落到仅剩下400生命值不到。这结果让名将工会的成员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在他们的想象之中，讨伐野猪王应该是一场无比艰辛的恶战，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短短10多秒的时间，野猪王笨重的身躯就已经倒在了地上，浑身焦黑。10多秒，3、4个技能，陆远就已经将这野猪王彻底斩杀，速度之快，轻描淡写的，仿佛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神域第一只 BOSS， 而是路边随手可杀的野狗。看着野猪王倒在地上，场上玩家们一片死寂。第15章，升到10级。名将小花的脑海中思绪紊乱，傻傻的看着陆远，还有些没有反应过来。场上的其他玩家们也是如此，望着陆远还没有回过神来。他们预料到这场战斗将会十分艰难，但事实上战斗才爆发了短短10几秒就已经结束了，而陆远的输出更是达到了惊人的9990%，99.9%。直到陆远大步上前，从野猪王的尸体下翻找战利品，他们才终于反应过来。名将小花此时内心的惊骇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一个9级的法师能3、4个技能把10级的头目级 BOSS 给秒了，是他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原来这就是你说的有把握呀！开挂了吧！卧龙、凤雏此时也说不出话来，状若痴呆。陆远翻找着野猪王的战利品，作为神域第一只 BOSS， 这野猪王的战利品可以说相当的豪华。大片的装备爆出，绿蓝相间，陆远一一挑选着。蓝色装备大爆，足足爆了2件；绿色装备若干，不下5件。名将工会的玩家们都看花了眼，他们不少连绿装都很少见到，此时一下子见到如此多的高级装备，口水都要流出来了。陆远翻看着蓝装，一件厚实铠甲，看到另一件，陆远的眼神微微一亮。刷了这么久，他的运气终于欧了一次，爆出了一把蓝色品级的法杖。仔细查看属性，陆远的心中更加满意。精良法杖，品质蓝色，等级需求10级，智力+5，法术攻击+35，附带技能锋刃1级。评价：这是一件还算完美的作品，比手中的白板破烂好太多了。击杀野猪王的经验涌入陆远的体内，高额的经验差点将陆远的等级推上了10级。与此同时，系统通告也随之出现：恭喜你首次击杀10级头目级 BOSS， 是否全服通告？陆远挑眉，这还用想？那必须全服通告啊！他这一世势必要站在台前，成为所有玩家们仰望的存在。他要带领着整个蓝星逆转蓝星的命运。
全服通告3遍还不够，陆远恨不得播报个10遍。全服通告，恭喜龙区玩家正义狂徒首次击杀10级头目级 BOSS， 奖励声望加200，金币加1。全服通告，恭喜龙区玩家正义狂徒。一连3次的全服通告，举世皆惊。无数人还在和面前的野狗斗智斗勇，系统通告的出现差点让他们道心破碎。丢雷姆，你说咩哇？10级 BOSS， 我他妈打个野狗都费劲，你说别人10级 BOSS 都杀了，我死了2次，现在还在4级混呢，人比人，气死人啊！天，这正义狂徒他是怎么做到的？哼，用脚趾头想想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做到的呀！一群没脑子的货，这逼指定是找了很多人，然后抢的最后一击罢了。系统通告将场上玩家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了起来，他们望着陆远的背影，眼神之中有些敬畏，特别是同行的几个法师，看着他的眼神简直奉若神明。这伤害的差距简直不要太大，同一个火球，他们打在野猪王的身上都难破防，但是在陆远的手上却成了致命的杀气。这也太强了吧！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陆远挑挑拣拣，将蓝色法杖当仁不让地装进了背包内。绿装也有几件是不错的，陆远一一拿上。挑完后，陆远示意名将小花上前。陆远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次 BOSS 讨伐会如此轻松。一开始招这名将工会的人时，陆远的天赋还没有升级，那时候要想一个人解决这皮糙肉厚的万血野猪王，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天赋进化之后，这伤害就不是野猪王能够抵挡的了。只是一开始已经放出话了，区区一件蓝色装备还不至于让陆远言而无信。本身的实力摆在这里，陆远大可以出新手村后多杀一些强大的 BOSS。 这样想着，陆远的心底更加平淡起来。名将小花上前，一眼就看到了蓝装板甲和几件绿装，心脏剧烈跳动了一下。那可是蓝装啊，还恰好是一件战士可以装备的蓝色装备。名将小花喉头滚动了一下，他若是能装备上这蓝色装备，实力的提升恐怕不小。只是这装备的得来实在是有些太轻松了。他们名将工会虽然来了100来位玩家，但是造成的输出却连陆远的1/1000都没有，他有些伸不出手。若是这 BOSS， 他名将工会的人也发挥出了不小的作用，那么他们拿着装备也当之无愧。只是现在几乎是陆远一人击杀的 BOSS， 他们却来分一杯羹。名将小花有些羞赧，他私信询问了一下会长名将战魂。名将战魂听完一愣，随即脸色大喜。什么？蓝色战士装备？为什么不要？他是个法师，又用不上。我们名将工会也是出了人的，虽然作用小了一点。名将小花叹了口气，还是将装备都装入了背包。想不到正义兄的实力如此夸张，我们名将工会倒是沾了正义兄的光了。陆远点了点头，心底的规划不断改变。他差点忘了这茬了，首个击杀 BOSS 的玩家还有1金币的奖励，再加上现有的钱币数量，他只需要再来50银币，就可以试着接取下那个隐藏任务。那个隐藏任务可以开启隐藏副本，通关副本的奖励更为豪华。这一切他都势在必得。离开的时候，陆远没忘记把野猪王的獠牙采集上，脑海中不断回忆着新手村内宝箱所处的位置。陆远开始有意的寻找起宝箱。回到新手村的路上，陆远找到了3个宝箱，只可惜宝箱里的道具价值并不高，像陆远第一次那样就开出技能书，显然是撞了大运。宝箱里只有一些稀松平常的装备，陆远丢交易所甩卖后也仅获得了5银币。来到铁匠铺，陆远很快提交了任务，将野猪王的獠牙递上。铁匠大叔的神色也有些吃惊，你这么快就完成了？那家伙可不好对付。好好，看来你还是个实力强大的冒险者，这是你应得的奖励。大量的经验涌入体内，陆远击杀野猪王后本就距离10级不远，此时在隐藏任务的高额经验下，等级终于升到了10级。熟悉的系统提示音响起，恭喜你成为首个升到10级的玩家，是否全服通告？第16章排行榜开启，一骑绝尘。你成为首个升到10级的玩家，是否全服通告？陆远没有犹豫，一律选择是。时间间隔不到半小时，系统通告再一次在全服玩家的耳边响起。全服通告，恭喜龙区玩家正义狂徒成为首个升到10级的玩家，奖励声望加200，一马当先乘1。全服通告，已有玩家等级升到10级，现排行榜功能已正式发布。铁匠大叔隐藏任务的奖励很丰厚，除了高额的经验，钱币也毫不吝啬，直接给了足足10枚银币。按照现在市场价格，这10枚银币将近也有1000块了。至于系统所奖励的一马当先，则是一个绿色品级的称号。一马当先，品质绿色，敏捷加1，移速正 5%， 限定玩家正义狂徒。评价予以首位升到10级玩家的嘉赏，加了1点移速，还算不错。
他看了眼新出的等级榜，等级榜上前10的玩家之间追得很紧，等级几乎一致，但是也有例外。第一，正义狂徒10级 23% 初始法师。第二，逍遥自在7级 81.5% 初始战士。第三，荣耀红叶7级 70% 初始战士。第四，荣耀赤莲7级 66.4% 初始战士。第五，在前10里，陆远看到了不少熟悉的名字，譬如荣耀公会和名将皇朝这些不同，荣耀在陆远的记忆之中可是一直牢牢占据着顶级公会的地位。巅峰时期，荣耀公会内的成员数量甚至达到100万之数，十分夸张。另外，陆远还发现了一个微妙的事情，榜单前100中绝大部分的玩家都是初始战士玩家，少部分是初始弓箭手玩家，而法师玩家数量稀少。前期的技能少，法师玩家没有群攻的技能，杀敌的效率是远不如战士射手的，但陆远却成了这个意外，以3级的差距甩开了大部队一大截，一骑绝尘，遥遥领先，让无数玩家不由得惊艳好奇，这排行第一的玩家究竟是如何做到的。10026号新手村，100人规模的玩家数量直接将野狼所在的区域包场了，玩家们顶着一个个相似的字眼荣耀，他们的规模不小，并且队伍分明。等级榜第3，荣耀红叶微微皱眉，神色诧异，这正义狂徒是什么来头？居然能够压我们3级，率先抵达10级，更是击杀了10级头目级 BOSS。 这一条条消息让他的心底掀起了巨大的风浪。一旁的荣耀赤练也是眉头紧锁，沉声道，他肯定不是无名之辈，要说没有人支持，我是不信的，就是不知道他的身后是哪家公会。荣耀红叶犹豫着，要不加个好友试试，看能不能问一下他是在哪里刷怪的，对我们荣耀也大有好处。荣耀赤练尝试后神色无奈，不行，这家伙拒绝加好友。荣耀红叶也面露惋惜之色，不知道这家伙的等级是咋提升的，跟坐火箭一样。留言私信了，希望他看到后能加一下。荣耀赤练又想到了什么，开口，万一。只是他很快又摇了摇头，否定了自己的猜想。不会，肯定不可能。红叶诧异的看了他一眼，什么不可能？万一什么？赤练神色复杂，红叶，万一那家伙的身后没有别人，硬生生上到了10级，杀了10级的 BOSS。 红叶扑哧一笑，赤练，你疯了吧？这怎么可能？看着赤练认真的神色，红叶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他吐出一口浊气，感慨，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太可怕了。我们荣耀哪怕倾尽全力也要将他拉入公会，希望是我的错觉吧，单人怎么可能升到10级？赤练也是摇了摇头，否定了自己的假设。陆远的重心放在了寻找宝箱上，他不得不感慨记忆深刻的好处。按照这记忆之中的寻宝帖，他在新手村内各处翻找着宝箱。某户人家的白菜地里，陆远捡起不远的锄头，对着地面就是一顿挖。挖出宝箱的同时，远处也传来了骂声：“我的白菜啊，小贼，你别跑啊！”陆远已经一溜烟跑得没影了。李寡妇家后院，陆远毫不客气地敲门，闯入其中。李寡妇身姿丰腴，看到陆远，秀眉紧蹙：“我已经给过你想要的了，你怎么还来？”鼻尖幽香传来，陆远却是熟视无睹，大大咧咧地来到李寡妇家的后院，从水缸里摸出宝箱装入背包内。他刚准备离开，却被李寡妇拉住了：“无耻小徒，我还不知道你们男人喜欢什么，三番二次前来，还不是为了……”他风韵犹存的脸上红润，娇嫩欲滴。也罢，便宜你这无耻小徒了。他半解罗长，拉着陆远就准备行不轨之事。陆远虽说神域世界是全开放的第2世界，也确实可以做一些爱做的事情，但是他陆远是何许人也？正义狂徒，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正义凛然的斥责一番，李寡妇被教训的低头垂目，为自己刚刚的想法羞愤不堪。等陆远离开后不久，他才幡然醒悟，这小贼胡言乱语些什么？如今满脸正气，那当初又是谁夺去了他的贴身项链？他跺了跺脚，却拿陆远无可奈何。另一边，陆远已经跑路了，他并不抗拒和神域内的角色们亲密。前世的他在神域内也是有过一些红颜知己的，那时候还不懂事，只把这神域当作游戏。也是到了后面，意识到这神域其实是蓝星诸神联手打造的世界后，陆远才有所醒悟。这里面的 NPC 们都有着自己的真情实感，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与自己无异，都是不同世界的旅人罢了。因此，面对着这李寡妇，陆远可以为了提升实力掠夺他的所有，也可以因为挡了自己的路而毫不犹豫地宰了他。唯独感情，陆远不愿随意对待。
离开的路上，陆远眼中淡漠如水，眼底深处却是倒映着一道倩影。第17章，诸神试炼。离开的路上，陆远打开了宝箱，他将整个新手村内的宝箱搜罗了一空。等将宝箱全部开启，陆远挑拣着其中价值较高的道具。背包内的钱币数量很快增加到了1斤80银，但是这20银，陆远要想刷怪爆装备出售的话，还不知道要多久。想了想，陆远很快联系上了好友列表里的茉莉大哥，借20银币，出了新手村还你。消息显示已送达。过了一会，对方回复很快，等我瞅一下。另一边，茉莉叹了口气，再三看了下发件人的名字，正义狂徒，赫然是等级榜的第一，那个已经率先抵达10级，并且击杀了10级 BOSS 的玩家。茉莉的心中是惊愕的，从这家伙出售给他3本冲撞的技能书开始，茉莉的心中隐隐有了猜测。寻常的玩家谁能做到这一点？那可是9级的野怪，而技能书的爆率又是显而易见的低，能够刷出3本技能书，还不知道是杀了多少怪物才爆出的。在听到系统通告的时候，茉莉就感觉有些耳熟，打开好友列表一看，正义狂徒，好家伙，居然真的是他！茉莉的心中有些复杂，怎么说呢？随便找的卖家，居然就是排行榜第一的大佬，这样的大佬居然向他借钱，20银币也不算少。茉莉联系了几个朋友，很快用2200人民币的高价收购了20银币，将20银币邮件发送了过去。茉莉的心底有些忐忑，一开始不清楚还好，她只是认为对方是个有点实力的高手，但是现在对方可是排行榜第一，甩了第2名3级的顶尖高手，要是能将他骗争取过来的话，茉莉的眼神越发明亮起来。与此同时，陆远很快也收到了20银币，感慨一番老板大气，陆远终于凑够了2金币。他带着2金币，很快重新来到了铁匠铺。铁匠铺内除了锻造的熔炉外，另一侧还摆放了不少的武器。陆远目光在武器上扫过，很快落在了2把相似长剑的身上。大叔，这2把剑多少钱？躺椅上微眯着眼的大叔睁开了眼，扫了一眼墙上摆放的长剑，那是2把蓝色品级的武器，纹路细腻的镌刻在金刚上，锋芒毕露。这可是咱店里的镇店之宝，这样吧，1金币1把。陆远掏出2金币，那我2把都要了。铁匠大叔从躺椅上爬起，眼中金光乍现。什么？全要？陆远点头肯定，全要。铁匠大叔麻利地取下长剑，递交给了陆远。2金币，谢谢惠顾。看在陆远面善的份上，他还附赠了一块绿色的皮质护腕。2金币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铁匠铺内那2把蓝色武器摆在那也不是1天2天了，就算有人问津，听到这蓝色武器的价格，也都被劝退了。村里人不会买，玩家则是买不起，因此这2把蓝色武器也只能挂在墙上蒙尘。直到今天被陆远重新买下。离开新手村的路上，陆远比划着手中的长剑。天乙，品质蓝色，等级需求10级，锋利度11，攻击45至65，力量加6，评价3尺清锋，尽显锋利。另一把剑也是相差无几，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来到一处野外，见四下无人，陆远随手将一把长剑插在了地上，手持着天乙，陆远十分干脆地劈了下去。2把长剑的锋利度都是11，在陆远全力一击之下，2把长剑竟同时断裂。这耗资2枚金币巨款买来的2把长剑，还是目前顶尖的蓝色品质装备，就如此轻易地被损坏了，断裂成2半的模样。这就算即使回炉重造，也很难再恢复到完好时的属性了。陆远却毫不在意，踢开碎裂的剑锋。他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这2把蓝色长剑。他抽出地上长剑，断裂了1半的长剑中，隐隐有丝线状露出。拉着丝线，陆远很快拽出了一小张羊皮卷。很难想象到，这把蓝色长剑的剑身之中，却隐藏着这么一张羊皮卷。寻常玩家拿到蓝色装备的长剑，还不是小心翼翼的当块宝，生怕磨损、损坏、报废了。但是没有人知道，这其中却隐藏着一张极为重要的羊皮卷。而这张羊皮卷，就是陆远所真正需要的。2件蓝色长剑在陆远的眼中算个屁，但是这羊皮卷所带来的，却是让陆远都有些眼红。将羊皮卷摊开，属性映入眼帘。诸神试炼场门票开启后，可通往诸神试炼场。陆远的嘴角上扬，笑容终于不再压抑。诸神试炼场，这诸神试炼场的奖励无比豪华，前世多少人豪掷万金，只为了这一张诸神试炼场的门票。但这门票获得的难度极高，一些普通的玩家甚至穷极一生都难以获得一张。可谁又能想到，在新手村里就静静地藏着一张呢？而这一张如今就在陆远的手上。将这羊皮卷收入背包，陆远却是没有立刻使用。在新手村内，
陆远很快找到了法师导师，看到陆远率先升到了10级，这法师导师顿时惊为天人。他展示界面，一个个熟悉的法师技能出现在了陆远的面前。火系衍生技能爆炎剑、火焰星星；冰系技能寒冰剑；风系技能风刃术；雷系技能雷电击。目前所能学习的技能大部分都是各系的基础技能，进阶技能需要等到更高等级才能学习。这些技能本来售价也是需要1银币的，但是法师导师大手一挥，全部免费。陆远也不客气，直接全部学习。看着技能栏里熟悉的技能们，陆远满意的点了点头。来到村长那接取离开新手村的任务，一切准备就绪。陆远很快选择了背包内的羊皮卷，使用。一股白光闪过，陆远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了原地。眼前一黑，入目仿佛无穷浩瀚的星空，一颗颗星球渺小，星系如漩涡。诸神浩大的身影浮现，威严的声音震慑寰宇。诸神试炼开启。第18章试炼挑战。耳旁传来诸神熟悉的声音，眺望着无尽星空，陆远沉默着。诸神、神域、入侵、战争、绝灭大地。眼中事件回忆闪烁，陆远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了一座广阔的竞技场内了。竞技场古老，地面上还有暗淡的血迹。没有给陆远多少时间，系统提示响起：你进入了诸神试炼场。当前关卡第1关。远处的竞技场中，一只3、4米长的猎狗很快出现。魔化棕狗，精英怪，等级10级，攻击110至125，生命值1500，技能魔化撕咬。评价：鲜血与内脏是他的最爱。诸神试炼内的怪物和玩家的等级一致，怪物的品级随着关卡的提升而提升。第1关的怪物就已经是精英级别的怪物。陆远抬手释放技能，一道火球瞬间贯穿了这魔化猎狗的头颅。升到10级，换上了蓝色装备后，他的法术攻击力来到了330， 4158，秒杀！这魔化猎狗还没有吭哧几声，头颅就已经被陆远的火球砸烂，死的不能再死了。第1关轻松过关，对陆远来说几乎没有压力。上百攻击、上千生命值的魔化猎狗或许会让普通玩家感到有些棘手，但是对陆远来说，这不是一个火球解决的吗？魔化猎狗死亡，即将进入下一关。第2关的怪物依旧是魔化猎狗，只是这魔化猎狗的体型、属性有所增强了。这是一只魔化猎狗 BOSS， 攻击破300，生命值5000。刚出现的魔化猎狗正准备咆哮警告陆远一番，陆远的火球就已经塞到了他的嘴里。叫什么叫8316，秒杀！秒杀 BOSS，8000生命值的10级魔化猎狗 BOSS， 照样是被陆远一个技能秒杀。这魔化猎狗的伤害高达300多，只要触及玩家一下，对任何一个10级玩家来说，伤害都是几乎致命的。但是那也得让他有机会攻击到陆远再说。陆远的伤害极高，这魔化猎狗 BOSS 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就被陆远给十分干脆利落的秒杀了。这可是同级的 BOSS， 陆远的心底也在感叹，这就是 SSS 级天赋的强大吗？前世他同样也进入过这诸神试炼场，孤身一人迎战同级的 BOSS， 要不是陆远的操作精妙，始终保持着距离，一点点磨死了 BOSS， 恐怕他前世就要止步于第2层。但哪怕他操作娴熟，这竞技场毕竟空间有限，在面对着第3层的首领 BOSS 时，前世的陆远就有些力不从心了。陆远前世最好的记录则是卡在了第4层首领级 BOSS， 到了首领级怪物的程度，已经不是几十几百人能够对付的了。而这一世，陆远通过前2关甚至都没有用几秒钟，差距可想而知。第3关，怪物换了模样，红绿相间，竟是一只巨大食人花状的怪物，2片肥硕的绿叶如角一般，它的花蕊是一张满是獠牙的血盆大口。它的属性更为恐怖，食人花首领，首领级 BOSS， 等级10，攻击540至580，防御300，生命值25000，技能缠绕、剧毒、吞噬。评价：食人花一族的首领在试炼下衰弱，但依旧恐怖强大。陆远抬手，火球朝着食人花首领的大嘴砸去。到了首领级 BOSS， 也并非只会傻乎乎的挨打，他很快伸出了藤蔓，试图挡住火球，但发生的一幕让他呆住了。火球烧穿了他的藤蔓，砸在了他的身上，造成了一个恐怖的伤害。8016，克制。食人花首领猛了，多少？一个技能砸他1/3血。你跟我说这是10级？毕竟是领主级 BOSS， 他有着不低的智慧。被试炼场所限制，他的等级才被迫跌落至10级，各属性也相应滑落了许多。在看到陆远的那一刻，他的心中就已经给陆远画上了死刑。
区一个10级的法师玩家，他不是随手拿捏，但是挨了一个火球后，他傻眼了。你管这叫10级玩家？他一个火球伤害都快破万了。食人花首领当即不再犹豫，立刻爆发出猛烈的攻击，数十条藤蔓从四面八方延展，快速地朝着路远勾去。只要一根藤蔓能够勾住路远，其余藤蔓一拥而上，将路远彻底撕碎。路远看到了食人花首领癫狂的攻击，嘴角扬起不屑笑容。他已经不是前世的他了。爆炎剑，连发火球。食人花首领的藤蔓被灼热的火焰所烧焦，在哀嚎声中，他的身躯蔫了下来。8940，克制4290，克制4290，克制。3个技能下去，这首领级的食人花首领也顶不住，他甚至连血盆大口都抬不起来了，筋赶弯下，趴在地上奄奄一息。他的心里恐惧战栗，这真的是人吗？怎么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伤害？路远动都没动，寒冰剑贯穿了这家伙的头颅。食人花首领死亡，即将进入下一关。转眼间，路远已经进入了第4关的挑战。死去的食人花首领重新站了起来，他的状态已经恢复满，甚至实力还有所提升。食人花领主，领主级 BOSS， 等级10级，攻击1100至1250，防御680，生命值10，000010，0000，技能缠绕、剧毒、吞噬。评价：在试炼之中，他获得了新的提升。食人花领主回过神来，他有些惊喜，虽然没有恢复到他的全盛时期，但是实力也已经提升了许多。他再次看向路远，几乎狞笑了起来。他的身躯在晋升为领主级 BOSS 后，原本修长的藤蔓上荆棘生长，整个身躯变得更加威武起来。他的藤蔓触手也更多了，占据了竞技场的一隅，风一般朝着路远蔓延来。路远眼神凝重，这领主级的 BOSS 已经不是寻常几十几百的玩家能够应对的了，往往需要上千的玩家才有战胜的可能。仅仅10级就已经坐拥着10万生命值，简直恐怖如斯。关键是这食人花领主的攻击也毫不逊色，破千。这依旧意味着这食人花领主的每次攻击只要命中，对路远来说都是被秒杀的份。无数的藤蔓编织成了森罗地狱，危机笼罩着路远。第19章连练获胜。诸神试炼场内几乎化作了一片森罗地狱。化身为领主级怪物的食人花领主眼中怨恨之色闪过，他还没有忘记被路远几个技能所秒掉的场景。如今身为领主级 BOSS， 他是要将路远彻底撕碎。他的口中爆发出恐怖的尖笑，藤蔓也已经将路远的周围数米包围住，眼看着路远就要被密集的藤蔓所裹缠起来。路远打了个响指，火焰星星，一大团火焰朝着食人花领主涌去。被火焰所笼罩的藤蔓很快被烧个精光，而路远却是紧跟在火焰后，快速地朝着食人花领主奔去。火焰开道，路远与食人花领主的距离不断靠近。食人花领主愣了一下，旋即大喜，这不是送到嘴里来了吗？他张大了嘴，狠狠地朝着路远咬去。万千的藤蔓虽然是他的武器之一，但是他一口锋利的锯齿獠牙可同样威力不俗。路远微微一笑，这食人花领主简直是自己送上了门来。快速的法术技能丢进食人花领主的嘴里，寒冰剑、爆炎剑，冰火两重天，这两种感觉同时在嘴里爆发，那酸爽。冰火元素造成了爆炸，伤害惊人。食人花领主剧烈咳嗽，一股白烟从他嘴里飘出。9240，弱点8580，弱点17820，爆炸。路远熟练的使用元素反应，很快打出了一个极高的伤害，将近35000。食人花首领咳嗽完，略显惊恐地看着路远。刚刚那是什么？他感觉他的嘴里都要开 party 了。他很快吸取了教训，紧闭着大嘴。万千的藤蔓再次舞动起来，摇摇晃晃地朝着路远抽来。这一次，他终于断了将路远吞噬的念头，打算直接利用数量巨多的藤蔓将路远生生抽死。路远的心里有些可惜，看起来这 BOSS 的智慧还不低。炽热的火球要是能命中这食人花领主的嘴里，那造成的伤害相当可观。藤蔓相互编织着靠近，路远的脚下不断走动着，他的走位并非僵硬后退，时而左移，时而后退，牵引着这万千的藤蔓。食人花领主心底颇为气愤，他身为60级的首领 BOSS， 哪怕等级跌落至10级，那也不是面前10级的法师玩家能够招惹的存在。他极力伸展着藤蔓，藤蔓的数量已经延长到了数十米长，险些占据了整个试炼场。路远终于停下了走位，靠在了试炼场的墙边，终于无处可逃了吧。食人花领主几乎狂喜，藤蔓就准备卷住路远，但就在这时，他愣住了。不管他如何用力，藤蔓却只是颤动了一些，明明路远就近在咫尺，
但是他却无法触及，这是怎么回事啊？他的心中大吃一惊。而陆远也察觉到了他的状态，从墙边走出，顺手擦了擦蹭到墙上的肩膀。在他的面前，无数的藤蔓编织成了一条巨大的绿毯，而这绿毯几乎铺满了整个试炼场。仔细看向这绿毯，这绿毯还非同一般，竟是由无数根的藤蔓以一种诡异的姿态缠绕在一起。原来，在陆远的牵引下，食人花领主一心只想着抓住陆远，殊不知他的藤蔓早已不知不觉地缠绕在了一起，连带着远处的食人花领主都有些动弹不得。陆远伸出法杖戳了戳，很好，还是个死结。他收回他前面的看点。这食人花领主固然有智慧，但是不高，谁会抓个人把自己的手脚都缠在一起？陆远试探过后，很快安心地站在了这绿毯上，不徐不急地朝着这食人花领主靠近。陆远一靠近，这食人花立刻激动了起来，他很快又张开了满是森然利齿的大嘴，不断咬合着。利齿碰撞的声音瘆人，但是陆远却毫不在意，听多了还有些怪，就像是有人一直在耳边打着快板。找准时间，一颗火球送入食人花领主嘴中。8064，食人花领主连忙闭嘴。陆远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拿起法杖在手中比划比划。陆远用力地挥起法杖，像是打高尔夫一般。砰！一法杖砸在了食人花领主的大嘴上。食人花领主恼怒，不断朝着陆远咬合着，只是他的位置被限制得死死的，根本咬不到陆远。陆远又是连发火球砸进了他的嘴里，每个技能命中要害，都造成了8、9千的高额伤害。这食人花领主哪怕紧闭着嘴，生命值也依旧不断掉落着。他看着陆远的眼神有些惊恐绝望，他没有想到自己都已经是领主级 BOSS 了，居然也拿面前的陆远没有丝毫办法。他还有不少技能没有使用出，但是现在万千藤蔓就是他的手足，手足被缠绕住，他根本就动弹不得，只能被迫挨打。最后一发火球砸在这食人花领主的头上，陆远终于松了口气。食人花领主已死亡，即将进入下一关。陆远的心底也忍不住泛起了涟漪。前世他也仅仅只达到这诸神试炼场的第4关，而这一世他已经抵达了第5关，奖励无疑会更加豪华。陆远的心中也忍不住开始期待，这诸神试炼场所带来的奖励会何等的丰富。这诸神试炼会根据玩家通过的关卡以及玩家的等级，从而下发对应的奖励。前世陆远接触到这诸神试炼场的时候，已经是100级过后，那时候通关第3层的奖励已经给了陆远一套史诗级的法师套装，就算在100级时候，那一套装备也是价值连城。而更高层的奖励，陆远就很少得知了，因为这诸神试炼内的怪物都是基于玩家自身的等级所出现的，而层数越高，面对的怪物也就越发可怕。像是陆远现在击杀的领主级怪物，仅仅10级，如果放在外面，那也是上千同级玩家才能战胜的存在，何况更高层数的怪物。陆远虽然没能抵达第5层，但是他或许也能猜出这第5层的怪物难度了。精英怪、头目怪、首领怪、领主怪，那么下一层应该就是君王级 BOSS 了。陆远的心念一动，君王级的 BOSS 相当稀少，而且无一不是 BOSS 中的 BOSS。第5层的 BOSS 很快出现在了陆远的面前。陆远挑眉看着眼前的怪物，有些惊诧。第20章，君王级 BOSS， 食人花领主已死亡，即将进入下一关。陆远很快进入了第5层，看到了第5层的怪物，和陆远猜想的无疑，确实是君王级 BOSS， 但是有一点点微妙的变化。陆远的面前不远处，一个体型较小的萝莉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陆远再三确认了一遍，这就是关卡 BOSS， 食人花王，君王级 BOSS， 等级10，攻击2000至2250，防御900，生命值25，000025，0000，技能缠绕、剧毒、吞噬。评价：食人花族群的王者。陆远俯视了眼，这看起来不过1.5米的小东西，就是强大的君王级 BOSS 吗？他与不少君王级 BOSS 战斗过，但还从未遭遇过如此模样的君王级 BOSS。像是意识到了什么，陆远的心中连忙提高了警惕。这食人花王似乎能影响人的情绪，居然会让他心生放松警惕的想法。他的属性彰显出了他的强大。陆远丝毫不敢大意，视线无不避免地落在了食人花王的身上。在两者没有爆发攻击冲突的时候，这食人花王的表现更像是个年岁尚幼的小女孩。侧脸清秀，精灵般的尖耳如玉石般精致，深绿色晶亮的瞳孔凝视着陆远。陆远从中读出了意味，危险。陆远眼中瞳孔收缩，颇有些狼狈地翻滚躲开。原本站立的地面，一条尖锐的藤蔓突破了地面。若他没有及时躲开，依旧沉迷在食人花王的无形魅惑之中，那么这藤蔓将会给他来个透心凉。陆远躲避狼狈，食人花王也没有再继续攻击，有些好奇地打量着自己。
这就是君王级的实力吗？他感觉到体内充满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只要他想，他感觉他的触手能够布满整个试炼场。再看向陆远，眼中几次被击杀的记忆回响，他深绿色的眼中满是愤怒。死！他跺了跺脚，地面上一块块的鼓包如蛇一般游动着，很快朝着陆远袭去。这一次，他吸取了教训，藤蔓钻破坚硬的地面，有序地朝着陆远包围起来。陆远咽了咽口水，神色有些无奈。这君王级的 BOSS 一出手，陆远就察觉到了莫大的威胁。这藤蔓掩埋在土里，数十条从几处包揽了他所有躲避的方向。陆远只能不断后退，一旦后退抵到墙边，他便再无退路了。反应过来的陆远不退反进，跃起穿过地面上的鼓包。鼓包内一只灵活的触须伸出，快速地朝着陆远的脚腕缠绕过去。只可惜慢了一步，陆远已经在试炼场内大步狂奔起来。触须们很快重新钻进地里，一个个鼓包紧跟在陆远的身后。陆远的技能一一用来清除地上的鼓包，但是这触须的数量实在太多了，陆远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很快已经和食人花王近在咫尺了。2颗火球砸上去，食人花王丝毫没有阻拦的意思。精致少女的皮肤被大片烧伤，暴露出了难看的蛛网状经脉。只是很快，幽绿色的光芒在她的身上闪烁，这家伙居然开始回血了。加4000，陆远的表情僵住，逐渐无奈。伤口处很快恢复成皎洁白皙的肌肤。陆远看到了对方的眼神，是微不可闻的得意。对方看来似乎已经胜算在握了，而事实上也是如此。陆远的胜算已经无限接近于0了。陆远也在心底默默叹了口气。没办法，能解决掉这领主级 BOSS 已经是实属不易，要想再解决掉这君王级 BOSS， 难度几如登天。再一次，陆远感受到了这诸神试炼场的难度，就连他也止步于第5关。这君王级 BOSS 后，陆远也有了猜测。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应该就是整个神域之中最高的主宰级 BOSS。到了这种级别的 BOSS， 基本都是一方的主宰、一族的领袖之类的人物。继续躲闪，但依旧是瓮中捉鳖。食人花王终于玩够了，两手一合，无数藤蔓很快从土中爬出，2只巨大的木质手掌很快朝着陆远抓去。陆远的火球现在显得有些无力，施展的技能撞在巨大手掌上，很快消失。巨大手掌于是不衰，笼罩了陆远。你已死亡，挑战失败。你的最终成绩第5关，你的评价 S 级。S 级奖励已下发。眼前光芒闪过，陆远已经重新回到了新手村内。S 级还算不错。陆远前世的表现是 A 级，但是获得的奖励也已经是相当不错了。那 S 级的奖励又会是如何？陆远很快查看起背包，只一眼，陆远的眼睛睁大，心中惊诧。蔷薇剑客转职卷轴，使用后可转职为蔷薇剑客，品质紫金，限定职业战士，评价蔷薇剑客，花魂绽放。隐藏职业转职卷轴，还是热度极高的战士类隐藏职业，价值不菲。这可是好东西，不少土豪玩家们豪掷万金，只为了能够转职为神域之中的隐藏职业。隐藏职业拥有着比常规职业更高的上限，只可惜不是法类职业的，否则陆远自己都可以使用。背包内多出来的道具并不只是隐藏职业转职卷轴，陆远看到了一本技能书模样的道具，心里一跳。陆远很快将这技能书取了出来，看完，陆远艰难地咽下口水。抗拒火环5星，竟然是他！陆远的心底掀起了惊涛骇浪。这抗拒火环可是前期法师的神技。陆远连忙查看属性，抗拒火环1级，催动火焰推开靠近的物体，火环造成 80% 的法术伤害，消耗蓝量15，冷却时间20s， 熟练度0100，评价禁止靠近。这可是法师的神技。法师们在前期没有闪现技能的时候，几乎没有其他可以应对突进类技能的手段，而抗拒火环的出现则可以弥补这一点。性价比极高的保命技能，而且它还是个强大5星技能，成长上限极高。如果能尽早学习到，将这抗拒火环练到高级，将会产生质的变化。而这自己能用上的技能，陆远当然不会选择出售。很快学习上，技能栏之中便又多出了抗拒火环的图标。除了这些道具的奖励，陆远还看到了几件装备，这些装备同样不差。第21章神赐之戒，一张诸神试炼的门票。陆远成功抵达了第5关，获得了不菲的奖励。止步于君王级 BOSS 的面前，陆远也有些无可奈何。他现在的技能太少了，如果是全盛时期，他还可以试着操作一下。至于现在，他还是太缺少 AOE 技能、范围攻击技能。火焰星星能够造成小范围内的高额伤害，但是面对着几乎笼罩了整个诸神试炼场的君王级食人花王，陆远还是有些感到力不从心。
除去了蔷薇剑客的转职卷轴、抗拒火环技能书外，他还收获了不少的装备。看了眼背包内的装备，晨光一闪而过，陆远的呼吸一滞，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强忍着心底的激动，陆远很快将背包内橙色武器取出，看了一眼，陆远的心境都忍不住泛起了波动。橙装，常规装备的品级从低到高依次是白板、绿色、蓝色、紫金、暗金、史诗、传奇、神话，而橙装却并不属于任何一种品级，因为它是极为稀有的成长型装备。低等级的橙装可能还不如常规的蓝装，但是高等级的橙装那是可以媲美史诗、传奇，甚至是神话装备。就连陆远也没有想到，这诸神试炼的奖励会如此丰厚，在10级的时候居然就能获得可以不断成长型的橙装。陆远查看起这橙装的属性：神赐之剑，可成长，品质橙色，等级需求10级，智力+5，每秒回蓝+2，法术攻击+45，法术暴击率增1%，全技能等级+1，法术护盾生命值跌落30%时，获得最大生命值50%的护盾，冷却 EH， 附带技能法术源泉1级。评价：这是神赐之物。陆远的表情静止，他的呼吸沉重了起来，眼中是无法压抑的喜意。强大至极的装备，堪称极品的装备，有输出，有防御，更为关键的是他的技能法术源泉开启后，一段时间内释放技能不消耗蓝量。在这段时间内，陆远完全可以化身为恐怖的法术机器，不计消耗地释放出种种强大的技能。而且这还是一件极为稀有的饰品装备，稀有程度甚至要超过武器。等等，陆远的视线在背包装备之中扫过，停在了一件散发出浓郁紫光的法杖上。还有武器，极冰之杖，品质紫金，等级需求10级，智力+10，法术攻击+70，附带技能寒冰剑3级。评价：感受到了吗？极冰的寒冷。陆远看了眼自己手中的蓝色法杖，这是击杀野猪王的战利品。刚到手的时候，陆远还觉得不错，但是看了眼这新获得的紫金法杖，陆远的态度很快发生了转变。什么？蓝色法杖？一边玩去！毫不客气地取下蓝色装备，陆远很快装备上了紫金法杖。这次的诸神试炼奖励之丰厚，再次刷新了陆远的认知。居然如此早就获得成长型的橙装，这还仅仅是通关第4关的奖励。陆远都想不到，要是能通过那君王级 BOSS， 甚至是主宰级 BOSS， 那诸神的嘉赏将会如何？有没有可能出现那顶级的神话级装备？陆远不知道，但是他有预感，并且这预感还十分强烈。快速整理着背包内的装备道具，陆远只能用1次字来形容这次的收获：无敌。这一次的收获是寻常玩家想都不敢想象的。带着一腔豪情，陆远很快找到了新手村里的村长。一番交流后，陆远的眼前浮现出一块巨大的世界地图，人族的区域亮起，而其他区域则是灰暗状态。陆远尝试选择传送其他族的区域，前面的区域请以后再来探索吧。陆远撇嘴，最后还是选定了人族的一座主城。强大的冒险者，您确定传送至风落城吗？系统的提示也在陆远的面前闪烁。离开新手村后，将无法再返回其中。陆远回望新手村，一个个玩家们忙碌地穿梭于其中，曾几何时，他也是这千万玩家之中的一员。仔细回忆，并没有遗漏新手村内的事件后，陆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白光闪烁，陆远的身影在新手村内消失。在他身影消失的瞬间，系统的通告声再次响起。这一次同样是面对着全服的玩家。全服通告：恭喜龙区玩家正义狂徒第一个离开新手村，奖励声望+1000，金币+1。陆远通过诸神试炼，花费的时间不短。榜上的其他玩家等级也才仅仅只有8级，而陆远就已经10级离开了新手村。风落城内，陆远出现在了传送阵内。玩家们的平均等级还没有达到10级，风落城内有些冷清，街道上人们往来平和宁静。但是陆远知道，这一切都会随着玩家们的出现而改变。那说是野狗过境，陆远觉得或许都并不夸大。到那时候，要想保持宁静，可就没那么容易了。陆远在城内穿行，风落城还是他记忆之中的那般，街道的两旁种满了枫树，秋日时分，微风拂过，火红的枫叶似火一般燃烧。陆远也不只是简单的看看风景，这一路上，陆远已经精准地找出了几个任务 NPC， 任务包罗万象，陆远挑拣着，很快选择了3个距离相近的、简单直接的任务接取。风落城很大，陆远来到了城西，很快出了城。城西是一片旷野，一只只怪物游荡在其中。这些怪物陆远十分眼熟，
赫然是他在诸神试炼场之中所遭遇的第一种怪物——猎狗。只是这些猎狗们的外形还十分正常，与试炼场之中的魔化猎狗还是有所不同的。游荡的猎狗，等级12，攻击85至95，生命值1250，技能撕咬。评价：他酷爱9转大肠。身为普通怪，这属性已经十分不错了，只是在陆远的面前依旧不够看。看了眼任务，需要杀30只普通猎狗，那就杀了。陆远的眼中杀意很快浮现，技能快速砸出。任意技能落在了这些普通猎狗的身上，造成的伤害都瞬间将他们秒杀。猎狗第22章碾压野怪升级。陆远离开了新手村，来到了人族的主城之一风落城。在城内很快接取了几个任务，陆远便朝着城西赶去。出了城，陆远看到了这旷野上成群结队的怪物们，最多的要数猎狗。这些猎狗的体型不大，毛发棕红，散发着凶狠的气息。几乎在看到陆远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不断的朝着陆远包围了过来。只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是何等恐怖。这些猎狗们成圈状，很快将陆远包围起来。陆远没有动，在他的眼中，这些猎狗不亚于自寻死路。等到这些猎狗一拥而上的时候，陆远终于动了。随着技能的施展，一圈火环很快在他的身上升起，朝着四周扩散开来。抗拒火环，陆远轻喝。这火环以极快的速度蔓延，一股巨大的斥力很快抵达了众猎狗们的面前。砰！这些猎狗们在这巨大的斥力下被震飞出去，下饺子一般砸在地上，一个个爆炸的伤害从他们的身上跳出。倒在地上的他们，没有一个能够重新再站起来。3600，秒杀！3600，秒杀！抗拒火环伸展开，造成的伤害十分可观。一瞬间，所有靠近的猎狗被全部秒杀。那一瞬间，像是天女散花一般。陆远的经验条不断飙涨着，经验加432，经验加432。这一次抗拒火环造成的效果十分惊人，这一下就秒杀了将近20多猎狗。数字不断跳动，陆远的任务在这瞬间就完成了大半。陆远的眉头微挑，这抗拒火环的伤害在天赋的10倍加成下，似乎有些变味了。从一开始的防御性技能，似乎有些转变为大范围的群攻技能了。这倒也不错。身旁围攻的猎狗们一下子死亡了，陆远只能将视线看向了远处。吸引了远处猎狗的仇恨后，一只只的猎狗很快又快速朝着他奔来。陆远不急不缓，紫金法杖轻点，一个个的技能用出，火球精准无误地落在了这猎狗们的身上，如同死神点名一般，连一声哀嚎都发不出来。猎狗们纷纷被砸倒在地。5400，秒杀！2925，秒杀！所有的伤害都高达上千。这一串秒杀的红色伤害，看得陆远都有些眼花了。如果有玩家能够亲眼目睹的话，恐怕会怀疑起两人玩的究竟是不是同一个游戏。怎么有10级的玩家能够群刷12级的怪物啊？恐怕就连猎狗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们会如此轻易的被自己视作猎物的陆远所秒杀。陆远击杀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往往还是等到这些猎狗们聚集起来的时候，才释放出群攻技能。一个火焰星星过去，又是一小片的猎狗们身死。5600，秒杀！到了后面，这猎狗们刷新的速度都跟不上陆远杀怪的速度了。陆远不断推进，周围怪物的等级也开始不断提升。只是等级的提升对陆远来说几乎毫无差距，几百生命值、上千生命值的增长，在陆远的面前依旧是被秒杀的份。几乎横穿了旷野后，陆远的等级也终于有所提升，11级 21.5%， 提升的速度很快，陆远都有些沉浸在这急速升级的快感之中了。法力值的消耗同样也很快，在陆远几乎没有留手的情况下，要不是有着身上几件装备带来的回蓝下，恐怕早就已经蓝条清空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蓝条也是法师的生命，没了法力值释放技能的法师，可以说就像是拔了牙的老虎。当然，也有部分法师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从而开发出了新的流派——近战法师。这流派的法师人如其名，他们放弃了身为法师的优势，转而开始尝试近战的技巧。有的人说他们愚蠢，或许如此。身为尊贵的法爷，安安稳稳的在后面输出，当个炮台法师岂不是美哉？这也是绝大数法师的想法。但真的如此吗？陆远对此并不认同。陆远虽然不是一个近战法师，但是他从来没有小觑过任何一个近战法师。甚至身为一名传统法师，陆远也在不断的尝试着领悟近战的技巧。特别是在陆远成就了传统法师的顶点，无上的至尊法神之后，他也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近战法师是另一流派，虽然小众，但是实力毋庸置疑。
传统的技法上，陆远已经很难有提升。毕竟他要是认第二，恐怕整个神域世界之中也没有一个玩家能够认第一。这是陆远的自信，身为第一至尊法神的自信。而近战的领域，陆远还有很多不足。在日积月累的战斗之中，陆远逐渐领悟到了一点：身为传统法师是有极限的，而他不做传统法师了。只是近战法师的养成，也并非是一天就可以养成。这条近战法师的道路坎坷，布满荆棘。以法师的脆弱之身，要想力敌战士、坦克的板甲，难度可想而知。唯有将两者技艺的巅峰所结合，方能实现这一点，达成史上最强的近战法师。这一点，就连陆远都并不具备多少信心。法师成神与战士成神是两个几乎完全不一样的区域。陆远端详着手中的疾冰之杖，冰杖长3尺1寸，通体银白，法杖顶部则是如冰雕般蔚蓝的宝石。陆远随手挥舞着，这法杖凌厉一挥，寒气逼人。陆远却摇了摇头，神色惋惜。要想身为近战法师，武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战法师最完美的武器，便是能够融合法术的冷兵器刀刃。唯有同时兼具着锋利、法术两个特点，方能使得近战法师同时具备物理、法术双重伤害。而陆远手中的疾冰之杖，显然并不具备以上的锋利特性。多数的法杖，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法术引导性，锻造的材料质地并不坚硬。就连陆远手中的疾冰之杖，虽然是紫金器，但是陆远可以肯定，如果自己把这疾冰之杖当作打狗棒，狠狠地敲在这一旁的猎狗脑袋上，那么这疾冰之杖下一秒就会断给他看。在没有得到更佳的武器面前，陆远还是放弃了这个诱人的想法。疾冰之杖，长松口气，得救了。第23章15级副本单刷。陆远的等级提升得很快，这和他不断挑战击杀高等级的怪物脱不开干系。11级的他就已经抵达19级怪物的区域，开始秒杀一大片的19级怪物了。越了8级，再加上19级怪物本就高额的基础经验，每只怪物都能给陆远带来高达上千的经验值。这经验等级提升的速度简直不要太快。还没有半个小时，陆远的等级就已经提升到了12级，并且还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飞速上涨着。接取到的任务基本都完成了后，陆远也终于在这旷野之中看到了此行的目的地——15级副本游荡旷野。幽蓝的漩涡静立着，深邃漆黑，吸引着陆远的注意力。副本拥有着比野外更高的经验、更丰富的奖励，而且根据难度不同，所遭遇的怪物属性也大相径庭。高难度的副本，不管是经验还是装备，都要远超低难度的副本。而副本之中，难度划分为几个层次：简单、困难、噩梦、地狱。简单级的副本挑战并不消耗次数，但是从困难开始，挑战副本则需要消耗一次副本次数，无论通关与否。好在玩家们每天足足有着10次的挑战机会，并且副本的次数每天刷新，也有着特殊道具能够增加副本次数。陆远走进蓝色漩涡，眼前很快出现了系统提示：警告，等级差距3级，风险极大，是否继续挑战？陆远无视风险挑战。神域之中的副本等级指的是难度等级，只是低等级玩家尝试挑战高等级副本，失败的风险极大罢了。像这15级的副本，基本上需要玩家们15级才有通关简单难度的可能。至于更高难度，那就需要玩家们的实力更强。陆远，所以这和我什么关系？陆远无视系统的警告，很快进入了副本。他先尝试的是简单难度。蓝色漩涡的光芒大盛，陆远很快消失其中。眼前一亮，陆远已经置身在了一片苍茫的平野上。10米开外，一只只的猎狗游荡着。在陆远的注视下，发现它们和副本外的猎狗有所不同。狂躁的猎狗，等级15，攻击155至175，防御100，生命值1800，技能嗜血撕咬。评价：它们闻到了血，变得躁动起来了。直观的面板属性，这些狂躁的猎狗比外面游荡的猎狗们强大不少。外形上，这些狂躁猎狗也趋向于红色，瞳孔幽绿，满是嗜血的光芒。远在10米开外，这些狂躁的棕狗们就已经开始不断清嗅着。陆远知道他们在嗅什么，虽然自己并未进入他们的仇恨范围，但是他们也依旧察觉到了陆远的存在。就算陆远不前去找他们，他们也会在一段时间后彻底发现陆远的存在。陆远缓步上前，正大光明地迎上了这些狂躁猎狗们。近距离的接触下，陆远能够看得更为清晰。这些狂躁猎狗们咧着嘴，露出森然利齿，嘴角的咸水滴落。等到陆远进入了他们的仇恨范围，他们忧虑的视线齐齐地看向了陆远，十分瘆人。其他人或许会吓一跳，但是陆远却早已见怪不怪。狂躁猎狗们的速度比起外面的猎狗，速度快了不止一筹。
但这也使得他们更快面临死亡。陆远眼中毫无波澜，抗拒火环将这些猎狗们以更快速度砸飞。陆远心不闲游地在副本内走着，看见他的猎狗们争抢着扑上来，却被他一一点杀。这些狂躁猎狗们无知无畏，哪怕无数的同类惨死在陆远的手上，但是剩余的猎狗们依旧争先恐后的上前赴死。哪怕是精英猎狗也难以抵挡陆远的2发技能。用时1分钟，陆远已经清空了所有的小怪，抵达了关卡最终 BOSS 的面前。那是一只浑身血红色，仿佛沐浴着鲜血降生的狰狞狼形怪物。魔化猎狗斯坦，头目级 BOSS， 等级15，攻击255至275，防御250，生命值7500，技能魔化、追猎、嗜血。评价：你已无处可逃。陆远微微挑眉，就这属性的 BOSS， 他一只手不知道能秒多少个。魔化猎狗斯坦活动着身躯，阴冷的眼神不断在陆远的4只头颅咽喉多处打量。就陆远一人，居然敢挑战他！正当他考虑着该从何处下嘴的时候，陆远已经随手发起了攻击。一颗平淡无奇的小火球朝着他飞来，斯坦几乎要笑出声来了。这是把他当做普通无脑的猎狗了吗？这么一颗小火球能造成什么伤害？斯坦昂首挺胸，避也不避，依旧保持着傲然的姿态。开什么玩笑，这一颗小火球撑死烧焦点他俊秀的皮毛罢了。斯坦要让面前的法师人类看看，这区一个小火球，他甚至都不用躲。至少在火球命中之前，他是如此想的。挨个火球而已，没事的。直到轰，斯坦整个身躯被火球砸飞出去，狼狈地倒在地上。他的胸口处火球炸裂的地方，皮毛烤焦，血肉焦糊，一股肉香味飘散开来。斯坦整个狗都傻了，这是小火球？还没事，差点就没事了。一个火球，他直接掉落了半血，勉强撑着站起来。斯坦发现那法师人类已经走到了自己的面前，2颗同样大小的火球正漂浮在他的手上。还来！这一次的斯坦终于不敢再小瞧这小火球的伤害了。这一个小火球要了他半条命，这2个火球还得了。斯坦当即想躲开，只是太晚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球一前一后地砸在他的胸口，那里直接凹陷了进去，浑身上下的皮毛都被彻底点燃。3412 3620，燃烧！2个技能轻松将这魔化猎狗拿下。陆远看着倒地燃烧的魔化猎狗，眼中还有些疑惑，这家伙怎么不躲？陆远的第一个火球只是试探，陆远也没有想到这魔化猎狗会如此的老实，居然敢硬吃下他的技能，百思不得其解。陆远耸了耸肩，心里感慨，这魔化猎狗也算是硬气，吃了他2个技能都一声不吭的。魔化猎狗，我可能不是真的人，但你是真的狗。系统通告再次响起。第24章 S 级天赋出现。随着陆远击杀这魔化猎狗斯坦，系统的通告再次响起。全服通告，恭喜龙区玩家正义狂徒首次通关15级简单难度副本游荡旷野，奖励声望加500。听到系统通告的时候，玩家们懵了，他们看了下自己的等级，大多刚升到10级，准备离开新手村。只是这系统通告让他们傻眼了。什么？我们还没出新手村，怎么有人15级副本都通关了？看了眼等级榜，他们神色惊讶。第一的这位正义狂徒等级也才12级，但是这12级也能通关这15级的副本吗？虽然仅仅只是简单难度，但是里面的怪物等级可都是15级啊！一时间众说纷纭。荣耀公会内，荣耀红叶一脸笃信，这家伙身后肯定是顶级公会，就是不知道是哪家。12级能通关15级副本，他的队员肯定也不差。这究竟是哪家推出来的睾丸？大秦还是傲视？荣耀赤莲面露担忧之色。如果是大秦，那还好，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但他要是傲视公会的人，那我们可就麻烦了。谁也不希望看见自己的竞争公会又出现一位劲敌。会长似乎也注意到了他，让我们打探一下他的消息。荣耀赤莲腹诽不已，这家伙不添加好友，也不看私信的吗？他们并不知道，陆远早在登顶等级榜后，为了避免麻烦，就已经顺手设置成了不可添加好友。至于私信，陆远通常也只是偶尔扫一眼，并没有注意到2人的私信留言，以至于到现在还没有一家公会得到确切的消息，这位凭空杀出的正义狂徒究竟是哪家大公会的杀手锏？另一边，名将公会的成员们聊天扯皮中，名将小花默默砍怪，提升等级。系统播报的声音在几人的耳边响起，名将公会的几人耳朵竖起。咦，这个正义狂徒是不是有点耳熟？我想起来了，卧槽，那不是上次那哥们吗？
几个技能秒野猪王的那个？就是啊，太牛了！再次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名将小花看了一眼好友栏，那个常亮的熟悉名字，果然是他。名将小花的心底暗叹，或许其他玩家会质疑陆远，但是亲眼目睹着陆远几个技能撂倒野猪王的名将公会成员们可不会这么想。可惜啊，像正义兄这般强大的玩家没有拉入公会内。如果能拉入公会，那么整个公会都随之扶摇而上，或许都不无可能。名将小花的心头火热，但很快他又心冷了下来，面露一丝苦笑之色。从陆远轻松击杀野猪王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双方似乎并不是一个级别的。他们公会何德何能去招揽陆远加入公会？感慨完，他手上动作不停，最后击杀一只野怪，他的等级也提升到了10级。和其他成员告别，他很快踏上了离开新手村的路。一浪未平，一浪再起。神域论坛上还在讨论着这正义狂徒是何许人也，居然能够率先带队拿下15级副本的首通。还没讨论出个结果，又一则帖子飞速爆火。98010号新手村惊现 S 级天赋玩家。帖子一经发出，很快引起了热议。绝大部分的玩家仅仅是个 D 级天赋、C 级天赋，就连 B 级天赋、A 级天赋都是凤毛麟角。如今 S 级天赋的出现，几乎瞬间引起了玩家们的注意，无数玩家涌入其中，这帖子的热度瞬间突破100万，逼近1000万。只是这帖子似乎是个标题党，用尽空泛之词描绘了 S 级天赋的强大，只是却连像样的视频，甚至是图片都放不出来。涌入进来的玩家们纷纷大骂：什么标题党？你大爷的！无图言调，马德，我还以为真有呢，死骗子！还 S 级天赋 ，A 级都没有几个，也不知道放眼整个世界有没有一个 S 级都难说。只是没有等帖子热议多久，帖主很快有了回应：抱歉，忘了上图了，不上。这一次帖子内附上了一张游戏截图，玩家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截图，一时间齐齐哑口无声。武器大师 Max 级，现在你可以使用所有武器。武器选项：近战武器、远程武器。伤害加成：正100%近战武器伤害加70百分号远程武器伤害。冷却时间无。评价：你是真正的武器大师。帖子内玩家们哀嚎一片。1楼流星奶黄包，我的天 ，S 级天赋居然是真的。2楼蓝山必败客，我套死你个猴子，100%伤害加成，你怎么不上天啊！3楼拖把战士 ，D 级天赋路过，我就好像路边上的野狗，给楼主莫名其妙踹了一脚。786楼荣耀红叶，我观阁下骨骼惊奇，天赋异禀，不知有没有加入我们荣耀公会的想法？有意可私聊。787楼傲视武当，我们傲视公会同样也爱惜人才，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傲视公会，价格任你出。12500楼红尘如烟，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咱们红尘美女如云，欢迎你加入哦。留言的玩家叠楼何止万层，不管是荣耀还是傲视等大公会，此时也坐不住了。荣耀公会的会长荣耀华夏此时也召集了不少高层开会。荣耀公会内的玩家众多，只可惜受限于神域的限制，很多的玩家只能是记名成员。总1-2万人之中，高级天赋的玩家数量极为稀少， B 级天赋的玩家数量仅仅只有2000，而 A 级天赋的玩家一下子锐减到了100多位，而 S 级天赋的玩家荣耀公会内一个没有。荣耀华夏的脸色强硬，沉声说道：这 S 级的天赋恐怕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此等人才我们荣耀绝对不能放过，哪怕花重金也必须将这样的人才挖到我们公会里来。小雨，你试着去联系发帖人，或许他就是 S 级天赋的玩家，再不济联系同在98010时的玩家，发展下线去寻找，一定要将他收入公会。荣耀沐雨用力的点头。荣耀红叶忽然想到了正义狂徒，也不知道这连上电视上系统播报的玩家天赋有无 S 级，并不止荣耀一家公会盯上了这 S 级天赋的玩家。傲视、轮回、缥缈阁，这 S 级天赋的出现几乎引起了神域所有公会的注意。与此同时，通关副本的陆远也翻看到了帖子。S 级天赋武器大师，原来是你。第25章地狱级副本。看着帖子上的内容，陆远眼中闪过一丝回忆之色。S 级天赋武器大师，在前世，这位 S 级天赋者可是凭借着这天赋之力数次在榜上留名。就算这位获得 S 级天赋的玩家比常规玩家晚了1天的时间建立角色，但是他也依旧靠着 S 级天赋快速的追赶上了其他玩家。如果陆远没有记错的话，这位 S 级天赋的玩家应该是叫狂澜。记忆不断流转，陆远看着身后风落城， S 级天赋出现了，他们也应该也快了吧。关于这天赋，其实陆远的心里是有些疑惑的，这天赋的出现真的是完全随机吗？
自己的天赋发生了变化，那么其他人的天赋是否也会发生变化吗？陆远不得而知。这诸神所创造出的游戏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过这 S 级天赋者也不关他的事情。前世此时的他还尚显幼稚，会流露出羡慕的情绪，但是此时现在的他态度已经十分淡然了。一方面，天赋并不就意味着一切，他凭借着 A 级天赋也能一步一步的变强，超越了一个又一个的高级天赋玩家。天赋只是带给玩家们更高的上限，而非全部。再者，陆远是 SSS 级天赋，还用得着去羡慕一个 S 级天赋的玩家？陆远摇了摇头，平静地再次步入蓝色漩涡之中。副本难度选择完毕，地狱级。副本进入中。这一次，陆远所要挑战的则是最高难度的地狱级副本，仅他一人，这无疑是个极为冒险的举动。陆远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一般15级的地狱级副本，往往需要1对20级的玩家才能成功通关，而且对玩家的装备要求也不低。像陆远这般12级就挑战15级地狱级副本，寻常玩家看到了只会嗤笑一声，简直是痴心妄想。如果没有 SSS 级天赋无限进化，那么陆远也断然不可能做出如此冒险的事情。但是他有无限进化带来的是无限可能，一人挑战地狱级副本，配上陆远顶级的操作，为何不可能？地狱级游荡旷野中，陆远的身影很快出现在其中。刚进入副本之中，陆远就嗅到了异常的气息，空气之中的血腥气息几乎凝如实质，天空阴沉，气氛压抑，地面也发生了变化，暗红色的地面上仿佛被血液所浸染，凄厉冷风吹来，如此诡异的环境足以让寻常玩家汗毛倒竖。陆远活动了一下身体，眼中金光乍现，这对于他来说才是一场有点意思的战斗。远处的猎狗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的体型扩大了将近1倍，一个个小牛犊子般大小，嘴角两侧更是生长出了尖长的獠牙。魔化猎狗，等级15，攻击300至340，防御300，生命值3500-3500，技能魔化、撕咬、流血。评价追猎不休，血流不止。地狱级副本内小怪的属性也几乎是普通副本内小怪属性的2倍了。在陆远出现后，这些魔化猎狗们很快盯上了陆远。陆远面露不屑轻笑，地狱级副本就这，依旧是被他秒杀的份。陆远上前几步，位置更加开阔，一只只魔化猎狗快速地扑了过来，腥风吹面。陆远不慌不忙，一个个技能精准地命中魔化猎狗们的狗头，他的伤害很高，被技能砸中的魔化猎狗们瞬间被秒，高额的伤害数字不断跳出，经验暴涨。这地狱级副本内怪物的经验比起简单级副本内怪物的经验要高好几倍，经验加2880，经验加2880。陆远体验到了一把什么叫豪迈的经验获取，每只怪物都能给他带来将近10%的经验，何等夸张！地狱级副本内怪物的经验本就高，再加上陆远的等级低，因此等级提升的速度也就更快了。一圈小怪还没有清完，陆远的等级已经提升了。你提升到了13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陆远熟悉的加点智力继续刷着身旁的魔化猎狗们，他倒是有些嫌少了。这魔化猎狗的数量要是再多一些，陆远甚至觉得自己这一个副本下完可能就15级了。升级后经验条窜的速度慢了一些，但是速度依旧很快。陆远也体验了一波什么叫非一般的升级速度。外面的玩家们还没意识到什么，直到一个玩家突然看着排行榜惊呼出声，不是，第一怎么14级了？这一下瞬间又将不少玩家们的注意从 S 级天赋玩家的身上又吸引回到了这位等级榜第1的玩家身上。卧槽，第一14级了，半个小时前我看他好像才12级啊，这一转眼他就升了2级。外挂，绝对是外挂，我不相信等级能升这么快。我辛辛苦苦刷了几个小时的怪才提升到了10级，这币怎么半小时升2级？ S 级天赋，我感觉这家伙可能也有个 S 级天赋，或许还是加经验那种 S 级天赋。无数玩家惊叹感慨。而地狱级副本内的陆远此时也到了关键的时刻。地狱级副本内常规的怪物对陆远来说都不是难事，但是 BOSS 或许就有些困难了。陆远的数十米外就是一只趴在地上歇息的巨大猎狗。陆远刚走出一步，系统的提升声姗姗来迟。火球术等级提升，当前技能等级3级；连发火球等级提升，当前技能等级3级；寒冰剑等级提升，当前技能等级2级。一系列的技能等级提升喷涌而出。陆远停下了脚步，一一查看。火球术的等级到3级后，伤害增幅为 1.4 倍；连发火球的技能到3级，每颗火球的伤害增幅为 0.7 倍；
而寒冰剑等技能的伤害增幅也都提升为了 1.2 倍。这对于普通玩家来说或许是一次小的提升，但是对于陆远来说，这次的提升极大，这让击杀面前的巨大猎狗 BOSS 也更有信心了。邪恶的魔化猎狗首领斯坦，首领级 BOSS， 等级15，攻击675至700，防御500，生命值50000，技能嗜血魔化裂地重击。评价：他邪恶、嗜血、强大。陆远心中有底，嘴角浮出微笑。就这，第26章，首通地狱级副本。陆远上前吸引了邪恶的魔化猎狗首领斯坦的仇恨，战斗爆发得很快。斯坦的速度奇快，甚至不等陆远攻击，就已经快速扑了过来。他庞大的身躯阴影几乎笼罩了陆远。陆远毫不慌张，疾冰之杖轻点，一发寒冰剑很快命中了魔化猎狗首领斯坦的身躯，冰霜很快覆盖上了魔化猎狗首领斯坦的毛发上。6100，这斯坦的生命值瞬间掉落 10%， 伤害还是其次，这寒冰剑附带的效果才是关键。魔化猎狗首领的身躯速度顿时降低了许多，附带的 30% 移速衰减，对斯坦这种移速极快的怪物还是起到了极大的限制效果。陆远轻松躲开，疾冰之杖连连点下，空中元素汇聚，一个个火球爆射出，朝着魔化猎狗首领砸去。7200，燃烧100，烧伤3350，一连串高额的伤害数字跳出。陆远技能不停，短暂蓄力后，一道拇指粗细的雷霆自天空中落下，精准无误地命中在了转身朝着陆远扑来的斯坦身上。斯坦的动作一停，浑身身躯僵硬，雷电击造成的伤害不低，更是附带了 0.5 秒的僵直。陆远后退几步，火焰星星在斯坦的狗头上炸开，这下造成的伤害终于破万了。僵硬状态下的斯坦头颅毫无保护的被陆远的技能命中，17600。弱点，这火焰星星还是小范围的伤害，在这斯坦的头颅上炸开，造成的伤害远没有那么简单。这斯坦的狗头上毛发都被烧焦，一片血肉模糊，一只狗眼更是险些脱落，看着十分惊悚。从始至终，这斯坦完全落入了陆远的节奏之中，还没有碰到陆远一下，就已经遭受到了惨烈的重击。陆远的技能还没有结束，这斯坦的生命值就已经跌破了半数，仅剩下 25% 不到。斯坦毫无还手之力，最后的技能落下，这魔化猎狗毫无悬念的被陆远所击杀。系统的播报声再次响起，全服通告，恭喜龙区玩家正义狂徒首次通关15级地狱难度副本游荡旷野，奖励声望加2000，金币加1。陆远挑眉，这第一个通关副本的奖励还不错，现在的1金币价值依旧很高，至于声望价值就一般，多用于提升玩家们的地位。声望足够高的话，甚至能够在 NPC 之中谋划个1关半值的。眼前的魔化猎狗领主倒在地上，绚丽的装备掉落了一地。这首领级的怪物要比头目级的怪物还要强大，掉落的战利品也更为稀有。陆远快速地拾取起魔化猎狗的战利品，花费了一点时间，陆远很快将战利品清点完毕，可以算得上是一次大爆了。2件绿装，1件蓝装，1件紫金装备。陆远的视线放在了蓝装和紫金装备上，蓝装是一条裤子，而紫金装备则是1件头盔，精良皮裤，品质蓝色，等级需求15级，力量加10，物理攻击加30，评价质地坚韧，不容易破损。1件典型的战士装备，对陆远没什么用，头盔就没有这要求了，属性还有些契合陆远。智力的狼手头盔，品质紫金，等级需求15级，智力加15，法术攻击加45，精神加1，附带技能清晰术1级。评价戴上它，你会变得更加聪明。陆远拿着狼手头盔端详着，依稀可以辨认出狼手头盔仿佛是按照着那魔化猎狗首领所打造的。陆远心底暗自腹诽，丝毫看不出来这些魔化猎狗们聪明的地方。但言归正传，这紫金头盔还是十分不错的，爆出的钱币数量也不少，仅仅一只 BOSS 就给陆远带来了近10枚银币的收入。整场地狱级的副本结束，陆远的收获不小，最为丰厚的要数经验奖励了。陆远这一次地狱级副本下完，等级直接从12级提升到了14级，85%，距离15级也只有极短的差距。陆远回到城内提交任务，他在城外升级的功夫，风洛城作为人族的主城，已经陆续有不少玩家进入其中了。进入城内的玩家们有些惊奇地打量着风洛城，尽管新手村已经让他们知道这神域世界无比真实，但是来到风洛城内，不少玩家还是忍不住发出惊叹：死！
这也太精细了吧，连每一片落叶的脉络都清晰可见。这么多的 NPC， 这风落城还蛮热闹的吗？我凑，还有卖烤地瓜的，3同一个，我买个尝尝。这小妹妹好精致啊，让叔叔抱抱。等等，我不是变态啊，放开我！你们这些 NPC 这么能抓我，去你！陆远注意到了远处的一丝骚乱，一位玩家被全副武装的 NPC 守卫们给强硬按住，被拖走关入大牢。陆远摇了摇头，并没有在意。像这般愚蠢的玩家，世界上总是不会缺少的。现在可是开服时间的黄金时刻，犯傻被关入大牢，浪费的时间简直不要太浪费。很快将几个任务提交，陆远的等级也随之提升到了15级。扫了一眼等级榜，等级的差距泾渭分明。陆远以15级的等级遥遥领先，而第2名的逍遥自在等级则是11级。第3名的玩家则是一个略显陌生的名字 ，LV 时君莫笑。看到他，陆远的眼中一丝了然闪过，越来越多的熟人出现了。不管是 S 级天赋的狂澜，还是等级仅次于他的逍遥自在，亦或是这新出现的君莫笑，都是陆远记忆之中小有名气的高手。前世刚开服时候的他，并不处于高手这一栏，只能用着敬畏的眼神看着这些排行榜上的大神。记忆流转至今，陆远的眼中光芒璀璨。这些高手、大神无不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天才，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甚至是千万里挑一的存在。而今榜上的第一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什么 A 级天赋、S 级天赋，再天才又如何？整个蓝星不缺天才，天才只是见我的门槛。努力奋斗，一切只为了跟上我的脚步。一切的一切都交付于我，我会带着整个蓝星逆转命运。第27章炼药大师来杀。风落城内，随着玩家们的等级陆续提升到了10级，越来越多的玩家们进入了主城之中。风落城内变得十分热闹，玩家们好奇地打量着城内的一切，时不时地扒拉着眼前的一切，包括垃圾桶。哦，你在干什么？一个玩家满眼惊恐地看着另一个玩家，另一个玩家抽出翻找着垃圾桶的手，上面黄色烟渣残留，满脸嫌弃。该死，谁垃圾怎么黏糊糊、湿漉漉，还散发着一股恶臭啊！周围的玩家齐刷刷远离了1米，翻着白眼，被这恶臭险些熏晕。陆远保持着距离，凭着呼吸穿过人群。有的玩家动作很快，已经快步出城去寻找怪物击杀了。陆远在完成了任务之后，却没有立刻出城刷怪升级，而是在城内转悠了起来。转了10分钟不到，陆远的眼前一亮，他在一处大树下找到了一个闭目静养的中年人。中年人的头上顶着几字，普通的镇民来杀。陆远的到来很快让来杀警觉地睁开了双眼，看清是个15级初始法师后，他很快又不以为然地闭上了眼睛。尊敬的来杀大师。来杀睁开了眼，凝视着陆远。过了一会，他才淡淡道：“你认错人了吧？帝国曾经的首席炼药师，法师协会荣誉会员，谁会想到这样的大人物，居然会跑到这么一座小城内隐姓埋名生活10余年？陆远会认错人？那显然是不可能的。”眼见着身份被拆穿，来杀的头上字体扭曲。炼药大师，来杀。来杀此时也是有些诧异的看着陆远：“你是怎么发现我的？”陆远微笑不语。来杀背靠着大树，看着陆远冷冷开口：“说吧，他们又有什么事？我想我以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已经受够了，我不会再和他们狼狈为奸。”陆远摇了摇头：“我不是他们的人。”来杀的眼中诧异浮现：“你究竟是谁？”他的心中疑惑升起。他在这风落城内隐姓埋名10多年，但是却突然被一位法师学徒叫出了身份，这让他如何不心生疑惑？陆远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希望学习您的炼药术。”来杀的眼神逐渐古怪：“我的炼药术，你是指禁忌？”他还没有说完，就被陆远打断了。陆远看着他，神色真诚：“只是普通炼药术而已。”来杀嘴唇微张，仿佛没有听清陆远的声音：“你说什么？只是普通炼药术？你找我？”他看向陆远的眼神古怪：“只是普通的炼药术，何至于找这隐藏了多年的他？随便找个药剂师，岂不是就可以学到最普通的炼药术了？为什么要找上他？”来杀一头雾水。但如果只是普通炼药术的话，传授给陆远也未尝不可。区区一个法师学徒，对他也威胁不大。想到这里，来杀微微松了口气：“冒险者，这炼药术传授给你可以，但是你需要答应我一点。”陆远但说无妨，就是我的存在，虽然不清楚你是从哪里知晓的，但是还希望你不要传出去。陆远点头：“那是自然，但若是他们找到了这里……”来杀叹了口气：“那与你们无关，我自是会离开这里。你要学习炼药术？恰好我对炼药术也小有心得。”话音刚落，
陆远的耳边就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炼药大师莱莎向你传授炼药术3级，是否接受？陆远的嘴角微翘，3级炼药术，这可节省了他不少的时间。如果是在城内寻找药剂师协会，不仅需要中规中矩的完成任务，而且到手的炼药术等级也仅仅只有1级。而莱莎作为炼药大师，随手传授的炼药术等级都高达3级，一下子要领先了其他炼药师玩家足足2级的炼药术。是，莱莎挥手，一股白光汇入陆远的体内。中年人重新靠倒在树上，重新合上了眼。好了，不过是最基础的炼药术罢了，还需要我亲自出手，真是……陆远想了想，阁下是炼药大师的话，是否会稀缺材料？或许我可以帮您。莱莎眼都没睁，心底满是不屑。就你一个法师学徒罢了，能派上什么作用？只是还没等他腹诽多久，就感受到了一股炽热。莱莎瞬间睁开了眼，死死地盯着陆远手中的火球，脸上有些惊骇。你怎么可能？他的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这股力量怎么可能是一个法师学徒能够爆发出来的？就连一些初级法师，甚至是中级法师都难以做到吧。莱莎好歹也是法师协会的荣誉会员，虽然自身实力不高，但眼光也是见多识广。他能感受到这火球内蕴含的威力，那绝对不是一个法师学徒能够做到的。他的眼神认真了一些，实力才是让人改变态度的关键。他很快强压了心底的震惊，竭力保持平淡。好吧，我最近研究的药剂还缺几份材料。告别了这炼药大师莱莎，陆远走在城内街道上，眉头微皱。5级材料火石草，3级材料夜游草，3级材料灰烬果。这些材料的等级不低，火石草的材料等级高达5级，周围守护的怪物等级应当是40至50级。夜游草和灰烬果要常见一些，材料等级3级的话，守护的怪物应该是20至30级。这2种材料，陆远采集起来难度不大。陆远的采集术等级此时恰好是3级，长久的刷怪，陆远也没有忘记使用采集术将怪物的全部价值攫取。5级材料的火石草，陆远短时间内或许很难采集到，但是3级材料的夜游草、灰烬果，陆远觉得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以他现在的实力，对付一些20至30级的怪物，应该问题不大。还没等他出城，私信不断闪烁，陆远很快点开查看。不是好友的玩家也能发送私信，但是只能发送1条，且接收的玩家不会有提示。陆远这边闪烁的私信则是表明他的好友给他发来了私信。陆远点开查看，茉莉大佬在吗？不知道可不可以带一下副本。陆远心中了然，2则通关15级副本的系统播报，对方应该是察觉到了陆远的实力，就连态度都有所转变了。只是想让陆远带副本，陆远只能表示拒绝。他独自一人升级的速度最快，带上队伍反而是累赘。陆远刚准备开口拒绝，茉莉有偿。陆远的眼神变得坚定下来。正义狂徒来风落城第28章，带人过本。正义狂徒来风落城。看到对方的回应，茉莉的心头一喜，看来是有戏。看了眼身旁的队员们，茉莉想了想，很快点出了5人。小雨、牛大，你们几个跟我来。看了眼排行榜上那位正义狂徒的职业似乎是个法师，那么队伍的配对应该尽量围绕着他来。一开始时候，茉莉还没有察觉到这位卖家有什么不同，正常的加了好友，对方却突然问了个问题，一开口就是3本技能书，这给茉莉整得有些不自信了。现在技能书很好获取了，花了1万多，他也搞到了技能书的刷新地点。直到刚刚离开新手村前，他都是带着工作室里的几人在不断地刷怪。他也曾质疑过，直到真的刷出了2本技能书，茉莉的心中已经有了预感，这家伙或许并不简单。正常人谁能一下子在开服初期搞到3本技能书？那野猪是一个人能够解决的。而真正的察觉到对方是个大佬，则是在系统通告上，不管是首个升到10级的玩家，还是首次通关15级副本，都彰显出了对方的实力。这个叫正义狂徒的玩家绝对不会是泛泛之辈。看到就连地狱级副本也成功被他通关，茉莉终于忍不住了，主动发送了信息。他有些小心翼翼，一般的高手大佬往往都有着自己的怪癖，他也说不准对方能否接受他的请求。但好在对方很好说话，同意了。他带上5个工作室的玩家很快赶到了风落城。出了传送阵，他刚走没多久，就看到了一个等候多时的青年。青年静立着，如冷硬的冰山一般，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冷冽气势。在看到他，或者说看到他头顶的名字时，冰山融化了。陆远的脸上情笑，笑容极具亲和力，让人一眼心生好感。他遮掩了眼中的一丝惊异，你就是茉莉。茉莉点了点头，
眼前的青年和他想象的正义狂徒有着极大的差异。正义狂徒怎么也该是个络腮胡的大叔，扛着把猎枪，嘴里叼着烟，笑容爽朗。茉莉的脑海中思绪紊乱。哇，是帅哥！一旁的婴儿肥牧师妹子两眼放光。陆远投去了微笑，牧师妹子反而有些羞涩，缩在了茉莉的身后，探出个微红的小脸看着。茉莉终于回过神来。您就是？陆远亮了亮名字以示身份。这一下，不止原本缩在茉莉身后的婴儿肥妹子探出了头，就连原本安静的几位队员也满眼惊讶。正义狂徒，你是那个等级榜第1的玩家？卧槽！茉莉姐什么时候认识的？我们怎么不知道？原来这位大佬也是咱们工作室的。咱们工作室原来这要牛！工作室内的几位队员对视一眼，均能看出对方眼中的震惊。正义狂徒，那不是等级榜第1的大佬吗？那接连几次的电视，几位玩家想不认识这位玩家都难。他们没有想到自家老板居然会认识，甚至看起来两人关系还不错呀。难不成这位大佬也是工作室内的一员？下一秒，他们的心中涌出一股喜意。如果这大佬真是他们工作室的一员，那他们岂不是也要跟着飞黄腾达了？他们眼神炽热地看着陆远，陆远的视线却只是在他们身上一扫而过。这些事，茉莉解释道，工作室里的成员，其他成员的话，一些还没有升到10级。陆远了然，工作室嘛，在神域刚开服的时候，确实衍生出了一系列打金工作室。只是让陆远有些没想到的是，这茉莉，他还以为会是哪个有钱的大哥，只是没想到。当然了，开不开工作室也和陆远没有关系，只要有钱就可以了。开服时间宝贵，大家长话短说吧。茉莉认同的点了点头。一寸光阴一寸金，现在的每一级都会拉开不计其数的玩家。他看着陆远的15级，默默咽下口水。特别是面前的大佬，给他一点时间，这等级还不知道要窜到哪里去了。茉莉深吸了口气，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冷静。听系统通告，您似乎已经通关了15级的地狱级副本。我的想法是，能不能请您带我们通关一次噩梦级副本？我们只要经验奖励即可，其余的装备战利品统统归您。他的语速不快，谈吐清晰。陆远点头，还有吗？我们所要的只有一点，队伍的取名。这不是问题，或者对陆远来说并不成问题。陆远答应了下来。可以。他看着茉莉的眼神有些欣赏，他已经意识到了这茉莉的想法了。利用首次通关噩梦级副本的系统通告来为自己的工作室营销，有得有失，不过总的来说利大于弊。两人简单商议后，茉莉大手一挥，一口价5000。这价格其实在陆远看来还是偏低了，但是陆远还是同意了。噩梦级的副本难度比地狱级副本难度低了一些，但也不是现如今的玩家们能够应对的。看在常客的份上，陆远也懒得讲价。走吧。陆远带路在前，他们很快来到了副本前。茉莉左右张望了一下，犹豫着开口：就你一个吗？你的队员们呢？陆远创建好队伍，将他们拉了进来。队员？什么队员？他随口答道。见陆远似乎准备开启副本，茉莉睁大了眼睛。他没想过陆远居然真的没有队友，仅靠一人的力量是如何通过15级副本？更不要说这副本的难度更是高达地狱级。还没有等他再多说什么，陆远已经快速地选定了副本的难度：噩梦级游荡旷野，进入中。在几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消失在了蓝色漩涡之中。再次出现，他们发现自己所在的位置并没有变化。环顾一下四周，几人身躯一颤，不知何时，原本空旷的原野上已经出现了不少游荡的灰黄色猎狗。牛大的眼神有些慌乱。茉莉姐，这猎狗的数量好多，属性好高，我不一定顶得住啊。一个身影越过他，朝着怪堆走去。在所有人错愕的眼神之中，陆远一个瘦弱的法师居然主动迎上了怪堆。等等！茉莉脸色也是大变，连忙准备拉住他。下一秒，场上所有人面色呆滞下来。第29章抗拒火环清场。不是，你等等！看着陆远身为一个脆皮法师，居然敢主动进入怪堆，场上的玩家们纷纷脸色大变。这可是噩梦级难度的副本啊！就算几人很少下过副本，也清楚的知道，在这种难度的副本下，绝不能轻易的行动，否则很容易导致团灭的下场。队伍一共只有7人，身为唯一法师的陆远，毫无疑问是队伍的主力。要是陆远死了，他们这些刚10级的玩家拿什么去打这些15级的噩梦级难度下的怪物？一时间，场上玩家们的神色变得惊恐起来。他们没有想到陆远会这么勇。身为一个脆皮法师，谁给他的勇气去直面这些恐怖的怪物？完了！茉莉的身躯有些无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陆远上前，狰狞的猎狗们即将包围住他，这绝无生还的可能。换作是自己，装备还算不错的战士，茉莉也没有丝毫自信。
能够在这十几只甚至是几十只凶残猎狗的包围之中幸存下来。他甚至敢打赌，现如今的玩家绝对没有一个能够抗得住的，哪怕是最肉的坦克，也绝对扛不住如此多怪物的攻击。他的心中已经给陆远定下了死刑。这噩梦级的副本才刚刚开始，队伍内就减员了一位强大的法师。看来此次的噩梦级副本攻略就要到此为止了吗？茉莉有着自知之明，自家的工作室成员也都才10级，根本不可能将这些15级的狂躁猎狗一一击杀。他疯了吧？身后的弓箭手玩家张大着嘴，满眼不可思议。小脸婴儿肥的牧师妹子更是已经捂住了眼睛。接下来的画面太过残忍，她都有些不忍直视。卧槽！牛大的惊呼声传来，队伍里的其他成员也是忍不住国粹脱口而出：尼玛，这是什么鬼？还能这样子玩？捂着眼的牧师妹子小心翼翼地从指缝间窥视，却不曾想看到了令她难忘的一幕。鲜艳的火环在那纤瘦青年的身遭爆发开，所有扑上前的猎狗在接触到火环的瞬间就被火环高额的伤害所秒杀。火焰灼烧着猎狗的皮毛，转瞬间便将这些凶残的猎狗们化作一堆焦炭，一具具焦尸倒在地上，烧焦的恶臭味飘散过来。哦，恶心的焦糊状尸体看得牧师妹子一阵干呕。回过神来，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后，她微张着小嘴，眼中满是震惊。这怎么可能？这伤害是认真的吗？一个技能清场，这个火环的伤害居然会如此爆炸，这和他记忆之中的法师似乎并不太一样。不对，是很不一样。没出新手村前，他们的队伍里也是有着法师的存在，但是法师的输出什么时候会如此高了？从那一只猎狗身上跳出的输出，每一个都高达6、7千，这是正常人能造成的伤害。他们队伍里的法师一个技能最多也仅仅只能造成4、500的伤害，而这已经相当可观了。现在眼前的一幕简直刷新了他的认知，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居然有人能够一个技能将高等级高难度内的副本怪物全部秒杀。这场景太过梦幻，以至于让他都有种感觉，自己是不是还没有睡醒啊？显然场上像他这般想法的并不只有他一人。牛大瞪着牛眼，用力揉了揉，原本有些埋怨的其他成员也是瞬间哑火，大眼瞪着小眼。升级后的抗拒火环拥有了更大的范围，因此在陆远的细致操控下，成功一个技能将第一波的猎狗全部秒杀。他转身看着队伍里傻眼的几人，愣着干什么？赶时间。他快速拾取着副本内怪物的掉落，朝着副本深处走去。茉莉几人对视一眼，很快跟上。自身暴增的经验条表明，这一切都是真的。这第一波的怪物就给他们带来了70百分耗加的经验值，再来一波，他们就可以升级了。而他们甚至都没有动作，全靠陆远一人就击杀了第一波的怪物。茉莉、牛大两人加快了上前的步伐，有些小心地靠在陆远的身旁。有了第一波的前车之鉴，他们看着陆远的眼神有些敬畏，在他的身旁提防着怪物的偷袭。茉莉的眼神十分复杂，你的伤害怎么会如此夸张？陆远没有言语，只是将装备的光效打开，一时间绚丽的紫色光芒几乎晃瞎了周围玩家们的眼睛。茉莉的美目睁大，紫金器还不止一件，他的心中震撼不已。陆远的装备光效仅仅打开了一瞬，但是这紫光依旧被场上的玩家们捕捉到，又是一阵惊呼。那是紫金器？没那么简单，那好像是紫金器法杖。乖乖，这得是全服第1件紫金器了吧？第安，还都在这大佬的手上，吓人。茉莉艰难地咽下口水。紫金级的法杖，他看了下自己的身上，装备色彩斑驳，蓝绿交织，这已经十分不错了。还有不少高品质装备都是他花费重金买来的，光是蓝色装备都花了他大几千。陆远这一身要远比他豪华得多，关键是这紫金器在官网上流传出的消息，那起码也是击杀首领级的怪物才能掉落的吧？现如今的玩家之中，有多少能够击杀首领级怪物的？几乎没有可能。他甚至都没有听到过野外首领级怪物的首杀。但就是在这般的悄无声息下，眼前的这位第一玩家已经搞到了几件紫金器，还是紫金器的法杖，输出他都不敢想。这就是为什么他敢以自身脆弱的法师之躯直面数十怪物的底气吗？在这么一瞬间，茉莉感觉自己懂了，原来如此，怪不得。在看向陆远时，他的眼中有些钦佩。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带领着他们通关此次的噩梦级副本，或许真的可行。他的心中逐渐有了底气。第二波的怪物很快如期而至，依旧是狂躁猎狗，只不过其中一只猎狗的体型要大上些许。精英猎狗。第30章，继续秒杀。
陆远带着茉莉工作室内的众人进入了噩梦级的副本之中。第一波20多只的猎狗被陆远轻描淡写的一次抗拒火环清场，第二波的怪物之中则是多了一只体型更为庞大的精英猎狗。副本内所有玩家们的眼神很快认真了起来，看到了精英猎狗的属性后，几人完全不敢大意。开什么玩笑，只是噩梦级的精英怪，怎么攻击这么高？牛大咬着牙，不就是400攻击吗？小雨记得奶我感觉还能扛一扛。弓箭手紧皱眉头，生命值7000多，这得打多久？茉莉先是看了眼陆远，随后握紧了剑柄，目光冷冽。想来也是，如此高伤害的技能，必然冷却时间极长。第一波陆远才用过这技能，怎么可能短时间内再用一次？是时候到他们工作室发力的时候了。不求多杀，能够坚持到陆远那个强大技能冷却完毕即可。想到这里，茉莉很快又有了一个想法，或许他们不该推进如此快的，等到技能冷却再上，或许可以更轻松的应对。只是此时怪物已经到了脸上，再去纠结这个也没有必要了。当下需要注意的是那精英猎狗。茉莉分明注意到这精英猎狗的视线正在死死地盯着他，心底危机浮现。茉莉刚准备反击，就感觉到了身前的炽热，火球擦过他的身前，径直飞向了体型巨大的精英猎狗。拳头般大小的火球飘飘忽忽地砸在了那2-3米大小的猎狗身上，轰！爆发出的耀眼光芒让人难以忽视。下一秒，茉莉看到了这精英猎狗头上跳出的血红伤害数字9630，秒杀9000多的高额伤害。他的神色呆滞，这真的是一颗小火球能造成的伤害吗？7000多生命值的精英猎狗就被如此轻易的秒杀了，那足以让他们鏖战许久，甚至都难以战胜的精英猎狗就如此死了，死得如此轻易。陆远的伤害极高，每个技能的丢出往往都能带走一只猎狗的生命。在队伍其他成员的配合下，第二波的怪物也同样轻松应对。眼看着陆远就准备大步朝着最终的副本 BOSS 处走去，茉莉连忙拉住了他。陆远有些诧异地看着他，怎么了？茉莉的神色更为诧异，打 BOSS 了，不该休整一下，调整一下状态吗？回血，补充一下法力值，等一下技能 CD， 这样迎战 BOSS 成功率更高吧。陆远扫视了一下，队伍里其他人都在不断检查着自身状态。牧师妹子正在给作为前排坦克的牛大治疗。陆远的脚步一顿，茉莉的话没什么问题，正儿八经的攻略队伍，在走到最终 BOSS 面前的时候，自然不会如此轻易的就发起攻击。状态越高，通关副本的概率也就越大。都走到了副本的最后一步了，没有人会愿意因为一点点的失误，从而导致副本的失败。当然，赶时间的陆远除外。陆远轻叹了口气，也没有说什么。他其实想说些什么，但说出来恐怕会扎了面前金主的心。你们需要补充啥状态？躺好就完事了。进入了副本，一切看他的发挥就完事了。也有可能是对方为了陆远着想，但是他远远低估了陆远的实力。生命值满血，就连法力值都在快速的回复着。他每秒回蓝的数量现在高达5点。作为全智力加点的法师，他的法力值更是高达610，再加上橙色戒指附带的技能法力源泉，短时间内他释放技能不需要消耗法力值，射就完了。因此虽然在经历了2波怪物的战斗后，他的状态依旧十分完好。至于技能的冷却，那就更不用担心了。陆远的技能最长的目前也才不到半分钟，对战斗的结果影响不大。最大的原因则是陆远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就连地狱级副本内的最终 BOSS 也不能抗住他的几个技能伤害，他完全没有必要等到所有技能冷却完毕了再去挑战这最终 BOSS。 好在队伍休整的时间并不长，陆远解决怪物的速度太快了，队伍里唯一受伤的只有牛大一人。此时在牧师妹子的不断治疗下，很快就已经恢复满了生命值。至于其他人，他们的状态几乎和陆远一样完好。休整完毕，陆远很快带着一行人来到了副本内最终 BOSS 的面前。那是一只体型4-5米巨大猎狗，头顶着一撮红毛，凶相毕露，不时低着头在地上清嗅。随着陆远踏出仇恨范围，猎狗首领斯坦很快抬起头，忧虑的眼神盯着陆远。眼前的法师人类带给他一种隐约的熟悉感，让他心底不断生出怒火。这股怒火不断冲刷着他的理智，他终于不再压抑，2个踏步直接朝着陆远扑来。陆远却是毫不慌张，用着怜悯的眼神看着他。死吧，他轻声道。火焰星星在猎狗首领的头上炸裂开，焦糊的臭味弥漫。陆远法杖轻点，巨大的寒冰剑贯穿了斯坦的头颅。斯坦巨大的身躯重重地摔在了陆远的面前，被冰剑所贯穿的头颅伤口狰狞，血液也被冻结在伤口处。2个血红的伤害数字显眼，23630，烧伤19460，冻结，高达5位数的伤害数字，看呆了队伍里玩家们。
牛大已经不知道该吐槽什么了。我勒个乖乖，这伤害真的是人能够打出来的？个、十、百、千、万，这2个技能造成的伤害居然破了4万多，直接秒杀了噩梦级副本的最终 BOSS， 干脆利落，甚至都没有给众人看清的时间。场上的玩家们只看到这体型庞大的猎狗朝着路远扑来，下一秒，这猎狗首领就已经死狗一般躺在地上，死的不能再死了。前面上千的伤害，众玩家还能理解，这丫的伤害直接破万了，还不是1万，是2万多。那他们前面准备休整，是在休整些什么？路远2个技能就秒了，他们搁那休整的几分钟有何意义？这打击让茉莉突然感觉到一阵心累。不是，哥你这么厉害，你早说啊！我们还休整个屁，直接冲了呀！第31章，黄巢鬼刺傻眼。路远抬手2个技能，随手将噩梦级副本内的猎狗首领给轻松秒杀。副本内的一众玩家们面面相觑，神色惊骇。他们看到了路远打出的伤害，每个技能伤害都破万，有的甚至高达2万，这伤害简直高得离谱。迟来的系统通告终于惊醒了还没回过神来的玩家们。恭喜龙区玩家正义狂徒率领队伍茉莉工作室首次通关15级噩梦难度副本游荡荒野，奖励声望加1000。茉莉握着长剑的手有些僵硬，整个副本从开始到结束，她都没有多少发挥实力的机会。她从未想象过可以如此轻松地通关过噩梦级难度的副本。身后的小雨也终于忍不住开口说出了他的心声，这真的是噩梦级副本吗？这也太轻松了吧。这也是场上其他玩家的心声，轻松到让他们都产生了一种错觉，会不会我上我也行？路远拾取完 BOSS 的战利品，扫视了一眼神色变幻的茉莉工作室成员，很快选择了退出副本。队伍从副本内退出，重新站在了荒原上，呼吸到新鲜空气，工作室内成员终于回神。茉莉看了眼时间，仅仅过去了10分钟不到，这还是他们休整了几分钟的原因，若非如此，恐怕副本结束的速度只会更快。茉莉望着路远的背影，眼神复杂，思绪万千。她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2人的差距，那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在意识到了路远的强大之后，她的心中很快生出了拉拢的想法。只是要拉拢如此强大的玩家，所需要付出的价格肯定不会低。正当茉莉思考着如何开口将这位神域第一玩家拉拢到自家工作室来的时候，路远却已经转过了身，拎着几件装备主动开口：这几件装备我用不上，你们要吗？茉莉看了眼2件战士蓝装，其中还有一把蓝色大剑，她没有丝毫犹豫地点了点头。要！仔细商讨后，茉莉咬着牙花了5000拿下了这2件蓝装。有些虚高，但是为了能和这样的高手达成长久的合作，让利一些也在他的预算之中。路远当然是欣然接受了，连带着带人过本的5000场，这一趟副本下来，路远净赚了1万，再加上前面赚到的1万多，路远现在的手上已经有了2万多了。这还仅仅只是开服2天不到的时间。路远相信，只要继续保持着领先的优势，那么他的吸金能力只会越来越强。而这些启动资金都是面前的大肥羊茉莉小姐所贡献的。想到这里，路远看向茉莉的眼神略带满意。有事情可以找我，不过你懂的。路远眨了眨眼，很快离开了这里。茉莉领悟到了路远的意思，如果还需要带队过副本这样的事情，他可以帮忙。只是这样的事情显然不是无偿的，好在价格也不算很高，茉莉还能接受。就在他想着接下来工作室要不要借此大肆宣传一波的时候，却察觉到了一些诡异的眼神。队伍里的成员们看着他，面露暧昧之色。茉莉姐，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位大佬啊？我们怎么不知道啊？牛大挠了挠头，瓮声瓮气道：俺老牛也没听说啊。茉莉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听说？你听说什么？副本过完，赶紧练级，趁着现在通关了噩梦级副本，等级比常规玩家高，继续保持优势。他横眉冷对，工作室的其他成员熄火，赶紧散开，寻找着荒野上的野怪。茉莉微微松了口气，随后他就听到了极小的声音，转头一看，是满眼八卦之火的牧师妹子小雨。茉莉姐，你偷偷告诉我，我不和别人说。茉莉拿起剑柄，不轻不重地敲了他的头一下。说的还有你，赶紧练级去。另一边，黄巢鬼刺终于提升到了10级，走出了新手村。被路远所击杀了2次，经验掉落了许多，时间也浪费了不少。这也使得他落了寻常玩家一大截，更晚地离开了新手村。看了一眼排行榜上，那个熟悉的名字依旧高挂在榜1的位置。黄巢鬼刺咬了咬牙，对方并无损失，反而依旧是万人瞩目的等级榜第1。想到这里，黄巢鬼刺更加气急。他在联系人之中找到了会长，一番添油加醋的抹黑了那第1玩家，但得到的回应却让他傻眼了。
皇朝战天，正义狂徒，你就先别管了，提升等级吧。整个公会内，你都要垫底了。皇朝战天，对方现在是等级榜第一，想招揽他的公会很多。如果这样的人才能为我们皇朝效力，那么对我们皇朝来说是一件好事。皇朝战天，至于你们俩之间的矛盾，那是你们的个人恩怨，不要牵扯到我们皇朝公会。你好自为之吧。皇朝鬼刺神色呆滞，他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对方发来的消息。天哥，我一开始都是听你的呀。天哥，天哥。只是无论他怎么回复，对方却默不作声。瑞安城内，皇朝鬼刺呆立在传送阵之中。他在公会内的实力也不差，只是落后些许等级，怎么会落得如此待遇？皇朝鬼刺很快醒悟了，什么等级落后都是托词，真正的关键是皇朝公会想拉拢这位等级榜第一的玩家。毫无疑问，他与这位玩家有着冲突，因此就受到了公会的冷处理。皇朝鬼刺的心中憋屈，就为了给那家伙表明态度，就要将自己冷藏。不就是一个法师吗？不就是等级榜第一吗？他也好吧，等级榜第一，他或许有些困难。刺客作为单体爆发强的职业，杀怪的效率远没有战士、法师来得快，等级提升的速度自然也要慢上些许。公会的态度让皇朝鬼刺有些寒心。怎么说，自己也已经是公会内的一员了，但是公会居然会为了一个还没有加入公会的玩家如此对待他。究其根本，还是那家伙。脑海中回忆着那法师玩家的脸，皇朝鬼刺握紧了匕首，声音怨恨。现在让你再猖狂一段时间，我一定会让你后悔招惹一名阴险的刺客。第32章，等级提升20级。陆远已经离开了这片荒野，荒野上的怪物等级不高，10至20级的，陆远的伤害溢出太多了。穿梭荒野的途中，陆远也不忘按照着记忆之中的药剂配方采集材料，红血花、凝血草等等，这些都是炼制回血药剂的常用药草。炼药大师莱莎颁布的隐藏任务之中，夜游草、灰烬果所处的位置已经被系统贴心的标注了一个范围出来。陆远很快循着系统的提示来到了一片新的地图。你进入了探索地图幽暗森林，当前探索度0%。探索地图，陆远眼神微亮。和常规的地图相比，探索地图的奖励要更丰厚一些，而且当地图的探索度达到100%的时候，还会获得一件独属于地图的探索奖励。随着陆远一脚踏入森林，耳边也随之响起了幽静诡异的音乐。在这片寂静的森林之中，这音乐的响起让人不寒而栗，仿佛阴暗之中未知生物投来的凝视。关闭背景音乐，陆远无奈开口。诡异的音乐一停，眼前的森林虽然还是那般寂静的模样，但却少了一分阴森。对于一些胆小的玩家来说，这突兀出现的音乐足够吓掉半条命。虽然陆远并不畏惧什么鬼神，但是也不想受到这莫名音乐的干扰。关闭了背景音乐后，耳旁清静了，陆远甚至能够听清风吹树梢发出的簌簌声响。不要小瞧这些声音，对于顶尖高手来说，细致入微的观察周围的声音已经是常态了。或许胜利的契机往往就隐藏在这些极为细微的地方之中。陆远的耳朵动了动，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与众不同的声音，像是什么生物快速在森林内穿梭的声音。陆远很快提高了警惕。阴暗的森林内，一抹绿芒亮起，一只狼手探了出来。他浑身毛发漆黑，几乎彻底融入了黑暗之中。要不是同人散发出强烈的绿光，恐怕在这黑暗之中，恐怕还真难以被人察觉。夜狼，等级20，攻击375至400，防御350，生命值8500，技能前行。评价：幽暗森林内最常见的捕食者。夜狼很快也发现了陆远，他的身躯彻底融入了黑暗，消失无影。前行，刺客的招牌技能。这夜狼赫然是刺客型的怪物。看着夜狼消失在了自己的面前，陆远却并不慌乱，目光凝视着夜狼所消失的地方。沙沙草地声响，陆远法杖点向了一处，寒冰剑飞出。夜狼的身躯被寒冰剑贯穿，浑身被白霜冻结。半秒不到的时间，陆远就已经察觉出了这夜狼前行的位置，一记寒冰剑快速的将其秒杀，干脆利落，一击必杀。10216，秒杀！这里的夜狼任意一只都比得上副本内的精英怪，甚至是头目级 BOSS， 但是在陆远的手上依旧没有半点还手之力。你击杀了夜狼，20级乘1，获得经验1500，越级加成50%。高额的经验让陆远的经验条猛然增加一截。陆远看了眼经验回报，满意的点了点头。他转而在幽暗森林内寻找起了这些夜狼，又杀了2只夜狼。陆远的身上白光闪过。你的等级提升至16级，获得自由属性点乘5，照常全职加点，法术攻击达到了惊人的720点。
作为一个16级的法师来说，这法术攻击已经极高了，更何况在路远 SSS 级天赋技能增幅下，造成的伤害更为恐怖。漫天星辰下，一处黑暗的森林之中，不断传来的凄厉狼嚎，让人不禁毛骨悚然。路远机械式重复着手中的动作，瞄准，发射，一个技能秒一只夜狼。路远的杀怪效率极快，连续杀了4-5个小时，路远终于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他的等级已经来到了20级整，50格的储物背包内更是被各色的装备所填满，基本都是绿色，蓝色也有少许。白板装备太多，路远也只能割爱放弃了。带着一背包的高等级绿装，路远也没有继续在幽暗森林内待着，而是很快回到了风落城。野外下线是可以，但是并不安全，谁也不想自己刚上线就被怪物里3层外3层所包围。路远很快下线休息。神域内虽说可以起到一定的休息效果，但要是像路远这般全身心的投入进去，那休息的效果就要打上折扣了。全神贯注的状态，要想保持足够长的时间，对精神力的消耗可并不小。说起来，路远也几乎10几个小时没有合过眼了，一直在神域之中忙碌。取下虚拟头盔，定了个闹钟，困意袭来，路远倒头就睡。睡觉的过程则是对精神力的快速恢复。等路远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8点了。路远仅仅睡了6个小时左右，但是路远却并不感觉到疲倦，相反，他此时的精力充沛。神域带来的影响一点点地映射到了现实。全智力加点的路远，精神力比起之前有着不小的提升。打了几个响指，指尖上白烟升起，但很快飘散无踪。路远轻叹，只可惜神域目前并不能100%地影响到现实。即使是路远精通着元素技能，精神力领先众人，也依旧难以在现实之中释放出一个完整的法术。这也是前世神域初期根本就没有玩家察觉出异常，等到后期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解决了身体需求，路远很快戴上头盔，进入到了神域世界之中。虚拟头盔还是有所弊端，如果是用游戏舱的话，这些的不足基本都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想起那几万的价格，路远还是作罢。妹妹陆雪的治疗要紧，游戏舱等之后再说吧。风落城内，路远的身影出现在其中，城内玩家的数量又增加了不少，几乎是他下线前的2倍。显然，有更多的玩家等级提升到了10级，传送来到了风落城内。路远一眼望去，风落城内的街道上满是玩家们的身形，而这还仅仅只是风落城，其他主城内玩家的数量也不会少到哪里去。更不要说那些人族的10大主城，里面的玩家数量更是要以100万计。路远知道，这还只是开始。随着神域出现的时间越来越长，蓝星上的人们绝大部分都加入了这款诸神打造的游戏之中。在数以亿计的玩家之中，高手数不胜数，天才灿若繁星。接连跳出的系统通告打断了路远的万千感慨。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内，神域内也是发生了不少的事情。看到其中一条时，路远微微挑眉，神色稍稍认真。第33章摆摊教学。路远很快上线，回到了神域之中。积攒的系统通告不断跳出，随着玩家们数量的增加，强大天赋的玩家层出不穷。已经有玩家成功通关了15级困难难度下的副本了。恭喜龙区玩家傲视斩龙率领的队伍傲视公会天下第一，首次通关15级困难难度副本寂静平原，奖励声望加500。看到系统通告，路远稍稍认真了一些。傲视公会在他的记忆之中是个不弱于荣耀公会的大公会，能够成功通关这困难难度下的副本，玩家实力也不可小觑。路远扫了一眼等级榜，顿时了然。神域内的竞争激烈，玩家们等级提升的速度很快，仅仅1天的时间，有着副本的存在，其余玩家最高的等级甚至已经提升到了16级。这速度让路远暗自点头。在路远下线前，他们等级最高的似乎也就仅有11级还是12级，只是等级比起路远依旧还是差远了。等级榜上，路远依旧遥遥领先。第一，正义狂徒20级 3% 初始法师。第二，傲视斩龙16级 21.5% 初始战士。第三，狂澜15级 93% 初始战士。第四，君莫笑15级 86.4% 初始战士。第五，高评级天赋的玩家逐渐在排行榜上占据前列。路远已经看到了几位记忆之中的 S 级天赋玩家了。等级榜靠后的排名竞争激烈，只是要想追赶上路远，还是有着不小的难度。路远的等级在几个小时前就已经提升到了20级，这差距远不是他们能够追赶上的。路远收起系统栏，开始整理起背包内的装备。交易所太黑，抽成高达 20%。路远扫了一眼好友栏，常客莫莉的头像暗淡，显示离线。想了想，路远还是算了，反正刚好就在风落城内，城内玩家的数量也多，干脆直接摆摊。在街道上转了一下，
摆摊的玩家并不少，街道上起码有上百个摊位，勉强找了个空位，缴纳了10铜币的租金。陆远开始将背包内的装备一一摆出，一件件的装备摆出，旁边的摊主神情绷不住了。不是，哥们，你隔着进货来了？那一件件的绿光看得他整个脸都绿了。再回头看了眼自己摊位上的装备，零星2、3件，还有一件是踏么白板装备。再看看别人，一摊位的绿装，那数量得有个30、40件吧。这是绿装啊，不是大白菜啊。就连精英怪也仅仅只有30%的概率出一件绿装，普通怪掉绿装的概率更是仅有1%，几乎不可能掉落。从哪爆出那么多的绿装？摊位玩家的脸色微微一愣，很快想到了什么，主动和陆远搭话。他扫视着这一摊位的绿装，看着陆远的神色惋惜。兄弟，你是真闲啊，这得杀多少怪才能爆这么多绿装啊？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不一定绿装就好，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苦口婆心地劝说着，3级、5级的绿装，有时候还不如10几级的白板装备好使，数量多没有用。你看哥。说罢，他很快从自己的摊位上摸出一把白板的大剑，清了清嗓子，这把大剑可是15级的小极品，力量+5，物理攻击+25。你看那些低等级的绿装，能有这么高的属性加成吗？陆远嘴张合了2下，看着面前摊位玩家一副为了他着想的模样，耸了耸肩，没有说什么。却不料那摊主玩家又将摊位上的绿装取了下来，拿在手中，不无炫耀之意。看看哥的宝贝，这绿色头盔可是哥几个千辛万苦才宰了一只15级精英怪才爆出来的。你晓得智力+8，法术攻击+35是什么概念不？这一个头盔低于小300我都不出。陆远点点头，随口附和着。是不错。对方似乎来劲了，大手一挥，十分豪迈。兄弟，你听哥的，刷低级绿装没啥的前途，打金不是你这样打的，再多的低级装备也不如一件高级装备。那玩家正说得起劲，瞥到有玩家来到了摊位前，他咳了2声，结束了谈话，转而举起摊位上的装备，开始不断推销起来。新来的玩家看着他摊位上的装备，频频点头，但是一看价格，又频频摇头。这头盔还可以，就是350，有点贵。摊主玩家满面笑容，嗨呀，价格嘛，都是可以商量的嘛。这样吧，我自己先砍一刀，280人民币，绿装头盔，10升价，这绝对不亏了。一旁的陆远嘴角抽动几下，说好的小于300不卖的呢？只是不管摊主玩家如何降低价格，还是没能挽留那位玩家。那玩家来到了陆远的摊位前，随意的瞟了一眼，就是这一眼，让他刚准备离开的脚步定了下来，表情更是见了鬼的样子。陆远扬了扬下巴，价格标注清楚，谢绝讲价。一旁的摊主玩家暗自摇头，这怎么可取？酒香也怕巷子深，不吆喝不营销，就摆几件低级装备在那，傻子才会买。买，我买，500人民币，这件装备我要了。只是让一旁的摊主玩家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居然真的有傻子买，还愿意出500的高价，疯了吧？只是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陆远居然拒绝了，只要5银币，不要500 RMB。摊主玩家张大了嘴，这人傻呗吧？这破银币肯定只会不断贬值啊，当然是到手500 RMB 更好啊。他都有些恨不得替陆远同意下来。你等我会，我去换一下钱。那玩家匆匆走开，很快又一个玩家快步朝着这里走来，他直接无视了周围的摊位，大步奔向了陆远的摊位，扫了一眼，他的眼中满是震惊，居然是真的！多少钱一件？他迫不及待地问着陆远。陆远示意价格，绿的5银一件，蓝的50银一件。好，这2件我要了。他满载而归，脸上笑容满面。一旁的摊主玩家，5银一件，还这么开心？等等，还有蓝装！摊主玩家猛然回过神来，蓝装那可不是普通玩家能够获得的呀，就算是去挑战低等级的头目怪，也需要不少玩家才有战胜的希望，完全是得不偿失啊！心底满是好奇，摊主玩家终于忍不住上前查看了一下陆远的摊位。这一查看，他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第34章，荣耀公会来人。陆远来到了风落城，准备摆摊清理一下背包内繁多的装备。装备品级从绿装到蓝装不等，几件蓝装，30、40件绿装，洋洋洒洒地摆在摊位上，让一旁同样摆摊的玩家还以为是低等级的绿装，只是没想到这一看，却是让他满眼震惊。卧槽，这怎么可能？那摊位上的装备赫然都是20级的装备，不仅有20级的绿装，甚至还有20级的蓝装。这和他想象之中的3级、5级绿色装备不同，竟全部都是20级的高等级装备。正如他所说，这怎么可能？这得击杀多少个精英怪，甚至是头目怪才能爆出如此丰厚的战利品？
他有些语无伦次，结巴道：“这些20级的装备，你是从哪里弄到的？”陆远轻描淡写道：“当然是杀怪爆的。”一阵脚步从远处传来，陆远抬起了头，没有再去理会身旁摊主玩家的难以置信。陆远感受到了肥羊的气息，一大帮的玩家匆忙赶到了这里。陆远看清了他们的名字，均是荣耀开头的玩家。肉眼可见的，这些玩家们整体素质要高许多，不仅队形整齐，身上的装备也基本成套。要知道，现在玩家们大多数的等级还在14/5级，很多玩家甚至连全身的装备都没有凑齐。荣耀公会的出现让陆远的眼前微微一亮，这可是正牌的大公会。陆远的意思是，嗨嗨，有着充足的资金，言尽于此了。而陆远摆出如此多的装备，也正是等待着哪家大公会的接手。普通玩家想吃下他手中如此批量的装备，显然是不太可能。但是对于荣耀这般的大公会来说，就并非难事了，或者对他们来说，这反而还是天大的好事。荣耀公会的玩家们分开了一条道路，一个装备精良的战士玩家走了出来，浑身蓝绿交织，赫然一副 RMB 战士的打扮。荣耀红叶，他看着陆远，神色感慨：“终于见到你了，正义狂徒。”尽管陆远隐藏了昵称，但是依旧被他一口叫出了名字。陆远点头示意，眼中记忆流转。荣耀红叶在他的记忆之中出现过几次，他并不陌生。荣耀公会的一线成员，实力可以勉强跻身顶尖高手一列。至于身份被叫破，陆远也没有多少诧异。除了等级榜第1的他，谁还能如此大规模的出售这些高等级的装备？寻常的玩家连20级的精英怪恐怕都击杀不了，就算是成队的公会玩家也只能勉强击杀。要想获得如此数量的装备，也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得不偿失。你就是正义狂徒？陆远身旁的摊主玩家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这远比他看见陆远摊位上的绿装还要震惊。神域内的玩家又有多少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呢？连续的系统播报甚至已经让不少的玩家耳熟这个名字了。像他们这般摆摊的玩家，无聊的时候基本就是看看排行榜上的玩家变化，但是从排行榜出现至今，只有第1的位置从未发生过变化，一直都是同一个名字，正义狂徒。眼下摆个摊，突然发现身旁的玩家就是这位等级榜第1的玩家，这让他如何淡定下来？特别是想到自己一开始还以过来人的口吻教这位第1玩家打游戏，他的脸色涨得通红。自己何德何能啊？恐怕自己摊位上的所有装备道具加起来，能不能换下对方摊位上随便一件装备都不一定。看着越来越多围过来的玩家，摊主玩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回过神来，他赶紧收拾收拾东西，换一处地方，继续在这位第1玩家的身边摆摊。那还卖个屁啊！嫌自己的装备不够丢人吗？摊主玩家的灰溜溜离开并没有引起陆远的注意，反而被荣耀红叶注意到了。只是对他来说，这摊主玩家也仅仅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路人玩家，要不是为了正义狂徒这位第1玩家而来，恐怕他都不会注视一眼。他所有的注意都放在了这位大名鼎鼎的第1玩家身上。身上的装备并不起眼，装备的光效隐藏了，但是仔细观察，依旧可以分辨出纹路的细致。荣耀红叶初步估计，这位第1玩家的身上应该没有低于蓝色品级的装备，而时常握在手中的法杖更是让他眼前一亮。那精巧的法杖模样，绝对不是普通装备，极有可能是蓝色装备，甚至是更高的紫金器。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这正义狂徒似乎是带队通关过地狱级副本的。这件法杖的品质也有可能是目前神域罕见的紫金器。仅仅只是一眼，荣耀红叶就将陆远身上的装备分析得七七八八。如果能够知道荣耀红叶的心中所想，就算是陆远也忍不住要赞叹他几句。猜得挺准，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想到心中的那个可能，荣耀红叶的心神激荡。他犹豫了一会，还是小心翼翼地询问着陆远：“正义兄弟，这些装备是你独自爆出的吗？”他紧盯着陆远的神色，等待着那个答案。陆远神色轻松：“是。”荣耀红叶的心中长松了口气，心底对陆远更加好奇起来。怎么会突然杀出这么一个实力强大却又无公会的玩家？但是没有公会的强大独行者，正是他们荣耀公会所稀缺的。他刚准备开口，就已经被陆远所及时打断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抱歉，我没有加入公会的想法。目前来说，荣耀红叶一口气没上来，差点呛到了。他看着陆远的眼神也有些幽怨，在叹了口气后，他还是点了点头，惋惜道：“那确实有些可惜。”陆远拒绝了他的邀请，他也并没有因此恼怒。调整好情绪后，他眼中失落一扫而空，转而看向了陆远摊位上的装备。一边看，他暗暗心惊，足足有42件绿装，3件蓝装，这是什么概念？他们荣耀公会也需要极大的代价才能斩获这些装备，而眼下
只需要花点钱就能购买，对他们来说简直不要太划算。而且这些装备的等级都是20级，不管是激励工会成员还是武装一线成员都不会浪费。看了眼价格，5银币一件，那40多件绿装加上蓝装，岂不是要好几金币？这要短时间内凑出来，还真有点困难。但是买肯定是要买的，荣耀工会不会放过这如此提升工会成员实力的机会。荣耀红叶犹豫了一下，正义兄弟，你给我点时间，我联系下人，马上给你凑好。陆远刚准备点头应下。慢着，第35章，傲视工会来人。陆远来到风落城摆摊，摆出的几十件蓝绿装备很快吸引了大量玩家们的注意。而荣耀工会的荣耀红叶在收到消息后，很快赶往了这里。一番寒暄，荣耀红叶当即准备买下陆远摊位上的所有装备。只是这花费并不是一笔小数目，特别是陆远还要求不要 RMB， 因此荣耀红叶只能赶紧联系下面负责打金的玩家们。足足360枚银币，也就是3金60银。在交易还未达成之时，从远处却是又走来一批人马。等等，陆远抬眼扫过，将他们尽收眼底。为首的是一位叫傲视云巅的玩家，也正是他出言打断了两人的交易。荣耀工会的玩家们让开了一条通路，傲视云巅不疾不徐地走来，身后的傲视玩家们趁机涌了进来，和荣耀工会的玩家们针锋相对。眼看着双方剑拔弩张，即将发生冲突，荣耀红叶皱着眉头举起了手，周围的荣耀工会玩家们安静了下来。你们傲视的人来这里干什么？荣耀红叶的话语并不客气。双方工会虽算不上敌对，但也是竞争对手。傲视云巅却将目光放在了陆远的身上，这位就是等级榜第1的正义狂徒，真是久闻不如一见。陆远挑眉，有事吗？傲视云巅的视线移到了摊位上，眼中有些火热。如此多的绿色装备，甚至还有蓝色装备，用来武装傲视工会的一队成员们，再合适不过了。看了眼价格，他更是欣喜。如此价格，在神域初期能买到这等品质的高级装备，简直不要太赚。想到这里，他当即开口，这些装备我们傲视工会都要了。一旁的荣耀红叶冷声道，傲视云巅，你看不到我们荣耀已经先来了吗？但你们不是还没有完成交易吗？那我们傲视来的也不晚，况且交易成不成，还得是问问装备主人的意见。傲视云巅毫不畏惧地直视着荣耀红叶，话语咄咄逼人。说罢，几人的目光齐齐看向了陆远。见陆远并没有回应，荣耀红叶心中一紧，正义兄弟，价格可以再商量。他赶紧联系会长，讲述了这里的经过。荣耀华夏的回复很直接，不论如何，绝对不能让这些装备轻易落在傲视那群人的手里，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明确了上面的意思后，荣耀红叶也底气足了几分，语气诚恳：6银币一件，蓝装60银。正义兄弟，我们荣耀工会是十分有诚意的。一开口，荣耀红叶就加了近1金币，换算 RMB 也有将近1万块了。傲视工会的傲视云巅也毫不示弱，对于他们傲视工会来说，几万块算什么？哪怕是将这钱打水漂了，也要狠狠地压荣耀工会一头。更何况还是如此多的强力装备。傲视云巅面露轻蔑之色，红叶，想不到你们荣耀真是越活越抠搜了。这位兄弟，我们傲视工会愿意以10银币一件绿装，1金币一件蓝装的价格收购，并且诚意向您发出申请，如果您愿意加入我们傲视工会，我们傲视工会愿意负责您以后的全部装备，法师团团长的职位也可以为您而留。此话一出，场上的玩家们一片哗然。傲视工会的玩家们惊呼，我没听错吧？法师团的团长让给这家伙？这家伙不就是狗运了几次等级榜第1而已，凭什么能当我们傲视的法师团团长？马德，我记得法师团和牧师团这2个妹子数量是最多的，羡慕死我了，为什么邀请的不是我啊？就连荣耀工会的一众玩家们也是啧舌，这傲视工会是真肯下本钱啊！一件绿装10银币，那将近1000块了，更别提蓝装了。这一摊位的装备比我特喵的存款都多啊！这傲视工会好生可恶，明显是要花大价钱抢咱们的装备。荣耀红叶深深地看了傲视云巅一眼，傲视云巅昂着头，面露挑衅之色。他的意思很明确，我傲视工会就是要抢你们荣耀工会的，你又有何办法？荣耀红叶犹豫着要不要开口，开口势必要叫更高的价格。周围的荣耀成员们看了过来，荣耀红叶也有些坐不住了。他吸了口气，看着陆远，神色认真道：正义兄弟，我们荣耀愿意在他们的基础上每件再加5银币。至于职位，你要是愿意加入我们荣耀，相信我们的会长会十分乐意和你亲自沟通，我们保证结果包你满意。15银币一件。陆远只是沉默了1分钟不到，这些装备的价格再度攀升，甚至达到了陆远本身标价的3倍。渐渐把弩张的双方人马看了过来，陆远知道此时不能再保持安静了。
必须得表明态度了。只是有些可惜，陆远还想看着两人能加到什么价格，但是看起来双方都没有再加价的意思了。陆远靠近了荣耀红叶，对着傲视云巅点头示意，态度已经表明得十分明显了。荣耀红叶心底微松口气，脸上重新浮现笑容。看来这位第一玩家还是选择了他们荣耀公会。如果能拉这位玩家加入到他们荣耀公会内，有这么一位等级榜第一的玩家在公会内，这对于士气的提升是无比巨大的。但是他很快高兴得太早了。陆远轻轻咳嗽一声，至于加入公会，那就算了吧，我目前还没有加入公会的打算。荣耀红叶的神情微微僵硬，但看了一眼傲视云巅，他的表情很快恢复如常。虽然陆远没有加入自家的荣耀公会，但是他同样没有加入傲视公会，这就足够了。至于装备的价格，能够拉拢一下陆远也足够了。这么想着，荣耀红叶的心情要好受多了。只是另一边，傲视云巅的心情就不怎么美妙了。他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陆远，似乎没有想到陆远会拒绝他的邀请。在他看来，这样的条件已经是十分优越了。他傲视公会的法师团团长，多少玩家想当都没有机会，如今却被陆远弃之敝履。傲视云巅嘴上不说，心中难免芥蒂，似是想到了什么。傲视云巅拍了拍手，傲视玩家之中再走出一人。看清这人，荣耀红叶的脸色不由得一变，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第36章转职任务，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荣耀红叶看着傲视公会之中走出的玩家，面色微变。来人正是狂澜，有着 S 级天赋武器大师的那位玩家。荣耀红叶没有想到，自家公会准备尽力去争取的这位 S 级天赋玩家，竟然已经被傲视公会的人拉拢到手了。狂澜一出现，目光就紧盯在了陆远的身上。他虽然晚进入了神域将近1天，但是也在自身实力、傲视公会成员协助下，等级提升到了16级，进入了排行榜前100。拥有着如此强大的 S 级天赋，他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第一。而陆远就是他登顶第一的强大障碍。但没有关系，他相信自己迟早会超越陆远，登顶第一。等着吧，我一定会超过你的。陆远勾了勾嘴角，哦，那我就拭目以待了。狂澜和他记忆之中无二般，依旧是那么狂。S 级的天赋武器大师给他带来的信心极强，只是他要选择挑战陆远，那只能是找错了对手。我们走。眼看着交易无法达成，傲视云巅沉着脸甩手离开了这里，身后的傲视公会成员们紧随而去。荣耀红叶苦笑着望向陆远，正义兄弟，没有为难你吧？这2选1的局面，选谁都势必会得罪另一方，就算嘴上不说，心中也必然会有芥蒂。可以说，陆远选择了荣耀公会，也算是得罪了傲视公会。陆远耸了耸肩，傲视公会对他来说那算个屁。如果老实点不来招惹到他也就算了，如果想耍点小把戏，那就别怪他手下无情了。他前世的至尊法神可不是安安稳稳成就的，那是一步一步从尸山血海之中走出来的。就连星系的覆灭都只在他的弹指之间，让他在乎得罪一个小小的傲视公会？开什么玩笑！远处荣耀公会玩家匆匆赶来，红叶哥，公会财务那边批了10金币下来，应该够了吧？够了。荣耀红叶很快给陆远发起了申请，放上了9枚金币。正义兄弟，我们荣耀公会的大门永远对你敞开，只要你有加入公会的想法，我立马联系会长，给你安排个法师团团长的职位。陆远点点头，收下金币。这9金币在目前玩家之中，绝对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更关键的是，这么一大笔钱币，陆远另有他用。看了等级，已经20级了，到达了神域第一次转职的节点。交易结束，陆远收摊走人，一番搜寻，很快在这风落城内找到了负责转职的法师协会。进入法师协会，找到熟悉的终极法师凯伦。在听到陆远是来申请转职正式法师的，凯伦表现得有些惊讶。冒险者，你已经提升到了20级了？陆远翻了个白眼，不然他过来干啥？和你聊天谈心吗？实力提升真快，真是天赋异禀啊！这样吧，城西的人们广受猎狗们的骚扰，等你解决了他们，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就可以为你转职。猎狗？陆远记得自己通关 N 次副本，似乎从副本内也带出了不少材料。在背包内翻了翻，他很快摸出一张焦黑的皮毛，偶尔完好的部分红毛妖艳。凯伦原本有些随意的眼神认真了下来，接过皮毛仔仔细细的查看着，确认后，他看着陆远有些惊诧，这是猎狗首领的皮毛，你居然能干掉他？这猎狗首领就算再差，也不是陆远这般的初始法师能够击杀的。法师协会内其他的法师也看了过来，开什么玩笑？我30级初级法师都不敢说能够击杀这家伙，你一个20级的初始法师能够击杀，肯定有问题。怕不是捡了哪位的战利品，就想冒领，用这来自证实力。
凯伦上下打量着陆远，心里也是微微摇头，他还是温和说道：“除非能够证明这猎狗首领是你击杀的，否则我们法师协会很难认可你的实力，让你完成转职。”陆远叹了口气，看来这转职的捷径不是那么好走的，任务难度太低了，换个难度高的吧。听清陆远的话，法师协会内的法师们都是一愣，居然还有主动嫌弃转职任务难度低的，这冒险者怕不是个傻子吧？他们纷纷投来了看傻子的眼神，四处角落更是响起了轻微的嗤笑声。凯伦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他担任风洛城法师协会分会管理员数年来，见过无数嫌弃任务难度高的人，这嫌弃任务难度低，他开始第一次遇见。见陆远执意，凯伦也只好在身后的羊皮卷中挑选起来。刚好风洛城东边区域有不少人遭到了蛇群的袭击，陆远接过任务，离开了这法师协会。仅仅5分钟不到的时间，陆远就已经重新回到了这里。一旁的法师显然还没有忘记陆远，打趣着：“怎么这么快就想放弃了？你怕是不知道吧？放弃任务后，最短需要1天才能重新接取任务。”前台的凯伦也似乎早有所料，面露无奈的微笑。陆远没有说话，从背包内取出了一个沉重的蛇头，砸在了地板上。好了，这应该算解决了吧？凯伦的脸色刷的一变，视线不断在蛇头和陆远的身上扫过，惊讶的小嘴微张：“你居然真的完成了？那个蛇群的任务是转职正式法师最难的任务，要击杀数以百计的蛇群，而蛇群的首领身怀剧毒，见血封喉，比猎狗首领还要强大许多。不少初级法师成团去讨伐围剿，都没有成功将蛇群消灭干净。陆远还不是正式法师，却仅凭一己之力将整个蛇群清除干净，更是将蛇群首领给斩杀了。”凯伦在将任务交给陆远的时候，心里都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心里都已经想好了劝诫着陆远的话语，但是他丝毫没有料到陆远居然完成了，还完成的这么快。一时间，凯伦的心中惊得说不出话来。整个法师协会内也短暂的安静了下来。那现在可以给我转职了吗？陆远的声音在法师协会内回荡。第37章转职成功。现在可以给我转职了吗？地上蛇群首领的头颅还滴着血，一对蛇瞳有些死不瞑目。蛇群首领也没有想到死亡会来临的如此迅速，丝毫没有给他反应的机会。法师协会内，凯伦终于回过神来，连连点头：“可以，可以。”从始至终，陆远都没有看周围的法师们一眼，无论是嘲讽还是嗤笑，对陆远来说都不亚于过往云烟。他的心境甚至不会为之波动一下。请跟我来。凯伦一溜小跑，带领着陆远进入了一处房间，目送着两人离开。法师协会内的其他人看着地板上的蛇头傻眼，他一个法师学徒，还不是初级法师，怎么能这么快解决一只20级的首领怪？这不可能！那蛇群的任务我也尝试过，完全不是对手，差点就被彻底留在那里了。既然他真的能够击杀这蛇群首领，那前面的猎狗首领岂不是也是他？蛇手静静地躺在地上，在这极短的时间内，陆远就已经完成了这极难的任务，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一些法师的脸色不好，先前说出的嘲讽话语，此时宛如一个个巴掌，狠狠地拍在了他们的脸上。偏偏他们还无言以对，只能像吃了只死苍蝇一样恶心。另一边的房间内，凯伦刚准备引导着陆远开始转职，却看到陆远已经自来熟地开始了转职流程，将手搭在房间正中的水晶球上，冥想沟通着神灵。凯伦心底有些错愕，怎么看起来你比我还熟练？这不是你第一次转职正式法师吗？没等他说什么，陆远就已经将手抽离开。好了，谢谢。凯伦傻傻地看着陆远离开。陆远的界面职业也从初始法师正式蜕变成了初级法师，仅仅只有1字之差，但是实力差距不可谓不大。陆远更在意的是一转20级法师才能学习到的技能。法师协会内四处逛逛，陆远很快买到了一些法师技能，这些技能可都不便宜，1银币一个。蛛网术、地刺术、冰霜雪球，陆远全部买下学习。离开法师协会的路上，陆远查看了一下自身的属性，昵称正义狂徒，等级20 075000，职业初级法师， HP 300-300， MP 6060，力量35，智力132，敏捷23，体质23，法术攻击820，物理攻击80，自由属性0，幸运隐藏，天赋无限进化 SSS 级，技能火球术1星，连发火球2星，抗拒火环5星，装备神赐之戒橙色，疾兵之杖紫金，智力的狼首头盔紫金，整体有了不小的提升，不管是自身的属性还是装备技能等方面。这个时候陆远才注意到了系统通告的提示，
全服通告，恭喜龙区玩家正义狂徒率先突破20级，完成1转，奖励声望加2500，技能等级10+1。在背包内搜寻了一番，陆远很快看到了系统所奖励的技能等级石，那是一颗拇指大小的金银石头。技能等级石，品质绿色，等级需求无，提升技能等级1级，所提升技能等级不超过5级。评价相当稀有的宝石。而陆远身上技能等级最高的技能则是火球术5级，其次是连发火球4级。那么这颗技能等级时使用的目标再明确不过了，刚好技能突破5级又有所提升。陆远选择了使用，提升火球术的等级。火球术等级提升至6级，请选择进阶方向。3种进阶方向出现在了陆远的眼前： 1. 豪放而又膨胀，火球笼罩的范围更广； 2. 内敛而又致命，火球造成的伤害更高； 3. 华丽而又优雅，火球可变化任意形状。陆远果断跳过了第3个进阶方向，看向了前2个。这是个难以抉择的问题，是选择更大的范围，还是选择更高的伤害？思索了一会，陆远开始选择了第1种进阶方式。他现在的伤害已经是非常爆炸了，但是这火球术的范围还是太小了。如果在进阶后能有所提升，那么配合着陆远 SSS 级天赋发挥出的效果，远不是1+1那么简单。火球术新的属性如下：火球术6级，火元素汇聚成更大的球，造成一定火焰伤害，造成200%的法术伤害，伤害范围2×2，消耗蓝量10，冷却时间5s， 熟练度1-2000。评价最基础的火元素运用。陆远施展火球术，一个拳头大小的火球在他的身旁跳动着，但陆远知道这火球爆发开来远没有看起来这么渺小。提升到了20级后，陆远整体的实力都获得了巨大的提升。陆远来到城东区域练级，那蛇群首领就是陆远在这里所斩杀。这蛇群首领虽然死了，但是手下的蛇群依旧还有许多。前面陆远赶时间也就没有管，现在有空了再回头清理干净。青灵蛇等级23，攻击240至265，防御150，生命值8800，技能土毒缠绕。评价玲珑小巧，暗含致命毒液。随着陆远靠近他们的仇恨范围，这些青灵蛇们很快吐着蛇信朝着陆远游来。丝丝的毒蛇吐信声伴随着鳞片划过地面的声音传入陆远的耳边。青灵蛇们的攻击并不只是单纯的物理攻击那么简单，往往还伴随着可怕的毒系伤害。一旦被咬伤，那么持续掉落的毒系伤害足以秒杀目前任何一个脆皮法师。陆远口中轻吐，火球术完成了晋升的火球术便朝着奔涌在最前的蛇群们身上炸开。一股焦灼的蛇肉香味散发出来，拳头般大小的火球术炸裂开来，2米范围内的蛇群瞬间内膨胀扩张的火焰所吞没。等到火焰散尽，只剩下一堆焦炭。陆远的伤害实在是太高了，被火球爆炸所笼罩的蛇群就没有一个能够从中幸免的。这炽烈的高温甚至逼停了身后追击的蛇群。蛇群犹豫了一下，还是朝着陆远坚定的游来。陆远嘴角笑容浮现，火焰星星，又是一片蛇群被烤焦。冷却完毕的火球术再次用出，轰！地面被烤得皲裂开来。很快场上便仅剩下了陆远一人，所有的蛇群竟都被他一人给清剿干净。第38章青灵蛇与皇朝。陆远很快将身旁的蛇群全部清剿干净，视线角落的击杀提示就没有结束过。你击杀了青灵蛇23级乘23，你击杀了青灵蛇23级乘15，你击杀了。奖励也相当不错，经验加17940，经验加11700，经验加。陆远的一个技能可以秒杀10几只、20多只怪物，经验条每次都猛窜一下。陆远获取经验的速度简直不要太快，除了他，也没人能一下子秒杀那么多的高级怪物。等待着青灵蛇刷新之际，交谈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让你准备的解毒药剂准备了吗？”“准备好了，有了解毒药剂，我看这些青灵蛇还能不能放肆。”陆远耳朵动了动，这声音让他感觉有些耳熟。四周空旷，没有什么可隐藏的地方。陆远看到了对方的同时，对方也注意到了陆远。谈话声瞬间小了下来，一道道目光审视的落在了陆远的身上。对面的皇朝鬼刺一愣，下意识的开口道：“你怎么在这里？”周围的皇朝工会成员们疑惑的看着两人。鬼刺，你朋友？陆远扫了一眼他头上的等级，15级，不算很高，但也不低了。被他杀了2次后，等级还能跟上大部队。陆远的眼中微差，
黄巢鬼刺将新手村内的情况简单在队伍里描述了一遍后，队伍里几位玩家的脸色立马一变，几个成员义愤填膺，就准备将陆远包围起来，却被他们的队长所拦住。正义狂徒黄巢战天确认了一下陆远的身份，他佯装不满地呵斥一旁的队员，随后笑着上前了几步。我听说你和我的手下有一点点的摩擦，当然这只是小问题，大家都是朋友，有点摩擦很正常。这样吧，就当交个朋友，禁足我们一起升级如何？我们准备了一些解毒药解，这些青灵蛇就好对付多了，我们强强联合再创辉煌怎么样？黄巢战天笑着向陆远发起了申请。队伍里被默默踢出的法师，陆远委婉拒绝，还是算了，我更习惯一个人。目前来说，禁组对他没有半点好处，同组的队员只会分他经验，拉低他练级的效率。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队伍里的黄巢鬼刺看他的眼神有些不对，怨恨虽然隐藏得很深，但依旧被陆远所捕捉到了。当着手下的面被陆远不假思索的拒绝，黄巢战天的面色也有些挂不住。他黄巢战天是什么人？黄巢公会的会长，现实之中更是金海赵家的二少爷。他都已经如此低姿态，这陆远还拒绝，多少有些不知好歹了。他的面色稍沉，你一个法师没有队伍，如何在这成群的怪物堆里练级？别死在了怪堆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要不要加入我们黄巢公会？拒绝的后果我想你很清楚，这里是野外，可不是安全区。他终于撕破了面皮，懒得再伪装，直言道，话语中威胁之意一览无余。陆远听完却是忍不住笑出声来。见陆远没有其他的动作，黄巢战天眼神暗示了一下，几个成员心领神会，逐渐靠拢成圈，防止陆远逃离。陆远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的动作，而黄巢鬼刺看到事情的发展，心底已经乐开了花。他还真有些担心陆远接受黄巢战天的邀请，在同一个队伍里，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陆远。但好在陆远拒绝了邀请，激怒了会长，而这也正如他所愿，他施展前行，已经悄摸混到了陆远的身后，封锁了他逃离的路线。看着陆远的背影，黄巢鬼刺眼中满是快意。只有一个人在野外还敢这么嚣张，怕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陆远扫视着身旁众人，挑眉轻蔑道，你们这是觉得吃定我了？一个黄巢队员满脸古怪地看着他，怎么，你一个人还能翻天不成？黄巢队伍里的坦克哈哈大笑，等级榜第一而已，你还真以为自己世界第一了？就连队伍里的妖娆女人也是捂嘴，笑得花枝招展，看陆远的眼神与看死人无异。陆远勾了勾手指，一起上吧，我赶时间。队伍里的坦克冷哼一声，找死！隔着陆远还有数米远，他已经开启了冲撞，径直地朝着陆远撞来。满身厚重盔甲的坦克撞来，狂奔的蛮牛也不过如此了。伤害还是其次，一旦撞到，2秒的眩晕足以结束战斗了。一路怒喝而来，气势十足。陆远嘴角动了动，这么耿直的冲撞，也只有他在这神域开服时期才能撞见吧。能被这样的冲撞所命中的陆远很难评，要躲开也简单，离开他这冲撞的路径即可。但是没有这必要。随手在他冲撞的路径上点出一颗火球，在那坦克玩家有些惊恐的眼神之中，他径直撞上了火球。砰！妖娆女人捏着治疗术，试图从火焰之中寻找着坦克玩家的痕迹。只是等到火焰散去，他只能看到一具倒在地上的焦尸，根本就没有给他治疗的机会。在火球接触这坦克玩家的瞬间，爆发出的高额伤害就已经瞬间将他秒杀了。火焰掩映下，黄巢公会的玩家只依稀看到了个上千的伤害数字，2000多，这是什么鬼伤害？黄巢的弓箭手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那可是他们黄巢的纯肉坦克，一个最普通的技能给秒了，这法术攻击该有多高啊？只是他并没有看清，这伤害数字实则是12000多。看着陆远冷冷的眼神看来，他浑身打了个激灵，手中紧绷的箭矢脱手而飞。陆远动都没有动，这箭矢偏的没边，落在了他身旁几米的地上。连发火球施展，2颗火球一左一右，快速的朝着弓箭手妖娆女人射去。2人闷哼都没有发出，就被清空了生命，十分干脆的倒下。陆远的眼前系统提示姗姗来迟，你主动攻击了队伍黄巢 PK 值+1，你击杀了玩家黄巢霸天 PK 值+1，你击杀了玩家黄巢瑶瑶 PK 值+1，你击杀了。不断的击杀消息跳出，陆远的名字也随着 PK 值的增加而越发鲜红起来。后背一股冷意袭来，死！黄巢鬼刺压抑着激动的低吼从身后传来。第39章灭黄巢，死！黄巢鬼刺强压着心底的激动，手中绿色匕首狠辣的直刺陆远的后心。刺客招牌技能被刺，黄巢鬼刺有信心，这被刺下去，陆远非死即残。火球术，
声音从远处传来，却不是陆远所发出，而是皇朝队伍中的法师玩家反应过来，很快对着陆远发起了攻击。前有火球，后有刺客，两面包夹之势。换作是寻常法师玩家，已经有些手足无措了，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但是陆远是何许人，杀过的敌人比他们见过的人都多，他很快已经做出了最简单应对的方法：抗拒火环。一道火焰之环在陆远的身上升起，快速地朝着四周扩张。皇朝鬼刺的眼神逐渐变得惊恐起来，这是什么技能？他怎么没有见过？这火环瞬息间便抵达了他的身前。皇朝鬼刺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斥力袭来，整个人仿佛被泥头车撞了一般。另一边的火球仅有鸭蛋大小，被这火环一卷，很快消失无踪。战斗爆发得很快，但结束的也很快，仅仅3个技能，几秒不到的时间，陆远瞬杀4人。皇朝队伍已经减员到了3人。皇朝战天的眼神无比凝重，他没有想到陆远的伤害会如此高，每个技能都能带走队伍内成员的生命。他本已经接近了陆远的身旁，但是看到陆远身上扩张的火环，意识到了不对，赶紧后退，这才勉强苟活了下来。皇朝战天心底有些后怕，如果他没有撤退，执意要攻击陆远，被火环吞噬，下场赫然只有死路一条。皇朝鬼刺已经被抗拒火环秒杀，那伤害数字看得他触目惊心。他虽然作为战士，坦度不是皇朝鬼刺一个刺客能比的，但是也绝对承受不住这样的伤害。等到火环消失，皇朝战天眼神闪烁了一下，还是提剑快速冲了上去。他并非是直来直往，而是拉出了一个 Z 型轨迹，快速接近着陆远。这走位能有效规避掉一些法师的技能，从而达到近身的目的。只是他远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玩家，那是一切法师的顶点。他的走位在陆远眼中不亚于婴儿的蹒跚学步。陆远不断摇头，菜，太菜了。这一整队的皇朝玩家甚至不能给他带来些许真正的危机感。蛛网术！眼看着皇朝战天即将接近陆远的身边，却顿感举步维艰。皇朝战天愣了一下，连忙看向了脚下，不知何时，一团白色蛛网已经束缚住了他的双脚，限制住了他的移动。他暗道不妙，果不其然，一道火焰凝成的箭矢朝着他面门射来。爆炎剑！皇朝战天如遭重击，瞬间被秒，眼前世界变得灰白。皇朝战天已经出现在了风落城的复活神殿内，身旁是几个已经复活了的队员，大眼瞪着小眼，面面相觑。天哥！几个队员低着头，皇朝战天的脸庞恼怒的有些扭曲，身后白光闪烁，剩余队员也相继步入了他们的后尘。他们一队人死得整整齐齐。操！皇朝战天的怒气难以压抑，一队人打不过一个人，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他丢技能，你们不会躲吗？就他们硬接技能。皇朝几位队员埋头不语，任由皇朝战天发泄着怒火。等到皇朝战天发泄一通，队伍里的妖娆女人才上前安慰：傻站着干什么？练级去！他现在也就20级一转了，让他再嚣张一会，等我们都一转了，我看他还能嚣张多久。传令下去，让公会里的弟兄们都留意一下。正义狂徒，老子吃定你了！风落城东，青灵蛇刷新区域。陆远将皇朝队伍团灭后，头上的昵称已经红得滴血了，他的 PK 值已经高达了10点。陆远此时的红名状态十分危险，红名状态下 PK 值1-10，进入主城无法使用 NPC 服务，还会被守卫逮捕入狱，不管是死亡还是逮捕都会掉落2级。PK 值10-100，甚至无法进入主城，死亡掉落3级。PK 值100以上，正式进入通缉名单，其他玩家可在城卫军那里接受悬赏任务，死亡掉落5级。至于消除 PK 值的2种方式，一是通过野外击杀怪物，二是在城内坐牢。坐牢1小时能消除1点，野外则是需要击杀100只怪物才能消除1点。红名后，自身死亡后装备爆率也会增强。击杀红名玩家，那装备丝毫不亚于一次大爆。为了不被当成 BOSS 给刷了，陆远决定离远一些，默默刷着怪物。继续东行，陆远很快眼前一亮，这是一处山谷，视野开阔，绿草蓝天，四周生长着蓝色、紫色的艳丽花朵，空气中弥漫着沁人的芬芳。几只蝴蝶在花丛中飞舞，若是忽略它们的体型，这确实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场景。这半米大小的蝴蝶乱飞，带来的可就不是美好，而是惊悚了。黄凤蝶，等级25，攻击350至375，防御300，生命值9500，9500，技能蝶粉、锋刃。评价：艳丽往往致命。它们的蝶衣泛黄，随着翅膀扑闪，金黄的磷粉飘散。陆远上前轻点法杖，很快释放出了技能朴实无华的火球术。这黄凤蝶被瞬间点燃，磷粉闪耀着光彩。16100，秒杀！
这黄凤蝶丝毫没有反应的机会，就已经被秒。你击杀了黄凤蝶，25级乘1，获得经验加1462。越5级杀怪，这一只黄凤蝶带来的经验将近1500。以陆远现在的等级，只需要再杀50只左右，就能提升到下一级。杀！陆远不多犹豫，一个个技能丢向了黄凤蝶。你击杀了黄凤蝶，25级乘3，经验加4386。你击杀了黄凤蝶，25级乘2，经验加2924。经验值涨得飞快。在击杀到50多只黄凤蝶时，陆远的身上白光闪烁，他升级了。你的等级提升至21级，获得自由属性点乘5。熟悉的加点智力，看到黄凤蝶堆中刷出的怪物，陆远的注意力很快被吸引了过去。第40章稀有宠物。陆远不断的击杀黄凤蝶，等级提升到了21级，眼前也刷新出了一只模样奇特的黄凤蝶。身旁的黄凤蝶体型都是将近半米，大的甚至接近1米。但是这黄凤蝶的模样袖珍只有10几厘米的模样，端地是小巧玲珑。陆远的心念微动，看向了这袖珍黄凤蝶。黄凤蝶幼崽，可封印，等级1，攻击40至50，防御10，生命值150，技能5。评价：他还是个孩子。宠物，陆远的心中有些诧异。宠物是玩家们到20级后陆陆续续开放的模块，也是这神域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现在其他的玩家们还在17分之16级奋斗的时候，陆远就已经刷出了整个神域第1只宠物，这差距不可谓不大。只是陆远在背包内翻找了一下，也没有找到封印卡。封印卡击杀怪物概率掉落，陆远记得似乎爆出过几张，背包内没有，多半就是为了给装备腾位置给遗弃了。毕竟当时也没有刷出宠物，陆远也没有多在意。这些初级的封印卡并不贵，在主城的杂货铺里，1银币可以买一大把，换算下来1铜币一张。当然，如果要买效果更强的封印卡，那么价格就要高一些了。最顶级的封印卡，陆远曾见过一张。神明的封印，拍卖会上拍出了过亿的价格，100%的封印成功率。对于普通玩家来说，低级封印卡赌概率就好了。除了土豪玩家，也没谁会愿意砸这么多钱在宠物上。看了这袖珍黄凤蝶一眼，陆远记下坐标，回城购买封印卡。买了10银币，整整一组999张封印卡。陆远折返，重新回到山谷。那袖珍黄凤蝶躲藏在一群的黄凤蝶内，陆远险些没有找到它。小心翼翼的施展技能，将附近的黄凤蝶一一点杀。以陆远现在的伤害，技能的余波稍微擦到一下，都足以将这黄凤蝶幼崽秒杀。因此他的把控必须细致入微。陆远甚至连大范围的火球术都放弃了使用，转而使用起寒冰剑、爆炎剑等单体伤害的技能。在陆远的精准把控下，一只只的黄凤蝶倒下身死。这黄凤蝶幼崽很快被吸引了出来。不用顾忌这黄凤蝶幼崽后，陆远干脆的火球直接将一片黄凤蝶秒杀。场上很快就仅剩下了这只黄凤蝶幼崽，而陆远也终于停下了攻击，从背包内取出一沓封印卡，取出一张丢出。封印卡贴在黄凤蝶幼崽头上，散发出璀璨白光。白光维持了一瞬，封印卡无力跌落在地。封印失败。陆远早有预料，取出封印卡继续封印。封印失败。不急，常规的封印卡只有10%的概率封印成功。一连封印了5次，第6次封印卡白光大盛，将这黄凤蝶吸入卡内。封印卡上显现出了黄凤蝶的模样。陆远收回封印卡，仔细端详属性。黄凤蝶封印中，攻击、防御、速度、智力、生命、卓越度56%，评价还算不错。陆远强忍着将手中封印卡丢到地上的冲动。卓越度56，上限16星的宠物，放在以前他看都不带看一眼的。不能说垃圾，那简直就是垃圾中的垃圾。叹了口气，陆远还是将这宠物收入了背包之中。怎么说，这也是神域之中第1只宠物，上限没有20星的宠物，陆远都不带瞅一眼的。收起封印卡，陆远继续在这山谷内刷怪。又刷了一会，刷出了2只精英怪，它们的体型更大，气势汹汹地朝着陆远飞来，连发火球直接秒了。陆远打了个哈欠，继续重复着刷怪的动作。普通黄凤蝶一个火球秒了，精英黄凤蝶一个寒冰剑秒了，还是普通黄凤蝶一个爆炎剑秒了。黄凤蝶头目一个火焰星星秒，这个秒不掉。陆远法杖再点，附带技能寒冰剑爆射出，命中要害，冰火交加，数万的伤害数字跳出。这黄凤蝶头目降临这世界的时间还没有2秒，还没有见识到世间的美好，就眼前一黑，被陆远干脆的秒杀了。挑选着爆出的战利品，
陆远的身后又刷新了黄凤蝶。感受到身后翅膀扇动的风声，陆远下意识地丢出冷却完毕的火球，只是一回头，他的眼神变了，第一次眼中出现了慌乱的神态，手忙脚乱地催动着飞出的火球改变轨迹，险之又险地落在了空处。身后是一只同样袖珍的黄凤蝶，只是这黄凤蝶明显和他先前封印的有着巨大的差异，每一处都仿佛雕刻般极为完美，几乎与纯金打造无异，而且蝶翼上的花纹鳞粉更是耀眼。稀有宠物，好不容易刷出的稀有宠物，要是给自己一个火球秒了，陆远就要难受了。看了眼脉象，陆远当即掏出了封印卡。和这相比，一开始封印的黄凤蝶幼崽那是什么破烂啊！一张张封印卡丢出，封印卡的白光并没有持续多久便消失不见。封印失败，封印失败，封印失败，10张封印卡很快用完，而这金翅凤蝶丝毫没有被封印的感觉，它密密麻麻的复眼上倒映着陆远的身形，发出无声的嘲讽。陆远并不气馁，手一挥，又是10张封印卡出现在手中。他刚准备了整整一组的封印卡，999张，陆远不信自己的幸运会低到如此程度，999次机会还抓不住这一只宠物，一次次的封印卡丢出，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失败，失败，还是失败。陆远已经沉下了心，面上的表情平静如水。1次、2次、3次、10次、20次、30次、100次、200次，不断的失败并没有影响到他，他如同最精密的机器一般，机械式的重复着操作。第307张封印卡的丢出，终于封印卡上绚丽的光芒大盛，这宛如纯金打造的金凤蝶浑身颤抖着，最后它消失在了陆远的面前，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华丽的金色封印卡。封印成功，获得金翅凤蝶稀有乘1。第41章虎纹凤蝶首领，封印成功，获得金翅凤蝶稀有乘1。系统提示出现在陆远的面前，陆远的手中夹着一张耀金色的封印卡，消耗了上百张封印卡，陆远终于成功将这稀有宠物封印成功。仔细看了一下这金翅凤蝶的属性，陆远的眼中满意之色闪过。金翅凤蝶封印中，攻击、防御、速度、智力、生命、卓越度 90%， 评价堪称极品，和普通的黄凤蝶幼崽差距极大。普通的黄凤蝶幼崽上限星级仅仅只有16星，但是这金翅凤蝶它的上限星级高达20星，寻常宠物的上限星级也就只有25星，这金翅凤蝶能够达到如此高的上限星级，也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卓越度90%，说明它已经超越了 90% 的同类宠物，这宠物的价值绝对不低。只一眼，陆远心中便有了判断。和这金翅凤蝶相比，前面所捕获的黄凤蝶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看了眼背包内的封印卡，陆远将目光看向了山谷深处的凤蝶们，将金翅凤蝶封印卡放入背包之中，陆远神色稍稍认真了起来。看来这里刷出宠物的概率还挺大的。身旁刷新出一只黄凤蝶，陆远寒冰剑利落的将其秒杀，从容步入山谷深处。山谷深处的植被要更密集一些，相应的怪物数量也聚集了起来。光是陆远所见，3、5成群的艳丽蝴蝶满地都是。不仅仅是蝴蝶，稍远处陆远还看见了趴在大块岩石上歇息的蜥蜴。陆远的伤害很高，莫说是普通怪物，就连精英怪也是被陆远随便一个技能所秒杀。经验涨得飞快，陆远一路横推过去，他也没有忘记顺手施展采集术。采集成功，获得普通磷粉乘1，采集熟练度+2。采集失败，你什么也没有获得，采集熟练度+1。偶尔几次陆远的运气爆棚，采集大成功，获得致命磷粉乘1，采集熟练度+5。陆远所到之处片甲不留，所遇的材料采集、采集、采集，所遇到的怪物杀、杀、杀。终于又在10几分钟后，他再次刷出了一只等级1的黄凤蝶幼崽。只是这次的黄凤蝶幼崽就要暗淡了些许，蝶翼并不要精明亮，看起来只是普通宠物。陆远清空了附近的怪物，开始封印起来。普通宠物的封印难度明显降低了许多。第10张封印卡的时候，陆远就已经成功将这黄凤蝶幼崽成功封印了。看了一眼，属性平平，上限星级没有变化，还是16星，不过卓越度要高一些，65，勉强及格了。将封印卡收起，陆远继续刷怪。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陆远就沉寂在这刷怪、封印不断反复的过程之中，直到系统的提示声惊醒了他：你击杀黄凤蝶的数量过多，吸引了虎纹凤蝶首领的仇恨，请小心。眼前出现系统的红色警告提示：虎纹凤蝶首领。
陆远还在诧异，阴影已经笼罩了他。那是一只3米大小的斑斓蝴蝶，黄白相间的蝶翼伸展开来，甚至可达到5、6米。抽泣般的嘶嘶声在陆远的耳边响起，浓郁的危机感瞬间蔓延全身。虎纹凤蝶首领赫然已经发起了攻击，蝶翼扇动，抖落出亮丽的磷粉，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气息。陆远仅仅是沾染了些许，生命值瞬间暴跌，状态栏更是显现出一个极为致命的 debuff， 中毒，每秒扣除20生命值，持续30秒。这虎纹凤蝶还未正式发起攻击，光是携带的磷粉就已经给陆远带来了致命的威胁。陆远的生命值远不到600，他赶紧后撤，脱离这磷粉的氛围。只是些许磷粉已经被他吸入，中毒的伤害不断扣除着他的生命值。陆远赶紧在背包内翻找了起来，他并没有准备解毒药剂，但是他记得他前面击杀黄巢队伍的时候，似乎爆出来了一瓶。摸出一瓶解毒药剂，陆远赶紧灌下。好在解毒药剂的效果不赖，很快解除了陆远身上的中毒状态。只是几秒的时间，陆远的生命值就已经跌落近百，跌落了1/3的生命值。要是没有这瓶解毒药剂，或者如果中毒的时间再久一点，恐怕陆远还真要倒在这里了。心底微微一惊，陆远也逐渐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他的伤害固然高，但是随着怪物的等级变高，这怪物也有直接秒他的机会。不敢大意，陆远看向了这虎纹凤蝶首领，全力爆发。虎纹凤蝶首领，首领级 BOSS， 等级25，攻击670至700，防御800，生命值85000，技能飓风、毒粉、风刃。评价：凤蝶族群的首领，带着致命的磷粉。这虎纹凤蝶首领飞来空中，陆远掐准时机，果断射出了蛛网。蛛网的韧性、粘度都是极佳，虽然无法一下子固定住如此庞大的存在，但是还是起到了极为重要的限制作用。蛛网粘住了这虎纹凤蝶首领的腿，这虎纹凤蝶首领振翅扑闪在空中，挣扎着试图挣脱蛛网的束缚。陆远的技能已经脱手而出了，2发寒冰箭几乎同时射出，结结实实的命中在这虎纹凤蝶首领。2发寒冰箭很快触发了效果，浅浅的冰霜爬上了这虎纹凤蝶首领的身上。10510，寒冷。10510，冰冻。火焰星星锁定，冰霜覆盖的区域上很快被火焰吞噬。下一秒，冰霜炸裂开来。19558，融化。8740，残废。火焰星星配合寒冰箭打出的元素反应效果惊人，直接将这虎纹凤蝶首领的躯干炸断了一截。只瞬间功夫，这虎纹凤蝶首领的生命值便跌落了半数。这虎纹凤蝶首领的嘶声也带着一股难以掩饰的愤怒，他也不再顾忌，蝶翼扇动，疾风拂面。飓风！山谷内掀起了一股狂风，这狂风的目标直指陆远，身上的磷粉混杂在飓风之中，飘散到了各处。这赫然是个超大范围的强大技能。飓风搭配着自身的恐怖剧毒磷粉，一些不清楚虎纹凤蝶首领贸然挑战的队伍，必然会迎来一次惨痛的代价。陆远也是察觉到了这飓风的威胁，眼中瞳孔微缩。第42章，豪华大爆。陆远击杀了太多黄凤蝶，吸引了凤蝶族群首领虎纹凤蝶首领的仇恨。虎纹凤蝶首领生命值跌落近半，煽动蝶翼招来了飓风。这飓风本就不俗，配合着这虎纹凤蝶首领自身堪称致命的磷粉，瞬间化身为了超大范围的杀招。磷粉被飓风席卷着，四处闪耀。陆远眼神微缩，这磷粉还好，解毒药剂持续的时间不短，完全能够抗下。只是这飓风来势汹汹，凭着虎纹凤蝶首领的伤害，足够秒伤陆远那么10几次了。陆远转而看向了虎纹凤蝶首领，他转而主动靠近了这虎纹凤蝶首领。虎纹凤蝶首领密密麻麻的复眼之中倒映着陆远的身影，让他有些诧异的是，这人类不仅没有跑，反而好朝着他这里靠近，简直找死。他的身旁可是布满了这致命的磷粉，靠近他这是嫌死的不够快。没等他思索再多，陆远已经释放出了技能抗拒火环。巨大的斥力在陆远的身旁爆发，火环推动着一切朝着四周蔓延，就连空气之中飘散的磷粉也瞬间被这火环推开。这火环抵达了虎纹凤蝶首领的身前，他庞大的身躯一歪，火球、雷电击，21820，燃烧，18380，麻痹，15410，过载。几个伤害数字跳出。虎纹凤蝶首领，随着虎纹凤蝶首领的死去，远处席卷的飓风也失去了操控者，很快化作了轻柔的微风，消散在这山谷内。系统的提升出现，你的等级提升至23级，获得自由属性点乘5。高额的经验让陆远的等级直接提升到了23级。陆远微微松了口气，还好他的伤害足够高，
抢先一步秒杀这虎纹凤蝶首领。强大的攻击让他似乎有些沉迷于其中了，以至于都忘了他本身也只是个脆皮法师。陆远心里默默提高警惕，他的伤害固然高，但是也同样不可小觑怪物。这次虎纹凤蝶首领的灵粉给他拉响了警铃。陆远甚至都在想，要不要转全肉法师了，毕竟只有活下去才有输出。但是法师的加点并不像战士坦克那般，加点体质带来的提升小得可怜。寻常战士坦克加1点体质能够提升5点生命值，但是法师牧师这些职业就不一样了，他们加1点体质带来的提升往往只有3点，甚至是2点生命值。加点无法改变的话，那陆远也只能从其他方面尝试入手了。装备、技能、道具等等，法师保命的技能，陆远的记忆之中貌似还不少。定下想法，陆远很快开始翻找起这虎纹凤蝶首领的掉落物。作为25级的首领级怪物，他可是有 30% 的概率掉落紫晶器，再加上这虎纹凤蝶首领又是个法系怪物，掉落的装备又有极大的概率是法系装备。陆远翻找着，很快从中翻找出了几件装备，2绿、2蓝、1紫。这绚丽的紫光让陆远的眼前一亮，他很快看向了这爆出的紫晶器，还是法袍模样的装备。冷静的金蝶法袍，品质紫晶，等级需求25级，体质加15，智力加25，生命值加200，法术攻击加150。冷静，开始战斗时第一个技能造成 50% 额外伤害。华丽，拥有着金蝶飞舞的华丽特效。附带技能结晶1级。评价金银如玉，翩落成蝶。这紫金法袍的强大不言而喻。陆远正想着自身太脆，这凤蝶首领就给他报了个好东西。这紫金的法袍兼具着生命、法攻，简直无比契合陆远所需要的属性。25级的法袍给陆远带来的法攻加成，甚至都要超过10级的疾兵之杖了。陆远现在的等级还仅有23级，如果能够换上这金蝶法袍，那么法攻又会猛然提升大截。属性极品还是其次，陆远仔细查看了一番这金蝶法袍附带的技能。结晶1级，元素汇聚包裹全身，进入结晶状态。结晶状态无法移动，减免 90% 受到的一切伤害，持续2秒。评价凝固结晶。陆远的眼中有些惊诧，并非是这技能太过垃圾，而是因为这技能太强，减免了 90% 的伤害。除非是面对那些变态强的怪物，否则几乎相当于2秒的无敌。至于无法移动，这些弊端在陆远看来都不是问题。总结，这紫金级的金蝶法袍绝对是目前来说法师的第一神装。扫了一眼凤蝶首领掉落的其他装备，虽然同样强力，但是并没有让陆远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这2件蓝装虽然都是法系的装备，但是比较尴尬的是，这2件蓝装有些重复了，一件蓝色法袍，一件蓝色头盔。而陆远的身上头盔是紫金的，虽然等级只有15级，但效果依旧强力。特别是附带的清晰术，在缺蓝的时候使用，可以顺回 25% 的法力值。虽然陆远到现在还没有法力值消耗一空过。至于蓝色法袍，那就更不用说了，紫金级别的金蝶法袍要优于这蓝色法袍100条件。至于绿色装备，陆远只是粗略扫了一眼，2件战士的装备一般般吧。除去装备，这虎纹凤蝶首领的掉落也堪称豪华。陆远捡起一本技能书，眼中流露出满意之色。这凤蝶首领爆出的技能书竟然是锋刃的进阶技能疾风斩，可以凝聚风元素，斩出更快更狠更大的锋刃。至于这凤蝶首领曾使用过的超大范围的技能飓风，陆远也从未期待过会爆出这种级别的技能书，那估计都是3、4转后法师才能学习的高级技能。不过有着这疾风斩也已经不错了，陆远很快选择了学习。随着陆远的学习，技能栏中的锋刃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强大的技能疾风斩。疾风斩3星，凝聚风元素，快速斩出一刀，斩击造成 170% 的法术伤害，消耗蓝量15，冷却时间10秒。评价疾风听我令，斩。陆远心念一动，一道虚幻刀刃横切而过，将面前的虎纹凤蝶首领的蝶翼斩断。对这锋力度、速度，陆远还是十分满意的。指尖传来一股暖流，陆远疑惑看去。第43章宠物出售。指尖暖流淌过，陆远看了过去，却是指尖的戒指发出莹莹晨光。看了一眼，陆远扬眉。神赐之戒，品质橙色，等级需求20级，智力加15，每秒回蓝加4，法术攻击加90，法术暴击率正 2%， 前技能等级加1，法术护盾生命值跌落 30% 时获得最大生命值 50% 的护盾，冷却 1H， 附带技能法术源泉
1级。评价：这是神赐之物，这橙色的神赐之戒等级升级到了20级，带来的提升可并不小，不管是智力还是法术攻击，甚至是每秒回蓝，这些对于法师而言都十分的重要。这橙色神赐之戒的提升，将陆远的法术攻击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990点法术攻击即将破1000，而这还仅仅只是陆远23级时候的属性。如果等到了25级，装备上金蝶法袍，那么他的法术攻击又将迎来一次爆发性的增长。在陆远 SSS 级天赋的增幅下，造成的伤害陆远都不敢想会有多高。整理一番，陆远很快带着一背包的装备道具离开了这山谷。背包内封印卡的数量不少，这段时间内陆远可是封印了不少的黄凤蝶。只是有些可惜的是，稀有宠物陆远也仅仅只封印到1只，普通的黄凤蝶陆远倒是封印了不少。赶往风洛城的路上，陆远很快联系了几人，一是熟悉的金主茉莉，二是荣耀公会的成员荣耀红叶。在得知陆远已经封印了神域第1只宠物后，几人的回应也很简单：位置在哪？等我。想了想，陆远也给名将小花发了私信。他封印的黄凤蝶不少，卖谁都是卖，他当然不会拒绝名将公会。陆远赶到风洛城的时候，已经有不少玩家等候在那里了。看到陆远，荣耀红叶连忙迎了上来：正义兄弟，这宠物。陆远截取了一张卓越度还算不错的黄凤蝶封印卡过去。荣耀红叶瞪大眼睛：全是真的。他们还在为了提升等级一转而努力的时候，陆远就已经成功捕捉到宠物了。这怕是神域之中第1只宠物吧。想到这里，荣耀红叶的心头火热。这宠物要是能给他们荣耀公会拿下，岂不是又可以大肆宣扬一番？而且多了个宠物，练级的效率肯定也会大大增加。联系了荣耀华夏后，荣耀华夏也是当即拍板，这神域第1只宠物必须给他们荣耀公会拿下。正义兄弟，这宠物你打算怎么开价？荣耀红叶目光炯炯地看着陆远，陆远目光却落在这另一处，那里同样几人匆匆赶来。不急，茉莉很快也赶到了风洛城，一眼就看到了陆远以及身旁站着的荣耀公会成员们。荣耀公会的人，茉莉秀眉微蹙，在看向陆远时，眼神了然，有些无奈。荣耀红叶也察觉到了这诡异的氛围，一番思索后，荣耀红叶下意识皱起了眉头。看起来这正义狂徒有些贪心啊，显然联系的玩家并不只有他们荣耀公会。他还以为陆远多联系玩家是为了抬高这宠物的价格，虽然不至于厌恶，但是荣耀红叶的心中依旧是感受到了一些不适。只是这情绪在他的面上出现了一刹，很快又被他的笑容所掩饰下去。正义兄弟，开个价吧，这神域第1只宠物我们荣耀公会要了，价格你不必担心，我们荣耀公会不会让你失望的。听闻荣耀红叶的话，周围看戏的玩家愣了一下，很快哗然一片。宠物？哪家的狠人都已经抓到宠物了？我没有听错吧？难道我们要见证这神域第1只宠物的登场了？我操，那我开个录屏记录一下美好生活。那个法师正义狂徒，看到等级榜上他都23级了，第2才19级，难怪抓到宠物了。陆远取出了一张黄凤蝶封印卡，卓越度56，正是他捕捉到的第1只宠物。法系怪，卓越度56，技能带毒伤。陆远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卓越度啥的，荣耀红叶其实都不看重，他更看重的是这宠物的名头，这可是整个神域第1只宠物啊。他犹豫了一下，试探性的开口：5万 RMB。他本想等着陆远开价了，再寻思要不要砍价，但看陆远没有开价的意思，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喊了。他现在毕竟代表的是荣耀公会，价格太低都显得荣耀公会掉价。1万块买这神域第1只宠物，他都开不出这口来。陆远心不心动他不知道，但是从旁观玩家的反应来看，这5万应该是足够了。5万？我套他猴子的，这一只宠物顶我几个月工资啊？自信点，顶我1年工资了。马德，这宠物这么值钱吗？去哪抓啊？我也想去试试。荣耀公会真有钱啊，卓越56都肯花5万大洋来买。荣耀红叶回过身来，笑对着周围的玩家们：那是当然，我们荣耀公会还是有些小钱的，每一个入会的成员都能享受到不菲的福利待遇。要是有心仪我们荣耀公会的，请添加我们荣耀公会的客服小姐姐。一声重哼从人群中传来，一群装备精良的玩家们扒开人群，从中走了出来。荣耀红叶脸色微沉，心底暗骂：这傲视公会的人真是阴魂不散。他看了一眼陆远，陆远的眼中也有些诧异。荣耀红叶一时间有些摸不准了，若是这傲视公会的成员真是陆远叫来的，那为了抬高这宠物的价格，真是无所不用啊。傲视云巅上前几步，笑看陆远，眸中却满是冷光：朋友，怎么出了神域第1只宠物，这么大的事情都没有通知我们？
我们傲视公会诚意满满，你这么做可是让我们傲视公会有点伤心了。荣耀红叶的心中微松口气，他当即几步挡在了陆远的面前，冷声道：怎么，有什么必要通知你们吗？这神域第一只宠物，我们荣耀势在必得。第44章争执，高价出售。陆远回到风洛城出售宠物，几方公会齐聚一堂，荣耀公会和傲视公会针锋相对。茉莉身为小型工作室，夹在两大公会之间说不出话来。相比较于这两大公会，他实在是人微言轻。但让他有些没想到的是，这还没有结束。一些收到消息的公会陆续赶来，很快围得水泄不通。小哥，我们潇湘阁也一定能开出让小哥满意的价格哦。一个身材火辣的刺客美女朝着陆远抛着媚眼。潇湘阁，那不是号称男女比例38开，美女如云的公会吗？我有个朋友想问一下，怎么申请加入这公会？我的评价是，不如合欢宗。一个满身肌肉的壮汉横扫一圈，逼退了身旁玩家。区区美色，岂能让我们屈服？加入我们兄弟会，只收实力强大的男玩家，一起征战天下。杰哥不要了。场面一时间有些混乱。安静！傲视云巅有些不耐烦地喝道：这宠物我们傲视公会要了10万，我们傲视公会出10万 RMB， 想争抢的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资格和我们傲视公会拼。傲视云巅扫视了一圈周围玩家，一些胆小的玩家纷纷避开了视线，但依旧有一些公会玩家面露不屑之色。怎么，这神域是你傲视公会一家独大？就是这傲视公会的行事如此霸道，真要让他一家独大，岂不是要坐到在场各位的头上去了？小哥别听他的，区10万 RMB， 我们潇湘阁同样可以，还包对象哦。兄贵，加我们兄弟会，一起感受我们的羁绊与友情啊！陆远不为所动，甚至还有闲心发私聊。收到了私聊的茉莉美目睁大，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陆远。本来还有些许争抢之心的他，彻底断了念头，静静地看着这些公会玩家们争抢。荣耀红叶也收到了私信，脸色急剧变化。10万？你们傲视公会也不过如此吗？我出15万。他颇有些义愤填膺道。傲视云巅昂首，面露轻蔑。哼，这15万对你们来说恐怕不是一笔小数目吧？但是对于我们傲视来说，这15万太少了。30万！他的声音在人群中传开，一众玩家傻眼了。有没有搞错？这神域第一只宠物喊价居然能高到30万，这是真不把钱当钱啊！而且看那卓越度56，稍稍了解一些便知道这宠物并不是很优秀，但是这依旧花30万来买，这财力恐怖如斯。只是让傲视云巅有些没有想到的是，荣耀红叶的脸色却趋向于平静，看他的眼神甚至还有些怜悯，就好像看傻子一般。傲视云巅感觉到了一丝不对，但话已经放出去了。30万的价格逼退了所有的竞争对手。潇湘阁的美女刺客沉默着，兄弟会的肌肉兄贵也静声不语。在他们看来，这30万只为了这一只卓越度56的宠物，多少有些不值得了。几万块还可以尝试一下。傲视云巅嘴角扬起轻笑，刚准备发表一下胜利者的言论，只是他很快又看到了陆远的手中夹着一张如出一辙的封印卡。收到钱后，陆远很快开始出售第2张。好，那现在神域之中第2只宠物卓越度65。傲视云巅嘴角的笑容僵在了脸上。还有第2只？他的声音有些难以置信。和他一般神色的还有潇湘阁兄弟会的2人，他们没有想到这宠物居然不止1只。这2人回过神后，脸上很快露出了笑容。这第1只已经被你们傲视公会所买下，这第2只就交给我们潇湘阁吧。兄弟，看看我们兄弟会，这第2只宠物的价格，2公会仅开出了2万3万的价格。陆远没有多少犹豫，很快将这卓越度65的黄凤蝶封印卡售出。看着陆远掏出的第3张封印卡，傲视云巅的脸色已经彻底的沉了下来。正义狂徒，你耍我们？他看着陆远，声音冷冷。直到现在，看着陆远手中掌握着3只，甚至不止3只宠物，他以30万的高价买下的宠物一下子就贬值了，甚至卓越度还不如第2、第3只宠物。毫无疑问，花了30万买下这神域第1只宠物的傲视云巅成为了冤大头。场上看戏的玩家也有人终于意识到了什么，嗤笑的声音不断传来。怎么有这么多宠物？这第1玩家搞批发的？批不批发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傲视公会好像亏大了。亏什么？笑死！你不会真以为这卓越56的破宠物能够价值30万吧？要不是看在这是神域第1只宠物的份上，哪个冤大头会花30万买这玩意儿啊？现在第2、第3只宠物都出来了，还都比第1只宠物强，而且价格还便宜了10几倍，这傲视公会可不是冤大头吗？
听着周围玩家的议论纷纷，傲视云巅的脸色都要绿了。你有那么多封印的宠物，你怎么不说？陆远沉吟了2秒，你也没问啊。看着陆远还一副无辜的样子，这傲视云巅心中怒气不打一处来。你给我等着！周围的嗤笑入耳，傲视云巅恶狠狠地扫了一圈，带着傲视公会的玩家们愤然离场。一旁的荣耀红叶面色有些忧虑，正义兄弟，你这番可是得罪了傲视公会。陆远看向了背包内的遗物，神色淡然。没事，他会再回来的。啊！荣耀红叶没懂陆远的意思，陆远也懒得解释，一张张的出售着封印卡。荣耀红叶的神色惊叹：正义兄弟，你这究竟是抓了多少宠物啊？也正是陆远的私信，让他放弃了和这傲视云巅的争抢。看着陆远手中卓越度90的黄凤蝶幼崽，他终于忍不住开口了：正义兄弟，这宠物我们荣耀公会愿意花5万 RMB 买下。虽然这宠物已经不是神域第一只宠物，没有了那样的噱头，但是荣耀红叶还是愿意出如此高的价格买下。无他，要不是陆远私信联系他，恐怕那第一只宠物他也绝不会如此轻易的放手。到那时候所要花费的价钱就远不止5万这么简单了。其中利害关键，荣耀红叶又岂会不懂？亏他一开始还误会陆远，但最后发现原来陆远是真的实事求是。联系多个公会也是因为抓的宠物数量太多。想到这里，他的心情有些复杂。只是这复杂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看清陆远又取出的道具后，荣耀红叶的脸色突变。这是第45章隐藏卷轴，公会震惊。这是荣耀红叶见陆远取出的卷轴，脸色突兀变化。卷轴散发着幽幽深邃的紫光，这竟是一件紫金级别的卷轴。紫金级别的道具，那恐怕得击杀领主级 BOSS 才能掉落吧？领主级的 BOSS 啊，那可比首领级的 BOSS 还要更加强大。他们荣耀公会击杀过最强大的野外 BOSS， 也就只有首领级 BOSS。而那首领级 BOSS， 他们荣耀公会也是花费了不小的力气才成功将其击杀。荣耀红叶参与过那场首领级 BOSS 的讨伐，仅仅是首领级 BOSS 就已经给他们荣耀公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死伤玩家的数量上百，至于更高一层的领主级 BOSS， 荣耀红叶还没有在野外见过。但是他清楚的知道，如果要击杀这么一只领主级 BOSS， 那么所要付出的代价只会是更高。就算竭尽全力战胜了，荣耀公会也绝对会损失惨重。眼下看到陆远居然将这紫金级的道具拿出来售卖，荣耀红叶的心中不免惊骇。一般的玩家，这种品质的道具自己留着用都来不及，怎么会拿出来卖？他的声音忍不住泛起波澜。正义兄，你这是准备拿出来卖？陆远有些奇怪地看着他。不然我拿出来做什么？荣耀红叶闻言也是轻咳。确实如此。看着周围人看来的眼神，荣耀红叶努力恢复了平静。怎么说他在外也是代表着荣耀公会的脸面，一惊一乍的像什么样子？荣耀红叶长舒了口气，重新看向了陆远已经摆好在摊位上的卷轴。这时一眼，他的眼中瞳孔收缩，声音难以置信：卧槽，转职卷轴！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紫金级的隐藏职业转职道具，蔷薇剑客，居然有人会拿这玩意出来卖！察觉失声，荣耀红叶捂住了嘴，左右环顾了一下。只是为时已晚，周围的玩家们都已经听到了他的惊呼。人群嗡的一声炸开，不计其数的玩家们拥挤着朝着陆远所在的摊位面前挤去，只为了看一眼这传说之中的隐藏职业转职卷轴。我操，居然是真的！我也看到了，蔷薇剑客转职卷轴，多少钱？我要了，我也要转职隐藏职业。这怕是神域之中第一个出现的隐藏职业吧？天呐！哪怕荣耀公会的玩家们竭力阻止，依旧难挡周围玩家们的热情。好在陆远所在的摊位受到系统的保护，不然这玩家们激动的怕是要把他摊子都给掀了。被人群挤到不知何处的荣耀红叶奋力的探出头，此时的他面色有些慌张。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他很快联系上了自家公会的会长。喂，会长，出大事了！李月城外，在队伍的保护下悠哉练级的荣耀华夏眉头微皱。红叶，这小子怎么今天这么活跃？之前是找自己批条子买宠物，现在又发生什么大事了？有事就说。荣耀华夏等了一会，红叶的回应出现。风落城内有人出隐藏职业转职卷轴。荣耀华夏微微摇头，这红叶真是一惊一乍的，不就是隐藏职业？隐藏职业转职卷轴？荣耀华夏的脸色也急剧变化起来，呼吸变得沉重起来，眼中满是喜色。他当即叫住了队伍：不刷了，不刷了，回城，赶紧去风落城，那可是隐藏职业啊，拥有着比普通职业更高的上限，这转职卷轴非他们荣耀莫属。
风洛城内出了隐藏职业卷轴的消息，很快随风飘到了神域各处。此消息一出，神域各地的工会有些坐不住了。刚离开风洛城不久的傲视云巅正走在杀怪的路上，他的私信风一般的跳动。有些疑惑之际，他点开私信查看，却是傲视公会的会长傲视战魂。傲视云巅心中莫名慌乱，那一只宠物花了公会30万大洋，不会被会长给问责了吧？傲视公会是不缺这30万，但是也绝对无法忍受被当猴耍。前脚刚花30万买了第一只宠物，后脚别人就花了远低于30万的价格买了第二只宠物，甚至这第二只宠物的品质比第一只还要好，这不是冤大头是什么？就连傲视云巅的心里都恼怒不已。这正义狂徒简直是存了心坑他们傲视公会的。马德，有机会一定要弄死他！他们傲视公会的钱是有那么好拿的？傲视云巅心里一阵愤慨，点开私信看到了傲视公会的会长傲视战魂的消息。傲视战魂，你在风洛城？傲视云巅赶紧回道：在，会长有什么吩咐？看到回复的消息，傲视战魂怒火攻心。你在风洛城，你不知道出了转职卷轴？不管你出什么代价，必须给我把这转职卷轴给我拿下。傲视云巅有些傻眼了，什么转职卷轴？他还不清楚这风洛城内究竟发生了什么。看着傲视云巅的反应，傲视战魂深吸了口气，强压心底的怒火，简直是饭桶。人在风洛城内，消息收到的却比他还晚，这要是让其他公会抢先了。傲视战魂重重吐出一口浊气，眼中金光大盛。回城，去风洛城。是。公会成员们齐声响亮回应。这里竟是围聚了上千位玩家。一只数米体型大小的巨牛倒在地上，身上满是伤痕。另一边，皇朝公会的几人也收到了消息，风洛城内出转职卷轴了，好像还是战士的隐藏职业。皇朝战天身为战士，眼神一下子明亮逼人。战士系的隐藏职业，走，回去看看。这要是能让他拿到，并且成功转职的话，这神域之中英才豪杰辈出，为什么他不能成为其中之一呢？不就是钱吗？身为金海赵家的少爷，有什么是他拿不到的？风洛城内，玩家们人头攒动。听说了吗？居然有人公开出售隐藏职业转职卷轴！卧槽，这不自己使用，拿出来卖？谁知道呢？可能缺钱吧。走，去凑个热闹去。玩家们朝着一个方向涌去，这让本想出城的名将小花等人有些愕然。这是怎么了？怎么大家都在朝着那里赶去？听他们说的，有人卖隐藏职业卷轴。花哥，咱们也去看一眼。名将小花犹豫了一下，听说还是个战士系的隐藏职业呢。战士，名将小花有些心动了。就算买不到，能看一下，了解一下，也可以过过眼瘾。刚好可以看看这隐藏职业的强大。想到这里，名将小花挥了挥手，行，我们也去看一看。第46章，喊价100万。风洛城内，一处看起来寻常的摊位前，玩家们却围堵得水泄不通，里3层外3层的围了不知道多少圈。陆远不由得暗自感叹这隐藏职业的诱惑力之大，这吸引来的玩家数量恐怕上万了。原本在一旁摆摊的玩家看到如此多的人流量时，心里还暗自窃喜。哪怕只有1%的玩家路过他的摊位，摊位上装备售出的概率就大大提升了。但是等待了一会，他就有些傻眼了。路过个屁啊！这些暴增的玩家们压根看都不看他们这些摊位一眼，全部挤到了一处摊位前。原本好歹还有些人看一眼他们的摊位，现在是一个都没了。摊主玩家摆了一会，依旧无人问津。内心茫然后，他干脆收起了摊位。我倒要看看他摊位上究竟卖的是啥，这么吸引人。像他这般的摊位玩家不在少数。很快整个街道上就仅剩下路远一处摊位。风洛城的传送阵内还在源源不断的朝外涌出玩家。这些涌出的玩家们大多装备精良，行动整齐划一，顶着的名字彰显出了他们的身份。这些无一不是公会玩家，而且还都是一些比较出名的大公会，傲视、荣耀等等。路远的身旁玩家们趋向于疯狂。我是学生，哥哥这卷轴能不能送我呀？路远沉吟了2秒。你是畜生都不行，我出5万，我爸是李刚，你不卖给我，小心我线下找到你。一边完蛋去，5万想拿下，你爸是天王老子都不行，我出6万。大哥别说二哥，6万你也好意思开口？我出8万。人群之中响起一声嗤笑。皇朝战天努力带着工会成员从中挤出。8万，我出10万。只是刚开价完，皇朝战天就有些察觉到不对了。看一眼摊主，皇朝战天口舌干燥，艰难咽下口水。是你？摊主正是陆远，不久前才将他们皇朝队伍给团灭了一次。怎么会是他？
黄巢战天的心里暗暗叫苦，但是这隐藏职业的卷轴又相当的吸引他。没错，是我。陆远嘴角微微上扬，笑容亲和，目光中却满是冷意。黄巢战天憋了半天，我觉得我们中间应该是有些误会。没办法，这战士系的隐藏职业太香了，转职卷轴静静地躺在摊位上，却让黄巢战天百爪挠心一般。陆远只是微笑，却没有回应。黄巢战天一时间也被他的态度整得有些摸不着头脑。看着陆远的笑脸，他的心中已经濒临爆发边缘。笑你母呢！马德，等老子拿到了这转职卷轴，老子第一个就整死你！只是面上他也只能尴尬的笑笑。黄巢战天从未感觉如此憋屈过。身为金海赵公子，他何时像今天这样过？正恼火之际，又是一声从人群中传来：10万！多少有些看不起这隐藏职业了吧？荣耀华夏踱步从人群之中走出。荣耀华夏身为荣耀公会的会长，刚来到这里就已经被不少玩家认了出来。见到真正重量级的人物出场，周围一些看戏的玩家也自觉地让开了。大部分看热闹的玩家还是有着自知之明的。像这神域之中第一个隐藏职业的转职卷轴，普通玩家根本就没有获得它的可能，这价格也不是普通玩家能够承受得起的。20万，你出多少，我出双倍。这隐藏职业，我们荣耀势在必得。荣耀华夏转过身来扫视一圈，言语中充满了对这转职卷轴必得的自信。看戏的玩家们安静了一些，一些本来想咬着牙报个更高价的玩家们也只得作罢。这荣耀公会势在必得的模样，他们就算咬着牙开价，也必然会落入他们的手中。想想还是算了吧。一些玩家叹息着退出了竞争。哦，巧了，我们傲视对这转职卷轴也是有些心动。玩家们哗然，傲视战魂带着傲视公会的人盛气凌然地走出，一开口，价格就让周围的玩家们瞪大了眼睛。40万，直接在荣耀公会的价格基础上翻了个倍，这不免让身旁的玩家直呼卧槽。一个道具能卖40万，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这玩家岂不是赚死？一下子入账几十万，哎，我什么时候也能爆出这么一个极品道具啊？黄巢战天咬牙切齿，这两个家伙是从哪冒出来的？一下子就将他的10万推到了40万，为了这么一个道具，这么肯砸钱吗？但是看清陆远的神色后，黄巢战天心底郁气上头。50万，我出50万，这一个转职卷轴，我就不信你们能出到100万。他恶狠狠地盯着荣耀华夏，50万已经不是一笔小数目了。他本就不是个能存住钱的主，50万已经是他手头的全部了。再高，他就要开口向家里要了。荣耀华夏看了他一眼，眼中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了，这转职卷轴，他势在必得。傲视公会已经挖去了一位 S 级天赋的玩家，而他们荣耀公会内却依旧没有能够刚顶的顶尖玩家，这是个弊端。荣耀华夏的目光长远，在他看来，这神域必然会对整个世界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如此真实的环境，这神域迟早会成为整个人类的第二世界。在神域之中，尽可能的提升实力，必然会得到更高的回报。傲视战魂率先开口，挑衅地望着荣耀华夏。我觉得无意义的争执只是浪费时间，大家都很忙，倒不如简单一点。这样吧，我们傲视再翻个倍，出80万，你们荣耀出多少？荣耀华夏刚准备开口喊价，一旁的荣耀高层悄悄地拉了他一下。会长，为了这么一个转职卷轴，值得吗？这几十万用来武装公会成员的装备，或者招收新鲜血液，对公会综合实力也是极大的提升。就为了一个不知道强度如何的隐藏职业，花费这么多钱，会不会有点不值？荣耀华夏的眼神微定，思索再三后，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按下了公会高层的手臂。他的声音斩钉截铁：100万，我们荣耀要了。第47章，交易达成，在线首领。100万，我们荣耀要了。荣耀华夏斩钉截铁地说道。周围的玩家们均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居然真有人会为了游戏里的一个道具豪掷千金。一些公会高层的脸色也是突变，那可是100万啊！现如今的市场上，一件蓝装也才几千块，足够买上千件了。这要是买装备的话，足够培养几百个第一梯队的玩家了。难道这荣耀华夏认为这一个隐藏职业能够堪比上百的一队玩家吗？傲视战魂的嘴角则是流露出一丝得逞的笑容。如果没有他喊价，这转职卷轴或许20万就要被荣耀华夏所拿下了。但是他这一开口，直接让荣耀华夏喊价翻了5倍。至于这隐藏职业，傲视战魂的心中有想法，但是不多。80万是他的心理预期，再高，在他的眼中就有些不值了。只要傲视战魂知道，为了拿下那 S 级天赋的狂澜，他们傲视公会已经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花了大几百万。若是再花个100万在这隐藏职业上，
那么对于整个工会来说，弊大于利，终究只是一个隐藏职业罢了。想到这里，傲视战魂心中稍稍放松。只是就算他们傲视拿不到，荣耀也别想轻易拿到。面上他依旧表现得怒气冲冲。100万，哼，给你便是，我倒要看看是你这隐藏职业厉害，还是咱们傲视的狂澜厉害。他带着手下推开人群，愤然离场。傲视战魂的神色变化没有逃过陆远的眼睛，经验老道的他一眼就察觉出了这傲视战魂的心理变化。这傲视战魂心中对这隐藏职业的渴望并不大，究其根本，陆远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想必是工会内已经有了一个 S 级天赋的狂澜，因此不愿再花高价买这一隐藏职业吧。相反，荣耀工会就缺少这么一个堪称标志性的高手玩家。也正是因此，荣耀华夏才会愿意花费100万买下这隐藏职业的转职卷轴。只瞬间，陆远就已经快速将几人的心理活动猜测的8、9不离10。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傲视战魂反而助了他一臂之力，将价格抬高到了陆远的心理预期上。随着傲视战魂的离场，场上形势也十分清晰明了。其余工会沉默寡言，荣耀华夏所开出的100万高价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心理预期。一些工会玩家眼看着没有可能从荣耀工会手中争下这一隐藏职业，也没有丝毫犹豫，扭头离开了这里。也有的玩家脸色兴奋的微红，不断编辑着帖子发到了神域论坛上。毫无疑问，他们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一份隐藏职业的转职卷轴在风洛城内售出了100万的高价。见傲视战魂离开，荣耀华夏的心底也终于松了口气。这100万也是他的心理预期了。再高，为了工会着想，他也只能放弃这隐藏职业了。但好在100万的高价吓退了其余的玩家，他终于成功拿下了这隐藏职业。他的脸上浮现出笑容。拿到这隐藏职业后，他却没有自己很快使用。荣耀红叶还没回过神来，却看见荣耀华夏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身旁。红叶，咱们荣耀工会里实力强的战士不多。荣耀红叶怔怔地看着他，心里生出一丝荒诞的猜想：这转职卷轴不会给自己了吧？下一秒，这猜想成真了。他们傲视有狂澜、斩龙，咱们荣耀也不能落后。红叶，希望你不要辜负我们荣耀。荣耀红叶看着递到面前的转职卷轴，人都傻了。这可是售价100万的转职卷轴啊，就这么给他了？他的心中既激动又迷茫。他的呼吸一滞，小心翼翼地接过转职卷轴，神色肃穆，语气铿锵有力：会长，我一定会努力的。我相信在会长的带领下，我们荣耀工会必然会碾压他们傲视。陆远静静地看着他们，心中暗自点头。这100万的转职卷轴能够被荣耀华夏随意地交给荣耀红叶，这荣耀华夏的魄力是有的。他看人的眼光也是不错，虽然这荣耀红叶实力不足顶尖高手，但是前世一直兢兢业业，是这荣耀工会骨干。此事机缘巧合获得隐藏职业，未必不能跻身于顶尖高手那一列。而且这价值100万的转职卷轴交给这荣耀红叶，未必就没有千金买马骨的意思。既激励了工会内的成员，又给外界发出了一个讯息：加入我们荣耀工会，福利待遇优厚。看着周围不少玩家心动的眼神，陆远不免感叹：这荣耀工会确实是有点东西的，否则也不会在前世做到1线大工会。收回视线，陆远不断盘点着这次的收获，简直用豪华来形容。从傲视工会那里赚得的30万，再加上荣耀工会这里的100万，以及前面零零总总的几万块，陆远现在身上有着将近140 WRMB， 这不是一笔小钱。而在开服仅仅3天左右的时间内，陆远就已经赚到了这么多，还不用1星期的时间。添加了这荣耀华夏的好友，陆远很快收到了100万的转账，账户上已经有了近140万。如此恐怖的吸金能力，拿到钱，陆远刚准备下线，另一边收到了消息的荣耀华夏神色惊诧：你确定吗？行，我马上派人赶过去。荣耀华夏叫住了附近的荣耀工会成员，视线落在陆远身上时，他眼神波动了一下，随后他主动开口邀请：小兄弟，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和我们一同讨伐首领级 BOSS？ 陆远刚准备下线的动作停下。首领级 BOSS？ 他看向荣耀华夏，眼神微亮。他前不久才杀过一只虎纹凤蝶首领，来了一次豪华大爆。首领 BOSS 预示着高额的经验以及稀有品质的装备。陆远唯一郁闷的点就是，这些首领级 BOSS 刷新的概率很低，往往需要杀上千的怪物才会刷出一只。而荣耀华夏的邀请自然让他有些心动，他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下来。等赶到那里，看清首领级 BOSS 后，陆远的眼中光亮更甚。第48章变异鼠王，火球秒杀。陆远摆摊，将宠物以及转职卷轴统统卖了出去，零零总总赚到了140余万。临近下线之际，他却又被荣耀华夏所提出的首领怪所吸引了注意。
他很快随着荣耀公会出发，目的地是一处矿洞，已经有很多玩家准备在了矿洞外，头上的名字均顶着荣耀前缀。等了一会的荣耀赤莲迎了上来。会长，荣耀华夏随口问道，尝试攻略了吗？战况如何？荣耀赤莲点了点头，面色有些犹豫。我们派了机队去尝试，这矿洞内太过狭窄，我们公会的人没有办法全部进入里面，里面最多也就只能容纳几百人。我们前面尝试攻略过一次，只是结果惨不忍睹。荣耀赤莲叹了口气，随后看向了荣耀华夏身旁的陆远。他迟疑着，会长，这位是……陆远亮出了名字。荣耀赤莲的眼睛睁大，吃了一惊。你是正义狂徒？你怎么会？这还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陆远，毕竟前面发出的好友申请都石沉了大海。看着陆远出现在他们荣耀的队伍之中，荣耀赤莲很快意识到了什么。难不成他也加入了荣耀公会？荣耀华夏出声解释，不要讲多，小兄弟此次前来是受我所邀，为的是一起讨伐这次发现的首领级 BOSS。 当然了，我也决定了，此次首领级 BOSS 若是能够讨伐成功，其中掉落的法系装备任由小兄弟挑选。荣耀赤莲点着头，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听完后的眉头都皱紧了。会长，这首领级 BOSS 要对付并不轻松啊。初次尝试，我们几百个弟兄们都死了一次，才勉强打落了这 BOSS 10%的生命值。要是将其击杀，还不知道要耗费多少力气，到时候爆出的装备，我们……若不是说这话的人不是荣耀华夏，而是自己的好友红叶的话，荣耀赤莲都想掀开他的脑子，看看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了。公会内的法师本就稀缺高级装备，好不容易撞到一次首领级 BOSS， 万一好不容易击杀这首领级 BOSS， 运气爆棚出了件紫金装备，不给自家的一线法师，给外人，这怎么可以？陆远淡然道，放心好了，有我在，首领级的 BOSS 不难对付。荣耀赤莲愣神，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首领级的 BOSS 还不难对付？你以为你是谁？他们荣耀公会付出了几百位成员死亡的代价，仅仅对这首领级 BOSS 造成了10%的生命值，这还不难对付？荣耀赤莲看着陆远的眼神都变了。一开始未见面的时候，他对陆远的印象还是十分不错的，在他的想象之中，这位第一玩家想来应该是个十分高冷的强大玩家。只是在接触后，他发现和他想象的不同。什么高冷？他只觉得傲慢，这让他心里产生了一些不适。他拧着眉头，心中暗道：你当然不觉得难对付了，因为出力的又不是你。讨伐首领 BOSS 还不是他们这些荣耀公会的玩家们出力。对方身上那股由内而外散发出的高傲，让他甚至感觉到一丝反感。陆远眨了眨眼睛，再三回忆，也没有在回忆之中翻出这荣耀赤莲的身影。两人这一世应该是没有交集的，但是对方此时的身上却散发出一股敌意，被陆远敏锐地察觉到了。陆远有些摸不清头脑，耸了耸肩，陆远很快将之无视。荣耀华夏在前倒是没有察觉出这股异样，跟着其余的荣耀公会玩家进入矿洞。一行人很快进入了漆黑的矿洞内，矿洞内阴暗，一股冷意在众人周围升起。好在不少荣耀公会的成员已经来过一次，有所准备，从背包内取出了照明的火把，火把掩映，绵延向了深处。黑暗之中，仿佛有世人凶兽一般。陆远跟随着荣耀公会成员的队伍，眼眸平静如水。矿洞内的怪物暴露出了模样，那是一只矿工模样的干尸。矿工僵尸，等级22，攻击295至315，防御500，生命值12500，12500，技能杂技遁地。评价：小心脚下。荣耀公会的成员们有些见怪不怪，这些怪物虽长得狰狞可怕，但是当他们露出血条的时候，杀！荣耀公会的成员何止数百，一窝蜂的攻击很快将矿工僵尸们秒杀，根本就没有给他们遁地偷袭的时间。推进的速度很快，众人随着甬道很快来到了一处坑洞内。进入后，陆远发现里面的空间很大，像个小操场一般，很难想象在这矿洞深处还隐藏着如此这般的场景。火把的亮光照耀着，一团巨大的黑影盘踞着，那是一只体型4-5米长的巨大老鼠，浑身上下长满了粗长的刺毛，身躯随着呼吸浮动。压迫性的体型让周围的玩家们下意识地屏住呼吸，生怕惊醒了这巨大老鼠。它的属性映入周围玩家的眼中。变异鼠王，首领级 BOSS， 等级25，攻击750至800，防御800，生命值1000000，1000000，技能鼠疫传播，绝地爪击。评价：我来传播死亡。荣耀赤莲警惕地看着被众人包围在其中的变异鼠王，没有人敢轻举妄动。变异鼠王的面板属性摆在那里，700-800的攻击，800的防御，以及整整10万的生命值。
高达800的防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域之中绝大部分的玩家甚至都无法破防。不破防，对这边异鼠王造成的输出就只有可怜的一点强制伤害。要想将这10万生命值的变异鼠王解决，绝对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些对寻常玩家来说近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路远的面前或许并不难。一个火球径直飞向了变异鼠王的头颅。荣耀赤莲刚和几位成员商量了一下战术，就看到了这颗朝着 BOSS 飞去的火球。心肺骤停！谁丢的火球啊？我问，谁他妈乱丢的火球啊？他几乎要跳了起来，满脸怒气冲冲。随意的开 BOSS 只会将队伍带入团灭。130680秒杀！变异鼠王在沉睡中被秒，一个高达13万的血色伤害数字跳出。路远弱弱的举起手，我丢的。第49章随意秒杀，荣耀震惊。荣耀公会的成员们发现了首领级 BOSS， 受荣耀华夏的邀请，路远很快随行来到了一处矿洞。矿洞深处，众人发现了一只体型4-5米大小的巨大老鼠，赫然就是荣耀公会成员们所发现的首领级 BOSS 变异鼠王。就在荣耀赤莲等人商量着战术阴策的时候，一个火球飘飘忽忽的飞出，精准无误的命中了变异鼠王的身躯。荣耀赤莲脸色惊怒，他们战术都没有商量好，怎么就有人擅自发起了攻击？不知道这随意的一个举动很有可能给整个队伍带来巨大的损害吗？甚至团灭都不是没有可能。看清是放火球的是路远，他的怒火更是难以克制。若不是路远是荣耀华夏亲自带来的，他早就已经毫不客气的开口骂了。他刚准备呵斥一句，却听闻周围玩家们的哗声。坏了，惊扰了 BOSS。 荣耀赤莲心中一紧，没有功夫去呵斥路远，连忙看向了先前变异鼠王所待的位置。只是这一回头，他看到了令他毕生难忘的一幕：满血的变异鼠王被这一个火球给直接秒杀，长长的血条瞬间清空，变异鼠王的身躯停止了颤动。变异鼠王死了！荣耀赤莲的脑袋嗡嗡，发生了什么？这变异鼠王怎么就死了？被他一个火球给秒了？荣耀赤莲的脑海中一片空白，一个个的疑惑跳出。蓦然解答他的疑惑，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的盯着路远，那表情跟见了鬼一样。随着变异鼠王的死亡，大量的经验涌入了路远的体内，一股白光降临在了路远的身上，独自占据了这首领级 BOSS 的全部经验。巨额的经验使得路远直接提升了1级。24级，路远身旁的荣耀华夏惊愕地话都说不出来了。你，路远看着自己造成的伤害也有些诧异，他的伤害并没有那么高，如今能够一个火球造成这10多万的伤害，想来也是触发了暴击。护腕和神赐之戒给路远带来的暴击率仅有 3%， 但是一旦触发暴击，造成的伤害足够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要害加暴击加火球数的高额被伤，种种因素相加，方能对这边异鼠王造成如此高额的伤害。1击秒杀。随着这边异鼠王的死亡，路远的眼前也跳出了系统的提示声：恭喜你解锁成就，一招制敌。这成就还是个金色的。路远心念微动，刚准备查看时，却感受到了周围诡异的氛围。他扫视了一圈，看到了周围荣耀公会成员们的神色，状若痴呆，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窸窸窣窣的讨论声响起：卧槽，你看到了吗？一个火球13万，我肯定是看错了，怎么可能呢？放屁的看错了，就是一个火球10几万，连变异鼠王都被秒杀了。我的天，这是什么伤害？荣耀赤莲看了看路远，又看了看变异鼠王的尸体，大脑飞速运转了几秒，他才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只是他的脸色已经惊骇的说不出话来。怎么有玩家能够一个技能造成10多万的输出，将 BOSS 给秒掉啊？这边异鼠王的强大还历历在目，他亲自带队，带着数百位荣耀公会的玩家鏖战了10几分钟，全部团灭，也才仅仅对这边异鼠王造成了 10% 生命值的伤害。但就是如此强大的变异鼠王，被这轻飘飘一个火球给秒了。眼前的场景如梦似幻，他不由得用力的捏了自己大腿一把。他的痛觉不高，只有 50%， 仿佛针扎般的痛觉告诉他，这是真的。如此强大的鼠王，就是被人给随意秒杀了。10多万的伤害，他的法术攻击应该高到何种程度？正常玩家怎么会拥有如此高的法术攻击？不可能。但是事实赤裸裸的摆在面前，不容他质疑。在最初的震惊后，场上的荣耀公会成员们欢呼起来。首领级 BOSS 讨伐成功。荣耀赤莲看向路远的眼神复杂，先前的交谈符现在脑海之中。青年淡然地说，这边异鼠王不难对付。那时的他并不相信，甚至心底还十分不屑，只以为是说大话。但是亲眼目睹后，荣耀赤莲沉默了。
那个青年原来说的是真的，他还准备呵斥陆远的擅自攻击，但是现在，陆远身旁的荣耀华夏终于回过神来了，一把握住了陆远的手，满眼激动。小兄弟，不，正义兄，这样的火球你还能放几个？请务必加入我们荣耀公会，我们荣耀公会愿意开出一切价格，只要您愿意加入我们荣耀公会。法使团团长、副会长，只要你吭声，我这会长之位也可以让给你。只要您能加入我们荣耀，让我们荣耀在神域之中创造辉煌。荣耀华夏已经是30-40岁的模样，此时激动的模样让陆远有些承受不住，轻轻挣脱开荣耀华夏的手，陆远说道：抱歉，我目前对公会没有什么想法，不管是加入公会还是成为荣耀的会长。看着荣耀华夏激动的神色，陆远能够理解一些。在他前世的漫长生涯中，也曾见过许多人愿意为了某种事业奉献出自己的全部。毫无疑问，荣耀华夏正是这样的一员。但是陆远不同，背负着整个蓝星的血海深仇，他和神域的其他玩家们有着本质的不一样。其他玩家们玩神域或许是为了娱乐、赚钱等等，而陆远的念头十分简单，为了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活下去，为了能够带着整个蓝星脱离星系战争的残酷烈狱。他仅有自己，孤身一人，没有人会相信他。他要是坦白外星人要攻打蓝星了，在神域里提升实力可以反馈现实，所以大家要团结统一，一起迎战外星人吧，别人只会当他神经病。陆远也懒得浪费口舌，他不需要别人相信，他只需要将自身的实力强大到可以应对一切即可。或许以后加入公会可以更快的提升实力，但是目前为止，陆远觉得还是独自一人实力提升的更快。看着荣耀华夏提出如此优越的条件，甚至愿意将公会长之位拱手让人，荣耀赤莲面色焦急，正准备挽留时，他听到了陆远毫不留情的拒绝，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第50章紫金匕首。陆远一个火球秒杀了首领级 BOSS 变异鼠王，周围的荣耀公会玩家们齐齐呆住。反应过来的荣耀华夏激动地拉着陆远，但哪怕开出了再高的价格，换来的也只有陆远漠然的拒绝，甚至连犹豫都没有犹豫一下。眼看着荣耀华夏还准备说些什么，陆远出声打断：荣耀会长，还是先看一下 BOSS 的掉落吧，别忘了我们前面的约定。荣耀华夏如梦初醒，怔怔地看着陆远。几人上前翻开变异鼠王的尸体，绚丽的紫光映入眼帘。出紫了，一绿三蓝一紫，豪华大爆。陆远上前挑选，装备虽然不少，但是适合陆远的法系装备却少得可怜，仅仅只有一件蓝色的法系腰带，毒液鼠王腰带，品质蓝色，等级需求25级，智力加10，体质加10，法术攻击加50，毒系伤害正8%，抗毒减免25%，承受毒系伤害，附带技能毒液喷射2级，评价剧毒之物，属性还是相当不错的。和陆远身上的白板腰带比，属性是要极品多了，但是看了一眼爆出的紫晶器，陆远有些啧舌，差距不是1点2点。毒液鼠王匕首，品质紫金，等级需求25级，力量加25，敏捷加15，物理攻击加175，毒系伤害正10%，剧毒，攻击附带1层毒液效果，每层每秒掉落生命值时上限5层，附带技能毒液爆发3级，评价见血封喉。这紫金匕首的伤害极高，比陆远手中的紫金法杖都要高出大截，不愧是25级的紫金器匕首，还是刺客的武器。可以想象，当刺客握上这把武器后，带给敌人的威胁有多大。如果刺客身上其他装备也十分优秀，那么秒杀同级的法师简直不要太轻松。看着这把匕首，陆远莫名的感觉到了一丝威胁。他收起蓝色腰带，和荣耀华夏示意了一下，一开始就已经说得十分明确了，陆远只需要法系的装备。这首领 BOSS 毕竟是荣耀公会的人所发现的，被陆远给秒杀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独占了这首领级 BOSS 全部经验的陆远，若是再将爆出装备全部拿了，几乎和抢了这荣耀公会的 BOSS 没有区别了。荣耀华夏也很快看到了这紫金匕首的属性，眼中惊诧，这就是25级的紫金器吗？属性居然会如此强大。一旁吞咽口水的声音响起，却是荣耀公会的首席刺客荣耀偷心。荣耀偷心看着这紫金器匕首的眼睛都要绿了，这紫金器匕首的属性几乎逆天，比起他手中20级的蓝色匕首要强大不知道多少倍。如果能够装备上这把紫金器匕首的话，他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目光希冀地看着荣耀华夏，荣耀华夏的心中犹豫了会，拿起了紫金器匕首。正义兄，这变异鼠王的装备我本该一分不少全部让给你的，毕竟你一个人发力就已经将这变异鼠王给击杀了。
荣耀偷心的心底一股不妙预感升起，会长老大不会将这把紫金匕首送给陆远了吧？这可是神域之中第一把紫金级的匕首啊！不留着给自家公会里的成员，拱手让给别人。但仔细想想，荣耀华夏说的也没错，这变异鼠王的击杀完全是陆远一人击杀的，装备给他合情合理。只是荣耀偷心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陆远看着紫金匕首，刚准备拒绝，但这荣耀华夏话锋一转，但是奈何这把紫金匕首对我们公会的成员来说同样十分重要，因此我想着愿意花2万的价格向你买下这把紫金匕首。荣耀华夏直视着陆远，眼中真诚。陆远轻叹了口气，荣耀会长，我们一开始就约定好了的，除了这法系装备外，我一概不要。这 BOSS 爆出的其他装备，包括紫金匕首，都属于你们。荣耀华夏摇摇头，要得，要想击杀这首领 BOSS， 我们荣耀还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怎么能白嫖这紫金匕首呢？双方在这推辞，一旁的荣耀偷心撇嘴，你们都不要？好啊，给我呀！他羡慕的眼巴巴。推辞了半天，还是荣耀华夏拍板，1万，不能再少了。陆远也只能应下。荣耀华夏这才安心收下匕首，来到荣耀偷心的面前，他递过匕首。偷心啊，这估计是神域之中第一把紫金匕首，你以后可得加油，莫要辜负了这紫金匕首。荣耀偷心在一众荣耀公会成员们羡慕的眼神之中接过匕首，拍着胸脯表示，会长您放心，我绝对不辱没了这把紫金匕首，我一定会尽快升到25级，赶紧装备上这匕首。荣耀华夏拍着他的肩膀哈哈大笑，好。他转而看向了周围的公会成员们，大家也别懈怠，只要肯努力，大家都有机会获得高级装备。公会成员们大声回应。荣耀华夏有些歉意地看着陆远。临近离开，荣耀华夏依旧不忘初心，正义兄，如果有加入公会的想法，一定要考虑我们荣耀公会，任何条件只要你开，我们尽全力满足。陆远点点头，想了想，他又道，如果你们荣耀公会还有难解决的 BOSS 可以找我。荣耀华夏也是见识过陆远的伤害的，夸张的不似常人。如果再遇到我们荣耀无法解决的 BOSS， 我会私信正义兄的。对了，方便问一下，您的天赋是？陆远没有回应，荣耀华夏自觉失礼，连忙岔开了话题。送走了陆远后，荣耀华夏心中不免惋惜，他有十足的把握，陆远的天赋绝对惊人，极有可能是千万人中少有的 S 级天赋者，甚至还有可能，如果这样天赋的玩家能够加入荣耀公会，那该多好。奥石花重金招收了 S 级天赋玩家狂澜，其他公会也在不断挖寻着高天赋的玩家，不同天赋之间的差距巨大。而他们荣耀公会虽看起来能与奥氏分庭抗争，但是荣耀华夏知道这一切都是表象，他们缺少真正顶级的玩家。耗资100万拍下隐藏职业转职卷轴，希望这样的决策能让荣耀公会蒸蒸日上吧。陆远离开矿洞，寻了一处安全区，很快下线，手中100万资金，他有着极为重要的事情要去做。第51章，迎着星辰，拐妹妹。陆远很快下线了，他有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几个小时的车程，跨越了数百公里，陆远站在了农村一处模样普通的双层小洋楼门前，他的眼眸中闪烁着回忆，心脏砰砰直跳。陆远小心翼翼地敲响了房门，开门的是个美妇人，透过防盗门，脸上疲倦难言。你是？目色眼硬，他一时间没有认出陆远。陆远无奈一笑，小姨，是我。洛宁云仔仔细细地辨认着，终于认出了陆远。他连忙打开了防盗门，招呼着陆远进来坐下。小远，你怎么在这里？你怎么招呼都不打就回来了？也不和小姨说一声，小姨好去接你。他像是打开了话匣子，喋喋不休地说着。陆远静静地听着，眼眸中温情闪过。小姨待他们是极好的，只是这不是叙旧的时候。小姨，小雪呢？洛宁云愣了一下，仔仔细细地看着陆远。他感觉到了面前人的变化，说不出的变化，仿佛洗尽了青涩，变得沉稳内敛，带着一丝木气。在江城应该是累了吧？他将陆远揽入怀中，柔声安慰着。怀里的陆远有些无奈，比起他努力撑起整个家的小姨应该更累一些。再说了，他也老大不小了，安慰也不是这么个安慰法。厨房内叼着一块西瓜走出的陆雪怔怔地望着眼前的场景。哥，陆远挣扎着脱离小姨的怀抱，脸色有些发糗。他堂堂至尊，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看着陆雪，他神色认真了些许，犹豫了一下，他还是拉着陆雪上了2楼。小姨，我找小雪有点事。进入了陆雪的房间，房间内粉红一片，很少女心。陆雪慌不择路地收拾屋内杂物，忍不住娇声埋怨陆远。
虽然他也很惊喜哥哥的回家，但是哪有这么闯入女孩子的房间呢？不知道女孩子的房间有很多的小秘密吗？陆远对这些不在意，拉着陆雪的手，强行让她坐下。听我说。陆雪坐姿僵硬，一点点地软乎下来。她少见陆远如此严肃的模样，只能板着小脸，同样严肃以待。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陆远沉重地开口，预计还有1年不到的时间，空间裂缝会打开，陆续有魔物。陆雪举起小手提问，空间裂缝是什么？魔物又是什么？陆远认真解释，空间裂缝是纳努克星系之主绝灭大帝。噗嗤！陆雪捂住嘴，身躯颤抖。哥，你在说什么啊？什么空间？他话还没有说完，整个小嘴就已经张大了。他震惊地看着陆远指尖的火苗，这是什么新奇的魔术吗？别开玩笑了。陆远摊开手掌，火苗逐渐膨胀成火球，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陆雪 ，Sigma， 这，你，他惊讶地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的，语无伦次。在今天，10几年的三观轰然崩塌。妖兽了！我家哥哥会放火！在短暂的惊讶后，他的眼中便只剩下了崇拜。哥，你是咋做到的？陆远，说来话长，接下来我的话仔细听好。两人坐在席子上，陆远语气平缓，一点点描述着昔日的场景。空间裂缝打开，魔物入侵人间，游戏降临现实，力挽狂澜救世，横跨星系灭敌，迎战最终大帝。这一切如梦幻般，让陆雪难以相信。若不是陆远手中升起的火球，他恐怕会觉得哥哥疯了。但是现在看起来是世界疯了。讲完后，陆远安静地看着陆雪，这个他唯一的妹妹。陆雪犹豫着问道：“那你最后赢了吗？”陆远摇了摇头，氛围一时间压抑的可怕。陆雪曾想象过两人的相遇，但是绝对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展开。他似乎想到了什么，陆远的故事之中并没有他的结局。那我呢？陆远的眼神有些复杂，他甚至没有扛到空间裂缝的打开。你生病了，很严重的病。陆雪看着陆远，突然有些意识到了哥哥来找自己的原因。他的脸色白了一下，勉强笑着：“很快会死吗？”陆远摇了摇头：“我来了，你不会死的，你们都不会死，所有人，包括你。”陆雪呆呆地看着面前的哥哥，眼前的哥哥是何等的气势凛然。他用力的点头。陆远拉着他下了楼：“小姨，我带陆雪回江城了。”洗着水果的洛宁云都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啊！还没等他说什么，陆雪就掐了下哥哥的手，挡在前面。小姨，我哥说提前带我去大学那熟悉下环境，这个借口显然合理多了，但是洛宁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你们这都快晚上了，要不明天吧，小姨送你们上车。陆雪声音有些埋怨，我哥他都订好票了，退了要亏好多呢。小姨，我哥超强，不用担心的啦。洛宁云的语气这才有些松动下来。晚上注意安全哈。陆雪拉着陆远很快离开了家。目送着两人离开，洛宁云的心底有些担忧。另一边，陆远随手打车，带着陆雪赶往车站。疾驰的列车在漫天的星辰下驶向江城。陆雪戳着手机，不断和小姨报平安，转头便看到了凝视着星空的陆远。陆雪轻哼起来：“哥，你不觉得将一个17、18岁的无知少女拐到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听起来很变态吗？”陆远瞟了他一眼，这家伙在说些什么胡话？他的声音很快吸引了领座人的注意，时不时对着陆远这里指指点点。打闹累了，他靠在陆远的肩上，同样默默地注视着广袤星空，喃喃低语：“哥，你不会是骗我的吧？什么空间裂缝，什么魔物入侵，什么世界毁灭，都是为了把你最可爱的妹妹骗出来玩的话吧？”陆远翻了个白眼。前世他没有机会和妹妹多说话，或许是距离产生美吧。如今接触在身边，陆远发现这小家伙是真闹腾。看着陆雪沉沉睡去的恬静面容，陆远轻叹了口气，望着车窗，他在心里默念：“打开面板。”下一秒，车窗玻璃上一个小小的面板出现在了那里。第52章未检查出的病症。前往江城的列车安静无声，现已入夜，车内本就不多的乘客们昏昏欲睡。陆远则是看着车窗玻璃上仅有他能看清的面板，面板与神域内的游戏面板一模一样，不禁让人有些怀疑自己究竟是否还在神域内。但是陆远能够清晰地知道，自己是在现实之中，这面板也是神域逐渐融入现实的体现。这面板的出现，对于陆远来说有些为时尚早。前世似乎是过了半年左右，才陆续有玩家们发现，居然能在神域外召唤出面板。只是要想通过面板取出神域内的道具，依旧是十分困难。后来经过玩家们的不断测试，发现到达100级之后，居然能够将装备等道具也可以带入现实之中。直到那时，玩家们才彻底沸腾起来，各国之间也相继下场。
举全国之力，努力试着将神域内的一切都搬运到现实之中来。魔法、战绩等等，无一不是轰动整个世界的发现。当时的人们还以为这是众神的赏赐，殊不知这是众神的怜悯。随着空间裂缝的打开，缺乏顶级战力的小国家干脆利落地被魔物们灭国。哪怕是动用核武器，在面对着更高文明力量时，也显得十分无力。好在人们发现，从神域之中学来的魔法以及战绩，正是对付这些魔物们最好的克星。整个世界的巨变只在短短的3年内，魔法、科技、武技3种特殊的力量得到了爆发式的发展，而这的起源正是神域。无人察觉的地方，路远一指点出，冰柱一点点生成，很快化作了一根尖锐的冰锥。随着路远的心念一动，冰锥融化，化作了一团包围在空中的流淌的液体。液体升温，化作流动的白色蒸汽。再一瞬，蒸汽化作刀刃模样，狠狠地朝着前方的座椅划去。等落在了座椅上时，这蒸汽又瞬间消散无踪。已经被路远停止了灌输魔力，魔法自然也就消散了。路远所做出的操作，哪怕是放在前世魔法大盛的时期，也鲜有人能够完成这如此精妙的元素转化。而此时的路远仅仅只是个一转的初级法师，虽然魔力不复先前的1000万分之一，但是对魔力的把控，路远却是丝毫不逊于巅峰时期。路远精通几乎全系魔法，但是唯一疲软的方向便是光系、治愈系魔法。哪怕路远现在堪称是行走的法师之神，但也依旧拿陆雪身上的病没有多少办法，也只能暂且先用现在最顶尖的医疗延续着，等到神域彻底融入现实后，通过记忆之中的神话级药剂来完全治愈陆雪的身躯。黎明破晓时分，列车已经抵达了江城。半睡半醒的陆雪被路远扛下了列车，路远打车上了江城市立医院。检查了一番，医生吐出的话语让路远错愕：病人身体没大碍，平日多注意休息就好了。听到医生的话，路远如遭雷击，睁大眼睛。这怎么可能？前世他亲眼所见，妹妹的身躯每况日下，脸色苍白，身形消瘦，怎么会没有问题？医生，你检查清楚，检查仔细。陆雪揉着眼睛，气呼呼地看着路远。现在的他已经彻底清醒了。路远带着他来到了几百公里外的江城，说他病得要死了。但是现在医生的话很清楚，他根本就没有病。他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昨晚的一切是否都是哥哥为了将自己骗到这江城来的所做的准备。不管是那突然升起的火球，还是那个光怪陆离的故事，这些都不真实，或许本就是虚假的。陆雪有些生气了，哄不好的那种。他倒不是生气被陆远带到这座陌生的城市，他是生气陆远居然骗他。陆远目光凝视着医生，脑海中思索着原因。为何会检查不出这病症？前世的医院分明能够检查出这病症，为何这一世检查不出来？他提前带着妹妹来了，也准备好了足够的钱，为何会检查不出病症？难不成是时间？一定要等到1个星期后，病症才会出现？怎么会如此？陆远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此奇怪的病症，或许是医院问题。陆远抓起陆雪，快速地离开江城市立医院。或许是医院的问题，江城的隔壁就是魔都，那里的医院规模更大，肯定能够检查出原因的。陆雪蹙着眉头，哥哥的力气很大，握着他的手生疼，步伐很大，他需要小跑才能跟上陆远。魔都第3人民医院，全身检测后得出了同样的答复。陆远懵了，第一次他感觉到了事情脱离了自己的掌控。医生，请你仔细检查检查，我妹妹她一定有病。女医生翻了个白眼，我看你像是有病，要不你自己检查一下。陆远皱眉。女医生离开病房，嘴里还念叨着，真没见过这样的哥哥，没病硬说有病，真是。病房内，陆远的脑海中思维有些紊乱，一个个的猜想念头在他脑海中如流星般一闪而过。陆雪此时也伸出了小手，担心地扶着哥哥的额头。哥，你没事吧？要不然咱回家吧。陆远的眼中有些茫然，他此时的情绪有些古怪，他居然在希望从妹妹身上检测出病症，没有病症不是应该更好吗？为什么他却有些慌乱？冰冷的手换回了他的理智。冷静，冷静。几个呼吸后，陆远恢复了平静。他昂起头，那个掌控一切的法神重新出现在他的身上，带着陆雪离开医院。途经商场，陆远带着妹妹逛了一圈，大包小包的购物总算是让绷着脸的妹妹重新绽放出了温暖笑容。在看到了陆远上百万的存款时，陆雪更是吓了一大跳。哥，怎么这么多钱？陆远瞥了他一眼。你忘了我会魔法吗？陆雪艰难地咽下口水。抢银行？哥，不行啊，那是犯法的。陆远没好气地敲了他小脑袋一下。有魔法就必须抢银行？自己这小身板能不能抗住一枪都是问题。回到出租屋后，陆雪还有些没有反应过来，她都有些分不清到底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了。可我分不清啊，真的分不清。第53章，重新上线神域。出租屋内有些昏暗，陆远坐在椅子上，紧锁眉头，不断思索着原因。辗转奔波了将近1天，在几个城市内往返，他甚至都没有时间进入神域。妹妹的特殊状况让他有些疑惑，一切都正在按照着他的预料所进行，唯独他陆雪。陆雪本来咋咋呼呼的嚷着分不清，直到陆远略显不耐烦的随手将桌上的书本烧成了灰烬后，他终于老实了下来。陆远会魔法是真，所说一切都是真的，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似乎没什么事。陆远此时已经恢复了昔日的冷静，他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是妹妹没有事，那自然是最好。再联想到前世今生2次不同的天赋，陆远的心中也有了猜想。命运并非是一成不变，或许这正预示着这一世陆远有重新挽回一切的可能。看着一旁的妹妹，陆远的心中一动，这几日你就先待在我这里吧。前世妹妹的症状是1周的时候小姨发现的，保险起见，陆远还是打算再继续观察一下，确保无事发生，再让妹妹回去。看了眼陆远的出租屋，娱乐设施寥寥无几，陆雪撇了撇嘴。陆远打了个电话，很快订购了2台游戏舱，1台10万，半个小时不到就成功安装完毕，效率很快，毕竟花了不少钱。负责安装的工作人员看了眼出租屋都有些傻眼了。寻常安装这些游戏舱的都是些豪宅别墅，他们也是第一次见一个破出租屋装2台游戏舱的，腾出了不少空间才终于安装完成。离开的时候，工作人员看到了青色精致的陆雪，心中了然，或许有钱人的想法就是不太一样。金屋藏娇啊！一旁的陆雪小心翼翼地擦着游戏舱，满脸惊诧，这不是价值10万的豪华游戏舱吗？他虽然没有玩过神域，但是铺天盖地的宣传下，他想不知道神域都困难。但进入神域，最普通的游戏头盔都要3000块，他当然是不会和小姨去开这个口的。只是他没有想到，陆远随便打个电话就订了2台豪华游戏舱，这一下可就是20万啊！陆雪轻抚着游戏舱，莫名有些心疼。能够玩神域就好，不一定要这么好的设备啊，哪怕再有钱也不能这么浪费吧。陆远的态度则是有些无所谓，赚了钱就是拿来花的，花在家人身上多少陆远都能接受。至于小姨，陆远打算再等些时日，多赚一些了，直接在江城买栋房子，将小姨也一同接来，身上留有100万，预防妹妹的突发病症即可。陆远看着妹妹躺进了游戏舱内，才安心的回到了自己的游戏舱内。进入游戏舱，扫描虹膜等身份验证后，陆远很快重新登入了神域。使用高级的游戏舱带来的感受还是不太一样，更真实一些，行动也更为精准。风落城内一处角落，白光闪烁，陆远出现在其中。刚上线，陆远就收到了信息轰炸，积攒了许久的系统通告叭叭叭的在耳边响起。恭喜龙区玩家，恭喜鹰区玩家，恭喜熊区玩家。陆远皱着眉头，快速的浏览系统通告，大多是一些玩家通关副本的通告。陆远很快留意到其中的关键信息，当前已有2000,0000人完成1转，竞技场功能现已在各主城内开放，竞技场内奖励豪华，望各位玩家踊跃参与。竞技场亦如陆远记忆之中那般，在玩家们完成1转后不久开放。随着竞技场的开放，排行榜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仅只有等级榜、装备榜、宠物榜、职业榜、实力榜也相继推出。陆远扫了一眼等级榜，第一，狂澜26级 13% 初级战士；第二，君莫笑25级 91.5% 初级战士；第三，荣耀红叶25级 80% 蔷薇剑客；第四，傲视斩龙25级 76.4% 初级战士；第五5088正义狂徒24级 0.9% 初级法师。接近1天的时间没有上线，他的等级已经从遥遥领先的第一掉到了5000多名外，玩家们的竞争之间十分激烈。扫了一眼神域论坛，消失不见的正义狂徒也引发了不少玩家们的议论。消失的他，论曾经的第一玩家，正义狂徒的落幕，豪掷100万，荣耀工会的阔气，正义狂徒1天吸金100万，第2天彻夜未上线，这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请看。一开始的帖子还十分正经，到了后面，陆远的眼神都不由得微眯了起来。数以亿计的玩家，其中真的有不少是闲得蛋疼的，这谣言居然都传到他 PC 被捕15天，还言之凿凿的。陆远不免有些无语。看了眼私信，一些熟悉的玩家纷纷发来了关切的询问。荣耀华夏这老哥还是没有忘记招揽陆远，显然已经是将陆远惦记在了心里。就连几次交易的茉莉也是有些诧异的询问他怎么不上线。这么长一段时间的离线，足以让一些本就强力的玩家超过他。
但是对于陆远来说，要想重新夺回第一的宝座，并不算什么难事。陆远很快出城，前往了幽暗森林。幽暗森林内怪物的等级20级至40级。陆远一边练级，一边探查森林，探索度不断增加。一处山脚，荣耀公会的成员们抱团练级着，成群的史莱姆们被吸引到了一起。荣耀红叶伺机爆发全力，一道道剑光斩出，编织成了6芒星阵，一朵虚幻蔷薇闪烁。刷刷的几次攻击，成群的史莱姆们纷纷遭到了高额的伤害打击。本就半血不到的史莱姆们纷纷倒下，化作经验流入荣耀队伍几人的体内。看着动作潇洒、剑招帅气的荣耀红叶，队伍里的几人眼中闪过一丝羡慕之色。红叶老大真厉害，这就是隐藏职业蔷薇剑客的强大吗？乖乖，红叶老大恐怕已经是咱们荣耀公会的战士第一人了吧？自信一点，整个神域战士第一人。荣耀红叶挽剑收鞘，面上微微一笑。神域战士第一人恐怕是有些夸张了，那狂澜、君莫笑、斩龙等，我感觉未必是他们的对手。谦虚着，荣耀红叶无意间瞥了一眼好友蓝，看到了那个亮起的名字，他的眼眸也随之绽放光亮。神域战士第一人或许尚存疑虑，但是神域法师第一人，我觉得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第54章重回等级榜第一。一处隐秘的练级场所，不少顶着皇朝前缀的玩家们在这里有序的练级着。为首的皇朝战天看了一眼等级榜，顿时扬眉吐气。无他，等级榜上前100的位置赫然出现了他的名字。第59，皇朝战天，25级，7.1%初级战士。再努力，前50的位置里都将留下他的名字。熟悉的扫视了一遍等级榜，皇朝战天哈哈大笑：“哼，正义狂徒，你厉害又如何？现在还不是被我们碾压？你这么厉害，怎么等级榜前10都上不去了？”在前1000的等级榜上，皇朝战天都没有找到陆远的名字，皇朝战天顿时觉得他又行了。另一边，傲视公会一处20级副本前，人影闪烁，狂澜带着队伍从中走出，看了眼自己的等级榜排名，金灿灿的第一让他难掩眼中喜意。依我看，那什么正义狂徒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我是不信这家伙有多强的，大不了竞技场拼一下试试，看看究竟是他厉害，还是我的 S 级天赋厉害。队伍内其他人也是连连附和。远处，傲视云巅臭着脸，怨气十足。那宠物的事情被傲视战魂了解清楚后，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30万是个不菲的数字，如果买下第一只宠物大肆宣传，那么还不至于亏太多。但是30万刚买了只卓越56的宠物，转手别人就用2-3万的低价买了个卓越65的宠物，这30万不亚于打了水漂。因此，傲视战魂在了解清楚后，毫不客气地训斥了这傲视云巅一顿。这显然是跳进了别人提前挖好的坑内了，白白浪费了小几十万的工会资金。傲视云巅翻着榜单，心里还暗自嘀咕：这正义狂徒怎么了？总不能赚了点小钱就下线潇洒了吧？呵呵，真是鼠目寸光。正在心里贬低着，傲视云巅突然看到了个熟悉的名字。第1000，正义狂徒，25级，0.1%初级法师。正义狂徒，这家伙上线了。这等级名字一闪而过，等级排名不断飙升。傲视云巅瞪大了眼睛，他看到这家伙的等级不断飙升，一路从25级飙升到了26级，用时短短几分钟，最后排名停留在了第2。这升级的速度，怕是做了火箭吧？就那么短短的时间里，直接提升了1级。这是杀了什么 BOSS， 能短时间内获取这么多经验？这升级的速度也太夸张了吧！他张大的嘴都有些合不拢。等级榜的变化，自然也引起了诸多玩家的注意。看着正义狂徒空降到了等级榜2的时候，一些玩家的脑袋都是嗡嗡的。发生了什么？这家伙不是已经掉下了等级榜吗？怎么一转眼这家伙又出现了？皇朝战天罡配合队伍击杀了一只精英怪，习惯性的瞟了一眼等级榜，很好，还是第60名。等等，怎么第60名了？他的视线一眼就看到了榜2上那个熟悉的名字，正义狂徒，26级。不是，这家伙怎么飞上去的？明明之前还没看到啊！直接跨越了几千名玩家。随后他就看到了这正义狂徒的经验条：0.5%、4.5%、10.4%、25.5%、87.5%、98%。27级，皇朝战天。他目睹着这正义狂徒飙升到了27级，压过了原本的第1狂澜。这等级提升的速度简直逆天。其他人辛辛苦苦的刷了一天的怪，才勉强将他的等级压下去。这才过了多久，就被他给抄回来了。飙升的等级还没有停止的意思，27级还远不是路远的极限，只是这飙升的速度慢了些许，稳定上涨着。
黄巢战天心中惊愕不止，这是什么升级速度？像他这般看着排行榜傻眼的玩家并不只有一个，更有甚至看呆了眼，队友被怪物打得嗷嗷叫唤都没有回过神来。狂澜还在享受着队伍内几位成员的夸赞，但是很快听到的声音变了。卧槽，这个正义狂徒怎么又上第一了？不是，这家伙的等级怎么还在飙升？都要28级了，这家伙不会开挂了吧？怎么会升得这么快？狂澜哥，你快看等级榜啊！狂澜连忙点开排行榜查看，这不看不要紧，一看给他吓一跳。什么时候他已经被挤到了第2的位置，而第1的位置已经重新被陆源所占据。狂澜这才占据了几个小时的排行榜第1，这就没了。等级榜上他早就没有将这正义狂徒放在了心上，满以为君莫笑这位横空杀出的高手才是他的有力对手，但是没想到看着正义狂徒的等级已经飙升到了28级，而自己的等级仅仅只有26级，已经相差了接近2级。狂澜的心中有些绷不住了，这家伙的等级究竟是怎么窜那么快的？完成了什么高难任务？还是击杀了什么强大的 BOSS？ 视线回到陆远，他独自站在这幽暗森林之中，幽暗的氛围被炽烈的火焰所破坏。他的脚边，一只只的漆黑狼群倒在了地上，皮毛上火星溅落。这狼群的数量何止上百，更恐怖的是，他们的模样不是普通夜狼，而是等级高达30多级的鬼狼，行走于暗影之中，如鬼魅一般的杀手，强度几乎是夜狼的几倍。但是如今却一只只的倒在了陆远的脚下，成圈状朝着四周扩散开来。陆远吸引到了数十只鬼狼的注意，抓住近身的瞬间爆发出抗拒火环，直接清场。哪怕是30级的鬼狼，在陆远的抗拒火环下，也依旧是瞬间被秒的下场。鬼狼群的不远处同样躺着一具已经僵硬的巨大狼尸。陆远不光是解决了这鬼狼群，还顺便解决了这鬼狼群的头领。可惜只是个头目级 BOSS， 抗了陆远3个技能就倒下了。像这样规模的鬼狼群，陆远击杀了不少，极大的等级差距下获得的经验也增幅了许多，数量多，经验高，这也是陆远能够快速提升等级的原因。寻常的一队玩家再如何也清理不了这么一大波鬼狼，更何况如此多的经验都是给陆远一人独占，等级的提升自然飞快。陆远正准备前往下一处刷怪，系统的提示跳出。第55章天赋再次进化。陆远击杀了大片的鬼狼，等级暴增的同时，眼前也跳出了一则系统提示：连发火球等级提升，当前技能等级6级；爆炎剑等级提升，当前技能等级4级；蛛网术等级提升，当前技能等级3级。一连串的技能等级提升纷纷弹出，仿佛厚积薄发一般喷涌。常用的连发火球也仅此于火球术，成为第2个陆远6级的技能。6级技能选择进阶方向，点开这连发火球，3个进阶方向出现在了陆远的面前。1. 更快，火球飞行的速度更快。2. 更强，火球造成的伤害更高。3. 更多，火球的数量变得更多。陆远毫不犹豫地选择更多。随着进阶方向的确定，技能栏的连发火球图标也发生了变化，从2个火球变成了3颗火球。陆远随手施展出连发火球，3颗炽热的火球在陆远的手心跳动着。技能等级的提高，预示着陆远的实力又获得了极大的提升。随着等级提升到了28级，陆远也早就换上了25级才能装备上的诸多装备，属性又迎来了一次极大的成长。智力属性提升到了217点，法术伤害更是破千，达到了惊人的1490点。这幽暗森林内最高怪物等级高达40级，但是陆远依旧能够在其中畅行无阻。又一次惯性丢出技能，但这一次陆远敏锐察觉到了变化，丢出的技能似乎变得更为了狂暴，造成的伤害数字恐怖。系统的提示声跳出，陆远眼前一呆，天赋技能已升级，当前等级3级。天赋技能无限进化再一次进化了。天赋技能的强大无需多言，仅仅是2级的天赋技能就已经能够让陆远成功击杀强大的首领级 BOSS 了。如今天赋技能的再一次提升，不免让陆远更为期待起来。这天赋技能的进化会有何变化？心神沉入系统，查看了技能面板，看清这天赋技能的变化后，陆远心中愕然，不是弱，而是强，太强了！无限进化 LV3， 技能威力永久增幅10000%。陆远，那一连串的零看得陆远眼花，他没有看错吧？这天赋技能带来的增伤高达100倍，100倍是什么概念？单系技能增伤20%就已经是 A 级天赋了，增伤200%的话，就算是 S 级的天赋也不是对手。而陆远的 SSS 级天赋增伤已经不是简单的1000%、10倍增伤，而是10000%、100倍增伤。
光用 S 来评断这天赋的话，陆远的无限进化天赋堪比100个 S 级天赋，这还仅仅只是3级天赋技能。若是让这无限进化不断进化下去，这天赋技能可以进化到何等恐怖的程度，陆远想都不敢想。1000倍增伤，10000倍增伤，10000倍增伤，这一个火球不会直接干碎他丫的绝灭大地吧？或许并非不可能。为了再次验证一下这天赋技能的强大，陆远很快找上了这幽暗森林内的 BOSS。 在幽暗森林之中，几乎要将全身都融入阴影之中的鬼狼首领。鬼狼首领，首领级 BOSS， 等级40，攻击1600至1700，防御1550，生命值50000050000，技能潜影、影突、极影。评价：幽暗森林里恐怖的魅影。鬼狼首领的身影在昏暗的森林内几乎难以被人察觉，但还是被陆远所捕捉到了。这么一大团黑影，周围还没有多少怪物游荡，陆远很快就意识到了鬼狼首领的位置。确认了目标，陆远法杖轻点，连串的3颗火球朝着这鬼狼首领的背后砸去。在火球飞出的瞬间，这鬼狼首领就已经察觉到了这股威胁，原本放松的身躯瞬间紧绷起来。他庞大的身躯爆发起来的时候，灵活的不像话。鬼狼首领已经发现了陆远，幽冷的眼眸锁定了陆远所在的位置。影突，他的身形瞬间消失，火球落在了空处。轰！3颗火球如同3个炮弹一般，落地的瞬间便引发了剧烈的爆鸣，一个个半米大小的坑洞被炸了出来。若是这夜狼首领还停留在原地，那么这3个火球若是落在了他的身上，那么这半米大小的坑洞可就都出现在了这夜狼首领的身上。这鬼狼首领影突选定了陆远，反而借此躲避开了陆远的连发火球轰炸。陆远也不由得暗叹一声，这鬼狼首领的智慧不低，但是仅此而已的话，对陆远依旧是难以造成更高威胁的。陆远看向了自己的状态栏，那里赫然也出现了一个影突标记。影父，你已被标记成为鬼狼首领下一次影突的目标。陆远尝试移动，但却发现脚下被一团阴影所束缚，难以移动，行动被禁锢，还被首领级的 BOSS 所标记成为下一次攻击的目标。换作是其他的法师，此时想必已经心提到了嗓子眼里，四处环顾，草木皆兵了。但陆远却毫不动容，目光随意扫过，并没有发现这鬼狼首领的身影。看来这鬼狼首领的消失和常规的刺客有所不同，否则以这鬼狼首领如此庞大的身躯，哪怕是前行，也断然逃不过陆远的眼睛。不过就算发现不了，对陆远来说也问题不大。身上的技能、装备等等，就是底气。他的心中已经浮现出了好几种将这鬼狼首领击杀的情景。陆远的身后阴影，硕大的狼手探出，锋利的獠牙张合，径直朝着陆远的后脑咬去。这要是咬个结实，鬼狼首领高达1700的物理攻击，这一口10个陆远都不一定能扛得住。眼看着这鬼狼首领就要从陆远的阴影之中悄无声息地爬出来了，陆远的嘴角微微上扬。原来你在这里。他没有回头，就已经感受到了这股腥风。抗拒火环，下一秒，绚丽的火环猛然从陆远的身上膨胀。这火环扩张的太快，撞上了这鬼狼首领的狼手。砰！巨大的斥力使得鬼狼首领的头颅生生凹陷下去。又是一声巨响，这鬼狼首领的身躯还没有完全脱离阴影，反而被陆远一个抗拒火环给推开。鬼狼首领的半截身躯落在地上，头颅凹陷进了体内。只瞬间，战斗便结束了。陆远从容回头，看着满地残骸。第56章进入竞技场。天赋第2次进化，技能增幅的程度高达了10000%，100倍增伤下，28级的陆远找上了这幽暗森林的霸主鬼狼首领。40级首领级 BOSS， 高达1700的攻击，1550的防御，50万的生命值。一个字，强大。但就是如此强大的首领级 BOSS， 束缚住了陆远展开偷袭，也依旧被陆远掐准时机的一发抗拒火环给干脆的秒杀了。时间把握第极佳，但是也与陆远高额的伤害脱离不开。这血红的伤害数字跳出53 6400，秒杀28级的初级法师，一个技能秒杀40级的首领级 BOSS。 高额的经验瞬间让陆远冲到了29级，一下子在等级榜上再次与第2名拉开了3级的距离。随着这夜狼首领的死亡，装备噼里啪啦的爆出，堪称豪华大爆。装备色彩绚丽，绿、蓝、紫，紫金装备也随之爆出。陆远扫了一眼，是个紫金级的护腕，但是等级需求太高，足足需要40级才能装备，和陆远现在的29级还有着不短的距离。将钱币道具尽数捡起，陆远看了下系统地图，这幽暗森林的探索度之前就已经被陆远所探索到了 80%。 在击杀这幽暗森林的夜狼首领后，
探索度已经高达了 95%。原本灰暗的地图，在路远的不断开拓下，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没有被路远所探索到。等到探索完毕后，又可以领取这幽暗森林的探索度奖励。看着已经高达 95% 的探索度，路远信步在这幽暗森林内探索起来。杀杀怪，开宝箱，路远一路横推过去。经验加7560，经验加12570，经验加24800，经验值不断增长着。在幽暗森林内，路远行走自如，跟家一样，不时掀开一些灌木丛，从中搜出宝箱打开。宝箱打开，大多是些低品质的装备，绿装等等，就连蓝色装备都少有。但是路远开的还是兴致满满的，谁也说不准宝箱里究竟有些什么。低品质的宝箱未必就不能开出极为稀有的道具，相反，高品质的宝箱也不一定就必然能够开出神器。每一次打开宝箱的过程都是一次未知的经历，或许开出的是一只破靴子，几堆烂骨头，也有可能开出璀璨晶亮的宝石。幽暗森林内，路远前世并没有探索过多少，或许就算探索过了，这幽暗森林内的宝箱恐怕也早就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哪里还有他这般悠哉的一一打开的机会。探索度缓缓增加， 97%、98%、99%、100%，探索完成，眼前豁然开朗。路远发现他赫然已经走出了森林，眼前溪流潺潺，远处村落炊烟袅袅。他平心静气，选择了领取这幽暗森林的探索奖励。恭喜你完全探索幽暗森林，你获得了守灵人乘1，幽暗魔藤加1。路远查看背包，发现这守灵人竟还是个不错的称号。守灵人，品质蓝色，在森林里时获得 5% 的移速加成，获得 10% 的治疗加成，获得 2% 的伤害提升。评价：我行走在森林之中，默默地守卫着这里。蓝色品质的称号，并且不需要佩戴就能获得还算不错的特殊属性，不管是移速还是伤害加成，都是十分有效的属性。至于幽暗魔藤，这玩意更像是一株还未长大的小草。幽暗魔藤，诡异生长的植物，可短暂控制一定范围内的目标。评价：生长在幽暗森林的一株普通藤蔓。路远能够感受到这幽暗魔藤上浓郁的木元素力量，将幽暗魔藤收入背包，扫了一眼远处的村落，路远转身离开这里。风落城内，路远很快回到了这里。回到这里，一方面是为了处理路远在幽暗森林的收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这风落城内竞技场。竞技场开启后，实力榜也在不断的更迭，群雄辈出，都在努力朝着榜首的方向努力着。等级榜的第一，终究只能彰显出练级的速度快。前期战士占据优势，中后期法师、射手等占据优势。等级榜的第一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实力榜的第一就不一样了，那是竞技场内实打实的战斗，从而晋级出的第一。成为竞技场的第一，足以说明玩家操作的顶级。现在的竞技场还仅仅只有同区玩家之间的竞争，到更后期的竞技场，不仅仅有龙区的玩家，还有来自其他战区的玩家。每一次顶尖高手的对决，都有上千万的玩家们观看。不光是赢得全球玩家的关注，这竞技场的奖励也十分丰富。累计长时间获得较高的排名，可获得高品质的装备、称号、稀有道具等。这无上的荣誉不断吸引着全球的玩家，让所有爱好 PVP 的玩家们疯狂。路远调出实力榜，很快看到了榜上玩家们的名字。实力榜上的玩家名字有些眼熟。竞技场排名：第一，黄蓝，初始战士，竞技积分2153，胜率 98%。第二，天黑灰，初始战士，竞技积分2009，胜率 97%。第三，荣耀红叶，蔷薇剑客，竞技积分1956，胜率 95%。第四，君莫笑，初始战士，竞技积分1900，胜率 99%。第五，竞技场排名靠前的玩家，胜率都是相当的恐怖，其中不乏路远所熟悉的一些玩家。路远没有犹豫，很快进入了风落城内的竞技场。竞技场外面看起来平平无奇，里面却别有洞天。进入竞技场，路远出现在了一个较小的空间内，眼前虚拟投屏出现了一些选项，路远熟练的点击。在路远的记忆之中，这空间似乎有个名字，叫什么竞技空间。不过对路远来说，叫什么都无所谓了，反正是个提供战斗匹配的平台。竞技场的几种模式选择 1v1 以及多人战斗。多人战斗言简意赅，就是更多玩家在同一地图战斗，赢至最终者获得最多积分。不过路远更倾向于 1v1 模式，更简单，也能更快获得积分。叮的一声，系统提示响起，战斗匹配成功，正在进入对局。第57章，谢虐玩家，战斗匹配成功，正在进入对局。眼前很快出现系统提示，对局已经匹配成功。随着对局载入，
对方玩家的信息也显示在路远的面前。敌对玩家焦糖味瓜子，初级战士，竞技积分0，胜率0%。路远点开对方头像看了一眼，竞技场总场次为0。对方显然和路远一样，都是初次进入竞技场的玩家。两人很快出现在了竞技空间内，周围的场景快速变换着，路远的面前也出现了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玩家模样。3、2、1，战斗开始！砰！战斗结束。开始的系统提示还没有说完，结束的系统提示已经弹了出来。在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这场战斗就已经结束了。路远重新回到了竞技空间，没有过多犹豫，路远很快开始了匹配。战斗匹配成功，正在进入对局。在入对局的时候，路远微微一愣，焦糖味瓜子怎么这么眼熟呢？上把是不是撞的他？结束的太快，路远只是感觉有些眼熟。看了下对方的胜场，总场次1，总胜场0。哦，就是他，居然又撞到了路远。路远只能感叹对方的运气真差了。3，战斗结束。同样的结局，对方甚至连路远都没有看清，战斗就已经结束了。路远连续获得2次胜利，竞技积分增加到了160。第一把胜利所加的竞技积分如下：战斗评价 S 加20分，战斗胜利加50分。第二把胜利加的竞技积分就高了，战斗评价 S 加20分，战斗胜利加50分。2连胜加20分，多了一个连胜积分。路远继续开始匹配，不出1秒，再次进入了准备行列。看了一眼对方的名字，路远终于忍不住笑了。焦糖味瓜子，这家伙的运气是有多好啊，连续3把都撞他了。路远的胜率高达100%，而对方的胜率却依旧保持在0。一如既往的秒杀，路远斩获了3连胜，3连胜多加了30分。路远的竞技积分来到了260分。江南一处女生宿舍内，一位女大学生愤愤地取下游戏头盔，发出了尖锐爆鸣声。这什么破游戏啊，还能不能玩了？一进去就死，一进去就死，混蛋啊！宿舍里的其他几人看了过来。婷婷，怎么了？他气急道，还不是这个破游戏，说是开放了什么竞技场，我就想着去试一下。宿舍里的舍友若有所思，被人血虐了。婷婷啊，都说了，咱不适合 PVP 就不要玩竞技场了，老老实实和咱们刷图进本不香吗？苏玉婷磨着牙，胸脯不断起伏。正义狂徒，我记住你了。他重新爬上床，戴上游戏头盔，嘴里嘀咕着，我就不信了，还能一直撞他，这家伙肯定是开挂了，我都没反应过来就死了，我要举报他。路远继续匹配，匹配的对手终于不再是那什么焦糖味瓜子了。路远有些惋惜，那么呆的玩家要是多撞几把，岂不是猛上一波大分？载入界面，路远查看到了对方的信息，敌对玩家一个 W 初级射手，竞技积分350，胜率55%。进入竞技空间后，对方也不愧是经验稍稍丰富的射手，第一时间就及时后撤，并没有给路远施法的机会。后退的途中，这弓箭手玩家还不忘拉弓上弦，狠狠地朝着路远的方向射来一箭。路远动也没动，对方的操作是挺帅，就是准心有点差。这箭矢距离路远还有将近半米的距离，当然了，也有种可能是预判路远的躲避路线。路远察觉到这箭矢偏了，因此动也没动，反而恰好躲避开了。一箭不中，对方很快又补了2箭，2连发，2发箭矢快速地朝着路远射来。这2发箭矢的准度终于让路远点头了。路远法杖轻点，炽热的大火球飞出，很快吞噬了2支箭矢。箭矢、火球撞在一块，这箭矢仅仅只是将这火球微微一阻，下一秒，这火球便将箭矢燃尽，于是不衰地朝着弓箭手玩家砸来。W 的心底一惊，他连忙收起弓箭，快速朝着一处翻滚。这火球砸落在地，发出了巨大轰鸣声。W 脚下一崴，险些一个踉跄跌倒在地。看了一眼地上，他眼中错愕，开什么玩笑？一个火球炸出个半米大的坑洞，这是火球还是炸弹啊？还有，这竞技空间内的地形居然还能破坏。他打了这么多场的竞技场以来，还从来没有见识过有谁能够给这竞技场地形带来如此大的破坏过。若是这一个火球砸在自己的身上，那后果 W 都不敢想象。正在心底暗自庆幸的时候，一抬头 W 亡魂大冒，3颗稍小的火球快速地朝着他飞来。我操，这谁顶得住啊？ W 慌忙后撤，却惊恐地发现这火球并非是直直地朝着他飞来，而是呈现出3角的形状，封锁了他所有的走位。无论他往哪里走，这火球都仿佛催命的死神一般紧追不舍。心一紧，牙一咬， W 朝着一处突围而去。不就是一颗火球吗？
他就不信奈把他给秒了。试试就是试，102480，高达10万的伤害数字跳出，只瞬间，这 W 的生命值就被瞬间清空。看着这10万的伤害数字 ，W 的脸都绿了，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是把1000的伤害数字看成了10万。没有给他更多的思考时间，他已经被踢出了竞技空间。某处主城的竞技场外 ，W 走出，神情还有些呆滞。他被全方位的压制，除了开始射出的3箭之外，就一直落入了路远的节奏之中。直到现在，他的脑瓜子还有些嗡嗡的。他怎么说，在这竞技场也打了几十把了，如此压制性的战斗，他只在那几人玩家的身上看见过。如今那几人可都是实力榜上有名。扫了一眼实力榜上的玩家，他眼中流露出一丝羡慕之色。什么时候他也能成为这实力榜上的一员？另一边的路远依旧在快速的进行挑战着，他的竞技积分暴涨得飞快。第58章实力榜玩家血虐。路远来到了竞技场内，很快开始了匹配。匹配到的玩家实力普遍不高，路远开始一路连胜上去。随着连胜场数的增加，竞技积分也增加得很快。4连胜，竞技积分370； 5连胜，竞技积分490； 6连胜，竞技积分620； 13连胜，竞技积分1810。等路远13连胜后，他的竞技积分已经高达了1810积分。而现在路远每赢一把，连胜带来的积分甚至堪比几次胜利的基础积分。而仅仅13连胜，路远就成功跻身到了实力榜的前1000位置。而不断的连胜，路远匹配的玩家也逐渐熟悉了起来。第13连胜的那把，路远就是撞到了荣耀公会的荣耀偷心。荣耀偷心看到了路远的100%胜率，立马举手做投降状。路远和荣耀公会的关系还算不错，荣耀华夏更是和手下的玩家们说过，在野外遭遇路远，千万不能与之为敌。荣耀偷心自然没有忘记，更何况路远击杀那变异鼠王的伤害，他还历历在目。犹豫再三，这荣耀偷心还是打算卖个好。虽说自己有着紫金器匕首，未尝没有战胜这路远的可能，但是没必要。刚好这正义狂徒也是胜率100%，万一败给自己掉了一些，那多不好。他笑着挥了挥手，正义兄，没想到会这要巧，刚好匹配到你了。路远点点头，原本举起的法杖也放了回去。所谓伸手还不打笑脸人，他和这荣耀公会的关系还不错，既然这荣耀偷心想聊，那路远就让他再活一段时间好了。这荣耀偷心也没有闲聊多久，打了个招呼后，很快就发起了投降。路远获得了13连胜，竞技积分很快来到了1810积分。他继续开始匹配，连胜13场后，匹配的时间终于稍稍久了一点，但也仅仅只过了10几秒，路远很快就匹配到了对手。这一次的对手是个熟人，或者说前世里的熟人。敌对玩家君莫笑，初级战士，竞技积分1970，胜率99%。君莫笑。正在匹配的君莫笑也是微微一愣，看到了这个有些熟悉的名字，正义狂徒。他在这竞技场内 PK 了几十场，到了后面所匹配到的玩家都是实力榜前100甚至前10的玩家了，有不少玩家甚至连撞2次。但是这正义狂徒他却没有怎么匹配到过。是新晋前100的玩家吗？但是看了一眼竞技积分，只有1810，有点低，但也还好。直到君莫笑的视线落在了路远的胜率上，他眼神微微一变，眼中有些惊诧。胜率100%，到了这竞技场前100甚至前10的玩家，还有如此高的胜率的。看了一眼对方的职业，初级法师，这是怎么一路连胜上来的？法师在竞技场里的单挑可是要弱势许多，不说战士、射手，那刺客更是堪称法师天敌。这家伙到1800，胜率居然还是100%，夸张，太夸张了！他这一路就没有遇到一个会玩的刺客吗？君莫笑的心中不断跳出想法，只是随着倒计时间结束，他也停下了思考这些无用的信息。他所要做的很简单，那就是取得这次战斗的胜利。他手中的古怪武器快速变化着，很快化作了一根长枪。他持着长枪左右横移，快速地朝着路远冲来。路远的视线落在了他手中平平无奇的黑铁长枪上。寻常人根本想不到，如此朴素甚至堪称简陋的长枪，居然会是一件品质高达神话级的装备。和路远所拥有的神赐之戒有着极为相似之处，但是也有着不同。君莫笑在路远的记忆之中，绝对算是顶尖战士了。他没有天赋，是的，什么 S 级、A 级、B 级天赋他都没有，但是他拥有着一件被封印的神话级装备——混沌千击伞，可以肆意变化的神话级装备，还拥有着种种强大的属性。这也使得他能够凭借着无天赋的身躯，在这神域之中成就一番宏图伟业。但是
现在的混沌千机伞远远没有达到前世的顶峰，充其量就是不错的紫金武器或者暗金武器。持着这混沌千机伞，或许能够在其他玩家们面前有优势，但是在陆远的面前，这优势可以忽略不计了。这君莫笑持着这混沌千机伞的胜率高达 99%， 这也就意味着在他的诸多次战斗之中，仅仅只输了一次。但是他撞上了陆远，陆远的身躯不动，静静地凝视着这君莫笑。面对着战士们，陆远拥有着天然的优势，抗拒火环就是一切突进玩家的天敌。陆远甚至都不需要移动一下，等待着这些战士们傻乎乎的上前，随后抗拒火环震开就好了。寻常玩家的抗拒火环也就只能将推进的战士们推开，但是陆远的抗拒火环可就不一样了。技能威力增幅100倍之后，这抗拒火环的伤害已经足够秒杀寻常的玩家数次了。可以说，面对着近战玩家，陆远几乎已经处在了不败之地。而君莫笑也察觉到了陆远的异状，他的心中有些疑惑不解。陆远身为一个法师，为何敢如此轻易地让战士近身？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普通法师玩家，那么君莫笑只会认为他不会玩。让战士玩家近身法师玩家，对于法师玩家来说，几乎已经是必输的局面了。但是面前的玩家显然不是普通玩家，10几把的连胜，胜率高达100%。等等，正义狂徒。君莫笑突然记起来了这个名字，他之前在等级榜上所见到过这个名字，他就说这个名字怎么会如此眼熟？只是后来这个名字掉落了下去，等级榜前10重新换人之后，君莫笑才逐渐忘记了这个玩家。没想到居然会在这竞技场内遭遇这样的对手，显然不可能是不会玩的新手，不会有什么诈吧？君莫笑的心中犹豫了一下，脚步慢了一丝，只是他已经进入了陆远抗拒火环的范围之内。下一秒，耀眼的火环从陆远的身上升起，快速朝着四面八方涌去。君莫笑的脸色大变，这火环还没近身，滚滚的热气已经扑面，危险！第59章14连胜，威名远扬。竞技场内，陆远13连胜后，竞技积分高达1810点，而他也终于匹配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君莫笑，手持被封印的神话级武器混沌千机伞，战斗一触即发。君莫笑持着化作长枪的混沌千机伞，快速近身了陆远。陆远的抗拒火环快速蔓延，巨大的排斥力刮得地面的草皮飞舞。君莫笑脸色大变，撑着长枪快速的一个后跃，擦着这抗拒火环的边，他勉强脱离了危险。这抗拒火环的威势惊人，让君莫笑心中惊骇。这是什么技能？范围如此大，还拥有着如此恐怖的斥力。他丝毫不怀疑，若是让这抗拒火环砸中，等待他的就是死。事实上，他的直觉也十分精准。以陆远的伤害来看，这火环擦到一点边，都足以让这君莫死上10次了。君莫笑连连后退，望着陆远的眼神无比警惕。抗拒火环没中，陆远也十分淡定，招手挥出几发火球，每一发火球都携带着莫大的威势，炮弹般砸向着君莫笑。君莫笑变化着手中混沌千机伞，化作了一根晶莹如玉般的法杖，法杖连连点出，几道寒冰剑快速地撞上了这火球。轰！火球光芒大盛，瞬间将寒冰剑所融化，白色蒸汽弥漫。陆远伫立在原地，静静地望着远处。获胜的系统提示并没有跳出，战斗还没有结束。几发弩箭穿透薄雾，精准地朝着陆远射来。陆远早有所料，一发爆炎剑很快将射来的弩箭全部砸落。雾气散去，提着大剑的君莫笑重新扑了上来，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决然。虽然混沌千机伞能够变化不同的武器，释放不同的技能，但是他终究还是不能和那些专精的职业相比。他只能赌陆远的抗拒火环并不能快速释放第2次，而释放完抗拒火环后的陆远，短时间内应该是没有近身防御能力的。只要能抓住这个时机，他就拥有击败陆远的可能。手中大剑绽放出璀璨光芒，大剑上附带的技能十分强力，致命打击，造成高额伤害的同时，还可以将目标沉没。沉没的时间不长，但是秒杀一个脆皮法师对君莫笑来说足够了。但很快他就感觉到了不对，就好像一脚踏出了泥潭之中一般。他看向脚下，不知何时那里已经出现了一个蛛网，踩着蛛网，他受到了高额的减速，一下子变得和蜗牛般缓慢。完了，君莫笑暗道。陆远随意的挥手，半透明的刀刃快速的斩过君莫笑的身躯。疾风斩，对方已死亡，你获得了战斗胜利。陆远重新回到了竞技空间，连胜场数来到了14场，竞技积分也猛增到了2020点，评价是一如既往的完美。从头到尾，这君莫笑都没有摸到陆远一下，给他造成一滴血的伤害，而他的实力榜排名也很快来到了第2名的位置。沉寂了一段时间的神域论坛再次火爆了起来。
先是等级榜的变化，再是实力榜的变化，而这其中都是同一位玩家所引发的。正义狂徒，有玩家留意了，这家伙的等级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暴增了好几级，简直比嗑药还嗑药了。原本第一名的狂澜也是不断地下高难的副本才能保持着高额等级优势，不少的玩家一脸茫然，这等级提升速度真的是正常人能够拥有的吗？简直甩了第二好几条街去了。等级飙升，这位第一玩家究竟是用了什么方法？正义狂徒要想快速提升等级，我们需要质疑开挂神域是否公平？猜测贴正义狂徒的天赋技能究竟是？帖子的热度飙升，越来越多的玩家关注到了这个名字。而随着路远在竞技场内的一路连胜，除了等级外，他的实力也同样恐怖。竞技场的黑马14连胜全胜，竞技场第2名。什么叫再世法神啊？战术后仰。一些熟识的玩家看到这些后态度不一。荣耀公会高层之中，荣耀华夏唉声叹气：哎，当初说什么应该也要将这小兄弟拉入咱们荣耀公会内，太恐怖了，不管是伤害还是实力，他几乎全面碾压整个神域内的玩家。天赋？不，这家伙就像是为了这个神域而生的，我们荣耀公会一定要和他交好。荣耀公会内的其他高层耳朵都要说出茧来了。自从上次讨伐变异鼠王后，荣耀华夏就不断在念叨着这个名字。正义狂徒。荣耀公会的其他高层们对视了一眼，小声嘀咕着：这家伙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会长是不是喝了什么迷魂汤，对这家伙念念不忘？我感觉会长有些小题大做了，一个玩家而已，哪有这么玄乎？我感觉也是，神域浩大，又岂会是一人的游戏？一个人再强，在面对着千军万马，又有何用？几位荣耀公会的高层面上不显，心中却不以为然。皇朝公会内，皇朝鬼刺看着密密麻麻讨论正义狂徒的帖子，恨得直咬牙。这家伙怎么这么厉害？前面没注意，这家伙掉下了等级榜前1000，还没高兴多久，又一个没注意，这家伙又升回来了，还是他丫的第1名，不只是第一，还超过了第2好几级。等级高也就算了，这家伙怎么又去打竞技场了？还一路连胜了起来，足足14连胜就打到了实力榜第2的位置。再赢一把下去，这岂不是要让他成为实力榜第1了？这也太变态了吧！竞技场里的玩家到底都在玩什么？怎么能让他一个法师这么一路连胜啊？看着正义狂徒的名气越来越大，吸引来更多的人热议和崇拜，皇朝鬼刺都想吐血了。看着自己讨厌的人蒸蒸日上，这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皇朝鬼刺愤愤地将怒火发泄在了一旁的野怪上，狠辣的匕首刺得野怪嗷嗷哀嚎。击杀这野怪后，他的技能也提升了一级。他检查着刺客的技能，看着一个技能时，眼神陡然亮起。等等，我还有这个技能，要是将这个技能不断的提升，未尝没有打败那家伙的可能。第60章再现 SSS 级天赋。陆雪篇。陆雪摆了个舒服的姿势躺在游戏舱内，一系列的扫描过后，他很快认证完成。可选择的职业很多，陆雪注意到还有一些特殊的种族，但是翻了一圈，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人族。无他，人族是最还原的种族，其他的种族不是多个耳朵，就是多条尾巴。陆雪表示有些接受不了。老老实实的看完了神域宣传动画后，陆雪的眼中满是期待。这个神域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你的角色已创立完毕，进入神域中。再次睁开眼后，他已经出现在了新手村中。叮，你进入了8888号新手村。眼前一亮，陆雪置身于了一处新手村中，他有些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世界。像他一般的新手小白玩家还不在少数。卧槽，这天，卧槽，这地啊，这就是神域吗？陆雪咽了咽口水，小心翼翼地远离了身旁直呼卧槽的玩家。走到一处，他谨慎地伸出手去试探，撩过地面的青草，感受着拂面的微风，陆雪不免有些惊诧，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他明明是在游戏舱内，但却能感受到如此真实的一切。但思考了一会，他还是没能想明白，索性就不想了。用了10几分钟的时间摸索着神域的各项功能、背包、成就、称号、状态，陆雪终于有些清楚了。背包内静静地躺着一枚宝箱，陆雪搓了搓小手，轻轻揭开了这宝箱。叮，你开启了新手大礼包，获得了 SSS 级天赋幸运。SSS 级的天赋让陆雪小嘴微张，十分吃惊。他虽然没有玩过，但是有不少同学朋友都在这神域之中体验过了。天赋最好的也仅仅只是一个 A 级天赋，就连 S 级天赋都没有一个获得的。而他这随手一开的天赋居然就是 SSS 级的。再怎么看，这3个 S 的天赋也应该很强大吧。他戳了戳技能栏，很快翻出了这 SSS 级天赋技能的界面。幸运 LV1， 你可以看见隐藏属性幸运。
你的初始幸运为100。评价：你真的很幸运。幸运？陆雪歪了歪头。幸运有什么用？他记得他的高中同学，大部分的天赋技能都是战斗类型的，哪怕不能亲自战斗，也是辅助战斗类型的。他这个幸运能干啥？给哥哥呐喊助威？陆雪撇了撇嘴，他才不要呐喊助威，他要让哥哥知道自己也是很有天赋的。陆雪选的职业中规中矩，初始牧师。他在新手村内逛了一圈，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看他的眼神都有些亲切。所有人的头上都显示着数字，有的人10几，有的人几十，还有的个位数。陆雪慢慢理解了，这数字似乎就是大家的幸运值，只是陆雪还不清楚这些幸运值高低有何用。逛了一圈，来到野外，一只小鸡仔刷新在了他的面前。陆雪试探性的一法杖敲在了这小鸡仔的头上，20，秒杀！小鸡仔化作白光消失，留下来3枚铜币以及一件白板法杖。这白板法杖刚好可以装备上，附带了一定的物理输出以及法术输出。陆雪装备上又是一只小鸡仔刷新在他的面前，犹豫了一下，陆雪又是一法杖敲了上去。熟悉的3铜币加一件白板法袍，陆雪换上法袍，又一只小鸡仔刷新，3铜币加一件白板腰带。陆雪提升到了2级，浑身上下装备穿戴整齐，全副武装。他朝着远处的大公鸡走去。一个3级的玩家看到装备齐全的陆雪，眼睛都要惊掉了。啊，不是，你2级能满装备啊？我塔喵3级才3件装备，装备都穿不满啊。陆雪留意了一下他头上的幸运值，28。这幸运值确实是挺可怜的。远处的2只大公鸡决斗了起来，双方啄得你死我活，最后谁也不能奈何谁，鲜血淋漓的躺在地上，进气多，出气少了。陆雪看了眼2只残血的大公鸡，感谢大自然的馈赠，但是看了眼散落的鲜血，陆雪眼中有些嫌恶，这也太血腥了。礼貌将2只大公鸡送走，这次不掉落装备了，改掉落技能书，不知道有没有用。陆雪收起技能书，暂且存着，等出了新手村再给哥哥看看。远处的玩家们被一群野狗追着跑至陆雪的面前，他们的速度还是没有快过野狗，拼死反击也仅仅只是将野狗打残。陆雪犹豫了一下，顺手将这几只野狗收下。等级提升到3级，又开始掉落装备了，只不过这一次掉落的装备是3级才能使用的装备，也就是说恰好陆雪能够装备。陆雪扶额沉思，神域对新手玩家这么友好吗？听同学们说这装备爆率不是很低吗？感觉也还好吧。他继续前行，前方有队伍正在围攻体型更大的精英野狗。看着陆雪出现在了视野之中，这精英野狗突然开始了狂化，一众玩家们惊恐，不是，这精英怪也会爆种啊？最后一丝血了，你还爆个锤子啊？老老实实让我们宰了不行吗？狂化后的精英怪很快血洗了全场，最后倒在了陆雪的面前。他凶狠地朝着陆雪露出了獠牙，回应他的是放大的法杖。等级暴涨，又掉落了一件绿装。一路走，陆雪一路杀。身为一个脆皮的奶妈，她竟一路横行无阻。这野狼和野狗堪称新人坟墓，但是在她的面前依旧毫无威胁。陆雪进入了森林，一头野猪当着她的面撞在了树上，尖锐的獠牙插入树里，卡得死死的。陆雪一路感谢大自然的馈赠，陆雪的等级提升得很快。森林里，他看到一只躺倒在地上，伤口不断流血的巨狼，地上的鲜血几乎汇聚成了小溪。这巨狼虽然受伤严重，但是在陆雪这边的显示，生命值还有将近半数。这要是上前敲一棍子，怕不是要给生吞了。陆雪咽了咽口水，缓缓后退，身后却是几声威胁的低吼传来。陆雪僵硬的转身，4、5只野狼已经将他包围了起来。陆雪完了，在他没有注意的情况下，他已经被怪物包围了起来。第61章，夭寿了，妹妹出新手村了。陆雪在森林里很快发觉了一只受伤的巨狼，正准备回头偷偷跑路的时候，却发现身后已经被几只野狼给包围了起来。陆雪心中暗暗叫苦，她一个5级不到的小菜鸡玩家，如今被几只7级野狼，还有一只等级更高的看起来就不好惹的狼王给包围了起来，肯定是死定了。陆雪被几只野狼吓得连连后退，但很快陆雪却发现他们并没有攻击自己的打算。疑惑之际，陆雪居然有些理解他们的意思了。你们是想让我给他治疗？陆雪感觉有些天方夜谭，这神域之中的怪物智力都已经这么高了吗？居然还能想到威胁玩家来给他们的首领治疗。陆雪犹豫了一下，贴近了狼王，瞟了一眼地上1级药材，未知的草药。陆雪很快想到了曾经看过的电视剧，似乎可以用草药给这狼王治疗。
他很快拔起这草药，揉成一团，敷在了这狼王的伤口处。犹豫了一会，他也尝试着将自身附带的治疗术给这狼王使用。绿光在狼王的身上闪烁，这狼王的生命值居然真的在一点点地恢复。这草药倒也确确实实的发挥出了作用，狼王的伤口处缓缓愈合。狼王的眼神也从一开始的警惕，逐渐转化为了平静。陆雪趁机摸了摸这狼王的皮毛，还挺柔顺的。等到这狼王的生命值恢复到安全线的时候，狼王看他的眼神也温和了不少。远处传来玩家们的声音：该死的，我们看见那女的进了森林，革老子的，每次打到残血的怪都给那家伙抢了。可不是，好几次都要打死了。那个女生一过来，那怪物跟开了狂暴一样，赶紧给我秒了。一众玩家怒气冲冲的在森林里四下寻找着，其中一位玩家远远看到了陆雪，变得激动起来。在这里，我看到她了。玩家们狞笑着靠近：你好像抢了我们好多的怪啊。就是，看你身上装备挺多的，8下2件给哥们用用呗。玩家们步步紧逼，陆雪有些害怕的后退。眼前黑影浮现，玩家们有些错愕的看着面前的高大狼王。卧槽，这里怎么还有个头目级 BOSS？ 好高的伤害，好厚的血条，有 BOSS？ 双喜临门！等等，那 BOSS 怎么不打他啊？围攻而来的玩家们看着躲在狼王身后的陆雪愕然。狼王的伤口愈合的差不多，眼中凶光一闪，快速的朝着玩家们扑去。周围的树丛之中又冒出来了不少的野狼，玩家们的惨叫声不断。陆雪有些不忍直视。没多久，狼王就已经将周围的玩家们清空了，转过身朝着陆雪呜咽的低吼着。陆雪若有所思：你是让我捡他们的装备？陆雪一边捡着装备，心里已经惊叹了无数遍了。这神域里的怪物也太智能了吧，居然还能和怪物联手解决玩家。既然如此聪明，那可不可以？过了10几分钟，陆雪端坐在狼王的身上，感受着柔软的毛发触感，意气风发。狼王很快找到了附近的野猪，一巴掌将野猪拍个半残。陆雪蹦下去，一拐枣将这野猪敲死。狼王继续下一个，陆雪负责补刀。几个小时不到，陆雪的等级就已经提升到了10级，这个速度比陆远还要快。陆远虽然能够秒杀怪物，但是技能冷却还是需要时间。有着狼王保镖的陆雪几乎成为了这森林的霸主。离别之际，陆雪还有些依依不舍的，最后大着胆子摸了摸着狼王的脑袋：谢谢你呀，你下次可别再受伤了，要是再遇到很多玩家，你就躲起来，总之千万别死了哦。挥手告别了狼王，陆雪踏上了回新手村之路。森林内，狼王凝视着远去的陆雪。回到巢穴，他突然被颗红色果子所砸中，小心的舔了2口，他很快眼神发亮的将其一口吞下。一道光柱笼罩着他，他的额头处也随之出现了一个精致的印记。他的气势在这光柱的笼罩下不断增强，头目级、首领级、领主级，他的等级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实力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切陆雪并不知晓，他已经踏上了离开新手村的传送。外界有人呼唤，请注意！游戏舱的提示出现在陆远的面前。陆远看了眼自己的战果，满意的点了点头。等级榜第1，实力榜第1，15连胜，2240积分。刚好游戏舱提示有人找，陆远很快回到安全区，选择下线。刚出游戏舱就看到了陆雪的精致小脸。哥，你选的啥主城？我也去。还有，你在神域里叫啥呀？我都加不了好友，一个人无聊死了。陆雪叽叽喳喳的给房间内带来了些活跃的生机。陆远微微皱眉，这是他的问题，让陆雪这个纯新人在神域里试探摸索，可能给他几天的时间也出不了新手村。陆远想了想，问起陆雪：你选的什么职业？陆雪老实道：牧师。陆远叹了口气，这个职业要想早些出新手村，可是有些难度了。总不能像他一样用拐杖上去敲那些怪物的脑袋吧？那真是为难牧师了。像牧师这种辅助职业，前期没有人带，没有队伍组队的话，出新手村的速度可是要慢许多的。我一会找点人给你带一下吧，早点出新手村，我带你。陆远回忆着前世一些比较知名工作室的信息，现在他的手上还有不少钱，金币也不少，打算请个工作室来带陆雪。陆雪鼓着脸，轻轻地捶了他一下：哥，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陆远拧眉，放下手机：不要一步步走，饭要一口口吃，先出新手村再说。陆雪没好气地说道：我出新手村了啊！陆远微愣：你出新手村了？他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陆雪。陆雪摊了摊小手：对啊，不然你以为我问你这些为啥？不是，你等等。陆远扶额，仔细思考。自家妹妹等于神域新人，游戏费；牧师等于晚出新手村，自家妹妹加牧师等于速通新手村。第62章，风落城惹祸端。
陆远的脑瓜子有点嗡嗡的。陆雪这个初次进入神域的纯萌新玩家，居然也能做到几个小时的时间速通新手村。对自家妹妹何其了解的陆远当即就想表明，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仔细想了想，陆雪没必要和自己说谎。难不成？陆远的心脏微微一停，他小心地询问着：“小雪，你在这神域里的天赋？”陆雪昂首挺胸，眼中满是惊喜：“哥，你咋知道啊？我刚想跟你说呢，我抽到的SSS 级的天赋。”陆远的脑海中如平地惊雷一般。陆雪还在絮絮叨叨着：“这3个 S 的天赋应该很厉害吧？我看我同学最高好像只有 A 级。”陆远突然抓起了他的手，魔力快速地流过他的体内，并没有察觉出异常。陆远的心中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又一个3S 级天赋的出现，前世里一个都未曾出现的3S 级天赋，这一世陆远一个，陆雪一个，怎么会这样？陆远还好说，他或许是重生者的缘故，但是陆雪，等等，前世的陆雪并没有渠道进入这神域，难道前世的陆雪，她的天赋就是 SSS 级？难道前世的妹妹才是拯救世界的关键？陆远毫不怀疑 SSS 级天赋的强大，等到神域彻底降临现实的时候，那是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坐拥着强大的天赋，但是却意外死去了。陆远看着妹妹陆雪的眼神有些呆滞，他的脑海中纷乱如麻，种种思绪流转。陆雪在哥哥的面前挥了挥手，哥哥依旧没有回过神来，这直勾勾的眼神盯得他脸色微微红。他终于羞怒了，轻轻跺了陆远一脚。陆远回过神来：“哥，你在看什么啊？我可是你的妹妹。”陆远嘴角抽动了一下，敲了这家伙的脑袋一下：“你在想什么？哥见过的倾城绝世美人，比你这辈子见过的人都多。”陆雪吐了吐舌头，略，骗人，我才不信。陆远白了他一眼，爱信不信。陆雪想起了哥所讲的故事，心中其实已经相信了一分。他蹭了蹭哥，撒娇道：“那你那时候有没有找个嫂子？”陆远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去，什么嫂不嫂子，都生死存亡了，还隔着爱来爱去，幼不幼稚？不跟你说话了，我去玩神域去了。他缩回游戏舱，关闭了舱门。过了一会，他又打开舱门，探出个脑袋：“你在哪个城来着？带我一起呀。”陆远有些无奈：“风落城，正义狂徒。”他很快就听到了机米外的嗤笑：“扑哥，你这名字真土。”陆远重新上线，翻了翻好友申请，密密麻麻上千条，瞬间就让他没有寻找的欲望。他索性来到传送点，守株待兔着。没过多久，陆远就等到了陆雪，穿着简陋的白绿装，左右张望着，一副萌得不能再萌的萌新模样。周围几位玩家的脸上瞬间漾起了笑容。“哎，小妹妹，看这里，哥哥是猛将公会的，一个人多无聊，跟哥哥们一起噻。小妹妹，看看我们绘制的地图卷轴，非常全面，只要1银币，钱不够也没关系，我们这里还提供借贷服务哦。你好，小妹妹，我们是荣耀公会的，这是我们的招收会员标准，你可以看一下哦。只要加入我们公会，成为正式成员，就可以享有以下几种福利。”陆雪努力扒拉开几人：“我找我哥。”一下子面对着诸多玩家，他的俏脸上已经不复在家中的神气，畏畏缩缩的。猛将公会的成员眼光毒辣，眼神更亮。像这样的小萌新玩家，多花点口舌，拐进公会里的概率高达99成。还是个可爱的软妹子，嘿嘿嘿嘿。他的脸上嗤笑一闪而过，刚准备贴上前，他就察觉到了异常。身后一人拉住了他，是个白净的黑发青年模样。“干嘛？你也想加入我们猛将公会？等排队吧，我忙着呢。”陆远，上一个敢这么和他说话的，坟头草都已经2米高了。猛将公会是吧？他记住了。陆雪眼神亮起，一头撞进了他的怀里。“哥。”荣耀公会负责拉新人的玩家看着陆远叹了口气，这家伙一看就不是个新人了，不好拐，不好拉新了。等等，这家伙怎么这么眼熟呢？卧槽，这不是……这荣耀公会的玩家脸色大变，猛将公会的那个玩家皱着眉看着陆远：“兄弟，这你妹啊！也成吧，只要你妹加入咱公会，我做个主，把你也烧进来，成不？”一旁的荣耀公会玩家神色呆滞，他看了眼这位猛将公会的玩家，眼中涌出不可思议的震惊。这猛将公会究竟是何方神色？他怎么都没有听说过呢？面对着面前的这狠人，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这种级别的大佬也是勉强加入这猛将公会。他赶紧联系了上面，将这里的情况简单描述了一遍。收到了消息的荣耀兔兔，这猛将公会又是什么东西？敢这么挑衅这正义大佬？下一秒，他眼神亮起，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拉不了正义大佬，能拉他妹妹也好啊。他赶紧联系了风落城内的玩家们，朝着陆远这里赶来。这边
猛将公会的玩家自来熟的朝着陆雪的脑袋摸去。咱们公会的福利待遇很不错的，只要你……陆远皱着眉头拍开他的手。猛将公会？听都没听过，也敢跑出来乱吠？这玩家一愣，脸色有些挂不住。听都没听过？我们猛将公会规模也有几百人，像你这样的，连我们公会的门槛都进不去。要不是……看着爆发起了争执，周围有不少好事的玩家围了过来。荣耀的人来了！不知道谁嚎了一嗓子，众人很快察觉，乌泱泱数百人的荣耀公会成员很快包围了这里。为首的荣耀兔兔恰好听到了这猛将公会的话，神色难绷。你好好看看清楚眼前的玩家是谁，他没有资格进你们公会。是你活着梦里，还是把我们大家当傻子？第63章踢出公会，25级副本。风落城内氛围有些剑拔弩张，传送点旁一些玩家也注意到了这里的异状，纷纷朝着这里投来了八卦的目光。那不是负责荣耀公会招新的荣耀兔兔吗？他怎么亲自来这里了？还带了这么多的荣耀公会成员，这是怎么了？等等，那个人是正义狂徒，我认得他，前面他好像卖给这荣耀公会价值100万的道具。陆雪依偎在哥哥的身后，偶尔竖起耳朵偷听着周围玩家们的悄声交谈。让他有些没想到的是，周围的玩家们似乎对自家哥哥有些崇拜，亦或是敬畏，这让陆雪有些摸不着头脑。难不成哥哥会魔法的事情他们也知道？陆远则是诧异的看了荣耀兔兔一眼。荣耀兔兔带领着数百荣耀公会的成员赶来，似乎是打算替他撑腰，看来应该是那荣耀华夏所指示的吧。陆远的心中很快了然，那猛将公会的成员眼见着如此多的荣耀公会出现，心中忍不住有些犯怵。望着陆远的身影，他的心里嘀咕着，这家伙难不成是荣耀公会的？怎么这荣耀公会的人这么给他撑腰？他势单力薄，看着周围诸多目光不善的玩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丝退意，但嘴上他依旧不屑。呵，不就是荣耀公会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猛将公会迟早也会超过你们荣耀。撂下一句狠话，他就准备离开这里。另一边，事关正义狂徒这个名字，荣耀华夏也很快得知了。听闻事情起因后，他更是气急。这猛将公会还真是偷跑啊！万一真给他们把这正义兄弟的妹妹拉拢，那岂不是四舍五入拉拢了正义兄弟？他们荣耀公会都拉拢不到的人，能让你这么一个屁大点小公会给抢走了？恰好这猛将公会的会长荣耀华夏也有所认识，身为神域公会的会长，他的人脉不浅，很快联系上这猛将公会的会长猛将盘古。荣耀华夏气势汹汹，盘古，你什么意思？将事情经由快速给猛将盘古描述了一遍。正在带队进副本的猛将盘古人傻了，人在副本内，锅从天边落，这和他没关系啊！华夏老哥，这和我们猛将没关系啊！都是小吴他自作主张，早知道老哥你的态度，我一定不会让他来。荣耀华夏打断他，现在风落城内，你们猛将好像不服气的样子。猛将盘古心中已经将这家伙痛骂了100遍。华夏老哥，你放心，我马上解决。断了联系，猛将盘古低骂一声：马德，回风落城。这小吴让他招点新人，怎么跟人家荣耀的拼起来了？回到了风落城，猛将盘古看到了包围圈内的猛将东吴。这猛将东吴还有些不服气的样子。猛将盘古赶紧走了出来，看着会长出现，猛将东吴的脸色一喜。他看着周围的荣耀公会成员们挑衅一笑：就你们有人撑腰？我会长都来了。小吴，你被猛将公会开除了，不要误了我们猛将公会和荣耀公会的友好关系。听到会长不是来撑腰的，而是来将自己开除的，猛将东吴脸都要绿了。不是，会长，我……猛将盘古一挥手，态度强硬。你不用说了。他转而看向了荣耀兔兔，脸色歉意：不好意思哈，手下不太懂事。荣耀兔兔昂首示意路远的方向：我们无所谓，这次猛将公会想拉的是正义大佬的妹妹。猛将盘古很快反应过来，连忙向路远道歉。玩家们的视线不断落在两人的身上。路远还好，前世承载着千万人乃至整个蓝星的目光，对他来说这些不过是过眼云烟。但是陆雪就显然不行了，他拉了拉路远的法袍，小声道：算了吧。陆雪开口，这猛将盘古如蒙大赦。路远叹了口气，点点头：就算招新，也希望你们多听从一下新人玩家们的意见。猛将盘古点头如捣蒜。事已至此，陆远也不好再发作什么。带着陆雪刚准备离开风落城，荣耀公会的荣耀兔兔却连忙追了上来。正义大佬，陆远疑惑地看着他：我们荣耀开了个新副本，难度等级25级的，不知道正义大佬有没有空？荣耀兔兔脸色微微红，他有些不好意思，毕竟刚带人替了陆远撑腰，现在立刻就提请求，有点谢恩以报的意思。但是
这是会长的想法，他也只能勉强来尝试说服正义大佬。难度等级25级，陆远思索了一下，当视线落在陆雪上时，陆远终于做出了决定。可以，但是我要带个人。听到可以时，荣耀兔兔的眼神很快亮起，但是听完后，他的视线不可避免地落在了陆雪的身上。他也不傻，显然这位正义大佬准备带着他妹妹一同下本。只是您这位小妹妹才刚出新手村吧？身上的装备恐怕连一件蓝装都没有，白绿交织，这样的配置去挑战25级难度的副本，会不会有一点点的难度？他复杂的眼神自然没有逃过陆远的眼睛。陆远淡定道：“他就不用你们操心了，我会顾好他的。你们荣耀再找5个出来吧，配置随意。”荣耀兔兔点点头，附和道：“我们荣耀会挑选出实力最强大的几位玩家。”随后他又意识到了不对，配置随意？他只道是听错了。现如今的玩家们普遍等级也才26/25，胡乱上玩家，怕是连个简单难度副本都过不了吧？但无论如何，这正义大佬答应了下来，就是好事。荣耀兔兔很快联系上了会长。荣耀华夏得知了正义狂徒答应过本后，脸色惊喜，快，联系红叶、青羽他们，准备再次攻略那25级副本。这一次，我们荣耀公会最次也一定要通关一次困难级副本。整个荣耀公会的一线队员都在快速的运转了起来。没过多久，10多分钟的时间，陆远已经带着妹妹来到了这25级的副本前。第64章，选的什么难度？地狱级。陆远带着妹妹很快来到荣耀兔兔所指示的地点。刚来到这里，陆远就看见了熟人，荣耀红叶。曾与陆远有几次交易，如今在荣耀华夏的帮助下，成功转职为了全神域第1位隐藏职业玩家蔷薇剑客。转职为蔷薇剑客这个隐藏职业后，荣耀红叶的实力也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不仅在实力榜上跻身前5，在等级榜上也同样排名不低。陆远所见的这队荣耀公会攻略队伍之中，荣耀红叶的等级最高，高达27级。当然，他的等级比起陆远还要低一些。陆远虽然在竞技场花费了不少的时间，但是他的等级也同样高达了29级，距离30级只有一步之遥。队伍内的其他玩家等级最低也是25级起步，而他们的配置十分常规。荣耀红叶做战士，其余的玩家为坦克、射手、刺客。这队伍一共5人，因为陆远一开始时所说要带人，因此荣耀华夏很自觉的只安排了5个人。荣耀红叶也看到了陆远，脸上浮现笑容。哪怕他如今在实力榜上排名前5，但是面对着陆远，他也依旧是有些敬佩。在新手村内，这个名字就高悬在榜首，对于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难以超越的目标。等级榜第1，实力榜第1，就连装备榜，这家伙也有几件装备在上面。而自己的实力进步如此之大，也正是因为这陆远的隐藏职业转职卷轴。因此这荣耀红叶主动打招呼道：“正义兄，好久不见。”陆远随口应下，目光只是随意的扫了一眼队伍内的成员，便落在了进入副本的蓝色漩涡上。25级副本猛虎山寨。这副本陆远有点印象，在25级的副本之中，这猛虎山寨的难度要数前列的。和常规的副本不同，这猛虎山寨内则是有2个 BOSS， 大当家和二当家，一个近战，一个远程。若是不熟悉这2个 BOSS 的攻击方式，那么同时应对起这2个 BOSS， 那可是相当头疼的事情。荣耀红叶向陆远发出了入队申请，陆远很快加入了这荣耀公会的攻略队伍之中。荣耀红叶将队长交给陆远之后，则是在队伍内再次重复着有关这副本的挑战事项。前面都打过几次了，对这副本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了。我们这次要挑战的难度更高，希望大家都有所心理准备。这猛虎山寨内，清兵一定要快。如果长时间没有将外面的小怪解决，容易触发小头目和小怪同时上场攻击，很容易导致队伍减员。最后就是副本的 BOSS 了，正义兄，你没有打过不清楚，我们尝试过几次，这变态双人组是真恶心，一个近战拖延，一个远程点杀。这些其实陆远都清楚，但是他还是仔细听了一遍。和前世记忆之中的猛虎山寨几乎没有变化。陆远身后的陆雪眼睛已经成了蚊香眼，这荣耀红叶所说的注意事项太多，他都有些记不过来了。陆雪看了下自己的等级，他是队伍之中等级最低的那个，仅仅只有10级，但是他们要挑战的副本难度等级高达25级。陆雪的心中难免有些担心起来，他还从来没有下过副本，万一要是因为他导致了这场副本的失败，陆雪会无比自责。陆远一眼就看到了这小妮纠结的小脸，摸摸头安慰了一下。陆远从容不迫道：“淡定了，比这难100倍的副本，你哥我都随便过，更何况这。”陆雪在他的安慰下稍稍安心了一些。陆远的话他自然无比相信，但是声音传到一旁，却难免让荣耀队伍里的几人嘴角抽搐。
这牛也是真敢吹啊！这25级副本，整个神域也没人通关过几次，眼下的正义狂徒却放出如此豪言，几人算是看出来了，这是欺负那小妹妹不懂得神域，在这胡吹海侃。但几人也没有反驳的想法，吹就吹吧，反正是会长所看好的人，没必要拆穿他来恶了双方的关系。带妹就带妹吧，只要能通关，几人也没话说。几人倒也没有质疑路远，双榜首的含金量，几人还是认可的。荣耀队伍里的坦克嬉皮笑脸，没看出来这正义兄还有这种爱好。无所谓，只要能过困难级，甚至是噩梦级副本就行。路远很快选择了副本难度，一行人快速的进入副本之中。副本难度选择完毕，地狱级。副本进入中。路远不想浪费时间，直接选择了最高难度的地狱级副本。他们很快进入了副本之中，遥望着面前戒备森严、装备精锐的山贼，目光警惕的来回巡视。荣耀公会的人傻眼了，这和他们想象的不一样啊！他们就通关过简单难度的副本，就连困难级都没有通关过，眼下直接挑战地狱级难度的副本，还是在队伍成员减一的情况下。10级牧师的陆雪在他们的眼中默认无战力，相当于6个人挑战这地狱级难度，这家伙不是疯了吧？荣耀公会的几人见了鬼一般的看着路远，带妹还要挑战这么高难度的副本，几人的心态很快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毕竟这副本次数并不是无限的，这随意的一次尝试也可能浪费他们一次宝贵的副本挑战次数。脾气好的尚且能够自我安慰下来，脾气稍差的坦克玩家就差直接开喷了。我们承认你有点实力，但是你要是浪费哥几个宝贵的副本次数，那不好意思，照喷不误。荣耀红叶这边的私聊已经炸开了。红叶哥，这是什么意思啊？带个人还带着咱们直接挑战地狱级难度，能过吗？红叶，不是我说，就算他有实力也不能这么浪吧？真以为这神域是一个人的游戏？这是个团队的游戏。荣耀红叶只能安抚他们，相信正义兄吧，他既然这么选，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不光是队伍里的荣耀公会成员，就连陆雪也带了。不是哥，我知道你很厉害，但是也没必要这样，直接选择最高难度。就算他没怎么玩过神域，一看那血红色的地狱级难度，也知道这绝对不是好通关的。第65章，无所谓，我会出手。路远带妹很快加入了荣耀红叶的公会，并选择了副本的难度地狱级。地狱级的猛虎山寨难度一下子陡然激增了许多。荣耀队伍的成员们看着这数量足足翻了4、5倍的山贼们傻眼了。探测数落在其中一只普通山贼的身上。山贼等级25，攻击400至450，防御400，生命值15000，15000，技能袭击、劈砍、2连刺。评价：猛虎山寨的一员，拥有着不俗的战力。这一只普通山贼的属性都已经让荣耀队伍内的几位成员目瞪口呆了。这就是地狱级副本内怪物的属性吗？这样太夸张了！400的悟攻、悟抗，比简单难度几乎翻了2倍。属性翻倍还是其次，那坦克玩家扫视了一圈，面色铁青。更要命的是，这些家伙的数量也翻了4、5倍。该死，这要怎么打？我们才6个人，这附近的怪物数量甚至高达40、50只，哪怕是队伍里最肉的坦克，也扛不住他们的一轮攻击啊！而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还面色平淡地望着这周围的怪物，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荣耀红叶目光凝重，安抚队伍内的成员：别慌，既然正义兄已经选择了地狱级的难度，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相信他，发挥出我们的全部实力。哪怕这一次不能通关，也要尽可能的多杀一些。这地狱级难度副本内怪物的经验，也是一笔不菲的奖励。有着荣耀红叶的劝慰，队伍里的几人才慢慢将问责的目光从路远的身上移开。坦克流连忘返，调整呼吸，语速极快。这些山贼的攻击虽然提高了很多，但是依旧在我的可承受范围之内，最多5只山贼的攻击应该是没问题的。问题不大，只要奶妈治疗及时，奶量充足，就还能打。荣耀红叶听完队伍坦克的话，微松口气。队伍里的弓箭手小心提醒：红叶哥，咱们的牧师是他。他小心地示意了一下路远的身后。陆雪挥了挥小手，脸上绽放笑容。荣耀红叶这才猛然想起，队伍里似乎并没有准备第2个牧师，也就是说，要让一个10级的初始小牧师去治疗接近30级的全肉坦克，恐怕蓝条耗尽也回不了多少血吧。荣耀红叶用力咳嗽了几声，再次看了这山寨门口把守的诸多山贼，眼中有些绝望。这怎么打？队伍里续航都没有，还是地狱级的副本，别说最后的 BOSS 了，就连 BOSS 前面的这些闲散小怪，他们都不一定能够清理完毕。这可该如何是好？接二连三的问题出现，饶是荣耀红叶的心理强大，也莫名感觉到一些心累。
不是对陆远，而是对着无比困难的地狱级难度副本。就算把陆雪换作是常规的25级牧师，要想通关这地狱级难度副本也是十分艰难。队伍里的刺客则是在不断观察着这些野怪的行动轨迹。他有所发现，这些山贼的移动看似毫无规律，其实不然。在某一个时间节点，这些山贼之间会出现空隙，抓住这个空隙，他们或许可以做到将这山贼们分而击破，或许胜利的契机就隐藏于其中。刺客的眼中越发兴奋起来，陆雪则是傻傻地望着最近一只山贼的属性，这随意一只山贼的攻击都要比他的生命值还要高了。至于生命值，那更是1-2万。天哪！他在新手村内所见到的最强的怪物，也就只有那狼王，而这里每一只山贼的属性都快和新手村内的狼王实力相距无几了。更让他错愕的是，这些山贼的数量，光是山寨门口站岗守卫的山贼数量就在50多，这山寨内山贼的数量只会是更多。这要怎么打？他们这队伍真的能够通关这堪称地狱般难度的副本吗？陆远微微勾起一抹自信笑容，无所谓，我会出手。陆雪抿唇，才没有吐槽出声来。哥呀，现在不是你耍帅的时间了。下一秒，他睁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盯着眼前的场景。绚丽的火光几乎冲天起，火球术炸出了巨大的深坑，仿佛恐怖炸弹的爆炸一般。而在火球术的正中，躺着几具焦尸。158000，秒杀！158000，秒杀！158000，秒杀！整整齐齐的伤害数字跳出，场上的玩家呆滞了。陆雪 ，Sigma， 夺手！这还是他第一次见识到陆远的伤害，只是这伤害未免也太夸张了一些吧？这伤害足以秒杀这普通山贼10次了吧？荣耀队伍内其他人的表情也大多如此。一个普普通通的技能，居然能够造成如此高额的伤害，这让队伍里的其他人有些难以想象。他们的队伍本是荣耀公会内的攻略队，队伍内的成员都是顶尖。攻略队里的法师玩家在这等级榜上也是前签的存在，但是他的伤害和陆远的伤害差距简直不要太大。就算是简单难度下，攻略队里的元法师都尚且做不到一个技能秒杀，更何况这地狱级难度里的怪物。但就是如此强大属性的山贼，在面对着陆远的时候，甚至不能抗住一下。那坦克玩家流连忘返呆呆地看着陆远，连一旁的山贼靠近都没有发现。随后他就看到了陆远斜视来的目光，那目光冰冷如刀锋一般。流连忘返猛然醒悟，一切所流露出来的都仅仅只是表象。这家伙从来都不是个好说话的人。看着陆远随意挥下的手，仿佛死神的镰刀挥下，预示着他的生命终结。流连忘返的心中莫名恐慌，甚至生出了一丝求饶之意。耳边一热，粘稠的液体奔涌在他的脸上。流连忘返僵硬地转过身来，却看到一个慢慢折倒的无头身躯。那束死神的镰刀并非是挥向他，而是他身旁的山贼。流连忘返艰难地咽下口水，在看向陆远的眼神之中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恐惧。第66章，展示实力，态度转变。地狱级的副本，猛虎山寨之中，悍然出手的陆远很快将一片山贼干脆利落的秒杀。随手释放出的技能总能带走1位2位甚至更多山贼的性命。连发火球飞出，每一颗火球都能精准地将一位山贼击杀。陆雪的眼眸已经化作了星星眼的模样，就差挥手当个啦啦队了。直到此时，他才更能清楚陆远所说的话，无半句虚言。火力全开的陆远一个个技能甩出，转瞬间便将这山寨门口将近半数的山贼给清空。额头冷汗直冒的流连忘返一路小跑，很快来到了陆远的身旁，架起了盾牌。只一眼，他就已经抛弃了先前所有的嫌弃想法。他如今只有一个念头，守护陆远。如此高的伤害，绝对恐怖的炮台法师，比他们队伍前面那个法师要强大上百倍。只要能保护好他，这次的地狱级难度副本未尝没有通关的可能。荣耀红叶等人也快速的反应过来，弓箭手玩家直呼卧槽，这正义兄这妖牛批，我错了，我不该质疑他的。技能秒一片，还是地狱级副本，我服了，真的服了，这把保护好正义个大概率能赢。几人态度的转变很快，都是相当实诚的人。一开始吐槽责怪陆远，也是觉得这地狱级副本通关无望，反而还会浪费一次宝贵的副本挑战机会。但是现在随着陆远展示出了实力的强大，通关的希望重新出现，几人的态度也随之发出了巨大的变化。队伍里的另一位战士横刀挡在了陆远的身前，满脸愤慨，要想杀正义兄，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浑然不觉，这家伙半分钟前还偷偷发私信腹诽陆远的样子。陆远也不在意，能让他在意的事情很少，比如蓝星，比如陆雪。荣耀红叶扫了眼远处，
队伍里的刺客惊恐地看着陆远，眼中难以置信。小狼，别傻站着了，找机会切点脆皮！荣耀红叶喝道，同时也挡在了陆远的身前，与流连忘返以及另一个战士形成了一座人墙。小狼依旧呆呆地望着陆远，视线不时地在怪堆和陆远上切换，眼中惊恐。他没有看错，绝对没有看错，这家伙看似是随手释放技能，但是技能抵达的时机都无比的微妙。他前面就注意到，这些猛虎山寨的山贼移动的轨迹应该是有迹可循的。如果把控得好，那么就可以做到在其余山贼并没有注意的时候引出一部分山贼。想来这应该就是地狱级副本前段通关的技巧。刚发现了这技巧的他，还没有来得及和队伍里的几人讲解，就已经看到了陆远施法。不知是不是凑巧，这家伙的技能每次都适逢着山寨口山贼的空窗期间，半数的山贼都已经被秒了，但是剩余的山贼却还没有被吸引仇恨。小狼的心底一片冰凉，一次两次可以说是意外凑巧，但是每一次都是如此，这还用凑巧来解释，就未免显得有些牵强了。这家伙进入副本才多久啊？这恐怕还是他第一次挑战地狱级副本，怎么会如此快时间内就察觉到这些山贼的空窗期，从而将他们一一击杀？小狼自身也是因为挑战了几次简单难度的猛虎山寨，这才察觉到一丝异常。而这家伙第一次进入副本就摸清了这山贼的动向规律，简直恐怖！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山寨口的山贼全部被一一点杀。看着空荡荡的山寨口，荣耀队伍的几人还有些没有反应过来。红叶哥，掐我下试试，我不是在做梦吧？这5分钟不到，速通山寨口，哥哥好厉害！陆雪欢呼雀跃。这地狱级副本的怪物有着极高的经验加成，哪怕被队伍分摊了许多，落在陆雪的头上时，也依旧是一个恐怖的数字。这一波的经验下来，陆雪的等级直接从10级提升到了16级，短短的5分钟内飙升6级，这效率委实恐怖。陆远点了点头，算是应下了妹妹的夸赞。继续吧，抓紧时间，尽早通关。他的声音平淡回响在副本内。只是有了第一波的表现后，队伍内的玩家们无意反驳，而是拼命地点着头。是，抓紧时间，我们尽早通关。榴莲，别他妈发呆了！正义大神都发话了，一会冲就完了。正义兄牛逼，速通地狱级副本。眼下就算是再蠢的玩家也意识到了，这队伍之中的陆远毫无疑问是条超级无敌大腿。带妹，别说带妹了，只要实力够，大佬带6个妹妹，他们都不会说什么。身为坦克的流连忘返气势十足，一马当先的冲在了最前面。开玩笑，身后就是顶级大佬，怂？不可能怂的。下一秒，差点被射成刺猬的流连忘返狼狈逃了回来，生命值跌破危险线，险些直接被秒。流连忘返磕下血瓶，愤愤道：卧槽，这里面又多了好多弓箭手，刚进去差点给我射成筛子了。正义大佬，你说咱们该怎么进啊？他下意识地问着一旁的陆远。其余几人也是纷纷投来了目光。在展露出了夸张的实力之后，陆远已经隐隐成了队伍之中的主心骨。陆远只是随意的扫了一眼之后，便掉头绕向了另一个方向，丢下一句话：跟我来。队伍里的荣耀工会成员一脸懵逼，这正义大佬怎么看起来比他们还熟悉这地图的样子啊？反应过来的几人很快跟上，绕了一圈，陆远很快站定，满意的点了点头。只见这猛虎山寨外一把孤零零的梯子挂着，队伍里的荣耀工会成员们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这特么怎么会有个梯子在这啊？水塔喵，大门不走，在这边上找梯子偷偷摸摸翻进去啊？主要是还真找到了，有这梯子的话，或许真的可以借机进入其中，来一次完美的潜入。陆远挑了挑下巴，上吧。第67章火烧竹楼。地狱级副本猛虎山寨中，陆远绕着这山寨走了一圈，在众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之中，发现了闲置在外的梯子。几人借助着梯子，终于偷偷潜入了这猛虎山寨之中。正式进入了这猛虎山寨，几人面上流露出了兴奋之色。他们看着陆远的眼神越发惊奇了起来，就连通关过几次简单难度副本的他们都没有察觉到这新奇的进入山寨内的方式。这初次尝试25级副本的陆远又是如何知晓的？难不成这就是他们和高手差距？陆远并不知道他们的心中所想，而是快速地扫视了这一圈的猛虎山寨。猛虎山寨内一座座的竹楼耸立着，房屋看着十分简陋。荣耀红叶低声在陆远的耳边说道：小心一些，这些竹楼里还隐藏着许多山贼，下面的小怪里隐藏着一类特别的山贼，如果不先将这些山贼秒杀，他们会将竹楼里的其他同伴也吸引出来。陆远抬头看了眼竹楼，若有所思了一会，他挥了挥法杖，下一秒巨大的火球便砸向了那竹楼。
在其他队员们诧异的眼神之中，这火球命中了竹楼。荣耀红叶念叨的话僵住，抬头看的脖子都酸了。队伍里的弓箭手有着鹰眼技能，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他此时嘴巴不断张大，看着这燃起大火的竹楼。从竹楼内传来呼救的声音，但是晚了，这大火将整个竹楼都已经点燃，火势顺风直上，很快便将这竹楼化作一片火海。身为坦克的流连忘返身上白光一闪，等级竟然提升了1级。那火球不仅爆炸带走了几位山贼的生命，也在瞬间将火星迸溅到四面八方。竹楼被火球点燃，竹楼内的其余山贼们纷纷陷入到了火海之中。这火海的灼烧伤害委实恐怖，这些山贼们的哀嚎没有持续多久，就已经全部阵亡。高额的经验下，队伍几人的经验条猛蹿一截，有几人更是直接升级了。荣耀红叶目光呆滞，还能这样？担心这竹楼内的山贼冲出来支援，所以先把他们给秒了。流连忘返吞咽口水，乖乖，这是真狠啊，居然还能放火点燃这竹楼。这样的举动还是不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是这样居然真的可行。他们还从来没有想过将这竹楼点燃，先解决掉增援的山贼。他看着陆远的目光傻傻，这家伙的脑子里究竟装的什么？怎么老是能做出这奇葩的操作出来？正常人谁不是一个个的清理小怪，然后解决头目，最后杀 BOSS 吗？你压着直接清空小怪，下一步是不是要跳过头目，先去干 BOSS 了？他是真怕从陆远的口中听到这么一句，别杀小怪了，我们直接去杀 BOSS 吧。这想法简直疯狂。但好在陆远并没有这么说，也没有这么做。流连忘返总算是松了口气。其实他的想法倒也是陆远的想法。陆远确实想过要不要走捷径，直接去处理 BOSS， 但是思来想去，他还是放弃了这个诱人的想法。开什么玩笑，把 BOSS 杀了，副本就结束了。这副本里那么多怪物，岂不是都浪费了？这可是地狱级副本啊，这副本内的怪物每一个都有极高的经验值，比外面同等级的怪物要高不知道多少倍。若是让队伍内的其他荣耀公会成员们听到了他的心声，肯定会直呼变态。这密密麻麻的副本怪物，几人都惶恐数量太多，打不过。但是陆远却嫌少，巴不得这猛虎山寨内的山贼数量越多越好。毕竟这山贼数量越多，几人获得的经验也才越高。陆远的目光落在了队伍里的陆雪头像上，查看了一番，这才几波怪物，陆雪的等级从最开始的10级已经提升到了18级。这地狱级副本内怪物的经验简直恐怖如斯，这等级提升的速度堪比坐火箭。这竹楼内的惨状很快也吸引到了竹楼下山贼们的注意。就在他们惊慌的时候，陆远一行人快速杀出。陆远技能火力全开，不断秒杀范围内的山贼。队伍里的几人甚至连出手都不需要，只有直呼卧槽的份。在陆远的带领下，他们推进的速度极快，一个个竹楼被引燃，大片的山贼落入火海。山贼们的哀嚎声在他们的耳边响起。看着这面色冷硬的正义狂徒，几位队员都是心里犯怵。这家伙的样子，到底谁才是这地狱级副本的怪物啊？按照常理来说，被追着跑的不应该是会他们吗？不应该是玩家吗？怎么现在会是他们这些玩家来追着这地狱级难度的小怪来杀啊？一时间，几人的心中感觉有些荒谬。在面对这猛虎山寨内的小头目时，几人又惊呆了。这小头目怎么看也不是个好惹的家伙，但是却也被陆远一个火球给秒了。这样的伤害真的存在吗？队伍里的几人开始思考起人生。毫无疑问，存在。饶是陆远的伤害爆炸，也依旧花费了将近20分钟，才将这地狱级副本内的怪物清理干净。这压力可不小。陆远虽然生命值没有掉落，但是蓝量几乎已经清零。对于法师来说，这清空的蓝量也意味着他的战斗力几乎为零。队伍里的其他人也留意到了此时陆远的状态。荣耀红叶示意队伍停下，正义兄，先别急着上吧，补充一下状态再上。队伍也适时停下，纷纷用着希冀的目光看着陆远。陆远的伤害无需多远，在队伍之中绝对是一骑绝尘的存在。可以说，在陆远的带领下，他们才终于有着通关地狱级副本的可能。眼下队伍的主力陆远空蓝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便是停下步伐，等陆远补充足够的法力值。队伍里的流连忘返一路小跑上来，捧着几瓶蓝色药剂。正义哥，这药剂你收下吧，效果杠杠的。陆远看了一眼这药剂，礼貌拒绝。不用了，直接开 BOSS 吧。但是你的蓝海，陆远淡然道，问题不大，足够了。队伍里的其他人，你这蓝量感觉撑死放一个技能啊，万一要是没秒掉，那我们岂不是要记？第68章双 BOSS 的恐怖。陆远此时的蓝量仅仅只有20点不到，随意释放个强大点的技能，恐怕就会彻底清空蓝量了。到了那个时候，再强的法师没有法力值也只能干瞪眼了。就算陆远有着高额的回蓝，
但每秒回蓝的数量也仅仅只有不到5点。队伍里的几人都停下了脚步，看向了陆远。眼下，陆远作为队伍里的关键输出，为了确保他的状态，队伍里的几人也甘愿等上一段时间。但陆远则是有些淡然，表示无妨，直接开 BOSS 吧。其余的成员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照着陆远所说的去做了。副本内的2只 BOSS 很快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大当家以及二当家，一个近战，提着把3米长的大砍刀，另一个远程，抱着把漆黑的巨大弓弩，目光冷冽似剑。就是你们擅闯我们猛虎山寨！为首大当家开口，粗犷的声音回荡。大当家虎痴，首领级 BOSS， 等级25，攻击850至900，防御1200，生命值15000015000，技能虎啸，血影狂刀，旋风斩。评价：猛虎山寨的大当家，进可3部曲首级，首领级 BOSS。队伍里的几人都是心头一颤，他们所挑战的简单副本内，这大当家还仅仅只是个头目级 BOSS， 但是在这地狱级副本里，已经是一只首领级的恐怖存在。更要命的是，这副本内是双 BOSS， 这也就意味着另一只 BOSS 二当家他。众人的视线落在了二当家的身上，又是一阵抽泣声响起。二当家虎猎，首领级 BOSS， 等级25，攻击1125至1150，防御800，生命值10000010000，技能鹰眼，瞬息万箭，连射。评价：猛虎山寨的二当家，远可100米穿心。这竟是2个首领级 BOSS。前排坦克、荣耀工会的流连忘返人都傻了，有没有搞错？这2个首领级 BOSS 怎么打？一个800多的攻击，上千的防御，一个上千的攻击，800多的防御。他自己的攻击才堪堪破100，而最高的防御也仅仅只有300-400的水准。这让他来抗，不如直接杀了他算了。这扛个锤子啊！那大当家怕是一刀就给他秒了。换成伤害更高的二当家，也是一剑就死的水平。这完蛋啊！他的眼中有些绝望。荣耀工会的几位成员都为之沉默了。这尼玛也太变态了！这 BOSS 的属性，这2个 BOSS 任选其一，放在副本外都是需要上百人才有可能攻略成功的。而这里塔喵的足足有2只，而且他们所攻略的人数还仅仅只有7个人。这打什么？几人的心底一阵绝望。这地狱级副本的难度有些超乎他们的想象。其中一位弓箭手更是忍不住吐槽起来：操！要是让我知道这地狱级副本要挑战这样的怪物，我他妈还是投降了算了。这根本不可能通关吧？这 BOSS 10几万的生命值，800，上千的防御，这怎么打？队伍里一直沉默的刺客悠悠开口，却是给几人的心中又泼了一盆冷水。别忘了，这2个 BOSS 还有羁绊，没办法一起杀了，他们就要开无双了。此话一出，队伍里几人彻底心死。对啊，还有这羁绊没有考虑。要想战胜这2个 BOSS， 必须努力将2位 BOSS 同时击杀，否则的话……荣耀红叶的嘴角抽搐着，已经想到了前面一次的挑战。那次挑战十分常规战，几人先杀了大当家，他们正准备掉头去杀二当家时，却发现这二当家红了眼睛，他嘴里念叨着什么不要小瞧我们的羁绊啊。随后那弓弩变得跟个机关枪似的，一箭一个，几箭的功夫副本就结束了。先杀大当家不行，几人也尝试过先杀二当家，但是带来的结果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更为残暴一些。那大当家的砍刀几乎化作了旋风，硬生生将他们斩成了一节节的碎尸。事后吸取教训，他们终于得知这俩家伙必须同时击杀，否则另一方开启狂暴，战斗就一面倒了。荣耀红叶长舒了口气，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大家都走到这里了，高低也要尝试一下吧，万一就赢了呢？是不是？尽管他自己说的都没有一点底气。2只首领级 BOSS 如同2座巨山一般，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气氛压抑的可怕。你们怎么了？陆远和陆雪有些诧异的看着他们。陆远前世也下过不少次这猛虎山寨的副本，对其中的技巧记得清楚。其实也没有啥特殊的技巧，对于身为法神的陆远来说，所有的技巧都已经无形的融入了身躯之中，化作了肌肉记忆一般。所需要注意的点就是需要控一下 BOSS 的血线，在解决一个 BOSS 的时候，爆发攻击将另一个 BOSS 给斩杀掉，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陆远几步上前，也懒得搭理这大当家的话，身上蔚蓝色的光芒闪烁，法术源泉用出，无尽的魔力在体内流淌。陆远的眼眸中闪烁着蓝光，体内的魔力如泉水般奔涌。在这短暂的时间内，陆远找回了一丝熟悉的感觉，那是他身为法神时，体内魔力如浩瀚汪洋。神赐之界的附带技能法术源泉使用后，体内的魔力源源不断的用出，法力值瞬间回复满值。陆远抬手释放技能，
火球，连发火球，爆炎剑，寒冰剑，疾风斩。体内的魔力快速流逝，又在快速的补充着，源源不断，永无止境。这熟悉的感觉让陆远有些沉醉其中，没有一个法师能够拒绝蓝亮无限的诱惑。技能落下，淹没了2只 BOSS。队伍里的几人惊愕的说不出话来了，这家伙怎么会？原本都要空了的蓝条，怎么瞬间回满了？他们睁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陆远所丢出的技能，那事关此次副本的通关与否，联系着场上所有玩家们的心弦。技能落在一起，火焰、疾风、冰晶同时迸溅开来，绚丽的光芒让几人不禁眯起了眼睛，恐怖的伤害甚至扬起了巨大的烟雾。等到烟雾散去，几人瞪大了眼睛。第69章直接秒杀，通关地狱级副本。巨大的烟雾充斥在这猛虎山寨之中，所有玩家的心都提了起来。陆远的伤害是很高没错，但是面对着同样极高防御、极高生命值的2只首领级 BOSS， 谁又能确保一定能够将这 BOSS 给击杀呢？陆雪的小心脏也是砰砰直跳，心口处一丝刺痛传来，他捂着心口，紧张地看着烟雾之内。等到烟雾一点点散去，烟雾内的人形暴露在了几人的面前。陆远毫发无损，2只首领级 BOSS 的残缺身体倒在一旁，他居然真的秒杀了！荣耀红叶、流连忘返都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他们居然真的通关了地狱级副本。陆远的眼前，系统的提示声响起，是首次通关这25级地狱难度副本的提示。陆远并没有掩饰，直接选择了通告。不出2秒，响亮的系统通告回荡在了整个神域世界所有玩家们的耳边。恭喜龙区玩家正义狂徒率领队伍荣耀公会永存，首次通关25级地狱难度副本猛虎山寨，奖励声望加2500，金币加1。恭喜龙区玩家正义狂徒，恭喜！连续的几声系统通告响起，让无数的神域玩家们错愕不已。怎么回事？我才刚25，都有人能够通关25级的地狱级副本了？这25级的副本这么好通关吗？我连20级的噩梦级副本都没有通过。正义狂徒，怎么又是这家伙？天天上电视，我耳朵都要听出茧来了。荣耀公会永存，这不是荣耀公会的攻略队吗？这正义狂徒怎么会跟荣耀公会扯上关系？难不成他已经加入这荣耀公会了？一处25级的副本入口外，一行人的脸色难看。狂澜将手中的刀狠狠插在地上，满脸不甘。这家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那可是地狱级难度的副本啊，他们怎么能通关的？他不是没有尝试过通关这地狱级难度的副本，但是这地狱级难度的副本狠狠地给他们上了一课。那地狱级难度的副本根本就不是人能打的。前面的小怪还好，数量虽然多一些，但是也还能够应付，在狂澜和傲视斩龙的联手配合下，还是能处理1、2的。但是后面的头目怪，这就已经几乎将队伍里的其他人都给逼死了。勉强解决完这头目怪，见到了最终 BOSS， 不管是狂澜还是傲视斩龙的内心都是绝望崩溃的。塔庙的最终 BOSS 是首领级的怪物，不想通关就直说，这100人才能有机会击杀的首领级 BOSS， 那是他们7个人能够解决的。这地狱级副本真的有人能够通关？那次挑战失败后，狂澜和傲视斩龙都断了挑战地狱级副本的想法了。挑战也不过是突然浪费这副本挑战的次数，但是如今在耳边响起的系统通告却狠狠给他们抽了一巴掌。不可能通关，现在有人通关了。而更令着傲视公会的人难受的是，他丫的还是带着荣耀公会的人通关的。傲视斩龙沉着脸，神色冰冷。狂澜心中更多的则是不甘，这正义狂徒究竟是什么来头？为什么他 S 级的天赋都依旧被他死死的压在身下？不管是等级榜还是实力榜，这家伙都踩着自己的脑袋登临了第1。马德，凭什么？越想越气，这狂澜只感觉一股无名火冲上了心头。傲视斩龙看出了这狂澜的脸色变化，微微皱眉，他开口安慰了几句：狂澜兄不用忧虑，你的天赋并不适合攻略副本，你武器大师的天赋应该在竞技场上爆发出璀璨光芒。现在的等级还是太低，等再高一些，就连那正义狂徒也不会是你的对手的。在傲视斩龙的安慰下，这狂澜的脸色终于缓和了些许，回头看了一眼这25级副本的入口，狂澜看着自己还有1次的副本挑战次数，咬牙道：再来，区区一个法师，等我等级高一些，随便杀。他们很快又消失在了这副本入口。猛虎山寨副本入口，陆远等人的身影出现在那里。陆远的脸色平静，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但是队伍内其他人可就不一样了，荣耀公会的成员们脸上笑容难消，这可是他们荣耀首次通关地狱级副本啊！虽然不是自己上了一波电视，但是让整个荣耀公会都在神域玩家们面前都露脸了一番，他们的心情依旧无比激动。
荣耀红叶则是看着陆远，嘴里感叹：这次还是要多谢正义兄了，如果没有正义兄，我们荣耀公会怕是尝试10000次也难以通关这地狱级副本一次。队伍里的弓箭手也是连忙表态：正义大佬牛批666。流连忘返则是满眼期待：正义大佬，下次也一起过本呗，我保证拼命保你，哪怕我死了都不会让你受伤一根毛。陆远随意应了几句。陆雪仰头看着陆远，满眼崇拜：哥，你真厉害！在通关这地狱级副本后，他的等级已经提升到了18级，一次副本直接让他的等级提升了8级，何等的恐怖！陆远精神一振，嘴角微微上扬：哼，你以为哥跟你开玩笑？哥无敌，你随意。在陆雪的面前，陆远稍稍放松了些许，不用再紧绷着精神，甚至有闲心开个玩笑。陆雪眨着晶亮的眸子：哥，我还想过这副本，等级升得好快。陆远想了想，摇了摇头：这个副本算了，没什么意思。陆雪有些失望，委屈巴巴道：好吧。陆远话锋一转：这个副本等级太低了，等一会我带你打30级的副本去。30级的副本？陆雪睁大了眼睛，抱着陆远的手臂：好哎，升级升级。一旁的荣耀公会几人也是不断咳嗽着，眼中异动不已。那可是30级的副本哎，25级的地狱级副本内经验就如此高，那要是30级的副本，经验又该高到何处？想到这里，荣耀公会的几人都有些流口水了。他们的视线落在陆雪的身上，有些羡慕。能成为这大佬的妹妹，这也太好了吧！大佬免费带副本啊！这才进入神域多久啊？等级马上都要追上他们了。要不是顾及荣耀公会的形象，几人都已经开舔了。正义大哥，你看看队伍里是不是缺个保护咱妹妹的坦克？你看看我怎么样？流连忘返已经选择性忘掉了一开始时候的矛盾，拍着胸脯道：我一定把咱妹保护得好好的。队伍里其余几人看向了他，眼底不满：你这家伙怎么偷跑呢？第70章紫金装备，众人惊现。陆远很快通关了地狱级难度的25级副本猛虎山寨。猛虎山寨的难度不低，但是在陆远的面前还是不值一提。最后守关的2只首领级 BOSS 掉落的装备也相当的豪华，2件紫金器，一把25级的紫金器弓弩，一件25级的紫金器大剑，2把紫金器武器，给队伍里的荣耀公会成员们眼都看呆了。特别是那弓箭手，看到那紫金弓弩的时候，眼神跟看见了挚爱一般。但是他的内心挣扎了几下，还是咬着牙不去看这紫金器弓弩。这地狱级的副本基本上可以说都是陆远出的力，整个副本内其余人的输出占比估计只有可怜的1%不到。这掉落的2件紫金器，他们怎么有脸去拿呢？副本最累的陆远，这次副本的收获却并不大，1件紫金器都没有获得。不论如何，队伍里几人也没有拿着装备的脸。正义大佬，这些装备你全部收下吧。我们也没有出什么力气，凭什么拿这么好的装备？荣耀红叶也是有些惋惜的看着那把紫金大剑。这25级的紫金大剑可是比他手上这20级的蓝色大剑要好用得多。但是好归好，不该他拿的他也不会拿。队伍里的几人目光热忱的看着这掉落的装备，陆远不难注意到这一点。他坦然接受了这一点，因为整场副本都是他在出力，这装备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获取。不能说因为他用不上，所以这2件紫金装备就不属于他了。将2件紫金装备收入背包后，陆远明显能够感受到队伍内几人的情绪低落下来。想了想，他开口询问着荣耀红叶：红叶，你们荣耀公会不知道对这2件紫金器有没有想法？荣耀红叶愣了一下，旋即很快反应过来，眼中满是喜色，连连点头道：有，非常有。陆远的意思表现得还不明确吗？这2件装备在他的手上无用，反正也是拿出来卖，最优先的目标无疑就是面前的荣耀公会。荣耀红叶领悟过来，用力点头。他赶紧联系上荣耀公会的会长荣耀华夏。荣耀华夏正在这神域之中和公会成员们一同奋斗。收到荣耀红叶的消息，他大喜过望。看来这长时间的打好关系还是有好处的。你看，这正义兄有了装备，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们荣耀公会。虽然这正义兄还不是他们荣耀公会的成员，但是荣耀华夏相信这正义狂徒迟早会是他们荣耀公会的成员。等等，前面的地狱级副本的通关似乎也和这正义兄弟脱不开干系，这让荣耀华夏的心中更为惊喜。他本来以为这正义狂徒带妹的情况下能够配合攻略成功困难级甚至是噩梦级副本，他就已经十分心满意足了。这地狱级副本他也只敢想象一下，没想到这正义狂徒边带妹还能通关最高难度地狱级难度的副本。此时收到荣耀红叶的消息，
荣耀华夏心情大好，大手一挥，随正义兄开价，这2件紫金器，我们荣耀公会全包了。荣耀红叶如实转达。陆远考虑了一下，还是将这个开价的皮球踢给了荣耀公会。而荣耀红叶这边和荣耀华夏商讨了一会，便决定了下来。正义兄，相信这市场行情，你应该也清楚。地狱级副本没有你，我们通关不了，因此这副本内的全部收益，我们荣耀公会全部买单。5万 RMB， 希望我们以后的合作可以更融洽。荣耀红叶对陆远认真说道。5万的价格是不低了，蓝装的价格几百上千已经是顶天了，这紫金器的价格再贵也贵不到上万块。2件紫金器加上陆远不需要的其他装备，最后还有陆远通关地狱级副本的感谢费，零总算下来足足5万块。一旁的陆雪小嘴微张，惊愕的说不出话来。这年头赚钱这般容易吗？这赚钱的速度比起抢银行估计都不遑多让吧。就才多久啊，2件装备就可以获得5万块？5万块那可以买多少好看的小裙子，多少好吃的啊！陆雪的眼中金光闪闪，她终于有些理解为何这陆远会有100万存款了。这趟副本就可以赚这么多，那岂不是多下几次副本就可以赚好多钱了吗？他看着陆远的眼神更加崇拜起来。妹妹崇拜的眼神，陆远还是挺受用的。已经和荣耀公会交易了数次，双方也算是知根知底。达成了交易之后，陆远干脆的将装备交易给了荣耀公会的成员们。这25级的紫金器装备入手，几位荣耀公会的成员们神色不一。荣耀红叶轻抚着手中的紫金大剑，仿佛那是什么稀世珍宝一般。不过这个阶段的紫金大剑说是稀世珍宝，那也是一点不为过。而另一位获得装备的是队伍里的弓箭手，他抱着紫金气弓弩，笑得嘴都合不拢了。流连忘返看着2人的模样，语气酸酸：“不就是把紫金气吗？看这宝贝的红叶哥，给我摸摸呗。”荣耀红叶达咩，不行。他渴望的眼神只能看向了一旁的弓箭手。弓箭手犹豫了一下：“那给你摸一会熬，我还没有摸够呢。”陆远静静地看着他们打闹，眼中有些追忆。他前世的经历确实像是励志的童话故事一般，从一个实力普通的小法师一步步的成长。勇者讨伐魔王的路上，也总是会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伴结伴行，只是现实要更残酷一些。历经千辛万苦的勇者终于来到了魔王的面前，但是他的同伴早已一个个的倒下了，只剩下了他独自一人。他的家乡毁了，家人死了，朋友死了，所熟悉的一切都消失了。但面对着最终的魔王，哪怕他战至最后一刻，也依旧难以将其击杀。或许是天命使然，他获得了再来一次的机会。这一次开局就是巅峰的勇者，又能否战胜魔王，陆远不清楚，但他相信自己，他一定会成功的。第71章遭遇敌人。哥，陆雪小心翼翼地挥了挥手。陆远回过神来：“你怎么了？好像很难过的样子。”陆远轻松地笑了，摇头不语。休息了一会，法力值已经在不知不觉回复满了。陆远重振旗鼓，目射金光，强大的自信重回体内。走，哥带你打更高级的副本。陆远在心底盘算了一下，他的伤害虽然足够应对高等级副本的怪物的，但是他也不能大意。他的伤害足够秒杀怪物，但是怪物的伤害也同样可以秒杀他。比如先前通关的猛虎山寨，若不是陆远取了巧，绕开了那堆难缠的弓箭手们背后偷袭，否则他们要想通过这猛虎山寨也并非易事。更高级的副本，难度系数更高，稍有不慎就是被秒，高风险高回报，这一点在哪里都一样。30级难度等级的副本，更高的经验不仅可以让陆雪的等级飙升，也同样可以让陆远的等级快速提升到30级。陆远的话音未落，周围的荣耀公会成员们都已经竖起了耳朵。这抱大腿的机会难得，谁都不想放过这一次宝贵的机会。这正义大佬挑战的副本可都是地狱级难度的副本，比起他们前面攻略的简单难度，撑死困难难度的奖励可要丰厚得多。若是能跟团混上几把，恐怕这等级要比那些兢兢业业刷怪的玩家们可要高上不少。就连荣耀红叶都可耻的心动了，跟着大佬混团本，这简直不要太香，哪怕什么奖励都不要，光是混经验也好啊。因此他们纷纷投来了眼巴巴的眼神。流连忘返最先表态：“正义兄，我真的很能抗的。”弓箭手玩家也早已被陆远折服，扭扭捏捏道：“我也是，很能射的。”陆远，他叹了口气，点了点头：“有个队伍就队伍吧。他和陆雪2个人或许还真不好打，来几个肉盾，哪怕到时候危险也可以先拎出去顶一下。”几位荣耀公会成员的心底一冷，有的更是打了个喷嚏，但是他们并不以为然，还是满眼希冀地看着陆远。殊不知此时陆远的心中已经在考虑该如何使用这几个工具人。陆远是不担心自己的，但是这陆雪
若是能有几个人守着，安全程度大大提升。因此思来想去，陆远还是同意了下来。他也并非是吝啬小气的人，顺手带几个人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那行吧，你们保护好小雪就行。听到陆远同意下来，荣耀公会的几个成员脸色惊喜。他们本来也不抱有多少希望，毕竟前面走公会的账是花了大几万才让陆远来带领通关这地狱级副本，没想到现在这陆远居然会同意他们加入队伍，去挑战更高级的副本。流连忘返拍着胸脯道：“正义大佬放心，我绝对会保护好咱妹的。”陆远看了他一眼，看得他有些毛骨悚然。陆远收回视线，率先朝着一处走去。这30级的副本距离有些远，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应该算是一个隐藏副本。前世一个玩家无意间来到那里，才意外发现的这隐藏副本。难度不高，但是经验挺丰厚。一行人的队伍很快随着陆远快速行动了起来。行至一处，陆远的脚步停顿，原本有些散漫的眼神也察觉到了一丝异常，变得认真了起来。等等，队伍里其他几人不明所以地停下。怎么了？最先反应过来的是队伍里的刺客，他很快进入了前行，消失在几人的视线之中。荣耀红叶的反应也不慢，后退几步，落在了队伍的末端，将弓箭手陆雪护在身后。正义兄发现了什么吗？流连忘返毕竟也是荣耀公会里的一线成员，实力是有的，察觉到几人的异常后，很快也有了猜测，目光警惕地在四周扫视起来。但是扫了一圈，他也不能发现是遭遇了怪物还是什么。正当他的心中疑惑更甚的时候，从远处响起了几声拍手声。啧，只能说不愧是实力榜第一，正义狂徒，你的警惕性简直无可挑剔。这都被你发现了，呵呵。从难以察觉的角落之中走出几人来，流连忘返看了一眼，眼眸收缩。这几人的头上均是顶着傲视的前缀，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几人竟是傲视公会的成员。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是提前埋伏，还是恰好路过？这都能撞在一起吗？他的脑海中瞬息闪过无数疑惑，但不论如何，他都已经提高了警惕。荣耀和傲视都是竞争关系，如果有机会的话，流连忘返觉得他们傲视并不会放过这个将自己等人击杀的好机会。当然，若是他们荣耀公会有这个机会，流连忘返觉得自己等人也不会放过。话说，这些家伙藏的是真好啊！他一开始都没有察觉到，但就是如此，都依旧被这正义狂徒察觉到了吗？好敏锐的感知，他的心中暗道。此时的傲视队伍之中，傲视云巅的心中也同样惊愕不已。在几分钟前，他其实就已经得知了这正义狂徒等人的位置。他们傲视有个隐身的刺客，在出去探查怪物的时候，恰好撞见了陆远他们。本来都没什么想法，直到看见荣耀公会的几人，这刺客玩家便将消息上报给了附近的傲视公会高层。没曾想，傲视云巅恰好在附近，收到了消息之后，心中很快有了注意。这简直是个完美的机会，提前埋伏一手。只是让他有些没想到的是，自己等人埋伏了许久，却依旧被那家伙给察觉出来了。不过察觉出来也无济于事。想到这里，傲视云巅的脸上浮出笑容。这几分钟的时间足够做很多事情了，比如……陆远扭头看向了身后，细碎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这脚步声的数量还不在少数。他们不仅被人给埋伏了，而且现在估计已经被人包围了。陆远的眼中光芒闪烁，看了远处的傲视云巅一眼，陆远的心中已经有数了，多半就是这家伙搞的鬼。看了一眼所包围的人数，密密麻麻，看着人数在100人之上，危险。第72章赤脚白棕牛。陆远本想带着陆雪来到记忆之中，这封洛城外一处隐藏副本中升级，但是在路上他很快察觉到了异常。在他的提醒下，队伍里的几人很快察觉到了周围的埋伏。短时间内，几百位傲视公会的成员从躲藏的地方涌出，目光不善地盯着陆远的队伍。而这些傲视公会成员为首的，则是陆远的熟人傲视云巅。傲视云巅看着被傲视成员们包围起来的陆远，嘴角扬起了一抹得意笑容。正义狂徒啊，正义狂徒，你也有今天。他看着面前的陆远，脑海之中已经回想起了前几日花费了足足30万买了一只垃圾宠物，这让他在傲视公会里丢脸丢大发了。亏他还兴冲冲地找上了傲视公会的会长傲视战魂。等后面了解了事情的全部之后，傲视云巅傻眼了。第一只56卓越的宠物卖30万，第二只65卓越的宠物卖3万，而且还都是在1天内出现的，那他这岂不是大冤种吗？反应过来的傲视云巅脸都绿了，这该死的家伙怕不是伙同着其他公会的成员，存心来骗他们傲视公会的钱的吧？最主要的还是真给他骗到了，那可是30万啊，用来买装备都可以让公会内的一线队员们武装一队了。事情发生后，这傲视战魂痛骂了他一顿，
但看在他也是为了傲视公会兢兢业业的份上，并没有多加惩罚，这让傲视云巅的心里可并不好受。特别是当后面又看到这正义狂徒售出了一件价值100万的隐藏职业转职道具的时候，他更是一口气险些没上来。要是因为他动用了工会资金买了个废物宠物，从而使得工会与这隐藏职业转职道具失之交臂的话，他都不敢想自己的锅有多大。但好在那道具被荣耀工会给拿下了，而今天从手下那听到这荣耀工会成员消息后，他便果断放弃了刷怪，带着队伍前来埋伏。虽然埋伏被识破了，但是他们几百个人已经慢慢将他们包围了起来。傲视云巅冷笑了一声，已经看到了这群家伙的死期。至于这几人能够从他几百号傲视成员的包围下逃脱，怎么可能？做梦呢！他那么多号人，一人一口唾沫都可以淹死他们了，能让这7个人跑了？要是能跑了，他当场就……路远的队伍之中，队伍内几人的脸色急切。草了，这帮傲视的狗崽子，居然蹲这里阴我们！靠！脾气火爆的流连忘返已经忍不住开口怒骂了。一旁的弓箭手也是拉满弓弦，警惕地望着周围的傲视工会成员们。看着这密密麻麻的玩家，弓箭手默默吞咽下口水，心中凄凄然。这打个锤子啊！这几百号人，他得射到什么时候去？怕是站在那里让他攻击，射得他手都酸了，恐怕也射不完吧。这傲视的几百号人已经成口带状朝着路远一行人包围而来。路远他们无路可逃了。看着这么多来者不善的玩家们，陆学已经畏惧地缩到了路远的身后。眼前这一幕让他想起了在新手村内的经历，他似乎也这么迷迷糊糊地被玩家追杀过。路远的眉头已经皱起，左右环顾人群，面色渐渐阴沉了下来。他在心中暗暗责备自己，还是一段时间的安稳，让自己失去了往日的戒心。换作是以前，稳健的他又怎么会不能远远地察觉到这里的异常？现在被那么多的玩家们包围了起来，哪怕是他，心中也忍不住泛起波澜。他倒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队伍里的陆雪。他有着自保能力，稍稍配合好，他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将周围的玩家们全部解决掉。但是他没有把握能够在如此多玩家的包围之中保护住陆雪。看着玩家们已经靠近到了10几米内，眼神极好的路远甚至能够远处法师玩家们挥动着法杖，魔力运转，技能蓄势待发。路远眼神微眯，就准备率先出手，先抢占先机。只是还没等他出手，就听到了熟悉的系统提示声：该区域内玩家击杀白棕牛的数量过多，吸引了赤脚白棕牛首领的仇恨，请区域内的玩家们小心。在场上玩家们错愕的眼神之中，傲视工会玩家们的包围圈中赫然出现了一只顶着赤红色犄角，一身白色鬃毛顺滑的牛形 BOSS。 路远、傲视云巅，其他玩家们？一时间场上所有玩家们的头上都跳出了个问号。傲视工会的玩家们嘴角抽搐，忍不住吐槽出声：这尼玛怎么突然刷出来个 BOSS 啊？我敲他妈，还是30级的首领级怪物啊！等等，这牛 BOSS 为啥看着我们？我有种不太妙的预感。我也是。傲视云巅也从最开始的愣神很快改变了脸色，眼中满是喜意，急促挥手：快快快，别让这 BOSS 跑了！他没有想到这出来埋伏几个荣耀工会的成员，竟然还有这意外收获，这也太幸运了。这野外 BOSS 平时有多难遇到，今天居然就刷出来了，简直是好事成双啊！不行，这几百人可能不够解决这30级的首领级怪物。增援，增援！傲视云巅连忙打开私信，快速联系起了这傲视工会的其他高层。哞！一声悠久的长鸣，这赤脚白棕牛开始在地面上跑起了蹄子。就在这赤脚白棕牛10几米外的傲视玩家们咽了咽口水，眼中有些惊慌。这看起来怎么好像有点危险呢？这 BOSS 不会直接冲他们吧？下一秒，心想事成，这赤脚白棕牛猛然出动，浑身上下的白色鬃毛都在随着风飘舞，数米大小的身躯几乎快成了一道白色闪电。只听闻一声沉闷的肉体撞击声，傲视云巅还在打着私信喊人，一回头脸色大变。这赤脚白棕牛的庞大身躯横冲直撞，直接将这傲视工会玩家们的包围圈撕开了一条口子。第73章人牛配合，嘎嘎乱杀。路远一行人被傲视工会的成员给包围了起来。就在双方剑拔弩张即将动手的时候，系统的提升声却打断了这诡异的平衡。该区域内玩家击杀白棕牛的数量过多，吸引了赤脚白棕牛首领的仇恨，请区域内的玩家们小心。还不等场上的玩家们疑惑多久，这赤脚白棕牛首领就已经选定了一处方向，开始猛烈地冲撞了起来。30级首领级怪物的恐怖一览无余，场上的玩家们没有一个能够拦下他的冲撞的。无论是傲视工会的战士还是坦克，只要是挡在这赤脚白棕牛首领面前的，只有一个字：死。极致的暴力，极致的碾压。
这赤脚白鬃牛的一次横冲，就将这傲视公会的包围圈撕开了一条巨大的口子。被顶飞的玩家们往往还没有落地，就已经在半空之中清空了生命值，化作了一道白光消失。一时间，大片的白光闪烁，陆远的神色瞬间变化。这赤脚白鬃牛首领刷新的时机恰到好长，让他忍不住在心底赞叹：刷新的好！他当即抓住这时机，低喝一句跟上，快步跟在了这赤脚白鬃牛首领的身后。队伍里的其他玩家也是飞快回过神来，看着那 BOSS 的眼神古怪。自古玩家和 BOSS 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如今他们居然跟在了这 BOSS 的身后，这 BOSS 更像是为他们开疆扩土，这感觉委实奇妙。队伍里的刺客本来都已经混入了这傲视公会的玩家们中，刚准备抱起痛下杀手，手中的匕首还没有挥出去呢，就听到了这一声悠久的哞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头雄壮矫健的赤脚白鬃牛便猛然从他的身边擦过。路径上的傲视公会玩家们全部被秒。刺客 WTF， 发生了什么？自己的身后不是队友吗？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头牛魔王啊？支援支援，快点来支援！傲视云巅人都要疯了，这究竟是怎么个回事？为什么这 BOSS 就一路往外冲，带着那荣耀公会的玩家要逃出他们的包围圈了呀？这 BOSS 你们荣耀公会的呀？凭啥不打你们，就打我们傲视啊？总不能就因为我们在这里练级多宰了一些白鬃牛吧？只是一次冲撞，这赤脚白鬃牛首领就已经将几十位傲视公会的成员给秒杀了。没有副本的限制，没有地形的限制，完全自由的首领级 BOSS 肆意攻击，这是十分恐怖的一件事情。这首领 BOSS 在人群之中冲杀，顶着的红色犄角逐渐染上了血色，一身的白鬃也染上了血色，如妖魔一般。陆雪星星眼，哇，牛魔王！流连忘返，草，牛魔王！荣耀红叶，我去，牛魔王！要说哪里的玩家最激动，不是正在被牛魔王冲杀的傲视公会成员，反而是这跟随在这恐怖首领 BOSS 身后狐假虎威的路远一行人。流连忘返激动不已，这也太他妈爽了吧！原来首领级的 BOSS 这么顶，冲冲冲，撞死他们！勇敢牛牛，不怕困难。如果是与如此恐怖的赤脚白鬃牛首领交战，那么几人绝对会一打一个不吱声。但是不与这恐怖的首领级 BOSS 为敌的时候，荣耀公会的几人恨不得为这牛牛呐喊助威。傲视公会的玩家们也察觉出了路远一行人的想法，想跟在这首领 BOSS 的身后逃出他们傲视的包围，因此他们赶紧跟上，努力将包围圈缩短。在这边地图内，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大型的追逃。最前面的傲视公会逃，牛魔王在身后追，牛魔王的身后陆远等人追，陆远等人的身后还是傲视公会的成员们追。不管是傲视公会的成员还是陆远等人，都不曾停下脚步，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停下就是死。傲视云巅呼唤着傲视公会的时候，荣耀红叶也在抓紧时间联系着最近的公会成员们。几千米外，练级的荣耀华夏收到了荣耀红叶的消息，埋伏正义狂徒傲视公会30级首领级 BOSS。 荣耀华夏瞪眼，葛老子的，这帮傲视公会的犊子有本事堂堂正正跟咱们荣耀打一场啊，叫些成员埋伏偷袭咱们公会的成员，真阴险啊，好像还把正义兄弟给牵扯进来了。来人，快点召集队员，我们要让傲视公会的犊子们知道，咱们荣耀从来都不畏惧战斗。快快快，3分钟内我要看到咱们公会的成员到场。傲视公会收到消息的傲视战魂也是猛然站起，满脸惊喜。什么？刷新了一只野外 BOSS， 还是首领级？快快快，动起来，别让其他公会给抢了，特别是他们荣耀。等等，傲视战魂仔细看着消息，气得脸都歪了。怎么又是荣耀公会和正义狂徒？这些家伙怎么那么阴魂不散？不管了，这30级的首领级 BOSS， 我们傲视公会要了，挡我者死。他并没有多在意傲视云巅所说的正义狂徒以及荣耀公会成员们，在傲视云巅的描述中，他们不过仅仅7人，7个人能干什么？傲视战魂的心中只有那个刚刷新出来的30级首领 BOSS， 野外 BOSS 的奖励可是相当丰厚的。他们傲视是最先得知这野外 BOSS 的消息的，这野外 BOSS 也一定是他们的。此时不管是傲视公会还是荣耀公会，此时都在积极的调动起来。如此庞大数量玩家的动员，很快也吸引了一些路过玩家们的注意。卧槽，怎么荣耀公会出了这么多人？他们要干什么？不对，我朋友路过风落城那边，他看到了好多傲视公会的成员正在朝着这里赶来。天，这荣耀公会的成员好多啊，这恐怕是神域第1大公会了吧？孤陋寡闻，这才多少人？而且剑邦令还没出，这也叫公会？别吵了，快去坐标158742，看看啊！论坛内像是掀开了锅。直到有人注意到了这2家神域知名的大公会都在朝着一个坐标移动的时候，
又一则帖子的出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第74章，我满血啊！风落城外平原，坐标158742。平原上正上映着一场极为惊心动魄的大逃杀。数米高大的赤脚白棕牛首领紧追着傲视公会的成员们，而陆远一行人则是紧追不舍，身后一个个技能落下，吓得队伍里的成员们冷汗直流。若是慢上些许，那么被这雨点般落下的技能砸中，必然是死路一条。平原上的追逐热烈，论坛里的讨论也同样激烈。一则帖子的发出，吸引了海量玩家们的注意力。震惊！荣耀和傲视的决战！点进帖子，玩家们惊愕：什么时候，这神域内两大知名的顶级公会居然要正式决战了？他们只是几天没吃瓜，怎么这都打起来了？这帖子说的有理有据，更是将决战的坐标都发了出来。卧槽，好像是真的呀！坐标都有，我在赶往那里了，期望能看到一场世纪大战。我也要去看看。凑热闹和八卦是绝大部分玩家的本质。一时间，无数玩家们被吸引着，快速地朝着那决战的坐标赶去。与之一同赶去的还有荣耀和傲视两大公会，因为他们收到的消息更早，因此赶到的时间也要早上不少。傲视战魂最先赶到这里，看了一眼，饶是他自认修养不错，此时也是忍不住想口吐国粹。负责这片区域内，傲视云巅不见了踪影。区域内的巨大牛形 BOSS 肆意冲杀着，玩家们根本没有组织好防御的阵型。傲视云巅他在哪？为什么不设防线？组织点像样的防御啊！最前面的玩家跑什么跑？一帮坦克跑什么？看着这赤脚白棕牛首领肆意在人群之中冲杀，带走一个个玩家们的生命，死亡的白光不断闪烁。傲视战魂的脸色漆黑如锅底，这死的可都是他傲视的人啊！最关键的是，连拖延这首领级 BOSS 都做不到。他当即一挥手，传令下去：接管 BOSS， 给我找傲视云巅那家伙躲哪去了？几百人的局面搞得一团糟，我现在有点怀疑他的能力。他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傲视战魂的愤怒没有掩饰，带来的傲视公会玩家们都是心头一凛。一声令下后，这傲视公会的玩家们便一拥而上，快速的构建阵型，朝着这首领级 BOSS 包去。傲视公会有了傲视战魂这一主心骨后，很快镇定了下来，开始有条不紊的布置防线，一点点的将首领级 BOSS 蚕食着。只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隐藏在赤脚白棕牛身后的陆远以及荣耀公会几人。傲视公会陡然激增的玩家数量很快引起了陆远的注意，视线落在远处不断赶来的傲视公会成员们身上，陆远暗道不妙。这傲视公会的人太多，已经不是最开始几百，现在的数量已经上千，还在源源不断的朝着这里赶来。现在别说是陆雪了，就连陆远都没有把握能够活着从这包围圈之中走出去。那是几千人，黑压压一大片。这首领 BOSS 不知为何，目光大多落在了面前的傲视公会成员们身上，对陆远等人有些视而不见。陆远起初也有些疑惑，但是很快便清楚了，这附近的区域是傲视公会的玩家们练级场所，也就是说，是这些傲视的玩家们击杀了大量的怪物，从而引出的这赤脚白棕牛首领。对比一下误入这里的陆远他们，这赤脚白棕牛首领的目标一下子就明确了许多，肯定是那些屠杀了他族群的傲视玩家们要更为可恨一些。陆远几人也幸而被他忽视了，但是这首领 BOSS 可以忽略他们，傲视公会的玩家们不行。靠得近的傲视坦克们最先来到这首领级 BOSS 的面前，正准备接手时，其中一位看到了这首领级 BOSS 身后的陆远。他还没有反应过来，陆远已经果断出手，法杖上凝聚火球飞出，这火球很快落在了这傲视公会的坦克身上。起初这傲视公会的坦克还有些不以为然，这个火球能造成多高的伤害？哪有首领 BOSS 的一下攻击疼？几乎没有犹豫，他很快选择了硬接这火球。区一个火球而已，还能把我秒了不成？话说这里怎么有人？看着好像还不是我们傲视的。当火球落在他身上前，他甚至还在想着陆远的身份。下一秒，轰！火球炸裂开来，磅礴的灼热气息弥漫开来。遭受这火球打击的首个目标猛然瞪大了眼睛，他看到自己的血条猛然消失，眼前的世界也变得黑白起来。他死了！卧槽！直到这时，他的声音才堪堪传来。火球炸裂开的伤害恐怖，半米范围内的玩家们全部受到了波及。这一个火球下去，直接清空了一小群玩家。那看见火球的玩家还好，就算是死了，好歹知道自己怎么死的。至于他身旁的玩家，那才倒霉，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只感觉浑身一热，然后视角变得黑白。死去玩家的灵魂们飘在空中，还有些茫然。你咋死的？我不知道啊，这 BOSS 的伤害这么高吗？一下我就被秒了。不是，你们没有注意到吗？
那个击杀我们的是玩家啊！在一位傲视成员的提醒下，终于有人注意到了。虽然不知道怎么死的，但是他们终于知道了击杀者是谁。正义狂徒，那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什么鬼伤害？一个技能给我秒了！我满血呀，我总不能满血喝药吧？陆远一个技能很快秒杀了几人，他的名字也很快变得猩红起来。红名状态下，死亡惩罚更为严重，但陆远还是毅然选择主动出手。抢占先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若是让对方组织好队形，发起整齐划一的攻击，到那时候再想反击可就晚了。这火球的释放仿佛打开了什么开关一般，陆远手中法杖连点，魔力流转，一个个的技能快速释放出，从这赤脚白棕牛首领的身旁飞出。每一个技能的飞出都带走了最起码一位玩家的生命。傲视公会的玩家，哎，这首领级 BOSS 还怪强的嘞。第75章反击必死局面来了，增援来了。队伍里流连忘返激动道，在意识到被傲视公会的玩家们阴了的时候，他们几人就已经开始忙不迭地呼唤起增援来了。只是这附近毕竟不是荣耀公会的练级场所，荣耀公会的玩家赶来需要一点时间，而这点时间对于被包围起来的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但好在这些傲视的狗崽子们惹得天妒人怨，居然恰好刷了一只首领级 BOSS 出来，替他们争取到了不少的时间。本来有希望跟随着牛魔王一路冲出傲视的包围圈，但是看到赶来的傲视公会成员后，这希望也变得渺茫了。傲视公会这次可以说是倾巢而出，密密麻麻的数量看得流连忘返心底直犯怵。马德，这么多人就为了蹲他们几个人，真是一点活路不给啊！流连忘返的心中已经将这傲视公会的玩家们吐槽了个遍，同时他的心中暗暗咬牙：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但是一条私信很快让他精神大振：正义兄，增援来了！陆远眯着眼看向了身后，那里有不少追来的傲视公会成员，但是更远处是不断朝着这里赶来的荣耀公会成员们。陆远的心念一动，有了这荣耀公会的增援，他们顺利突围的成功率更高，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坚持活下去。爆炎剑！陆远的眼中光芒闪烁，他调转了方向，朝着身后追击而来的傲视公会成员们杀去。正义兄，小心！荣耀红叶的脸色大变，他没有想到陆远会选择停下步伐，转而对身后的傲视公会成员们发起了攻击。眼下的地步，这停下来攻击简直是把自己当成活靶子。身后追击的玩家们正愁追不上路，远他们呢。这一停下，就是将自己纳入了敌方的攻击范围内。对于一个脆皮法师来说，这无疑是十分危险的。火焰星星，爆炎剑没入人群，陆远依旧不停，火焰星星在人群之中炸开来。你主动击杀了玩家，傲视滚开，你的 PK 值加1。你主动击杀了玩家，傲视邪剑仙，你的 PK 值加1。你主动击杀了玩家，傲视白豆腐，你的 PK 值加1。你主动击杀了20位玩家， PK 值加5。不断的击杀玩家，陆远的名字已经变得鲜红无比，几乎要滴血一般。PK 值更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数字， PK 值125。这个 PK 值十分夸张，如此高额的 PK 值下，一旦被逮捕或者被击杀，那么代价绝对是相当惨痛的。保守估计，陆远一旦被击杀，掉落的等级将高达10级，而这就是红名的惩罚。等级的掉落还只是一方面，装备的掉落也绝对不可小觑。这种红名之下，死上那么一次，全身装备绝对要被爆个精光。陆远的身上诸多稀有道具、高品质装备都会随之烟消云散，但是这依旧没有让陆远畏惧。既然红名死后会损失惨重，那么不死不就好了？从某种方面来说，确实如此。身后追击的傲视玩家们突然遭到了陆远的攻击，懵逼了一会儿。这家伙在干什么？你不应该玩命的逃吗？我们才是追你的那个呀！你还敢回头打我们，真是不怕死啊！等等，那红名的玩家有些眼熟。正义狂徒。反应过来后，傲视玩家们纷纷激动了起来。是正义狂徒，他红名了！乖乖，这么红，得是杀了多少人啊？红名好啊，赶紧爆了他！这家伙身上的好东西估计不少。傲视公会的玩家们齐齐地看着陆远，一个个忧虑的眼神跟饿狼一般，恨不得将陆远分而食之。谁都别跟我抢，他是我的了！陆远的机米外，一个刺客玩家很快显形，舔着匕首，表情狰狞扭曲，引得陆远侧目。这家伙是真当自己没有发现他吗？还以为这家伙会靠近些再发起攻击，没想到这家伙比陆远想的还要蠢不少。作为一个刺客，显形的瞬间就应该是必杀的瞬间，若是不能做到，那就死吧！
无形的疾风斩干脆利落地斩下了这家伙的头颅。这刺客的头颅滚落在地，眼底还残留着一丝诧异，显然是没有想到自己怎么突然死了。余光里环境扭曲了一下，陆远没有丝毫犹豫，法杖附带技能寒冰剑朝着身旁的一处空处射去。寒冰剑瞬息命中空处，很快那里显现出了一个人形冰雕。刺客的移动速度最快，在追击之中往往是最快接近陆远等人的那个，其余的玩家们速度都要慢上些许，因此陆远的注意力大多放在了周遭隐身的刺客以及远处射来的攻击上。嗖！一道冷箭从刁钻的角度朝着陆远的胸膛射来。陆远一身不甲，是个脆皮法师，可不敢硬接这一剑，偏身躲开这一剑。白羽擦着陆远的金蝶法袍而过，陆远凝眸回望，却只看到一个匆匆转身的身影。弓箭手的射程太远，他能远远的对陆远发起攻击，但是陆远的施法距离却很难攻击到他。而这弓箭手又极为隐蔽，躲在诸多玩家之中，陆远一时间也拿这家伙没有办法。但是陆远的心中还是留意了一下，这一剑的角度刁钻，若不是陆远，换其他法师，这一剑或许就中了。只一剑，陆远就察觉到了，还有高手。其余的傲视成员们并没有给他追击的机会，一个个的技能纷纷朝着陆远砸来。虽然伤害可能不高，但是数量绝对恐怖，光是火球的数量恐怕就是几十，这还不包含其他的技能。而这些技能的目标赫然只有一个，那就是陆远。红名的陆远吸引了身后所有傲视玩家们的注意，至于他身旁的其余几人，并没有人关注。这密集的箭矢以及绚烂繁多的技能色彩，眼看着就要笼罩陆远。死亡的危机将至，陆远已经能够感受到了身上传来的刺痛感。身旁的荣耀成员们有些惊恐地看着陆远，怎么看陆远都必死无疑了。第76章，大傻妞，你要干什么？密密麻麻的箭矢伴随着漫天的火球如雨点般落下，陆远的眼中倒映着这一切，记忆早已随之飘荡回到了从前。最快的箭矢已经距离他不到半米，锋利的箭头眼看着就要将他洞穿。下一秒，陆远的瞳仁重新凝实，快速释放技能抗拒火环，一圈火环从他的身上浮现。这箭矢距离他的身上已经不足1寸，但是火环已经蔓延开了，巨大的排斥力推动着这箭矢撞上了火环，如同命中了什么最为坚硬的物体一般。这箭矢从箭头开始根根破碎，巨大的斥力之下，这铁质箭头竟是被直接碾碎。砸落来的火球、冰箭、锋刃等等，更是在接触到这火环的瞬间消失无踪，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只瞬间，这抗拒火环便将陆远即将承受的攻击全部阻挡下来。陆远毫发无损。陆远的身后队友，这荣耀红叶一时紧张到口吃了起来，还能这样子玩？一个技能挡下几十位玩家的同时攻击，若不是亲眼所见，几人又岂会相信？流连忘返恰好回头看到这一幕，惊得嘴都没合上。这也太离谱了，这是什么技能？绝对防御，这技能也太强了吧，居然能够挡下如此多玩家的一起攻击。法师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个逆天的技能？陆雪心中也无比震惊，但想了想，他很快又淡定了下来。哥哥现实都会魔法，在这神域里厉害一点也很正常的，应该，也许，大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白净小手，周围如此多的玩家，但是他好像一点用都没有发挥上，有一点点的伤心。劲风从他的身后传来，傲视公会高层团聚在一起，傲视战魂大声指挥道：好，就这样保持住，将这首领 BOSS 拉入我们的阵型内，上百位坦克一起上，我倒要看他还能不能冲起来。傲视的阵型朴实，但相当有效，就算是30级的首领级 BOSS， 在没有冲锋状态的情况下，也很难秒掉一个技能全开的全肉坦克。他们已经利用这阵型，配合数以千计的输出单位，成功将不少首领级 BOSS 给击杀了。只要将这30级的赤脚白棕牛首领引入数百位坦克的包围圈中，这首领级 BOSS 傲视战魂便有90%的把握将这首领级 BOSS 慢慢磨死。前提是别出什么意外，但不出意外的话，还是出意外了。这赤脚白棕牛首领突然停下了脚步，无视了面前的玩家们，掉了个头，朝着一处奔去。傲视战魂为了吸引这首领 BOSS 的注意，他已经安排死了10几位玩家，就是为了将他吸引到这包围圈内。现在你扭头就走。饶是心性极好的他，此时也忍不住爆了句粗口：操，这疯牛，他要干什么？眼看着都要进包围圈了，但这首领 BOSS 却像是意识到了陷阱一般，居然提前离开了。不只是傲视战魂，他身旁附近的全体傲视玩家们人都傻了。他怎么掉头了？难不成他意识到了危险？这感知也太敏锐了吧！擦，那我们的10几个兄弟岂不是白死了？战魂老大，现在咋办？
所有人的目光看向了傲视战魂。傲视战魂的脸色难看，过了一会，他吐出一口浊气：“包过去，我记得那里应该还有不少我们傲视的成员，让他们拦下这疯牛。”乌泱泱的数千人顿时开始紧跟在这首领 BOSS 的身后，趁乱偷袭着傲视成员的荣耀刺客。刚一回头，就看到了一个不断放大的硕大牛头，他吓得亡魂大冒。好在这牛头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他的身上，朝着远处狂奔。随着他的狂奔，一个半圆形的护罩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的速度也在不断的飙升。很快，这速度便飙升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如此庞大的体型，跑动期间地面都在不断的颤抖。荣耀的这个刺客心脏狂跳，脑海中一片空白。这疯牛，他亲眼看着朝着傲视公会的人冲去了啊！怎么现在又掉头来攻击他们了？紧接着，他的心脏又是一跳，坏了！他顺着这疯牛的方向看去，刚好看到了背对着这疯牛的队友们。卧槽，小心身后啊！他大声提醒着，但是已经为时已晚。陆雪感受到了身后快速袭来的劲风，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快速接近一般。下意识地回过头去，陆雪睁大了眼睛，那赤脚白棕牛首领正顶着一对硕大的赤红犄角，埋头朝着他们这里冲来。他的呼吸都为之抑制。这首领 BOSS 巨大的体型在他的面前不断放大，他的身躯在这首领 BOSS 的身前映衬得越发渺小。陆远刚挡下身前的漫天攻击，刚准备尝试反击的时候，心有灵犀一般，他猛然回头，看到了急速靠近的首领 BOSS。如此近的距离下，这首领 BOSS 的属性映入眼中。赤脚白棕牛首领，首领级 BOSS， 等级30，攻击1000至1200，防御2000，生命值250000，250000，技能野蛮冲撞，钢铁身躯，地动山摇。评价：白棕牛的首领，注意躲避他的顶击。冲撞状态下的首领级 BOSS 造成的伤害远不止面板显示的这般。陆远早就留意到了他的高额伤害，在他的冲撞路径上，不管是战士还是坦克，都是死路一条。更关键的是，他这冲撞没有足够玩家的阻拦，还停不下来，一路横冲直撞。而现在他的冲撞路径上，又有谁敢阻拦？阻拦的下场十分明显，必然是死。陆远不免有些头疼起来。在刚看到这首领 BOSS 的瞬间，陆远就已经想到了该如何最大程度的利用面前的首领 BOSS。而在最初的时候，这首领 BOSS 也确实和他所想的一般，朝着傲视公会的成员们冲了过去，替他缓解了不少的压力。若是没有这牛，恐怕他们早在被包围的时候就已经被集火秒杀了。而陆远此时纠结的也并非是有了感情不舍得杀了，而是将这疯牛宰了之后，众人要如何从这包围之中逃出？难，很难。前后夹击之下，几乎没有一丝生机。而陆远又此时红的滴血，要是死了，下场无需多言。一时间，危机浮现。第77章万人大战一触即发。谁也没有想到，首领级 BOSS 赤脚白棕牛首领居然回头了。包括陆远，按照他先前的猜想，这首领 BOSS 应该是会去找这傲视公会的玩家们麻烦。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才过了多久，这疯牛就已经改变了方向，径直朝着他们冲来。原本替他们解围的疯牛，瞬间又化作了他们的麻烦。陆远的神色犹豫起来，他的选择不多，要么直接全力以赴，瞬间将这疯牛秒杀。100倍技能威力增幅下，陆远还是有这个自信可以尝试一下的。但是在解决掉这首领 BOSS 后，他将再无应策对付前后包夹的傲视公会成员了。到那时候，他也同样会死。而且以他的红名程度，这要是死一次，带来的损失可大了。陆远面色冷峻，这首领 BOSS 可以死，但是也不能死。躲开这首领 BOSS 的攻击，利用这首领 BOSS 挡下一侧的攻击，从而赶紧突围离开这里。陆远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应对之策，但是要想实现，难度可不小。更关键的是，这首领 BOSS 的速度极快。陆远的心中叹息，已经来不及了。他依旧不肯放弃，就准备将陆雪拉到一旁。但是就在他视线移开首领 BOSS 的时候，这赤脚白棕牛首领一脚踩在了陆远火球炸出的坑洞上。冲得正快的首领 BOSS 并没有注意到这变得松软的土地，下一秒，他的一只蹄子一截深陷进了地面上。原本狂奔的节奏被瞬间打乱。哪怕这首领 BOSS 及时意识到了这一点，将蹄子抽了出来，但是已经晚了。他的身躯变得歪斜起来，狂奔冲撞的步伐节奏也变得杂乱无章起来。他的重心也逐渐转移，整个身躯的重量都压在了一侧。咔的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骨骼断裂声响起。赤脚白棕牛首领的一只蹄子十分干脆的折断。No！ 首领 BOSS 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嚎叫，像是触发了什么连锁反应一般。他整个庞大的身躯一斜，几乎是擦着陆雪的发梢撞了过去。陆雪只感受到一股劲风从身侧冲过，
他眼睁睁地看着这首领级 BOSS 与自己擦身而过，看着这首领级 BOSS 撞向了远处的傲视公会玩家们，这动作无比眼熟，让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在电视上曾经看过的打保龄球。这首领级 BOSS 的身躯就像是个超大的保龄球一般，这要是被撞到，下场绝对好不到哪里去。陆雪心底还有些后怕，身躯无比僵硬。陆远看着眼前电光火石间发生的一切，脑海都有些混沌了起来。这是什么鬼？30级的首领级 BOSS， 堂堂的赤脚白鬃牛首领，在冲撞的时候摔折了腿。这放眼陆远在这神域之中的 BOSS 讨伐战，这赤脚白鬃牛首领把自己摔个半死的，他也是第一次见。看着那首领 BOSS 的身躯在巨大惯性的作用下朝着远处的玩家们砸去，陆远怎么感觉莫名有些喜感？但很快他的眼神一变，机会，绝佳的机会！千万次的战斗之中，陆远的战斗直觉恐怖的吓人，直觉告诉他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或许他们可以安全从这包围圈之中脱困。只瞬间他便反应了过来，低喝一声，快速的跟在了这首领 BOSS 的身后。在陆远的提醒下，原本还有些愣神的几个荣耀公会成员纷纷反应过来，快步跟上陆远。流连忘返边跑，嘴里还不忘笑，哈哈哈哈！红叶，你看到了吗？这疯牛自己跑都能摔倒了，笑死我了。那弓箭手也是止不住笑意，眼睛都要眯成了一条缝。这样的事情他们可是闻所未闻啊！这怎么说也是值得玩家们千军万马围攻的首领级 BOSS， 居然会摔倒，给自己腿都摔折了。要是因此而死的话，恐怕都可以录入整个神域历史了。第一只把自己摔死的首领级 BOSS。别笑了，荣耀红叶的嘴角抽动了一下。初看时这极具喜感的一幕确实令他忍俊不禁，但是仔细一回想，这荣耀红叶的冷汗都要掉下来了。这首领 BOSS 的目标可是他们，若不是这摔倒有了偏差，现在的几人哪里还能站着在这里说话？早就被清空了生命值，化作灵魂状态了。好险！荣耀红叶呼了口气，有些劫后余生，目光落在了远处。这首领 BOSS 在惯性的趋势下砸进了人群，当即又是不少的玩家被这首领级 BOSS 给直接秒杀，仅仅靠着这朴实无华的砸击伤害。而在更远处，荣耀公会的玩家们集合朝着这里赶来。当他们看到这一路滑行连滚带爬的赤脚白鬃牛时，都不约而同地揉了揉眼睛。他们没有看错吧？这货是首领级 BOSS。 噗，这首领级 BOSS 怎么那么惨啊？笑死我了，这牛不会得了啥羊癫疯吧？看啊，傲视公会的家伙，这 BOSS 居然在秒他们，看来他们真是惹得天妒人怨了，连 BOSS 都忍不住站在我们这边。荣耀公会的会长荣耀华夏的目光不断在人群之中搜寻着，他的神色有些焦急，没有在人群之中看到荣耀红叶他们的身影。荣耀华夏的心中也不由得升起一个念头，红叶，正义兄弟他们不会已经死了吧？他看到了这傲视公会的规模，这数量包围下，他想不到半点活下来的可能。他的脸色悲痛，带着难以遏制的愤怒。荣耀公会的战士们，这些傲视公会的狗崽子们埋伏咱们的兄弟，喜欢仗势欺人，喜欢人多打人少，我们能忍吗？忍个锤子，给我干死他们！荣耀华夏一声令下，荣耀公会的成员们纷纷激动了起来。平时就是小打小闹，哪有啥意思？要打就打大的，几千人上万人的战斗。现在傲视公会上千人，而他们荣耀也毫不畏惧。随着荣耀公会玩家们的加入战场，战斗的玩家数量破万，这是一场万人大战。最近的荣耀成员们已经接触上了傲视公会的成员们。远处从论坛上收到消息赶来的吃瓜玩家们瞪大了眼睛，静静的期待着战斗一触即发。第78章直播众人惊，越来越多的玩家们齐刷刷的赶往了风落城外的一处平原上。荣耀公会、傲视公会齐聚于此，当然还有不少的吃瓜玩家们。所有人的视线都齐聚于此，不计其数的讨论帖在论坛中如雪花般纷飞，就连不少国外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樱花区玩家、纳尼、荣耀、傲视这两家公会居然都有万人级规模了。棒子区玩家、狂澜、傲视斩龙、荣耀红叶、正义狂徒，哼哼，争个你死我活吧，我们才会是最终的胜利者。漂亮区玩家，呵呵，愚蠢，不知道现在玩家之间的战斗只会是浪费宝贵的升级时间吗？不过也好，一步落后，步步落后，这神域最终只会是我们的。毛子区玩家则是两眼放光，这就开战了吗？是爷们就要战斗。无数的目光都聚集在了这里。平原边，一位玩家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奇的事物一般，指着一处，你们看那边。不少玩家们顺着他所指方向看去，顿时睁大了眼睛。其中一个玩家正好开启了直播，将这画面传播了出去。
刘涛是江南大学的一个普通学生，同时也是神域的忠实玩家，在神域刚发行的第一天就购买进入了神域之中。今天他下课照常泡着泡面，观看着神域高端玩家们的操作。随着神域开放竞技场后，他也能够有机会观看到高端玩家们的操作。刚准备再找个竞技场大佬的视频观看，他最近发现了这竞技场的一个黑马，实力简直逆天。每次的战斗结束的时间都极为短暂，甚至很多场都需要他慢放逐帧观看，而每次的观看他都惊为天人。这法师的操作简直恐怖，对时机的掌握，对距离的把控都精准到毫厘之间。刘涛自己虽然实力不行，但是也是看过了上百场高端局竞技场的战斗，没有谁在这2、3千分的顶端局面对着神域之中诸多的强悍玩家依旧保持着100%的胜率。除了他，刚准备找这大佬的视频观看，他的注意很快又被吸引了。荣耀与傲视龙争虎斗，万人同屏战斗直播。他的注意力很快被这帖子吸引。万人同屏战斗这一点很快吸引了他。万人同屏？真的假的？现在的战斗规模哪有那么多人？不会又是跟传奇那样，还是啥子噱头？他半信半疑地点了进去。帖子内带着直播地址，刘涛点了进去，很快看到了直播。看到这直播内的场景，刘涛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这一次还真不是标题党。平原上玩家们密密麻麻的，一方傲视，一方荣耀，这齐刷刷的一连串名字看得人眼花缭乱，却又心神激荡。直播间内涌入了不少玩家，一条条弹幕跳出，前排合影，居然不是标题党，已经给帖子点赞了。乖乖，好多人啊！在现场，我是荣耀的，我要干死对面傲视的杂碎。刘涛紧盯着手机直播，吹着热气，吸着泡面。看呐！随着一声，直播的玩家也下意识地转过头去，看清直播的内容。刘涛嘴里的泡面险些喷了出来，弹幕更是短暂的消失了。他看到了什么？一头通体白毛的巨牛以一个滑铲的姿势撞向了人群，不断有白光闪烁。路径上的玩家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清空了生命值。他擦了擦嘴，眼神错愕，这是什么鬼？看清这具牛头上的名字，他更是险些绷不住了。首领级 BOSS 赤脚白鬃牛首领，怎么他的出场方式如此的别致，让人有些忍俊不禁。弹幕终于飘出，几乎刷屏。哈哈哈，笑死我了！这具牛怎么看起来傻里傻气的？我还是第一次见会滑铲的牛头。见鬼，不是万人大战吗？这牛头是什么鬼？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滑铲还真有点东西。刘涛的注意力却是很快从这巨牛的身上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他的视线落在了那巨牛身后的玩家身上。看着那玩家熟悉的法袍，刘涛皱着眉头，这玩家是不是有些眼熟？其他人或许无法从这一个背影察觉出更多，但是他不一样。身为这竞技场的忠实玩家，观看过顶端局 N 次，仅仅只是一个背影，他的心中就已经有了模糊的影响。急急忙忙开电脑比对了一下，他的眼中惊异，正义狂徒。他随意看到的一个背影，居然就是这等级榜、实力榜双榜首的第一玩家，也正是刘涛在这竞技场之中所察觉的绝世大黑马。这大佬怎么会出现在这场万人大战之中？他究竟是属于哪一边的？刘涛的心中疑惑起来，手中动作不停，他很快便将这消息发到了直播间中。看那 BOSS 身后的玩家是正义狂徒，他的消息在密密麻麻的弹幕之中很快便被淹没了。他又发了2次，终于被一些玩家察觉到了。仔细一看，他们均是面色一惊，那家伙好像确实是正义狂徒啊！一直以来都是观看竞技场视频，刘涛还是第一次在直播中看见这位正义狂徒，心底不免有些激动。这大佬究竟要干什么？难不成是要一穿二，将荣耀和傲视全部打趴下？他的心中胡思乱想起来，还是说要配合将这 BOSS 给宰了？但是这可是30级的首领 BOSS 啊，肯定短时间内杀不掉的，要是被对方趁机包围过来，可就危险了。很快他就知道了这路远的决策，跟在这牛头的后面，一个个技能的点杀傲视公会的玩家们。他的队伍之中，荣耀公会的几位成员也很快配合着，开始将周围最近的傲视公会玩家逐一击杀。他的视线紧盯着路远，路远终于出手了，一个个技能飞出，落在了人群之中，轰，直接炸出了不小的坑洞，草皮、土屑都被炸得翻飞起来。这技能的伤害就像是在人群之中引爆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刘涛艰难地将嘴里的泡面咽下，他看到了什么？这是现在的玩家们该拥有的伤害吗？第79章杀杀杀！江南大学的宿舍内掀起了一股风波，都是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对未知事物的接受程度要更大一些。这神域的出现几乎瞬间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闲暇之余，讨论的便都是神域的方方面面，法师的操作技巧，新手村的任务怎么接，那个 NPC 长得漂亮。可，一间不大的宿舍内挤着10几个男生，宿舍的几台电脑上纷纷展示着相同的画面。刘涛小声提示：好好看，好好学，看看别人实力榜第1是怎么玩的。等学到点皮毛，咱们哥几个也去竞技场里乱杀一番。是，宿舍里应声一片，都是玩神域的，对这正义狂徒也并不陌生了。此时能够直播观看着大佬的操作，几人不免开始期待起来。这大佬名字好红啊，是 VIP 吗？怪不得实力那么强。VIP 个屁，那踏马是杀人后红名，红成这样子，看来这大佬杀了好多人了。乖，这要是死了，岂不是就完了？等级清零，装备掉光光。嘘，认真看。他们的视线回到平原战场上，陆远等人已经和傲视公会的成员们正面接触上了。身为战士的荣耀红叶一马当先的冲在了最前，目光坚定如剑。随着他的几剑斩出，划出了一道紫色七芒星阵的模样，十分吸睛。这七芒星阵落在了周围几个玩家们的身上，很快造成了连续多段的高额伤害。这一道剑阵之下，就有数位玩家被这爆发伤害给直接秒杀。看着这荣耀红叶的英姿，宿舍里突然响起了一道声音：卧槽，这不是那个什么来着？夏洛特？不是，蔷薇剑客。我记得他是荣耀公会的，怎么和这大佬混在一起？莫非？宿舍之中很快变得鸦雀无声起来，随即又响起了一个声音：这大佬是啥公会的？和我们有啷个关系？宿舍里很快又响起了欢声笑语。说的也是啊，有一说一，这蔷薇剑客的技能真帅，咔咔的几剑，我操！要是再摸出一束玫瑰来，天，我都不敢想的迷倒多少无知少女。哦，我听说100万买的转职，好像也不是很帅了，真不是哥买不起，主要是这玩意儿配不上哥的帅气。宿舍里顿时又充满了快活的氛围。风落城外的平原，战斗已经逐渐爆发。傲视公会2拨人马将陆远等人包夹在其中，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陆远等人和荣耀公会的增援们也将这其中的一部分傲视公会成员们包夹了起来。傲视公会的玩家们还没有捕捉到陆远等人的存在，视野就已经被那首领 BOSS 给占据。无奈的他们只能开始接手这首领 BOSS。而平原的另一边，傲视战魂眼睁睁地看着这首领 BOSS 脱离了傲视公会精心准备的包围圈，反而撞向了另一边的玩家们。若是死伤的是荣耀公会的玩家，那他也不会说什么，反而还会拍手叫好。但是他喵的，死的都是他傲视公会的玩家，真是见了鬼的。这次的 BOSS 怎么这么离谱？难不成他只是看起来是个疯牛，实际上很聪明？但是能聪明到将自己的腿都摔折了？傲视战魂摇了摇头，将脑海中的无用想法抹去。他也是疯了，才会觉得这疯牛有多高的智慧，能够脱离他们傲视的包围圈。也不知道这疯牛是走了什么大运。但是现在这疯牛摔折了蹄子，他傲视战魂倒要看看这疯牛还能发什么癫。给我上，赶在这荣耀公会的玩家到来前，看能不能将这疯牛先给秒了。要是秒不了，就赶紧换目标，把这荣耀公会的家伙们全部清除干净，再重新接手 BOSS。 反正这疯牛摔折了蹄子，傲视战魂也不担心这疯牛跑了。他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了荣耀公会成员们的身上，又或者说他的老对手荣耀华夏。平原的另一侧，荣耀华夏心有所感，抬眼看向了远处。这个傲视的老东西，哼，真以为我们荣耀怕他？今天就让他们傲视见识见识咱们荣耀的实力。荣耀公会的成员们抱团前进，后方成团的法师们朝着傲视公会玩家们齐齐发起了攻击。漫天的技能飞舞，绚丽的魔法在战场上爆发，遭受了多次攻击的玩家们不断倒下。哪怕是目前顶尖的坦克，也绝对扛不住如此多法师玩家的集火。就连陆远也需退避三舍。队伍里的流连忘返看了一眼身后，傲视公会的大军已经临近他们不远了。若是再无法突围出去，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正义兄，完了，他们要追上来了。他的心中有些焦急，神色凝重无比。身前不远的荣耀红叶听到了他的话语，手中的长剑挥舞的速度更快一分。但是这推进的速度并不能如他所愿，反而因为一时心急，被对手抓住机会打中了个技能，生命值掉落了1/5，加上先前所遭受的伤势，他的生命值已经不到1/2，有些危险了。一股莹莹绿光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一股暖流从体内升起，生命值上涨了一丝。荣耀红叶回头看到了小脸认真无比，正在努力释放技能给他回血的陆雪。再回过头来时，荣耀红叶的脸上闪过一丝决然之色。榴莲，保护好正义兄的妹妹，准备跟上我的步伐，我们冲出去。榴莲忘返诧异地看了他一眼，再看了看前方还有上百数量的傲视玩家。
开什么玩笑，这么多的玩家，拿头冲啊！对方的规模是己方的10几倍，乃至几10倍，更是配置齐全，有坦有奶，怎么可能冲得上去啊？退一万步说，就算成功冲过去了，那么作为领头的荣耀红叶来说，绝对是没有半点生还的可能的。别说是荣耀红叶了，就算整个队伍所有的人都努力保护着正义大佬的妹妹，也很难有一成的把握将他妹妹安稳的护送出去。更关键的是，不值得呀。正义大佬是很强，但是他的妹妹不过是个没什么用的牧师，就连装备也没有多好，等级也都是几人带上去的。要说护送正义大佬过去，那他自然不会多说什么，但是护送这么一个没什么作用的牧师过去，甚至还要为此让队伍里的其他人都死上那么一次，流连忘返，感觉并不是那么值得。一个身影挡在了他们的面前，冰冷的声音响起：“我来分散他们的注意，你们找机会突围。”一个红的滴血的名字跳出，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第80章，狂澜斩龙。我来分散他们的注意，你们找机会突围。陆远站了出来，血红名字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队伍里的几人暗自心惊，如此红的名字，这得是杀了多少人，还要冲在最前，吸引其他玩家的注意。你这死一次还不直接完蛋了？荣耀红叶立刻反驳道：“正义兄，万万不可！让我们来，就算是死了，损失也不算很大。但是你现在要是死上一次的话，实在是太亏了。”队伍里的弓箭手也是连连附和：“对对对，谁死都行，正义大佬不能死啊！正义大佬要是死一次，还不知道要练级多久才能升回来呢。”陆远眉头微皱：“照我说的做，不然谁也别想从这杀出去。真以为这几百人的包围是开玩笑的？7人之中能有1人活下去就已经是极好了，更多的情况是7人全部身死。”听到陆远的冷声，队伍里短暂的安静了一下。荣耀红叶还准备说些什么，但看着陆远从容的面容，他突然理解了，哪怕自己身死也要守护好妹妹吗？正义兄，你……他的心底有些莫名感触。荣耀红叶打起精神来，低吼着：“好，都听正义兄的。正义兄吸引傲士们的注意，我们趁机从一处突围，我们荣耀的增援就在前面，杀出去就有救了。”队伍里的几人面色凝重，就连陆雪的小脸也紧绷起来。虽然他的实力不强，但是他也依旧在尽心尽力地治疗着队伍里的几人。随着陆远的发话，队伍也终于彻底决定了下来。陆远的血红名字暴露在了所有傲视公会的玩家们眼前，这巨大鲜红的名字很快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不光是陆远身前的傲视成员们，就连身后远处的傲视战魂一行人都注意到了。这是正义狂徒。在短暂的惊讶后，傲视战魂的脸上喜意闪过。好好好，你居然也在这里，拒绝加入我傲视公会，那就休怪我无情了。如此红名，死上一次一定要让你掉10级。这正义狂徒若是掉落10级，那么下场可就截然不同了，直接从这实力榜等级榜上消失。10级，这得是常规玩家苦苦练级几日才能升到。只要将这红名的陆远击杀一次，那么这正义狂徒将在难成威胁。傲视战魂的面上狠色闪过，他也曾向这正义狂徒发起过公会邀请，但陆远拒绝了。既然如此，就别怪他了。什么首领 BOSS， 先靠边站，先将这正义狂徒给秒了再说。傲视战魂联系公会内的成员，将命令传达下去。与此同时，傲视公会的顶尖玩家此时也距离陆远他们不过10来米的距离了。等级榜第2、实力榜第3的玩家狂澜也同样距离陆远不远了。他也收到了傲视战魂的消息，目光紧盯在陆远的红名上。狂澜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正义狂徒，你不安安分分的练级，来和荣耀混在一起？既然如此，就别怪我下手无情了。这死上一次，我看你拿什么跟我争？”狂澜的面容逐渐狰狞起来。从他进入神域以来，便获得着无数的荣光与夸赞。S 级天赋的光环笼罩着他，他几乎是整个神域的宠儿。这神域本该是他一人发挥的舞台，所有人的视线都应该聚焦在他的身上。但是陆远的存在击碎了他的幻想，无论他如何努力，如何尝试，也始终难以从他的手中抢下这第1的位置。第2固然是无数人心之所向，但比起真正万众瞩目的第1，还是要逊色太多。世人只会记住第1，而遗忘第2。正义狂徒这个名字几乎如梦魇一般跟随着他，镇压着他。而现在他终于有机会一雪前耻，将第1的桂冠重新夺回。这神域第1是我的！狂澜口鼻间喷涌出炽热的白气，手中的武器不断切换着，时而是长枪模样，时而是法杖模样，时而是长弓模样，而这些武器均散发着晶莹紫光。这些无一不是25级的紫金器。作为傲视公会花重金挖去的玩家，
他掌握着丰厚的资源，而他武器大师的天赋，背包内也存储着不同职业的武器，均是高等级的紫金器，是奥氏公会费尽千辛万苦击杀首领级 BOSS 所获取的。而掌握着 S 级天赋武器大师的狂澜，则是可以完美的将这些武器运用起来。他的手中一柄法杖样式的武器出现，加速术，一股紫光附着在他的身上，他的动作再次暴涨一截，手中刀刃一闪，那是2把紫光凌冽的爪刃。对付法师，当然还得是刺客来，以刺客的高爆发对付这法师，简直不要太轻松。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这正义狂徒的死期。就在今日，就在他的身旁，一位同样装备豪华的玩家并驾齐驱着，他头顶着名字傲视斩龙，高达29的等级，他距离30级也只有1级的差距。而他傲视斩龙在等级榜的排名仅次于狂澜，位列第3。傲视斩龙的话不多，目光死死地锁定着10余米开外的那位玩家，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正义狂徒。傲视战魂已经放下话了，谁能成功将这正义狂徒击杀一次，奖励5万现金不说，还能直升1线成员。本就已经是1线成员的傲视斩龙，自然不需要再升为1线成员。但是这5万的现金奖励，那可是实打实的钱啊，谁又会嫌钱少呢？傲视斩龙手中的长剑有所不同，那是一把还未出鞘的剑。寻常玩家的长剑都是十分干脆的握在手中，要么就是存放在背包内的。但是傲视斩龙不一样，他的长剑收鞘，一手扶着剑柄，身躯紧绷着，快速移动。他没有狂澜那般强大的 S 级天赋，但是他的天赋技能也同样并不逊色。A 级天赋隐忍之剑，每一次战斗间隔的时间越长，下一次爆发时造成的伤害也就越高。而这一剑，傲视斩龙已经隐忍了许久，这一剑出鞘之时，甚至附上了一层辉耀的金光。一剑斩龙。第81章，不要小瞧我们热血沸腾的羁绊啊！强烈的杀意从身后传来，陆远侧目回首，看到了身后快速袭来的2人，他能感觉到对方盯着自己时，眼中那股如火焰般沸腾的杀意，还都是他的熟人。前世时，陆远并未与之为敌，多是形同陌路，但是这一世，他们似乎走到了对立面上。但这一世的陆远可不是前世那般柔弱的法师了，这一世的他是怀揣着身为至尊法神的经验，坐拥着 SSS 级的逆天天赋，与他为敌不过是自寻死路罢了。诸多玩家的攻击齐齐飞来，剑使技能瞄准着陆远射来，几乎想将他射成刺猬。陆远的眼神微缩，这些技能都不是指向性技能，只要走位精湛，完全是可以躲过去的。身前身后都迎来了堪称致命的威胁，稍有不慎就是死路一条。陆远脚下步伐忽退忽进，时而后退，时而左移，在对方错愕不已的眼神之中，这密集的攻击竟是被他一个个躲了过去。外面看直播的玩家们更是惊得目瞪口呆，弹幕滚动如浪潮奔涌。原谅我没什么文化，一句卧槽走天下。这能躲？这走位没关就是开了。垂直走位，螺旋走位，这到底是啥走位？我怎么看不懂啊？乖乖，火球能躲就算了，飞得慢，那件事是人能够反应的，这有什么难的？我曾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能够反应子弹666，简直离谱啊！如此繁多的技能，密集的攻击，足以让人眼花缭乱，心神震撼。看似避无可避，但依旧被这家伙从中走出了一线生机。这操作真的是人能够做出来的吗？他怎么知道这些攻击的落点，并且成功做出精准无误的应对的？陆远的名字想不吸引人都困难，又是红名，又是神域之中经常上全服通道的名字，自然很快就吸引到了吃瓜玩家们的注意力。看到这陆远险之又险地躲过了大片玩家们的攻击后，他们都傻眼了。有没有搞错？隔着排练呢？太他妈假了！这么多人打不中一个，不信，肯定是演的，哪能这么神？一堆看戏的玩家点评，纷纷摇头感慨，有一些玩家则是微微皱眉。傲视成员们的攻击们丝毫看不出留手的意思，这些箭矢无不直奔陆远的心口头颅，那些技能也都是毫无减速的砸向陆远。演，这是不是演一目了然？只要稍稍认真些许的都能看出来。更何况看着正义狂徒明明是与荣耀公会一伙的，这傲视公会能对他留手？这要是演的，那这平原上的万人大战都是演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们不再搭理那些大呼小叫的玩家们，而是更加仔细地紧盯着这正义狂徒。见微知著，管中窥豹，这正义狂徒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不少玩家的心中感叹。而此时他们见到了陆远身后快速袭来的2人，更是睁大了眼睛，一眨也不眨，生怕错过了这至关重要的时刻。
那两人的名气也不小，很快也有玩家认出了他们，是狂澜，傲视公会的 S 级天赋玩家。他居然也出现在了这里。什么叫居然也？这傲视与荣耀的大战，他这个傲视公会的大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吗？看啊，是傲视斩龙。这狂澜和傲视斩龙，据说是这傲视双雄。嘎嘎猛！正义狂徒要完了，法师给俩战士近身，我不知道他要怎么走。走位？走个锤子位，连法杖都给他砸碎了，还走位？那可不一定。正义大佬可是竞技场的第一玩家，保持着全胜战绩，懂不懂啊？吃瓜玩家们为了争论孰强孰弱，都险些打了起来，谁也不肯让着谁。而这狂澜以及傲视斩龙的身影，自然也难以逃脱路远的注意。没有人比他更懂法师被战士近身后的危险。在法师的造诣上，他称第二，绝无玩家敢称第一。这近身虽然危险，但是也同样可以更快结束战斗。这两位实力都不差，若是中远距离的消耗，路远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他们消耗，毕竟他还在数十乃至上百玩家的围攻下。这些玩家们已经在组织第二轮的攻击。第一轮的攻击，路远虽然躲得轻松惬意，实则不然。这攻击无比凶险，哪怕走错一步都容易被射成筛子。路远需要抓紧时间，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两人解决掉，到时候还需要再应对那些傲视玩家们的齐发攻击。路远看了下技能，抗拒火环还没有冷却好。如果抗拒火环冷却好了，那么路远可以更轻松一些了。抓住机会，抗拒火环一推，便可以轻松秒杀两人。但是这抗拒火环还在冷却时间中，一旦让两位玩家近身，就只能靠路远本身的反应来应对了。而且施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在平时战斗中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在关键的时候都将被无限放大。哪怕是 0.1S 的迟钝，也会给路远带来死亡。路远的天赋仅仅带来高额的伤害，并不具备不死之躯。这两位神域之中顶尖的玩家同时攻击，秒杀自己一个脆皮法师，几乎没有一点难度。可以说路远的胜算极小，但是路远依旧有信心，有把握。只因为他是路远，他甚至没有再转过身去，手中的法杖重重地点在地上，一道蛛网很快覆盖在了两人的前进路上。这蛛网悄无声息地出现，静静地等待着猎物的涉足。狂澜和傲视斩龙的嘴角同时露出一抹笑容，这一个小小的蛛网，就以为能够控住他们吗？太天真了。两人的身形交织，狂奔的脚步不停，却划出了一道完美的半圆。他们绕过蛛网，齐齐地朝着路远发起了攻击。碎星和拔刀斩，两道声音几乎在同时响起。狂澜手中的紫金匕首爆发出璀璨紫光，傲视斩龙的长剑已经出鞘了，辉耀的金光朝着路远斩来。直播间的观众们都要燃起来了。混蛋，不要小瞧我们热血沸腾的羁绊啊！第82章镇压双雄，碎星和拔刀斩。狂澜、傲视斩龙几乎同时爆发出了猛烈的攻击。路远所释放的蛛网术并没有限制住他们的步伐，一紫一金快速朝着路远杀去。狂澜脸上恶狠狠的笑容浮现。身为武器大师的他，可以熟练甚至完美的掌握每一种武器，而他的技能则是能够根据不同的武器爆发出不同的攻击。使用匕首时，技能名为碎星，附带着高额的爆发伤害以及碎甲伤害。这一刀只要命中，他有90%的把握将这正义狂徒给秒杀。他已经靠近了这正义狂徒的3尺范围之内，他的眼前已经浮现出了面前这正义狂徒被秒的场景。另一边，傲视斩龙的面色依旧沉稳，他的拔刀斩已经挥出，一道绚烂的剑气朝着正义狂徒飞去。这剑气呈金色，隐约带着金龙之辉。两次战斗之间，他间隔了足够长的时间，几个小时没有出手。这拔刀斩一出手时，斩出的竟是金色辉光。傲视斩龙的视角，这金色剑气增幅的伤害倍数高达10倍。这一剑谁接谁死。这一剑斩出，傲视斩龙长舒口气，长剑重新收鞘。无需再看，这剑光迅捷凶猛，除非这正义狂徒会闪现，否则绝对躲不开这致命一击。一时间，不管是狂澜还是傲视斩龙，心中都已经认为这正义狂徒必死无疑。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很快便让他们目瞪口呆。面对着两人的攻击，路远动都没动，嘴唇微动。结晶，一股无形的波动在路远的身上蔓延开来，难以察觉的土黄色光晕出现在了他的身遭，很快附着在了路远的全身，映衬着路远的身躯越发的晶莹起来。叮！众目睽睽之下，狂澜手中的匕首落在了这路远的身上，金铁碰撞，发出了叮的一声，匕首甚至被弹开了。狂澜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手中的匕首，怀疑人生。不是，这家伙怎么这么硬？在他的碎星面前，哪怕是一个全无抗的坦克，也绝对会被破开防御。
但是这碎星落在了这正义狂徒的血肉之躯身上，却好似刺入了坚硬的铁块之中，分寸难尽。从陆远头上跳出的伤害，更是让狂澜怀疑自己的眼睛。153抵抗多少？就扣153点血。这碎星，狂澜打在其他玩家的身上，造成的伤害可是破千的。再肉的坦克，在他的面前也依旧会被秒。但是这如此强大的碎星落在了陆远的身上，造成的伤害却少得可怜。这怎么可能？难不成面前的陆远防御值比那些全肉的坦克都要高？不，绝对不可能！这饱含狂澜杀意的一击，居然仅仅打掉了陆远不到1/3的生命值。紫金器的金蝶法袍给陆远的生命值带来了极大的提升。狂澜眼中惊诧，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又是一道凌厉攻击落在了陆远的身上。那金光的辉光斩落在了陆远的身上，这剑光声势浩大，看着就威力不俗。就在所有玩家们都以为这一道金色剑光一定会将陆远成功斩杀的时候，这金色剑光撞上了陆远，如冰雪般消融。陆远的头上跳出了个伤害，175抵抗。这伤害比狂澜造成的伤害要稍稍高一些，但是也不多。一旁收剑已经准备好摆 pose 的傲视斩龙，这一剑下去，这正义狂徒没死。傲视斩龙揉了揉眼睛，这一剑也没有落空啊，结结实实的斩在了这正义狂徒的身上，造成的伤害也跳了出来。一切都很正常啊，但是又哪里有些不正常？他这几倍伤害的拔刀斩，仅仅给这正义狂徒造成了175点的生命值。认真的，别说打一个法师了，就是对付坦克，这一剑也不可能造成如此低的伤害啊！正义狂徒的身旁，狂澜有些不信邪的再次发起了攻击。35抵挡，这一次跳出的伤害更是让几人傻眼了。等级榜第2的狂澜，将近30级的顶尖战士，虽说没使用技能，只是普通攻击，但是也不至于就造成30-40的伤害啊！不只是狂澜，一些正看着这里的玩家们也懵了。卧槽！2位等级榜的战士大佬同时攻击，只打了他2/3的生命值。这家伙不会是全肉法师吧？放屁！全肉法师哪有这秒人的伤害？而且你没看清那伤害数字吗？看到了，怎么才扣100多啊？这不像是狂澜大佬该造成的伤害吧？有问题，肯定有问题。要我说，估计是演的，装备全脱了，然后这伤害差不多。玩家们众说纷纭，议论纷纷，但他们还没有讨论出个结果。接下来发生的场景让他们几乎难以置信。结晶取消，陆远的眼神重新变得灵动起来，身上的晶体状土黄光晕消失。陆远看了下自身的生命值，已经进入了危险线，但好在这结晶成功抵挡住了2人的爆发攻击。只要没死，那么就轮到陆远来反击了。看着技能栏中冷却完毕的一个金鳄，陆远的面色冷然。无数次的释放技能，他早已对这技能烂熟于心。只是心念一动，陆远的身旁很快便出现了一圈火环。熟悉的抗拒火环，一切突进玩家的克星。火环快速在陆远的身旁凝聚，火元素风一般的滚动着。陆远终于再次开口，冷漠的声音传达着死神的敕令：抗拒火环。下一秒，这火环剧烈膨胀起来，扩大了的一圈的火环由内而外的扩张。狂澜的脸色大变，他虽然不知道这火环是什么技能，但是他已经感受到了危险。这炽热的火焰几乎要将他整个人都吞入其中。狂澜想退后，躲开这火环的距离，但是这火环扩张的速度实在太快。在这火环接触到的瞬间，狂澜眼中惊愕神色凸显。这火环并不像是常规的火焰一般在他的身上燃烧，在接触到这火环的一瞬间，他有种幻觉，像是被一辆10吨的重卡给正面撞上了一般。砰！他的身躯被毫无悬念的撞飞出去，像破麻布袋一般在地上翻滚了几圈。战场一片死寂。第83章荣耀接应，战局逆转。陆远结晶结束，抬手释放出冷却完毕的抗拒火环。这狂澜刚想后退，但很快便已经被这抗拒火环追上，巨大的斥力瞬间将他秒杀，砸得倒飞到远处。而另一边，傲视斩龙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虽然他有些疑惑，为何这足以秒杀陆远的攻击并没有秒杀陆远，但是他看着这陆远所剩不多的生命值，也是准备上前补刀。刚往前走出几步，傲视斩龙就看到了陆远身上急速扩张的火环，眼中瞳孔猛然收缩，傲视斩龙忙不迭，猛然往后一跳。这火环扩张到了极限，几乎贴在了他的面前。感受到这股炽热的高温，傲视斩龙艰难地咽下口水。若是让这火环砸中，他的下场不会比那狂澜要好多少。他的视线威胁，很快看到了不远处倒在地上的狂澜。陆远则是有些诧异地看着他，能躲过这抗拒火环，看来这傲视斩龙的反应速度也并不算慢。但是敢在和他的战斗上分心，
陆远的眼中幽蓝光芒一闪而过，傲视斩龙在回过神来时，身前四面已经被一个个的技能所笼罩了。他的面色惊恐，这几个技能的落点竟是将他的全部走位路线都给笼罩在了其中。无论他如何走位，等待他的下场也只有一个：死。技能轰下，这傲视斩龙的身躯也随之倒地。他的反应固然不慢，但是在陆远堪称 BOG 级别的锁敌面前，他根本就没有走位的空间。短短几秒的时间，战斗就已经分出了结果。傲视公会的2位顶尖战士全部身死，虽然也依旧对陆远造成了伤害，但是最后的结果依旧让一旁观战的玩家们瞩目。正义狂徒仅仅只是掉落了2/3的生命值，就将2位等级榜、实力榜均位列前几的玩家给直接秒杀了。一时间，就连一些傲视公会的玩家们都有些傻眼了。不是吧，这就将狂澜他们给秒了？天，上次竞技场撞过狂澜，那家伙杀我跟杀个鸡一样轻松，但是现在，不管这家伙有多强，现在他惨了，他马上就死了，快点杀了他！不对，荣耀的刺客们摸过来了，操，看一下后排啊！傲视成员堆里很快响起了愤怒的声音，随着这愤怒声音一同出现的是快速闪烁的白光。这白光不是什么技能特效，而是死亡特效。荣耀公会的玩家们虽然还在快速赶来，但是移速更快的刺客们已经成功加入了战场，而陆远身前的傲视成员们的后排也正是遭到了这荣耀刺客们的精确打击。正当所有玩家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正义狂徒以及狂澜等顶尖玩家的对决之时，荣耀公会的刺客们已经悄然无声地出现在了这傲视成员们的法师群中。等到陆远这边的战斗刚一结束的时候，这些刺客们终于动手了。银远的狮子们终于露出了獠牙，杀！一声令下，杀机迸溅。傲视公会的成员们惊怒不已，有刺客！操，是荣耀公会的狗！马德，别管他们，一定要杀了正义狂徒！赏金5万 RMB 啊！丢雷姆的，看后排啊，还惦记着你那破钱，后排都要死完了。傲视公会的成员们很快出现了分歧，坦克战士们丝毫不管不顾身后的法师、牧师们，眼中只有陆远一人的身影。这傲视公会的法师、牧师们被切得哇哇叫，但是于事无补。刺客的爆发输出之快，无需多言，几十人的刺客仅仅只是几秒钟的时间，就已经切死了近100位法系职业。荣耀偷心眼中凶光大盛 ，TNND 敢无视劳资，劳资砍死你丫的！兄弟们，跟我冲！正义大佬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到。他的手中紫金匕首的光芒闪烁，脸上自信澎湃。荣耀偷心对正义狂徒原本并不感冒的，这荣耀华夏天天在他们荣耀成员们的面前叭叭叭这正义狂徒，听多了反而对这素未谋面的正义狂徒有些厌恶。什么玩意，让会长天天叭叭叭的？但是真正的改变态度是那次在矿洞内与正义狂徒的第一次并肩作战。虽然那场战斗结束得很快，但是依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家伙的实力真的很强，也不枉会长天天在他们的耳边叨叨。确实如此，他也在这竞技场中再遭遇过这正义狂徒，保持着100%的胜率。为了教好这正义狂徒，他干脆的选择了投降。直到现在，潜行躲藏起来的他看到了不远处的实况直播，正义狂徒一个打2个，将2位竞技榜前5的玩家全部秒杀后，荣耀偷心终于服了。感情上次他在竞技场里也不用投降啊，这大佬的实力还不是把他吊起来锤。荣耀偷心有着深刻的自知之明，他能上竞技场前10是运气好，撞到了克制的职业，但是正义大佬上竞技场第1，那是一骑绝尘的碾压，无视职业，无视等级，无视装备差异，以绝对的实力、精湛的操作技巧碾压对面。这什么？这是神域第1大腿啊！这能不爆？更别提荣耀偷心手中的紫金匕首，还是这大佬爆出来的呢。此时见到这些傲视公会的战士们朝着正义狂徒包围过去，他也是脸色微变，连连喊话：上，哪怕是死也要拖住他们，别让他们靠近正义大佬。刺客们的输出虽高，但是撞上了防御极高的战士坦克们也十分头疼。但是随着荣耀偷心的话大声喊出，一些荣耀公会的刺客们纷纷改变了对策，他们不再发起攻击，而是想尽一切办法拖延这些战士坦克们的速度。有的利用高移速冲到了这傲视战士们的身旁嘲讽，有的从背包里取出绳子，将自己和对方套起来，用自己来拖延对方速度的。更有甚者，就是直接扑了上去，也不管其他的了，就是抱着这些战士们的脚步减慢他们的速度。这样的对策虽然有些丢面，但是效果却是实打实的有效。他们一下子拖住了不少傲视成员们的速度，被拖住的傲视战士们也是气急。尼玛的5万块啊，就差一刀，你他们去拖他们啊，别拖我啊！你有病啊！
荣耀公会给你出多少钱？你这么玩，我砍死你！没有被拖住的傲视成员们脸都笑歪了。本来人多就不好抢杀这正义狂徒，这些刺客们为他们扫出了不少对手，他们简直不要太开心。5万块钱，我来了！当他们满面春风的来到陆远的身前时，迎接他们的是快速飞来的密集火球。第84章，技能升级，秒杀！看着远处和这傲视公会成员们抱成一团的荣耀刺客们，陆远的眼中终于有了一丝波澜。这些家伙们真的是……一个机械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让陆远的眼中很快浮现喜意。连发火球等级提升，当前技能等级7级，在多次的运用下，这连发火球的技能等级再一次获得了提升。7级的连发火球，现在已经可以释放出高达5颗火球，而每一颗火球所能造成的伤害，都是陆远法术伤害的70%。打了一个响指，陆远的身旁已经凝聚出了5颗火球。这5颗火球静静的在陆远的身旁悬浮着，散发出滚烫灼热的气息。靠得近的傲视公会成员们已经来到了陆远的身旁，就准备扑过来时，就看到了陆远身旁的火球。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陆远已经随意的挥出了手，这5颗火球便朝着5位玩家砸去。砰成5，连续5声沉闷的响声，接触到这火球的玩家被瞬间秒杀。哪怕只是陆远70%的法术伤害，在天赋100倍的增伤下，这法术伤害也达到了一种恐怖的地步。观战的玩家们此时已经震惊不过来了，这正义狂徒怎么这么顽强？这么多人围攻他，他就是死不掉。随手技能秒人，这家伙的伤害居然高到了如此程度吗？傲视公会的后排已经被荣耀偷心带着刺客团们给偷了，而没有了法师掩护、牧师治疗的傲视成员们很快便落入了下风。一道道绿光出现在了陆远的身上，如此多的治疗术，只一瞬间便将陆远的生命值给回满了。荣耀公会的牧师终于赶到了这里，陆远一出现在他们的施法范围内，他们很快自发齐齐地朝着陆远释放了治疗术。陆远的生命值回满，他终于舒了口气，心底的一丝慌乱彻底没了踪影。傲视公会的成员们在荣耀公会恐怖的数量面前，很快便被集合点杀。陆远暂时进入了这荣耀公会的队伍之中，密密麻麻的荣耀公会玩家们继续朝前推进，目标十分明显，那就是远处的傲视公会大部队们。荣耀华夏的变换脸色，大声指挥着部下：注意一下首领 BOSS， 有机会就顺手杀了，千万不能留给那些傲视的家伙们。前排推进慢一点，回一些人来，先集火 BOSS。这 BOSS 看起来不难打。傲视的小股成员们被清理干净后，这赤脚白棕牛首领的身旁玩家们很快已经换了个遍，只剩下荣耀公会的玩家们。远处看着的傲视战魂器的脸红脖子粗，为什么这都没有杀掉那家伙？他指的当然是陆远。上百人的围攻，居然还能让这血红名字的陆远成功逃脱，而且不仅是这正义狂徒，就连那首领 BOSS 也没有成功拿下。现在都在荣耀公会的包围下，傲视公会们要想再抢回来，恐怕难了。但总是要试试，不能就这么将首领 BOSS 拱手让给这些荣耀。傲视战魂的心中很快涌出想法：杀！将这些荣耀的家伙们都宰了。这首领 BOSS 是属于我们傲视的。随着傲视战魂的下令，傲视公会的成员们也很快动了起来。双方人马碰撞到了一起，战斗在猛然间爆发。陆远那边，他很快看到了队伍之中的荣耀红叶等人。陆远吸引火力的行为十分成功，荣耀红叶一行人的突围效果很好，仅仅是付出了2人的代价，他们便成功杀出了这傲视公会的包围圈。荣耀红叶的生命值也即将见底了，拖着沉重的身躯回到了属于荣耀公会的队伍之中。直到确认身后的陆雪安全后，他才终于松了口气。他的头上同样鲜红，击杀的玩家也不在少数。荣耀红叶若是死了，那么带来的损失也绝对不小。虽然可能没有陆远这般恐怖，但是死上一次也绝对是掉落5、6级的样子。他险些失败了，但是他还是成功了。他做到了。荣耀红叶的心中激动，四处回头寻找着陆远的所在，但是一眼望去，他却并没有找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心中有些失落。正义狂徒替他们吸引了那么多傲视成员们的火力，哪里还有活下来的可能呢？可惜，荣耀红叶遗憾出声。转过头来准备安慰一下正义兄的妹妹时，他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正义狂徒。不知何时，他在人群之中寻找的那人竟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看了一眼，这正义狂徒竟还是洪明。正义兄，你没死啊？荣耀红叶惊愕不已，他都已经在心里缅怀了一遍对方，但是现在却猛然发现他压根没死。陆远的嘴角抽了抽，这话听着怎么感觉怪怪的？怎么，你很意外？荣耀红叶也自知语误，赶紧解释道：不是，我是有点没想到。
没想到正义兄居然能从这层层包围之中杀出，实力真是冠绝群雄，令我佩服。陆远连忙打断了他的话。好了好了，讲重点。这样的彩虹屁，他委实是听厌了。荣耀红叶微微一愣，重点就是没有重点哇，夸你呢，哥。他支支吾吾，有些说不出话来。但他的私信发来的消息很快让他解围了，他的眼眸瞬间亮起。正义兄，会长说看能不能先将这 boss 给杀了，不然等到傲视公会的打过来，这 boss 可能要坏我们的事。他希冀的目光看着陆远，和陆远通关过地狱级难度副本的他，此时已经无比相信陆远了。正义兄的伤害，连那地狱级副本里的2只首领 boss 都能秒，这区区1只30级的首领 boss， 在这正义兄的面前，岂不是手到擒来？荣耀红叶相信，对付这30级的赤脚白宗牛首领，要是有正义兄的加入，绝对可以赶在这傲视玩家们赶到前，就将这首领 boss 给击杀。陆远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这首领 boss 的价值极高，更是可以掉落高级的紫金器。想了想，陆远还是决定提前说清楚一点。第85章，一蹄子撂倒一片。先说好，这 boss 的战利品我要法系职业的。为了避免麻烦，陆远还是决定提前说清楚一点。前世不少次的矛盾都是因为开 boss 前没有说清楚装备道具的分配，最终从而导致矛盾的不断积累。虽然和这荣耀公会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但是保险起见，陆远还是提了一嘴。荣耀红叶用力点头，那是自然。他甚至都不需要问自家公会会长荣耀华夏的态度，或者说就算不问，这荣耀华夏的态度他也能大概猜出些许。以自家会长对这正义狂徒的态度，那是巴不得将这整个 boss 的战利品都送给他。自家会长一直都是这样，求贤若渴，甚至在许多人看来，这样的行为未免有些太过愚蠢。但是也正是自家会长的这种态度，使得荣耀公会上下一心，蓬勃发展，人才辈出。身为荣耀公会的成员，荣耀红叶并不觉得自家会长有何问题。得到了明确的答复之后，陆远也满意的点了点头。带着陆雪，陆远便朝着那赤脚白宗牛首领所在的方向赶去。还未到那首领 boss 的身旁，陆远就已经看到了那首领 boss 的现状，看起来并不算好。这赤脚白宗牛正在支撑着身躯，有些费力的试图站起来，但是这显然是难以做到的。他的一只蹄子以一种诡异的姿势弯曲着，仅存的蹄子根本就难以承载着他如此庞大的身躯，甚至就连保持身体的平衡都十分困难。他的身躯不时朝着一旁倾倒，但是又在他的坚持不懈下竭力保持平稳，拍下来都可以当作生命生生不息的纪录片了。只是玩家们并不会因此而放过他。健全时候的首领 boss 还不知道要多少玩家才能将他堆死，如今这首领 boss 居然受伤了，丧失了移动能力，这简直是白送的 boss。 哪个玩家能够拒绝这样的诱惑？在荣耀华夏的安排下，这赤脚白宗牛首领的身旁很快就已经围上了大量的荣耀玩家们。不少荣耀玩家们已经开始了试探性的攻击，但是意识到面前的首领 boss 是真的难以移动后，顿时大喜过望。小牛牛，给爷死！看在你撞死不少傲视成员的份上，我们让你死得痛快一点！快快快，这家伙怎么这么肉啊，我都破不了防。这首领 boss 的防御几乎高到让他们绝望，不管是法师、战士还是弓箭手，对着赤脚白宗牛首领所能造成的伤害数字只有一个：1，强制伤害，1，强制伤害。偶尔还有倒霉蛋，连伤害都打不出来。Miss 未命中，这首领 boss 上10万的生命值。虽然因为受伤跌落了1/10左右的生命值，在如此多玩家们的集火下，生命值还有 80%。No！ 一声嘹亮悠长的叫声传到远处，路上的陆远脸色微变，不好！他看着远处的首领 boss， 紧皱着眉头，已经意识到了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他连忙提醒身旁的荣耀红叶，小心，让他们距离 boss 远一些。战士这些就不要上前了，让弓箭手和法师在远程消耗就好了。他的语速极快。荣耀红叶愣神，什么？陆远神色无奈，看着远处巨牛 boss， 眼中闪过一丝波澜。boss 要放技能了。荣耀红叶有些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那先前的叫声就是那首领 boss 释放技能的前兆吗？等等，荣耀红叶终于意识到了不对，有些惊恐地望着远处。那里，首领 boss 的身旁，荣耀公会的玩家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不断地对着这首领 boss 发起攻击。谁都能看到，这首领 boss 失去了移动能力，连站稳都困难。一开始，大家也都是隔得远远的，生怕这赤脚白宗牛首领暴起伤人。但是攻击了一会后，见这首领 boss 真的站不起来，动不了后，他们的胆子也变大了不少。一些战士玩家更是面色大喜，他们也终于大着胆子上前攻击。一刀一剑落在这首领 boss 的身上，这首领 boss 极力挣扎，
但是连站起来都无比困难，又谈何反击他们？攻击了许久，他们也无大碍。这首领 BOSS 的生命值一点一点的降低着，玩家们心中的戒心也逐渐降低。虽然他们造成的伤害低，但是这 BOSS 跟个靶子一样，那还不是随便杀？大部分的玩家都是如此想的。因此，等到这首领 BOSS 的叫声响起时，玩家们终于察觉到了不对。他们想要后退，但是人挤着人，挤得水泄不通一时间，他们根本就动弹不得。赤脚白棕牛首领猛然发起了攻击，他不再尝试着站起，就这么侧躺在地上，用着完好的后踢凶狠地踢出。这首领 BOSS 的攻击可丝毫没有留手的意思，站在他身后部位的一位战士玩家便倒了大霉了。这一蹄子结结实实地踢在了他的胸口，电光火石间，这位玩家便被踢得倒飞出去。这还没完，这玩家倒飞出10数米外，所碰撞到的所有玩家全部化作白光消失。这一脚下去，清空了一个10几米长的玩家队伍，数十位玩家在这一踢之下被秒杀。存活下来的玩家满眼惊恐地看着这侧卧在地上的首领 BOSS， 这他妈蹭一下就死了。他们亲眼所见，那被踢飞的玩家仿佛化作了炮弹一般，被这炮弹擦到的所有玩家都遭到了致命的伤害。他们再一次见识了这首领 BOSS 的恐怖伤害，哪怕是没有直接攻击，被间接攻击到也是死。不少玩家用力吞咽下口水，看着这首领 BOSS 两眼发直，眼底恐惧闪过。这首领 BOSS 也太狠了吧，这还是在他折了一只至关重要的蹄子后，他的战斗力依旧如此恐怖。若是这首领 BOSS 是完整状态呢？他们都有些不敢想，需要用多少人来堆，才能勉强将这家伙给堆死？而这技能似乎还不是这首领 BOSS 的最强一击。凡是 BOSS 在生命值降低到 50% 以下时候，释放出的技能才是这 BOSS 真正恐怖的杀招。一时间，这首领 BOSS 的身旁一片安静，都没几个玩家敢上前，生怕再挨上一脚，被一脚踹到了西天。就在这时，陆远终于赶到了，看着这侧倒在地上的首领 BOSS， 他随手一挥，一颗硕大的火球便朝着这赤脚白棕牛首领飞去。而这赤脚白棕牛首领也像是察觉到了什么致命的威胁一般，开始疯狂地摇摆起来，试图找到平衡，重新站起来。只是徒劳。第86章，一火球秒了。陆远几步踏出，已经出现在了赤脚白棕牛首领的身边。他抬手释放出技能，一颗硕大的火球飘飘忽忽地朝着赤脚白棕牛飞去。而那赤脚白棕牛首领也像是意识到了什么危险一般，疯狂蠕动着，想要将身躯恢复平衡，从而开始躲避。只是徒劳。这火球终于落在了这赤脚白棕牛首领的身上。轰！一声巨响，爆炸的动静就连远处数十米外的奥氏公会成员们都听得一清二楚。奥氏公会成员们面面相觑，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这爆炸，乖，难不成这些荣耀公会的研制出了炸弹？随后他们就看到了令他们眼前震惊的一幕，那体型巨大的首领 BOSS 身躯被炸碎了半截，一声也不吭倒下了。这就秒了，一个技能就秒了？开什么玩笑，那首领 BOSS 那几十万的生命值是能被一个技能秒杀的。不光奥氏公会的成员们满眼震惊，就连陆远身旁荣耀公会的成员们也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没有看错吧？这首领 BOSS 也是能被一个技能秒杀的。那首领 BOSS 还有 70% 的生命值呢，怎么就一下子就死了？如此轻易的将这首领 BOSS 给秒杀，倒是让他们想起了不久之前的矿洞内，似乎有个玩家也是如此，表现得十分夸张，一个技能就能将 BOSS 给秒了。等等，这两个人好像是一个人啊！卧槽！直到这时，一些记性好的荣耀公会成员们终于记起了陆远，这不是前面那个一个技能秒了变异鼠王的大佬吗？我去，我记起来了，就是这正义狂徒大佬，太强了吧！这也居然又一个技能秒了这首领级 BOSS。不少玩家呆滞的目光看着陆远，议论纷纷，私底下的议论都要炸开了锅。这赤脚白棕牛首领的死亡，很快让陆远本就半数的经验条狂飙大捷。陆远的身上金光一闪而过，他的等级赫然已经提升到了30级，成为了玩家们之中首个升到30级的玩家。而第二的狂澜则是在死过一次之后，经验掉落了不少，等级从29级直接跌落至28级。陆远一心二用，熟络的加点，目光却是不断的在这首领 BOSS 的战利品上扫视着。耀眼的紫色光辉很快吸引了周围玩家们的注意。出紫金器了！我擦，双紫，这么欧皇的吗？等等，那是什么？棍子！陆远距离这首领 BOSS 的尸体很近，这其中一团紫色光辉恰好落在了他的面前。陆远很快将其拾取了起来。护腕形状的道具，颜色偏红，角牛护腕，品质紫金，等级需求30级，力量加20，攻击加100，
暴击正 8%， 附带技能角牛冲锋3级。评价：穿上它就能拥有一牛之力。这护腕还算不错，但是在陆远的眼中就有些不过如此了。陆远的背包内还有着前面在幽暗森林内击杀鬼狼首领时爆出的紫金护腕，这角牛护腕不过是30级的紫金器罢了，而陆远背包内的要更为强大，那是40级的紫金器。更何况这还会是个加成力量的护腕，更适合战士佩戴。对陆远来说作用不大，这首领 BOSS 因为是陆远的最后一击，所以爆出的战利品陆远有着优先拾取权。在场的其他玩家们也能眼巴巴地看着，眼前明明就爆出了一件紫金器，但是自己却没有拾取的资格，甚至连看一眼属性都不行。这对于一些玩家来说无疑是一场折磨，他们只能看着陆远一件件地将装备拾取起来，眼神羡慕，嘴角垂涎欲滴。这还有一件，别落下了！2件紫金器，大佬的运气真好。我看到有一件紫金器护腕啊，也不知道大佬能不能用得上，全部拿走不太好吧？咱们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的。几十个弟兄们被这首领 BOSS 给秒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一些玩家们暗自腹诽，但是却没有人敢站出来直言。所有人都看到十分清楚，陆远的一个技能胜过了他们数百上千人的努力。他们一群人辛辛苦苦的打半天，造成的伤害也仅仅只有 10% 左右。但是这正义狂徒大佬一过来，信手拈来的一个火球，直接将这首领 BOSS 剩余的生命值全部清空了。不服不行啊！这大佬一个人就顶得过他们千军万马了。在这大佬的面前，现在爆出的装备又有谁敢多言一句？就算给这大佬全部捡完了，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没办法，没见到自家老大都没有吭声吗？再加上这正义大佬先前的战绩，那是应对数百位傲视成员都怡然不惧，最终从容离开的大佬。自家的工会会长已经在他们的耳边念叨了无数遍这正义狂徒的名字。他们有理由相信，若是这正义狂徒真的加入了他们荣耀，恐怕直接空降副会长了。想到这里，一些荣耀工会的成员们看着陆远的眼神更加火热了一些。陆远将另一件掉落的紫金器拾取起来，回手扫了一圈，确保没有遗落的装备后，他很快坦然地朝着一处走去。那里同样围聚着成团的荣耀工会成员，而荣耀红叶、荣耀赤莲的身影则是出现在这里。他们的面色有些尊崇，看着身旁的一位玩家，荣耀华夏，荣耀工会的会长。荣耀华夏此时看着陆远的眼神已经变了，那完全是一副棋逢对手、降雨良才的眼神。正义兄，请你一定要加入我们荣耀的队伍。陆远还没有靠近，他已经2步上前，主动握住了陆远的手，神色激动。看着陆远的年轻面貌，荣耀华夏的心神激荡。天才，绝对的天才。他本以为这正义兄只是伤害高，但是现在看来也不仅如此，他的操作同样是顶尖。面对着如此多的敌对玩家们，居然都能存活下来，堪称奇迹。除了天才，他实在想不到什么更好的词汇来形容面前的青年。荣耀华夏的眼光更为长远，他一眼就能看出，这正义狂徒绝对不是等闲之辈。不行，一定要将他拉到我们荣耀工会去。第87章博识之杖。荣耀华夏握着陆远的手，满脸笑容。他的心中所想，陆远不得而知，但是陆远能感受到后背凉飕飕的，像是被谁给惦记上了一般。陆远有些不失礼貌地抽回了手，从背包内取出用不上的几件装备，尽数交给了这荣耀华夏。荣耀华夏看也不看这些装备，一挥手：正义兄，这首领 BOSS 要是没有你的帮忙，肯定是拿不下的。这些紫金器你尽管收下。一旁的荣耀红叶嘴角抽搐，这会长的反应几乎和他所想的一模一样。只是这时候不是该豪爽的时候啊！这正义大佬甚至都还不是我们荣耀工会的人啊！会长你这样，我们荣耀工会的成员们真的要哭了呀！他拉着荣耀华夏的一手，低声耳语：会长，这我们还是收下吧。正义兄已经说过了，只要法系装备，我们战士系这边装备也十分稀缺了。会长，他看着陆远，有些无奈的笑了笑。陆远了然，依旧发起了交易。这荣耀华夏在荣耀红叶的劝说下，终于放下了坚持，还是收下了装备。没办法，现在工会要想发展，消耗的资源财力都是恐怖。荣耀前面豪掷千金，花费100万巨款买下了陆远手中的隐藏职业转职，这已经是一场豪赌了，赌这隐藏职业的强大。但好在荣耀红叶也并没有算是辜负荣耀华夏的期待，等级榜、实力榜双双进入前10，虽然算不上亏，但是也因此荣耀工会的资金稍稍有些不足。对于整个荣耀工会偌大的玩家群体们来说，荣耀工会的每日支出都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数字。
也就是说，荣耀公会目前在资金上有些捉襟见肘了。陆远也没有多在意，这区紫金器也不值得他在意更多。拥有着足够高额的伤害，陆远有把握一个技能击杀30至40级的首领 BOSS。紫金器的掉落对他来说，只需要随手再杀个首领 BOSS 就行。甚至陆远开始谋划起更高难度的 BOSS 了。首领之上便是领主，只不过在野外，这领主级 BOSS 刷新出的概率往往比较低，往往首领级 BOSS 就已经难以预见了。更高级的领主 BOSS 那概率就更不用说了。领主级 BOSS 在拥有着更高的属性的同时，也具备着更高的爆率。要知道，领主级 BOSS 已经是可以掉落出暗金品级装备的，暗金级别的装备也是紫金级别的装备所无法比拟的了。陆远将其余的装备都交给了荣耀华夏，他所留下的只有寥寥几件法系装备，一件紫金法杖，一件蓝色鞋子，两者都是他目前所稀缺的装备，因此陆远也没有放过的想法。他的等级在击杀那首领 BOSS 后已经来到了30级，已经满足了这2件装备的等级需求，几乎没有过多犹豫，陆远很快将2件装备装备上。法杖带来的增幅十分明显，陆远的脑海中一丝冰凉划过，神智清晰了不少。陆远心知这是智力增加所带来的好处，每次升级时，其实加点也能感受到这智力增加后所带来的识海清明感，只是每次升级加点太少，感受不明显。陆远此时更换法杖，智力一下子增加了许多，脑海中一下子便清醒了不少。他看向此时装备的法杖，博识之杖，品质紫金，等级需求30级，智力加30，敏捷加10，法术攻击加225，法术暴击率正 5%， 附带技能洞悉弱点1级。评价博学多识，智者的象征，毋庸置疑的强大。陆远的武器一下子从10级的骑兵之杖升级为30级的博识之杖后，智力再一次发生了巨大的提升，已经提升到了247点，这无疑是个十分夸张的数字。如此夸张的智力加成下，陆远的法术攻击更是爆炸，他的法术攻击来到了1690，距离1700也仅有1步之遥。陆远的身上紫金装备不少，而且还都是装备榜上有名的高级装备。另一件蓝色鞋子对陆远的提升也不小，抵抗的牛皮之靴，品质蓝色，等级需求30级，敏捷加15，速度加25，抵抗加15，物理防御加45，附带技能极速术2级。评价牛皮坚硬，穿上它可以抵抗一些特殊的效果。这鞋子倒是可以给陆远加上一些速度，走位更方便了一些。当然，陆远更看重的是这鞋子所附带的特殊属性，抵抗加15，这抵抗的效果相当的不错，可以削弱被控制的时间，算是十分稀有的属性了。换上了新的装备，陆远的实力又获得了提升。想了想，陆远很快来到了陆雪的身旁，将换下的骑兵之杖递了过去。虽然这骑兵之杖只是10级的法杖，但是属性的强大却毫不逊色，堪比20级的蓝色法杖，正适合此时的陆雪使用。陆雪一个人的身形有些孤单，前方的战斗不是他能够插手的。为了安全起见，他只能保持着一个较远的距离，然后远远注视着。当他看到陆远一个火球秒杀 BOSS 的时候，脸上有些神气。只可惜身旁的荣耀公会成员们并没有在意他，甚至大部分的荣耀公会成员并不知道他就是远处正义狂徒的妹妹。他脸上的神气一点点消散，抱着手盯着远处的战斗，眼中神色迷离。他揉了揉心口，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心慌。休息了一会，这股心慌终于散去了。陆雪有些愤愤地瞪着自己的属性栏，他也没有闲着，在那个论坛里翻着帖子。这不了解还好，一了解倒是让陆雪有些气愤。明明这 SSS 级天赋应该是这整个神域之中最强大的天赋了，但是为何他的这个 SSS 级天赋就显得这么拉胯？幸运究竟有啥用？陆雪有些不理解。这要是换成其他的伤害类型的 SSS 级天赋，恐怕都已经能够噼里啪啦的乱杀了吧。他也想早一些帮上哥哥的忙，就算能够多奶一口也行啊。但是他现在在战斗上却是一点都没有办法帮上哥哥，反而刚像是个拖油瓶，这让他不免有些失落。但是看着朝着自己走来的陆远时，他的脸上还是洋溢出了笑容。哥，第88章荣耀获胜，乘胜追击。哥，陆远脸上紧绷的神色终于柔和了下来，照旧摸了摸妹妹柔顺的长发。陆远将换下的骑兵之杖递给妹妹，陆雪眼睛眨了眨，神色有些惊喜。紫金器？他接过紫金器，笑容甜甜。这画面很快被一些直播的玩家们捕捉到了。江南大学的学生宿舍内又是一片哀嚎。这大佬怎么还有个这个精致的女朋友啊？该死的现充，给我爆炸吧！
屁！你们没听到吗？这是大佬的妹妹，妹妹好可爱，苍天啊，为什么我就没有这样的妹妹啊？大舅哥，你是知道我的，刘涛看着电脑上的直播画面，那娇小可人的妹妹，心神激荡。妹妹酱，我可以。看着直播画面里那个俊朗帅气的身影，刘涛都要哭了。等级高就算了，实力强就算了，长得帅就算了，还有个可爱的妹妹。天杀的，这纯人生赢家啊！这也太让人羡慕了。刘涛咬着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想他母胎 solo 20年，连漂亮女孩子的手都没有摸过，岂可羞！直播间内更是引起了一众玩家们的哀嚎。我大 FFF 团要制裁你们！我的眼睛，不，哥哥好帅，真羡慕啊！我也想要这样的哥哥，又帅又强。亏贼，这大佬是一个技能将 BOSS 给秒了吗？这也太离谱了吧！吃瓜玩家们的惊呼，陆远没时间去在意，他大步朝着战场走去。脱离了危险后，现在危险的可就不是他了。他的目光落在了远处的傲视公会成员们之中，现在是时候反击了。在荣耀成员的层层保护之下，他甚至都不需要担心自身的安全，所需要做的就是尽全力的输出，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情了。陆远的身旁，法力流转全身，元素不断的在他的身边流淌，最终凝聚成一个个的技能飞出。陆远信手拈来，飞出的技能很快又造成了大片的伤亡。153000，秒杀；149500，秒杀；15万，秒杀，高达10几万的伤害数字，根本就不是现在的玩家们能够抗住的。这伤害甚至比 BOSS 还要恐怖。傲视前排坦克，一个火球飞过来，他们就死了。这特么，他们跟脆皮有什么区别？后排的辅助牧师们也很无奈，死慢一点，阿伟，奶不了，根本就奶不了，能不能抗啊？哪有这么脆的坦克啊？他们的抱怨传入一旁傲视战魂的耳中，看了一眼，这傲视战魂也被惊得不行。原本傲视和这荣耀还能平分秋色，半斤八两，但是突然间，傲视公会的前排就被撕裂开来了。荣耀公会的战士们就像是一把尖刀一般，直直的插入了傲视公会的队伍之中。前排的人呢？身旁的高层有些无奈，死得太快了，会长，对方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根本就抗不住，我们的奶妈团都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为什么会这样？傲视战魂眺望着远处，似乎能够看穿人群，看清人群之中的陆远。明明这傲视和荣耀差距并不大，双方都僵持了一定的时间，怎么会突然一下子就被撕破了防线？荣耀的家伙们什么时候这么猛了？一个傲视高层匆匆走来，会长，查清楚了，荣耀队伍之中新增了一个玩家。傲视战魂有些怀疑自己听错了，新增了一个玩家，这一个玩家的加入这么会左右这战局呢？除非是他。傲视战魂的心中浮现出一个名字，但是他已经安排狂澜和傲视斩龙前往击杀那家伙了，还有数百的傲视成员围着，那家伙不可能生还下来。傲视高层有些艰难地吐出一句话，就是他正义狂徒。傲视战魂神色匪夷所思，狂澜他们都失败了，狂澜和傲视斩龙可是他们傲视公会的顶尖战士玩家啊，一个实力榜第3，一个实力榜第5，两个人去抓一个正义狂徒，全都没有抓死，还给他反杀了2个。这一个人的加入竟真的左右了这近万人的大战。看着荣耀公会的战士们已经突入了傲视公会的内部，傲视战魂终于坐不住了。这首领 BOSS 也已经死了，接下来的战斗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若是能赢，那么他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但是眼下的局势已经对他们傲视极为不利了，继续战斗下去只会不断的折损傲视公会的成员们。他的心中已经有了退意。傲视的成员注意，撤退！终于看着傲视成员们一个个的倒下，而荣耀公会的战士们却没有多少损伤。如此下去只会是彻底的将傲视落后于荣耀。傲视战魂终于不再犹豫，赶紧下令下去。收到了傲视战魂的命令，傲视成员们如蒙大赦，立刻开始跑路。这不跑不行啊，打不过一点。对方战士都快冲到后排了，自家的战士跟死了一样，连个声音都没。好吧，他们并没有察觉到，他们的战士已经悄然无声的死了。要想逃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荣耀公会的玩家们神色兴奋，一路狂追，特别是先前被傲视追着跑的荣耀红叶，复活赶来的流连忘返等人。正所谓风水轮流转，现在也轮到他们荣耀来追傲视了。本来荣耀就和傲视分庭抗衡，互相看不顺眼，现在好不容易逮到机会了，自然是要狠狠的出气一番。别跑啊！傲视的狗崽子，前面追你爹，追的不是很凶吗？就会人多欺负人少啊，现在怎么不敢了？想跑？没那么容易，给我死！
傲视玩家们敢怒不敢言，缩着头一路狂奔。这一路的追逐，在留下了上百具的尸体后，终于算是告了段落。荣耀华夏则是在远处乐呵呵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他丝毫没有劝阻工会内成员们的想法。这傲视和荣耀积恨已久，如今好不容易找到个合适的机会，让工会里的弟兄们发泄一下，他又怎么会轻易阻止呢？只是他的神色很快一变，他看到了个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第89章，难以复刻的奇迹。荣耀华夏看着眼前之人，说话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你怎么会在这里？陆远抬眼扫了他一眼，有些诧异。我不在这里在哪里？荣耀华夏看了看远处，声音有些尴尬。那他们？陆远了然。他们去追傲视的人了。我还有事，就不追了。说完，他朝着一旁的陆雪走去。荣耀华夏轻咳一声，赶忙联系身旁的工会高层，吩咐下去，让弟兄们别追了。一旁的工会高层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会长，不是你说的乘胜追击吗？荣耀华夏咳嗽声加重。嗨，那不是以为。算了，穷寇莫追，穷寇莫追。在荣耀华夏和几位工会高层的劝诫下，荣耀工会的玩家们终于放弃了追击，但是他们的战果也依旧十分丰厚。这平原上倒下了一具具的傲视成员们尸体，白光闪烁，仿佛雪花般繁多。归来的路上，他们也依旧是笑容满面，春风得意。这可是他们少有的将这傲视的家伙们干趴下的时刻。傲视工会败走，荣耀工会大胜。一时间，神域的论坛上帖子数量暴涨。荣耀、傲视这两家知名工会的战斗让不少人瞠目结舌。他们没有想到，这战斗会结束得如此离奇。有知情的玩家们已经开始复盘了这场万人大战的始末，但他们很快发现了一点，他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无法复盘了。正义狂徒一行人被上百人的傲视工会包围，直到首领 BOSS 的出现，再到后面傲视工会增援、荣耀工会增援，无论他们怎么做，都始终难以想象，这寥寥7人是如何从上百人的傲视工会包围之中幸存下来的。还有那首领 BOSS 出现的时机也居然如此完美，而正是如此，让7人从中获得了一线生机。而在往后的这段过程之中，就是吃瓜玩家的到来。直播的过程，因为有录播的原因，所以并不需要复盘。淮南一处工作室，工作室内仅有几张桌椅、几台电脑以及几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们。几人围聚在一台电脑前，他们望着眼前整理好的帖子，眼中是难以掩饰的震惊。这简直太离谱了！确实，我已经迫不及待玩家们的反应了。这家伙是神仙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发了。一个年轻人用力地按下鼠标，这则帖子很快便被发送到了神域论坛之中。一则帖子的出现，对于整个神域论坛来说，就像是一片汪洋大海滴入了一滴水，没有泛起波澜，连一丝涟漪都没有漾起。直到一位玩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点开了这则帖子，工作室的年轻人们攥着手，安静地等待着。帖子终于有了第一个浏览人数，过了几秒，浏览人数2，又过了1秒，浏览人数开始缓缓地增长起来。从一开始的几个增长，开始10个增长。年轻人们相互击掌，神色兴奋不已。随着热度的提升，浏览的人数也开始呈指数被扩张着。从最开始的个位数浏览，仅用了短短半个小时，浏览人数便达到了10几万，每秒都有成百上千的玩家浏览，帖子里的回应更是达到了上千帖。与此同时，一则帖子的热度在神域论坛内直线飙升。难以复刻的奇迹，风落城郊区荣耀之战，内含直播录像。不计其数的玩家们纷纷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点入帖子中浏览。荣耀与傲视的战斗传得沸沸扬扬，大部分的玩家们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但是也都听说了几句。帖子点入其中，不少玩家们很快就懵了。无他，帖子采用的视频演示，而视频的建模十分粗糙，用一种 Q 版的风格来将风落城外的场景大致重现了。这玩意是怎么上的热门前10？砸钱了吧？我的评价是一坨大便。这建模5分钱找的吧？7个 Q 版小人出现在路上，玩家们一边吐槽一边看着。紧接着，密密麻麻的小点出现在了这7个 Q 版小人的身旁。这些小点看起来就像是个口袋一般，眼看着就要将这7个 Q 版小人给包围起来。关键时刻，一只 Q 版牛头出现了。这牛头径直地朝着像素小点们撞去，一个个像素小点很快随之熄灭。紧随其后，一个 Q 版小人站了出来。这熟悉的法师打扮，再加上头顶的名字，很快便让玩家们意识到了这 Q 版小人的身份——正义狂徒。Q 版小人不断走动着，一个个的 Q 版技能从他的身旁释放出，精准的将一个个的小点给灭掉。让玩家们有些没有想到的是，这几个 Q 版小人居然是主动跟在了这牛头的身后。
这牛头看起来就像是他们队伍里英勇冲锋的坦克一般。但是了解过的玩家心里清楚，这牛头他丫的明明是个首领 boss， 这些队伍居然敢跟在这首领 boss 的身后，是真不怕这 boss 回头一脚给他们踩得稀巴烂。但是另一些玩家们的关注点很特别，勇敢牛牛不怕困难。我的天，这头牛是我同学，高考的时候他还坐我前面呢。哎，要是我队伍里的坦克能有这牛牛的一半能抗就好了，就没人关心这牛牛是怎么出现的吗？难不成正义狂跳他可以召唤 boss？ 听说是奥氏公会的人刷了太多的怪，然后引出的首领 boss 啊，那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Q 版牛头很快将这奥氏公会的包围圈撕开了一道口子，哪怕只是看着 Q 版的画风，不少玩家也能想象到，这一头蛮牛硬生生的撕破开百人的包围圈时，那场面该是何等的令人惊惧。眼看着这对 Q 版小人就要跟随着牛头 boss 逃出升天了，但是原本涌动的弹幕也为之一停，在 Q 版小人的远处重新亮起了小点，密密麻麻的数量不是几百，而是上千，上千位奥氏成员牢牢地将 Q 版小人撤离的道路给占据了。直到此时，玩家们才终于意识到了困境，无论前后都有着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于队伍的追兵。一些玩家傻眼了，这怎么可能活下去啊？第90章，你有看到我的幸运值吗？神域论坛之中，一则帖子的发出很快震惊了众人。帖子尝试复盘风落城的那场万人大战，但是复盘所展示出的画面却让无数的玩家们错愕惊心。7个 Q 版小人被密密麻麻的小点前后包夹，每一个小点都代表着一位奥氏公会的玩家，这小点的数量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的大半，让 Q 版小人们无处可逃。光是看着这铺天盖地的小点，玩家们都能从中感受到一丝震撼。他们都有些没法想，若是让他们亲临战场，真正所见如此浩大数量的玩家们，那该是何等的绝望。以一敌多已是不易，以一敌百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更何况以一敌千。但这些 Q 版小人们做到了，跟随着 Q 版牛头，他们一路横冲直撞。再往后 Q 版画风突变，转而采用了直播录像的方式，让更多的玩家们可以更为直观地看清楚战场局势的变化。杀杀杀！他们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在了一人的身上。他身边的荣耀红叶固然招式帅气强大，但是和他相比起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在正义狂徒的身上，玩家们所能感受到那种身为法师高高在上，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以及那种绝对碾压的破坏欲望。他的伤害怎么能夸张到如此地步？玩家们议论纷纷。谢妖身为25级法师，一个火球造成伤害550，还是无魔抗衰减的情况下，离谱啊！这大佬的伤害完全看不懂，这数值是认真的吗？10几万的伤害，这谁能顶得住啊？我操，好爽，我也想要秒人。随着战斗的继续，玩家们张大的嘴合不拢了。这是什么技能？怎么火环的伤害这么高？这怎么可能？天，为什么他的火球能放那么多？他怎么这么多强大的技能？就在这时，视频的 BGM 响起，让人不自觉热血沸腾。画面一转，狂澜、傲视斩龙两人的身影出现在了视频之中，两人几乎是同步出现，而他们的目标赫然就是正义狂徒。两个近战职业的快速靠近，让观看视频的玩家们心跳加速。一些法师玩家们此时也不由得带入进了这正义狂徒的视角之中。换作是他们，在这等陷阱之下，又该如何生还下来？他们很快得出了一个结论：活不了一点。让两个实力榜顶尖的战士近身了，那就死给他们看，绝无半点活路。但是视频继续播放下去，那正义狂徒竟是一动不动，硬生生抗下了这两人的攻击。无数的玩家心中已经知道，这正义狂徒绝对不会死，但是依旧难免心生诧异。他们有些好奇，这正义狂徒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当他们看到陆远硬生生地抗下这两个顶尖战士的爆发技能的时候，人都傻了。你管这叫法师？两个顶尖战士的爆发就打了他2/3的血，这坦度比我都肉啊！太离谱了吧！4，你们看到了吗？这大佬身上亮了一下，又是一个特殊技能。这什么技能这么变态？简直是法师的专属神器啊！在看到陆远抗完伤害，随手两个技能将两人秒杀后，观看视频的法师玩家们眼睛都要瞪出眼眶了。这就秒了？他们还有些难以置信，什么时候战斗会如此简单了？观看着正义狂徒的战斗，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让他们产生了一种战斗这么简单，我上好像我也行啊！看得我热血沸腾。原来法师操作如此简单，我也会了，不难。竞技场启动，等我几分钟，
我去竞技场尝试一把，坐等楼上结果。过了几分钟，好的，匹配了个刺客，3分钟结束战斗，被嘎嘎乱杀。+1，撞了个战士，近身就死，这法师怎么这么弱呀？笑死，别人什么装备实力，你自己什么水平？心里没点逼数吗？陆远关闭了帖子，收回了视线。他所观看的帖子正是神域论坛最新的热门帖子，难以复刻的奇迹。帖子里讲述的内容正是他先前的经历。难以复刻？陆远回忆着之前的战斗，要说有什么奇迹的话，陆远看来只有那首领 BOSS 的出现。那首领 BOSS 出现的时机简直恰到好处，若非那首领 BOSS 的出现，他要想带着队伍完全离开，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而他也极大概率难逃一死，确实是难以复刻的奇迹。除此之外，对陆远来说就并无难处了，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一旁的陆雪也是有些兴奋地抱着他的手臂，他们是在夸哥哥吗？他同样也能看到神域论坛之中的帖子，看到有那么多人的夸赞哥哥，他的心中也有些激动得意。陆远正准备回应妹妹的话语，但是他突然愣住了，他似是想到了什么，认真的抬眼看着陆雪。小雪，你之前说你的天赋技能是什么来着？陆雪挠了挠头，白皙小脸茫然之色闪过。幸运啊，哥你忘了吗？他将自己的天赋技能截图下来，发送给了陆远。陆远看着截图，面色有些凝重。这幸运竟何德何能，与他的无限进化身为同一个级别的天赋。这无限进化的强度自然不用多说，仅仅3级天赋就已经能够做到100倍的技能增伤了。这要是天赋不断升级下去，技能伤害增幅将会达到何种恐怖的程度，陆远都想象不到。更让陆远难以想象的是，妹妹陆雪这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幸运，居然是评级与无限进化同级别的 SSS 级技能。等等，幸运、奇迹，那个赤脚白宗牛首领的刷新，不会就是妹妹所吸引出来的吧？但是不可能啊！陆远前面也通过击杀怪物，从而引出了首领级 BOSS， 那必须是击杀怪物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吸引出首领 BOSS 的仇恨。除非恰好那时候傲视公会的成员们正好击杀了那最后数量的怪物，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凑巧，这就是幸运的强大之处。又想到了什么，陆远终于忍不住开口：小雪，你能看见每个人的幸运值？那你有看到我的幸运值？第91章，幸运揭晓。小雪，你能看见每个人的幸运值？那你有看到我的幸运值？陆远抬眼看着妹妹陆雪，轻声问道。他是看不见自己的幸运的，他的个人属性栏之中仅仅只能看到最为常规的4维属性，而那些特殊属性、魅力、幸运都是隐藏且不可见的，未知才能引发玩家们的好奇心。能够提升这些特殊属性的装备无一不是价值连城，往往一件幸运+1的装备就能售出数十万甚至是上百万的高价。陆雪乖巧地点点头，在他的眼中，所有玩家的幸运值都像是一个个僵硬的数字一般，安静地悬浮在他们的头上，想不注意到都难。他抬眉看向了陆远头上的数字34，虽然不至于很低，但是绝对和欧皇沾不上一点边。陆雪捂着嘴发出了银铃般悦耳的笑声。陆雪，听到陆雪的偷笑后，陆远绷不住了，冷硬的神色崩塌。陆远终于有了一丝慌张。你别笑啊，到底是多少啊？自家妹妹这一笑让陆远顿时感觉大事不妙了。幸运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乎到神域之中至关重要的爆率，幸运值越高，爆出高品质装备的概率自然也就越高。相反，幸运值越低，就只能捡捡破烂了。没有人不希望自己是一个欧皇，哪怕是陆远也不例外。他的操作实力可以通过练习不断提升，等级属性等都并非固定，但是幸运这玩意儿就太过于虚无缥缈了，想提升一点都要花费极大的代价去其他玩家那里买。至于为什么是买，这不是废话，飞球还想爆出加幸运的超稀有装备，或者说能爆出加幸运值的高级装备的，能有几个幸运值低的？哪怕陆远的实力冠绝群雄，但是在幸运方面就有些令人捉急了。自家人知自家事，陆远对自己的运气还不清楚吗？那封印第一只稀有宠物的时候，陆远都已经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999张，但好在只花费了300来张，陆远才将这稀有宠物封印成功。要不是陆远的实力过硬，恐怕现在一身装备都难以配齐。要知道，陆远的等级已经30级了，要不是刚刚成功击杀了赤脚白宗牛首领，掉落了紫金器法杖博识之杖，恐怕陆远现在的法杖还是那10级时候所获取的极冰之杖。都快30级了，还在用着10级的紫金法杖，对于陆远来说是有些寒酸了。总的来说，陆远感觉自己绝对不是欧皇，但是和飞球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因此陆远看向妹妹的眼神更加希冀起来。
34，没事了，哥，已经不低了。陆雪安慰道。当然，若是他脸上的笑容再收敛一些，或许陆远就真的信了。这小丫头偷笑时候的样子，就像是只偷到鸡了的小狐狸。34，陆远的心底微沉，面上不显。这幸运值的满值是多少？他还有些不死心，打算挣扎一下。有没有可能是50？如果幸运值满值是50的话，那么他34的水平倒也不算太低，起码过了及格线，算是运气稍好。只是妹妹陆雪却残忍地打破了他的幻想。别傻了，哥，满值100哦。陆远捂着心口，一脸痛苦，好似中了一箭。34的话，好像一半都没有到哎，哥哥脸真黑，运气好差哦。陆雪笑得眉眼弯弯，小嘴巴巴巴的，连连开火。陆远心口再中一箭，他依旧嘴硬道：34也不是很低了，而且这幸运值也不算什么，你哥我实力超强，幸运算什么？看着妹妹投来的怜悯视线，陆远终于编不下去了。好吧，看来他非洲人运气背的身份是隐瞒不下去了。那你多少？陆远止住话茬，转而开口问起陆雪来。不问还好，这一问，陆雪的脸色更是神气起来。她撑着腰，挑了挑眉：“哥，你猜，往高了猜。”陆远沉吟了1秒，100。陆雪的呼吸一滞，脸上的神气很快化作了羞怒。哥，你干嘛猜那么准吗？陆雪有些气愤，直接爆出100的幸运值，只能吓到哥哥一下。他还想着让哥哥多猜几次，然后再神气的讲出来。然后哥哥再一脸震惊的看着他。哇，这就是哥哥的妹妹啊，好厉害，好棒哦！这样想着，陆雪的脸色都微微红了起来。这样的流程应该才对啊。陆远摊了摊手，这他怎么能猜不出来？自家妹妹这么神气的模样，就差把我超厉害写在脸上了，再加上 SSS 级的天赋，陆远想猜不到都有点困难。看着妹妹鼓起的小脸，陆远不由得上手轻轻捏了捏，这亲昵的动作很快便让陆雪脸色愈发红润起来，娇嗔道：“哥，你干嘛？”陆远此时已经收回了手，一脸的若无其事。看了眼远处的怪物，陆远点了点头。早知道陆雪的幸运值这么高，陆远就留手，将这怪物的最后一击让给这陆雪好了。陆远34的幸运值都能够保持如此多的高品质道具，若是让幸运值满值的陆雪来，那岂不是靠捡装备发财了？100幸运值是什么概念啊？陆远纵观自己前世何其漫长的岁月，数十年的战斗厮杀，所遇到的欧皇玩家数量也是少得可怜，也不知道那些欧皇玩家的幸运值多少，但是陆远敢肯定不会高于自家妹妹。懂不懂 SSS 级天赋的含金量啊？偌大数十亿的玩家之中，能够拥有着 SSS 级天赋的玩家不过一手之数，在陆远前世的记忆之中更是绝无仅有。若非这一世陆远亲自抽到，陆远都以为这 SSS 级天赋仅存在于传说之中，而 S 级天赋就已经是世俗之中最为强大的一类天赋了。想到这里，陆远看着妹妹的眼神越发热忱起来了。任何的天赋都有着它的强大之处，哪怕陆远前世的那个 A 级天赋火焰增幅开发到极致，给陆远带来的实力提升也堪称恐怖。而这幸运若是开发到了极致，陆远都有些无法想象，这该是有多么强大。说不定真的可以复刻那个传说，从普通宝箱之中开出真正的神话级装备。到那个时候，或许就该是他抱妹妹大腿的时候了。陆远打算先小小尝试一下，见识妹妹的满幸运值到底是何等的强大。第92章，伤害爆表的尴尬。在得知自己的幸运值只有寥寥的34时，而自家妹妹的幸运值则是满值100后，陆远的想法当即做出了改变。这满级幸运肯定不能浪费，这怪物的最后一击应该尽量让陆雪来。这样的话，以陆雪高达100点的幸运值所获得的战利品价值要远胜于陆远所爆出的战利品。陆远正打算尝试一下，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原本兴致冲冲的身躯僵住了。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妹妹的满幸运值是没错，但是他要怎么才能让这妹妹补最后一刀呢？陆远不免陷入了沉思。自从天赋等级提升到了3级之后，他似乎就没有再遇到过那种可以承受他一击而不死的怪物了。哪怕是最低级的技能，那种什么寒冰剑，在陆远的高额法伤以及100倍的技能伤害增幅之下，都是可以将普通的怪物秒杀几十次。要想让陆雪来补这最后一击，怎么可能？想到这里，陆远算是傻眼了。他没有想到伤害太高居然也会有坏处，这倒是有点伤。仔细想想，陆远貌似还真没法子。他的技能伤害动辄上万上10万，就连首领级 BOSS 都扛不住他的一个技能，哪里是寻常的怪物能扛得住的？好吧，陆远也只能认了。想让陆雪补最后一刀的想法落空了。但是陆远很快又有了主意。幸运值的体现
并非仅仅体现在了怪物的爆率上，宝箱的出货率同样也影响极大。陆远打算找几个宝箱给妹妹尝试一下，恰好陆远记忆之中的那个遗迹内恰好有几个品质还算不错的宝箱，陆远当即准备前往那遗迹，带上妹妹。想了想，陆远还是和荣耀红叶发去了私信，顺手的话将他们也带上吧，或许他们几个也能运气好一些，从中有所收获。荣耀公会内，高层正在开着会，脸上的笑容就没有停下来过。痛击傲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战使得公会名声大噪。负责拉新的荣耀兔兔笑道，这次的胜利真的是给我们荣耀赚大了，这几天申请加入咱们荣耀的玩家数量达到了历史新高，咱们荣耀在风落城外一战算是在整个神域面前都展露了一番实力。荣耀华夏轻咳一声，面色严峻下来，大家先别高兴得太早，我们荣耀虽然这一波短暂的将这傲视给打退了，但是也依旧不能大意。傲视与咱们荣耀势均力敌，这次的获胜或许可以拉开咱们与傲视的差距，大家戒骄戒躁，继续努力提升自己。所有荣耀的成员全部这个月工资翻倍。荣耀华夏大手一挥，豪气万千。工会里的高层们先是一愣，荣耀成员的数量可不少，这一次荣耀华夏所出的钱可不少。荣耀红叶则是瞪着眼，面上不显，私信不断，会长，工会不是资金正短缺吗？怎么还在这种时候？荣耀华夏的私信才终于让他安心了下来。红叶啊，咱工会这次的表现相当的吸睛，也算是在神域扬名立万了。工会又收到了几笔资金的注入，刚好给大家发奖励，激励一下大家。荣耀红叶无语凝噎，私信又是一阵闪烁，他还以为是荣耀华夏，点开一看，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正义狂徒，怎么是他？荣耀红叶的心底莫名激动了起来。红叶，我带我妹过个图，你们有没有兴趣？看完消息，荣耀红叶咽下口水。过图？以正义狂徒现在的实力，什么图过不去？这显然是在邀请他们荣耀公会的人去。荣耀红叶连连点头，有，必须有，十分有，非常有。不管啥图，先应下来再说。正义大佬的邀请，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荣耀公会的会议上，他很快便将这个消息吐露出来。在听到正义狂徒居然主动给他们荣耀发来了邀请，几个荣耀公会的高层的反应几乎与荣耀红叶相差无几。什么？他居然主动给我们发来了邀请？先答应下来，然后再从第一梯队的成员里挑几个实力强大的成员。在哪里？我看看附近有没有我们荣耀的人，看看他们需不需要帮忙。他们的面色激动，纷纷提出建议。对于现在的荣耀公会来说，正义狂徒这个名字他们绝对不陌生了。不光是会长天天挂在嘴边，在之前几次的战斗，这个神域之中的第一法师就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记忆之中。荣耀华夏更是眼中射出一缕金光，连道3声，好，他的目光看得更为长久一些。这正义狂徒发来的邀请并不止那么简单，神域之中那么多的公会，为何就选择了他们？显然这和他们荣耀先前的努力绝对分不开干系。不断的培养关系之下，他们荣耀已经正式进入了这位顶级大佬的眼中。这次发出的邀请难免有一丝回应的意思，这回应让荣耀华夏看到了一丝希望。有回应了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前面的示好起到了作用。接下来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继续不断的重复，时间长久一些，虽说不一定能将这正义大佬拉入荣耀公会的队伍之中，但是让双方位于同一个的阵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比如说这傲视，若是这正义狂徒能够继续与他们荣耀位于同一战线，那么加不加入荣耀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荣耀华夏很快便做出了决定，红叶，还是带上次的队伍去配合正义大佬吧，努力混个眼熟，这正义狂徒绝对不是等闲之辈。荣耀华夏语气坚定道。荣耀红叶面色肃然的点头，不用这荣耀华夏说，荣耀红叶更早就察觉到了，这正义狂徒浑身上下散发出的气息带给他的感觉，就绝对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玩家。第93章，诡异的石灵。陆远带着陆雪静静的等待着，距离他给荣耀红叶发送私信还没有几分钟，远处已经匆匆赶来了几人，正是以荣耀红叶为首的几人。陆远扫了一眼，还是熟悉的那5人，前排坦克、流连忘返以及后排玩家们，陆远都有些眼熟，点头示意了一番。荣耀公会的几人态度热情。正义大佬，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陆远的嘴角抽抽，这还好久不见，与那傲视公会的战斗结束还没几个小时吧。流连忘返眼神亮得出奇，还没走近，声音就已经传了过来。正义大佬太帅了，
万军从中，来去自如。那什么狂澜，什么傲视斩龙，也配跟正义大佬比？正义大佬只是略微出手，就已经是两人的极限了。不是我吹，整个神域。见他越吹越过，陆远轻咳了2声，算是勉强止住了他的话茬。虽然这流连忘返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种恭维的话，陆远早就听厌了。见陆远不吃这一套，流连忘返也是及时转移了话题。正义大佬，我们接下来要过什么图啊？听到了关键，队伍里的几人都竖起了耳朵。陆远淡然道：到了就知道了。至于难度，还好吧，有我在，不用担心。队伍里的几人用力点头。那肯定不用担心啊。见识了这正义狂徒的实力有多强，伤害有多夸张，几位荣耀成员的心里信心十足。这不是随便过吗？在这大佬的面前，还有什么难的？他们只需要躺赢就好了。就连实力榜前10的荣耀红叶，此时也安静的等待着。哪怕实力强大如他，此时也已经做好了躺赢的心理准备了。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荣耀红叶的心中也越发好奇了起来。这正义大佬究竟要带他们去什么图？难度等级30级的副本，这是最有可能的，因为前面25级地狱级副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听着大佬提起过。而且这正义狂徒的等级已经提升到了30级，看起来这30级副本是最有可能的选择了。他的副本次数还有2次，也不知道2次难度等级30级的副本能不能提升到30级。荣耀红叶看了眼自己28级接近满值的经验条，有点困难，但是并非没有可能。若是这正义大佬选择挑战的难度是地狱级难度，2次30级地狱难度的副本，这高额的经验哪怕给众人分摊，也大概率可以实现。荣耀红叶又看了眼等级榜，他原本的等级还不足以进入这等级榜前10，但是跟随着这陆远通关了地狱级副本后，高额的经验让他冲上了等级榜前10。而在风落城外的万人大战之中，陆远又成功将狂澜、傲视斩龙2人都给击杀了一次。这2位等级榜前10的玩家死亡，对前10排名的影响都是极大的。而荣耀红叶更是因此一举冲上了等级榜第3。第1，正义狂徒；第2，君莫笑；第3，荣耀红叶；第4，若是再通关2次30级的地狱级副本，那么荣耀红叶有自信跻身为这等级榜第2。至于第1，还是算了，那差距不是1点2点。第2他还可以有点想法，第1那是想都不敢想的。走着走着，听着身旁几位队友的攀谈，等反应过来的时候，荣耀红叶眼神微眯，这距离恐怕已经远离了风落城了吧。看了眼沉默的陆远陆雪2人，荣耀红叶的心中也不免感叹，这2兄妹也真不愧是兄妹，不仅眉眼相似，就连性格也高度相似。这一路走来，除了他们几个荣耀的队友略显兴奋的交谈外，这2人几乎不发一言，十分高冷。只是他不知道的是，陆远一边带路一边瞟了眼私信。事实上和荣耀红叶的猜测完全相反，陆远还可以勉强算是高冷，但是陆雪就不一定了。陆远的视角里，陆雪叭叭叭的发送着一条条的私信，与表面看起来文文静静的形象大相径庭。若是让陆远知道这荣耀红叶的心中所想，定是会忍不住笑出声来。什么时候陆雪这小丫头都能算是高冷了？也就是在这些还不熟悉的荣耀公会成员们面前不太敢说话。和陆远独处的时候，这小丫头的小嘴都不带停的，就连现在她也在不断的私信轰炸着陆远，睁着一对懵懂大眼，好奇的在这四处张望。陆雪在这神域方面的天赋并不低，陆远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他就已经逐渐摸索清楚了这神域的玩法。陆远一边教着他，一边不断的扫过这附近的景色，周围的景色逐渐与记忆之中的景色相融合。陆远停下了脚步，终于开口说话了：到了。队伍里众人的精神顿时一振，终于到了。荣耀红叶的心中感慨，与此同时，一丝疑惑也出现在了他的心底。眼前是一片石林的模样，一根根的嶙峋的石柱拔地而起，如剑指苍天。这就是30级副本，怎么连个入口都看不到呢？再看了下四周，一股荒凉偏僻的感觉油然心生。荣耀红叶心底更为疑惑起来，这正义大佬怎么会知道这里？这里看起来也不像是一般的玩家们会发现的地方，难不成？而队伍里的其他人也都是面露异色的看着眼前的场景，陆远的目光则是牢牢的锁定在这石林之中的一处，那里的石柱依次排列，隐约形成了一座怪异大阵的模样。而这里便是陆远此行的目标——十之遗迹，难度等级30级以上。这十之遗迹的难度比起同级的副本都要难上许多，但是这十之遗迹里的奖励也十分丰厚。陆远快步的朝着这石林之中踏去，身后的几位队友连忙跟上。正义大佬，这是哪啊？
系统的提示声终于出现在他们的耳边，而他们的疑惑也终于得以解答。你进入了特殊地图诡异石林。陆雪的身躯猛然一颤，刚进入到这石林之中，一股诡谲的音乐便在他的耳边响起，再搭配上此时略显恐怖的氛围，他的身躯几乎都要缩进陆远的怀中了。队伍里的几人也是脸色微变，紧握着武器，死死地望着这石林，唯恐其中突然蹦出什么怪物。陆远叹了口气，已经猜到了他们突然惊慌起来的原因了。呼出系统，关闭背景音乐。还没到遇上怪物的时候。第94章石之遗迹。陆远一行人已经来到了这里，诡异石林。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这莫名响起的 BGM 倒是给队伍里的其他人吓了一跳，但好在他们很快便听取了陆远的建议，关闭了背景音乐后，这诡异的氛围一下子荡然无存。他们紧随在陆远的身后，很快便来到了一处，就是这里了。陆远打量了一下四周，8根石柱以一种阵法的形式排列着，这里便是他记忆之中石之遗迹的开启处。循着记忆，他很快走上了这正中1根半米高凸起的石柱前，这石柱更像是一个小平台，上面一小块石块凸起。陆远走上前去，将上面凸起的石块按下。随着这凸起的石块被按下，石柱猛然一颤，像是触发了什么机关一般，整个石林内的石柱也同频开始颤动起来。队伍里的其他人纷纷惊恐地看着周围的石柱，荣耀红叶的心也是一颤。这些石柱个个可都不矮，高的10几米，矮的也有2、3米。这数量繁多的石柱组成了这一片诡异的石林。他们身处这密集的石林之中，这整个石林都是一副摇摇欲坠的模样。这石柱要是坍塌了，那石林之中的他们又岂有生还的可能？队伍里的几人已经下意识地挡在了陆雪的身前，他们已经算是彻底意识到了队伍之中几人的优先级了。保护的最高优先级并非是这正义狂徒，而是这大佬的妹妹。他们自是能够看出这陆远对妹妹的在意，只要能够保护好这妹妹就足够了，哪怕是他们为之付出自己命也绝对不亏。他们早就看出来了，这正义大佬是软硬不吃，唯独对自家妹妹十分上心，只要能够保护好这妹妹，不难博取到这大佬的好感。当然了，也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那正义大佬还需要他们保护，他们能对付的正义大佬也能对付，正义大佬不能对付的他们也对付不了。稍弱一些的陆雪也就成为了他们唯一可以保护的对象。只是他们小心谨慎地等待了一会，这石柱也依旧没有坍塌的意思，反而开始不断地稳固了下来。在所有人略显惊奇的眼神之中，一个小巧的生物缓缓从石柱中跳出，他的身躯与常人无异，但是却要缩小了数十倍，只有巴掌大小。身后半透明的晶莹双翼扇动着，仿佛有点繁星闪烁。小精灵！队伍里的流连忘返失声喊出，其他人也纷纷揉了揉眼睛，看着这精致的小玩意儿，傻眼了。陆远却是摇了摇头，重新吐出2字：妖精。这小东西并非是精灵族的一员，精灵族们生活在这神域的北部的精灵之森里，相貌要比常人更为俊美。眼前这小东西明显是妖精族的一员，他的头上名字也表明了他的身份。小妖精西亚。西亚站在石柱上，大大的伸了个懒腰，他伸展着双翼，缓缓飞起，目光落在了几人的身上。就是你们唤醒了吾？他的声音不大，但却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队伍里几人面面相觑，他们有些不知如何应对，只能将求助的视线看向了陆远。相比较于他们，陆远看起来更清楚这里。陆远也不负众望，上前交谈。妖精一族的寿命很长，并不能用面相去猜测，但是若是陆远没有记错的话，这小家伙的年龄应该也不大，但是喜欢装老成。陆远也懒得戳穿他，很快选择了系统给出的选项，开启石之遗迹。哦，就凭你们也想通关石之遗迹？西亚的小脸上嫌弃之色几乎溢于言表。显然在他看来，陆远等一行人几乎绝无通过这石之遗迹的可能。陆远微微皱眉，这小妖精不过是这石之遗迹的看守者，话还真多。他的声音平淡，通关与否就不用你费心了。对话后，小妖精西亚的身旁很快出现了几个选项：开启遗迹、退出遗迹、兑换商店。他很快选择开启遗迹。小妖精西亚撇了撇嘴，重新落在了石柱上。哼，不听劝，非要送死，吾才不管你们。他的身上似有微光闪烁，下一秒，一道蔚蓝色光束从周围的8根石柱之中射出。队伍里几人瞪大了眼睛，看着这眼前神奇一幕。系统的提示声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正在进入石之遗迹。眼前的场景正在急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根根的石柱变换着位置。原本进来的路此时已经不见了踪影，众人这才惊觉，他们此时已经无路可退了。
轰隆隆的石柱转动声，宛若雷霆一般。这声音很快消失，几人望着周围隔得厚厚的石壁傻眼了。坏了，我们被包围了！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就不用大惊小怪了吧？怎么办？你问我，我啷个晓得怎么办吗？不出几秒，几人的视线齐齐看向了陆远。身为队伍里的核心，此时遭遇变数，几乎所有人都等待着陆远的决策。陆远的心底虽然早已对这十之遗迹了如指掌了，但是他还是看了一圈，将这十之遗迹的介绍截图发在了队伍之中。队伍里的流连忘返看完后大惊失色，这是什么破地图？怎么这么变态？荣耀红叶也是眉头紧锁，8个方向只有一处是生门。队伍里的弓箭手也忍不住抱怨了起来，这概率也太低了吧，不给一点活路啊！仔细研究遗迹的陆雪松了口气，还好还有1/8的概率能活。却不料一道道奇怪的视线看向了他，流连忘返的笑容比哭还难看。妹子啊，1/8的概率，以哥几个的运气几乎死定了。荣耀红叶深吸了口气，笑容苦涩，关键是他不止一关，也就是说那扇唯一的生门后可能还有下一关。陆远有些奇怪地看向他们，你们在怕什么？只有一处是生门，又不代表其他所有的方向都是死门，就算有危险又如何？还有我在。陆远的话很快便给他们打了一剂强心针，几人微微松了口气。是啊，他们怕什么？只要跟着正义大佬就没事了。陆远走到了其中一处石壁的面前，石壁旁的石柱上赫然有一块凸起的石块。陆远心中明白，很快便按下石块，轰的一声，石壁打开。下一秒，看清这石壁后，陆远脸色微变。第95章，陆远的消失。陆远一行人进入了十之遗迹。十之遗迹内，他们被厚厚的石壁所包围了起来。身为团队核心的陆远，当仁不让的便选择去开门，按下凸起的石块，面前的石壁很快分开。从面前这石壁上，陆远很快便察觉到了一丝土元素的厚重气息。只是当陆远看清石壁之后时，他的脸色微微一变，那里赫然是一个散发着强大吸力的蔚蓝色漩涡。陆远一眼便认出了这漩涡，这赫然是一处传送入口，强大的吸引力从中漩涡之中传来，石壁轰然关闭，而陆远的身影消失在其中。等到石壁关闭的时候，众人才终于回过神来了。卧槽！流连忘返极力想在正义大佬的妹妹面前表现得儒雅随和，但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也终于没有忍住，一句国粹脱口而出：正义大佬人呢？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周围的空间不大，到处都是如门户般封锁的石壁模样。陆远的身影确实已经消失不见了。荣耀红叶神色大变，眼中一丝慌张。正义大佬怎么会消失不见？他开门自己走了，留他们一群人在这里。正义大佬不会是遇到了什么危险吧？这接下来要怎么办？他的脑海中一个个疑惑浮现，几人的面上皆是有些慌乱。毕竟几人此行都已经做好了躺赢的想法，但是他们压根就没有想到，这才进入这十之遗迹没有1分钟，带他们来的正义大佬就已经消失不见了。看起来还是自己打开了石壁大门走了，这算个什么事啊？现在就他们几个人了，这陌生的遗迹，他们究竟能否通关？现在陆远不在，他们之中显然只有荣耀红叶是战力最为强大的那个了。红叶，怎么办？看着几位队友心神不定的模样，荣耀红叶深吸了口气，面色变得坚毅起来。他长舒了口气，语气已经坚定了不少。大家别慌，我相信正义兄是绝对不会主动丢下我们的。他的目光落在了陆雪的身上，几位荣耀队员也是看了这陆雪一眼，心中暗自点头。确实，以他们对正义狂徒的了解，正义大佬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肯定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荣耀红叶继续说道，想来或许是正义兄触发了什么机关，看他此时的状态，安危应该不需要我们担心，相反，我们更需要担心一下我们自己。没有了这正义兄的带领，这次的地图我也没有多大的把握，但是我一定会尽力带大家安全通过这里。流连忘返点点头，队伍里的其他人也是面色沉着下来，跟着正义大佬躺赢了几次，差点让他们自己都忘了，他们也是荣耀公会的第1梯队的成员。而队伍里的荣耀红叶更是等级榜2、实力榜前10的大佬，他们的心里很快重新又有了信心。荣耀红叶暂时成为了队伍里的领头人。他看了一眼组队界面，陆远的头像依旧高亮，这高亮的头像也给他带来了一丝的信心。荣耀红叶微微摇头，他的心中感慨，这正义兄的人格魅力实在是太强了，让他这个奋战在神域第一线的玩家心神都为之动荡。有着这家伙在，他都堕落了。躺赢，他荣耀红叶也不是泛泛之辈啊。没有这正义狂徒，他们的队伍也同样是神域顶尖的攻略队。他重拾信心，
大步来到了一处石壁外，目光略一扫过，他很快便察觉到了这石柱上的凸起。队伍里的几人这次也吸取了教训，荣耀红叶一动，他们立马跟上。没办法，这荣耀红叶已经是他们队伍之中实力最为强大的玩家了。要是这荣耀红叶也步入了正义大佬的后尘，消失不见了，那他们剩下的几个算是彻底凉凉了。输出极度匮乏，陆雪也能分辨出此时的情况。虽然心中有些担心哥哥，但是他还是努力的跟上这些队友们的脚步。陆雪的心里清楚，哥哥的实力强大，相反，他的战斗能力几乎为零。他所需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等待着哥哥就好了。他的视线从队伍里的几人身上扫过，他能看到几人头上悬浮的幸运值：流连忘返、坦克28点，那年夏天刺客45点。几人的幸运值都不高，一个高于50点的都没有。陆雪的心里已经顾不上吐槽了，目光落在了荣耀红叶的身上，他的眼眸一亮。荣耀红叶战士85点，这荣耀红叶的幸运值居然高达85点，这就算是放眼他进入神域以来所遇到过的玩家之中，85点幸运值都是万中无一的存在，绝对能够算是欧皇了。陆雪的心中微微松了口气，有了他在，这一季内应当可以过得稍微轻松一些。陆远已经叮嘱过了他，若无必要，切勿在他人的面前展示出 SSS 级天赋的强大。对于哥哥的话，陆雪还是十分听话的。陆雪看着荣耀红叶面前的石壁，闭着眼感受了一下，什么也没有察觉到。他没有发声，安静下来。荣耀红叶按下凸起的石块，一只手已经握紧了长剑，他的身躯紧绷，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随着轰的一声，石壁打开，队伍里的其他人也是纷纷举起了各自的武器，严阵以待。正如陆远所说，虽然只有一个门是生门，但是也并非就是说剩下的门都是死门。就算是遭遇了怪物，只要不是强的离谱，几人感觉还是能够应对一二的。看清后面后，几人松了口气，如释重负。石壁后什么也没有，而是一条通道。生门！荣耀红叶的心中一喜，跟上！他快速进入了生门之中。队伍里几人同样快步跟上。随着几人全部进入后，石壁再一次合上。时之遗迹里不知何处，小妖精西雅面露诧异之色。哦，运气倒是不错，第一下便找到了生门，希望他们能继续好运下去吧。他闭着眼睛感受着，身为遗迹的看守者，整个遗迹都在他的感应之中。似是感应到了什么，西雅猛然睁眼，眼中闪过一丝惊愕。这怎么可能？第96章死门偷袭。时之遗迹的一处，妖精小姐西雅虽然只有巴掌大，但已经是整个时之遗迹的看守者了。整个遗迹都在他的感应之中，不管是陆雪等人还是陆远，只要是在遗迹之中的玩家都难逃过他的感应。他还没有感慨完陆雪等人的幸运，视线来到陆远所在之处时，他的小脸却是变得愕然起来。这怎么可能？陆远被传送到了时之遗迹的其他地方，扫了一眼身旁的石壁，陆远微微皱眉，这传送好烦。陆远不担心自己，但是他有些担心没了他，妹妹那边会不会遇到什么难以战胜的危险。沿着来时的方向看去，那罪魁祸首的漩涡早已消失不见。陆远想尝试能不能通过漩涡原路返回的想法，也只能落空罢了。陆远的视线重新落在了眼前的石壁上，他的眼中涌出一丝无奈。只剩下我的话，先通关再说吧。陆远不再犹豫，按下了一旁石柱的开关，石壁轰然打开。他的心中很快浮现出了前世对这时之遗迹的攻略方法。其实这时之遗迹难度并不算高，8个方向里一处生门，一处死门。生门最安全，啥都没有；死门内则是隐藏着致命的威胁，其余的门内则是各不相同的事件，或许是一堆怪物，也有可能是精致的宝箱。可以说，如果玩家们成队进入的话，8个方向里只要不是运气极差的撞上死门，基本上通关的难度都不会太高。陆远看着眼前打开的石壁，心中忍不住泛起了嘀咕，他的运气不会这么背吧？随便选个方向，1/8的概率，直接给他抽到个死门。石壁还未完全打开，陆远就已经抬眼看向了其中，什么也没有。陆远的心中一喜，看起来是个生门。他这34的幸运值也不算特别脸黑嘛，这一开就是一个生门。他抬腿步入其中，还没等陆远心中暗喜多久，他的面色就已经僵住了。耳旁细微的声音传来，陆远猛然回头，却看见这石柱上如雕塑般盘绕着的蛇形花纹动了。当这花纹活动起来的时候，陆远这才发现，这压根就不是什么雕塑，也不是什么花纹，这竟是一只体型庞大的岩蛇，通体灰白，与一旁的石柱几乎融为了一体。
他缠绕在这石柱上一动不动的时候，就连陆远也没能发现他。若不是他动了，与这石柱摩擦，发出了一丝细微的声响，陆远还真没那么容易快速发现他。看了一眼这岩蛇的属性，陆远的眼中有些异色。大岩蛇，头目级 BOSS， 等级30，攻击1000至1150，防御1500，生命值1000000，1000000，技能岩石皮肤，铁尾，落石。评价：巨大的岩蛇，有着极强的防御以及不俗的攻击。头目级的 BOSS， 这家伙潜伏的时机极好，再加上他不俗的属性，若是进入的小队玩家们没有多高的警戒心，恐怕面对着这凶残 BOSS 的攻击，还真有团灭的风险。这岩蛇眼见着被发现，动作也迅速变化，那岩石般的粗壮巨尾狠狠地朝着陆远砸来。风声呼啸，陆远毫不怀疑这岩蛇铁尾的威力，但是很抱歉，他所面对的是陆远。陆远的眼神没有动摇，就连脚步也没有后退半步。这岩蛇都要怀疑这家伙的脑袋里是不是进了水的时候。陆远的身上熟悉的火环升起，抗拒火环，刚猛强硬的铁尾落在了这抗拒火环上。下一秒，大岩蛇只感觉这一铁尾像是砸在了无比坚硬的铁块上，他整个蛇都傻了。他的技能虽然叫铁尾，但是他不能真的把自己的尾巴变成铁做的呀。此时撞在这看起来渺小的火环上，他却只感觉仿佛不自量力地撞在了一座无可动摇的山岳上，而且这山岳竟还朝着他倾压而来。铁尾被瞬间拍飞，这大岩蛇庞大的身躯如同没有重量一般，被瞬间砸飞出去。砰！一声巨响，这大岩蛇的身躯轰然砸落在紧闭的石壁上，土块崩碎，尘土飞扬。大岩蛇的头上跳出一个无比高额的伤害数字，314000，秒杀，十分干脆的秒杀。而这大岩蛇庞大的身躯也在撞击在这石壁上的瞬间崩裂，化作了一块块的碎石，散落一地。一小块金河状的道具落下，蓝绿相间的装备随着这大岩蛇的死亡而掉落。陆远扫了一眼，随意的将装备都拾取起来。看到这掉落的金河时，陆远的眼中这才闪过一丝满意之色。中型元素金河，土1，这是一颗中型的土元素金河，价格并不算低。元素金河的用途广泛，不管是炼制元素装备还是驱动阵法，都离不开这元素金河。而这些元素金河们越大，价值也往往越高。当然，这土元素金河对陆远自身并无多大的作用，但是在这10只遗迹内，这土元素金河便相当于这里的货币。收集了足够的土元素金河后，便可以去小妖精西亚那里兑换这遗迹内的一些宝物。土元素金河的获取就是像陆远这样击杀10只遗迹里的怪物，就可以不断的获取。这头目级的 BOSS 大岩蛇便给陆远带来了一块中型的土元素金河。你击杀了大岩蛇，30级1，经验加75000。陆远的经验条肉眼可见的涨了一截。这头目级 BOSS 的经验还是十分丰厚的。将这大岩蛇击杀之后，陆远快速的扫视了一圈，不存在第二只大岩蛇了。没有停留多久，陆远很快便再次出发，随意挑选了一个方向，陆远便再次伸手按下了石柱上的开关。熟悉的一声轰鸣，石壁打开。和前一次有些不同了，前一次陆远打开石壁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怪物，但是这一次陆远刚一打开石壁就看到了怪物的身影。陆远的嘴角抽抽，若是普通的怪物还好，陆远的神色波动还不会如此大，但是看着这石壁后身躯庞大到整个空间几乎都有些塞不下的怪物，陆远终于有些绷不住了。第97章，还是死门10人首领。陆远快速的将大岩蛇秒杀，拾取了掉落的土元素金河后，随意挑选了个方向，便再次开启了石壁。这一次石壁一打开，他就看清了其中的怪物，那赫然是一个体型庞大的10人，身形巨大到伸展身躯都有些困难了。这10人头上的名字更是让陆远瞩目 ，LV30 10人首领墨菲特，首领级 BOSS。 这橙黄色的名字何其吸睛，陆远的嘴角抽搐，心中不吐不快。这是什么运气？连撞2次死门。毫无疑问，陆远连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他又打开了一处死门。那头目级 BOSS 的大岩蛇还会融合一下环境来隐藏自己，从而在关键的时候发起致命的袭击。但是在这10人首领墨菲特的面前，已经不需要再偷袭了。他就这么正大光明的站在陆远的面前，就好似一座小山一般挡在陆远的路上。陆远都已经能够想象到一开门看见这货后那些普通玩家们的绝望了。这平台的空间只有10几平米，和这10人首领共处的话就要显得相当的狭窄。在如此狭窄的空间内与这么一位首领级 BOSS 作战，这几乎是必死的局面。人类
食人首领墨菲特也同样注意到了陆远，看着陆远如此孱弱身躯的模样，他眼中有些不屑。像这般的瘦弱人类，能不能抗下他的一拳，恐怕都是问题。他一拳下去，这人类怕是连渣都不剩一点了。向我祈求怜悯吧，我会狠狠地拒绝你。他瓮声瓮气地说道。陆远看着他，他的属性在陆远的眼前浮现。食人首领墨菲特，首领级 BOSS， 等级30，攻击1500至1700，防御2500，生命值300000，300000，技能势不可挡，坚若磐石，野蛮打击。评价：食人一族的首领，掌控着大地之力。陆远的脑海中甚至还能回忆起前世，这食人首领墨菲特在前世可是让无数的玩家们头疼不已的存在。无他，这食人首领的属性十分简单粗暴，攻击高，防御高，生命值高。那高达2500的防御，让不计其数的战士玩家们落泪。能不哭吗？这食人首领的防御基本都是物理防御，哪怕是现在最强的战士玩家，能不能成功破这食人首领的防御都是个问题。极高的防御只是一部分，陆远注意到了这食人首领的生命值前还有一段不断的白条，这白条几乎占据了这食人首领的30%生命值。记忆之中，陆远对着食人首领早已了如指掌，这近10万生命值的白条正是这食人首领的花岗岩状态。花岗岩状态下的时候，这食人首领的全身没有一处要害弱点，这一点十分夸张。对于一些高爆发的职业，譬如刺客这类的职业，弱点便是他们能够瞬间爆发极高伤害的关键。刺客的不少技能在命中弱点后，往往都能造成数倍的伤害。但是像这食人首领这般，没有弱点，防御极高，就算是最顶级的刺客来，面对着这铁王八般的食人首领，也有些无可奈何。更离谱的是，当这食人首领的生命值跌落过半的时候，他会重新获得花岗岩状态。不算特别离谱的是，再次获得的花岗岩护盾仅仅只有他最大生命值的10%。也就是说，要想彻底的击败这食人首领墨菲特，得对他造成相当于他140%最大生命值的伤害，也就是42万生命值。这生命值都快堪比40级的首领级 BOSS 了，更别说这食人首领的技能可是半点都不含糊。那什么势不可挡，超大范围，不可阻挡。现在的玩家没有一个能够硬吃这食人首领技能，种种因素叠加，这食人首领的强大可想而知。而这家伙所在的地方，不用多说，就是死门。见陆远没有动作，这食人首领墨菲特还以为他被吓傻了，沉闷的嘲笑声如雷霆般滚滚而来。陆远抬起头，有些诧异地看着他，这家伙在笑什么？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吗？陆远缓缓举起了手，薄石之杖轻轻地对准了食人首领墨菲特。见面前的人类居然还敢不知死活地朝着自己发起攻击，食人首领墨菲特人性化的脸上浮现出嘲讽的笑容。下一秒，他同样高高举起了自己的手臂，在花岗岩状态下，他的全身呈现出灰白色的光泽，硬度堪比钢铁。他仅仅是举起了一只手，阴影就已经将陆远所遮蔽了。他眼中的红光一闪而过，硕大的石壁猛然朝着陆远砸去，破空声袭来。这石壁越发靠近，陆远甚至都已经可以看清这石壁上的斑驳，眼神微缩。他的手依旧保持着平稳，薄石之杖上光芒浓郁，火光冲天，爆裂的火球撞上了这石壁。哼，找死！食人首领墨菲特那人性化的脸上闪过一丝轻蔑之色。身为食人的首领，面前这小法师居然还敢朝着自己发起攻击，真是不怕死。他正准备一拳将这孱弱的人类给轰碎成渣的时候，他却猛然察觉到了一丝异常。这异常来自于他的石手，一股灼热的感觉从手臂上传来。食人首领的面色变得惊恐起来，他可是食人啊，怎么会感受到这火烧一般的灼热？在他惊诧的眼神之中，他的右臂变得无比通红，紧接着他的身躯突然开始融化了起来。食人首领何曾遇到过眼前的场景？他试图挽救，但是已经为时已晚。他的整个身躯都在极快地变得通红起来，而且他庞大的身躯还开始融化起来。还没有半秒，他的右臂就已经开始如水流一般流淌，不，应该是如岩浆一般。他的整个身躯都在快速地变得晶莹起来。陆远漠然地看着面前缓缓死去的食人首领墨菲特，他还没有死，但他已经死了。他的头上一个血色数字跳出，482100，秒杀！这食人首领的生命值早已在接触到陆远所释放出的火球的瞬间被清空了。现在的他已经是濒死时候的挣扎了。陆远的目光漠然，凝视着这食人首领的垂死挣扎。这食人首领固然强大，
但他却并不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是什么。第98章神秘幽光。陆远漠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幕，几乎占据了大半空间的食人首领，在他的面前一点点地融化，整个身躯都已经慢慢开始从最初的岩石模样，逐渐融化为了晶莹的琉璃状。这食人首领竟在陆远的火球下，硬生生烧灼成了晶莹的玻璃。这趋于透明的琉璃闪耀，最后逐渐凝固成一座雕塑模样。食人首领保持着临死前的模样，半截身躯彻底化作琉璃，固定在了地上。他仰天朝天，脸上依旧残留着一丝愤怒、惊恐。哪怕他前世有多强，是多少人头疼的目标，但是这一世，他撞上了陆远，那么他注定便是死路一条。这食人首领 BOSS 的死亡，并没有让陆远动容，只是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前世千百人都难以击败，几乎被视作这10之一技堪称必死的 BOSS， 如今却难以挡下他的一个技能，连他的一层血癖都摸不到。他此时的成长速度都快是前世的几倍了。陆远很快便收回了视线，他几步上前，没有破坏那壮美琉璃的场景，弯腰捡起地上爆出的几件装备。陆远的视线快速扫过上面，这食人首领身为10之一技之中强大 BOSS 的一员，他的战利品早就被高等级的玩家们摸索清楚了。30级的首领 BOSS 很强，但是在面对着装备精良的一众50级玩家，也只有被攻略击杀的份。玩家们在30级的时候，这食人首领算是几乎无法战胜的存在，但是当玩家们的等级达到50级甚至60级后，这30级的食人首领就不再显得那么不可战胜了。要知道，号称第4天灾的玩家们，他们的特点是什么？眦牙必报。这食人首领30级在玩家们之中作威作福，各种秒杀，给不少玩家们气得牙咬咬，还能给这家伙惯着。现在打不过，等以后等级高了，装备好了，还打不过。等玩家们的等级提高到了50至60级的时候，这食人首领算是迎来了他的至暗时刻，被各种高等级的玩家们杀。有的玩家甚至在这10之一技之中泡了整整1个月，不仅为了摸索这食人首领的死门，更是为了这10之一技内可兑换的强大道具。这食人首领死的多了，都被高等级的玩家们摸索出了这首领级 BOSS 的大致战利品。陆远不会记错，这食人首领的死亡掉落是有 30% 的概率出一件紫金器的，而这 30% 的概率之中，又有 70% 的可能掉落一件坦克盾牌。那件坦克盾牌可是中前期坦克玩家们不折不扣的神器，另 30% 的可能则是出一件战士的实锤，两者都是目前顶尖的极品装备。只可惜的是，陆远的记忆之中，这食人首领 BOSS 所爆出的战利品并没有法系的装备。熟悉的紫金光泽闪过，看着面前盾牌模样的紫金器，陆远点了点头。运气还算不出，至少出了把紫金器就不算亏了。硬石岩盾，品质紫金，等级需求30级，体质加30，力量加15，生命值加450，物理防御加350，魔法防御250，坚硬护甲加100。岩盾未遭到攻击时获得 10% 最大生命值护盾，附带技能岩石皮肤1级。评价：感受到了吗？这山峦般厚重的气息。这紫金盾牌十分朴实无华，极高的属性加成，这几乎可以将一个神域之中的普普通通坦克给提升到顶尖坦克的实力。陆远将这紫金盾牌装入背包之中，他的背包之中装备的价值可不低，里面所装的几件紫金器，无一不是当前神域之中顶尖的紫金器，任意一件丢出去都是引得玩家们争抢的极品。至于一些蓝色品质的装备，陆远已经有些看不上眼了，但是为了不浪费，陆远还是一一将其塞入了背包之中。刚准备离开的时候，陆远无意识的一瞥，却恰好撞见了什么，眼眸瞬间凝住了。他本以为这紫金盾牌已经是击杀这食人首领最大的收获了，但是在看清这食人首领的身躯后，陆远却猛然停下了脚步。他都已经准备离开了，刚准备去开启开关，此时却折返了回来，眼眸死死地盯着这食人首领的身躯。食人首领死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陆远却没有想到，这食人首领的身躯内居然会是这般的模样。他的半截身躯都已经被陆远的火球所融化，变得如晶体一般剔透。也正是如此，让陆远察觉出了异常。那一抹幽光映入了陆远的眼中，这食人首领的体内竟还隐藏着什么？这可是陆远所没有料到的，他记忆之中也未曾听说过，这食人首领死后体内竟还隐藏着东西。换作是前世的诸多玩家，也绝对不会料到，这浑身由坚硬的石块构成的食人首领，体内居然还会藏有其他的东西。若不是陆远的火球温度极高，将这食人首领的身躯都融化成了趋于透明的琉璃，让陆远不经意间透过了这琉璃，看清了这食人首领的体内，陆远还真会就这么离开，
从此错过。这到底是什么？陆远的心中好奇，他的手中重新涌出了一团火焰，他准备再烤一下这10人首领的残骸，让这家伙的全部身躯都烧成晶莹的琉璃。但是转念一想，陆远手中的火焰很快随之熄灭。不行，不能用火。陆远还不清楚这10人首领体内的究竟是何，若是再用火焰炙烤，万一不小心将其烧毁了，若真是个稀有道具，那陆远可就要郁闷了。陆远仔细端详这10人首领的身躯，简单判断了一下，陆远挥手如刀，干脆利落地朝着10人首领仅剩的完好手臂斩去。陆远的手是肉体凡胎，当然斩不断这10人首领花岗岩般坚硬的身躯。呲的一声，陆远的手还没有接触到这10人首领的手臂，10人首领的手臂就已经应声而断了。陆远收回手，吹了口气，看着自己造成的伤口切痕，陆远心里十分满意。这锋刃的进阶技能疾风斩，在面对着这种情况的时候，发挥出的作用还是蛮大的。他小心翼翼地切割着这10人首领的身躯，不一会儿便看到了这10人首领腹中散发出的幽光。陆远的呼吸微微一滞。第99章顶尖道具。陆远一个火球将那10人首领给秒了。收拾完装备，正准备离开的时候，陆远却又瞥了到了一处异常。这10人首领的身躯内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散发出幽幽光泽，还有道具。陆远折返回来，很快便利用疾风斩将这10人首领的身躯切割着。等待几次疾风斩冷却，陆远终于将这10人首领的身躯分割好。得益于他的天赋技能，疾风斩的威力也相当的不俗。换作是普通的法师玩家，哪怕这10人首领一动不动，这锋刃术能不能切动面前的10人首领身躯都是个问题。忙活了一会，陆远终于成功取出了这道具，那是一小块玲珑剔透的玉石。看着这块玉石，陆远的脸色微微变幻。这玉石的模样让他想起了记忆之中一件顶尖道具。看清这玉石的属性，陆远更是眼中金光浮现，居然真的是它！元素神石，土，品质史诗，可镶嵌，镶嵌后可提升 10% 的土系技能伤害，靠近土元素浓郁之处，可每秒回复 0.5% 生命值，减免 10% 土系技能伤害。评价：土属性的元素神石拥有着极为恐怖的能力。土元素神石和陆远先前所获取到的土元素晶核，那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道具。陆远仔细端详着面前的土元素神石，将这土元素神石轻轻握在手中，这灰黄色的光晕在这神石表面流转。仔细看去，这神石的内部又似乎有着某种纹理。流转间，神光迸溅，这赫然是一块史诗级品质的道具，品质更是在暗金之上。陆远这一世还没有获取到暗金品质的道具，在这10之一技之中，居然就已经获取到了这史诗品质的道具——土系的元素神石。这元素神石的价格在神域初期的时候还不明显，但是随着玩家们的等级提升，实力提升后，这元素神石的强大也终于暴露了出来。几乎没有一个法师能够抗拒这元素神石。就比如陆远，他前世因为天赋的原因，虽然对各种属性的法术都有所涉及，但是真正拿手的还是要数火系技能。而这么一小块元素神石，对于他的增幅只能用恐怖来形容。可以说，这玩意到了后期是每一位元素法师所必得的神器。但是这元素神石的掉落概率很低，非常低，低得令人发指。只有击杀领主级乃至更高难度的 BOSS 才有1/1000的概率爆出，亦或者在这整个神域大陆之中的一些极境之中也会出现这元素神石。正因为种种原因，这元素神石的数量稀少，而这元素神石的价格也往往居高不下。让陆远有些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的10之一技里居然会有这么一块土系元素神石。看着这土系元素神石，在一开始的惊叹之后，陆远的心中很快便生出了一丝惋惜之色。只可惜是土系的元素神石，这若是换成火系元素神石，陆远轻则将这个想法置之脑后。在如此早的时候获取到了一块元素神石，已经是走了大运。陆远还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呢？只是此时的陆远身上的技能虽然并不算少，但是大多数都是火系技能，土系的技能还是比较少的。这土系神石虽然能给他带来极高的土系伤害技能增幅，但是陆远就一个的次数，这神石的提升看起来并不大。但是陆远知道，随着玩家们的等级提升，所学习的技能越多，这神石所提升的也就越强。史诗级的道具强度自然是不会差。陆远轻轻擦了擦这土元素神石，不知是从这10人首领的腹中取出，还是因为陆远先前火焰的炙烤，陆远还能感受到这土元素神石上一丝温热，将这土元素神石收入背包之中。这一次陆远没有再直接的离开，
而是仔仔细细地翻找了起来，一块块地翻开这10人首领的残骸来看。为了确保这10人首领的体内不会再隐藏着另一块元素神石，仔细搜了一遍，陆远终于可以肯定了，这一块元素神石似乎真的是前世玩家们所没有发现的。估计前世玩家也想不到吧，这10人首领的体内居然还隐藏着一块强大的土元素神石，就是不知道这10人首领 BOSS 在刷新的时候体内还会不会。陆远一边按着开关，脑海中却还在想着，若是这土系元素神石可以重复获取的话，那这10之遗迹带给他的惊喜可就太多了。陆远甚至都有些在想，要不要开始朝着土系法师发展了。这土系元素神石来得那么早，莫不是在暗示他转修土系法术？火系法师的杀伐最强，这是无疑的，土系法师则是兼具防御与输出。陆远前世的时候就曾遭遇到过不少的土系法师，对于陆远来说，这土系法师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方向。这一世的陆远可是有着 SSS 级的天赋，在这100倍的技能伤害增幅下，那他岂不是防御又硬，输出又高？陆远的眼神越发明亮起来，说不定还真的可行。轰！石壁再次打开，而陆远早已见怪不怪了，锐利的目光快速地扫过其中，入目空空如也，没有怪物。陆远的心中微微一愣，但下一秒，他的身躯很快又重新绷紧了起来。呵呵，又想偷袭我？陆远很快想到了先前遭遇的那只大岩蛇，正是蜷缩在这石柱上，等待着偷袭他的机会。面前这场景何其眼熟，陆远嘴角闪过一丝危险的弧度。同样的套路对他来说绝不会生效2次。当然，从严格意义来说，那大岩蛇的第一次偷袭也并未成功。这一次，陆远打算主动袭击，想偷袭他，想都别想。陆远深吸了口气，手中的薄石之杖点地。下一秒，陆远快速地进入其中。刚进入其中，他就已经快速地回过头来，早已蓄势待发的火球已经飞出。偷袭我，找死！这火球的速度不慢，陆远有十足的把握命中。只要那大岩蛇还是盘踞在那里的话，只是陆远脸上的笑容很快僵住了，眼中瞳孔收缩，原本飞出的火球轰地炸裂在了石柱上。是他！第100章妖精西亚的出现。陆远击杀了10人首领，离开的时候却发现了这家伙的体内似乎隐藏着什么。仔细检查后，陆远发现这竟是一块土系的元素神石。元素神石的效果相当的强大，陆远果断将其收入背包之中。陆远选了一处方向，很快便打开了机关，进入其中。他并没有看到怪物，但陆远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没有怪物，只是他明面上所看到的。若不是生门的话，那么怪物极有可能隐藏起来了，像是前面陆远所遭遇的大岩蛇那般，就是缠绕在了石柱上，将自己伪装地极好，等待陆远失去警惕的瞬间暴起，从而发起致命的袭击。陆远的心中也是如此所想，因此在进入其中后便猛然转身，蓄势待发的火球瞬间发出。只是让陆远没有想到的是，这猛然的一回头，他却并没有看见那什么大岩蛇的影子，相反却是一只体态玲珑，看起来娇小可爱如布娃娃般的身影。赫然是这10之遗迹的看守者小妖精西亚，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陆远的心中有些疑惑，饶是他也没有想到这小可爱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只是他的眼眸很快缩成一点，因为他释放出的火球已经精准地朝着这小东西砸过去了。这小妖精似乎还有些始料不及，呆呆地看着越飞越近的火球。不好！陆远心中暗道，这火球的伤害他岂会不清楚？若是砸准这小妖精西亚，无论哪种情况，下场都绝对不好。若是他被秒了，那么就轮到陆远郁闷了。这小妖精西亚身为这10之遗迹的看守者，兑换道具都是从他这里兑换。若是他死了，那么这10之遗迹基本就算废了。但是若是他没有被秒，那就更危险了。这小东西的实力可能都要远超40级的首领 BOSS， 这火球要是秒不掉他，反而激怒了他，那无疑更危险了。无论哪种情况，陆远都不想看见，因此他只好选择第3种方法，控制火球偏离，落在空处。这火球已经飞出了数远，与陆远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越发薄弱了下来。眼看着这火球就要脱离陆远的控制时，陆远终于成功引导着这火球偏离了角度，轰地砸在一旁的石柱上。这火球的威力不俗，粗壮的石柱都被火球砸得一颤，让陆远都不禁有些担心，不会将这石柱给砸碎了吧？万一将这地形都给破坏了，那么这10之遗迹又会发生何等变化？但好在陆远的担心有些多余了，这石柱只是轻微的摇晃了一下，旋即稳定了下来，相当的坚硬。
这整座石之遗迹内，石柱的坚硬程度都是如此的话，这要是普通玩家被困于其中，寻找不出生门的话，恐怕真的就只有死路一条了。陆远微微松了口气，他没有言语，有些好奇地打量着面前的小妖精西雅。在他的记忆之中，前世里似乎还没有玩家反馈过这种情形。这身为遗迹看守者的小妖精西雅，居然也会出现在遗迹的关卡之中。他究竟是敌是友？那这到底是死门还是生门？陆远的心底有些茫然。看着面前的陆远，小妖精西雅的大眼睛中诧异之色闪过。他缓缓飞上前去。另一边，荣耀红叶带着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探路中，而在他们的面前，则是眉头紧锁的陆雪。小雪妹妹，接下来该怎么选？荣耀红叶有些拘谨地问着面前的精致少女。她也挑选过了几次，除了最开始是生门外，所遭遇的都是大批的怪物。好在他们队伍的实力也算顶尖，倒是勉强活了下来。陆雪终于看不下去了，随手指出2处生门后，顿时被队伍里的其他成员们奉若神明。什么叫欧皇？这就是欧皇，只拿哪生门？他们此时纷纷用着希冀的眼神，等待着陆雪的选择。陆雪的眉头慢慢松开，终于指出了2个方向。北边感觉是安全的，南边虽然有点危险，但是感觉会有收获。他指出了2个方向，队伍里的几人眼神很快亮起。小雪妹妹真厉害啊，就好像能透视一样。只能说，不愧是正义大佬的妹妹嘛。那现在的话，应该很明显了，北边应该是生门，然后南边有怪物看守的宝箱。怎么选？几人的目光落在了荣耀红叶的身上。陆雪虽然点出了2个选择，但是涉及到战斗的话，还是得看实力更高的荣耀红叶。有把握的话，几人的心中自然更是倾向于南边。有怪物很正常，能打过就可以了。生门里什么都没有，虽然安全，但是也同样没有收获。荣耀红叶也只是犹豫了一下，他的心中自然也是打算前往南边的，但是他还是问了一下陆雪：小雪妹妹，南边的话很危险吗？见到陆雪摇了摇头后，荣耀红叶才终于下定了决心。去南边，这里可是正义大佬带他们来的遗迹秘境，这要是全部选择生门，对他们来说，那通关了和没有通关又有何异？杀怪物得奖励，他们从来都不畏惧战斗，玩家这一群体就是在不断的战斗变强。陆雪已经自觉地进入了队伍的正中心，他的战斗能力可以说几乎跟没有一样。队伍里的荣耀成员们也自发地将他保护了起来。意识到了陆雪幸运的强大之后，他们早已没了当初的轻视，他们的心中暗自感叹，只能说不愧是一家人嘛。一个哥哥战力无敌，绝世法神；一个妹妹幸运无敌，超级欧皇。没等他们感慨多少，随着石壁的轰然打开，门后的场景也展现在了他们的面前。只是看清这门后的场景后，众玩家们的神色有些懵逼。流连忘返和荣耀红叶对视了一眼，面面相觑，就连陆雪也忍不住瞪大了眼睛。哥，他呼唤了一声。门后的陆远点了点头，柔声应声：是我。得到回应，陆雪的脸上绽放出一抹笑容，心底更是安心了不少。他脱离了队伍，正准备兴冲冲地上前。等等！一把单手剑横立在他的面前。荣耀红叶脸色冷峻。第101章，再见，陆远。陆雪一行人打开了开关，石壁轰然打开。看清石壁后的人时，几人都呆立在原地。石壁后的人，赫然是陆远。卧槽，正义大佬！好好，正义大佬回来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等等，为啥我感觉有点奇怪呢？是啊，小雪妹子不是说这石壁后有些危险吗？陆雪置若罔闻，一心只想先和哥哥在一起。但是荣耀红叶很快便拦下了他，单手剑拦在了陆雪的身前。荣耀红叶面色冷峻。等等，这里面是有怪物的。陆雪停了下来，看着陆远有些愣神。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尝试着给好友栏中的哥哥发送了消息：哥，你有看见我们吗？他很快得到了回应：没。在看向对面嘴角含笑的陆远时，陆雪顿时感觉如坠冰窟。此时的他也终于清醒了过来。毫无疑问，他感应到的怪物正是面前的陆远。陆雪的眼神闪烁不定，这神域怪物怎么会如此逼真？看着这和哥哥形象一模一样的怪物，陆雪只感觉心脏砰砰直跳。你不是正义大佬，你究竟是什么怪物？荣耀红叶已经摆出了战斗的姿势，冷声问着面前的陆远。听清荣耀红叶的冷喝，队伍里的其他人也终于回过神来了。这不是正义大佬，这么像，这神域里的怪物也太逼真了吧，我感觉一模一样啊，完全看不出异常。我操，好像真的是假的，这也太吓人了吧，莫名其妙出现一个顶着我们的脸的怪物。荣耀红叶也解释了一下，我刚刚已经联系了正义兄，面前的是冒牌货，他显然是
伪装成了正义兄的怪物。队伍里的其他人也想到了一开始时陆雪所说，如此看来的话，恐怕这其中的怪物就是这个冒牌货了。怎么办？直接开战？队伍里的弓箭手玩家摩拳擦掌，拉着弓弦跃跃欲试。这怪物顶着正义大佬的脸，怎么感觉还有点小激动？又一位队伍成员的话，让队伍里几人更是生出了其他的想法。正义大佬实力榜第一，一直以来都不敢挑战，现在这是不是个完美的机会挑战一下？可以，回头也可以吹一下，咱们也是和正义大佬交过手的了，哈哈哈哈！陆雪的目光还有些怔怔，荣耀红叶已经沉默地上前了。看见有人上前，陆远的眼中越发兴奋了起来。荣耀红叶缓步上前，就连手中长剑都收了起来。他毫无防备地朝着这陆远走去。陆远心中的疑惑很快消散，甚至还暗自窃喜起来。看来自己的伪装还是很强的。看着已经来到了身旁的荣耀红叶，他终于不再掩饰，一只手便朝着荣耀红叶的颈边探去。在几位队员的众目睽睽之下，这手很快化作了尖细的爪刃模样。小心！红叶哥，果然是怪物！荣耀红叶听闻了身后的惊呼声，这怪物的攻击早已在他的意料之中。单手剑快速出现在他的手中，刀剑碰撞的声音响起，刺耳的让身后的几人忍不住想要捂上耳朵。这怪物的真实面貌终于暴露在了几人的面前。迷失幻影精英怪，等级30，攻击400-450，防御300，生命值2000020000，技能伪装背刺，评价遗迹里游荡的幻影，擅长伪装。他的身上如水波般荡漾起来，原本路远的模样也很快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着黑袍人影。他的双手爪刃尖细如针，闪烁着寒光，威力不可小觑。荣耀红叶双手按住长剑，力量猛然爆发，只听闻啪的一声碎响，那迷失幻影的爪刃被荣耀红叶的长剑狠狠压制。在抵达极限之后，这怪物手中的爪刃竟是直接被劈碎。嘶吼！那迷失幻影恢复了本体后，连声音都变得沙哑了许多，根本就听不出说了什么。但是任谁都能察觉出来，此时迷失幻影的愤怒。荣耀红叶于是不衰，手中长剑一挑，快速地朝着迷失幻影的心口刺去。他的眼中杀意迸溅，这些人形的怪物，心口、咽喉等部位都是他们的要害，若是能够命中要害部位，就有几率触发致命一击，从而将这怪物给直接秒杀。队伍里的其他人也没有闲着，流连忘返几步上前，已经开启了冲撞。身为荣耀工会的一线成员，冲撞这类技能几乎已经是他们所必修的技能。撞到目标会将目标眩晕，而且冲撞起来的时候速度也十分惊人。他快速地朝着这迷失幻影撞去，面色凶狠。开玩笑，那些高难度的 BOSS 他们打不过，这区区一只精英怪他们还能对付不了。他的身旁一根白羽箭矢快速飞过，流连忘返的身后，那弓箭手玩家也已经发起了攻击。这第一根箭矢的射出如同发起攻击的号角一般，嗖嗖嗖的几声，一支支箭矢快速地跟在后面，连射。箭矢快速命中了迷失幻影，很快便将其射成了刺猬。一连串的伤害数字在他的头上跳出，他的生命值瞬间掉落一截，150、126、202，暴击！弓箭手的射速很快，第一箭普攻起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施展了技能连射，一连串的攻击打掉了这迷失幻影将近1000的生命值。看到自己造成的伤害，弓箭手玩家有些忍不住吐槽了：这防御伤害都给我衰减完了，才打了1000不到的血，这怪物真硬啊！荣耀红叶的斩击悍然落下，狠狠地在这迷失幻影的胸口劈下一道狭长恐怖的伤口，造成的伤害跳了出来，伤害数字如血一般，巨大瞩目。5738，暴击！这高额的伤害让队伍里的其他玩家们也看傻眼了。虽然正义大佬好猛，但是看起来我们红叶哥也没差多少啊！卧槽，破甲一刀5000多，帅呀，红叶哥！荣耀红叶眉宇间毫无动容，流连忘返的身躯一如火车般撞上迷失幻影，迷失幻影的头上星星盘旋，他眩晕了。荣耀红叶目光冷然，杀意凌冽，一道剑阵出现在他的身旁。死！第102章无限套娃。陆雪一行人很快再次看到了陆远，但是警惕心强的荣耀红叶率先察觉出了异常。在和好友栏里真正的陆远对了一下身份后，他很快便发现眼前的陆远极有可能是冒牌货。在提前得知了面前的家伙是个怪物之后，荣耀红叶稍一思索，便有了决策。他假装没有察觉，等近身后便猛然的爆发攻势。他的攻势如潮水般涌来，
配合着身后杀来的流连忘返、弓箭手等人，伴随着荣耀红叶最后斩下的一剑，六芒星阵凝成，快速不断的几次斩击切割着迷失幻影的身躯，造成一个又一个的高额伤害。迷失幻影的身躯根本就扛不住这荣耀红叶爆炸的伤害，没有坚持2秒，便发出了一声哀嚎。满是剑痕的残破身躯很快僵硬的倒在了地上。将这迷失幻影击杀后，几人终于算是松了口气。流连忘返还有些不忿的踢着地上的迷失幻影尸体，嘴里念叨着：就你还想假扮正义大佬？你要是有正义大佬的1%的实力，都轮到我们抱头鼠窜了。已经进入其中的荣耀红叶有些无奈：别鞭尸了，看看这是什么。流连忘返转头看来，眼中很快爆发出一股金光。他几步上前，脸色有些惊诧：这宝箱怎么这么大？这石壁之后赫然是一个半人高的巨大宝箱。这宝箱的外表赤红，外侧更是被不少金丝包裹着，光是看起来就给人一种奢华珍贵的感觉。流连忘返吞咽下口水，眼神火热：这要是打开，不得爆点好东西出来啊！要是爆个10件8件的紫金器……他舔着嘴唇，搓了搓手。就在流连忘返刚想打开这巨大宝箱的时候，啪！剑被拍在了他的手上。死！流连忘返捂着手，抽着冷气。荣耀红叶有些无语的看着他：你干嘛？流连忘返表现得十分茫然。开宝箱啊！他一脸的理所当然。荣耀红叶满头黑线：让你看看，你怎么还上手了？荣耀红叶将流连忘返顶到了一旁，转而将空位让给了陆雪。小雪妹妹，你爱开宝箱的？若是没有这陆雪的话，那这宝箱他就是让给流连忘返来开也是无妨。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让给这正义大佬的妹妹来开是最合适的选择。不管是打好关系还是其他方面，从幸运方面来看的话，这正义大佬的妹妹似乎运气也相当的不错，每次都能挑选到合适的方向。甚至有的时候荣耀红叶都有些好奇，这小雪妹妹她的天赋技能不会是什么透视吧？如果是透视的话，那么一切就能解释得通了。那个方向安全，哪个方向有怪物？荣耀红叶的心中暗自点头。面前这看起来就并非凡物的宝箱，自然也是留给这陆雪来开，是最为合适的。队伍里的几位荣耀公会的成员很快也反应了过来，他们显然也是想起来了，这正义大佬的妹妹运气也确实不错，带着他们在这10之遗迹之中行走了那么久，都没有遭遇到什么强大的威胁。再加上有着正义狂徒的妹妹这一身份，来开这宝箱也是情理之中的。几人的心中有些遗憾，但还是没有多说什么。让我来开吗？陆雪指了指自己，弱弱地问。队伍里的其他人点了点头。陆雪扭捏地靠近了宝箱，费力地将巨大宝箱给掀开，朝着这巨大宝箱里看了一眼。陆雪倒吸了一口凉气。靠得最近的荣耀红叶也适时探头看了一眼，脸色也是很快变得精彩了起来。见此场景，流连忘返心中也泛起了嘀咕，这宝箱里到底是开出了啥啊？是开出了一堆破烂，还是开出了一堆极品神器？没有按耐住心底的好奇，他上前几步，看清这宝箱内的东西后，流连忘返脸色僵住了，他的嘴角疯狂上扬，但还是被他给极力压制住了。这宝箱没有开出其他的道具，开出了一个宝箱，大箱子装的小箱子。这半米大小的宝箱里竟然装着一个30-40厘米大小的宝箱。这宝箱的模样虽然小了一些，但是样式更为豪华，不仅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赤金色的光芒，宝箱的几侧更是点缀着闪耀的宝石。队伍里的几人面面相觑，谁也没见过这种情况啊！宝箱里居然还会开出宝箱来，而且看起来这宝箱好像价值更高，还能这样子。荣耀红叶的嘴角勾了勾，这宝箱还是挺神奇的，号称什么都能开出来，果真是名不虚传。陆雪也有些尴尬，为了缓解这尴尬，他小心翼翼地将这镶嵌着宝石的宝箱打开。宝箱一打开，一股刺眼的光芒便猛然直冲几人的面门。若不是几人在这10之遗迹之中，恐怕这股光柱要直冲云霄了。见到面前这宝箱打开，竟会有如此异状，队伍里的几人又是心中一惊，这又是什么鬼？怎么开的宝箱还射激光呢？他们平时开宝箱怎么就没有这种异象呢？这光芒刺眼，靠得近的几位玩家都被这强烈的光给刺激的闭上了眼睛。荣耀红叶半眯着眼睛，心中已经有了一丝难以置信的猜测。如此恐怖的异象，莫非这宝箱内开出的道具是什么超高品质的强大装备？必然不会是紫金器，甚至这架势看起来感觉还不止暗金器的样子，不会是什么史诗级，甚至是传说级，乃至最终的神话级装备吧？别说神话级了，就算是史诗级，也绝对是史无前例的。这要是真从这宝箱之中开出来，
那么几人也算是见证一波历史了。荣耀红叶的眼底有些期待起来，这光柱气势如此强盛，感觉最低都是史诗级的道具。如果是法系装备的话，那自然没什么好说的，肯定是归正义兄了。但是如果不是法系装备的话，荣耀红叶的心头火热。以他们荣耀现在和正义兄的关系，这高品质的道具有大概率可以落在他们的手上。场上的玩家们都是这般想着，只是等他们看向这束光柱内的时候，却是齐齐傻眼了。第103章，西亚，你别乱来啊！刺目的光柱在陆远的面前闪过，陆远看向了一个方向，那里正是那光柱所在的方向。他收回了视线，视线落在了身旁的小妖精西亚身上。这小东西很神奇，身为这10只遗迹的看守者，他可以自由地穿梭在10只遗迹之中。在将这10人首领击杀后，陆远便碰到了这小东西。当时满心警惕的陆远险些脱手一个火球呼在这小妖精的脸上了。和小妖精西亚对话了几句后，陆远便明白了他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原因。那块元素神石，对于陆远能够成功击败那10人首领，然后获取到这元素神石，小妖精西亚虽然嘴上还不承认，但是心底早就震惊了。他能感受到陆远自身等级也仅仅只是个刚满30级的法师玩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但是就是这样的家伙，居然能够单条匹马的将这首领级的10人首领给干掉，更是爆出了连他都忍不住心动的土系元素神石。小妖精西亚看向元素神石的眼中有些渴望。身为妖精一族，他的魔法天赋是与生俱来的，随着年龄的成长，他的法力值与实力都会成长到一种恐怖的地步。除了极个别精通全系魔法的妖精外，大部分的妖精都会专精一系魔法，而这小妖精西亚所专精的魔法，不用多说了，正是土系魔法。陆远的手中晶莹剔透、玉石般的元素神石出现在了手中，小妖精西亚怔怔地盯着他右手上的元素神石。陆远从右手换到了左手，小妖精西亚的脑袋也随之转动，目不转睛。陆远抛了起来，小妖精西亚更是扇动着翅膀，快速地朝着这元素神石抱去。这元素神石都快和他的身躯一般大小了。陆远伸出手去，赶在他之前将这元素神石重新握在手中。小妖精西亚眼中的失落几乎肉眼可见，可怜巴巴的模样看起来与小兽一般可爱。只是陆远并不为之所动，手一翻，土系元素神石收入背包之中。开什么玩笑，这土系元素神石的效果如此强大，陆远又岂会轻易的将这土系神石给这小妖精？视线中没有了那诱人的元素神石，小妖精西亚也终于回过神来了。她精致白瓷般的小脸发红发烫，有些羞恼。她可是堂堂妖精一族，被面前的可恶人类当成什么了？她是把自己当成那些人类的宠物了吗？西亚磨着牙，羞怒的在陆远的身旁盘旋。身为这10只遗迹的看守者，他是有那么一丢丢的特权的。借助着特权，他可以自由穿行在这迷宫一般的10只遗迹之中。他早就感应到了，这10只遗迹之中有一个对他大有好处的宝贝，在被陆远所获取到的时候，他就已经感应到了。在看清是这土系的元素神石的时候，西亚的心底更是无比渴望。这土系的元素神石若是能给他的话，那么他的实力又将获得不小的提升。这元素神石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神器，但是这元素神石已经落在了陆远的手上，他也只能干瞪眼了。强，这样的事情，他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妖精又怎么会做得出来呢？陆远战胜了这10人首领时，小妖精西亚还有些不相信，这么一个羸弱的人类法师，妄想战胜那么强大的10人首领，这怎么可能啊？这样的想法，直到他正面迎上了陆远下意识释放出的那个火球。他作为被火球锁定的那个目标，那一瞬间感受到那股磅礴浩瀚的元素，西亚都觉得自己要死了。这一个火球下隐藏着何等恐怖的威势啊！那火球若是命中他，怕是直接将他烧的渣的都不剩了吧？在那火球之中，他仿佛都看到了他的太奶在对着他慈祥的招手。还好陆远的反应及时，在陆远的极力控制之下，火球很快发生了偏移。这火球终于和西亚擦身而过，砸落在一旁的石柱上。更让西亚有些没有想到的是，居然将石柱都砸得微微摇晃了一下。西亚只感觉身躯一阵发寒，这火球的伤害何其恐怖！别人或许不清楚，但是身为10只遗迹的看守者，西亚又怎么会不知道？这整座10只遗迹可是一座合为一体的精密大阵，石柱上的凸起石块便是开启一个个方向石壁的开关。曾经也有过不少强者误入这10只遗迹，一些人试图击碎石壁，凭借蛮力从这10只遗迹之中离开，但是他们却依旧不能让这石壁动摇丝毫，最后只能老老实实的按照10只遗迹里的规则来离开。而现在
这整座紧密的大阵却在这人类法师的面前动摇了。那石柱的摇晃，哪怕再轻微，也没有逃过西雅的眼睛。面前这看起来仅仅只有30级的人类冒险者，他的实力造成的伤害怎么会如此恐怖？这也是西雅哪怕心底在渴望着元素神石，也始终不敢以高高在上的命令口吻让陆远交出这10只遗迹内的元素神石，而他眼底的渴望也早已被陆远尽收眼底。这让陆远忍不住在心底发笑，这小东西哪怕装得再老成，实际上还是太年轻了。做交易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对方看出你的渴望，对方若是知道了心中的迫切渴望，那是免不得要痛宰你一顿。陆远同样是看出了这西雅的心中渴望，掂量着这元素神石的价值，陆远的心中涌出回忆。这元素神石的价值虽然高，但是还是太偏向于后期了。至于现在，这土系元素神石能够给他提升的实力有限，甚至还不如一件高品质的装备。陆远可没有忘记，面前的小妖精可是这整个10只遗迹的看守者，而在陆远的记忆之中，这10只遗迹里可兑换的宝贝可是不少哦。眼下这小妖精西雅又如此想要，若是能够抓住这个机会，这元素神石或许在以后的将来能够发挥出极强大的作用。但是陆远只坚信一点，唯有能够短时间最大化的提升自己的实力才是关键。看着陆远嘴角扬起的一丝古怪笑意，小妖精西雅娇小的身躯缩了一点。你别乱来啊，我可是很厉害的。第104章，没关就是开了，我可是很厉害的。看着面前几乎要缩成一团的小妖精西雅，心底的畏惧让他都忘记了故作老成。陆远摸了摸自己的嘴角，他很吓人吗？但陆远很快便想到了解决的方法，将手中的元素神石很快靠近小妖精西雅。果不其然，这小妖精的眼中很快便星光闪烁，畏惧的情感再次被渴望所支配。他一把抱住了陆远的手，小脸蹭着那块晶莹剔透的玉石，满脸陶醉之色。值得一提的是，这小东西的手感软乎乎的，就好像是抱着一坨史莱姆，当然或许会更好一些。陆远伸手抓住这小东西，语气不自觉地柔和了一些，带着一丝诱惑之意。你想要这元素神石吗？对于你们妖精来说，这东西应该很契合你们吧。这西雅作为这10只遗迹的看守者，再加上他对这土系元素神石的渴望，陆远不难猜出，这小妖精似乎正是擅长这土系魔法。西雅点着小脑袋，目光难以从这元素神石上挪开。陆远继续说道，循循善诱的模样与微笑着的恶魔无疑。小妖精西雅神色犹豫，他能察觉到陆远似乎并没不会这么好心，但是他又实在渴望。百般犹豫之下，他终于还是忍不住的开口了。你想要什么？这小妖精西雅的开口让陆远嘴角微微扬起，那是计划得逞的笑容。小绵羊一点点地进入了圈套之中。陆远回忆着前世玩家们整理出的资料，这10只遗迹内可兑换的宝贝还真是不少。30级的战士系套装，30级的坦克系套装。虽然这2个套装都是蓝色品质，但是成套搭配的话，这套装的强度也足以堪比一身的紫金器了，还是十分强大的。不过这2个肯定不在陆远的选择范围之内，他一个法师要这俩套装干啥？陆远的眼眸一股金光闪过，他说出了那道具的名字，换来的是小妖精西雅略显惊诧的眼神。你怎么知道这10只遗迹里有他的？陆远只是噙着一抹笑意，并没有言语，手中拿捏着对方所渴望的元素神石。陆远不愁拿不到自己想要的，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这元素神石的价值都要远超于陆远所想要的。做出这样的交换，看起来陆远是很吃亏的。其实不然，陆远这么做皆是有他的用意。这样的选择很快便落在了小妖精西雅的面前，而西雅所做出的选择也并没有出乎陆远的意料。可西雅很快同意了下来，但是这东西并不在吴的身上，吴可以为你带路。此时的西雅也终于恢复清醒了许多，飞在空中时语气已经变得从容了些许，兴许是在察觉到陆远并没有动手的想法后，他的心底已经将陆远归于到了安全的范畴内。小妖精西雅飘飞在陆远的头顶，翻飞的模样就像是璀璨花丛中的亮丽蝶影。跟随着这小东西的方向，陆远终于有空仔细打量着这小玩意，他的心底也不禁暗自赞叹，妖精不愧是神域世界里10大稀有种族里名列前茅的存在，生的就是一副玲珑可爱、娇小袖珍。最为亮眼的便是一眼看过去时候的配色，蓝白子3色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纷飞起舞的瞬间能够让天地都为之失色，摄人心神，动人心魄。光凭着容貌就引来了无数种族的窥视，但还好，妖精们的实力也同样不可小觑。每一个成年妖精
实力都堪称人族的魔导师。100级，身为神域的宠儿，妖精们有着高的几乎令人绝望的魔法天赋，他们甚至都不需要系统性的学习，这极高的魔法天赋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强大。就算是在玩家之中，也曾出现过一股风气，捕获妖精为自己的侍从。可并不是每一个妖精都成年了，拥有着恐怖的实力。面前的这小妖精显然就没有成年，但是他的实力也不算太差，至少在现如今的玩家们面前是绝对无法战胜的强大。这小妖精虽然看起来弱不禁风，但是陆远可是知道彻底激怒这小妖精的可怕。前世有玩家作死，将这小妖精的好感度刷到了200，死敌，下场十分凄惨。这小妖精本身的实力就已经是50级的首领 BOSS 了，但是在融入了这座十之遗迹的大阵之后，实力又将达到一种更为恐怖的地步，堪称70级的领主 BOSS。 前世那玩家死得很惨，整座十之遗迹也在那次的战斗之后被摧毁，而这小妖精的下场似乎也并不算好。再往后，陆远就没有更多的记忆了。随着玩家们的实力不断提升，这一个30级的十之遗迹早已被玩家们所遗忘了。陆远的眼神中有些感慨，前面带路的小妖精西雅都快被他盯得毛骨悚然了。他默默加快了速度。身为十之遗迹的看守者，掌控着整座十之遗迹的大阵，这些石柱、石壁在他的面前都仿佛并不存在一般。他甚至都不需要启动机关，仅仅只是靠近了这石壁，石壁就已经自动朝着两侧分开。跟在这西亚身后的陆远一路畅通无阻。陆远的神情有些古怪，曾有不计其数的玩家们抱怨过这里，十之遗迹内仿佛迷宫一般，都不知道哪是哪，开个门还要担心门后会不会出现什么怪物 BOSS 之类的。但是陆远现在就浑然不需要担心这一点了，他只需要跟着这小妖精西雅走就好了。没有人比身为看守者的小妖精西雅更清楚这十之遗迹。在这小妖精西雅的眼中，整座十之遗迹几乎无处遁形，他的眼中似乎看穿了十之遗迹落在了远处。突然他的眼底一丝惊慌闪过，快点快点，要来不及了。他竟是开始催促起了陆远。怎么了？陆远还有些茫然，但他还是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轰的一声，陆远身前的石壁几乎同时打开。这小妖精西亚嫌弃一个个开门的速度太慢，干脆直接将通往那里的石壁全部打开了。陆远的眼前很快便出现了一条通往远处的崎岖之路。第105章再次相逢。轰的一声，陆雪刚准备看向光柱之内，身旁的石壁却猛然地打开了。这巨大的声响吓得队伍里的几人一个机灵，几人相互对视了一眼。你开的门？弓箭手玩家眼中疑惑。流连忘返有些无辜地摊了摊手，我不知道啊。他神情疑惑，嘴里更是嘟囔着，真是怪了，这门还能自动打开不成？荣耀红叶的手已经摸向了腰间的长剑，目光冷然地凝视着不远处打开的石壁。他分明看得清楚，这石壁旁的机关根本无人触碰，如果不是他们所打开的，那只有一种可能了。大家小心！他提醒了下身旁的队友们。在他的提醒下，流连忘返等人虽然不知道啥情况，但是还是很快如荣耀红叶所言那般警惕地望着那打开的石壁。而此时的陆雪也终于看清了这光柱中的道具，那竟是一枚戒指状的装备。陆雪心底微微松了口气，他还真有些担心，万一这宝箱里再开个宝箱，那就委实是太尴尬了。但还好，事不过三，他伸手将这光柱之中的戒指取出。与此同时，空中飞舞的西雅也是脸色突变。怎么可能？他的速度慢了下来，细微的声音传入陆远的耳中。陆远神情有些疑惑，但他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一把将西雅抓在手心，快速地沿着打开的石壁奔跑着。身后的石壁随即关闭，轰隆隆的声音不断响起。陆远睁大了眼睛，这小妖精是真不靠谱。若是他速度慢上些许，恰好撞上这石壁关闭的时机，则哪怕是要被碾作肉泥吧。陆远脑海中思绪如电流转，但是脚步却是没有半点减慢的意思。手中的小妖精蠕动了一下，勉强从虎口间探出个小脑袋。西亚气鼓鼓地说道：你怎么敢抓我？身为十之遗迹的看守者，他没有从陆远的身上感受到半点的敬意。陆远并没有回应。又过了几秒，陆远的速度终于慢了下来，耐力值已经濒临红线。身为体力较弱的法师，快速长时间的奔跑本就不是他的擅长。随着石壁轰然合上，陆远终于停下了脚步，微微喘气。这里正是小妖精西雅所打开石壁直通的地点，也就是陆远所渴望需求的那件东西。只是陆远很快就陷入了懵逼之中。面前的是几个熟面孔，荣耀红叶、流连忘返，还有那几个荣耀的队员们。视线看向了远处，自家的妹妹也在其中。
只是让陆远有些没想到的是，这几人竟然一副战斗的状态，面对的还是自己。陆远的眼神微眯，心中浮现出了数个猜想。按理来说，他和这荣耀公会的关系怎么会是面前的这般刀剑相对？这不会是误会。对杀意无比敏锐的陆远自然能够察觉到这一点，这几人的杀意是对着自己的。他扭头看向了一旁有些不知所措的陆雪，过来。不知道这荣耀公会的几人为何要对自己发起攻击，但是在陆远的眼中，这无疑是十分愚蠢的。100人、1000人的混战，陆远都从中杀出过一条路，更何况面前的5人。当务之急是先让妹妹和几人保持安全距离。陆雪有了前面迷失幻影的先例，再一次看到陆远，这一次他没有再屁颠屁颠的迎上去，而是小心翼翼的询问了一句：“哥。”陆远有些诧异的看着他，干嘛？过来啊！陆雪立马屁颠屁颠的跑了过去，一旁的荣耀红叶瞪大了眼睛，小心啊！这怎么一句话就将小雪妹妹给骗过去了呢？直到现在，他还以为面前的陆远又是哪个迷失幻影所变化的。他当即面色微冷，呼唤着队友准备上前营救陆雪。队伍里的弓箭手突发奇想，眼前的家伙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正义大佬，那不如直接攻击一下试试，反正那怪物一被攻击就会恢复成本来的模样。如果是假的，那么面前的怪物就会显形。如果是真的，正义大佬怎么会没办法应对他射来的箭矢？他的眼中很快爆发出猛烈的金光，这想法简直是天才，毫无破绽。他的手一松，一连串的箭矢就已经飞了出来，快速的朝着陆远射去。陆远眉宇间冷下，抗拒火环随心呼出，猛然一震，这射来的箭矢便齐齐地震飞出去，甚至有一些箭矢更是被直接震碎。陆远的森然目光落在了弓箭手玩家的身上，被这冷厉目光注视，弓箭手玩家只感觉自己像是被世人的猛虎盯上了一般。他艰难地吞咽下口水，脸上露出了一丝讨好之色。正义大佬，我错了。见此场景，身旁几人哪里还不清楚，眼前的陆远就是真正的陆远，并非是那些什么迷失幻影所变化的冒牌货。荣耀红叶连忙收起了手中的长剑，对着陆远亮剑，那不是找死吗？对双方实力有着相当清晰认知的他，自然是不会做出如此愚蠢的行为。队伍里的其他玩家们也是慌乱地收起武器，对那伪装成正义大佬的迷失幻影，他们还能试着打打，但是面对着真正的陆远，那还是算了吧。几人都是和陆远并肩作战过几次的，更能意识到陆远强大到恐怖的实力，因此他们的心中更清楚一点，他们绝对不是这正义大佬的对手，连一丝战胜的可能都没有。误会误会，正义兄！几人连忙道。陆远身旁悬浮的5颗火球盘旋着，随时准备飞出。闻言火球停了下来，陆远皱着眉看向几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在他身后的陆雪及时上前，简单的描述后，陆远终于反应了过来，原来他们先前遭遇到了个迷失幻影，误以为匆匆赶来的陆远也是个冒牌货，这才试探性的发起了攻击。没错没错，队伍里几人点头如捣蒜，陆远的心中这才勉强稍稍放下了些许戒心。够了，放开我！从陆远手中传来的声响很快吸引了几人的注意，等看清陆远握着的小妖精西亚时，几人的脸上跟见了鬼一样。第106章，不算，再来一个，够了，放开我！西亚努力挣扎着，勉强从陆远的手心中飞出。他看着陆远，小脸上满是气愤之色。一旁的荣耀红叶等人 ，Sigma， 这是个什么玩意？记性还算不错的荣耀红叶很快便记起来了，这丫的不就是那个10只一记的小精灵吗？不对，小妖精，这么会被正义兄抓在手中，跟抓个蝴蝶一样轻松。问题来了，他怎么会出现在这10只遗迹里？而且看起来还和正义兄关系不错。荣耀红叶的心底茫然，队伍里的其他几位荣耀成员也是有些不知所措的看着陆远。现在这是啥子情况？陆雪的眼眸睁大，眼神明亮。哇，哥你哪抓的小精灵？真可爱。他伸出白皙小手，朝着空中飞舞的西亚抓去。小妖精西亚半透明如蝉一般的翅膀扇动，灵活地躲避开了这陆雪的小手，掉头用愤怒的视线看向陆雪。无才不是精灵，无是妖精。他的声音虽不大，但是场上几人均是能够察觉到他的恼怒。陆雪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不好意思啊，妖精小姐。哼，西亚高傲地冷哼一声，身为堂堂的妖精，他也不屑于去和这一个弱小的人类计较。他瞪着陆远，显然还是在为先前被陆远抓在手中而记仇着。现在你满意了吧？快把神石给我！他娇小的身躯径直朝着陆远另一只手中的元素神石扑去，眼看着他就能抱走陆远手中的元素神石时，陆远却是合上了手心，
微微摇头：“不，我们的交易还未完成，这元素神石我不能给你。”小妖精西亚愣了：“你明明说可以用噬石之戒来交换元素神石的，你不讲信用，我就不该相信你们人族。可恶的混蛋！”西亚恨得磨牙，若不是没有打过陆远的自信，恐怕他都已经强行动手了。陆远脸不红气不喘：“这石之戒本来都已经被我们拿到了，你拿这个来交换，会不会有些不太合适？”陆远本来是打算用这元素神石交换这十之遗迹之中的石之戒的，这石之戒的效果强大，更为关键的是，这枚戒指并没有那么简单，在特定的地点可以引发出一个隐藏任务，而这个引发出的隐藏任务才是陆远的真正目标。单凭这石之戒的价值，显然是并不值得这一块元素神石的，但若是加上那隐藏任务的奖励，或许就足够了，甚至还要远超出。但是现在的情况也十分明显了，哪怕陆远不用这元素神石交换，他的妹妹陆雪就已经提前来到了这里，取走了其中的石之戒。陆远脑海中思维转动极快，这样的话，这小妖精似乎就没有啥理由来交换他的元素神石了，或许可以借机提出另一个要求。陆远的眼中一缕金光闪过，至于前面和这小妖精答应下来的，陆远表示：“你说什么？我不记得了。”现实也是如此，陆雪已经提前他们拿到了这石之戒，让陆远暗自心惊自家妹妹幸运逆天的同时，也意识到了他和这小妖精的约定或许要发生改变了。小妖精西亚还有些气愤，但他很快也意识到了一点，貌似陆远说的才是对的。他们赶来的时候，陆雪已经取走了石之戒，他没能带陆远拿到这石之戒的话，岂不是说他们的约定并未达成？但是转念一想，小妖精西亚又想到了一点，你们是一伙的，他拿到应该也算你拿到。他佯装凶狠道：“快点将元素神石给吾，约定已经完成了。”只是他的威胁却给场上的玩家们带来了别样的体验。陆雪、卡哇伊、可爱，陆远，他是在威胁我。和陆远冷漠冰冷的视线对上了一眼，小妖精西亚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凶狠的语气瞬间萎了下去：“你要是不给，吾就吾……”他支支吾吾的，也放不下几句狠话来。陆远凝视着眼前的小妖精，脑海中很快又有了想法。这石之戒若是已经获取到手了的话，这十之遗迹内陆远能看上眼的道具可就不多了。脑海中不断闪过这十之遗迹内的强大道具，堪比全套紫金器的蓝色套装，强大的一次性技能卷轴，或者土属性的技能书，星级并不算低的宠物蛋。可以说，这十之遗迹里的不少道具都是比较稀有强大的，换作是普通的玩家，早就已经看得眼花缭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好了。都是宝贝啊！但是在陆远的眼中，就显得有些稀松平常了。他的眼光何其高，前世阅览无数珍宝、顶尖装备、道具、神宠，现在再来看这些道具，就少了几分诱惑。套装不是法系，不要。而且就算是法系，品质也太低了点。若是紫金器成套的套装，那么陆远还会考虑一下。至于那一次性的技能伤害卷轴，更是被陆远嗤之以鼻。这种玩意虽然好使，但是用元素神石去换，陆远的脑袋还没有秀逗了。至于宠物蛋，陆远想想还是算了。他要想获得一个强大的宠物，那可太简单了。光是记忆之中，他就知道不下5处地点，均是可以刷新出强大的稀有宠物。虽然不如前世的一些顶级神宠，但是在现如今，绝对是碾压级别的存在。对那些普通宠物来说，简直是降维打击。不断的筛选之下，陆远的心中很快便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这十之遗迹内的技能卷轴，使用后可学习一个技能。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陆远有着前世的记忆，这技能卷轴里学习到的这个技能，并没有看着那么简单，他的成长上限非常高。若是陆远没有记错的话，有2大土系禁咒的前置技能，就是他。陆远便做出了选择。没办法，这十之遗迹里，陆远能够看得过去的道具太少了。就这技能，在陆远看来还算不错，加上自身的100倍增幅，这技能所要带来的实力提升，要远大于元素神石所带来的实力提升。你确定要这个？小妖精西亚的神色有些将信将疑，因为在他看来，这两者的价值完全没有可比性。但既然陆远如此选择，他也很快放弃了计较。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他。这一次绝对不许再反悔了。他娇小的身影飞在前面，身后陆远大步跟上。第107章会前行的战士。目睹着陆远跟随着西亚远去，陆雪最先反应过来，快步跟上。荣耀红叶等人也赶紧跟上。看着前方跟在这小妖精西亚身后的陆远，荣耀红叶等人的心中一股怪异感浮现。怎么正义兄和这 NPC 这么快就搅和在一起了？这是怎么诱拐？呸！
说服这小妖精带路的。特别是当看到西亚还没有靠近石壁，石壁就已经自觉地轰然打开的时候，几人更是眼珠子都要瞪落一地了。有没有搞错啊？流连忘返有些绷不住了，这么离谱的吗？正义大佬走的是自动门，回想他们之前那可是一下下的按动机关，这石壁才打开的，现在哪里还需要按机关，这石壁就已经打开了，跟个感应门似的。这对待双方的差距也太大了吧。打开的石壁很快便构成了一条通往深处的道路，玩家们快速的在道路上通过。荣耀红叶的心中也了然了，那小妖精绝对并不简单，他甚至可以操控这10只遗迹内的石壁。从体型上看不出来，但是这家伙无疑和这10只遗迹有着巨大的关联。或许这家伙就应该是这10只遗迹的关键 NPC 吧。如果和荣耀红叶所想的一样的话，那也就可以解释为何那些紧闭的石壁在路远的面前就好像是做感应门一般自动打开了，因为这一切都在那看似娇小柔弱的小妖精的控制之中。回头看了一眼，那厚重的石壁又猛然合上，巨大的轰声后，石壁重新合拢的严丝无缝。荣耀红叶不由得口舌干燥，咽下口水。他一直以为这石壁打开的时间很长，足够几人通过，心中也并未有过其他的想法。但是现在得知了这石壁可以被人所操控后，再看石壁带给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那石壁仿佛化作了一座绞肉机，若是有人未能及时离开，被这石壁卡住，死！荣耀红叶抽着冷气，脚下的速度默默加快了一些。这要是给石壁加一下，那下场估计要被压扁成纸了。但还好，并没有发生他所担心的事情。这些石壁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一般，等待着他们离开之后，才轰然合拢。在看向路远的时候，荣耀红叶的心中感慨：不愧是正义大佬，也不知道做了些什么，居然能让这10只遗迹的 NPC 都乖乖听话。那他岂不是在这10只遗迹里可以任意穿行了吗？这简直不要太轻松。流连忘返的目光之中也是难掩羡慕之色。小妖精西亚很快便将路远带到了一处，他指着远处的宝箱，从鼻尖发出一声轻哼：诺，就在那里，神石给无吧。路远又岂会如此轻松应下，他手腕一翻，元素神石消失在手中。他若有其事地说道：可以给你，但是现在不行。眼看着这小妖精终于按耐不住情绪，一副即将爆发的模样，路远的话锋一转：我至少也得确认一下，这里面真的是我想要的东西吧？万一你骗我，然后抢走了我的元素神石就跑，我又能如何？小妖精西亚看着他认真的神色，眼底的愤怒稍稍缓和了些许。好像也确实如此。他想了想，路远的担心也在情理之中。那你赶紧去检查一下。等等，我也要去看看。为了避免路远不认账，他扇着翅膀赶紧跟了上去。刚踏出一步，路远就察觉到了不对，而这西亚也像是终于想起了什么，连忙提醒路远：小心，勿忘了这里还有怪物。路远没有再看他，而是快速在这周围的空地上扫过，一眼没有看到怪物，但是那股如芒在背的感觉并没有消失。路远对自己的直觉还是十分自信的，绝对有怪物，大概率还是隐身的怪物。有刺客！路远的心中戒心大作，危险的感觉在心底蔓延。爆炎剑、寒冰剑几乎同时出现在了路远的身旁，抗拒火环还未冷却完毕，但是路远依旧有自信，能够赶在对方秒杀他之前，提前将对方秒杀。对于他这般的脆皮法师来说，他几乎只有一次机会，但是路远来说足够了。目光扫过身旁，眉头稍稍皱起，这里的怪物居然还没有向他发起攻击。下一秒，路远已经留意到了远处环境的一丝扭曲，他的眼神很快一变。小雪小心！他终于察觉到了那家伙的位置。他很聪明，并没有靠近路远，而是径直地朝着陆雪的方向摸了过去。路远察觉到的时候，这家伙已经距离陆雪仅有几步的距离了。路远的手一指，身旁停滞的2道元素剑便快速地朝着这扭曲的身影射去。小雪妹子小心！流连忘返和陆雪的距离最近，听到了正义大佬的提醒后，他立马几步上前，挡在了陆雪的身前。小雪妹子别怕，看我保护你。他的面色坚毅，从背包内摸出一块蓝色盾牌，挡在了身前。眼前的场景轻微扭曲了一下，一个高大的身影缓缓在他的身前凝视。流连忘返还没有看清面前的黑影，对方就已经悍然发起了攻击。那凌厉的斩击几乎在空中斩出了一道劈炼般的刀光。会前行的战士，流连忘返的脑海中第一反应，对方的攻击看起来并不像是刺客。这斩击很快便落在了他的盾牌上，感受到了盾牌上的力道，流连忘返面色惊骇，这力量是何等的恐怖！只是一瞬间，他便感受到了两者的差距。
这恐怖的力道携带着寒光闪烁的刀刃狠狠落下，竟是直接将他的盾牌砍出了一个巨大的豁口。哪怕身穿着一身坚硬的板甲，但是流连忘返也依旧在这一击之下，生命直刷的掉落大半。他此时的内心满是骇然，哪怕是他开启了防御姿态，减免了大量伤害，都被打至残血。这一击换作是队伍里的其他人，绝对是一击秒杀。但好在他还是抗下来了，只是望着眼前再次举刀欲劈的黑影 BOSS， 流连忘返暗道完蛋。银光落刃，队伍成员的惊呼声响起。第108章秒杀，技能书到手。陆远在小妖精西亚的带领下，很快来到一处，正准备寻找着那技能卷轴，陆远却猛然察觉到了异常。常年的战斗直觉让他感受到了一股虚无缥缈的杀机。毫无疑问，这里有怪物，看起来还是个隐身的 BOSS。 陆远很快便做好了作战的准备，元素流转，一蓝一红双色在身旁凝聚盘旋，正是爆炎剑以及寒冰剑。这两剑的威力丝毫不可小觑，陆远有自信，这两剑齐出，必然可以将 BOSS 给秒杀。但让陆远有些疑惑的是，这 BOSS 居然没有选择攻击他，还是朝着队伍里的陆雪杀去。看起来似乎是察觉到了来自陆远的威胁，他便果断放弃了原本的攻击目标陆远，转而朝着陆雪发起了攻击。但还好，流连忘返在陆远的提醒下，反应也不算慢，他很快挡下了这 BOSS 的一次斩击，但是生命值也瞬间跌落谷底。以他全肉的防御装，居然也险些没能抗住这 BOSS 的一次斩击。这 BOSS 好高的伤害，场上的几位玩家们暗自心悸，陆雪更是被吓得脸色发白，有些花容失色。对于他这样的法系职业来说，像刺客这般神出鬼没的存在，完全是他们的天敌。荣耀红叶冷峻着面色，他快速拔剑，脚步已然朝着这黑袍 BOSS 杀来。他下意识地朝着这 BOSS 丢了个探测过去，眼前这 BOSS 的属性还没有跳出，下一秒，这黑袍 BOSS 的身躯竟是在他的面前直接炸裂开来。荣耀红叶的脚步一阻，眼神变得惊疑不定起来。还没等他想清楚，这是面前的黑袍 BOSS 施展的什么技能，场上玩家们的面前很快跳出了一个系统提示：队伍玩家正义狂徒已击杀当前 BOSS， 造成伤害 100%。 场上的玩家们眼中纷纷闪过一丝惊色，不是，这 BOSS 露面还没有几秒吧，这就已经结束了战斗了？好歹给他们瞅瞅这 BOSS 啥样子啊！别说他们了，就连荣耀红叶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陆远的攻击什么时候命中 BOSS 的。他只感到这 BOSS 朝着流连忘返砍了一刀后，还没有半秒，身躯就炸碎开来，死的不能再死了，速度快到他的探测都没有看到 BOSS 的属性。荣耀红叶的心中有些茫然，这正义大佬的实力已经进化到如此程度了吗？现在秒这 BOSS 看起来都要比他们秒小怪还要轻松简单了。第一眼看到这 BOSS， 荣耀红叶就有种预感，这 BOSS 的实力不弱，估计是一场恶战。但是现在看来，还是荣耀红叶想多了，在队伍里的正义大佬面前还是轻松秒杀。想那些傲视公会的成员，怕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这一步吧。荣耀红叶轻叹了口气，人比人气死人。和这正义大佬相比，他顿时感觉自己小有的实力瞬间变得一文不值了。场上的其他荣耀成员们此时也已经有些麻木了，或者说见多了陆远秒杀这些高难 BOSS， 他们已经有些见怪不怪了。若是现在出现一个正义大佬对付不了的 BOSS， 估计那才能让他们动容。大佬666，正义大佬牛批。反应过来的几人也是连忙恭维道，只是他们自己也没有察觉，这恭维或多或少有些敷衍了。陆远神色不变，无视几人的恭维，紧皱着眉头细细感受。终于，那股如芒在背的危机感逐渐散去了，看来应该是没有其他的怪物了。陆远的心中这才微微的松了口气，紧皱的眉头这才松开了一些。他冷冷凝视着一旁试图躲进箱子里的小妖精西亚，这是怎么回事啊？陆远并没有客气，两人是交易关系，这小妖精将他们带到这里，却没有告诉他们这里隐藏着一个强大的隐身 BOSS， 换作是其他实力稍逊的玩家，恐怕已经被这 BOSS 给团灭了。小妖精西亚也是自知理亏，都有些不敢看陆远的眼睛。嗫嚅了一会，他才终于想起自己的设定，仰着头鼓起勇气道：吾忘了说了，宝藏的附近有怪物守护，这不是常理吗？看着陆远微眯起来的危险眼神，小妖精西亚最终还是怂了。陆远扫了一眼远处 BOSS 的尸体，这 BOSS 的死亡和常规 BOSS 的死亡有所不同，在死后，这家伙的尸体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常规的 BOSS 尸体或许要半个小时，甚至是数个小时的时间才会刷新，但是面前的这 BOSS 仅仅只是几个眨眼的功夫，身躯就已经消融了一半了。陆远只是扫了一眼，就已经从记忆中
回忆出了这家伙的身影。这家伙看起来是个刺客，实则不然，这家伙是个正儿八经的战士。但是他披着的黑袍可是件稀罕物，穿上这黑袍，这家伙可以短暂隐身一段时间，拥有着不逊色于刺客的爆发，身板还比刺客硬。对于常规玩家来说，这家伙也是相当的难缠，但是对陆远来说就并非如此了。给陆远抓住机会后，2个技能快速将其秒杀，甚至伤害还溢出了许多。陆远一个技能其实就可以秒掉这 BOSS，2个技能同时飞出，也是陆远为了防备这 BOSS 施展出什么古怪的技能逃离。可惜这家伙的黑袍爆不出来，不然隐身黑袍，陆远都已经可以想象，若是可以掉落的话，这家伙会引来多少玩家们的围攻。示意陆雪前去摸尸，而陆远则是走进了视野里十分醒目的宝箱。宝箱散发着幽光，吸引着玩家们的注意。几乎所有场上的玩家们都选择了视而不见，包括荣耀红叶，均是一副眼观鼻，鼻观心，置之事外的模样。他们一开始没有想到，到了现在哪里还会想不到，这正义大佬一路跨越了那么长的距离来到这里，甚至为此还击杀了一个 BOSS， 显然就是为了这里的宝箱。不用猜，这宝箱里定是对正义大佬有帮助的道具，几人也不会如此不识抬举，上前去索要分一杯羹。能组队，有这 BOSS 的经验共享就已经实属不错了。至于装备，他们是真没有奢求的想法，或许可以捡一些正义大佬看不上的装备用用，这是队伍几人心里不约而同的想法。陆远轻轻打开了宝箱，从中取出了一份技能书。看清技能书的名字后，他的眼底终于闪过一丝满意之色，就是它了。第109章，西亚的好感度变化。陆远杀 BOSS 的速度很快，就连队伍里的荣耀红叶都没有探测到 BOSS 的属性时， BOSS 就已经被陆远所秒杀了。陆远缓步上前，很快便取出了宝箱内的技能书。技能书上闪耀的微微绿光映入周围荣耀成员的眼中，几人神色一愣，这绿光闪烁的技能书，星级会不会有些太低了？星级越高的技能书，散发出的光芒也就越发珍贵。这绿光的技能书看起来也就只有2、3星的样子。正义大佬此行是为了这普普通通的技能书而来。几人的心中讶然，看着陆远的眼神古怪，他们均是有些拿不准陆远的心中所想。流连忘返心中最是不理解，这正义大佬是缺技能，这2、3星的技能书完全可以找他们荣耀公会啊。他们荣耀公会别的不多，就是人多，人多杀的怪多了，零散的道具也就爆出不少。哪怕技能书的爆率很低，在庞大的基数下，技能书爆出的数量也绝对不少了。脑海中电光闪烁，他试探性的开口道：正义大佬，是不是感觉缺少点顺手的技能？咱们荣耀公会里法师技能书没有1000，也有800本了。如果大佬愿意加入我们荣耀公会的话，免费学习技能书。陆远头也没回道，没兴趣。流连忘返，好嘞。荣耀红叶想的要更深层一些，他不由得思考起，为何正义兄如此强大的实力，却还在学习这2、3星的低级技能。众所周知，星级越高的技能，不管是前期伤害还是成长性，都要比低星技能要高得多。可能100个1星技能的初始伤害，还不如一个10星技能的初始伤害高。想了半天，他也没想到个合适的理由。荣耀红叶面色更加肃穆起来，正义大佬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的。回头跟会长说说，让公会里的法师们也多学学2/3星的技能书去。而此时，陆远已经快速的将技能书学习了。看着技能栏里的一个图标，陆远的心底还算满意。投石术1级，土元素凝聚成石块砸出，造成一定土系法术伤害，造成120%的法术伤害，消耗蓝量5，冷却时间5s， 熟练度1%。评价：稍稍困难一些的土元素运用。陆远随手尝试了一下，投石术施展，一枚小石块快速飞出，在撞击到石壁的瞬间，啪的碎成一地尘土。速度、伤害、范围和陆远常用的火球术相比，都逊色不少。但陆远也没有多在意，这毕竟只是个2、3星的前置技能，等到中后期配合使用出的组合技能才是关键之处。陆远这碗土有些不亦乐乎，但他很快就又感受到了一股悠悠视线，那视线看得他分外不适。扭头看向身旁的小妖精，陆远的脸色有些无奈。面前的小妖精已经是一副泪眼婆娑的模样了，滚圆的大眼睛之中此时已经蓄满了泪滴，泪光闪闪的模样配合上楚楚可怜的容貌，让人感觉委屈极了。小妖精西亚觉得面前的人族真的是可恶极了，3番2次的反悔，真是狡猾啊。一开始的10之界，他还能勉强安慰自己，毕竟是被别人陆雪领先了，他似乎是不占理。但是现在的这个技能书，这可恶的人族都已经使用了这技能书，但是却丝毫没有给他神识的意思。
不用多想，这家伙肯定又想反悔。这狡猾的人族就知道欺负他一个妖精，明明知道这元素神石对他很重要，但是却是始终吊着他，不愿意给他。西雅越想越难过，甚至想要哇一声哭出来。但是作为一个成年的大妖精，他不能哭。西雅咬着牙看着身旁的陆远，见到陆远如此轻松地秒杀了10只遗迹内强大的2个 BOSS 后，西雅也没有将陆远击杀的把握。况且击杀也未必会掉落神石，这也是他为何一直在试图与陆远完成交易的原因。要是杀了100%概率爆出，他早就忍受不了陆远的得寸进尺了。哪怕拼尽全力，甚至催动整个10只遗迹的大阵，他也要让面前的险恶人族知道他西雅的厉害。心底越发委屈起来，眼前都要变得朦胧了起来。呵，一块土系元素神石而已。陆远摇了摇头，随手便将元素神石取出，推到了小妖精西雅的身前。还不至于让我反悔。陆远淡淡道，他记忆之中也有不少元素神石的所在地，他若是想要，等到实力足够了再去取就完了。一块元素神石而已，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西雅闻言停下了啜泣，将信将疑地看着陆远。他有些不敢相信，面前这狡猾的人族居然会真的如此大方地就直接将元素神石给了他。这技能书已经被他学完了，他就算不给，西雅也没有把握能从他的手中抢下来。看着这小妖精西雅的眼神，陆远有些不爽了。你这是什么眼神？不要就算了。陆远刚准备收回手，西雅哪里会准，连忙一把扑上去，整个娇小的身躯都挂在了他的手上，奋力地掰着他的手指。我的，这是我的！紧张激动之际，他连平时的自称都忘了用了。陆远松开手，这小东西抱着和自己身躯差不多大小的元素神石，猛然朝后翻滚过去。用力过猛了，但问题不大，西雅会飞。如蝉一般的双翼奋力扇动，他很快便在空中保持了平稳，用力地蹭着元素神石，他的喜悦几乎溢于言表。陆远也是有些好奇地打量着他，这小妖精要如何使用这元素神石？陆远还没有亲眼所见过，难不成是将这元素神石一口吞了？吞不下吧，这小嘴这么小，怎么看都吞不下吧。与此同时，他的眼前也很快跳出了一条系统提示：西雅对你的好感度提升，当前好感度100，友善。陆远看向这小妖精西雅的眼神越发古怪了起来，翻了翻历史记录，这小东西的好感度波动还不小，最低的时候都已经低到了100，几乎都要敌对了。但是在送完这元素神石之后，好感度提升不小，现在已经是友善了。陆远心中暗自摇头，这小妖精还是太年轻了。哥，看这个！远处的陆雪似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朝着陆远招手。第110章，姐们你尽力啊！哥，你看这个！远处巨魔师的陆雪惊喜道，连连招手示意陆远过去。陆远很快便靠近了上去，他很快便看到了这陆雪指尖夹着的一小块漆黑的布料。随着陆雪的不断变换方向，这布料竟开始变得诡异起来。陆雪的手指正在一点点的消失。陆远的心中了然，这布料正是那 BOSS 身上所披着的黑袍，也是因为这黑袍的缘故，那 BOSS 才能隐身躲过陆远等人的视线。但可惜的是，这黑袍却早已被陆远的法术伤害给璀璨的千疮百孔。陆雪所拾取的巴掌大小的布料，已经是这其中为数不多能够拾起的碎片了。但这也并没有让陆雪的心情因此低落多少。她兴奋的左一块右一块的拾取着，很快手中便拾取了4、5块巴掌大小的奇特布料。奇特布料，品质紫金，效果特制的布料，可与周围的环境相融为一起。评价：这是一块神奇的隐身布，或许可以利用它制成衣服。陆远也是有些遗憾的看着这一块块的布料，这破碎的材料都尚且有紫金的品质。陆远相信，这要是完整的那件黑袍，品质绝对在紫金之上。暗金级别的隐身衣，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陆远轻咳一声，将脑海中的遐思抹去。这一切都已经在他的攻击下化作泡影消散了。现在这黑袍的破损程度，就算是神级的裁缝，也绝对难以将这黑袍给复原。不过倒是可以用这几块的布料重新缝制一件其他部位的装备。陆远的心中下意识地思索着，想着想着，他很快便想到了背包几乎要击灰了的稀有宠物封印卡。前面成功封印的时候，他倒是想过出手，但意外之下，其他卓越度的宠物相继卖出，唯独这张最高卓越的稀有宠物封印卡，在与奥氏公会的交易后，被陆远隐藏在了手中。出于对自身实力的自信，陆远并没有很快选择给自己使用。这仅仅只有20星的金翅凤蝶，还没有被陆远看在眼中。但是这金翅凤蝶对于现如今的玩家来说，绝对是足够了。因此，在陆雪也登入这神域世界后，
陆远便打算将这金翅凤蝶交给陆雪的，直到他听到自家妹妹居然也是最为顶级的 SSS 级天赋，还是那最为虚无缥缈的幸运。这原本打算交给妹妹的金翅凤蝶封印卡，又被陆远所放弃了。这上线仅有20星的稀有宠物，对于拥有着 SSS 级幸运天赋的妹妹来说，一下子就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了。怎么也得满星级成长上线的神宠才配得上妹妹吧？陆远这样想着，很快便放弃了将这金翅凤蝶赠予妹妹的打算。若是让妹妹陆雪知道自己错过了神域首个最强稀有宠物，她的表情替下划线替。哥呀，妹妹我其实也不是不能接受这20星级的稀有宠物。要知道，随着宠物的出现，一些实力较强的玩家身旁就已经出现了宠物们的身影。在他们的悉心培养下，宠物的等级提升得很快，而宠物们也逐渐成为了玩家们的战力之一。宠物市场也在一点点地繁盛起来。只不过对于此时的陆远、陆雪来说，他们对此并不在意。陆雪高高兴兴地将几件 BOSS 爆出的装备装进了背包内，而陆远已经在和身旁的小妖精西雅交谈，商量能否直通这十之遗迹。身为看守者的小妖精西雅自然是有些不乐意，他的职责就是看守这十之遗迹，确保大阵正常运转。先前若不是实在惦记陆远所爆出的元素神石，他又岂会轻易在这十之遗迹内现身？现在他又怎么会轻易答应陆远的要求？不行！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了陆远的话语。开什么玩笑，他会同意陆远的话？他前面几次被这可恶的人族给捉弄，2次3番的捉弄，完全不把他这个大妖精放在眼里。他会帮助他？怎么可能？小妖精西雅朝着陆远做了个鬼脸，很快便抱着和自己身躯差不多大小的元素神石，快速地朝着一个方向飞去。石壁开合间，小妖精西雅的身形消失在了众人的眼前。陆远撇了撇嘴角，这小东西还真记仇，不就是前面拖着没有给他元素神石吗？怎么还念念不忘？后面陆远又不是没有给他，再加上现在友善的好感度，这小妖精西雅所流露出的态度倒是让陆远有些看不出来。就这态度还是友好，陆远都不敢想，若是没有元素神石的吸引，真正的惹这小家伙发怒，那该会是何等的情形。只是这小妖精西雅的离开，让陆远试图钻空子的想法再次落空。看来通关这十之遗迹还得是靠他们自身。本来想靠着他和小妖精西雅还算不错的关系，现在陆远的想法也只能落空了。但陆远也并没有多在意，以他们队伍的实力，通关这十之遗迹也仅仅只是个时间问题。陆远很快使出了杀手锏，妹妹，没有谁能比幸运值满值的陆雪更能快速寻找到生门。陆雪也没有用多长的时间，很多时候都只是随意的挑选了个方向，陆远便上前去打开开关，石壁打开，一行人鱼跃而入。陆雪一个个方向指出，陆远紧随其后打开石壁。生门，生门，还是生门！队伍里的荣耀公会成员们看着这陆雪的眼神越发怪异起来，几乎与看怪物无疑。1次2次还可以解释是运气好，但是随着一扇扇生门的打开，他们的眼神也逐渐变得呆滞起来。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运气好了，完全是跟开了透视一样。陆远反倒是要悠闲不少，毕竟这陆雪所挑选的全部都是生门，没有怪物的话，陆远反而感觉有些无趣。只是队伍里的荣耀成员们并不能理解陆远此时的想法，他们满眼震惊地看着陆雪，心中吐槽不已。不是，姐们你锦鲤啊，开门全是生门。第111章十之界暗精气。陆雪负责指引方向，陆远负责打开机关，两人的配合还算默契，在这十之遗迹内快速穿行着。他们的速度很快，没过多久，陆远的眼前一亮，眼前是熟悉的场景，与他们刚进入这十之遗迹时的场景无异。几米外的石柱上，陆远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娇小身躯，小妖精西雅。石壁的打开自然难逃西雅的感应，一回头，他的小脸上也赫然写着懵逼2字。虽说以陆远的实力，他不觉得自己的十之遗迹能够阻拦他们多久，但是也不会这么快吧，感觉也就比他慢上一点啊。但问题是，自己可是这十之遗迹的看守者啊，谁能比自己更熟悉这里？只是陆远既然已经抵达了这里，他也不好多说什么。哼，算你们厉害，他撇嘴道。随着他的话音落下，系统的提示也出现在了几人的耳边。恭喜玩家成功通关十之遗迹。他们的眼前很快便恢复到了进入十之遗迹前的场景，看清熟悉的石灵模样，眺望着远处蓝天白云。队伍里的几人深呼吸了几下，面色有些感慨。虽然他们在遗迹内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们却有一种恍如隔世般的感觉。
陆远等人的身上都是一股白光闪烁。通关这10支遗迹的经验，让本就快要升级的几人直接升了1级。盘点着此行的收获，陆远暗自皱眉。这遗迹内的怪物不少，宝箱也不在少数，但是都被他们给跳过了。整个10支遗迹内，陆远所击杀的怪物屈指可数。到了后面，在妹妹陆雪的带领下，他们一路跳关，那样固然安全快速，但是也同样错过了许多的怪物，少了很多的经验、宝箱奖励。但陆远也没有在意，至少这遗迹内重要的几个道具已经被他收入了囊中，其中最为重要的当要数那10支箭。陆远的心中盘算着，身旁荣耀公会的几人却并没有开心多久，他们纷纷收到了来自公会的消息。什么？他们怎么敢？荣耀红叶有些惊怒，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流连忘返也是难掩怒容。他们怎么敢？等着，我们这就回去。回过头，几人向陆远辞行，目光从几人的脸上扫过，陆远也没有深问，点点头后，这几位荣耀成员便很快离开了这里。陆雪献宝般的将10支戒递上，他也不傻，很快想到了前面遗迹内陆远带着小妖精西亚出现是为何。这10支戒大概率就是哥哥的目标了。看了眼这10支戒，它的属性虽然十分诱人，但是陆雪却毫无留恋之意。陆远把玩着手中的10支戒，眼中一缕异色闪过。这10支戒的属性并不弱。10支戒，品质暗金，等级需求30级，智力加50，法术攻击加150，技能冷却 ES， 石化，攻击有 25% 的概率石化目标，坚硬，遭到攻击 25% 的概率提升自身300物理防御，与自身智力属性有关。附带技能石化1级。评价：未知石料所制成的戒指，内含强大的力量。哪怕这10支戒没有牵扯到那一个隐藏任务，光凭这10支戒的睡醒，也足够让陆远心动。不仅拥有着身为暗金器的强大属性，更是拥有着一条极为稀有的属性词条。技能 CD 减1秒，这要是对那些冷却长达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强大技能来说，减1秒的技能 CD 无关痛痒。但是要是以为这属性词条就不强，那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陆远火球术的技能冷却时间只有短短的5秒，这要是再减去1秒的技能 CD， 那可是直接减去了 20% 的技能 CD 啊。陆远火球术造成的伤害之恐怖就不用多说了吧。这减1秒的 CD 对陆远的提升不可谓不大，所有技能的冷却时间都减少了1秒。带有减少技能 CD 这样词条的装备几乎是有价无市。在如此强大的属性词条面前，这10支戒的其他属性就要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了。特别是那石化和坚硬，在陆远的眼里更是一坨答辩。对陆远这样的爆发法师来说，还 25% 的概率石化敌人，陆远都是直接秒杀了，哪里还有石化的功夫？还有那坚硬，以陆远这样脆皮的生命值，承受别人的伤害也是直接被秒的下场，还提升防御值。只能说这2个词条都十分不契合陆远的自身情况。但瑕不掩瑜，这减少技能 CD 再加上相当不俗的装备属性，这10支戒也不愧是货真价实的暗金装备。陆远的等级已经来到了31级，满足这10支戒的等级需求，陆远很快便带上了这10支戒。这10支戒的属性加成不低，陆远的智力来到了327点。等等，327点！陆远的心中一丝疑惑闪过，这似乎一下子加了不止50点智力，似乎加了差不多80点智力，这可是一次大提升啊！陆远越发疑惑了起来，仔细检查了一遍全身的装备栏，陆远很快摸清了情况，他终于知道为什么了。那枚神赐之戒，这枚橙色品质的神赐之戒也终于展露出了锋芒。作为陆远从诸神试炼之中获得的奖励，这神赐之戒随着陆远的等级提升，已经在逐渐展露出了它的恐怖。这神赐之戒的装备等级已经提升到了30级，而这神赐之戒的装备属性也获得了大幅度的增强，智力属性增加了足足30点，法术攻击也增加了100。配合着这10支戒，陆远此时的智力高达327点，而法术攻击更是高达。特别是在陆远的天赋技能增幅下，他的输出已经达到了一种难以想象的恐怖程度。陆远很快心中了然，将身上装备光彩隐藏起来。他现在的身上多是些紫晶器，散发出莹莹紫光，紫光掩映之中更是有那么一抹极为暗沉的金光。这金光内敛，但却更引人注目。神域之中第一件暗金器，还是极为稀有的饰品。这10支戒的出现，便毫无疑问地占据了装备榜的第一。第112章，无法更改的命运。从10支遗迹之中离开，
陆远此行可算是收获满满，不仅获得了几件堪称极品的紫金器，更是获得了一件暗金器的饰品10之戒。而且随着陆远的等级提升到了31级，他身上的神赐之戒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装备等级有所提升。从10之遗迹之中出来后，陆远的智力、法伤均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一旁的陆雪也是小脸红扑扑的。陆远实力的提升，他的心底也十分开心，但很快他就开心不起来了，心口传来刺痛，他的脸色一点点变得苍白起来。神域内斗转星移，天色改变，神域外的现实之中，晨曦出生，新的一天到来了。一道白光闪烁，他直接消失在了陆远的身后。前面的陆远只感觉余光似乎扫到了什么，回过头来一看，身后空空如也。自家妹妹呢？陆远神色有些诧异，前一秒还在他的身后，怎么下一秒就消失不见了？陆远下意识地扫了眼好友栏，无视了众多消息，很快看到了一个按下去的名字。陆雪下线了？怎么会这么突然？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就直接下线了。陆远的面色一点点沉了下去，他对自家妹妹还算了解，无论如何也不会突然一声不吭地离开，除非……陆远的心底很快想到了一个可能，他的脑海中似有嗡鸣炸响，他立刻原地下线，也不在意这是不是安全区，下次上线的时候会不会倒霉的被怪物包围。陆远的身上白光闪烁，等到白光过后，陆远消失在了这里。江城出租屋内，陆远猛地拉开自己游戏舱的舱门，他的眼中一丝慌乱闪过，他已经想到了一个可能，一个他以为不会发生的可能。来到陆雪所在游戏舱外，陆远用力拍了几下。高级的游戏舱往往具备着各种特殊功能，包括场外呼叫。正常来说，陆雪会收到游戏舱的提醒，然后赶紧打开游戏舱舱门出来。但是陆远等了一会，依旧没有什么动静。他终于有了动作，眼眸中的光芒冷下，他抬手划出，空中似有风声呼啸，一把无形的刀斩下，特殊的坚韧金属打造的游戏舱舱门，顿时如同脆弱的豆腐一般被整齐切开了一道口子。风元素疾风斩，在陆远的细微把控之下，疾风斩将这舱门切开，却并未伤及深处。舱门被陆远用力扯开，暴露出了静静躺在其中，面色苍白如纸的陆雪。看了一眼陆雪，陆远便愣在了原地。眼前的这一幕何其的相似啊！前世他也是在病床旁见证着妹妹的生机如同流水般逝去，怎么会这样？陆远的心中再一次升起了疑惑。明明这一世已经与前一世有所不同了，但是为何事情还是发展于此？妹妹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陆远不得而知。他空有一身的法力，强大的技能，但是却无意能将面前陆雪唤醒的方法。眼前的妹妹如同童话之中的睡美人一般，恬静安详，就连呼吸都轻得吓人。陆远掏出了手机，很快拨通了一个号码。没过几分钟，救护车的呼啸由远及近。江城市人民医院病房外，陆远有些神色漠然地看着眼前的医生。眼前的医生，他的神色也有些惊诧。这病人的状况，我们医院也是第一次遭遇。他的问题有些麻烦，凭我们医院现在的技术，还做不到将他治愈。但好消息是，他的心跳虽然微弱，但很坚定，体内也没有遭受其他的损害。利用现有的技术，我们只能暂时性的延续他的生命，只是这需要一笔不菲的。陆远听着他重复了一遍前世的描述，医生的话语在他的耳边回响。只是陆远此时的注意力已经不知飘到了何处，他以为能扭转一切，让命运发生改变，但也许并非如此。妹妹此时的症状让陆远的心中生出了一丝不好的预感，更是忍不住怀疑自己，会不会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命运难道是注定无法改变的？陆远的心神微震，他的心中两个想法在不断的争执。一个想法觉得命运是可以更改的，蝴蝶效应会导致原本的命运逐渐发生变化，扭转命运的轨迹。陆远以前就是这么想的，他这只重生而来的蝴蝶，或许可以掀起整个世界的风暴，但是现在看来，也可能并非如此。命运也许早已注定了，哪怕他如何掀起波澜，命运的结局也不会改变。这样想着，一股莫名的恐慌感在他的心底蔓延。他想到了妹妹陆雪的死，想到了那些恐怖的魔兽们穿过裂缝，哀鸿遍野，蓝星众人化作了光辉消散，那浩瀚无垠的星空之中，不可战胜的绝灭大地。假如这一切的命运都无法改变，陆远只感觉心底由内而外的散发出一股寒冷。无解，倘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么他的一切又有何意义呢？不，陆远的眼神逐渐变得坚定了起来。我不相信这什么狗屁命运，上天给了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一定会赢，不管是妹妹还是蓝星所有人，他一定会救下。
陆远的心头涌上一股暖流，驱散了心底的寒意。对，他已经有着远超前世的巨大优势，他必然不会再重蹈前世的覆辙。凝视着病床上依旧陷入深层昏迷的陆雪，陆远很快离开了病房。当务之急是先稳住妹妹的病情，一切兜兜转转，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从最开始归来的时候，陆远便惦记着妹妹的病情，只是那时候妹妹还十分健康，仿佛是患上了什么未知的诅咒一般，仅仅隔了1-2天的时间，妹妹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巨变。原本都以为那赚来的100万块已经用不上了，但是现在还是用来维持妹妹的生机上了，而且这100万似乎也仅仅只能维持一段时间。陆远还需要钱，更多的钱。第113章升级药剂。陆远刚离开10之遗迹不久，妹妹陆雪就倒下了。去医院检查后，陆雪身上的症状赫然与前世检查出的无异。这突然发生的异状让陆远无比坚韧的内心都为之动摇了些许。命运是否可变，这成为了困扰陆远的难题。但陆远的道心何其坚韧，很快便重整了信心，不过是在按照着他刚重生来时候的想法继续罢了。等到这神域完全融入现实的时候，利用神域之中的顶尖神药来尝试治疗妹妹，陆远坚定相信着这必然可行。前世就已经有不少的新闻报道出来了，那些顶级的神药，那可是几乎能让一个人重新获得新生的，根本就不是现在的科学所能够解释的，那是真正的神迹。而陆远所需要做的，便是尽可能快地推动整个游戏的进度，让神域尽快地融入现实。相对比之下，获取到那些效果逆天的神级药剂，都要轻松许多了。陆远的记忆之中，这些神级药剂所在的地点都十分清楚，只要实力足够，陆远完全可以去将它们借过来。陆远的眼中闪烁着光彩。医院内，陆远没有过多的浪费口舌，十分干脆的直接交了价值100万的医药费。原本正为两人哀叹的医生则是有些呆滞。从医那么多年，病床前他见过了多少生死，这100万的价格足够拖垮一个正常的家庭。如此高昂的医疗费用让多少人望而却步，就连医生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年轻人居然真的答应了那个治疗方案。他委实是没有想到，更为重要的一点，这100万并不就是说能将这患者的病症解决，只能为其延续一段时间的生机。如此昂贵的价格，这年轻人居然也答应了下来。医生看着陆远的眼神都有些变了，真有钱。事实证明，有钱还是好办事。100万医疗费一出，很快就有了变化。陆雪的病房转移到了环境更为宁静的高级病房，更是有专门的护士医生负责照顾。陆远站在病房外，静静地看了许久。离开之际，陆远随手布置下一个法术，法师之眼。在陆远的法力催动下，可以清晰地看清这病房内的情况。布置好一切后，陆远才终于离开了这里。简单的吃了点东西，陆远重新再投入到了神域之中。他的面色冷峻，迟则生变，他没有多少把握陆雪的生机能被现有科技延续多久，而陆远所需要做的自然也是越快越好。进入游戏舱，陆远睁眼，他已经出现在了神域世界之中。还没等他喘口气，一股凌厉的风声从脑后袭来。陆远微微皱眉，抗拒火环已经轰然朝着四周炸去。抗拒火环的使用越发顺手，在陆远的手中几乎瞬发出去了。身后偷袭的怪物在接触到火环的瞬间就被秒杀。陆远很快发现，还不止一只怪物。这抗拒火环的展开，足足秒掉了4-5只身旁刷新出的怪物。你击杀了10人，28级1。你击杀了10人，27级。你击杀了。击杀的信息不断跳出，经验加5600，经验加5400，经验也在不断增加，只是增加的速度变得很慢，仅仅蠕动了几下。等级越来越高，升级所需的经验也越发恐怖起来。陆远眯着眼，心底不断盘算着。有着前世丰富的经历，陆远自然能够得知如何快速升级的技巧。除了完成稀少的隐藏任务或者击杀难杀的 BOSS 外，玩家们还有一种更为轻松的获得更多经验的方法——升级药剂。这药剂的名字或许有些陌生，但是它的效果玩家们肯定不陌生。升级药剂可以加快经验获取的速度。初级的升级药剂15分钟以内击杀怪物可以获得 150% 经验。中级的升级药剂持续的时间则是达到了30分钟，半个小时。而高级的升级药剂不仅持续时间增加到了60分钟，击杀怪物更是可以获得 200% 的经验。有了这升级药剂，玩家们提升等级的速度可是要大大加快了。但是这升级药剂可并不好获得，在神域前期根本就没有获得的途径。这升级药剂都是在中期开始，才慢慢的被玩家们知道追捧。在没有获得这升级药剂的配方前，
哪怕是最普通的初级升级药剂，售价也都是高达100 RMB 一瓶，中级的价格往往在300至400 RMB 左右，而高级的升级药剂，那价格又翻了不知道几倍。陆远记得曾经一瓶高级升级药剂可是售出了1万 RMB 的天价，不禁让广大玩家们感慨，有钱人们为了升级能够花费多大的代价。可以想象，这升级药剂的配方又是售出了何等的高价了，远不是普通玩家们能够想象的。而陆远则恰好知道这么一份升级药剂的配方所在之处，要想尽快的提升玩家们的等级，这升级药剂是必须出现的。大量的生产下，不仅可以获得巨额的金钱，更是可以让龙区玩家们的整体玩家等级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要想获得这升级药剂的配方，可就没那么容易了。陆远记得前世记忆之中，貌似是哪家知名大公会在击杀了一只60级的领主 BOSS 后所爆出来的升级药剂配方。60级的领主 BOSS， 那不可是现在30级的首领 BOSS 们能够媲美的。现在的30级首领级 BOSS 恐怕还不够这60级的领主级 BOSS 一巴掌拍的呢，那可是仅次于君王级 BOSS 的存在。而陆远在新手村时，那个诸神试炼内，就正是被领主级 BOSS 给淘汰下去。那时候陆远10级，领主 BOSS 也是10级，但是现在陆远等级31级，而想要挑战的领主 BOSS 等级高达60级，这几乎是没有可能成功的。领主 BOSS 的技能范围远不是头目、首领 BOSS 们能够比拟的，甚至陆远都没有靠近，就已经被这领主 BOSS 给直接秒了。因此，这领主级 BOSS 对于现在的陆远来说，或许并不容易击杀。第114章，朝阳城。神域人族主城朝阳城。朝阳城作为神域内人族的10大主城之一，其内的玩家数量不在少数。天色朦胧之际，出城的路上就已经有了许多玩家们的身影。他们或许是出城刷怪，或是打算前往攻略副本，但他们很快便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玩家，逆着人流，一步一步地朝着朝阳城内走去。路上的玩家们只是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这玩家隐藏了一身的装备光效，看起来就仿佛是个平平无奇的法师玩家。他们并不会知道，与他们擦身而过的玩家，正是这神域之中的第一玩家——正义狂徒。陆远抬起头，打量着眼前的主城朝阳城，终于到了。陆远有些感慨。从那10之遗迹离开后，陆远便一路继续前行，丝毫没有返回先前风落城的意思。无他，他的等级实力提升得太快，风落城内的隐藏任务此时已经有些入不了他的眼了。在陆远的记忆里，那些隐藏任务的奖励对于常规20/20级的玩家们来说可能恰到好处，但是对于此时的陆远来说，这远远不够。陆远早已不是前世的那个他，拥有着恐怖天赋的他更知道要该如何将天赋发挥的极致。他现在的目标应该是前世记忆之中的那些难度系数在50级左右的隐藏任务。这样的话，陆远既能越级杀怪获得超高经验，又能在完成任务后获得极为丰厚的奖励，一举两得。随着陆远的不断靠近，眼前朝阳城也逐渐在他的眼前展露出完整面貌，毫不逊色于风落城的巨大规模，带着厚重历史气息的高耸城墙。光是站在这城墙的面前，一股沉重压抑的气息便不由自主地在心底升起。但是这对于陆远来说早已不算什么了，他前世见过宏伟的建筑多了去了，眼界早已为之开拓，心神掀不起半点波澜。身旁3-2位玩家嬉笑打闹着经过。哥，一会去刷格林之森呗，我身上的格兰套还差2件。刷啊！昨天刷了快1天，只刷了这么几件，哎，这套装的爆率是真的低啊。听到那熟悉的一声哥，陆远的脚步这才停住了，眼神下意识地落在了好友栏中，久久凝视着其中那个灰暗的名字。就在不久前，两人还能欢声笑语，不过短短时间就发生了如此巨变。静默后，陆远重新启程，这一次他的眼中再无犹豫，满是坚定之色，大步踏入城内。系统提示出现，你进入了安全区域朝阳城人族主城。眼前的城市依旧繁华，人流汹涌，人头攒动。只是和现实大不相同的是，神域内的城市要显得古老一些，毕竟这里是剑与魔法的时代，和陆远现实之中的科技时代有着本质般的差距。但是在陆远的记忆之中，魔法同样是可以与科技相融合的。前世中后期时，神域融入了现实，社会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科技、魔法、武技这3者的碰撞，使得整个蓝星的文明实现了巨大的跃迁。想到这里，陆远的眼神却是一暗。这繁盛的场景却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空间裂缝的开启，魔兽们从裂缝之中出现，恐怖的大军席卷全球，杀戮在不断蔓延，死亡的哀嚎遍野。
眺望着现在氛围热烈的玩家们，陆远的眼中闪过一幕幕的画面。最终，他沉默着走出，融入了人群之中。他的背影孤寂。不出10分钟，陆远就已经根据系统地图找到了这朝阳城内的一家书店。在书店里买了本《大矿山矿石分布图》后，陆远来到前台找老板结账。这矿石分布图的售价不高，陆远1银币很快拿下。陆远也没有急着离开，和书店的老板攀谈着。攀谈的过程结束得很快。本就是带着目的而来的陆远，3言2语便从这书店老板的口中触发了隐藏任务。恭喜你触发了 C 级隐藏任务，探索大矿山深处，将大矿山矿石分布图补充完整。隐藏任务也有等级之分，任务难度由难到 E 依次为 S、A、B、C、D、E、F。E、F 级的隐藏任务比较好接，算是最基础的隐藏任务了。一般来说，这种任务难度单人就足以通过了，十分简单。C、D 级的隐藏任务就比较稀少了，难度也是直线提升，往往需要小队的配合才能完成。完成任务后，奖励也都很不错，偶尔还会有高级装备的奖励。再往上 ，A、B 级的隐藏任务就更为隐秘了，难度不用多说，不仅需要小队配合密切，更是需要小队的整体实力强大，几乎是必得高级装备的。除此以外，还会有一些一次性的道具奖励。总的来说，这 A、B 级隐藏任务难度爆炸，奖励也同样爆炸。陆远回想了一下，他前面所接取到的击杀野猪王的隐藏任务，评级似乎就是 A 级，那难度可想而知。要知道，在那时候，一只10级的头目级 BOSS， 那可是能硬抗180个玩家的围攻，甚至更多。完成后的奖励也十分丰厚，直接给陆远提升了1级。至于更高难度的 S 级隐藏任务，它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唯一性。如果一位玩家接取了这 S 级的隐藏任务，那么其他玩家将无法再接取到同样的任务，而这唯一性所带来的变数也极大。很多时候 S 级的隐藏任务里，玩家们所做出的一些选择，甚至会改变神域内事件的走向，而且几乎不可逆转。不过这极为凶险的代价之下，奖励的丰厚也几乎令所有玩家们疯狂。陆远前世侥幸接取到了几个 S 级的隐藏任务完成，花费了他极大的精力，但回报也是十分显然的。陆远的实力突飞猛进般的成长，而现在陆远的手中就同样有着一条 S 级隐藏任务的线索。想到完成任务后的丰厚奖励，那是让陆远都忍不住为之心动的奖励。第115章大矿山。离开了10之遗迹之后，陆远很快一路前行，来到了朝阳城。他的目标明确，为的就是这朝阳城内的多个隐藏任务。从朝阳城的书店离开后，陆远很快又在这朝阳城内的巷口寻找了起来。他很快又找到了一个记忆之中的 NPC 凯特。这家伙的形象相当落魄，外表邋遢，不修边幅，随意地躺在巷口的地上，一只脏兮兮空荡荡的袖口耷拉在地上，破旧的帽子遮着脸，也不顾着身旁不远处堆积的垃圾。远处垃圾散发出的恶臭让陆远微不可闻地皱了皱眉，只是他的眼里却没有一丝轻视。很难想象面前乞丐般的男人以前居然会是人族3大骑士团银月骑士团的成员之一，眼前的男人看起来完全没有一点歧视的样子。陆远的靠近似乎并没有引起男人的注意，他依旧自顾自地躺着，呼呼大睡着。凯特，陆远怎么会等这家伙睡醒？时间就是金钱。见一声没有叫醒，陆远不耐烦地打了个响指，灼热的气息顿时在巷口蔓延开来，噼里啪啦的报名声响起。凯特瞬间翻身站起，一手已经拔出了绑腿上的匕首。你是谁？他警惕地看着了陆远。在这朝阳城数年了，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他流浪汉的身份。陆远凝视着他，火球不知道何时已经熄灭了。凯特，你真的就这样自甘堕落了吗？你忘了死在大矿山里的战友们了吗？陆远的声音平淡，但却仿佛自九幽之中传来，让凯特瞬间毛骨悚然起来。他的面色有些惊惧，陆远所说的话正是他深埋在心底的梦魇。每当他入睡时，脑海中便会回荡着昔日战友们死去时的场景。当时他们一支银月骑士团的队伍深入了大矿山，但只有他侥幸存活了下来，为此他也丢了条手臂，彻底沦为了一个废人。自那以后，他便一蹶不振，在这朝阳城内四处流浪。那被他深深埋葬在心底的过去，又怎么会被面前的年轻人所知道的？凯特的心底有些难以置信。你是怎么知道的？他提高了些音量，手中紧握着匕首。陆远的眼神锐利。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只需要回答我，你想不想给你死去的战友们报仇？冰冷的声音回荡在凯特的耳边。凯特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昔日的场景，在队伍之中，
实力算不得最强的他，被众位队友掩护着逃离，几位强大的战友们都死了，只有他作为胆小鬼活了下来。现在陆远的话几乎瞬间激起了他掩埋心底的恨意，他咬牙切齿道：他想报仇啊，但是没有办法，他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在失去了一只手后，他甚至都恢复不到巅峰状态的一半实力。在面对着那大矿山内的恐怖存在，他自认只有死路一条。陆远对他的回答还算满意，毕竟曾是人族3大骑士团银月团的骑士，还不至于懦弱到连仇恨都不敢产生，所以他点了点头。好，我来替你报仇。陆远淡淡道，他的眼前一行小字缓缓消散。你已选择接取任务 A 级隐藏任务，深入大矿山，调查昔日银月骑士团死亡的真相，击杀真正的凶手。 A 级难度的隐藏任务，足以彰显出这大矿山深处隐藏怪物的实力之强大，这绝对不是普通玩家能够应对的。但好在陆远并不普通，陆远十分干脆地接下了任务，刚准备转身离开，身后的凯特赶紧几步跟上。此时的他已经彻底清醒了，有些怀疑的眼神落在了陆远的身上。你真的能够替我们报仇？也难怪他怀疑陆远。陆远此时的等级仅仅只有31级，还只是个一转初级法师。你要知道大矿山深处的存在有多恐怖，你这样的实力恐怕连深入其中的资格都没有。凯特看了一眼陆远，叹了口气，冒险者，或许等你的实力提升了一些，再来替我们报仇也不迟，或者你的队伍足够强大的话，还有那么一丝可能。陆远瞥了他一眼，我没有队伍，一个人就够了。凯特心底无语，虽然不知道面前这初级法师是从哪里知道的他的经历，但是就凭他一人就想不自量力的去深入大矿山内，真的是自寻死路。他们几人曾经可是银月骑士团的成员，个个都是3转60级的存在，但是在那恐怖存在的面前，却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在凯特的心中，或许要4转级别的战士方有可能战胜那样恐怖的存在。以面前这年轻冒险者1转，自己2转残破之躯，还去报仇，怕不是再去送死吧？凯特的心中很快打起了退堂鼓。他已经在这朝阳城内堕落了数年，曾经的骑士之心早已破碎。回忆起战友死亡时的仇恨，固然可以让他心生一股鱼死网破的怒气，但是这怒气来得快，去得也快。跟随着陆远几步走出，他的心底就有些后悔了。他改口劝着陆远，陆远只是斜视着他，淡漠的语气听起来十分嘲讽。怎么，你怕了？凯特只感觉气血都在朝着脑子上涌去，面色涨得通红。若是眼前人不知道他的过去还好，但知道了他的过去曾是一位光荣的银月骑士团成员，若是……陆远的回话更快，如针般刺入他的心口。这就是人族3大骑士团银月骑士团的骑士吗？战友们拼死救下，自己苟且偷生，或许那天的时候，你就应该随着他们一同死去，而不是活下来玷污了骑士之名。凯特终于怒了，不修边幅的鬓发如狮子般狂舞，口中声音暴喝如雷。够了！他的眼中怒意浮现，死死地盯着陆远。陆远毫不畏惧地与之对视，手中已经捏好了技能。面前的这凯特虽然看着狼狈，但是他的头上实力并不逊色。LV48 银月骑士凯特看着丝毫不退的陆远，凯特眼中的怒火一点点地散去，转而冷冷道：你说的对，骑士就算是死，也该是死于堂堂正正的战斗。你要是不怕死的话，就跟我来吧。第116章陆域玩家。朝阳城内，陆远很快循着记忆，很快接取了3个隐藏任务。隐藏任务的评级不一，有简单点的 C 级，也有难度不低的 B 级 A 级。而陆远的身旁也出现了一位身形邋遢的独臂男人凯特，他是陆远所接取到 A 级隐藏任务的任务目标。虽然看起来十分落魄，但是这家伙的实力不可小觑，毕竟以前可是人族3大军团银月骑士团的成员之一。虽然断了只手，实力大降，但是也绝对比现如今的玩家们要能抗能打得多。陆远很快便带着他一同离开了这朝阳城。前往大矿山的路上，陆远也看到了不少的玩家。大矿山外，分散的玩家们正在与怪物们厮杀。大矿山外围，一个队伍正在艰难地与怪物战斗。他们所面对的怪物是一只尸鬼。尸鬼等级28，攻击280至295，防御300，生命值10000，10000，技能腐化、尸毒。评价：尸体美味。一番艰难的战斗，几人才终于将这尸鬼击杀。小脸婴儿肥的牧师妹子忙着给队伍里的战士坦克补状态。如果陆远在这里的话，肯定会一眼认出眼前几人，正是他以前曾带过副本的茉莉工作室几人。
那牧师妹子余光恰好扫到了远处，眼中有些疑惑。尽管陆远一身的装备都已经更换了，更是隐藏了昵称，但是他依旧是一眼认出了陆远。没办法，第一玩家的名号他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的身影虽然自从上次分别后就再没有看见，但是他还是在不少神域视频之中看到过。最近的那次还是从先前风洛城的万人大战那时候看到的。只可惜他们茉莉工作室早已改变了赛道，从风洛城转移到了这朝阳城，因此错过了那次的万人大战。对他来说也十分遗憾，不过他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是今天真是见了鬼的，他看到了本应该在风洛城的那家伙出现在了他们朝阳城外，这绝对不会是他的幻觉。哎，你们看到没有啊？是他。谁啊？队伍里的几人顺着牧师妹子所指方向望去，正好看到陆远、凯特两人的背影。几人看了一会，也没有从这背影上看出什么奇特的。嗨，又看到帅哥了。别闹了，婷婷，咱们还得忙着升级呢。你们打到多少金了？哎，这外围尸鬼的金币爆率怎么这么低？他们并没有过多的关注下去。胡婷婷远远的看着，心底也有些诧异。见对方远离，他也只能收回视线，心底不禁有些疑惑，难不成真的是他眼花了？那第一玩家正义大佬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这些排行榜上的玩家们不是应该忙着下副本升级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还带着一个 NPC？ 玩家的游戏昵称可以隐藏，但是 NPC 就不行了。那明晃晃的凯特二字映入他的眼前，这一眼看过去就不是玩家啊。这凯特的造型名字很快也吸引到了其他玩家们的注意力。这家伙怎么来这里还带个 NPC？ 一个法师带个残废，这是要打算干嘛？送死吗？管他的，送死也与我们无关。有的玩家们投来了好奇的注视，还有的玩家满脸冷漠，只是扫了一眼就收回了视线。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人闲得无聊去关注一个陌生人。看着陆远带着凯特逐渐朝着大矿山深处的方向走去，一些玩家们只是冷冷笑了一声。他怕是不知道这深处有什么吧？别说深处了，就是再远一些，那可都是40加级的怪物，更别说只有他一人了。要是撞见几个怪物，怕不是横尸当场。他们不是没有尝试过深入这大矿山内，但是还没等他们深入其中，所遭遇的怪物就已经不是他们可以对付的了。再深入数百米，身旁怪物的等级都高达了40加级，这怎么打？他们之中最高等级的玩家也不到30级，这高额的等级差距让他们可是吃了不少苦头。死上那么2次，玩家们就老实多了，再也不会想着深入这大矿山了。不过当他们在看到有人朝着大矿山深处去时，他们大多也保持着沉默，不仅不会出声制止，更是会冷眼看着对方进入，直到在对方被附近的怪物秒掉后，他们才哈哈大笑。陆远此时并没有察觉到这些玩家们的想法，而是自顾自地前进着。他能感受到身后偶尔射来的目光，他们俩的组合还是比较奇怪的。只不过陆远并不在意，他更在意的是如何尽快将这隐藏任务完成。在前进了数十米，身旁的玩家数量已经变得稀疏了起来。陆远最为直观的感受便是周围怪物的等级提升了不少。他随意一眼扫过，视线很快落在了一个装备精良的玩家团体们上。这伙玩家们正在围攻一只尸鬼，只不过这只尸鬼的体型要更大一些，他身上生出的尸毛也呈现出了恶心的黄色，身上更是滴落着尸油，浑身上下看着恶心至极，怪异的味道甚至都飘到了陆远这边。察觉到了陆远的存在，这伙玩家团体们的脸色刷的变化。这 BOSS 都快打完了，突然杀出来一个玩家，这让他们想不注意都不行。那玩家团体之中的几人脸色沉下，他们的心中警铃大作。就在他们对了个眼神有所行动的时候，陆远带着凯特退后了几步，保持了个安全距离。他转而从另一个方向继续深入这大矿山，直到看见陆远的身影远去后，这玩家团伙们的神情才终于松了口气。虽然不知道这家伙的实力如何，但是若是对他们的 BOSS 动了想法的话，面对着陌生玩家和 BOSS 的双重夹击，就算抢下了 BOSS 也会损失不小。看到那陆远的离开，他们的心底还是捏了把汗。另一边，陆远却是毫不停留，那几人防贼一般的防着他，就是为了提防他突然出手抢下这个尸鬼 BOSS。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陆远完全看不上这仅仅是头目级的尸鬼 BOSS。 这头目级的尸鬼 BOSS 让他连出手的欲望都没有。身旁紧跟着默不作声的凯特面色微变。小心！第117章变异尸鬼。小心！凯特的暴喝声在陆远的耳边回荡。反应过来后，陆远已经施展到了一半的抗拒火环，立刻停了下来。他差点忘了，他已经不是孤身一人了。这抗拒火环若是成功释放出来，
死得最快的不是那突然冒出来的怪物，而是与路远距离最近的凯特。或许抗拒火环还没有将怪物撕碎，却先将这家伙给秒了。路远赶忙停下了抗拒火环，这火环还没完全生成，就已经消散了。这凯特浑然不觉自己已经在鬼门关上走过一圈了，我只能拖住他一点时间。凯特单手挥舞起长剑，手臂上青筋暴起，面色带着一丝凶狠。他悍然和跳出来的怪物撞在了一起，沉闷的肉体撞击声传来。路远也终于看清了这跳出来的怪物模样。这怪物虽然是人形模样，奇怪的是他却四肢趴地，面目狰狞，嘴角撕裂，一条猩红滴落着口水的红蛇从他撕裂的嘴尖滑落下来。这怪物力大无比，无视了凯特手中的长剑，几乎将凯特瞬间扑倒在地。凯特独臂挥舞着长剑，给这怪物造成了一道道的砍伤。怪物的头上跳出伤害3500、3700，只是这伤害对怪物来说并不算什么。路远的眼前浮现出这怪物的属性来：变异的尸鬼，精英怪，等级40，攻击550至575，防御550，生命值50000，技能扑跃、压制、舔舐。评价：由尸鬼异化而来，是生者的噩梦。眼前这尸鬼的模样凶残，扑倒压制着凯特。凯特受限于独臂的影响，拿着把剑却难以发挥出全部的实力，只能被这变异尸鬼压制的起不了身。那变异尸鬼的长舌都快要舔到了他的脸上，凯特的脸都要绿了。帮我！他扭过头，低吼出声。他实在不敢大声开口，他有点担心那怪物的口水刚好落在他的嘴里，那画面太美，他甚至都不敢想象。路远则是神色淡然，大惊小怪。他手中的薄石之杖轻挥，一道绚丽的火焰很快凝聚成了剑矢的模样。爆炎剑，这一剑飞出，随着路远的心意操控，嗖的一声，火光升腾，这火焰没入了变异尸鬼的体内，凶狠贯穿了这变异尸鬼的身躯，将这变异尸鬼的身躯狠狠地钉在了地上。地上的凯特艰难地咽下口水，这气势汹汹的火焰剑矢就精准地插在他的下体不远处，只需要再偏上那么几分，凯特的额头上汗都滴下来了。他甚至能够感觉到来自裆部的灼热气息。他仅剩的一只手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撑着整个身躯快速爬动，脱离了爆炎剑的范围内。而这变异尸鬼的身躯则是在下一瞬间快速的被爆炎剑撕裂，火焰如枯骨之躯，快速的蔓延到了这变异尸鬼的全身。在凯特略显惊恐的眼神之中，这变异尸鬼的身躯竟是直接被焚化殆尽。这火焰的威能竟如此恐怖，就连2转40级实力的变异尸鬼都能瞬间将其化作焦炭。凯特的心底骇然，他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看起来还没有2转，不过1转实力的初级法师，居然就如此轻描淡写的将他都难以应对的变异尸鬼给秒杀了，这未免也太夸张了些吧。但等他回过神后，他的心中一阵悸动。他若是再晚上那么几秒，这火焰怕是会瞬间蔓延上他的身躯，那么他的下场恐怕便是会与这尸鬼无异。凯特难掩心中愤怒，不知道你的实力居然如此强，但是你是准备顺手将我给一起烧了吗？就算没有将他烧成灰，他的小弟弟也受到了不小的惊吓，万一以后不能用了怎么办？面对着他的愤怒，陆远只是看了他一眼。这爆炎剑已经是他操控的威力较小的法术了，换作是会爆炸的火球，这火球若是炸开，绝对可以将这凯特连同变异尸鬼一同烧为灰烬。若不是面前这家伙还有用，陆远早就一个火球丢过去了。嘟囔了一会，这凯特也沉默了下来。怎么说也是陆远救下了他，凯特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是这突然杀出的尸鬼也让凯特的心底默默地提高了警惕。许久未战斗了，他居然都没有察觉到这变异尸鬼的靠近。若不是陆远即使爆发伤害将这家伙秒掉，恐怕以他现在的残缺，还真有可能栽在这儿。而现在所处的距离还远不到大矿山的深处。凯特的面色肃然，眼中一缕犹豫浮现。现在所遭遇的怪物都如此强大，到了那大矿山深处再次遭遇那家伙，他真的有打败他的信心吗？凯特的心中有些茫然。他们巅峰时期几位更为强大的银月骑士一同迎战，但是都不是对手。几位骑士落得死的死，伤的伤，到最后就仅剩下他一人能够逃离这里。而现如今他又重新回到了这里，再次直面恐惧，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心中还能否有与之为敌的勇气。这一次的回来，其实在他的心中已是自寻死路。那怪物的强大远不是现在的他能够战胜的，哪怕是他的巅峰时期也绝对无法战胜。凯特望着远处的大矿山，眼中似乎倒映着未知的恐惧。但很快
这股恐惧便被打破了。在他的眼中，陆远毫无惧意地继续前进。想到了这陆远的强大的法术，凯特的眼神一点点亮起，重新恢复了光亮。他喃喃自语道：“或许这家伙的话真的可以。”但是他很快便又摇了摇头。开什么玩笑，那恐怖的存在，哪怕他们几个3转6世级的银月骑士一起上，都难以将其打败。而现在就这么一个30级1转的初级法师，带着他这么个残废，想替曾经的战友们报仇，怕是想太多了。唉，凯特的叹息声有些沉重。看了眼前面的陆远，他还是赶紧追了上去。眼下陆远所展露的实力，可是要比他一个残疾要强多了。若是能够保护好他的话，或许他的心底又生出一丝微薄的希望，或许真的有可能成功呢。第118章，邪恶尸鬼首领。变异尸鬼的出现并没有阻拦陆远两人的脚步，随着陆远两人的深入，危险也随之靠近。一股腥臭的气味随风飘来，陆远眉头微皱，停下了脚步。凯特很快也赶上了他，看着他停下不动，纳闷：“你……”还没等他说什么，他的脸色突兀变化，独臂再次发力，端起了剑。两人的面前缓缓爬出了一只只的变异尸鬼。这些变异的尸鬼模样各异，但都有个相同的地方，面目狰狞，恐怖的能让小儿直啼。陆远的眉目冷冽，视线穿过了几只形状怪异的变异尸鬼，落在了这些尸鬼的后面。那里，一只遍体忧虑，身上满是恶心肥大肿块的大块头静静地站在那里。他浑身上下没有几块好肉，看起来就像是几具腐烂的尸体拼凑出来的一般。他同样也在凝视着陆远。陆远能够感受到那股恶毒阴冷的目光，他的眉头皱得更紧，恶臭的味道随着风飘散而来。陆远的心中不敢大意，屏住呼吸，脚步微微后退。红色的名字出现在了那丑陋尸块的身上：邪恶尸鬼首领，首领级 BOSS， 等级45，攻击1850至2000，防御1900，生命值75000075000，技能瘟疫、吞噬、狂暴。评价：他的怨气冲天，他是要带给世间瘟疫。首领级 BOSS， 还是等级高达45级的首领级 BOSS。这邪恶尸鬼首领联合着自己的几个小弟变异尸鬼，他们已经成半圆状，将陆远、凯特两人给包围了起来。陆远还没有什么反应，凯特的冷汗已经快要滴落了。1、2、3、4、5，足足6只变异尸鬼。要知道，前面他可是连对付一只都十分勉强啊，现在摆在他眼前的是足足6只，更不要说那6只变异尸鬼的后面还有个体型更大，看起来就更不好惹的大尸鬼。他呼吸的声音都减轻了些许，前进的步伐一阻，下意识地开始后退了起来。如此多年没有再战斗过，他早就忘掉了曾经战斗的英姿。这些曾经在他的面前被他不屑一顾的怪物们，此时已经化作了勾魂的死神。变异尸鬼缓缓爬动着，那张可怖的面孔越发靠近。凯特握着剑的手都有些颤抖了，那张邋里邋遢的脸色苍白，恐惧的味道被尸鬼们捕捉到了。尸鬼们很快变得躁动了起来，恨不得立刻将凯特给撕碎。他们的动作很快，几乎成了一道黑色闪电，迅捷的黑影快速地朝着凯特、陆远爬来。就在这时，陆远终于动了，没有多余的动作，陆远体内的魔力快速流转着，元素在瞬间被聚集，他的施法速度已经快到了极点。眨眼间，他的身旁就已经飘出了5朵火花，这火花散发着炽热的气息，带着恐怖的威势。随着陆远指去，这火花便飘飘悠悠地出现在了5只变异尸鬼的路径上。这几只变异尸鬼和先前陆远所遭遇的有所不同，他们的速度差距极大。前面陆远遭遇的那只速度虽然也很快，但是远没有现在的这般离谱。但饶是这些变异尸鬼们的速度极快，已经成了一道黑色的影子，但是他们依旧被那散发着无穷恐怖威势的火花捕捉到了。5朵火花瞬间将这几只变异尸鬼给吞噬殆尽。这火花撞上变异尸鬼身躯的瞬间，就已经将这些变异尸鬼给秒杀了。变异尸鬼们僵硬的倒下，身躯融入了火光之中。仅剩下的最后一只似乎是想逃，但是早已为时已晚。一只通体由蓝白冰晶构成的冰剑快速的飞出，后发先至，瞬息间便将这仅剩的最后一只变异尸鬼给贯穿在了地上。巨大的力量让这变异尸鬼不断挣扎，却难以动摇这冰剑分喉。冰剑里的寒冰气息倾泻而出，短短1秒不到的时间，这变异尸鬼便已经被冰封在了原地。冰霜的力量在他的体内完全爆发，将他化作了一座极为细致的冰雕。短短几秒，2个技能下去，这眼看着就要将陆远两人围杀的变异尸鬼们，瞬间就被秒杀。
战局悄无声息地发生了逆转，就只剩下了这仅有的一只邪恶尸鬼首领。手下尸鬼的死亡并没有让邪恶尸鬼首领有一丝动容，他嘶吼了一声，只是却没有变异尸鬼再回应了。他也不在意，扭动着肥肿的身躯，便摇摇晃晃地朝着陆远走来。凯特轻嗅了几下，脸色也是勃然色变。小心，别靠近这怪物！曾为银月骑士团的一员，他很快便闻到了这恶臭之中的剧毒。随着这邪恶尸鬼首领的靠近，这恶臭越发浓郁起来。还未多靠近，他就已经感觉到有一丝丝头晕。回头看一眼陆远，凯特眼中惊诧，人呢？远处一看，陆远已经跑出了一段距离了。我 at， 凯特欲言又止，欲哭无泪。这跑得也太快了，但他也没什么能够说陆远的。陆远一个初级法师，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只是他要想跑，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这陆远尸鬼首领抓不到，但是这留下来的凯特岂不是给他送上门来了？他伸出了肥肿的手臂，抓向了凯特。凯特无奈，此时转身再逃已经有些来不及了，他只能激活技能月华光盾。他的身上匹练般的白光凝聚成盾牌模样的光辉，只可惜现在神域之中还未入夜，缺少月光的加护，他的技能并不能发挥出100%的威能。外加上他并不具备昔日那强大的铠甲，一身防御能力几乎10不存1。昔日身为3转60级银月骑士的他，此时面对着45级邪恶尸鬼首领，他此时也只感觉到要完了。这邪恶尸鬼首领的攻击落下，肿大的手臂恰好砸落在他的剑上，就像是拍皮球一般。凯特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被一巴掌拍的整个人都飞了出去，跌落在陆远的身前不远处，口中更是流血不止。那长剑更是崩飞出去，斜斜插在了地上。凯特看着邪恶尸鬼首领，面色骇然，看着缓缓靠近的邪恶尸鬼首领，他的心底绝望。不，第119章又回满血了。深入大矿山的路上，陆远两人很快又遭遇到了劲敌，带着6只变异尸鬼的邪恶尸鬼首领包围了他们。陆远没有给对方机会，先发制人，连发火球、寒冰剑2个技能，陆远十分轻松地将这尸鬼首领的手下快速秒杀，绚丽的战利品散落了一地。只是陆远此时却顾不上去拾取，那邪恶尸鬼首领无疑才是这其中的关键，不解决掉他，陆远可不会觉得对方会让他安然去拾取装备。看着眼前的邪恶尸鬼首领，陆远的眼中是几乎溢于言表的嫌恶。这玩意不只是一个字，丑，长得还特么恶心。不是陆远夸大，这玩意儿的恶心程度，放眼他漫长经历里所遭遇的怪物之中，也绝对排得上名。特别是在刚刚，那邪恶尸鬼首领一巴掌拍飞了凯特，但自身也受了一点轻微的伤势。他那近乎巨人观般臃肿的手臂被划开了一道口子，一股黏糊糊的绿色脓血顺着被划开的伤口缓缓流下，看得一旁的凯特几乎要干呕起来了。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凯特神情惊恐，这伤口对尸鬼首领来说无关痛痒，他甚至连看都懒得看上一眼，任由那绿血流淌。他伸手朝着凯特抓去，这绿血似乎要远比凯特所想象的毒性要更强一些。就在凯特自知难逃一劫的时候，异端再生，身后风声呼啸，一团脸盆大小的火球正快速的飞来。这火球要远比他之前看到的5团火球要更大，威势也更为惊人。从他身旁擦过的时候，凯特的呼吸都停了一些。这是何等恐怖的元素之力，恐怕和他曾经所见过的那些3转高级法师们比起来都不相上下吧。这火球带着强横的威势，几乎要连他身旁的空气都要焚尽。凯特感觉自己都有些喘不过气来了，他睁大了眼睛，看着这火球越过他，狠狠地撞在了这尸鬼首领的身躯上。这尸鬼首领也不愧是首领，身躯坚韧，防御值、生命值都不是寻常的尸鬼能媲美的，他的生命值更是高达75万。这45级的首领 BOSS 在现如今几乎是玩家们不可能战胜的存在，就连陆远心中也有些凝重。若是在前世没有2转40级前，陆远看到这45级的首领 BOSS 是绝对不会产生什么想法的。这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够解决的家伙，哪怕是1000人级别的公会，要想解决掉这 BOSS 也无疑十分困难。而就算是这一世，眼前的这邪恶尸鬼首领也绝对不可以懈怠。陆远的火球飞出，带着势不可挡的气势。邪恶尸鬼首领也察觉到了这逐渐靠近的火球，他的脑子虽然迟钝，但是也能察觉到危险的靠近。他本能的就想躲避，但是以他的速度来说，这躲不躲都一样，唯一的区别或许就是这火球命中部位的不同吧。不躲的话，这火球是朝着他的胸膛、心口砸去的；躲了的话，实际上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路远的火球爆炸范围不小，除非这首领 BOSS 的速度很快，在爆炸前脱离这个范围，否则都是白搭。汹涌的火光瞬间将这首领 BOSS 给吞噬，一股焦糊的味道飘散得很远。路远的目光没有偏离过这火光，虽然在 SSS 级天赋无限进化的增幅下，他的伤害十分夸张，几乎可以见谁秒谁。但是这一次看着熊熊燃烧的火光，他有一种预感，或许在这火光的掩映下，他的神色更显冷漠。杀掉他了吗？凯特的声音颤抖着，他此时的状态算不上好，嘴角带血，看起来十分狼狈。他死死地盯着化作一团火光的尸鬼首领。凯特是能感觉到那火球内带来的强大威力的，那火球若是爆炸波及到他，就连他也是必死无疑。而那尸鬼首领居然敢硬抗这一发火球，凯特的心中不免升起一丝希望，或许这一个火球就能将这尸鬼首领给炸死呢。只是他很快就失望了，尸鬼首领身上喷发出绿色浆液，熊熊燃烧的火焰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被扑灭。他没死。此时不管是路远还是凯特，心中都不约而同地冒出这个想法。路远的反应要快多了，他抬手就准备再次释放技能。这邪恶尸鬼首领虽然没死，但是看他的生命值也不多了。路远刚准备再补个技能，将这尸鬼首领秒杀，但是这尸鬼首领已经提前释放了技能，他的嘶吼声急促，带着一股难掩的愤怒。随着嘶吼声落下，松软的地面开始耸动。路远察觉到了异常，小心翼翼地后退了一步，一只接近腐烂的手猛地从地面上探出。路远的眼中瞳孔微缩，不止一只，数以百计的手臂破土而出，好像在抓些什么。这密密麻麻的手臂宛如稻田里随风飘摇的水稻，只是却充满了诡异的气息。这眼前一幕足以让人头皮发麻，汗毛倒竖。一具具死去的尸体此时又重新活了过来，争先恐后地爬出地面，朝着路远两人的方向爬去。这些死尸很快便将路远两人包围了起来，而路远却并不打算和这些死尸们多纠缠。此时的邪恶尸鬼首领仅剩的生命值不多，他完全没有必要再和面前的死尸们浪费时间。像这般召唤出的小怪，往往只需要击杀他们的召唤者，就足以解决这些小怪们。路远伸手在身前虚斩一刀，锋刃化作无形之刃，快速斩向了邪恶尸鬼首领。只要这一刀斩个严实，路远有自信将这尸鬼首领为数不多的生命值彻底清空。只是这首领 BOSS 有些出乎路远的意料，他并没有躲闪路远攻击的想法，而是伸出大手直接抓向了身旁的死尸，一把抓起两三具死尸，他便放入了口中咀嚼。一阵令人心酸的咬合声后，他的身上绿光大盛。在路远两人惊愕的眼神之中，这首领 BOSS 的生命值竟是直接回复了大半，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回复着。凯特的眼中越发绝望，这家伙怎么又满血了？第120章来人了！吼！响亮的嘶吼声从远处传来，费力解决了头目级变异尸鬼的一众玩家们神色各异，他们相互对视了一眼。什么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他们看向了一个方向，那里正是路远与邪恶尸鬼首领战斗的地方。他们自然能够想到，不久前路远才从这里走过。如果是他的话，几位玩家之中很快有心思灵巧之辈。前面的玩家好像遇上了怪物，一个战士说道：“我们要不要上去看看？”另一个战士有些迟疑道，但他们很快就沉默了。那远处传来的嘶吼声一看就不是普通的怪物，多半是什么 BOSS。 但若是路远已经在与这 BOSS 交手了的话，那么几人现在的上前似乎就有些不怀好意的感觉了。队伍里的弓箭手犹豫不决，这样不好吧？前面他也没有。他想到了前面的时候，他们一行人正在围杀 BOSS， 那位路过的玩家也只是看了他们一眼。那时候已经到了他们的关键时刻，尸鬼 BOSS 的生命值岌岌可危，而他们一行人又恰好没有了技能。只要那位法师打扮的玩家出手，哪怕是最普通的一个小火球术，都有大概率抢下这个 BOSS。 但好在那位法师玩家并没有选择出手，而是远离了他们，也让他们心底松了口气。现在如果那法师玩家是在迎战 BOSS 的话，他们现在过去岂不是有些不好？队伍里的其他玩家们也寂静无言，但是听着远处传来尸鬼的愤怒咆哮，终于有玩家还是忍不住动心了。队伍里的法师玩家眼咕噜一转，眼中金光闪过，我们还是上去看看吧，那兄弟一个人要是遭遇了难缠的怪物可就不好了。他这么一说，队伍里的其他玩家们也是纷纷赞同，说的没错，要是遇到 BOSS 什么的，看在前面的份上，我们也能帮衬一下。嘴上说着帮忙，但是实际的想法除了他们自己，恐怕就没有其他人知晓了。一个人有了想法，很快整个队伍也随之异动了。前面刚宰了一只头目级的尸鬼 BOSS， 队伍里的信心正足，
此时就算是一只首领级 BOSS 摆在他们的面前，恐怕他们也是会毫不犹豫地发起进攻吧。队伍里的弓箭手虽然有些犹豫，但是看着几位异动的队友，也只能心底暗叹一声，对那位陌生的法师玩家说声抱歉了。但与此同时，他的心中也有过一丝幻想，或许那位法师玩家根本就不是那 BOSS 的对手呢。到时候等着法师玩家死了，他们岂不是可以名正言顺地接手这个 BOSS 了？如果是那样，自然是最好。如果不是的话，那也不能怪他们了。野外就是如此的残酷。一行人很快摸索着上前。大矿山的外围，茉莉工作室的几位玩家此时也终于将附近的尸鬼给清理干净。这附近等待尸鬼刷新的玩家数量太多，以至于分摊下来，他们都有些无所事事。就在此时，胡婷婷又想到了先前所看见过的那道身影。真的是他吗？胡婷婷自己也有些不信。犹豫之际，她隐隐约约像是听到了什么一般，侧耳倾听。她睁大了双眼，你们听听，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声音？她怀疑是自己听错了，赶忙呼唤队友。队友几个听了一会，并未察觉出异常。不行，有点吵，听不太清楚。就在胡婷婷都以为是自己的幻听时，她再一次听到了一声嘶吼。这一次不只是她，几位仔细倾听的队员也听到了。我也听到了，好像是怪物的声音。快快快，好像有 BOSS， 要是能捡个便宜就好了。他们面色微喜，并未引起其他玩家们的注意，悄悄地朝着大矿山深处的方向摸去。他们的动作小心，谨慎地观察四周，提防着怪物的偷袭。但是让他们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他们这一路走来，却并未遭遇到怪物的袭击。另一边，陆远皱着眉头看着不远处的尸鬼首领。这尸鬼首领的难缠程度有些远超他的想象。他本以为2个技能应该就能将这家伙给秒了，但是他并没有想到，这尸鬼首领的回复能力会如此惊人。只是吞噬了2、3个尸鬼，生命值就已经回满了，简直不要太夸张。陆远甚至都已经能够想到了。那些玩家们兢兢业业地将这尸鬼首领打至残血。这尸鬼首领随意地吞噬了2个尸鬼，直接回复了几10万的生命值时，那些玩家们的绝望了。陆远的眼中冰冷杀意一闪而过，不过是几10万的生命值罢了。陆远就不信了，这家伙能一直回满。但是他不能及时再补上技能，因为身旁那些被尸鬼首领召唤而来的尸鬼们已经包围了过来。要想再补一个技能将这尸鬼首领击杀，陆远必须硬抗下周围尸鬼的攻击，这显然是不明智的。陆远得先处理了身旁的尸鬼们，这对他来说并不困难。周身气势一震，火焰瞬间蔓延开来，抗拒火环轰然爆发。那些尸鬼们在接触到这抗拒火环的瞬间，焦糊的难闻味一下子传开。这些尸鬼毕竟还太过弱小，根本就不足以承受陆远极为高额的伤害，在这抗拒火环的伤害下，瞬间被烧为了灰烬。陆远等待着技能的冷却时间。就在此时，他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异常。抬头看向远处时，他却看到了一队玩家正在朝着这里靠近。陆远的眉头皱起，事情似乎麻烦起来了。他一眼就认出了这几人，这几人正是先前为杀 BOSS 的那队人。那时候他们的情况恰好互换了一下，他们打 BOSS， 而陆远只是路过。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变成了陆远在开 BOSS， 而他们路过。陆远的视线落在了他们几人的身上时，紧皱的眉头丝毫没有伸展的意思，因为陆远能够察觉出来，这些人的到来似乎并未带有好心。第121章抢怪秒了。陆远刚清理了身旁的尸鬼，准备等个技能 CD 将这尸鬼首领直接秒杀。这尸鬼首领回复速度很快，那陆远直接将他秒了。不知道这家伙还能不能回满。只是陆远却还没有发起攻击时，已经有一个陌生的队伍加入了战场。陆远凝视着他们，心中戒心升起。这伙人正是他先前路过时所遇到的几个玩家。那时候他们正在围攻一个 BOSS， 陆远只是看了一眼，并没有选择上前插手。但是现在陆远正在独自迎战面前的尸鬼首领时，这些家伙却出现在了这里，其中深意不免让陆远多想。阅历无数的陆远在他们决定加入战场的时候，就已经猜出了这些人的想法。显然他们并没有感激陆远，甚至他们还对陆远的 BOSS 有了一点想法。陆远的眼中寒芒闪烁，陆远没有主动抢这些人的 BOSS， 这些人反而盯上了他的 BOSS。 哼，真是找死。陆远的心中本就深藏着一丝烦躁压抑的情绪，此时在察觉出几人的意图，眼中几乎按耐不住杀意。只是随行的凯特却并没有察觉陆远的想法，此时见到其他玩家赶来，面色大喜。毕竟眼前的尸鬼首领看起来完全不是陆远和他能够战胜的，有这些新来的玩家们的加入，也能多一分战胜这尸鬼首领的可能。是首领级 BOSS。 赶来的几位玩家心惊，在短暂的心惊后，
他们的脸上很快涌出了笑容。首领级 BOSS 的奖励可要比头目级 BOSS 爆出的奖励要好多了。他们眼中贪婪的光芒闪烁。队伍里的法师玩家提高了些音量：“兄弟，需不需要帮忙啊？我们看你们就2人，应对这首领级的 BOSS 肯定很吃力吧？没事，打不过的话，我们哥几个刚好有空，能帮你们一把。”说着，他们开始朝着路远、凯特2人的方向靠近。凯特不疑有他，连连点头：“好好好，英勇的冒险者们，我们协力一起战胜面前的尸鬼。”直到此时，赶来的几位玩家才看出他是个 NPC。队伍私聊里，我擦，这人怎么跟 NPC 混一起？不到啊，什么奇怪的搭配？管他的，先找机会将这 BOSS 拿下。至于那家伙，哼，只能希望他识抬举吧。我们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前面他也没有动手抢咱们的怪。就他一个人，他敢抢吗？敢抢咱们不弄死他？野外就是这样，反正又没什么人看到，抢下了又怎么样呢？几人飞快地讨论着，面上看起来时却十分和善，甚至还打算主动帮凯特分担尸鬼首领的攻击，倒是给凯特感动坏了。哪有这么良心的冒险者啊？简直是一群好人。他甚至能够看到这群人身上洋溢着骑士之魂的光辉。等接触到尸鬼首领的时候，打算接替这凯特的玩家脸色大变，难以置信地脱口而出：“45级的首领 BOSS！” 他眼睛瞪大，神色惊骇。他虽说早就有预感，这 BOSS 必然不会弱，但是这 BOSS 的强大还是让他有些超乎想象。不光是首领级 BOSS， 更是45级的首领级 BOSS 啊！等级要比他们高出了15级，那生命值比他们的命都长啊！让他来扛着首领 BOSS 的伤害，这不是亚于让小妖怪去把唐僧师徒做了，简直是天方夜谭。只瞬间看清这邪恶尸鬼首领的属性后，他的心中便生出了一股退意。他赶忙将这邪恶尸鬼首领属性的截图发到了队伍私聊之中。这打个屁啊！你们看看这属性，这是人能打的？卧槽！尼玛，这家伙隔着找死呢！怎么找上了这45级的首领级 BOSS？ 这打个锤子，我们这7个人怎么打？送死！几人的心底齐齐生出了撤退的想法。队伍里的法师玩家眼眸微眯，很快又想出了一个法子。等等，再等等，这可是45级的首领 BOSS， 难度越高，爆出的奖励才更丰厚吗？你们再拖一些时间，我找人来。我们或许没有实力去解决这 BOSS， 但是我想一些工会很乐意来接手。队伍里的几个成员一听，连连点头。而这位法师玩家也赶紧联系了起来。一番联系后，他面色难掩喜意。有了，有工会愿意接手了，还给我们开出了高价。有多高的价格？这一次就连队伍里的弓箭手也有些动摇了。这邪恶尸鬼首领的难度摆在这里，哪怕没有他们，那个法师玩家肯定也是没有办法战胜这 BOSS 的。反正也打不过，这 BOSS 不如给他们了。大不了这 BOSS 最后的奖励再分这法师玩家一些，就当是他最先发现的好处。这样想着，这弓箭手玩家的心里也安心了不少。1万 RMB 还可以让我们挑2件蓝装，45级的蓝装，别人都还没有见过45级的装备，咱们都已经预定2件了。期待，乖乖，阔绰呀！这是哪家工会啊？是，他们在私聊里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已经决定好了这 BOSS 的归属，丝毫没有过问路远的想法。路远眉头微挑，手中的法杖轻提起，他的心底杀意已经无比旺盛。路远从来都不是个温和善良的人，前世经历众多，若是温和善良，他也绝对走不到那绝灭大帝的面前。他的眼里只有变强，扭转前世的悲剧。那些他变强路上的绊脚石，一切试图阻拦他的，都将迎来他毫不留情的碾压。毫无疑问，眼前的这对玩家已经触怒了路远。他没有主动去掠夺别人 BOSS 的想法，但是别人却打算来抢夺他的 BOSS， 不狠狠地教训一段他们，给他们上一课。路远感觉都对不起自己手中的法杖，身旁的元素也似是感受到了路远的情绪波动，变得狂躁了起来。路远的技能冷却完毕了，他可以选择2个技能将眼前的首领 BOSS 给秒杀。他对技能的把控细致入微，他有自信这首领 BOSS 甚至连反应的时间都来不及就被秒杀。但是他并没有打算丢向 BOSS。 那队伍里的玩家们还没有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只感觉到后颈一股凉意袭来。此刻杀机凛然。第122章说完了，那就死吧。路远和凯特正对抗着邪恶尸鬼首领时，不远处却传来了玩家们的动静。路远先前所见的奈火玩家们竟是主动加入了路远所在的战场。他们虽然嘴上说着协助路远击杀 BOSS， 但是路远又何尝不知道他们心中所想。路远的眼眸满是冷意，心中早已把几人当作死人了。技能冷却完毕，他毫不犹豫地施展
连发火球。陆远的心底默念，元素不断的在身边汇聚，在极短的时间内，几颗火球便已经围绕在了他的身旁，静静的盘旋着。这看似平平无奇的火球之中，却暗含着恐怖的威势。每一颗火球都必然能够带走一人的生命。陆远余光瞥着众人，身旁的火球蓄势待发，他在等待一个时机，将几人全部团灭在这里的时机。同样迎战这45级尸鬼首领的玩家们叫苦不迭。好了没啊？我要顶不住了！身为坦克的那个玩家根本就不敢抗这尸鬼首领的伤害，这尸鬼首领的伤害爆发，绝对能够将他直接秒掉，而他就只能不断的躲避。但他本就笨重的身躯，又如何能像刺客那般灵活的躲闪呢？身披重甲的他，很快便感觉有些力不从心，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几个队友，强制伤害，强制伤害，那造成的伤害对于尸鬼首领来说，那简直比刮痧还刮痧呀！造成的伤害都是个位数，还没有一个能够造成一点更高伤害的。仅靠他们肯定是打不过这 BOSS 的。他所希望的是尽快的招来那工会的成员，让他们接手这 BOSS。快了！队友的回应让他稍微舒了口气，他只需要再坚持一会，应该就好了吧。但很快，他的心底传来不妙的预感。一回头，一团火球迎面飞来。卧槽！他神色惊慌，他很快惊愕地发现，这火球并不只有一团，而是5团，剩余的4团朝着他的另外4个队友飞了过去。噗！5声沉闷的响声，很快，烈火燃烧的爆鸣声与哀嚎声响起，但这声音也只出现了一瞬。他连同这4位队友，在这火球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被直接秒杀了，烧得灰都不剩了。队伍里仅存的2人，人都呆住了。他们看着齐刷刷按下去的队友头像，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是看到了冷着脸、眼中杀意凛然的陆远时，他们终于意识到了发生了何事。这陌生的法师玩家一下子将他们队伍里的5人给秒了，就这么直接给秒了。仅存的2位玩家，一个弓箭手，一个法师。此时看着远处射来冰冷视线的陆远，心中均是感到骇然。这人动手怎么招呼都不打一个？亏他们还说要协助他打 BOSS。法师玩家的眼眸晦暗，心底更是闪过一丝惊慌的想法。难不成他知道了我们的想法？怎么会？他们表现得很明显吗？但随即他的眼中狠意浮现，知道又如何？既然知道了，那么也别怪他们心狠手辣了。抓住那家伙的技能空档期，先把他秒了再说。只瞬间，这位法师玩家的心中便已经做出了决定。下一秒，他大声喊着弓箭手玩家一起上，先秒了他。他的法杖上很快凝聚出了一把冰霜长矛，这冰霜长矛脱离法杖，飞速射来。而那弓箭手玩家叹了口气，心中也终于不再挣扎了。他快速拔出箭筒里的箭矢，3根齐发，3连射。这冰霜长矛和3支箭矢一前一后飞出，快速的朝着陆远射去。直到现在，双方才终于撕破面皮，彻底刀剑相向。陆远的嘴角噙着一抹不屑，现在不想伪装了，已经晚了。就在陆远刚准备补个技能，将这剩余2人秒杀之时，他神色微凝，却是又听闻远处传来的细碎脚步。还有人，这些人居然还有帮手。陆远顿时感到了一丝棘手。要知道，陆远的身前不远处还有个45级的尸鬼首领虎视眈眈，若是这些赶来的帮手前后夹击，或许陆远还真有可能栽在这里。冰霜长矛带着几根迅捷的箭矢射来，陆远思索了一下，脚下斜斜踏出一步。这一步踏出，那3根白羽箭矢便失去了准心，越过陆远射向了身后的地面上。那冰霜长矛更是还未到达陆远的面前，就已经莫名其妙的开始融化起来。火焰星星将冰霜长矛融化，陆远开始反攻。虚空一滑，半透明的锋刃快速的斩下。这锋刃快准狠，在那法师玩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便已经抵达了他的身上。扑哧一声，锋刃十分干脆的直接斩落下了他的头颅，他的身躯倒下。一旁的弓箭手玩家心中大骇，这战斗爆发的太过突然，结束的也十分迅速。对方的战斗看起来赏心悦目，自己这边就已经死完了。真的是他，正义大佬！远处传来压抑不住的激动女声。胡婷婷难掩心中激动，朝着陆远这里不断招手。陆远疑惑地看了过去，他的眼眸中还带着并未散去的冷冽。胡婷婷被吓了一跳，再仔细看着周围的场景，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出现的好像不是时候啊！他看到了不远处的巨大恶心尸鬼，以及地上倒着的一堆化作灰烬的玩家尸体。他或许不太聪明，但是眼下的场景也让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杀人抢怪4字。看着地上倒一片的玩家们，以及那静立孤傲的人影，
谁抢谁还看不出来吗？他的脑海中很快便浮现出了一个想法：正义狂徒大佬他居然去抢别人的 boss 了。看到陆远看过来的危险目光后，他更是忍不住想到，自己等人算不算是自投罗网？这样想着，他停下前进的步伐，小小后退半步。他队伍里的几个玩家同样也确认了陆远的身份，还真是他！我靠，真是啊！他队伍里的玩家就没有想太多，毕竟曾与陆远一同下过副本，他们自认和这第一玩家也是有点交情的。此时看到眼前的场景，不仅没有畏惧，反而还将目标锁定了仅存下来的那个弓箭手玩家。陆远的目光落在他们的身上，直觉敏锐的他并没有从对方的身上察觉出什么恶意，因此原本紧捏在手上的技能也缓缓放松了些许。被所有人齐齐注视的弓箭手玩家自知难逃一死，面色扬怒：你好狠的心，我们哥几个好心帮你，你去对我们兄弟几个痛下杀手。陆远嘴角微翘，眼眸淡漠。说完了吗？说完了，那就死吧。第123章瞬秒 BOSS。 说完了吗？说完了，那就死吧。这是弓箭手玩家死亡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最后看见的场景是一颗在眼前不断放大的火球。至此，这暗怀鬼胎的队伍终于被陆远所全部秒杀。秒掉了他们，陆远的神色却没有多少动容。对他来说，这一切都如同吃饭喝水一般，他甚至都没有放在心上。将面前的玩家们解决，陆远的视线终于落在了赶来的胡婷婷等人的身上。陆远眉头微皱，很快便从这些之中辨认出一些熟悉的玩家，比如胡婷婷。她充满胶原蛋白的婴儿肥小脸，在陆远的记忆里还是留下了一点印象的。陆远很快便得知了，眼前的几个玩家正是那茉莉工作室的成员。想到那茉莉，陆远眼中光芒闪烁。两人有些时日没有联系了，这也很正常。陆远一开始找上这茉莉，也正是为了解决装备的出手。而在陆远找上了荣耀工会之后，陆远的交易自然更多的与荣耀工会完成。作为工作室的茉莉，一点点的淡入了他的视线。若不是再次见到这胡婷婷，陆远的道路或许早就和他渐行渐远了。思绪流转，陆远的面色也稍稍放松了些许。不管怎么说，双方也是共同下过一次副本，对双方有所了解了。陆远没有说话，茉莉工作室内的成员也安静了一些。眼前的正义狂徒大佬虽然带他们下过一次副本，但是貌似也是看在他们老板茉莉的份上。真要说交情，万一对方要是并不看重，那岂不是很尴尬？面对着身为第一玩家的陆远，他们也有些不知所措。眼前较为熟悉的第一玩家以及完全陌生的玩家群体，他们心中下意识更相信陆远。那个正义大佬，这个 boss 需要帮忙吗？队伍里的一个玩家小心翼翼道，又像是怕被陆远误会，他连忙解释道：我们没有抢你 boss 的打算，我们只是看正义大佬你会不会有些太吃力，一个人打这个 boss 的话。一旁的凯特，我是不是人啊？你说啊，我到底是不是人啊？只是此时的玩家们并没有人在意他。陆远审视的目光落在了他们的身上，审视良久，陆远摇了摇头，没事，我能对付。茉莉工作室的几位玩家对视了一眼，面露尴尬之色，看了一眼远处的巨大尸鬼，心中暗自腹诽，这 boss 可不简单啊，45级的首领 boss， 你能对付，这话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他们茉莉工作室的7人挑战过30级的头目级 boss， 对这 boss 的难度再清晰不过了。30级的头目级 boss， 那已经是常规玩家们奋力才能解决的目标了。45级的首领级 boss， 全方位的碾压了30级头目 boss， 他们都不知道一个人要如何战胜面前的这恐怖 boss， 以他们的攻击，怕是连这邪恶尸鬼首领的防御都破不了吧。要说30级的头目级 boss， 他们或许会相信面前的正义大佬能够独自解决，但是现在摆在众人面前的可是高达45级的首领 boss 啊，这和头目级 boss 就不是一个难度的。但是陆远既然这么说，他们也只能照做。前面那一伙玩家们的下场很清楚，整整一队的玩家在这正义大佬的面前却依旧没有还手之力，被轻易的秒杀。换作是他们的下场也是可想而知。他们或许会怀疑陆远无法战胜面前的45级首领 boss， 但是他们并不会怀疑陆远能够将他们全部团灭至此。胡婷婷犹豫了一下，还是选择了离开这里。他从陆远的眼神之中看出了浓浓的威胁之意。他有种预感，只要几人敢继续留在这里，这正义大佬是真的会无视先前的关系，将他们一一击杀。他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既然正义大佬能够应对，咱们就不多掺和了。他跟着队伍准备离开这里。队伍里私聊已经闹腾了起来，这正义狂徒也太装了吧，45级首领 boss， 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对付。我也觉得不太可能，估计就是怕咱们抢他的 boss 吧，真小气。等着喽，
说不定这大佬还真有方法击败这首领 BOSS 呢。扯淡！这45级首领 BOSS， 就连我也很难突破他的防御。他要是能杀了这首领 BOSS， 我当场将这法杖吞了。我也不信。私聊内，胡婷婷一言不发。虽然他的心底也感觉陆远是不想让他们来接触这首领 BOSS， 怕他们抢，但是另一个声音告诉他，或许那大佬真的有可能解决这 BOSS。他的记忆之中，这位大佬可是能够以一己之力带他们一整个队伍通关地狱级副本的玩家啊！对付那曾经无比困难的猎狗 BOSS 的时候，也是轻描淡写的2-3个技能秒杀。说不定眼前的这个 BOSS 也是一样。他的心中任由这么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还没有离开多远，一声压抑着愤怒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紧接着便是轰然倒塌的声音。听到这声音的时候，他们几人还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再回头的时候，他们便看到了正在缓缓倒下的邪恶尸鬼首领。他们眼中错愕分明，只是短短几秒的时间，这邪恶尸鬼首领居然就死了。这邪恶尸鬼首领的头上血条已然清空，他砸落在地上，仿佛石雕般破碎，绚丽光彩的装备散落了一地。几人的心底涌出一丝荒谬的感觉。要知道他们分明记得离开的时候，那邪恶尸鬼首领还是接近满血啊。这才多久的时间，这正义狂徒大佬就已经将这45级的首领 BOSS 给秒了。他究竟是用的何种方法？胡婷婷感觉有些难以想象，他的大脑只感觉脑容量都不够了。他们这离开的时间也不过释放几个技能吧，这几个技能的功夫就把这45级的尸鬼首领给秒了。茉莉工作室的几人甚至都想象不到，这伤害该是何等的爆炸啊！这真的是现在玩家能够达到的伤害吗？一位玩家说出了其余几人的心中疑惑。第124章，工会来人。只是一个转身的功夫，在胡婷婷等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身后就已经传来了尸鬼首领死亡的哀嚎。陆远竟是已经将这尸鬼首领给秒杀了，速度之快令人心惊。胡婷婷回头时，恰好看到了这尸鬼首领豪华大爆的场景，绚丽的紫金器散落着，他的眼底不自觉流露出一丝羡慕之色。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这丑陋尸鬼可是等级高达45级的首领 BOSS 啊，居然就如此轻易的被面前的这位第一玩家给秒杀了。若不是已经亲眼所见过几次，他恐怕还真难想象，怎么会有人爆发出如此恐怖的伤害呢？那些掉落的45级紫金器，他也只是看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虽然他的心底也有些好奇，这高达45级的紫金器会是何等恐怖的属性，但是他知道那紫金器不是他能染指的。最后看了一眼陆远深红色的名字，胡婷婷咽了咽口水，赶紧跟着队伍离开了这里。队伍里的几位玩家此时也知道陆远红名带来的诱惑会有多大。陆远刚刚主动攻击，击杀了一整个队伍的玩家，他现在的仇恨值之高令人发指。只要他死亡，极大概率掉落身上装备，不管是他身上的高级装备，刚刚击杀这邪恶尸鬼首领所爆出的装备也有极大的概率爆出。要知道陆远还在诸多榜单上名列前茅，几乎可以说是诸多玩家所公认的第一玩家了。若是能将红名的陆远给爆了，不仅可以获得陆远身上的强大装备，更是有一下子扬名立万的可能。击杀第一玩家，这诱惑可不小。但是茉莉工作室的几位玩家却并没有多动心。击杀陆远的奖励是很丰厚，但是也要有命去拿啊。茉莉工作室里的几人在见识到了陆远夸张的伤害后，心中哪里还敢有这种想法？他们也不好意思再一直跟着陆远，毕竟陆远此时红名，他们一直跟着人家，很难不让陆远心中有所怀疑。因此茉莉工作室的几人没考虑更多，飞快地转身离开这里，生怕跑得慢了被陆远误会，顺手也给宰了。陆远只是静静地站着，目送着他们离开。他心中暗自点头，这茉莉工作室的玩家还算懂事，若是这群人执意要跟在自己的身旁，陆远很难不怀疑他们是不是有所图谋。识趣的离开了自然是最好，也省得陆远多费口舌。他看向了一旁呆站着的凯特，微挑了挑下巴，示意继续前进。凯特眼中满是呆滞，一下子遭遇了如此多的变故，他的大脑都有些宕机了。最开始时，面对着这邪恶尸鬼首领以及手下的围攻，他还以为自己两人就要死在这里了。看到了其他冒险者的协助，他刚松了口气，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陆远就已经暴起杀人，十分干脆的几个技能将前来协助的冒险者们全部秒了。凯特脑瓜子嗡嗡的，对方好心来帮忙，你怎么直接给人杀了？陆远杀戮的速度很快，凯特一句话没说，那些冒险者们就已经死完了。那杀意凛然的模样都让凯特有些心慌，这来帮自己完成任务的陆远不会顺手将自己也给宰了吧？虽然他巅峰时期曾是3转60级的银月骑士，
但是他算是看出来了，自己绝对不会是这陆远的对手。作为骑士的直觉，他能感受到来自陆远身上那股不经意间散发出的恐怖气息。这绝对不是一个30级的初级法师所能够散发出的气势，比他曾见过的最强大的魔法师都不遑多让。凯特哪里还敢多说什么？他都怕陆远杀红眼了，顺手一个技能将他也给秒了。好在陆远并没有如此，转手2个技能丢在了邪恶尸鬼首领的身上。凯特眼睁睁地看着这邪恶尸鬼首领承受了陆远的2个技能，然后就死了。哪怕是他鼎盛时期，也做不到如此轻松惬意的秒杀。看着这尸鬼首领的尸体，凯特看着陆远的眼神惊诧，仿佛是第一次见到他一般。凯特知道这冒险者的实力很强，远不止表面上所展露出的30级初级法师那般，但是他没有想到居然会强大到如此程度，就连这般强大的尸鬼首领也倒在了他的手中。想到这里，凯特的心底重新扬起了一抹希望，或许他们真的有机会替多年前的战友们报仇。眼前浮现出一幕幕昔日的场景，凯特的身躯一点点地充满了力量。在望向那大矿山时，他的眼底已经少了一分畏惧，多了一分狠厉。胡婷婷等茉莉工作室的玩家们离开得很快，哪怕不能跟着陆远，他们也没办法在那里久留。那里的怪物可都是接近40级，甚至还有不少是40加级的精英怪、头目怪，那可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了。随着他们远离大矿山，身旁怪物们的等级也在不断的降低，远处逐渐出现了玩家们的身影。直到此时，他们的心底才终于松了口气。呼，吓死了！队伍里的一位玩家长舒了口气，一屁股瘫坐在地上。那正义大佬的眼神，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打算将我们也一起干掉。胡婷婷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不会吧，怎么说，咱们的茉莉姐也和他有点关系，应该不至于顺手将我们也杀了吧。他的语气越来越低，到最后他自己都没有信心了。应该不会吧，我倒是觉得正义大佬的人挺好的。队伍里的一个玩家犹豫着说道，我看好像是那对玩家打算抢正义大佬的 BOSS， 所以才……他们毕竟也没有看到事情的全过程，只能自己猜测。猜测还没有结论，远处却传来了大片的脚步声。茉莉工作室的几位玩家一愣，连忙看向了远处。看清了远处领头的玩家后，几位茉莉工作室的玩家神色更为诧异。是他？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还带这么多人？他们想干嘛？他们不会打算包场吧？操！真是不给我们散人玩家们一点活路啊！但是让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成群的工会玩家们无视了他们，径直地朝着深入大矿山的方向赶去。茉莉工作室内，一个玩家突然想到了什么，他们不会是打算……第125章荒野猎人寻迹误会。茉莉工作室等玩家刚离开大矿山，就看到了大量的工会玩家们正在匆匆赶来。就在几人还在疑惑之际，却看到了这些工会玩家们齐齐赶往大矿山深处。他们的目标不会是正义大佬吧？茉莉工作室的一位玩家皱着眉头猜测道：不会吧，那么多人出动就为了正义大佬？没理由啊！正义大佬难不成与他们有什么矛盾？不到啊！胡婷婷此时秀眉微蹙，下意识地鼓起了嘴，肥肥的小脸让人忍不住想捏一把。不行，我们得提醒一下大佬，不管是不是冲着正义狂徒所去的，胡婷婷都觉得还是应该先告诉正义大佬再说。但是她很快发现了比较尴尬的一点，他们没有陆远的好友喂，走过去提醒，那肯定是来不及了。胡婷婷也不傻，很快眼神便亮了起来。我想到了，我们还有茉莉姐啊，茉莉姐肯定有她的好友。她很快便联系上了茉莉。茉莉此时正和其他几位工作室的成员下副本，收到了婷婷的消息后，她也没有犹豫，点开好友栏，找到正义狂徒，将消息原封不动地传递过去。此时正在前往大矿山深处路上的陆远也收到了他发来的私信，看了一眼，陆远微微皱眉，他的脑海中很快闪过一系列想法，一个个的可能在他的脑海中出现，再被他排除。联系到先前被他所杀的那对玩家，陆远的心中了然。哼，果然如此。陆远轻叹一声，和他所想象的无二般。那对玩家前来帮他，果然是没有安什么好心。如果陆远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将自己以及那首领 BOSS 的坐标告诉给了其他工会的玩家。首领级 BOSS 的稀有程度不言而喻，因此那工会才会派出大量的成员前来这里，意图赫然就是打算抢夺陆远的首领 BOSS。如果顺手的话，估计还会将陆远也给宰了。这样的经历，陆远已经遇到过无数次了。只是这些工会玩家并不知道，陆远已经将那首领 BOSS 给快速击杀了。他们原想象不到陆远的伤害会如此爆炸，他们的赶来注定是无功而返。似是想到了什么，陆远眼中一缕金光闪过，或许他还可以这样。成群的玩家们很快便来到了坐标点，
看了一眼四周空空如也的场景，根本就没有什么首领 BOSS 的身影。为首的玩家脸色阴晴不定，如果陆远在这里的话，定是会有些惊诧，因为为首的玩家不是谁，正是陆远的一位老熟人黄巢战天。曾与陆远有过几次冲突，但是随着陆远等级提升后，这黄巢战天便销声匿迹了不少。陆远并不知道，这黄巢战天已经来到了朝阳城发展工会。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风洛城虽大，但是傲视、荣耀两大工会盘踞着。黄巢战天心中知晓，若是继续在这风洛城内，工会的发展速度将会在两大工会打压下变得艰难。所以他意识到问题后，便早早地带着整个工会将重心转移到了人族的主城之一朝阳城。这朝阳城内并没有和荣耀、傲视一般强大的工会，因此他们黄巢工会的发展还算不错，人数规模也从最开始的数百发展到了现在的2000多人。而这一次黄巢战天也是收到了消息，这大矿山内又发现了一只首领 BOSS。 在得知此消息后，黄巢战天几乎没有过多犹豫，便大手一挥，全军出击。击杀一只首领 BOSS 能够带来不少高额经验、强大装备，甚至是工会的凝聚力。这野外的稀有 BOSS 几乎是人人争抢的存在，而黄巢战天自然也不打算放过。只是他已经带领着黄巢工会的玩家们来到了这里，却没有看见那几位玩家所说的首领 BOSS。 正当黄巢战天心中有些恼怒，会不会是那几位玩家放出的假消息时，身旁一位黄巢工会的玩家上前：“天哥，这里好像发生过战斗的痕迹。”这位玩家头顶着一念星海的名字，面色凝重地打量着附近。星海，你有什么发现？换作是其他玩家，黄巢战天也不会多注意，但是身旁这一念星海不同，这是他黄巢工会里屈指可数的隐藏职业。隐藏职业荒野猎人。一念星海已经施展了技能勘测，他的眼前世界变得灰白起来。众玩家在他的眼中也很快各不相同，战士们身上散发出微弱的黄光，法师们身上闪烁着各色法术的微光。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地上。一念星海看着地上，眼神不由得流露出了一丝惊骇。这地面看似平平无奇，但是在他的眼中却截然不同。地面上赤红一片，绵延近100米，偏远一点的地方则是诡异的幽绿色。毫无疑问，这里发生过一场大战，而地上的红绿色也正是那首领 BOSS 所留下来的痕迹。虽然或许可能被刷新的环境所遮掩了，但是逃不过他的勘测。他看向了一个方向，心中已经了然。这首领 BOSS 还挺聪明，似乎是察觉到了他们的到来，居然逃了。天哥，他很快和黄巢战天诉说了自己的发现。逃了？黄巢战天诧异道，这和他所想的有所不同。他不是没有见过 BOSS 逃走，但那都是 BOSS 们残血的时候才有可能如此。这首领 BOSS 怎么会如此轻易就逃了？但是很快他眼神冰冷，想跑？没那么容易，给我追！他冷冷道。他黄巢工会倾巢而出，又怎么会愿意空手而归？他黄巢工会可是有善于追踪的隐藏职业，这首领 BOSS 怎么可能从他们工会的手中逃脱？是。一念星海用力点头，他指着陆远所离开的方向，神情笃定。就是这个方向，我能感觉到那家伙并没有走远。他丝毫没有半点怀疑自己的判断。他并不知道那首领级的尸鬼 BOSS 已经被陆远所斩杀，而他所误以为的首领 BOSS 其实正是陆远。一时间，黄巢工会的大波人马逐渐朝着陆远围拢，无形的危机逼近。第126章，深入大矿山。你进入了探索地图大矿山，当前探索度45%。陆远的眼前系统提示跳出，他已经深入了这大矿山内。大矿山表面上看起来与常规的山脉并无二般，但是它内里却另有乾坤。顺着入口进入，随处可见堆积成小山状的矿石，腐朽的矿车倒在一旁，一股难闻的焦油气味弥漫在这矿山附近。进入这大矿山深处，一股压抑绝望的沉重氛围在两人的心底升起。陆远还好，他漫长的岁月里经历过不知多少次绝境，他也曾绝望过，但是他依旧坚持下来了。因此这矿山的压抑绝望并不能影响到他，他依旧仔细谨慎地扫视着周围环境。随着他逐渐深入这大矿山内，周围怪物的难度也是呈直线上升。陆远脸色沉着，不断地在脑海中模拟着与这矿山深处最终 BOSS 的交战。从前世的记忆之中浏览，陆远早就已经记起了这大矿山的故事背景。这里确实是一座矿山，而且内含着规模极大的矿脉，而且里面不少稀有矿石的价格都十分高昂，吸引了不计其数的人们前来这里挖矿。但是不知为何，这里变了，不断有矿工失踪，丑陋而又强大的尸鬼霸占了这里。渐渐的，
这大矿山也没落了下来。哪怕这里的矿产资源惊人，也依旧没有多少矿工敢冒着死亡的风险前往这里采矿了。最近的朝阳城也曾派出过城内的守军前来这大矿山调查，但是结果可想而知，就连人族强大的银月骑士团都在这里栽了不小的跟斗，更何况他们。久而久之，这大矿山也越发荒凉起来，尸鬼们彻底霸占了这里，成为了这里的一霸。不过这一切直到玩家们的到来才终于改善了。第4天灾的威力可不会跟你开玩笑，随着玩家们等级装备的提升，这大矿山可是吸引了数量恐怖的玩家们前来。怪物多，经验多，奖励多，玩家们一个个前赴后继的蜂拥赶来。至于对尸鬼的恐怖，不存在的。等到玩家们的平均等级提升到了3转60级后，这大矿山的危机才终于彻底被玩家们所解决，令 NPC 们束手无策的危机荡然无存。而路远自然也不会忘记这大矿山。大矿山的难度分布呈阶梯状，十分明显。最外围的怪物30级就已经是顶点了，但是深入外围，玩家们会逐渐遭遇到30级至50级的怪物，而这大矿山的最深处则全是50级之上的怪物。路远此行的目标便是这大矿山之中最为恐怖致命的存在，大矿山之中唯一的领主级 BOSS。 领主级 BOSS 的强大，路远心底早就有所预料，那是一整个区域的领主，旗下掌控着数以万计乃至10万计的怪物。这般恐怖的 BOSS 放在前世，也是等玩家们的数量达到数万，平均等级60级以上，方有一丝战胜的可能。就连路远此时战胜这领主 BOSS 的把握也不高，自信些的话，把握当有3成，这已经足够了。60级领主级的奖励绝对值得路远去尝试。前面击杀45级首领级 BOSS 所获得的经验极高，都让他直接升了2级。这60级领主级 BOSS 若是能击杀，这夸张的等级差距恐怕能让路远的等级直接提升4、5级。而路远此时的等级在不断的清理怪物之下，也已经提升到了34级 58%， 距离2转40级也仅仅只有5级半的经验了。在这大矿山内，路远感觉自己要是努力，或许应该就能升到40级了。正在心底思索着的路远并没有察觉到已经靠近的危险。另一边，皇朝公会的玩家们也已经来到了这矿山入口，望着眼前巍峨山岳、巨大深邃的入口，皇朝公会的玩家们有些犹豫了。他们已经相当深入这大矿山了，再继续深入下去，要是遭遇到其他的怪物，队伍恐怕会损失惨重。天哥，咱还进去吗？看那边的怪物，45级精英怪来都来了，要不那首领怪要不算了吧。皇朝战天此时听闻身旁手下的碎语，心底也迟疑了起来。不是其他，面前这入口给他带来了一股阴冷的感觉，若有若无的威胁从入口内传来。皇朝战天犹豫不决，究竟还要不要继续进入其中？为了一个首领级 BOSS， 首领级 BOSS 固然好，但是要是打不过，那不是太尴尬了吗？倒不如在旁边清理清理这些精英怪、头目怪。皇朝战天对于自己的皇朝公会还是有些自信的，首领级 BOSS 不一定能战胜，但是清理这些精英怪、头目怪，他们皇朝公会还是可以手到擒来的。只是一旁猎人的话语很快改变了他的主意，坚定了他的念头。一念心海眼中喜色浮现，天哥就在里面。皇朝战天重新振作起来，大手一挥，冲！这首领级 BOSS 的奖励丰厚，要是能杀了这 BOSS， 大家都有奖金。有奖金的激励，公会内的玩家们态度也随之变得激昂起来，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一般，嗷嗷叫唤，恨不得立马将那首领 BOSS 给宰了。他们很快一窝蜂涌入了这入口内。大矿山的入口很大，他们进入其中后，也很快看到了先前路远所看见的场景，一副荒废的模样，漆黑的矿壁，众人只感觉心底一阵压抑。我怎么感觉冷飕飕的？这里不会真有什么脏东西吧？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怎么感觉哪里有双眼睛正在盯着我？停，别玄乎了，我倒要看看这里有什么怪物。也有的玩家强压心底的慌乱，为自己壮胆。一念星海的视线落在了一旁的地上，勘测的技能让他察觉到了一丝异常。这里怎么会有人来过？而且痕迹不多，人数很少，谁敢独自来这大矿山之中？他的心底有些疑惑，刚准备和一旁的皇朝战天讲述自己的发现时，他却猛然地抬头看向了一处，堆积成山的矿堆之上亮起了一对对猩红的眼眸。小心！第127章，矿山地震，恐怖存在，小心！一念星海看到了矿堆上冒出的怪物，连忙提醒道。皇朝公会的玩家们也很快察觉到了这些怪物。皇朝战天神色不变，指挥着公会成员们抵抗。在直面这些怪物的时候，玩家们顿时感觉压力巨大，嘴里骂骂咧咧着：操，
50级的红眼尸鬼，这属性真恐怖啊！顶不住啊，再来个坦帮忙啊！奶妈呢？奶一口啊！孩子要死了。但还好，这些怪物的等级虽高，属性虽强，但是数量并不算多，也就10几只的样子，在上千人的皇朝公会的面前，并不算难以应对。这些50级的红眼尸鬼，只是给皇朝公会们造成了短暂的骚动。在皇朝公会的成员们反应过来后，配合逐渐密切之下，这些红眼尸鬼很快便在玩家们的围攻下一一死亡。直到此时，皇朝公会的玩家们才终于松了口气，只是一念星海的神情有些疑惑，这些怪物怎么会攻击我们？他自然是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在他的勘测下，这里似乎前面也有人来过，但是他并没有察觉到那人和这些怪物战斗过的痕迹。奇怪，真奇怪！还没等他们喘口气，身后的矿堆之中却是又耸动了起来，矿石滚落，一只手从中钻出，还有怪物。直到此时，就算是皇朝战天也是感觉到了一丝古怪，怎么前面一直没怪出现，他们一到这里，怪物就接二连三的出现了。他心中不疑有他，只能继续指挥工会成员们抵抗。皇朝战天并没有注意，数十米远外的矿堆上静静立着一人，在这昏暗的环境内，路远相隔数远，远远望着这些皇朝公会的成员，在刚进入时就已经被路远察觉到了。让路远也有些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在这些玩家之中看到了个熟人。皇朝战天，这家伙居然会出现在这里，这是有些出乎路远的意料的。特别是看到这皇朝战天身后数量不少的玩家们，路远的眼中光芒更甚。看起来这皇朝战天的发展不错呀。路远自然不会忘记这皇朝战天不久前对自己的态度，这皇朝公会早已被他纳入了敌人的列表。虽然路远并未真正在意这皇朝公会，但是这皇朝公会既然已经主动来到了他的身前，那么他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狠狠的一脚碾压过去。这些皇朝公会的玩家数量不少，路远若是就这么单枪匹马的上去了，哪怕是他在诸多玩家的围攻下，也大概率饮恨当场。因此路远肯定是要谋划一番。他也是有些没有想到，这些皇朝公会居然会出现在这里，也真是奇怪了，总不能是为了他而来的。路远神色难绷，心想自己和这皇朝的矛盾这么大，让皇朝战天出动了上千人，就为了杀自己一人，这家伙是不是闲的？但不论如何，既然他们出现在了这里，那么路远也没有放过他们的意思。而前面的两波怪物正是路远所特意引出，为的就是试探一下这皇朝公会成员们的实力。现在看来，这些皇朝公会的成员还是有些实力的。路远的眸光深邃，带着一抹令人心悸的黑暗。或许面前这些50级的普通怪物没有办法对这皇朝公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他呢？下一秒，整个大矿山都为之轻颤了起来，矿壁碎石簌簌落下，地动山摇。还在和那些矿山内的尸鬼们厮杀的皇朝公会成员们仰头望去，他们所在的这大矿山竟然开始剧烈的摇晃了起来，一股凶煞之气瞬间弥漫开来。皇朝公会的成员们面面相觑，任谁也能察觉出此时的异常，就好像有什么大凶之物出事了一般。皇朝战天的脸色急剧变化，他没有想到会产生如此大的动静。此时他的心底依旧疑惑不已，我们追的不是首领级 BOSS 吗？什么时候首领级 BOSS 也有这般威势？他不是没有随同攻略过首领级 BOSS， 但是哪里会闹出现在这般的大动静？他的身旁一念星海则是疯狂地吞咽口水，他艰难地仰着头看着漆黑的矿壁顶，他并没有察觉到那熟悉的红色痕迹，入目的是几乎要遮蔽整个矿洞壁，将他们上千皇朝成员们淹没的，仿佛代表着死亡的惨绿。直到此时，他的心中才终于有些醒悟，或许他们前面追击的并非是真正的首领 BOSS， 而眼下他们所唤醒的才有可能是真正的首领 BOSS。 皇朝公会的成员们呆立着，反应过来的他们纷纷靠近了矿堆，躲避着岩壁上砸落的碎石，有的碎石巴掌大小，但也有的碎石却达到了几米大小，跟个小车一样。被砸中的玩家直接被秒。这些皇朝公会的玩家们还没有见到 BOSS 的面，就已经有数十位玩家死在了这碎石的混乱之中。别慌，别慌，听我指挥！皇朝战天竭力嘶吼着，乱作一团的队伍一点点地恢复秩序。他们很快意识到，毕竟是在神域之中。这样想着，越来越多的玩家冷静了下来。远处的路远悄无声息，仿佛幽灵一般俯视着他们。本来还不想主动去找你们麻烦的，但是你们既然送上门来了，那么也就别怪我了。路远眼中的寒光锋利，确实是送上门来了。路远都想不到，这些家伙们居然进入了这里。要知道，
这里已经算是深入大矿山中了，不仅有着各种特殊尸鬼，更是有着不少特殊怪物。更加致命的是，它的存在。想到那个可怕的身影，陆远的心中也是一沉。陆远自己仅有30%的把握战胜那家伙，但是陆远可以肯定，面前的皇朝公会玩家们，在那怪物的面前十死无生。大矿山外围，胡婷婷等茉莉工作室的玩家们还没有离开，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皇朝公会的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消失在他们眼前，朝着深入大矿山的方向进入。就在几人都在闲聊探讨之时，他们却猛然感受到了那股由远及近的震动感。虽然轻微，但是在场的玩家们都察觉到了。发生了什么？地震了？什么回事？有谁知道吗？而茉莉工作室的几人对视一眼，均能看出对方眼中的惊骇。他们不会忘记，那上千人的皇朝公会才刚进入其中，前脚踏入其中，这还没多久就震了。要说两者没有关系，他们心中可半点不信。胡婷婷怯声道：“这地震不会是他们战斗引起的动静吧？”队伍死寂。若这震动真是战斗所引起的，他们甚至都无法想象，这些皇朝公会的玩家们所遭遇的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存在。第128章千足尸鬼领主。大矿山内，皇朝公会的成员们难掩面上惊骇之色，他们仰头望着出现在他们身前的庞然巨物，那是攀附在矿壁上的一团巨大黑影。那黑影一点点地暴露在了玩家们的视线中，恐怖悚然的身躯让场上的玩家们心底发毛，寒意从脚底直达天灵。那黑影的身躯庞大，竟是由无数的人类尸块拼凑而成，密密麻麻的人手深深嵌入了矿壁洞顶，构成了怪物的千足。这家伙看起来就像是只巨型的蜈蚣，只不过在玩家们的眼中，它要远比巨型蜈蚣要瘆人多了。皇朝公会的成员们有的吓得腿都软了，声音颤抖着：“这到底是什么怪物？”队伍里不少的女玩家们看到这怪物如此恶心的模样，更是捂着嘴一阵干呕。这怪物甚至都不需要攻击，仅仅只是外形就已经能够引起玩家们的生理不适了。此时的皇朝公会玩家们一如无头苍蝇般骚乱起来，他们还是第一次直面如此恐怖的怪物，极度的恐惧战栗之下，他们只能绝望地望着眼前的 BOSS， 手足无措。千足尸鬼领主，领主级 BOSS， 等级60，攻击17500至18000，防御2万，生命值500，00000500，0000，技能噬魂，缝合，瘟疫传染。评价：由千万尸鬼缝合而成，诞生了自我意识的恐惧之主。这哪里是他们所想象的首领级 BOSS， 这分明是更为强大的领主级 BOSS。 首领级 BOSS 和领主级 BOSS 仅有一念之差，但是实力确实几乎天差地别。看着这 BOSS 几乎碾压一切的高额属性，皇朝战天此时也有些绝望了。18000的攻击，2万的防御，这还不是最绝望的，最绝望的是他那高达500万的生命值，那血条厚的怕是站着让玩家们打，恐怕他们皇朝公会的玩家们也打不过吧。皇朝战天的心底几乎要将先前那些玩家们骂了个狗血喷头了。 TNND 乱报什么假情报啊？首领级 BOSS 和领主级 BOSS 分不清，这可真是要将他们皇朝公会给害死了。撤！别打，我们打不过的。皇朝战天大声喊着，呼唤着公会内的成员们。望着面前如此恐怖的领主级 BOSS， 皇朝战天的心中生不出一丝战意。哪怕是首领级 BOSS， 他带着手下数千玩家，或许还有一战的机会，但是面对的是这上万攻击、上百万生命值的领主级 BOSS， 皇朝战天此时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跑！他这次可是带着公会成员们倾巢而出，要是公会的成员们全部栽在了这里，这对整个皇朝公会来说都是不小的损失。经验、装备、道具，想到这里，皇朝战天的心底更是恼怒，将这领主级 BOSS 的出现怪罪在那几个假传消息的玩家身上。若不是他们将领主级 BOSS 错认成首领级 BOSS， 自己一行人也不会兴冲冲的赶来，然后撞上这领主级 BOSS， 损伤惨重。那领主级的千足尸鬼领主已经将目标盯上了皇朝公会的他们。轰！一声巨响，那繁多人体拼凑成蜈蚣状的千足尸鬼领主悍然发起了攻击，数十米长的身躯半截砸落在地上，掀起地面巨震，飞沙走石。被砸中的皇朝公会玩家们自然没有其他的结局，结局赫然只有一个：死。皇朝公会的玩家们并没有过多犹豫，强压着心底的畏惧，一行人就准备赶紧撤离。撤离的时候，一念星海的脸上却是有些疑惑，他分明感受到这领主级 BOSS 的身上有些不同寻常，和他前面勘测到的首领级 BOSS 似乎并不一样啊。没等他思考多久，黑影在他的面前放大，一念星海的眼中惊恐，
那千足尸鬼领主居然从这数千玩家之中精准地挑上了他。看着那足以让密恐症患者原地去世的恐怖尸鬼领主，这恐怖尸鬼领主的身躯蠕动，数以千计的惨白人手仿佛浪潮一般波动，一念心海艰难地吞咽下口水，下一秒他就直接被淹没在了尸潮之中。像他一般的玩家不在少数，这千足尸鬼领主的攻击如浪潮一般涌来，几十位玩家被密密麻麻的惨白人手给塞入了他的体内。只听闻令人毛骨悚然的啃食声后，一道道白光闪烁着，玩家们在快速不断的死亡。这皇朝公会的玩家们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衰减着，有的玩家终于从恐惧中缓解过来，鼓起勇气朝着这千足尸鬼领主发起了攻击。弓箭手的箭矢，法师的火球冰锥，战士的劈砍，纷纷落在了这千足尸鬼领主的身上，但是造成的伤害却是让这些玩家们心头一颤。强制伤害，强制伤害，众玩家们的神色苦闷，他们本就知道的，以这领主 BOSS 高达上万的防御，他们的攻击根本就没有可能破防。众玩家们的眼中终于绝望了，这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战胜的，几百万的生命值，我们根本不可能赢的，我们都死定了，这还打个棒棒锤啊！在见识到了双方的实力差距后，皇朝公会剩余的玩家们终于不再犹豫，选择了跑路。这尸鬼领主打不过，他们还跑不过吗？最先反应过来，掉头就跑的皇朝公会成员，此时距离进来的入口已经仅仅只有几米的距离了。他的脸上一抹劫后余生的庆幸刚刚闪过，还没等这抹笑容扩大，他的眼前竟是又浮现出了一道黑影。那黑影正好挡在了他离开的方向上。他的心中还在疑惑这莫名其妙出现的黑影究竟是谁的时候，他的眼前绽放出了明亮的火光，火球砸在了他的身上，爆炸的威力将他瞬间秒杀，他的身躯被砸飞数米远，化作了一具焦尸。251000秒杀。而拦在入口处的正是陆远。在察觉到这皇朝公会成员们的进入后，陆远很快便躲了起来。不管是皇朝公会先前遭遇的2波怪物，还是现在大肆屠戮的千足尸鬼领主，都是陆远的手笔，为的就是将这皇朝公会一举团灭在这里。看着慌乱朝着入口这里逃来的皇朝公会成员们，陆远活动了一下手腕，眼中是难以察觉的冷厉。现在是他的时间了。第129章，陆远，闹够了没有？皇朝战天带着皇朝公会的几千位成员深入了大矿山之中，只是没等他找到那情报之中的首领 BOSS， 他们却率先遭到了红眼尸鬼等怪物的袭击。而在费力解决完了这2波怪物的袭击后，更为强大的恐怖降临了。千足尸鬼领主远不是他们所以为的首领 BOSS， 而是更为强大也更为恐怖的领主 BOSS。 这千足尸鬼领主的几个冲杀，皇朝公会的数千成员就已经减员了将近1/3，而他们对尸鬼领主所造成的伤害却还不到 0.1%。 皇朝战天也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都不用他催，公会里的成员们就已经开始四散逃离了。在昏暗的环境下逃亡，眼看着就要从进来的入口逃离这里的时候，皇朝战天却猛然停下了脚步。他分明看见那代表着希望散发出光明的入口此时正站着一道黑影。他身前有几位玩家不以为然的打算冲出去，但却被那黑影释放出的技能给秒杀了。看着倒地化作白光消失的公会成员们，皇朝战天的心中警觉起来了。仔细辨认，皇朝战天微微眯起了眼睛，眼底有些难以置信。眼前黑影的轮廓不断的与记忆之中的一人重叠，他有些咬牙切齿的低吼出了那个名字：正义狂徒。又是他，这家伙怎么那么阴魂不散啊！皇朝战天在心底怒吼着，他带着皇朝公会从风洛城离开，一方面是为了避开荣耀傲视的锋芒，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家伙，皇朝战天深知在神域初期升级的重要性。不断的争斗，若是成功还好，但是要是失败，只会不断拉大玩家们之中的差距。什么？怕了这家伙？胡扯！他皇朝公会倾囊而出，这家伙岂有存活的道理？那完全是他不屑与这家伙争斗，毕竟浪费的都是他皇朝公会发展的黄金时机。看，仅仅只是离开了风洛城几天的功夫，他皇朝公会便发展迅速，这正说明了他的计划之正确。但是皇朝战天没有想到，他都已经到了这朝阳城了，这正义狂徒居然还阴魂不散。这家伙是属什么的？怎么在这里都能看到他？皇朝战天的心中惊愕不已，但是回过神来之后，皇朝战天的眼底闪过一丝狠毒。好，正义狂徒，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硬闯。本想再让公会发展，再去好好的教训一下这家伙的，但是
既然这正义狂徒送上门来了，那么焉有放过的道理？黄巢战天的心中很快一喜，他扫了一眼身旁几十位玩家站着，心中很快底气十足。去，把他给我宰了！黄巢战天冷声道。是。黄巢公会的成员们眼看着就要逃离这里了，看到拦在路上的陆远，听到自家会长的命令，毫不犹豫地展开了攻击。只是他们的攻击还未发出，一声凄厉的吼叫声却从他们的身后传来。回头一看，那千族尸鬼首领正快速地朝着他们这里爬来，密密麻麻的人手在他们的眼中闪过，血腥凶煞的气息扑面而来。玩家们瞬间就慌了神，身后还那么多人呢，怎么这领主 BOSS 就不偏不倚地朝着他们这里狂奔？队伍里的女玩家们失声尖叫，哪里还顾得上攻击陆远，一心想着先逃离这里再说，就连一旁黄巢战天的声音都听不见了。黄巢战天竭力呵斥着，想让附近的工会成员们先将陆远给秒杀，但是他的工会成员们此时在恐惧的威胁下，几乎瞬间溃败的不成队伍。他的视线对上了陆远的视线，那冷漠的视线仿佛要将他的灵魂都冻结。黄巢战天没来由的恐慌了起来，他的脸上愈发愤怒。其他工会成员不听指挥，那他亲自来。他拔出长剑，脚步快速地朝着陆远杀来，身后近在咫尺之处，却再次响起了一声撞击声。黄巢战天下意识地回头看去，这一眼却吓得他亡魂大冒。先前还在远处的千族尸鬼领主，此时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而且那巨大丑陋的脑袋狠狠地砸在了地上，看不见眼睛，只剩下一排排锋利獠牙的大嘴，狠狠啃噬着一位倒霉的玩家。若是他再慢上那么一丝，被这恐怖怪物吞噬的就是他了。黄巢战天的背后冷汗都要滴下来了，此时也不知是后怕还是怎地，他只感觉到一股力量正从他的体内源源不断的涌出，他的喘息沉重，眼神愈发坚定下来。黄巢战天的步伐越发快速，左手也顺势握紧了长刀，双手紧握着长刀，在地上拖出一道长长的刀痕。他眼中金光大盛，是时候做个了结了。黄巢战天心想，不给这家伙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这家伙还真以为自己是菜鸡。想当初自己也是。脑海中闪过回忆，黄巢战天的身影熟练地拖出 Z 型轨迹。去死啊！黄巢战天距离那道黑影越发近了，他终于不再压抑，怒吼出声，力劈华山，手腕一挑，刀身在空中划过一道半圆形曲线。这一记力劈华山，可是他在这朝阳城内花重金买来的强大技能，星级高达4星，特别更是在他的不断提升下，技能等级高达6级。强化的方向还是伤害，这一刀是要将眼前人一刀两半。在他的眼里，这刀无可挑剔，快准狠。黄巢战天只感觉心底是难以压抑的喜悦，这一刀斩出，他的眼中已经能够看到面前人横尸当场的画面了，一股成功报仇雪恨的痛快感在心底诞生。叮！双手紧握着刀柄，黄巢战天却满脸惊愕，这怀揣着他必胜信念的一刀，结结实实地砍在了面前人的身上，但是他却只感觉到一股难以更进一步的阻塞感，不像是砍入肉体，更像是砍在了什么坚硬的金属上。努力分辨，黄巢战天睁大了眼眸，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他看到自己全力斩出的一刀，居然砍在了一小圈火焰上，这虚无缥缈并无实体的火环，竟如此轻松地挡下了他这一击。陆远，你闹够了没有？第130章，你去除掉第一玩家。望着眼前还妄想试图斩杀自己的黄巢战天，陆远的眼神变得冷然，只是心念一动，抗拒火环便挡下了这黄巢战天的全力一击。这一击力劈华山，在陆远的眼中不过是再寻常不过的一次斩击罢了。陆远不打算在这黄巢战天的身上再浪费时间了，法杖随手一挥，一道寒冰剑瞬息浮现，寒冰剑直接贯穿了还没有来得及躲避的黄巢战天。这黄巢战天在陆远的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便被陆远一个技能给轻松秒杀了。陆远的目光落在了这黄巢战天的身后，那里面色惊恐逃离的玩家们此时也没有了声音，只因那千族尸鬼领主此时已经追了上来，数千只惨白的人手很快便抓住了逃跑的玩家们。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咔嚓声后，陆远的面前再无活口，而那千族尸鬼领主此时也是终于盯上了陆远。他并没有眼睛，只有一张满是獠牙的大嘴。陆远能感受到那股扑面而来的血腥气息，以及那股让他如坠冰窟的寒意。下一秒，那张大嘴猛然地朝着陆远咬来，千族尸鬼领主的速度在这一瞬间爆发的淋漓尽致。上千只人手组成的虫族此时如浪潮般爬动着，瞬息间
跨越了10数米，到达了陆远的身前。看着眼前的千足尸鬼领主，陆远也不由得暗自感叹这家伙的智慧，居然放着那些矿山内慌乱四散的玩家们不管，而是直接去封死了那些打算逃跑玩家们的退路。这家伙赫然是打算将所有进入其中的玩家们都团灭在这里。他的智慧是不低，但是他唯一做错的选择就是将目标盯上了陆远，而陆远可并非是他可以轻易碾压的猎物。陆远眼神微变，身形快速朝着矿山内跑去，手中薄石之杖漾出绚丽的光芒。爆炎剑，连发火球，这通红的火光映衬在这千足尸鬼领主的身上。爆炎剑以及连发火球精准地砸落在了尸鬼领主大张的血盆大口上。砰的一声爆鸣声响起，这两技能在近距离全力爆发，千足尸鬼领主哪里还有躲避的时间？张大的嘴此时也来不及合上，这火焰凝成的剑矢便与几个火球一同钻入了尸鬼领主的嘴中，火元素在他的嘴里炸开，一个个高额的伤害数字跳出：354210，弱点95820，弱点95820，弱点。肉眼可见的，这尸鬼领主的生命值猛然掉落了1/10，而远处慌忙躲藏起来的玩家们也看到了这高额的伤害数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快40万的伤害数字，这是谁打出来的？我特么，我就造成一点强制伤害，怎么有人能造成40万的伤害？不是，老大有这秘密武器，不早点说啊，咱们也不至于被吓得抱头鼠窜啊。等等，这好像不是咱们公会的人啊。看到那高达40万左右的伤害数字，皇朝公会的玩家们看得目瞪口呆。开什么玩笑，这尸鬼领主他们都不能破防，仅仅只能造成一点可怜的强制伤害，但是居然有人能够造成接近40万的伤害，这也太离谱了吧。这家伙的伤害他们几千人要输出好久才有可能达到。但也有眼尖的玩家很快察觉出，这家伙并不是他们皇朝公会的成员啊，这么会出现在这里和尸鬼领主战斗。不过更多的玩家则是松了口气，不管怎么说，这家伙好歹是吸引了那尸鬼领主的全部注意力，若是再任由那尸鬼领主继续屠戮，剩下存活的玩家们将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屠戮殆尽。这陆远的出现对他们来说反倒也是件好事，这尸鬼领主的注意力全部被这家伙给吸引走了，那他们岂不是还有幸存下来的可能？只是当他们看到这尸鬼领主狂降的生命值的时候，又有些犹豫了。皇朝公会的一些玩家们躲在了矿堆旁偷偷注视着，更有甚至直接随手刨了个坑，自己躲在了里面，仅露出一双眼睛看着外面。尸鬼领主硬吞下了陆远的技能攻击，爆炎剑和火球在他的嘴里炸开，尸鬼领主的大嘴顿时被炸得血肉模糊。但是很快，这看似惨重的伤势便又恢复如初，这尸鬼领主还具有高额的回复。等这尸鬼领主恢复好，再重新搜索陆远的身影的时候，陆远已经出现在了10来米外的远处。眼看自己的猎物不仅没有选择从入口逃离，居然还朝着自己的地盘里跑去，这尸鬼领主都想不通这猎物究竟是什么想法。他立马调转过身来，就准备快速朝着陆远杀去。皇朝公会的玩家们已经有些紧张了，光是看着陆远被追击的场景，他们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自己被追击的画面。要是被这般可怖的领主 BOSS 追击，怕是跑不了多远就葬身师父了吧。他们此时的心情说不出的复杂，此时的他们心中天人交战。一方面他们肯定是希望陆远赶紧死在这尸鬼领主的手下，他们的队伍聊天内都要炸了，已经死去在外面复活的皇朝战天不断的给他们发消息，让他们也终于意识到了陆远的身份。那位第一玩家，正义狂徒，这第一玩家的威名远扬，他们自然耳熟能详。至于让他们去杀了这第一玩家，奔波吧，你去把唐僧师徒4人除掉，实在是有些困难啊。与其希望他们能杀掉这正义狂徒，倒不如寄希望于那领主级 BOSS， 那千足尸鬼领主怎么看都能解决掉这正义狂徒啊。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想这 BOSS 很快便将陆远给杀了，毕竟要是陆远没了，这千足尸鬼领主的注意力又重新放在了他们的身上，又将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戮。思来想去，他们还是决定坐观其变，任由事情的发展，再看看究竟会如何。皇朝公会的成员们心想，就让他再活一会好了，他总不能将这尸鬼领主给宰了吧。第131章拉扯与战斗。陆远正在夺命狂奔，他的身后一只体长数十米，浑身上下由上千具尸体拼凑缝合而成怪物正紧追不舍。这怪物体型庞大丑陋，密密麻麻的惨白人手正是他的虫族，快速爬动着。这极为惊悚的一幕却并没有让陆远有一丝动容，他兜也没回，快速的朝着最近的矿堆跑去，直接跑是断然无法逃脱的。这一点陆远很清楚，
他也从未想过要逃，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更好的拖延时间，从而等到技能冷却完毕后再次发出雷霆一击。而这矿堆高低不平的地形正是可以拖延一些时间。就在陆远思索之际，从另一旁的矿堆里却是突然冲出一人来。陆远的视线下意识地落了过去，他的眼神猛然一变，是凯特。他先前就吩咐好这家伙躲在一旁，没有他的信号不出来，但是现在这家伙怎么就钻出来了？场上的其他皇朝玩家们也是懵逼，这里怎么还有个 NPC？ 这家伙从哪里冒出来的？这怎么还藏着个人啊？也不怪皇朝公会的玩家们傻眼了，任谁发现自己躲藏的地方居然还藏着个人，脑瓜子都是嗡嗡的吧。陆远看着这凯特，眉头微皱。这凯特出现的时机并不算好，陆远也没有让这家伙参与这领主 BOSS 的战斗的想法。以这家伙现在缺胳膊少腿的实力，还和尸鬼领主战斗，怕是给这 BOSS 送菜吧。陆远定是不能让这货上去送死啊！在击杀这领主 BOSS 后，若是这家伙还存活下来，陆远还能获得额外奖励。陆远肯定不能看着这家伙死在自己的面前。凯特朝着这尸鬼领主奔去，仅剩的独臂紧紧攥着长剑，他的眼中只有尸鬼领主。凯特的心底也不无恐惧，但更多的是愤怒。他想到了自己昔日作伴的战友们，想到了他们拼尽全力，只为了给自己争取一丝逃生的机会，想到了自己被撕裂的断臂，想到了这漫漫长夜的煎熬。脑海中战友们的身躯闪过，无尽的勇气、愤怒压抑住了他心底的恐惧。他不想再逃避了，哪怕是死，他也要赌上一切，给这怪物造成哪怕一丁点的伤害。这凯特的气势十足，带着要将这尸鬼领主一击即斩的气势，令场上的玩家们都不由得为之瞩目，心中暗想：这 NPC 到底是什么实力？怎么看起来这样牛批？这一刀不会直接将这领主级 BOSS 给秒了吧？皇朝公会的成员们心中所想大多如此，纷纷睁大了眼睛，有些期待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幕。但是陆远却对这凯特的实力心知肚明，这凯特哪怕是巅峰时期，也绝不可能做到一刀将这尸鬼领主给秒杀。就这么冲上前去，下场不用多说，只会是重复他以前战友们的下场，沦落为被这尸鬼领主尸躯里的一只亡魂。陆远，要不是我知道你几斤几两，恐怕还真给你装到了。但陆远也没办法，总不能就这么让凯特去送死吧。他不在乎自己命了，陆远还在乎自己的奖励。陆远想了想，很快朝着矿堆一处跑去。他并非直勾勾的跑，几次转折，这尸鬼领主与他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但是却始终未能追上。凯特已经接近了这尸鬼领主，此时场上绝大多数玩家们已经拭目以待了。这凯特的长剑也终于落在了这千足尸鬼领主的身上，锋利的长剑极其顺滑的将这尸鬼领主庞大身躯旁的一只惨白人手给斩断，但也仅限于此了。251造成的伤害虽然比皇朝公会的玩家们已经高出了许多，但是对比这尸鬼领主庞大的血条，还是太渺小了。凯特的手都有些颤抖了，长剑拔出，那惨白的人手掉落在地上，断口处几滴幽绿的血液滴落。凯特很快重新鼓起勇气，这尸鬼领主只有几千只惨白人手构成的虫族，既然可以砍断，那么只要他努力将这些人手全部砍断，让这尸鬼领主没有了行动能力，或许他还能有一丝战胜的可能性。但就当凯特举起长剑就准备砍向这尸鬼领主的其他惨白人手时，眼前发生的一幕让他错愕，几乎要崩溃。只见先前被他所斩断的惨白人手，此时竟又重新生长了出来。这尸鬼领主的伤势已然痊愈，丝毫看不出断手的模样，这让凯特的想法落空，心底十分无力。面对着这般恐怖的领主 BOSS， 究竟该如何对付？断了一只人手，尸鬼领主却是连看也没有看着凯特一眼，他自顾自地爬行着，眼中赫然只有陆远一人。毕竟陆远对他造成的伤害最高，吸引了他最多的仇恨，他的第一目标首当其冲的就是陆远。不过这倒也让陆远轻松了一些，这家伙要是折返去对付凯特了，反而会让陆远感到有些头疼。只是陆远也没有轻松多久，很快血压又重新上来了。这尸鬼领主没有去追着凯特，这凯特反而追起了这尸鬼首领，一路追着砍。这身残志坚的一幕都快要让玩家们落泪了。与此同时，陆远也几乎要绷不住神色了，砍一两刀为以往的战友报仇，一丝一丝好了。再砍，这尸鬼首领万一真回头了。陆远脑海中的想法还没有想完，就看到了原本一直紧追着自己的尸鬼领主掉头了。陆远的眼中瞳孔瞬间缩成了针状，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仇恨一般情况下是牢牢地锁定在仇恨值最高的玩家身上的，
不管是输出还是抗伤，亦或是治疗，都会不断的增加仇恨值。本来以陆远的输出来看，这仇恨目标怎么看也应该是牢牢的锁定在了陆远的身上。但是这对于高等级的怪物来说就不一定了，特别是这尸鬼领主还是强大的领主级 BOSS， 也不知道他哪个脑子抽了，居然还真的掉头去了。目标不用多说，正是那依旧努力试图砍断这尸鬼领主虫族的凯特。陆远当即准备停下反攻，重新吸引这家伙的仇恨值。但是让陆远更没有想到的是，一则在耳边响起的系统提示声。第132章进化4级天赋。陆远的耳边很快响起了系统提示声，就是这系统提示声很快便让陆远的神色微微一变，原本古井无波的眼底之中多了一抹诧异。随后他的眼中金光射出，天赋等级已升级，当前等级4级。陆远起初还没有在意，还以为是什么技能提升了，但是看清后这才神色微变。这次提升的可不是什么普通技能，而是天赋技能。天赋技能的等级再次提升了，从3级提升到了4级，这一级之差，实力的差距可谓是天差地别。陆远快速的打开这天赋技能，扫了一眼，无限进化 LV4， 技能威力永久增幅10万，技能特效大幅度增强。饶是陆远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乖乖，1000倍技能伤害增幅，要不要这么夸张？陆远从一开始就想到过，这天赋技能无限进化的等级提升，会不会每级提升10倍伤害？现在看来，貌似真的如此。这才4级的天赋技能，就已经给陆远带来了1000倍伤害的增幅。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凭借陆远此时本就高达2000多的法术攻击，释放技能后，在1000倍伤害的增幅下，技能伤害能够高达数百万。这伤害数字十分夸张，因为就连陆远此时面对的千族尸鬼领主，60级的领主 BOSS， 也仅仅只有500万的生命值，而此时的陆远已经可以做到一个技能造成100万伤害了。这也就意味着他的伤害或许已经可以将这60级的尸鬼领主给直接秒杀，这无疑是十分夸张的。一个30级的玩家居然能够2-3个技能秒杀这60级的领主 BOSS， 换作是上万个同级的玩家都不一定能够将这60级的领主 BOSS 给攻略成功，但是陆远已经可以轻松将其击杀了。天赋技能进化后，陆远原本获胜的把握仅仅只有3成，此时也高达了9成。他当即停下了逃离的脚步，转过身来面对着这尸鬼领主。前面逃是为了拖延技能的冷却时间，毕竟2-3个技能仅仅只能造成这 BOSS 不到1/10生命值的伤害，哪怕陆远技能进出，能不能将这 BOSS 打掉1/2的生命值都是问题。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陆远的天赋技能进化了，4级的天赋技能给他带来了1000倍的技能伤害增幅，也让陆远有了能够将这尸鬼领主所秒杀的信心。他当然不用再逃了，一转头，这尸鬼领主相距已经不足10米了。而这尸鬼领主看见陆远不跑了，裂开满是獠牙的大嘴笑了。若是陆远继续跑，他还要再费上一回功夫。但是陆远既然不跑了的话，那他自然不会放过。大张的血盆大口朝着陆远撕咬而来，那大嘴几乎可以将陆远给一口吞下。望着那大嘴越发靠近，腥臭的口气已经飘了过来，那是绝对能让普通玩家们呕吐不止的恶心反胃气味。陆远微皱着眉头，刚准备释放个火球将面前的尸鬼领主给斩杀，但是眼神余光很快瞟到了一旁还在奋力攻击的凯特。陆远的心底犹豫了一下，火球在他进化之后范围获得了极大的增强，而现在天赋技能又再次升级了。陆远有些不确定，自己的火球在秒了这尸鬼领主后，顺便将这凯特也给烤焦了吧。保守起见，陆远最终还是放弃了火球，而是选择了更加精准的爆炎剑。心念一动，火焰冲天而起。看着这爆炎剑的变化，陆远的心中也有些震撼。这爆炎剑的脉象此时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爆炎剑通体火红，看起来就像是一支平平无奇的火红箭矢，但是随着这爆炎剑的射出，陆远的心神都不由得为之震慑。这爆炎剑的射出似是牵引了周遭无穷无尽的火元素，火红箭矢的尾羽火焰如尾翼一般熊熊燃烧着。这爆炎剑的速度之快，瞬间便抵达了这尸鬼领主的脸上。在与尸鬼领主碰撞到一起的时候，这爆炎剑才真正展现出了它恐怖的威能。这爆炎剑扎在了这尸鬼领主的巨大头颅上，深深地刺了进去。这还没完，下一秒，自这爆炎剑的尾羽处，火焰砰然爆发，而这尸鬼领主的全身就像是浇了油一般，火焰瞬间蔓延到了尸鬼领主的全身。陆远的眼中也有些惊叹，这爆炎剑的威势有几分他昔日的水准了，但可惜还远远达不到他前世的水平。不过若是等到这天赋技能无限进化继续进化下去，
或许这一世他能更早地达到前世的巅峰，甚至超越巅峰。这数十米体型的尸鬼领主很快便被火焰所吞噬，火焰如枯骨之躯一般蔓延到了他的全身。尸鬼领主饱受伤害，发出了痛苦的哀嚎。一旁看戏的玩家们齐齐呆住了，他们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惊人的伤害数字缓缓从这尸鬼领主的头上跳出，7485000，秒杀！一位玩家此时也顾不得躲藏，从矿堆之中爬起，用力地揉了揉眼睛，嘴里喃喃：多少？不只是他周围躲藏起来的玩家们也是眼中惊骇。他们看到了什么？个十百千，这一击高达700万的伤害，这一剑居然就将这难缠的领主 BOSS 给秒了，这真的是人吗？皇朝公会的玩家们神色木然，在短时间内经历了数次震惊，他们都感觉到自己的脸都要抽筋了。从一开始遭遇这领主 BOSS 的惊吓，到现在看着领主 BOSS 被人秒杀的震惊，他们不由得深刻怀疑，自己和对方的差距怎么会如此大？同样是法师打扮，为何自己仅只能对这领主 BOSS 造成一点的强制伤害，而对方却能造成700-800万的高额伤害？简直离谱，跟开了挂一样。有的皇朝公会玩家的反应慢了半拍，等到看着这尸鬼领主的身躯火焰燃烧殆尽，化作了一具漆黑的尸骸后，他们才终于如梦初醒，看着远处路远的身影，脱口而出：卧槽！第133章秒杀尸鬼领主。路远的天赋技能无限进化等级提升到了4级，天赋技能得到了进化后，技能的威力也在成10倍的暴增着。路远的技能已经恐怖到了惊人的1000倍增幅，心中有了底气，路远也终于停下了逃离的脚步。跑？还跑个锤子！干他！回头一发爆炎剑，火光直接笼罩了这千族尸鬼领主。这一剑竟是直接造成了接近750万的伤害，也是将这千族尸鬼领主十分干脆的给秒杀了。如此高额的伤害，哪怕这千族尸鬼领主是满血也承受不住。千族尸鬼领主满血也仅只有500万的生命值，而路远的这发爆炎剑造成700多万的伤害，足以将这千族尸鬼领主给满血秒杀。看到伤害数字跳出的时候，路远也才终于松了口气，目光冷然地看着这千族尸鬼领主在火海之中挣扎着。路远知道这千族尸鬼领主已经是个死人了，不，死尸。看着这千族尸鬼领主在火海里翻滚哀嚎，仿佛深陷地狱，路远的心底也有些恍如隔世，一股不真实的感觉油然心生。这60级的领主 BOSS 在前世可是多少玩家的噩梦啊！多少玩家在这大矿山内被这 BOSS 秒了，而如今他居然在还没到40级的时候就已经将这领主 BOSS 给秒了。路远虽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伤害很高，但是也没有想到会如此爆炸。整个神域之中能和他这般一个技能跨越30级秒杀首领 BOSS 的玩家还有谁？不光是一旁的皇朝公会玩家们看傻了眼，就连尸鬼领主身旁的凯特也目瞪口呆。他也能感受到路远随手打出爆炎剑的威势，仿佛那爆炎剑之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火焰。也幸亏这爆炎剑命中的对象是那尸鬼领主，这要是命中他，怕是10条命都不够他死的。凯特的心底也有些惊诧茫然，他不知道为何在极短的时间内路远的变化会如此之大。前面路远释放出的火球虽然也同样恐怖，但是远没有这爆炎剑给他带来的震撼之大。这爆炎剑的威能，恐怕就连他所见过的宫廷大魔法师90级恐怕都毫不逊色。他还没有对这尸鬼领主造成多高的伤害，这尸鬼领主就已经被路远所秒杀了。他手中的长剑举起又放下，最终只能垂下长剑，眼神复杂地望着被火焰侵蚀不断哀嚎挣扎的尸鬼领主。火光中似乎闪过出无数的冤魂，那些都是被这千族尸鬼领主所杀死的人们。恍惚之中，凯特在这火光之中看到了昔日的战友们。路远的眼前系统提示再次跳出 A 级隐藏任务银月之死完成。在击杀这尸鬼领主后，路远所接取到的隐藏任务也基本都全部完成了。不过区别不同的是，这 A 级隐藏任务，路远的任务 NPC 就在身旁，可以快速提交领取奖励。但是其他 B 级 C 级的隐藏任务就不同了，需要路远回到朝阳城才可以提交任务获得奖励。不过路远也没有急着提交，而是看向了一旁的矿堆之中，那里一个个的皇朝公会玩家们慢慢的站了出来，他们的眼神直勾勾的看着路远，以及路远身前火焰已经逐渐熄灭，化作漆黑焦尸的尸鬼领主。尸鬼领主死了，最大的威胁没了。皇朝公会的玩家们心中很快又有了想法，他们贪婪地盯着远处的尸鬼领主尸体。60级的领主 BOSS 奖励可以掉落暗金器，
甚至也有可能掉落其他同样稀有的道具。这些的价值，哪怕是再蠢的玩家也意识到了，这尸鬼领主爆出的奖励绝对是目前神域最好的。自从杀了这尸鬼领主后，陆远的眼前就没有停下过跳出系统提示。恭喜龙区玩家正义狂徒成功击杀60级领主及 BOSS 千族尸鬼领主，获得奖励金币加60，阵营声望加6000，古次数加1。恭喜龙区玩家正义狂徒成功击杀。消息一连串的跳出，整个神域的玩家们都懵逼了，特别是一些正攻略着 BOSS 的玩家们，他们望了望自己面前30级的首领 BOSS， 再看了看系统通告里，居然都已经有玩家成功击杀了60级的领主 BOSS， 这怎么可能？大矿山深处，陆远望着面前跃跃欲试的玩家们，心里都要气笑了。前面的千族尸鬼领主，这些家伙们战战栗栗，不敢应对。现在这千族尸鬼领主被他杀了，这些家伙们反而有了胆量，莫不是觉得他就一个法师就好欺负了？陆远其实也能猜到，为何这些皇朝公会的玩家们心中又有了底气，无非是觉得他一个法师玩家，就算技能伤害爆炸到能够秒杀领主 BOSS， 但是你技能总是有限的吧？作为玩家，你的技能范围还能跟 BOSS 一样大？我们这里还有几百人，解决不了 BOSS， 还解决不了你。事实上，陆远的猜测并没有错。皇朝公会的成员们私下队伍交流了许久，终于他们将目光放在了陆远的身上。正如陆远所想的那般，他们心想着那 BOSS 几百万的生命值他们打不动，但是你一个法师横竖不过几百血，破千都困难，击杀你不比击杀那 BOSS 要轻松得多，而且击杀了你，那领主 BOSS 的战利品也全部归他们了。自古财帛动人心，在如此利益的诱惑下，又有多少玩家能够按耐得住？他们此时看着陆远的眼睛几乎都绿了，浑然忘记了陆远的实力，那可是能直接秒杀领主级 BOSS 的爆炸伤害。或者他们没有忘记，而是自以为的觉得陆远怎么可能会将他们这几百人都给秒了？毕竟在他们看来，陆远只是个法师玩家，普普通通的身形也丝毫没有千族尸鬼领主那般带来恐怖的压迫感，根本让他们无法心生畏惧。皇朝公会的玩家们步步紧逼而来，但与此同时，他们之间的站位也相对分散开来。显然，他们也意识到了，只要别站在一起，法师的威力就会最大化削弱，而这正是陆远的危机。第134章威势暴涨。陆远的天赋技能无限进化再一次升级，提升到了4级后，不仅能为陆远的伤害增幅1000倍，更是能够让陆远的技能特效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仅一发普通的爆炎剑，竟是造成了700多万的伤害，更是将尸鬼领主庞大的身躯点燃。看着尸鬼领主的死去，皇朝玩家们的心中却又涌出了想法。那尸鬼领主数十米长，体型狰狞恐怖，领主级的面板让他随意的一个技能都能带走数十乃至数百位玩家的生命。但是眼前的第一玩家可没有领主级的面板啊，他也不过是玩家的面板，最多也就伤害高点。他们这里还有数百人在，打不过那领主级 BOSS， 难道还打不过这玩家？他们分散着队形，朝着陆远步步紧逼而来，眼中凶光大盛。他们不仅要杀了陆远，更是要抢占陆远击杀领主 BOSS 后爆出的战利品。只是这些皇朝公会的玩家们还有些顾忌，枪打出头鸟，或许陆远并不能将他们这几百人都杀了，但是最先出头的几个绝对倒霉。这样想着，一时间他们竟有些僵持不下。但很快，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有的玩家还是按耐不住了，只要杀了他，奖励就都是我们的了。一个战士玩家嘶吼着，说话间已经快速地朝着陆远冲来了。他不断走位，试图躲避着陆远的技能。在他的鼓舞之下，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朝着陆远冲杀而来。而刚击杀了尸鬼领主，还在缅怀着自己的战友的凯特，此时看见玩家们突然开始反水，神色诧异。这发生了什么？怎么前面还在一起打尸鬼领主，怎么一个转眼，对方就朝着他们发起了围攻？但是反应过来后的他，很快便挡在了陆远的身前。你们想干什么？凯特怒吼着，拔剑对准了奔来的玩家们。你们这是在与银月骑士团为敌，不想死的就给我滚远点！虽然已经从银月骑士团退出了多年，但这并不妨碍他搬出这座响亮的靠山。在他的眼里，解决了这尸鬼领主的陆远，也是真正为他们那几位银月骑士团战友们报仇的人，是他凯特的恩人。这些冒险者试图攻击陆远的举动，在凯特的眼中，不亚于是对银月骑士团威望的挑战。你的行为引起了银月骑士凯特的不满，继续下去将会引来银月骑士团的敌对。皇朝公会的成员们眼前突然跳出了系统的提示，不少玩家这才终于正眼看向了这位独臂持剑的 NPC。 原来这家伙居然是他嘴中的那什么银月骑士，就他。
一些玩家们心中疑惑，但是系统的提示不会是作假，这家伙真的是那什么银月骑士团的一员。当然也有些玩家们天不怕地不怕，闻言顿时发出了嗤笑。银月骑士？没听说过，区区一个 NPC 而已，竟然还敢威胁我。放心，这次就连你也一起杀了，我倒要看看那银月骑士究竟有多厉害。但也有的玩家皱起了眉头，眼底犹豫了起来。那什么银月骑士团很厉害？不知道啊，等我上论坛查一下。几个玩家交头接耳，前进的脚步已经不知不觉地停了下来。终于，一个玩家率先从论坛上找到了凯特口中的银月骑士团，这一看直接让他睁大眼眸。操！这银月骑士团是他娘的人族3大骑士团之一，最低等级都是3转60级的高级骑士。听到他的话语，一些玩家们很快意识到了这银月骑士团的强大，最低都是60级的高级骑士啊！他们这里最高等级的玩家也才仅仅30级，对方是他们的2倍，而且还是人族3大骑士团之一，身份地位必然不低。要冒着被这银月骑士团们敌对的风险，去解决掉这2人吗？场上的玩家们迟疑了起来。哼！一声冷哼响起，吓唬他们可以，想吓唬劳资，只要干死你，天哥说给我10万块，以为带个 NPC 就安全了？做梦！他快速地朝着路远杀去，眼中满是对10万块的渴望。皇朝战天已经私信和他们说了，只要能击杀这正义狂徒的，奖励10万块。听到10万块，场上的不少玩家们又清醒了过来。是啊，管什么银月骑士团，先把这10万块拿到手再说。想到这里，不少玩家的眼神很快又重新火热了起来。跑得最快的那位玩家，此时已经距离路远不超过5米了。看着近在咫尺却没有半点动作的路远，那位玩家的心底一喜，这10万块他就先收下了。只是还没有等他高兴多久，路远终于动了，赶在这玩家攻击落在身上之前，路远的连发火球也随之出现在了这玩家的胸前。砰的一声巨响，爆炸的火焰四溢开来，凶猛的热浪朝着4面8方蔓延，刮得周围的玩家们身形摇晃不已。他们有些骇然地望着路远，远远没有想到这一发小火球造成的威势居然如此惊人。路远此时的眼中也有些诧异，他在不久前也同样使用过一次连发火球，但是那时候连发火球的威势远没有现在施展的这般夸张。这一颗火球仅仅只是连发火球5颗之中的1颗而已，但是威势已经堪比之前的大火球了。想了想，路远很快又释放了火球术。如果连发火球的小火球都威势这般惊人，那路远本身的火球术又会暴涨到何等的威势？路远很快施展了火球术，只是有些可惜的是，这火球术的体型并未增大多少，但是威力可就不同了。这火球径直落在了一位玩家的身上，炸裂开来后，这火球笼罩的范围竟是达到了先前的10倍。原本半米爆炸范围的火球，此时爆炸范围扩大到了5米多。这一下直接波及了近10位玩家，在接触到火焰的瞬间直接被秒，跳出的伤害数字高达100万。一些奶妈本来还想治疗一下，也只能看着已经化作白光消失的队友傻眼了。第135章美人计。大矿山深处，路远正与数百位皇朝公会玩家激烈的针锋相对。大矿山外，玩家们的议论纷纷，他们还不知道大矿山内所发生的一切，但是他们知道正义狂徒成功斩杀了一只60级的领主 BOSS， 若不是系统的提示通告，恐怕都不会有玩家相信，简直不要太离谱。在玩家们普遍等级还不到30级的时候，居然已经有玩家击杀了60级的领主 BOSS。 要知道这还是领主 BOSS 啊，还是要比首领级 BOSS 更强一些的领主 BOSS。 目前为止就没有玩家能够战胜的领主 BOSS， 现在居然跳出一条60级的领主 BOSS 首杀记录，这让玩家们如何不议论纷纷。远在风洛城的荣耀公会，刚从副本之中退出的荣耀华夏眼前一亮，他也收到了消息，那正义兄居然成功干掉了60级的领主 BOSS 了。荣耀华夏都感觉有些荒谬，这要怎么样才有可能干掉60级的领主 BOSS？ 无论他怎么想象都难以想象出那样的画面。总不能是2只60级的领主 BOSS 闹出了分歧，然后争斗起来，一死一伤，顺带再给正义兄捡了个漏。荣耀华夏深吸了口凉气，顿时觉得很有可能。一旁的荣耀公会高层们也是眼中异色浮现，他们没有想到那个熟悉的名字居然又出现在了系统通告上，而且击杀的还不是普通的 BOSS， 60级的领主 BOSS 啊！也不知道他们皇朝公会动用所有的成员，有没有1成的把握战胜这领主 BOSS 啊？正义狂徒这一名字再次深深地刻入了他们的脑海之中。他们复杂的目光看向荣耀华夏，
或许他们真有些看走眼了。当初荣耀华夏愿意花费巨大的代价去挖这正义狂徒的时候，几乎工会里所有的高层都在反对，毕竟谁也不愿意将工会交给这么一个不知道底细的家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一场场的战斗之后，这家伙以夸张的强大，一点点地扭转了在众人心里的形象。这家伙简直强得变态。到了现在，工会里的高层们也终于意识到了一点，荣耀华夏的眼光并没有出错。若是荣耀工会能够将这家伙收入工会内，所带来的提升难以想象。但很可惜的是，对方似乎并没有看上他们荣耀工会，这一点让他们感觉十分扎心。自从上一次风洛城平原爆发的万人大战之后，现在的荣耀工会在风洛城内的地位可是要比傲视工会都要高上一筹，绝对是风洛城内的最强工会了。不计其数的玩家前赴后继着想要加入他们荣耀工会，但就算是这样，那正义狂徒似乎也并没有过一丝异动。不管他们荣耀工会开出什么样的高价，那家伙都不会心动。甚至工会里的一些高层真的在认真的思考着，若是用整个工会的会长职位来诱惑那家伙，会不会有希望将那位顶尖大佬拉入他们的工会内？如果能有这正义狂徒的加入，荣耀工会的实力恐怕会迎来井喷般的爆发式增长。有着强大的实力以及第一玩家的名声，荣耀工会或许真有成为整个神域第一工会的可能。但关键做决定也不是他们啊，人就是不愿意加入他们荣耀，他们荣耀也不能强行将别人绑进来吧。不过也还好，虽然那正义狂徒大佬没打算加入他们荣耀，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还算不错。就在几位荣耀工会的高层感慨之际，其中一位高层突然想到了一点，眼前一亮，急忙说道：我们有没有尝试过这么一招，来邀请那正义狂徒加入咱们荣耀工会？哪一招？荣耀华夏也是认真了起来。那工会高层的目光落在了一旁的荣耀兔兔身上，他轻咳了一声。据我所知，那正义狂徒似乎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吧？刚好咱工会里的兔兔也是单身吧？都是年轻人嘛，多走动走动也是好的。荣耀华夏的眼眸亮起，你的意思是？工会高层们对视了一眼，很快流露出了一抹心照不宣的笑容。那家伙或许还年轻，还没有体会到全育才的好处，无法让他动摇。但是美色就不一定了，正是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青年，或许这一手美人计就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成功。荣耀华夏看着荣耀兔兔，语重心长地说道：兔啊，这正义兄就交给你了，若是能够拿下他，咱们荣耀工会成就神域第一工会就指日可待了。这任务十分艰巨，委屈你了。工会里你的职位先交给别人顶一顶，工资照发。荣耀兔兔脸色微红，挺了挺酥胸，收到，保证完成任务。至于委屈不委屈的，都是为了工会。话虽如此，他却是想到了陆远俊朗的面容，长得又帅，实力又强，还能不用上班，公款泡帅哥，天底下哪里还有这样的好事啊？而且另一方面，荣耀兔兔对自己还是有几分自信的，从小到大追求他的人就没有少过，还从未有过那么一人能够带给他一些心动的感觉。想到记忆之中那张冷漠的帅脸，第一次他有了种心动的感觉，这也是他没有拒绝下来的原因。怎么说，他在这工会里也有一段时间了，拉进工会的新人不知道有多少，也算是工会里高层的一员了。若他真的不愿意，荣耀华夏几人也是断然不会强逼的。但问题是，这种不用上班就能奉旨去泡帅哥的机会，他是傻了才会拒绝啊。另一边，傲视工会里却是一片寂然。傲视战魂阴沉着脸，一句话也没有说，任谁也能察觉出他此时的心情。他的身旁，傲视云巅的神色没有压抑，恼怒不已。怎么可能？这家伙怎么可能做到的？我不信，肯定是系统的 bug， 不可能有玩家现在就能击杀这种级别的 boss， 他一定是利用了什么系统的漏洞。我要举报他！傲视战魂终于忍不住了，一拍桌子怒吼：够了！第136章，哥们，玩的破解版啊！相比较于荣耀工会的气氛高涨，傲视工会内的气氛就明显要低落得多了。傲视战魂阴沉着脸，而他的身旁傲视云巅就没有他这般从容，满脸怒容。这家伙一定是利用了系统的漏洞，我不信，他肯定是开挂了。若是其他的人击杀了这60级的领主 BOSS， 他们或许还不会如此失态，但是击杀的玩家是那正义狂徒，虽然还没有加入荣耀工会的阵营，但是傲视工会早就将他与荣耀工会划入了同一阵营。这家伙击杀 BOSS 的奖励十有八九又落在了这荣耀工会的手中，到那时候他们傲视与荣耀的差距将会不断加大。
傲视战魂也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脸色愈发阴沉起来。这傲视云巅还在狂吠着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够了！傲视战魂也终于忍不住了，一声怒喝，让傲视云巅畏惧的闭嘴了。不管他是不是开挂，还是利用了游戏的什么漏洞，傲视战魂压低了声音。那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击杀了这60级领主 BOSS 的奖励，可能会有我们傲视所需要的。如果真的爆出来了，绝对不能让他落在荣耀那些家伙们的手中，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要得到他。傲视云巅脸上怒容不散。会长，你意思是，我们傲视要低头，要和这么一个杀了我们不少兄弟的家伙低头？不可能！傲视战魂神色却是无动于衷。哼，低不低头还得看他的态度。若是愿意将那东西交于我们的话，我们低头又有何不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傲视战魂眼中光芒闪烁。但若是他不愿意给我们的话，那也没有办法了。也是时候让其他玩家们知道，得罪了我们傲视究竟是什么下场。此时的傲视战魂浑身上下散发出强盛的气势，这气势让傲视云巅也不由得心生畏惧。哪怕傲视云巅的心底并不愿意向着那家伙低头，但是此时他也只能咬着牙应下。傲视战魂漠然地扫了他一眼，扭头呼唤起了站在一旁安静无声的傲视斩龙。斩龙，你去和那正义狂徒接触，无论多少钱，无论什么代价，只要能够换到那东西，都可以先答应下来。傲视斩龙低头道：是。看着傲视斩龙的回应，傲视战魂颇为满意的点了点头。只是傲视云巅有些不乐意了，他没有想到傲视战魂会选择傲视斩龙，而非他去和正义狂徒接触。哼！他冷哼一声，离开了这里。傲视斩龙很快也离开了这里，匆匆准备赶往朝阳城。傲视云巅的不满他注意到了，但是却不在乎。傲视斩龙此时更关心一个问题：那正义狂徒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傲视斩龙前面曾与正义狂徒交过手，也自然是能察觉出这正义狂徒并非是等闲之辈，实力是很强，要比他在神域之中见过的所有法师都要强，或者说是神域第一法师，也绝对是名不虚传。但是要说那样的实力就能够击杀60级的领主 BOSS 的话，傲视斩龙只能说想太多了。那个级别那个难度的 BOSS， 现如今的玩家绝对没有战胜的可能。这家伙绝对是利用了什么游戏的 bug 漏洞，唯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傲视斩龙的心中所想倒是与傲视云巅有着相似之处，神域之中是可以合理的运用一些系统 bug 的，这一点早就被傲视斩龙所注意到了。比如说在一个较小的洞口攻击外面体型较大的怪物，那怪物受限于体型过大无法进入洞口，因此洞口内的玩家是可以做到无伤杀怪的。这一点傲视斩龙是亲自尝试过的，合理的利用一些地形是能够做到越级杀怪的。或许那正义狂徒是利用了什么地形之变，因此才有可能将那60级的领主 BOSS 给击杀。但是傲视斩龙唯一疑惑的地方就是，他们是怎么破开那60级领主 BOSS 的防御的？哪怕是一点一点的磨血，这对 BOSS 造成的伤害不会还没有 BOSS 回得多吧？这到底是怎么击杀的？傲视斩龙心底疑惑，百思而不得其解。他带着队伍匆匆赶往了朝阳城。神域内消息传播得很快，路远那边才击杀了 BOSS， 没有半小时的功夫，大半个神域世界都已经知道了，而且这个消息还在以极快的速度传播着。现实中，魔都地铁上，人群拥挤的像是巨大的沙丁鱼罐头，人们掏出手机，随意的浏览着各式各样的消息。2个少年挤成一团，却津津有味的盯着手机。一声惊呼从中间的少年口中响起：卧槽！有人手杀领主级 BOSS 了！领主级 BOSS 的几个字眼传入周围人的耳中，又有几人不由自主地摸出手机，进入了神域论坛。看到论坛上的帖子后，几声压抑小声的惊呼也是在地铁中响起，他们的声音也是惊扰了地铁上瞌睡的艺人。听到了周围人的交谈，聂风也从昏昏欲睡的状态清醒了一些，但是听清交谈的内容后，他又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没有睡醒。60级领主 BOSS， 聂风怀疑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人们，挠了挠头，有些茫然。他在地铁上眯一会就穿越了，早上爆肝了神域一夜的他也才仅仅只有29级，98%，距离30级还有一步之遥。突然听到有人说60级领主 BOSS 的手杀都出现了，一定是他还没有睡醒吧。习惯性的摸出手机，嗡嗡的震动声不断，企鹅上已经炸开了锅，眯着眼看了一会，下一秒聂风的眼珠子猛然瞪大。卧槽，你来真的啊！他所加的工会企鹅群已经被这消息给刷屏了，大家都在激烈的讨论着。
聂风连忙颤抖着点入神域的论坛，看完之后，他的心底满是震惊，一句吐槽脱口而出：“不是，这哥们玩的破解版。”第137章，汗流浃背了。陆远还不知道，此时的外面早已因为他这60级领主 BOSS 的首杀而热闹了起来。他所在的大矿山深处，数百位玩家不怀好意的紧盯着他，几乎所有人都贪婪的渴望着陆远身后的领主 BOSS 爆出的战利品。这可是领主级的怪物啊，还是首杀？这不高低的爆剑暗精器啊！神域之中第一件暗精器，如此大的诱惑摆在众人的面前，几乎没有一个玩家能够拒绝。几百位的皇朝公会玩家此时已经坚定了心中的念头，没有丝毫动摇的直接朝着陆远杀来。他们的眼前已经齐齐的跳出了系统的提示：由于你所做出的选择，银月骑士团对你的好感度500，仇恨。只是对于此时满眼只有领主 BOSS 战利品的皇朝公会玩家们来说，那远在天边的银月骑士团又岂能吓唬到他们？皇朝公会的玩家们眼中凶光大盛，快速的朝着陆远攻来。陆远望着眼前玩家们的选择，心中没有多少波澜，或者陆远本就没有觉得靠着那凯特能够将面前的皇朝公会成员们吓退。他向来信奉的是自身的实力。后退的几步，陆远已经将那些领主 BOSS 的战利品们收入了囊中。看见陆远的动作，一些眼尖的玩家们表现得比陆远还要兴奋。有金色，出暗精器了！好好好，这暗精器是我的了！杀！只要杀了他，这装备就都是我们的了。确保没有遗落装备后，陆远也终于不再停留了。他的眼神平淡冷漠。眼前的玩家数量虽然多，但是在善于群攻的爆发法师面前，数量从来都不是问题。若是天赋没有再次进化，陆远或许心中还会有些忧虑。但是在技能特效都发生了近10倍的增幅之后，纵使面对着数百位的玩家，陆远的心底也毫无惧意。边退边战，一手火球飞落出去，陆远都没有刻意的选择目标。这火球砸落在几位玩家的身旁，剧烈的爆炸瞬间将这几位玩家笼罩在其中。其余玩家们只闻一声轰鸣，眼前火焰凶猛，5米范围内的玩家竟是在这一火球之下全部被秒。不管是血厚的坦克战士，还是脆皮的法师牧师，这一发火球之下，众生平等。望着升起的火光，不少玩家的心中闪过一丝畏惧，但很快便在其他玩家的鼓舞以及皇朝战天的重力诱惑之下重整旗鼓。陆远看着技能栏，石之戒在此次的战斗之中当真是发挥出了无比巨大的作用。技能 CD 1秒，这对于技能伤害本就无敌的陆远来说更是如虎添翼。那火球术的冷却时间在这技能冷却的缩减之下只有4秒，但是这火球术的笼罩范围可是足足5米。陆远后退的脚步不停，手中的技能也同样不停。尽管没有看落，但是陆远的脑海中早就已经将这地形熟记于心。陆远甚至都不用睁眼，凭着脑海中的记忆就可以在这里行动自如。寒冰剑再次朝着冲得最前的战士玩家身前射去。不过有些让陆远没有想到的是，这寒冰剑倒是与爆炎剑有所不同。爆炎剑的外形没有多少变化，但是在命中目标后会爆发出炽热的火焰，从而彻底将对方给点燃。但是寒冰剑就有所不同了，它的体型膨胀了许多，看起来就像是一大块剑矢状的坚冰。这一大块的坚冰猛然刺入那个冲得最猛的玩家身上，只瞬间，那位玩家的身躯便静止了下来，就像是被定身了一般。薄薄的冰霜很快覆盖了这位玩家的身躯，不出1秒的时间，这玩家的身躯就已经化作了一整块的人形冰雕。不光如此，这寒冰剑还去势不衰，继续朝着身后的玩家们飞去。一连贯穿了7、8个玩家之后，这寒冰剑才终于消失。场上的法师玩家们 ，Sigma， 有没有搞错？这是什么技能？怎么会这么变态？靠，不是，这家伙的技能凭什么这么强大？一个法师吐槽道。他远远的同样凝聚了一个寒冰剑朝着陆远射来，但是他所凝聚出来的寒冰剑和陆远所凝聚的大相径庭，那大小是一个天一个地。陆远所召唤出的那都已经不能再说是剑矢了，那赫然是一大块剑矢状的冰山，但是他自己所凝聚出的便是极为稀松平常的冰质剑矢，这差距未免也太大了吧？似是想到了什么，其余的法师玩家们前进的脚步一阻。这家伙的技能强的变态，连近身都困难，那还是不近身了，远远的丢技能算了。冷静下来后，法师玩家们开始远远的朝着陆远释放技能，只是陆远却连正眼也没有看他们，一边后退一边顺手清理着靠近的战士玩家们。那法师玩家们的技能一个接着一个的落在了陆远的身旁，
但就没有一个技能丢得准。场上的其余玩家们气得脸都歪了。你们法师别想划水，我告诉你们，没错，技能丢准点。我看你们怕不是想拖延时间，然后等我们死完了再独占这家伙的奖励吧。马德，你们技能是怎么丢的？换我奶来，技能丢的都比你们准。演员，他们是不是在演我们？战士玩家们呵斥怒骂声一片，皇朝公会的法师玩家们额头汗水都要滴下来了。他们此时顾不得和战士玩家们辩解，竭力释放技能，试图命中不远处那个步步后退如信步闲游的身影。一通技能丢出去后，等待着技能的冷却，法师玩家们一脸的见了鬼的。队伍里的聊天频道几乎都要炸了，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靠，这家伙能不能别动了啊？打不中人，烦死了！不是，为什么我的技能老是打不准他啊？老是飞偏了。不行，这家伙的走位也太好了吧！不光是法师玩家们大汗淋漓，战士玩家们其实一直都没有注意到，队伍里仅剩不少的弓箭手玩家们，此时也已经汗流浃背了。第138章，皇朝鬼刺的偷袭。大矿山深处，皇朝公会的玩家们神色不一。战士、坦克还没有察觉出异常，但是法师、弓箭手这些远程玩家们已经汗流浃背了。只因在他们的急火之下，却没有多少技能能够命中路远。技能要么落在了空处，要么就是在即将命中路远的时候，被路远提前释放出的技能给抵消了。不单单是抵消，路远释放出的技能要远比他们释放出的恐怖得多，直接被碾压。而路远所释放出的技能还并未就此消失，而是继续贯穿，一连将后面的不少玩家给秒杀后，才堪堪消失。皇朝公会里的法师玩家们傻眼了，这他妈也太过分了！同样是法师，怎么你就那么优秀？路远边战边退，地面上留下了一具具皇朝公会玩家们的尸体。凡是靠近路远身旁的玩家，就没有活过2秒的。不，他们甚至连靠近路远都难以做到。皇朝公会的成员们都快要绝望了。马德，这家伙要不要这么变态啊？他们几百人，总不至于还拿不下他一人吧？但是事实似乎就是如此。就在此时，活下来的皇朝公会成员们却是脸色一喜，他们恶狠狠地看向路远。这一次，他们就不信了，这家伙还能不死？而此时的路远也感受到了拂面来的威风。路远的脸色微变，这哪里是什么威风，而是自阴暗之中探出的匕首，狠辣地直刺路远的眼眸。虽然速度并不快，但是胜在诡异难以捉摸。路远一时间甚至有失神了，他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关键的时候，路远还是及时撑开了抗拒火环，望着眼前快速跳离的人影，路远若有所思，眼底有些讶然。那人竟是曾被路远击杀过数次的皇朝鬼刺。路远看着他的眼神有些惊诧，路远没有想到，居然会是他悄无声息地摸到了自己的身旁。这狠辣的一击，若不是他袭击的对象是路远，换作是其他法师，或许还真就反应不及了。路远也有些没有料到，这才多久没见，这皇朝鬼刺的实力似乎提升的不小。如果说一开始在新手村里遭遇的皇朝鬼刺充其量只能算是不入流的刺客的话，此时爆发出这一击的他，在路远的眼中已经勉强算是一个合格的2流刺客了。这成长的速度并不算慢，并且要想快速提升到如此水平，不下点功夫是绝对做不到的。路远凝视着眼前的皇朝鬼刺，心底有些感慨，但他的眼眸中冷意却从未消散。不管这皇朝鬼刺的实力如何，他选择的是成为自己的对手。2流高手固然厉害，但是在路远的眼里也不过如此。这皇朝鬼刺确实有些天赋，但是他却撞上了路远。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之后，一个2流刺客或许可以战胜1流的法师，但是绝对战胜不了身为最强法师的路远。路远的身旁元素不断的汇聚着，那是一抹灰黄色的光泽，光泽快速的朝着皇朝鬼刺射去，正是石之界所附带的技能石化。皇朝鬼刺的心底骇然，他没有想到自己势在必得的一击全会落空，这怎么可能？自己都已经悄然无声的靠近到了如此地步，这近在咫尺的攻击怎么会落空？不可能。只是不管他此时所想的是什么，他的第一反应跑。身为刺客，一击必杀，一击即退，没有人比皇朝鬼刺更清楚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怪物。视线落在路远的身旁时，皇朝鬼刺却看到了几个半透明的身影，他的眼中瞳孔猛然收缩，那些赫然也是他们皇朝公会的刺客们。因为是同一队伍的原因，这些刺客的前行并没有完全隐身。皇朝鬼刺刚结束了自己的袭击，他的其他刺客队友们就准备立马接上。
但是这却让黄巢鬼刺心神震颤。其他玩家没有和陆远交手几次，对陆远的技能陌生，但是他又岂会陌生？交手了4、5次，黄巢鬼刺又岂会不知道？这陆远有一个技能，会对身旁附近的玩家造成高额伤害，谁靠近谁死。模样好像是。看到陆远身上荡漾开的火焰之环，黄巢鬼刺连连点头，就是这般模样。等等，黄巢鬼刺反应过来，不断的在队伍里提醒，别靠近那家伙，小心他的技能。退啊！但是已经为时已晚了，被这黄巢鬼刺偷袭一番，陆远已经心中有所警觉，此时察觉到了身旁其他刺客的靠近，抗拒火环下意识的催动，在天赋技能的进化后，这抗拒火环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陆远极力撑开这抗拒火环之时，这抗拒火环波及的范围十分的恐怖，这火焰形成的火环几乎笼罩了4、5米的范围，本来只能在陆远的身旁蔓延半米左右，作为一个防身技能的抗拒火环，此时在天赋技能的增幅下，几乎化作了一个主动攻击的技能。更离谱的是，这抗拒火环也并没有立马消失，而是持续了1、2秒才终于消失。在这持续的时间内，抗拒火环随着陆远的移动而移动，随着陆远几步踏出，周围隐身的刺客玩家们便被纳入了这抗拒火环的范围之内。砰砰砰的几声，就好像是电蚊拍电苍蝇一般，那些隐藏着身形的刺客在接触到火环的瞬间，身躯就已经被巨大的斥力轰飞出去了。这些刺客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秒了。而且这抗拒火环持续的时间内，近战、远程，所有的攻击都被这火环挡了下来。这已经不是单纯火环的模样了，就像是一个持续时间不长的火焰护盾。而这黄巢鬼刺因为最先逃离的缘故，成功的逃过了一劫。若是他没有选择撤退，而是继续攻击陆远的话，这些被秒杀的刺客玩家就是他的下场。看着沐浴着火光，仿佛火焰君王一般的陆远，黄巢鬼刺刚准备再施展前行隐藏起来，准备下一次的攻击时，但是他的身躯上却传来一股奇异的感觉。黄巢鬼刺的神色变得惊恐起来。这是什么？第139章石化的恐怖。就在陆远和其他的黄巢公会成员们战斗之时，却突然遭到了黄巢鬼刺的偷袭。但好在这迅捷的偷袭也依旧被陆远及时反应过来，快速躲开。有所警觉的陆远直接施展冷却完毕的技能，天赋增幅下的抗拒火环几乎成了火焰护盾，不光具有极强的防御性，同时也具备着强大的攻击性。陆远身旁的刺客玩家们还没有攻击到陆远，陆远的攻击就已经来到了他们的脸上。那些黄巢公会的刺客们又岂能料到这一击？砰的几声，这些黄巢公会的刺客们已经悉数被秒，只有一些还没有来得及靠近陆远身旁的刺客们幸免于难。而最先发起攻击的黄巢鬼刺，此时已经脱离了陆远抗拒火环的技能范围，因此并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就当他准备施展前行，准备再次向陆远发起致命一击的时候，一抹辉煌的光晕已经悄然命中了他的身躯。黄巢鬼刺顿时感觉到脚步变得无比沉重，身躯仿佛背着千斤巨担，一步都走不动了。他有些骇然地看向了脚下，但这一眼却让他发自心底的胆寒起来。脚下不知道何时已经逐渐融入了地面，在他惊骇的眼神之中，石化很快便蔓延到了他的全身。在场上玩家们惊恐的眼神之中，黄巢鬼刺的身躯很快化作了一座惟妙惟肖的石雕。陆远望着这具黄巢鬼刺化作的石雕，微微挑眉。他所使用的正是暗金气石之界的附带技能石化，只是让陆远有些没有料想到，这石化的能力会如此强大。陆远只是选定了一个目标，这黄巢鬼刺就已经快速的被石化了。这暗金气石之界所附带的石化技能，竟然是高贵的指向性技能，也就是可以指定目标使用的技能。这可和常规的非指向性技能有着巨大的差异。非指向性的技能有着落空的可能，就好比陆远的火球、爆炎剑等常规的技能，这些技能都是在陆远的精湛操控下才有100%命中的效果。换一个使用者，比如那些黄巢公会的法师玩家们，他们的技能就很容易被陆远通过走位规避。但是指向性技能就不一样了，可以指定一个目标释放，对于那目标来说，这命中率堪称100%。可以说这指向性技能绝对是最令人头疼的技能了，专治一切花里胡哨。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陆远作为整个神域最了解法师的玩家，对这指向性技能同样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这指向性技能在他的面前也并非无解，但是这指向性技能在黄巢鬼刺等人的面前堪称无解，一击必中。
石化技能很快便将这黄巢鬼刺给石化在原地。陆远当然没有放过他的可能，随手招出几团火球，其中一小团火球径直地朝着黄巢鬼刺的身上砸去。在黄巢鬼刺有些绝望的眼神之中，火球轰地炸裂开来，连带着黄巢鬼刺化身的石雕直接崩碎了一地。黄巢鬼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被什么玩意儿给定身了，自己又是怎么变成石雕的。他的眼前变得黑白，系统的提示在他眼前闪过：你已被玩家正义狂徒击杀。灵魂回到了最近的墓地，黄巢鬼刺看着周围熟悉的工会成员们，神色难看。此时的墓地里已经被黄巢工会的成员们占据了，其中绝大部分是被千族尸鬼领主所击杀，另一部分则是被陆远所击杀。可恶啊，我们还没有破隐，那家伙是怎么发现我们的？有挂透视，我要举报他。黄巢鬼刺的身影融入人群，无人问津。他的眼中是浓烈的不甘。为什么这家伙就是那么难杀？自己苦练了那么久，为什么在他的面前还是那么不堪一击？黄巢鬼刺心底有些绝望。刺客近身法师本该是碾压般的获胜，但是为何每次结局都是以他的失败告终？回想起自己在竞技场之中奋斗的日夜，黄巢鬼刺眼中愈发不甘。正义狂徒，等着，你迟早有一天会败在我的手里。他紧咬着牙发誓道。另一边，黄巢鬼刺的再次阵亡并没有让陆远心中掀起波澜，唯有这黄巢鬼刺的最初一击让陆远稍稍正色些许。有些实力不错，但也仅限于此了。陆远并不知道自己给黄巢鬼刺带来了何等的打击以及激励，但是就算陆远知道，他也并不会将其放在心上。纵观陆远前世漫长的传奇一生，在他成名以来，无数的人以他为目标，发誓要追上他，甚至想要超过他。但是誓言终究是美好的想法，陆远也见过无数精彩艳艳之辈，在时间长河之中如彗星般一闪而过。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唯有他坚毅不倒。正如他一开始所言，天才也只是践踏的门槛。像这黄巢鬼刺般的普通人一路走来，如过江之鲫，就连天资要远超黄巢鬼刺的天才也是多如牛毛，但是他们终其一生也依旧只能追随着他的步伐。像黄巢鬼刺这般的玩家，也不过是陆远身旁的过客，一个不起眼的配角罢了。没有挡陆远的路，自是最好，但若是挡了他的路，陆远便会让他们感受清楚什么叫真正的绝望。矿山深处，黄巢工会成员们的数量不断减少，他们有些惊恐地发现，他们死伤了几十上百位玩家了，但是那家伙竟还依旧丝毫未损，甚至连他的法力值都没有消耗多少。这一发现都快要让他们绝望了。人群之中不知道谁骂了一句 Mad 变态，一直以为他们都只是听闻第一玩家的名号，心中所想的是都是玩家，再强又能强到哪里去？你一个人再强能强过我们几百人，但是只有等到真正交手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他们错了，错得很离谱。就在这时，矿山入口处却是又传来声响，又有玩家进入了这里。第140章支援。就在陆远全神贯注地应对着这些黄巢工会的成员时，他却又听闻这入口处又传来了脚步声。陆远的心中也是一紧，他现在的实力远不如昔日巅峰1000万分之一，同时应对如此多的玩家数量，对于此时的他来说已经并不容易了。若是对方再来支援的话，陆远就不得不开始考虑撤退的问题了。陆远可不想死在这里，一连击杀了上百玩家，此时的陆远已经处于红名状态，名字红得要滴血。这要是被杀一次，损失大了。一旁追击陆远的黄巢工会玩家们脸上也有些疑惑，他们复活那么快赶来这里了？没有啊，看他们说还在路上。那进来的是谁？黄巢成员们扭头看向了入口，只见入口处几位玩家的身影缓缓浮现，一张婴儿肥的小脸在陆远的眼中浮现。是他？陆远眉头微皱，很快便想了起来，这家伙不就是有过几面之缘的那个谁来着？对，茉莉工作室的那个小牧师。看着胡婷婷以及身后的几个玩家，陆远有些摸不清对方的想法。此时的氛围正陷入了焦灼之中，而胡婷婷等玩家的出现则是打破了这焦灼的氛围。不管是陆远还是黄巢成员们，此时都有些拿不准，这新加入的玩家究竟是哪一方的？陆远并不知道这胡婷婷等人的想法。此时红名的他再加上背包内击杀了领主 BOSS 的战利品，可以说陆远身上的价值已经是其他玩家可望而不可及的。只要能够成功击杀陆远，获得陆远背包内的装备，场上的玩家
怕是可以直接一跃而成百万富翁。巨大的利益面前，陆远相信很少有玩家能够坚守住自己的本心。而这胡婷婷等人既然是茉莉工作室的一员，那么也就代表几人大概率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若是他们能够得知击杀陆远所能获得的利益后，他们是否会站在自己这一边？陆远不能确定，他也不愿意去赌。他曾经历过无数次这般的局面，无数次的经历告诉他，唯有人性不可试探。而另一边的皇朝成员们此时的想法也和陆远相差无几。他们看着有些陌生的胡婷婷等人，心想着这些玩家难不成是那正义狂徒的增援队友？但是他们很快又放松了一些，因为他们赫然发现胡婷婷一行人不过寥寥几人，对他们的战局又有什么影响？因此也没有太放在心上。胡婷婷的目光很快便落在了陆远的身上。陆远被不少玩家追着跑，还是十分显眼的。他不难看出皇朝工会成员们与这陆远的矛盾。他带着队伍里几人急忙上前。正义大佬，他几乎没有过多犹豫，便选择了靠近陆远。陆远微微后退半步，打量着他们。他队伍里的几人目光也是很快从陆远的红绫上扫过。不过让陆远有些诧异的是，他居然没有从几人的眼中察觉出贪婪诸如此类的情绪，倒是让他有些意想不到。可能是还没有意识到陆远身上的价值吧。陆远的心中很快了然，默认了他们的加入。仅凭陆远一人的话，要想将这几百皇朝工会成员全部清理干净，有些困啊。但若是在这些玩家的协助下，陆远感觉可就要轻松多了。有这么多的玩家替陆远分担，以陆远爆炸的伤害，绝对有机会在几分钟内彻底铲除周围的皇朝工会成员。只是陆远还是高估了这茉莉工作室玩家们的实力，只是一个照面，队伍便减员了一人。按照这样的速度，这些增援而来的玩家们很快便会死完了。若是只有陆远一人也就算了，不失误的情况下，陆远还是有不小的把握将皇朝工会彻底终结在这里。但是再加上这些追随而来的胡婷婷等人后，陆远反而没多少把握了。这些家伙不送就好了，想想还是算了。陆远当即决定还是撤退了。这领主 BOSS 的奖励已经到手了，继续和这些玩家争斗也没有意义了。要是一不小心失误，将自己折在这里了，那才是真的难受。略一思索，陆远心中已有退意。这领主级 BOSS 所带来的奖励堪称豪华。再一次见到陆远，胡婷婷的眼眸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他同样是注意到了不远处倒在地上的千足尸鬼领主身躯，那庞大的身躯带来的压迫气息十足，哪怕已经死了，也依旧能让人感受到生前的恐怖实力。回想起系统的通告时，胡婷婷的心中更为惊奇，这般恐怖的存在是怎么被正义大佬所击杀的？看现在的模样，似乎还是虎口夺食啊！从这伙皇朝工会的成员们面前抢下了这领主 BOSS 的首杀，真厉害啊！他看向陆远的眼神不无憧憬，那可是领主级 BOSS 啊！茉莉姐带着工作室里的众人全力以赴，也只能勉强对付一只头目级的 BOSS。那头目级的 BOSS 又肉又难打，可给他累死了。而且他还是个辅助奶妈，都累得够呛。这要是换成输出，怕是都不知道死多少次了吧？陆远并不知道他此时的心中所想，准备走了。靠近胡婷婷几人的身旁时，陆远轻声道。胡婷婷等人有些愣神，这就准备走了？他们才刚来，刚准备跟着大佬感受一下 PVP 的乐趣，现在还是算了吧。正义大佬都走了，他们留在这里岂不是挨打？他们可没有陆远那般的实力，在面对着数十倍于己方的玩家，他们绝对没有一丝获胜的希望。怀揣着这样的想法，在陆远提出撤离的时候，队伍里没有一人有异议。事实上，若不是胡婷婷在看到皇朝工会成员们大肆进入这大矿山深处后执意要来，他们压根就不会想到进入这高级野怪遍地走的大矿山内。此时见到陆远，想到系统的首杀通告，他们眼中满是热忱。这可是条大腿啊，若是能够与之交好，好处大大的。这样想着，他们也表现得英勇了起来，义无反顾地挡在了陆远的身前。正义大佬，您先撤。对，我们掩护你。他们的神情激荡，小心思被陆远尽收眼底。他却没有说什么，而是默默加快了脚步。第141章领主 BOSS 的奖励。眼看着陆远和皇朝成员们的战斗陷入了僵局之中时，又一伙玩家的出现打破了僵局，却是和陆远有着几面之缘的茉莉工作室成员们。他们的到来让皇朝工会的玩家们提高了心中警惕，特别是当他们看到了陆远脚步不断朝着入口靠近时，他们更是躁动起来。快，别让他们跑了，别怕死了，再留不住他们，咱们就白死了那么多兄弟了。一个面容坚毅的玩家大声说道。他身先士卒地朝着陆远所在的方向冲来，但是迎接他的是陆远快速而
而又精准的一发火球，他直接倒地身亡。不怕死的玩家都已经死了，那些冲得最猛的人死的也是最早。十之界对路远的增幅实在是太恐怖了，高贵的技能冷却缩减词条，再加上路远10倍技能特效增幅过的超级火球，路远才能勉强达到现在的成果。以一己之力将上百位皇朝成员压得头都抬不起来，完完全全的展现出了什么叫炮台法师。路远边战边退，皇朝成员们的步伐被不断拖延，近战职业的数量越发稀少。到了后面，那些战士玩家们也终于怕了，服了，这家伙的技能怎么没停过啊？技能多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他丫的怎么法力值也跟无穷无尽一样啊？要知道，就连他们队伍里负责魔法对轰的法师玩家，此时也已经消耗完了法力值，只能看着远处的路远干瞪眼。操，谁爱追谁追，没蓝了，你们追去。马德真是个变态，这都不死。他骂骂咧咧着停下了脚步，远远的朝着路远比划了个国际友好手势。击杀路远的诱惑确实很大，他们的会长皇朝战天甚至愿意花10万的重金来杀这路远一次，但是没想到这家伙这么难杀啊！换做其他玩家，恐怕在他们几百人的围攻下早就死上不知道多少次了。但是这正义狂徒不仅没死，反而还杀了他们上百的兄弟，而自己更是将法力值都耗尽了，也没有成功给这家伙造成哪怕一滴血的伤害。这还打个香蕉棒棒锤啊！不打了，谁爱打谁打去。伴随着第一个法师玩家破罐子破摔的行为后，越来越多的玩家停下了追路远的脚步。大部分的法师玩家法力值都已经危险了，再追下去感觉自己都要被反杀了，哪里还敢继续追下去。而没有了法师玩家们这一强大后援的协助，近战职业们也相继减缓了速度。原本人多的时候都拿不下路远，此时人更少了，那不是更没有希望了？而且就他们那么多人，怕是再来个火球又要死一片了。这次战斗过后，他们对路远的火球术已经心生敬畏了，那简直就不是正常人能释放出的火球。那一个火球飞出，跟个炸弹一样，砰的一下，几米范围内的兄弟们就都死了，伤害范围简直不要太夸张。最后哪怕他们心有不甘，也只能目送着路远离开了这里。感受到骤然降低的压力，路远的眼中神色闪烁，已经明白了这些皇朝成员们的想法。最后顺手几个技能收下耿直的皇朝成员，路远带着胡婷婷等人终于从入口离开了这座大矿山。胡婷婷也是看到了那些停下了追击的玩家们，虽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也能看出这明显是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他们终于脱离了这大矿山的深处，走出了这大矿山，光亮很快重新出现在了面前。胡婷婷满眼好奇地看着路远，大佬，你是怎么击杀那领主级 BOSS 的啊？他说话十分耿直，给周围的队友们听得一阵心惊胆战。婷婷啊，这是能直接说的吗？攻略 BOSS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特别是头目级之上的 BOSS， 且不说是领主级 BOSS， 就连次一级的首领级 BOSS， 要想击杀他，也要费上不小的功夫。每一个 BOSS 的攻略经验都无比的宝贵，涉及到 BOSS 每阶段的技能，又亦或者是这 BOSS 的弱点，都是需要用大量玩家去尝试才有可能知道。他们都不敢想，这一只领主 BOSS 全力爆发技能时，该是何等恐怖的景象。而成功将这么一只领主 BOSS 给击杀的路远，又该是如何做到的？他们都有些难以想象。但无论如何，这婷婷就这么直接的询问起击杀 BOSS 的经过，对他们来说，这委实是有些直白了。他们更担心的是，这正义狂徒大佬会不会因此而对他们心中生厌？但是有些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路远的神色却并没有因此而变化，仿佛胡婷婷所询问的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问题罢了。没什么，丢了几个技能就死了。路远实话实说道。胡婷婷倒吸了口凉气，频频点头，厉害厉害。队伍里的其他人刚竖起了耳朵，就听到了这样的回答，心中不免有些失望。这显然并不是他们想听到的，他们想听到的是这千足尸鬼领主是何等的强大，技能如何如何，弱点又是如何如何。他们只当路远所说的是谦词，用来遮掩真相的谦词罢了。实际上，在看到路远被皇朝工会的成员们追杀之时，他们的心中就已经有所猜测了，多半是那皇朝工会发现的这领主 BOSS， 然后展开了攻略。而这正义狂徒应当只是运气好了些许，凭借着极高的伤害，几个技能顺利从那皇朝工会的手中抢下了这神域之中第一只的领主 BOSS。 这应该也是为何这皇朝工会的成员们一副恨不得将这正义狂徒宰了的样子。若是这正义大佬抢了他们的 BOSS 的话，那么这一切就说得过去了。这样的话就合理多了，也更能让他们接受。毕竟没有亲眼所见，他
他们实在是无法想象，一个法师玩家要怎样才能几个技能将无人能敌的领主级 BOSS 给秒杀？绝不可能！还没等他们开口，胡婷婷所问的问题便又让他们都竖起了耳朵，仔细聆听。正义大佬，这领主级 BOSS 会掉什么呀？第142章。我花钱可以吗？正义大佬，这领主级 BOSS 会掉什么呀？胡婷婷看似随意的发问，却引得周围的几个队友都纷纷竖起了耳朵。他们齐齐地看向陆远。没有办法，陆远是神域之中第一个击杀领主级 BOSS 的玩家，他们的心中也同样无比好奇，这领主级的 BOSS 战利品该是何等的豪华。但是表面上他们却有些指责起这胡婷婷起来。婷婷，嘘，这是我们能知道的吗？就是这领主级 BOSS 的奖励一定十分稀有吧？要是能过眼瘾，开眼界也好。他们有的指责，有的感慨，而阅历丰富的陆远又何尝没有听出他们的意思呢？这对陆远来说也并非难事，不外乎就是展露一番掉落的装备罢了。不管是紫金器还是品级更高的暗金器，陆远没有十足的把握解决掉那几百位皇朝公会的成员，但是应付这胡婷婷几人，他还是把握十足的。他也不担心这几人生有二心，反正这些装备里他基本也只会是留下自己所需要的装备，其他用不上的装备陆远肯定是选择出手。到时候如此高等级的装备也必然会在神域论坛内疯传，到时候茉莉工作室的这些人肯定也能看到。因此陆远略一思索，还是选择了主动展示。不论是出于何心，茉莉工作室的几人选择对陆远出手相助，陆远自然也不会恶语相向，不过是给他们看看装备，又不是向陆远索要装备，陆远无需拒绝。不过让陆远有些高看的是，这茉莉工作室内的这小脸婴儿肥的牧师妹子，言语直言不讳，说话直白，倒是让陆远心中暗自点头。他倒是更喜欢与这种人打交道，有没有异心，一看便知。至于其他的玩家，自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但是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恐怕早就已经暴露在了陆远的面前。陆远虽然不会有多厌恶，但是也很难心生好感。相比较之下，胡婷婷在陆远的眼中要顺眼一些，答应这么一个无关痛痒的要求，对陆远来说也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你们想看下这领主级的战利品？陆远主动问道。小牧师胡婷婷闻言睁大了眼睛，眼中满是期待。陆远点头，没有言语，很快便从背包内随意地取出了几件装备，而这几件装备也正是那领主级 BOSS 所报的战利品。茉莉工作室的几人看清了这装备散发出的色泽，齐齐倒吸了一口冷气，面露惊骇之色。装备5件，一蓝3紫1金，平日里稀有的紫金器装备，那些获取十分艰难的紫金器，此时就已经有3件这么简简单单的摆在了他们的面前，仿佛一伸手就可以够到一般。这紫金器散发出了强大的诱惑，让茉莉工作室的几人有些移不开眼睛。哪怕是现在一件30级的紫金器，出售的价格最低也在几千 RMB， 若是装备的属性极品一些，碰到一些不差钱的买家，这一件紫金器甚至能够卖出上万的高价。更别说这3件走在了玩家前列的装备，价格绝对值高不低。陆远只是简单展示给了几人这些装备的模样，具体的属性几人不得而知。但是这些装备既然是60级的领主 BOSS 所爆出的，那么属性必然是差不到哪里去的。几人的目光有些恋恋不舍地从这3件紫金器上移开，他们看向了最后一件装备，那暗淡深沉的金光如同磁铁一般死死地吸引了几人的视线。暗金器，这应该是他们亲眼所见的全神域第一件暗金器了吧？茉莉工作室的几位玩家心中已经掀起了巨大波澜，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领主级 BOSS 居然真的出了暗金器，而且还是60级的暗金器。在他们还没有30级的时候，陆远这边竟是已经连60级的暗金器都已经准备好了，这简直太夸张了。而且更令几人垂涎欲滴的是，这把暗金器居然还是一把法杖。法杖看起来就像是用尸骨所制成的一般，法杖的顶端镶嵌着一颗小巧玲珑的骷髅头，与之空洞的眼眶对视，能够感受到那股死亡气息的降临。而法杖的身躯就好似一根笔直的腿骨一般，晶莹洁白，光滑圆润，让人在感到一丝毛骨悚然的同时，又忍不住迷恋起这绝妙的手感。这绝对是法师玩家们所梦寐以求的武器，60级的暗金器法杖。陆远握在手中，空挥了2下，手感十分的顺滑。只可惜的是，现在陆远的等级还不够，并不能将这暗金法杖装备起来。手感固然重要，但是这暗金器法杖的强大也是有目共睹的。对于法师来说，手感在强大面前一无是处。那种真正的神器，哪怕只是轻飘飘如羽毛一般，又或是厚重如巨剑一般，
只要强大，总会有不计其数的人们为之前赴后继。陆远前世也曾用过十分轻便的羽毛法杖，那可不是普通的羽毛，而是这神域之中一种极为强大的种族的羽毛所制成的法杖。那手感就像是真的是在挥舞着一只羽毛战斗，十分奇怪。但是看在那根羽毛法杖高达史诗级的品质面前，陆远只能表示顺手，太顺手了。这暗金法杖也是同理，不过陆远用起来也确实顺手，不管是从质地还是手感来说，都趋向于完美。或许外形看起来有些非主流了，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在这60级暗金器法杖高额的属性面前，没有问题。那个茉莉工作室内的一位成员终于忍不住开口说话了。陆远扭头看去，赫然发现这位成员的腰间别着一根普普通通的法杖，这家伙应该也是一位法系职业，而且陆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一位法师。他看着陆远手中的暗金器法杖，流露出了十分明显的羡慕之色。陆远等待着他的话，看看这家伙会说些什么。总不能是打算朝自己索要这柄法杖吧？还是说打算花钱从陆远的手中买下它？终于，那个法师玩家鼓起了勇气：“大佬，请务必一定要给我看看这把暗金器法杖的属性。我花钱可以吗？”第143章恐怖的暗金器。大佬，请务必一定要给我看看这把暗金器法杖的属性。我花钱可以吗？听到这法师玩家的话，陆远的面色有些古怪。他能够理解这暗金器法杖对于法系职业的诱惑力之大，但是他没有想到诱惑力会如此大，甚至让这位法师玩家甚至都不惜花钱，只为了能够一睹这暗金器法杖的属性。陆远能够感受到这家伙对这暗金器法杖的渴望了。陆远还在心中感慨之际，见陆远没有回应，一旁的胡婷婷也是连忙开口请求道：“正义大佬，这暗金器法杖到底有多厉害啊？可不可以给我们看看呢？”“大佬放心，我们绝对不传出去。”说着，他还捂住了自己的嘴，满脸坚定地看着陆远。陆远翻了个白眼，信他个鬼！怕是刚给他们看，下一秒整个神域论坛都知道了吧？陆远见过无数信誓旦旦的人亲手违背自己的诺言，对此早就有些司空见惯了。但是陆远本就没有多隐藏的意思，这暗金器法杖是他的，那么就是他的，他可以选择卖给别人，甚至是送给别人，但是没有人能够从他的手中将这法杖抢走。若是能够从他手中抢走，陆远反而还会高看对方一眼。他无敌了太久了，若是能再出一位惊世之才能与他较量1-2，陆远反而心中还会开心一些。但很可惜，陆远知道不存在的。阅览前世一生，在惊世之才最终也只会是拜倒在他的手下，这一世也断然不会例外。大佬，大佬！身旁胡婷婷的几声呼唤让陆远回过神来了。看着满眼希冀望着自己的法师玩家，陆远摆了摆手。那位法师玩家还以为陆远连这都不愿意，脸上有些慌张：“大佬，是不是嫌少啊？我可以再加些，只要能看那法杖一眼就好。”陆远依旧是摇摇头。那位法师玩家都要绝望了，他看着自己的普普通通的蓝色法杖，那还是自己在几天前魂副本的时候侥幸获得的，属性平平无奇，撑死也只能算是不错。而如今眼前就是全神域唯一一把的暗金器法杖，他却连一睹其属性的资格都没有，心中顿时感到一阵悲哀。但就在这时，他的眼前却闪过系统的提示声：玩家黄沙滚滚退出了临时队伍，玩家正义狂徒被队长胡婷不是胡桃邀请加入了队伍。玩家正义狂徒发送了一条消息。法师玩家一愣，他很快意识到了什么，飞快地点开了队伍聊天，一张金灿灿的属性截图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正是那暗金器法杖的属性截图。他猛然抬起头，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陆远：“大佬你……”陆远语气轻松道：“不过是属性截图而已，谈不上钱。”而此时的那位法师玩家早已被感动得稀里哗啦，而他们的身旁，黄沙滚滚急得抓耳挠腮：“婷婷啊，我也要瞅瞅啊，给我瞅瞅啊，给我也发一份啊，我也没瞅着那暗金器的属性截图啊。”胡婷婷复制了一张，很快私信发送了过去。只看一眼，那黄沙滚滚就已经瞪圆了眼睛：“我的妈，这是什么伤害啊？”从胡婷婷所发来的属性截图上，他算是第一次见识到了什么叫暗金器的强大，那已经不是紫金器能够相媲美的了。60级的暗金器，那可是比60级紫金器还要稀有强大的存在，更别提他们这些茉莉工作室的成员们，平时哪里能经常见到紫金器的属性啊？平时看的都是一些常规的蓝色装备，那些稀有的紫金器可是很少流通在交易所里以及市场上的，他们就是想看都看不到。
那30级的蓝色武器已经要比30级的紫金器逊色许多了，更别提60级的紫金器了，更不要说那60级的暗金器法杖，这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啊！他们哪里能想象得到，这60级的暗金器法杖竟然会强大到这般程度？一时间，他们心中百感交集。仅仅只是一张装备截图，就已经看得他们哈喇子都要流一地了。特别是前面那位法师玩家，那眼珠子都恨不得粘在那骷髅法杖上了。原本还觉得有些悚然的造型，此时在他的眼中也变得柔和了起来。怕？这还怕个锤子啊！若是能将这骷髅头握在手里细细把玩，那岂不是？陆远看着几位玩家一副痴汉的模样，微微摇了摇头。这些茉莉工作室的玩家们还是见识浅薄了，这才仅仅是暗金器就已经被惊成这般模样。要是让他们看到更强的史诗级装备、传说级装备，甚至是神话级装备，这些装备可都不是暗金器能够媲美的。暗金器甚至不如他们的1/12、1%、1/1000%。见惯了高级装备的陆远，看到这暗金器，表现的就从容许多了。这暗金器法杖确实要比陆远身上的紫金器法杖要强大的多了。若是能够换上这暗金器法杖，对于陆远实力的提升也是十分巨大的。对陆远来说，也就仅此而已了。毕竟他哪怕没有这根暗金器的法杖，他也已经是无敌之资了。天赋进化到了这般恐怖的程度，哪怕陆远用一根最平平无奇的白板法杖，在天赋的增幅之下，也比寻常玩家握着暗金器法杖要强大得多。这对其他法师玩家来说，或许是千金难求的暗金器法杖，其实在陆远看来，还不如一件属性不错的暗金器衣服好些。毕竟陆远此时的伤害已经爆表，只需要在生存方面多考虑一下提升即可。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暗金器法杖就并不强，相反，这暗金器法杖绝对强得离谱。作为一柄暗金器法杖，它几乎将输出拉到了极致。陆远的目光再次落在了这暗金器法杖之上，这暗金器法杖的属性很快再次浮现在了他的眼中。第144章，惊人的等级。当陆远的目光再次落在了这暗金器法杖之上时，这暗金器法杖的属性便再次浮现在了他的眼前。尸鬼领主的意志，品质暗金，等级需求60级，智力加120，法术攻击加650，法术穿透正 25%， 法术暴击正 15%， 涌动，施法技能会对范围造成额外伤害。王语，击杀的目标有 35% 概率转化为亡灵。骸骨，获得法术攻击 25% 的物理防御。附带技能骷髅召唤7级。评价，这是一位高贵领主的意志。1个字，强大。2个字，非常强大。这是所有看到这暗金器法杖玩家的第一反应，哪怕不是法师玩家也能察觉出这法杖对玩家实力的提升有多夸张。在陆远的眼中，这件装备简直就是为这亡灵法师贴身打造的极品神器。没有一个亡灵法师看到这装备的属性不流口水的。高额的智力加成，高额的法术伤害加成，附带的技能等等，若是能够装备这骸骨领主的意志，普通亡灵法师完全可以跻身一跃，成为神域之中数一数二的强大亡灵法师。哪怕是对陆远这样的常规法师来说，这件装备的属性也是相当的极品，法术穿透、暴击等等，都能让陆远的伤害获得极大的提升。如此极品的装备，看得那茉莉工作室的几人是无比眼红。他们也不由得幻想起来，若是他们也能穿上这样的装备，那该多爽啊！直到陆远将这暗金器法杖收回背包内，他们才终于恋恋不舍地收回了视线。这千足尸鬼领主的战利品肯定是不止这么点的，其余爆出的材料还有不少，道具、技能书等等。这野外 BOSS 的开荒奖励简直不要太豪华，让陆远都不由得暗自啧舌。这要是能多遇到一些野外的强大 BOSS， 不管是装备还是其他方面，都可以极快的武装起来了。只是这暗金器法杖虽然香，但是陆远还是不能装备的，等级限制明明白白的写在那里。这是一件3转60级的玩家才能装备的强大装备，以陆远此时的等级，还远远达不到装备这暗金器法杖的要求。但是也相距不远了，这一只60级的领主 BOSS 给陆远带来了巨大的经验加成。原本陆远在击杀了不少野外的怪物，等级已经提升到了34级，而在击杀这60级的领主 BOSS 之后，所获取到的经验堪称恐怖。毕竟那可是跨越了26级近30级的差距击杀的，光是越级挑战带来的经验加成就已经高达 260%， 而这60级的领主级 BOSS 本身击杀能带来的经验已经是海量了，而且还都让陆远一人所独占了。
再加上高额的越级挑战经验加成，陆远的等级竟是直接冲到了40级，非常的夸张。但这还远远不止，陆远之所以提升到了40级，并非是经验只能让他提升到40级，而是陆远的等级提升到了40级后，在没有二转的情况下，是无法获得更高的经验值的，因此陆远的等级才固定在了40级。这也就意味着，若是没有这层经验锁的限制，恐怕陆远的等级将会突飞猛进到一种无比恐怖的地步。只是陆远此时的心中却依旧是一片平静，横竖不过是浪费了些许经验罢了。以陆远此时的实力，若是能再找到一只领主级 BOSS， 击杀后经验又是可以暴涨，陆远并不担心等级的提升，能够直接让陆远的等级冲到40级，陆远已经是十分满意了。直接提升了6级，一下子又领先开了巨大的差距。陆远随意地点开了等级榜，很快便看到了等级榜上的诸多玩家们，大部分还是熟悉的名字，只是陆远与他们的差距已经被拉开巨大了。第一，正义狂徒40级0%初级法师。第二，君莫笑32级1.5%初级战士。第三，荣耀红叶32级0.8%蔷薇剑客。第四，狂澜31级97.5%初级战士。第五，而神域之中关注着排行榜的玩家们此时也是喧闹了起来，不为其他，正是为了陆远等级暴涨6级，将原本只有2-3级的差距一下子拉开了8-9级。卧槽，这家伙的等级到底是怎么升的？怎么一下子升40级了？前面我记得这大佬才34级啊，怎么一眨眼就40级了？正义大佬求带啊，人美声甜会暖床，楼上的，我知道你是抠脚大汉，别在这里发癫。哼，这家伙看起来很厉害嘛，看来是我出手的时候了。甘霖娘，开挂狗，肯定是死刷子。我不信。风落城外，傲视公会练级场所，狂澜手中不断切换着武器，时而化作长刀近战，时而化作法杖远程，惬意轻松地将面前的精英怪击杀后，他的身上白光闪过，等级提升到了32级。周围的队员们围聚在一起，狂澜哥就是厉害，近战比战士强，远程比法师强，厉害啊！咱公会里有了狂澜哥、斩龙哥，真是如虎添翼啊！狂澜哥现在32级了，再来8级应该就可以二转了，真好啊！我还差10级呢，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狂澜收起了手中武器，听着众人的吹捧，面色竭力保持淡然。嗨，当然和大家的努力分不开关系，尽快二转，咱们公会对于二转早的玩家可是有优越的待遇的。狂澜顺手点开排行榜看了一眼，等级榜第4，这让他原本笑意的眉眼很快沉下。第4远远达不到他心中的预期。往上翻了翻，看到荣耀红叶的时候，狂澜的眼神微眯，寒光闪烁。这荣耀红叶绝对可以说是他的强力对手，虽然天赋并没有他的厉害，但是这荣耀红叶可是有着隐藏职业，死死地盯着那蔷薇剑客职业。狂澜的心中有些郁闷，就连荣耀红叶这般的天赋，获取了这隐藏职业居然都可以压他一头。他若是能够获得这隐藏职业，那么还有谁能压他一头？再往上看，32级的君莫笑，狂澜鼻中轻嗤，或许走了什么狗运，勉强经验比他高上一些吧。这些玩家的等级都没有比他高多少，左右不过是10%左右的经验值，只要他多花点时间，超过的可能性很大。只是在往上看时，他的表情才逐渐呆滞了下来。操！第145章，傲视斩龙前来。狂澜的等级提升到了32级，气定神闲的他扫了一眼排行榜后，很快就不淡定了。他居然才是等级榜第4，他可是强大的 S 级天赋啊！等级榜第3，荣耀红叶，比他高几个点的经验。狂澜心中不屑，不过是走了隐藏职业的好运罢了。土鸡瓦狗，等级榜第2，君莫笑。狂澜依旧是鼻中轻嗤，运气稍好一些罢了，依旧是鼠辈，都不过如此。但是当他看到等级榜第1的时候，原本保持的淡漠高手形象终于有些绷不住了。操！狂澜气得破口大骂，他身旁的玩家有些不明所以。怎么了，狂澜哥？你们看等级榜，马德，那家伙到底是不是人啊？狂澜胸口不断起伏，难掩怒容。只见等级榜第1的位置，正义狂徒的大名高挂，那40级的等级看得一众玩家们面面相觑。几位玩家用力地揉了揉眼睛，正义狂徒什么时候升到40级了？不是，他的等级怎么提升的这么快？这也太离谱了吧！死！玩家们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大为惊诧。他们没有想到，其余的玩家们等级都紧追不舍的，怎么这到了第1就画风突变了？别人都在32分之31级混，
怎么你已经40级了？等级提升的这么快，还给不给其他玩家活路了？狂澜气愤之余，也感到了心底一阵无力感。这塔喵的，差距8级，这怎么追啊？拿头追啊！他得杀多少的怪物，杀多强的 BOSS， 进多少次副本，才有可能追上啊？狂澜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这家伙的等级怎么会提升的这么快？前面等级低的时候也就算了，一下子提升4/5级，或许还有可能是将海量的怪物聚集在一起，然后全部宰了之后，等级快速提升。但是现在的玩家们等级都已经是30多级了，这一下子提升那么多级，多少是有些过分了吧？狂澜有些不甘心地看着那个名字，正义狂徒，这家伙明明还是个普通职业啊，一个普通法师是怎么做到的？看着两人巨大的等级差，狂澜的心中很快涌出了2个想法。若是想要超过这正义狂徒，也仅仅只有这2种方法了：派人去干扰他练级的速度，只要这家伙不升级了，那么自己不就是等级榜第1了吗？又或者再狠一些，想办法杀了他。红名状态下，只要这家伙多杀些玩家，只要一死，那等级绝对是蹭蹭蹭的往下掉，一下子掉个3级5级。或者狂澜的心中很快涌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或者他们可以想办法将这家伙给杀回0级，否则他委实是想不出要怎么样才有超过这家伙的可能。这家伙就如同一座大山一般盘踞在他的头顶，镇压着他，压得他都有些喘不过气来了。只要有这家伙在，哪怕他超越了无数人，超越了荣耀红叶，超越了君莫笑，但也依旧只能是第2。狂澜的面色变得越发的阴沉。对了，你们听说没？斩龙哥似乎在前往朝阳城，听说啊是想招揽正义狂徒。狂澜身旁的玩家们眉头紧皱，这怎么可能？我们和这家伙打得头破血流的，怎么还打算招揽这家伙？哎，这你们就不懂了吧？队伍里的法师玩家摇头晃脑道：有句古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不是，是没有永远的对手，只有永远的利益。虽然这家伙给咱们工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只要这家伙能给咱们工会带来巨大的利益，赌不赌？如果那正义狂徒真的加入了我们工会，不仅屁事没有，甚至还有可能直接成为我们的头头。那法师玩家说的确有其事的模样，让几位傲视工会的成员都沉默了，他们也无力反驳。可能在他们看来，或许事实还真就如此。他们的默认被狂澜看在眼底，虽然面上不显，但是狂澜的心底可并不好受。自己已经是这傲视工会的人气玩家，现在风头都被这正义狂徒抢了，甚至那家伙还没有加入工会，工会里就已经有了一些追随者了。这让争强好胜的狂澜如何能够接受？这神域的第1一定是他的。他的心中一个想法跳出，眼中阴翳更甚。另一边，傲视斩龙正带着队友们匆匆赶往朝阳城。傲视斩龙此时也已经注意到了排行榜的变化了，他自身的排名已经掉下去了。傲视斩龙的实力不弱，平时都是稳定前5，今天听战魂会长的话，前来寻找路远，这才浪费了一些时间，排名掉到了第8。他并不在意这些，后面多花些时间必然重回前5的。只是看到等级榜第1后，他的眼底有些诧异，这正义狂徒的等级暴涨到了40级。仔细联系前后想了想，傲视斩龙心中顿时了然了，多半是击杀那领主级 BOSS 的奖励吧。只是让傲视斩龙有些羡慕的是，这经验奖励也太疯狂了，等级直接提升了好几级，一下子超过了第2 8级。亏贼！看着40级的正义狂徒，傲视斩龙的心中情绪复杂。尽管在前面的战斗之中被这正义狂徒给击杀过一次，但是傲视斩龙的心中却并不以为然，甚至对着正义狂徒，他还心中生出一丝敬佩。这正义狂徒绝对不会是等闲之辈，实力操作在他所见过的散人玩家之中，绝对可以名列前茅，甚至第1。傲视斩龙的心底也很惊讶，一个没有工会支持的散人玩家是如何走到这般的？装备、等级、技术全部都是顶尖，输在路远的手中，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屈辱，因为他能够感受到来自双方巨大的实力差距。那风落城外之战，那正义狂徒可是在1000人的围攻下都不死，甚至还能将他和狂澜的攻击化解，顺便将2人反杀。自那时候起，傲视斩龙的心底就已经将这正义狂徒视作大敌了。此行他也不知道会如何发展，若是那正义狂徒能够答应下来，自然是皆大欢喜，如若不然，傲视斩龙轻叹一声。第146章，豪华的奖励。大矿山深处，此时的路远还没有意识到傲视斩龙正朝着这里赶来，他的身旁几位茉莉工作室的成员还在回味着那暗精气法杖的强大。
陆远微皱眉头，若有所思。他似乎是遗漏了什么。此时矿山深处的凯特都忙点好啊！尽管已经从矿山深处离开了，但是陆远却依旧没有放松警惕。那皇朝工会的玩家们死伤上千，付出的代价堪称惨痛，但是他们却依旧没有获得那领主级 BOSS 的战利品。换作是陆远，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若是陆远没有猜错的话，这些家伙恐怕已经再次集结队伍，朝着陆远所在的地方包围而来了。这里很快就会变得危险起来。陆远心中清楚，但是他很快也想到了那凯特。犹豫了一会，陆远还是决定再等等。陆远并不担心玩家们会将这凯特给击杀。凯特的身份特殊，若是将他击杀，引来的麻烦可不小。凯特虽然已经不是银月骑士了，但是他依旧是这银月骑士团的一员。一旦击杀这凯特，就不是引来银月骑士团的敌视那么简单了，那将是引来整个银月骑士团的追杀。现如今的玩家们等级普遍才30级，而银月骑士团里最低级的骑士都是60级，毕竟可是号称人族3大骑士团之一的银月骑士团。这上千人的皇朝工会，哪怕全军出动，也绝对不会是几百银月骑士团的对手。训练有素、整齐划一的骑士团，战斗起来着实恐怖。果然，没让陆远等待多久，这凯特很快狼狈地跑了出来。虽然姿态狼狈，但是状态却依旧保持完好。显然，在银月骑士团的威慑面前，没有玩家主动朝着他发起了攻击。哪怕他们知道这凯特与陆远的关系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但是这凯特还保留着40级的战力，他们也挡不住，只能让这凯特冲出了人群，离开了这矿山深处。等离开了矿山深处，凯特也终于重见天日了。他松了口气，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的陆远。他此时也顾不上多说些其他，警惕地看了陆远身旁的玩家们一眼。矿山深处的皇朝工会成员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知道冒险者之间也并非是一条线的。而他在陆远完成了任务，替他死去的战友们报仇之后，心中自然而然的更倾向于站在陆远这一边。观察了一会，凯特终于发现这一伙的冒险者们似乎也是和陆远一条线的，辛迪总算是松了口气。他快步上前，就准备护送陆远离开这里。冒险者，这里太危险，我保护你离开。只是他刚下意识的说完，就愣在了原地。陆远也是一脸诡异的看着他。凯特猛然意识到，面前的正义狂徒可不是那些常规的冒险者，他可是亲眼所见，眼前的正义狂徒3-2个技能就能将强大如尸鬼领主的领主级 BOSS 都给秒杀了。保护他，被他保护还差不多。若不是有这位冒险者在，恐怕他也已经在矿山深处与尸鬼领主战斗之时死去了。想到这里，他急忙改口：强大的冒险者，这里不太安全，我们先离开这里吧。奖励就先。他刚准备给陆远发放任务完成的奖励，却不料陆远伸出手来挡在了他的面前。凯特有些不明所以。陆远当然不会现在就选择提交任务，领取任务完成的奖励了。他现在还未进行2转，经验条固定在了40级0%。此时再领取 A 级隐藏任务的奖励，也只会是白白浪费了这隐藏任务高额的经验。先回城再说。陆远打算回到城，先找城内的 NPC 完成2转，再找这凯特领取任务完成的奖励。几人很快离开这里，快速前往回到朝阳城的路上。陆远检查着自己的背包，自己此时的人物等级已经高达了40级，带来的个人属性全面提升。而这一是40级属性的他，一身属性傲视群雄，昵称正义狂徒，等级40 0100000，职业初级法师， HP 850850， MP 25502550，力量60，智力377，敏捷55，体质60，法术攻击2595，物理攻击300，自由属性0，幸运隐藏34，天赋无限进化 SSS 级，技能火球术1星，连发火球2星，抗拒火环5星，装备神赐之戒橙色，石之戒暗金，金蝶法袍紫金，阵营声望55200。此时的他一身属性已经远超寻常玩家了，法术攻击已经高达了接近2600，这是何等恐怖的数值！寻常40级的法师能有个1500，都已经算是高端玩家了，而陆远的法术攻击几乎是他们的2倍了。哪怕他没有那无限进化的逆天天赋，仅凭自身的操作，加上这2600的法师攻击，纵横竞技场也已经是轻轻松松。这还是他没有换上那把强大的暗金器法杖的时候。若是等他的等级来到60级，装备再次更新换代之后，可想而知，到那个时候，陆远的实力将会达到何种恐怖的程度。
几乎无法想象。眼前的界面里，红点的属性过多，让有轻微强迫症的路远都有些难以忍受了。这大矿山一战，他的收获可以用海量来形容。不仅整个背包都装满了装备、称号等界面，均是获得了不少的奖励。路远已经舍弃了许多。要知道，那尸鬼领主可是将足足有上千人的皇朝工会给杀到，只剩下几百人。这装备的爆率，按照1/10来算，也足足爆出了上百件装备。而路远仅仅拾取了其中较为高级的一些，其余的装备，路远虽然有所异动，但也只能将其舍弃了。这上百件蓝装，若是能够全部拾取，出售给荣耀工会的话，路远感觉还是能收获上万块的。但是因为太忙，而且背包内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因此路远也就只能选择作罢。匆忙赶路的空档，路远很快整理着背包。这尸鬼领主作为野外出现的第一只领主级 BOSS， 所爆出的奖励自然不会是只有装备那么简单了。技能书同样也是极为珍贵的一部分。这领主级的开荒手杀爆率惊人，光是技能书就爆出了足足3本。路远捡起来的时候，心中就已经大致有数了。这其中一本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再合适不过。第147章，强大的技能骸骨之森。路远一行人快速赶往着朝阳城。赶路的途中，路远也不忘记整理背包。这领主级 BOSS 爆出的战利品简直不要太多，路远挑选出了其中价值高的道具，悉数装入了背包之内。而这技能书就是其中一种，哪怕技能书的爆率达到了惊人的几%，但是在这领主 BOSS 的手杀开荒之下，也是极为大气的爆出了足足3本，其中一本更是能够适合现在的路远使用。路远很快看向了背包内的那本技能书，和那些低级的技能书不一样，这本技能书散发出紫金的光芒，星级并不低。骸骨之森技能书7星，使用后可习得技能骸骨之森，这竟是一本7星的技能书。路远常规获得的技能书就没有一本是高于3星的，那些打野怪所爆出的技能书往往也只有1、2星，哪怕是路远通关那什么诸神试炼场所获得的技能书也仅仅只有5星。那仅仅只有5星的抗拒火环有多强大，已经无需多言了。可想而知，这7星的技能又该是何等的强大。更不要说这技能书的名字骸骨之森，这才是真正让路远眼前一亮的强大技能。在路远的记忆之中，这骸骨之森可谓是亡灵法师必学的技能之一。这骸骨之森简直是这抗拒火环的升级版，兼具着攻击、防御2点，成为了亡灵法师们进可攻、退可守的必学技能。路远也没有过多犹豫，很快便将这技能书使用了。你使用了骸骨之森技能书，你领悟到了技能骸骨之森。骸骨之森1级，你操控深埋地里的王者，化骸骨为森林，可操控骸骨的数量与伤害均和智力有关。当前可操控的骸骨范围10米，消耗蓝量50，冷却时间60s， 熟练度1%。评价：森林中栽种的未必是树木，还有骸骨。这骸骨之森的范围极大，仅仅是1级，但这骸骨之森的范围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0米。尽管路远还没有释放过这技能，但是他也已经能够想象得出，这骸骨之森一旦释放，恐怕当真是会将深遭化作一片白骨地狱。也让路远不由得心底暗叹，不愧是7星的强大技能，1级时候的强大就已经远超同样等级的低星技能。路远本身的火球术还不知道要多少级才能有如此大的范围。犹豫了一下，路远还是没有现场展示一番这骸骨之森的强大。如此大范围的技能施法，若是不加以小心，路远倒是不会有什么大碍，但是他身旁的其他玩家们或许就不一定了。这骸骨之森会召唤出密集的骨刺，几人的动作慢上半拍，便会被这密集的骨刺所洞穿身躯，串成肉串模样。不过这骸骨之森强大的地方也并不在于此，强大之处在于这骸骨之森内的每一根骨刺都可以被施法者掌控，这是十分可怕的。但也正是因此，才奠基了这技能书强大的基础。常规的玩家在领悟了这骸骨之森之后，要想快速将其掌握是很难的。这骸骨之森的距离虽然最大可以伸展出10米的超远距离，但是却少有玩家在初次领悟时便能操纵到极致。就算是顶尖法师们在掌握了这个技能之后，也是需要长久时间的联系，毕竟普通人根本难以做到同时操控如此多的骨刺，唯有熟练精通之后才会领悟到其中的技巧。前世能将这骸骨之森运用到登峰造极、如指必使的法师玩家仅仅只有3人，为首的正是路远，另外2位也都是亡灵法师中的佼佼者。亡灵法师之所以必修这技能，是因为他们往往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同时多线操控多只骷髅兵这类的召唤物，对于这骸骨之森的操控要比常规的法师要来得更得心应手一些。但是常规的法师玩家不是玩火就是玩水的，素来只追求极致的伤害，
哪里会愿意浪费时间在这精细复杂的技能上？有慢慢磨练这技能的功夫，去学习一个更强大的火系禁咒。一个技能上千米的施法范围，岂不是要更简单粗暴一些？但是陆远不一样，漫长岁月的经历让他在技法之上已经登峰造极。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神域之内，法师的技能就没有他掌握不了的。其他职业的技能，他也都知道该如何去应对。这骸骨之森虽然复杂了些许，但若是能够灵活操控好，在这骸骨之森的范围之内，他几乎就是无敌的。这骸骨之森的技能在陆远的心中评分可不低，此事能够从这尸鬼领主的身上爆出，陆远也有些没有想到。视线从这骸骨之森技能上移开，背包内赫然还躺着2本技能书。望着这2本技能书，陆远微皱眉头，思索着这2本技能书的处理方式。很显然，这2本技能书都不是法师的，一本战士的狂暴斩，以及一本奶妈的星拳。这2本技能书就没有陆远领悟的骸骨之森高级了，一个4星，一个5星。不过虽然这2本技能书的星级不高，但是强度也是毋庸置疑的强大。这2个技能的介绍快速在陆远的脑海中闪过。狂暴斩可以一定时间内增加战士的攻速，快速斩出几道威力不俗的斩击，而星拳则是可以将自己与另一个玩家链接起来，双方都快速回复生命值。这2个技能的热度都不低。这3本技能书的爆出，让陆远的心里也忍不住泛起了嘀咕：自己什么时候运气这么好了？还是说这领主级 BOSS 的手杀这么给力，自己这34的幸运值居然能够爆出这3本人气极高的强大技能书？提到幸运，陆远的眼眸暗淡了一下，他的嘴角苦笑，但很快他重新振作了起来，眼眸中光芒闪烁。当务之急是尽快完成2转，只有完成了2转后，陆远才能提升到更高的等级。朝阳城的西门口，他很快就撞见了一位熟人。第148章傲视斩龙的到来。回朝阳城西门的时候，陆远很快看到了一位熟人。这位熟人不是其他人，正是傲视斩龙。在见到傲视斩龙的时候，陆远的心中就已经提高了警惕。他和傲视公会的关系僵硬，这傲视斩龙的出现也让陆远感到有些疑惑。傲视公会的大本营不应该在风洛城吗？这傲视斩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还带着自己的队员们？是偶遇，还是说这家伙的目标就是自己？陆远面上不显，但是身躯已经绷紧，技能蓄势待发了。若是这傲视斩龙流露出一点攻击的意图，陆远的技能会更快的轰到他的脸上。但让陆远有些没有想到的是，傲视斩龙在看到了陆远的时候，却没有像傲视云巅那般生出愤怒之色，更像是找到了目标，松了口气般。陆远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这家伙目标是自己啊，他找自己所求是为何？陆远脑海中思绪快速划过，终于陆远想到了，自己最近才击杀的60级领主 BOSS， 对方若是找上自己，也只能是为了这个。只瞬间，陆远便已经将傲视斩龙前来的目的分析出个8、9不离10。陆远眼中了然之色闪过，只是周围的茉莉工作室成员就并不知晓这一点。傲视斩龙，这大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们一眼就看到了傲视斩龙。傲视斩龙也是常位于排行榜上的玩家，几人自然有些印象。等等，这傲视斩龙的目标不会是正义大佬吧？他们自是记得不久前的风洛城外的万人大战，他们身边的正义大佬貌似和这傲视公会并不对付啊。那这傲视斩龙的出现，岂不是意味着对方是敌人？反应过来的他们很快脸色微变。正义大佬小心！茉莉工作室内的坦克赶忙取出盾牌，挡在了陆远的身前。几人均是肃然地望着傲视斩龙一行人，生怕这傲视公会的玩家们暴起伤人。不过他们的心底也没有多少慌乱，毕竟队伍里可是有着实力强大的陆远在，哪怕这些傲视的人真的要动手，他们也丝毫不虚。傲视斩龙身边的队员们此时也是看向了傲视斩龙。傲视斩龙微微后退了几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此行是带着傲视战魂的期待而来，并不是为了和这正义狂徒厮杀。我此行而来并无敌意，傲视斩龙坦言道。只是陆远身旁的茉莉工作室几人有些半信半疑，这傲视公会和正义大佬矛盾可不小，如今更是突然带人堵在他们回城的路上，这要是没有敌意，狗都不信。傲视斩龙也没有搭理那茉莉工作室的几人，而是凝视着陆远。听说你击杀了60级的领主 BOSS， 这已经不是什么隐秘，系统通告一出，不知晓的玩家应当才是少数。因此陆远也淡然的点头。傲视斩龙表现得有些虚心请教，方便问一下吗？这60级的领主 BOSS 要怎么击杀？陆远挑眉，不止傲视斩龙一人向他问出这样的问题了，看来他们对自己是怎么击杀这领主级 BOSS 的过程是真的好奇。陆远想了想，还是如实说道：想击杀60级领主 BOSS，
别想了，你们做不到的。他的话语回荡在场上玩家们的耳边，让茉莉工作室的人都有些目瞪口呆了。这么说也太狂妄了吧？这领主级 BOSS 还就只有你能击杀了，其他玩家就没有哪怕一丝的可能性攻略成功。不过这也确实是事实。陆远的话没有嘲讽的意思，而是简单的阐述事实。以这傲视公会的规模，哪怕玩家数量再暴增10倍，也绝对不可能击杀这60级的领主级 BOSS。若不是陆远的出现导致了一丝变数，否则这60级的领主级 BOSS 在玩家们的等级到达60级前，都绝对没有人能够将其攻略成功。就连陆远在天赋技能没有再次升级之前，战胜这领主级 BOSS 的把握也是极低。虽然是事实，但是传入傲视公会的几人耳中，这赫然是赤裸裸的嘲讽。你正义狂徒可以击杀，我傲视公会浩浩荡荡大几千人就不行？他们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刚准备反驳陆远，但却被傲视斩龙伸手拦了下来。傲视斩龙的面色没有多少动容，他不是不知道陆远所说的是事实。他们傲视公会昨日才联合去应对了30级的首领级 BOSS， 战斗都可以用惨烈来形容，费劲巴拉的才勉强将这首领级 BOSS 击杀，更不要说那60级的领主级 BOSS 了。正面战斗，他们没有一丝战胜的可能。而他之所以询问陆远，也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非常规途径的技巧。但是陆远所展现的态度，在他的眼里，显然是不打算将这非常规的技巧告诉给他了。傲视斩龙凝视着陆远的眼眸许久，两伙人之间的范围一下子变得沉寂凝重起来。倏忽，傲视斩龙轻笑起来，眸光晦暗深沉。他终于说出了此行而来的真正目的。且不论阁下是用了什么办法将这60级领主给击杀的，这60级领主的战利品应该掌握在阁下的手中吧？我们傲视公会对阁下手中的装备道具都有极大的兴趣，和陆远所想的并无二般。这傲视斩龙果然是盯上了他击杀尸鬼领主后所爆出的战利品。陆远看着傲视斩龙平淡说道，可以，只要价格合适，多余的战利品出售给你们也不是不可以。虽然他和这傲视公会上有矛盾，但是在足够庞大的利益面前，让陆远和这傲视公会合作一把也未尝不可。陆远身旁的茉莉工作室几人此时也一脸震惊地看着陆远，他们似乎也没有想到陆远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毕竟在他们的印象之中，这正义大佬不是应该和荣耀公会同一战线的吗？怎么这一转头竟然会又答应和傲视公会谈起了合作？哈哈哈哈！傲视斩龙有些惊诧地看着陆远，朗声大笑。笑完之后，他深深地看了陆远一眼，阁下真是个聪明人。不过我们傲视的真正目标只有一个，为了他，我们傲视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一切。不知道阁下可愿意？他死死地盯着陆远，悄然无声地发送了一条私信过去。看清私信内容后，陆远眉头一挑，居然是他。第149章剑帮令，居然是他。看着私信里的字眼，陆远眼中一丝诧异闪过。剑帮令，这傲视斩龙的目标便是这剑帮令。剑帮令的强大无需多言，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公会。和现在的傲视、荣耀公会这些不同，使用剑帮令建造的公会是受到系统的承认的真正公会，不仅可以拥有公会驻地，更是可以拥有公会神兽、公会技能等等。公会等级的提升将会不断的提升公会内玩家的属性、实力，而且越早建立的公会，能够获得的奖励也就越多。可以说，这神域之中第一块剑帮令的出现，绝对能够引起一波腥风血雨。在陆远前世的时候，这第一块剑帮令貌似售出了1000万的天价。不要以为花费了1000万的价格，只为了这神域之中的第一块剑帮令很亏，实则不然。也正是这第一块剑帮令，奠定了龙区神域第一大公会的基础，代号天庭。在天庭这般庞然巨物的面前，这傲视和荣耀就要显得渺小的多了。虽然不一定是这第一块剑帮令缔造了天庭的强大，但是这第一块剑帮令发挥出的作用也绝对不小。而这傲视斩龙追求也不低，他们找上路远，目标不是那些过渡期的装备，他们的目标直指剑帮令。这60级的领主级 BOSS 是有概率掉落出剑帮令的，也确实是如他们所料，这尸鬼领主确确实实的给陆远爆出了一块剑帮令。就在陆远的背包内静静的躺着这么一枚金色的令牌，就是价值1000万的剑帮令，整个神域之中都是第一份。若是将陆远手中有剑帮令的消息传出，恐怕整个神域都要沸腾起来了。但陆远却并没有现在就将其售出的想法。最直接的原因，剑帮令使用的等级需求都要是60级，在玩家们普遍30级的现在，这剑帮令很难拍出一个高价。即使所有的公会玩家都很渴望这剑帮令，但是他们很难花费1000万来购买这么一块短时间内用不了的剑帮令。这1000万的资金
完全可以用来发展工会成员。100万之数，恐怕就已经是目前玩家们的极限了。况且还有些其他的更深层些的原因，譬如这第一块剑邦令还会否如前世一般，被天庭的人以1000万的价格拿下？若是给其他的工会拿到，又会生出多少变数？思来想去，陆远还是没有打算将自己获得了剑邦令的消息吐露出去。面对着傲视斩龙的询问，陆远也只是坦言道：“这东西的爆率太低了，哪怕是领主级的 BOSS， 也并非是100%的概率爆出。这解释很合理，并不牵强。没有爆出就是运气不好。”傲视斩龙也没有什么好说的，闻言也只能表示遗憾。这好歹是神域第一只领主级 BOSS， 还是60级的领主 BOSS， 居然没有出剑邦令，这委实是太可惜了。下一次神域之中再出现领主级 BOSS 的击杀，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呢。傲视斩龙无言，只能再次看向陆远。就算没有爆出那东西，这领主级 BOSS 的其他装备，我们傲视也愿意全盘接下，出的价格绝对让你满意。既然剑邦令没出，那么他们就只能将目光放在这领主级 BOSS 所爆出的装备上了。这领主级的 BOSS 对应的可是暗金级装备啊！若是能够获得这暗金器，对于他们傲视工会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提升。迎着傲视斩龙的目光，陆远同样是微微摇摇头。傲视斩龙眉头微皱，有些不相信了。暗金器也没出，这可是野外领主级 BOSS 的首杀啊！怎么什么都没出？难不成就出了几件紫金器？这也太磕碜了吧！还是说这正义狂徒并没有说实话？傲视斩龙的心神波动，眼眸神色闪烁。剑邦令没出，他信了；暗金器没出，他也能信一些。但是这两者都没有出，甚至连两者之一都没有出。傲视斩龙直觉哪里有些不对，怎么可能如此高难度的野外 BOSS 所爆出的奖励会如此可怜？怕不是这正义狂徒并没有延时吧？他的眼眸中寒光闪烁。直到此时，陆远的声音才不紧不慢地传来：“有是有，但这件装备我看上了。”傲视斩龙很快反应过来了，能让陆远看上的肯定是暗金级的法系装备啊！傲视斩龙长呼了口气，眼中有些无奈。这就没有什么办法了。这爆出的暗金器，陆远自己就能用上，要想从他的手中拿下，难度不亚于登天。若是爆出其他的战士系装备、坦克系装备等等，陆远用不上的暗金器，那么他还有出售的可能。但是陆远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爆出的装备正是一件暗金器的法系装备。傲视斩龙也没有再继续多说什么，最后看了陆远一眼，想起了会长傲视战魂曾经所说的，他犹豫了一下，试探性开头道：“阁下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傲视工会？若是阁下愿意加入我们傲视工会，那么我们过往的恩怨，会长说了，可以一笔勾销。甚至职业方面。”他看到了陆远的神色，接下来的话并没有说完。傲视斩龙已经知道了陆远的态度，他点了点头，认真道：“我知道了，你很强，下次在野外遭遇，我希望能再较量个高低。”说完，他终于不再停留，带着身旁的队员转身离去，十分干脆，丝毫不拖泥带水。望着这傲视斩龙远去的背影，陆远心中也是暗自点头。不得不说，人与人之间还是有着极大的差异的。只可惜陆远是真的没有加入工会的想法，工会对于他来说实际作用并不大。这傲视斩龙的态度倒是让陆远心生出一丝好感，当然也仅仅只是这样了。下一次再相遇，陆远同样不会留手。回忆着与这傲视斩龙的交流，陆远心中有所沉思。这件邦令的等级需求是60级，其他玩家或许还仅仅只有30级，但他已经40级了。继续保持下去，他必然会是最先升到60级的那个玩家。或许这件邦令还能给他用一用。第150章，朝阳城又遇摆摊。傲视斩龙来得快，离开的也快。两人的交谈传入周围茉莉工作室成员的耳中，他们此时是有些懵逼的。什么那东西，这东西的？他们说的到底是什么？你们在打什么哑谜？虽然不知道两人所说的究竟是什么，但是他们心底知道，这两人所谈论的绝对是什么价值极高的道具。但是两人没有言明，几人也不会不识趣的主动去问。在傲视斩龙与陆远交谈的时候，几人僵硬的站在原地，就好像一座座人形雕像一般，他们实在插不上话。看着这傲视斩龙离开，几人的心底才终于松了口气。胡婷婷对着陆远悄悄地比划了个大拇哥。散人玩家们在面对着工会玩家的时候，很难做到底气十足，毕竟散人玩家们孤立无援的，但是工会玩家们的身后可是一整座庞大的工会啊。对方有人撑腰，那么自己也就只能忍了。茉莉工作室内的几人虽然是工作室，但也都是一些聚集在一起的散人玩家们，在工会玩家们的面前，往往气势上就要矮半个头，哪里能像陆远这般？面对着工会玩家，
都不能说是不卑不亢了，那完全是气势凌人。这傲视斩龙的身后可是庞大的傲视公会啊！换作是茉莉工作室的几人，若是野外单独撞见他们，绝对话都不敢说几句。此时看到陆远如此硬气的和傲视斩龙说话，胡婷婷眼中憧憬。对于他们的动作，陆远神色淡然，这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别说是一个傲视斩龙了，前世他鼎盛之时，就连龙区第一公会天庭的会长对他都是毕恭毕敬的。这些公会的玩家少有能入他的眼的。与傲视斩龙的交谈，不过是他回城路上的一点小插曲罢了。陆远此时心中的想法，便是回到城里赶紧二转。二转后，不仅法师的位阶提升了，也可以学习到更多更强大的法术。能转肯定是先转职，转职带来的实力提升可不小。若是陆远没有记错的话，这法师的二转任务貌似是一个40级的副本。就当陆远还在回忆着这副本的时候，却听闻身后胡婷婷欢快的声音响起：“茉莉姐，你也来了。”陆远看向了远处，果不其然，朝阳城的西门口，身着板甲的靓丽女子等待着，眉眼间阴气逼人，正是茉莉。此时的西门口，茉莉也看到了远处赶来的陆远一行人，看着胡婷婷远远就招手，一脸欢快地朝着自己奔来，她的面容也稍稍柔和了些许。胡婷婷已经一头撞进了他的怀里，这冰冷坚硬的板甲很快让他捂着鼻子痛呼了起来。茉莉脸上有些无奈，轻轻将胡婷婷拨到了一旁，她看向了陆远，眼神之中有些感慨。而陆远身旁的茉莉工作室成员们此时也纷纷离开了陆远，来到了茉莉的身前，他们的声音有些恭敬：“茉莉姐。”茉莉微微颔首，她的目光落在了陆远的身上。大佬也来朝阳城了呀。到了现在，他已经再不敢小觑面前的人了。最开始的时候，两人还是因为一把白板装备所结识的。到了现在，茉莉也没有想到对方的实力会恐怖到如此程度，竟然能够击杀了60级的领主 BOSS。茉莉感觉都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不管是系统通告还是工作室内的成员反应，这不得不让茉莉相信，她似乎无意间认识了这位顶尖大佬。要知道，她以前可还心生出过一个想法，或许有机会能将这陆源给吸收到她的茉莉工作室内。但是到了现在，她已经没有了这般天真的想法。她的茉莉工作室何德何能可以吸引这么一个顶尖玩家？除非他。茉莉摇了摇头，还是算了。她很快调整好状态，简单的和陆远问候着。陆远简单回应。这茉莉工作室的几人此时也是到了和陆远分道扬镳的时候了。陆远去转职，他们又不能转职，他们还得继续去打金升级。因此他们很快和陆远打了个招呼后，就转而跟随着茉莉离开。陆远也没有在意。至此他的身旁也仅剩下了凯特一个 NPC。 但当进入到朝阳城后，凯特留下了个坐标后也匆忙消失不见。陆远的身旁变得久违的清静了下来。朝阳城内的玩家数量不少，摆摊的玩家们大声的讨价还价，喧闹的场景一如菜市场一般。经过一处摊位时，摊主大嗓门的声音传入耳边：不要999，不要998，只要10银币，超级无敌暴龙蛋带回家。如此特殊的宠物蛋，就连陆远都不由得被吸引，上前扫了一眼。只是扫了一眼，他就已经了然，撇了撇嘴，刚准备抬脚离开这里，摊主的叫卖很快也吸引到了几人。一个装备平平无奇的玩家上前，看着摊位上散发出柔和白光的宠物蛋，眼中闪过一丝渴望。老板，这个宠物蛋能不能便宜一点啊？摊主皱着眉头，有些不愿。我这宠物蛋可是费尽千辛万苦才搞到的，10银币不能再低了。那玩家不由得哀求起来：老板，我身上没有多少钱哇，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您就便宜一点卖给我吧。那老板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眼底深处闪过一丝嫌弃。算了算了，谁让老子心情好。这样吧，8银币，不能再低了，再低我要赔本了。那玩家犹豫着，从背包内摸出1枚银币。银币的价格也不低了，1枚银币足足100块。老板，我就1银币，你看。那摊位老板有些不耐烦的接过了1银币。算你今天运气好。那位玩家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开始喊价10银币的宠物蛋，竟能被他以1/10的价格给拿下，真是捡了大便宜了。他抱着宠物蛋，兴高采烈的离开了。望着那位玩家离开的背影，陆远眼神有些怜悯。这可怜的娃，不会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天命之子，能捡到什么宝贝吧？陆远一眼就看出来了，那哪里是什么暴龙蛋，分明是普通怪物白羽鸡的宠物蛋罢了。几块钱都不一定有人买。这摊主不过是给他包装了一下，便狮子大开口，要价10银币。主要是还真有不识货的新人给买了。陆远微微摇头，但当他的目光落在这摊主玩家的身上时，他的眼中神色一闪而过。第151章如何委婉的同意。看着摊主玩家的名字，陆远停下了脚步。
点烟叹别离。这家伙的名字赫然让陆远想到了什么，原来是他。陆远眼中神色闪烁着，这点烟叹别离可不是个普通的玩家，在神域论坛之中可是被称为阉割的存在。但这却并不是夸赞，相反，这家伙在神域内可谓是臭名昭著。正如他先前所见的这般，欺负萌新玩家不清楚神域的物价，将道具夸大，从而出售出高价，坑蒙拐骗，对他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只是让陆远有些没有想到的是，这家伙居然这么早就开始了老本行。陆远的身影融入了周围的人群，一双漠然的眼眸静静地凝视着。他没有出言劝阻那位萌新玩家的想法，1银币也并不算多高的价格，让这小萌新意识一下神域世界的险恶也好。这神域世界堪称是人类的第二世界，自然也会充斥着诱惑、欺诈这些稀疏平常的事情。不过这些对陆远来说都不是重点，哪怕这阉割坑蒙拐骗了无数人，只要没有骗到他陆远的头上，陆远也只会是冷眼相看。毕竟在陆远的眼中，大多数被骗的玩家们都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抱着捡漏的想法，幻想着天上掉馅饼的事情。那些强大而又稀有的装备道具能被自己几百块钱轻松捡漏，但是天底下哪有这般的好事？这也并不是说陆远就会默认这阉割的做法是对的，只是这些相似的事情陆远已经经历过太多了，心中早已变得漠然了。但现在不一样了，这家伙虽然还没有骗到陆远的头上来，但是陆远却已经盯上了他。因为在前世的记忆之中，这阉割坑蒙拐骗固然引来仇家无数，但是他却始终都能逍遥法外。那些受骗上当的玩家们拿他却没有丝毫办法。这不是说他有多强的操作，而是因为他的逃跑能力实在是太过夸张了，太能跑了。在陆远的印象之中，这家伙的战斗力虽然不强，但是逃跑能力却是整个神域都名列前茅的。如果陆远没有记错的话，这家伙凭借着一手流光速，一开打，嗖的一下，人就已经消失不见了。更关键的是，这家伙还是个刺客，当真是将阴险狡诈描绘的那叫一个淋漓尽致。而陆远所唯一关注这家伙的，便是他那距离夸张的位移技能，那绝对不是普通刺客能够掌握的。后面也被一些玩家们扒了出来，这阉割的那个流光速技能，正是在这朝阳城内所学习的，似乎是完成了什么隐藏任务获得的奖励，而这才是陆远所真正看上的目标。对于法师玩家来说，位移技能稀少且珍贵，若是能够获取到这么一个距离远、冷却短的位移技能的话，这几乎可以立足于不败之地了。当陆远认出这摊主玩家是阉割的时候，他的脑海中就已经锁定好了目标。这流光速放在这阉割的手上有些屈才了，唯独在陆远的手上将会发挥出100%的实力。远远望着这点烟叹别离，陆远的眉心紧锁。这家伙的隐藏任务必然是不会那么轻易的展露出来的。陆远要想成功截胡，或许并不容易。万一这家伙迟迟没有接取隐藏任务，陆远可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在他的身上。这流光速固然重要，但是陆远的时间也同样重要。若是在这玩意儿上浪费上几天的功夫，陆远或许都已经完成了2转，开始朝着3转努力了。流光速是不错，但是陆远的记忆之中，强大的技能同样不少。陆远心中有些犹豫，是继续等待这流光速的消息，还是说先去完成2转？但万一给这阉割抓住了 timing， 陆远前脚刚走，这家伙后脚就完成了隐藏任务，那这流光速可就没了。就在陆远有些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看到了远处出现的一人，眼前一亮。如果是他的话，或许能够帮上忙。朝阳城内，荣耀兔兔脚步轻松地在人海中穿行，他的脸上洋溢着惬意的笑容。带薪摸鱼设置还可以不用上班，只需要安心地享受美好的游戏时光。他的嘴角都快要比 AK 还难压了。溜达了一会，他才终于想到了他出来的正事，差点忘了，也不知道大佬现在身在何处。他很快看到了稍远处的零食摊位，眼前一亮。没过多久，他2手上都拿满了美食。这神域内的感官程度几乎高达 99%， 就连美食的味道都分毫不差。看着手中的糖葫芦，他口水都要滴下来了。算了，待会再说吧。当下还有什么能比他手中的吃的更重要？还没等他开吃，人群之中就已经伸出了一只手抓住了他，吓得他浑身一哆嗦，手里的糖葫芦都险些要掉下来了。谁？检测到异性玩家触碰，是否开启防骚扰模式？他几乎要脱口而出开启，让那防骚扰模式的天雷将那混蛋给电得外焦里嫩。是我。压低的声音十分耳熟，荣耀兔兔竖起了耳朵，这声音怎么那么像一个人？到了嘴边的开启又重新被他咽了下去。仔细辨认，他终于看清了对方，正是他此行而来的目标，正义狂徒。
荣耀兔兔的眼神亮起，他没有想到两人会这么有缘，只是在朝阳城内随意的转一转，居然真的给他遇到了。离别前，会长语重心长的话还回荡在他的耳边。看着陆远漆黑深邃的眼眸，他只感觉心脏砰砰直跳。他不会是打算抱自己吧？那自己要怎么委婉的同意呢？荣耀兔兔有些扭捏着，心情复杂。没有人会拒绝帅哥靓女，特别是他现在还是可怜巴巴的单身贵族。那泼天的恋爱终于要轮到他了吗？你来的正好，陆远说。荣耀兔兔微红着脸颊。那个我还没等他说什么，对方的话语却让他愕然了。你帮我看着他，我还有事，有情况联系我。望着陆远匆匆离去的背影，荣耀兔兔人都傻了。荣耀兔兔第152章5星转职任务。朝阳城内溜达中的荣耀兔兔意外撞到了心心念念的正义狂徒大佬。就在他期待着发生什么少女漫里的情节的时候，对方走了，就这么干脆的走了。他转身就走了，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再也没有回头，留下他一人在风中凌乱。这叫什么事吗？她一个青春靓丽美少女，难不成没有半点吸引力吗？荣耀兔兔感觉自己就像是个苦逼的工具人，这让他的美妙心情变得不那么美妙了，就连手里的糖葫芦都不香了。这和他想象的发展不一样啊！正当他心底有些泄气的时候，突然注意到一旁跳出的系统提示：玩家正义狂徒向你发起了好友申请。荣耀兔兔，嘿，他脸上的郁闷一扫而空，转而变得神气起来。不管怎么说，他好歹也是混到了对方的好友位，而且还是第一玩家主动添加的他。不行，必须截图发出去显摆。区第一玩家，他青春靓丽美少女出手，岂不是手到擒来？他脸上痴痴的笑着，周围路过的玩家们看了他一眼，眼神有些怜悯。多好看的姑娘啊，可惜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此时的荣耀兔兔已经将截图发在了工会的群聊里，附上了一句话：哎，被正义大佬追着加好友，好烦呐。工会的群聊就已经炸了。会长荣耀华夏点赞点 JPG， 长老荣耀红叶，兔姐好样的，拿下正义兄。成员荣耀清水，哇，我也想要第一玩家的好友位。预备成员孤傲的写，好家伙，狠狠的羡慕了。平日里聊天的几个小姐妹更是不断的发来私信打探虚实。荣耀兔兔想到了陆远所说的，又连忙呼唤起了会长。荣耀华夏看着他发来的消息愣了一下，这是什么要求？让他盯着一个玩家？这玩家怎么了？还是说得罪了正义兄？虽然有些不理解，但他还是很快做出了决定。盯着他是吧？行，我知道了。你先看一会，我再安排附近的成员过去。朝阳城内虽然不是他们荣耀公会的主要据地，但是他们公会还是有不少玩家在那里的。此时在荣耀华夏的安排之下，这些分散的荣耀公会成员很快开始悄然地靠近着朝阳城。陆远自己没有时间，但是他可以让别人来替自己看着那阉割。他与荣耀公会的关系还算不错，这点小忙他相信荣耀公会应该是不会拒绝的。要是这阉割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陆远都能收到消息的话，陆远不愁没办法获取到那流光素。当务之急还得尽快的完成2转。那前面接取的诸多隐藏任务奖励可都还没有领取呢，这些任务所带来的高额经验，相信必然又能引来等级的一次飞跃。陆远很快在这朝阳城内寻找了起来。这法师协会在朝阳城内还算是十分显眼的，外形建筑看起来就酷似一个巨大的法师帽，和陆远在风洛城内加入的法师协会相差无几。进入协会后，陆远很快便找到了前台的美女 NPC 凯瑟琳。向着星辰，陆远跳过。听说了陆远是要来转职终极法师的时候，凯瑟琳精致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她没有想到居然这么快就会有玩家等级达到40级。眼前这位冒险者的实力，恐怕放眼整个冒险者群体里，应当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吧。他脸色越发恭敬起来。冒险者的实力成长速度本就快得惊人，也许不出1个月的功夫，眼前的冒险者就已经成长为了高级法师，着实让人敬佩。他很快便翻出了5份卷轴，放在了台上。尊敬的冒险者，您需要挑选并完成一个任务，这里的难度由低到高。陆远看也没看，直接道：最难的任务是哪个？凯瑟琳有些犹豫，小声提醒：冒险者大人，这转职任务的接取最好还是慎重一些。若是完不成，虽然不会有什么额外的惩罚，但是要想再接取这转职任务，可就只能明天了。凯瑟琳所说的，陆远又岂会不知道？但是这并不影响陆远的选择。这凯瑟琳所取出的5份任务，难度依次从1星到5星，这其中完成任意任务都可以成功2转，但是难度越高的任务所转职后的奖励也就越好。
特别是陆远还知道其中一点的隐秘。若是可以保持3次转职，完成的都是5星级任务，那么就有获得隐藏职业的可能。但这5星级的任务完成的难度同样不低，而且若是失败，同星级的任务就只能等待第2天才能再转职，可谓是相当麻烦。而这也萌生出了许多代练玩家。毕竟若是单凭自己的实力无法通关，请高等级的大佬来带也十分合乎情理。陆远也是没有过多犹豫的选择了5星级难度的任务，他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有信心的。5星级难度的任务虽然难，但也不是完全过不了。凯瑟琳本想再劝阻1、2，见陆远心意已决，他也只能认命点头。好吧，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那么就祝你好运吧。面板上系统提示闪过，你成功接取转职任务清剿蚁穴01。这5星级的任务对应的是一座40级的副本，难度系数堪称地狱级。陆远在朝阳城内找到了负责仓库管理的 NPC， 将背包内的装备全部存起来，连同着那块神域第1枚剑邦令。检查了一下私信，荣耀兔兔那并没有传来什么动静，陆远便专心先过转职任务。这清剿蚁穴的任务位于这朝阳城的野外，自东门口南行数百米，眼前的杂草逐渐茂盛了起来。陆远强忍着一把火，将这些杂草都燃尽的欲望，拨开杂草，眼前终于宽敞明亮了些许。一个个的土包隆起，每隔10数米就有一个，而这里也正是他的任务地点。第153章清剿蚁穴。陆远很快接取了2转的转职任务，难度系数5星的清剿蚁穴。他此时已经穿过了杂草堆，来到了这蚁穴的周围。没有过多犹豫，陆远很快进入了这蚁穴。眼前传送的光芒闪烁，陆远的身影很快不见。再次出现时，他已经出现在了四通八达、弯弯绕绕的蚁穴之中。这蚁穴虽是位于地底，但却不显昏暗。扭曲的通道内点缀着莹莹光亮的矿石，远处传来窸窸窣窣的爬动声，让周围的环境显得越发幽深诡异。陆远神色微冷，凝视着远处，那里几只蚂蚁一点点出现在陆远的眼前。这蚂蚁的体型极大，每一只都足有几10公分大小，跟一只小狗般。但是看着它们锋利的爪牙以及大颚，没有人会愿意被它们夹一下试试。黑甲蚁，等级40级，攻击475至525，防御550，生命值25000，技能撕咬巨力。评价：蚁穴之中的常见兵蚁，有着不俗的战斗力。这黑甲蚁的防御和攻击都算是不错，只是在陆远的眼中就有些不够看了。这5、6只漆黑蚂蚁混杂在一起，陆远不以为然，抬手火球砸出，火球的范围十分夸张，很快便将这几只遍体漆黑的黑甲蚁笼罩在了攻击范围内。火光掩映之下，这黑甲蚁很快便被火球烤熟，一股焦糊的味道蔓延开来。这寥寥几只的黑甲蚁并不能阻挡住陆远的脚步。陆远徐步前行，目光牢牢锁定着通道的阴影内。他前一世完成的2转任务并非是这蚁穴的任务，只是一个普通的3星任务罢了。但是他却从神域论坛的帖子中有过这蚁穴的了解。很多的蚂蚁往往会攀附在阴暗的角落里，那萤石无法照射的地方，可能就爬着不知道多少只黑甲蚁。它们坚硬的漆黑甲壳几乎与环境融为一体，若非仔细观察，还是难以察觉的。陆远只需要小心提防着，不要被偷袭到就好了。这些黑甲蚁的攻击虽然只有400、500，但是当它们开启技能后，伤害暴增。巨力状态下，这家伙造成的攻击几乎要翻个倍。以陆远此时的生命值，若是被偷袭个正着，还真有那么一丝翻车的可能。同一天时间内，同一星级难度的任务只能开启1次。若是陆远这副本挑战失败了，那么再想尝试，可就要明天了。这之间浪费的时间可不少，因此陆远必须做到1次通关，绝不能因大意而失败。刚开始时还好，陆远的眼前只有一条通道，只需要一直前进就好了。路上所遭遇的黑甲蚁们也都被陆远一个技能给轻松秒杀。耳旁不断响起系统的提示声：你击杀了黑甲蚁40级6，你击杀了黑甲蚁40级5，你击杀了黑甲蚁40级7。这些黑甲蚁可都是5星副本内的怪物，经验加的可不少。你获得了经验36000，已储存。你获得了经验3万，已储存。你获得了经验42000，已储存。只可惜的是，在未完成2转任务前，这些经验都只能暂时储存起来。不过也还好了，毕竟在外面的话，击杀怪物可是连1滴经验都增加不了。2转副本里击杀的怪物，经验则是会被储存起来，哪怕不能通关，这经验也会不断累积起来，也算勉强算是个补助吧。对于那些没有转职成功的玩家来说，一点点地清理着通道内的黑甲蚁，陆远心中有些感慨。这蚁穴的难度高，在于这其中的怪物数量
十分夸张。这要是换作只有7人的队伍，那恐怖的数量将会让人绝望。但是，在陆远的面前，这就不是问题了。他所遇到的黑甲蚁们，统统已经化作了他的储存经验。直到他走完了通道，看清眼前的场景，眼眸中瞳孔收缩了一下。眼前不是通道的尽头，反而正是蚁穴的起点。无数密密麻麻的通道蜿蜒扭曲地延伸向了远处的黑暗之中。这赫然是一座庞大到让人站立的地下蚁国。无数的工蚁们前赴后继，不断的建造，方能建造出这宏伟的建筑。而陆远先前在野外看到的几米大小的土包，不过是这浩大蚁国的冰山一角。陆远眼中也有些感叹，就是这么渺小的生物，也能缔造出这般规模的帝国。这些通道内外都爬满了熟悉的黑甲蚁。深一些的巢穴内，陆远更是能够看到闪耀的红光。陆远当然不会觉得那是巢穴里的火，那无疑是另一种浑身赤甲的红蚂蚁。或许还有其他种类的蚂蚁，但是陆远并没有看清。这黑甲蚁的数量极其恐怖，光是陆远所看见的数量就已经上千了。密密麻麻的黑巢几乎要将人给淹没。块头更大的精英蚂蚁混杂在其中，它们的阵型整齐划一，沿着特定的方向移动着。这要是被淹没在蚁巢之中，恐怕就算是陆远也很难生还下来。那抗拒火环的范围并不足以将这些蚁巢给清空，没了抗拒火环，双拳也难敌4手。但还好，这蚁巢行进的方向固定，并没有一窝蜂的朝着陆远涌来。真要那样，这就不是5星级的副本了。难度系数评个50星，估计都没有问题。陆远抬手，一个个强大的技能起手，炽热的火焰，刺骨的寒冰，沉重的岩石瞬间便朝着陆远身前的蚁巢轰下。黑甲蚁们一波波的死亡着，很快便在地上留下了一具具的尸体。陆远的耳旁，这系统提示声几乎要刷屏了。你击杀了黑甲蚁40级，你击杀了精锐黑甲蚁40级，你击杀了巨鳄黑甲蚁头目40级。虽然这些蚁巢的数量堪称恐怖，但是陆远的伤害也是丝毫不俗。被技能范围笼罩的黑甲蚁们，不管是普通怪还是精英怪，亦或是更为庞大的头目级 BOSS， 统统只有死路一条。一个技能下去，跳出来数十个，高达100万的伤害数字。这伤害几乎让普通的玩家们瞠目结舌，难以想象。第154章以后，位于地底数十米的巨大蚁国之中，只听闻无数兵蚁们爬行而过的窸窣声，以及噼里啪啦的爆鸣声。陆远所释放出的火焰携带着极高的温度，被笼罩其中的兵蚁们很快便被烤成焦炭。爆鸣声不断响起，伴随着一股子焦臭味弥漫在陆远的周围。陆远看着底下狂增的经验值，暗暗点头。看来这5星级的任务并没有选错，这经验加的速度杠杠的，这才刷了半个多小时，陆远都快要升1级了。只要这转职任务完成，解开经验锁，陆远的等级又可以迎来一波突飞猛进。想到这里，陆远反而有些不急着结束这副本了。这副本内的黑甲蚁们经验还不错，数量也很多，他完全可以在这里多刷一回经验再结束。又刷了半个小时，陆远此时积累的经验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十分可观的数量。此时不待他主动前进，身旁黑甲蚁的数量已经减少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通体火红，身上甲壳晶莹如玛瑙般的蚂蚁。这些蚂蚁的属性映入陆远眼前。赤甲蚁，等级40，攻击500至555，防御450，生命值20000，技能蚁酸点燃。评价：蚁穴之中的特殊兵蚁，看着漂亮，威胁不小。扫了眼这些赤甲蚁的属性，陆远的心中很快了然。如果那黑甲蚁算是这蚁巢里的战士的话，那么这些赤甲蚁赫然就是这蚁巢里的法师。只不过这些法师们并不会口吐火焰，只是一眼看去，陆远就已经明白了，这些赤甲蚁们算是十分典型的物理双修了。他们的攻击同时兼具物理伤害以及法术伤害，在他们的攻势面前，普通的坦克根本就难以应对。因为这家伙的混合伤害，除非坦克的双抗都极高，否则在这些赤甲蚁的面前几乎没有防御可言。这要是常规的队伍撞上他们，恐怕一个不留神，队伍就会落得个团灭的下场。赤甲蚁与黑甲蚁不同，黑甲蚁的行动还有些死板，但是这赤甲蚁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移动快速，出现后就直接朝着陆远追来。不同于黑甲蚁的固定行为，他们要显得聪明多了，直接朝着陆远包抄而来，意图发挥出自己的人数优势。人海战术往往是简单粗暴且有效的，这赤甲蚁的数量也不少，数百只赤甲蚁宛若流火一般快速爬来。陆远眼眸思索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有后退半步。如果是这般数量的赤甲蚁的话，他或许可以这样。这些灵活的赤甲蚁已经越发靠近陆远，
最近的一只甚至已经距离路远不足半米的距离了。路远甚至可以清晰的在萤石的照耀下看到这家伙2条跳动的触须，近在咫尺了。终于，路远的身形动了，赤甲蚁们爬行的声音遮掩住了破土而出的声音。这些赤甲蚁们并没有注意到，他们所踏过的松软泥土此时已经化作了致命的威胁。呲的一声，一只赤甲蚁停止了移动，它的身躯被一根骨刺狠狠地贯穿，6足不断地抽搐着，却难以从骨刺上脱离。高额的伤害从他的头顶跳出，421500，这骨刺的出现就仿佛是预兆一般，一根根的骨刺很快出现在了路远的身旁，如同阎罗点名一般，这骨刺将一只只的赤甲虫串了起来，很快便在路远的身旁形成了一座古怪的骨刺之森，而这正是路远所最新习得的技能骸骨之森。这数百根骨刺占据了极大的范围，很快便将这些赤甲虫全部秒杀。这任意一根骨刺所含的威能都不可小觑，而同时操控如此多的骨刺，在如此快速的时间内完成，这对于其他人来说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要操控着数百骨刺精准无误地将所有的赤甲蚁贯穿，不管是对于脑力还是算力来说都是十分艰巨的挑战。但是这对于路远来说早已经不算什么了，别说是同时操控数百骨刺，就是操控更多，路远也能够轻松做到。当然这对路远的消耗也并不小，毕竟他现在已经不是昔日的巅峰时刻，但是短暂的使用问题还是不大的。开启这骸骨之森，全力施展技能，高额的伤害加上繁多的骨刺，直接将路远身旁的赤甲蚁们清空，经验值暴涨。但随着路远将身旁的赤甲蚁们清空后，这些兵蚁们却陡然间发生了变化，他们头顶的触须颤抖着，仿佛在接收什么消息。很快，密密麻麻的蚂蚁们散开了，黑色与红色交织的蚁群之中，很快分开了一条通路。路远眼中神色闪烁了一下，可惜了，他嘴里轻叹，看来这蚁穴也并不能一直刷怪升级。这才杀了多少蚂蚁，居然连这蚁穴里的 BOSS 都给逼出来了。若是让别人知道他所惋惜的，定是要感到一阵无语。才杀多少？这蚁群起码都给你杀了数千只，其中还不乏精锐、头目。普通的兵蚁死伤再多，或许这以后也不会心疼，但是路远杀的头目级 BOSS 也不少哦。特别是这一次，更是直接一个技能将数百只赤甲蚁给秒杀了。感受到这里不断死去的子民们，以后终于坐不住了。他身为整个地下蚁巢的王，居然给一个人堵到家门口杀，这他哪里还忍得住？必须得给这人类挫骨扬灰。他在一众禁卫蚁的护卫下，很快看到了远处的路远。嘶嘶，杀了他！随着他一声令下，身旁的禁卫蚁们纷纷朝着路远杀来。这些禁卫蚁的体型可要比那些普通黑甲蚁的体型大多了，而这些禁卫蚁的属性也几乎是那些黑甲蚁的2、3倍。4只巨大的黑背禁卫蚁快速朝着路远爬来，就像是几辆行进的坦克一般。但是路远的目光却忽视了他们，而是盯上了较远的蚁后。第155章。那么第二发呢？骸骨之森在路远的手上绽放出了璀璨光芒，一个技能便将周遭数百赤甲蚁给秒杀了，甚至都惊动了蚁巢的蚁后。路远的目光落在了这蚁后的身上，蚁后的体态肥肿和周围的黑甲蚁们有着天壤之别，他的下半身肥大，看起来晶莹如雪，甚至仔细看去能够看到其中涌动的虫卵，这绝对能让人看得头皮发麻，密孔症都犯了。只是路远的眼眸已经冷然，不带感情的目光如同一把冰冷的锋刃，让蚁后的心底一阵发寒。从这家伙的身上，他察觉到了一丝恐怖的气息，但是看到了挡在自己身前的禁卫蚁们，他又安心下来。禁卫蚁们个个都实力强大，将他保护得极好，谁能突破这些禁卫蚁们的防御，伤害到他？禁卫蚁的身形比路远还要高大，他们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路远，他们的属性也确实豪华，绝对是常人难以力敌的存在。但是在路远的眼里，不过如此。随手一点，路远的身旁静静地飘着几团火球，连发火球。技能再一次升级后，路远的连发火球同时可释放出的数量已经突破到了7个，已经有了前世速射流火球的雏形。4颗火球很快撞在了这几位禁卫蚁的身上，这不过巴掌大小的火球很快撞在了这些高达2米的禁卫蚁们身上。禁卫蚁漆黑坚硬的甲靠在撞上火球的瞬间被砸出一个不小的坑洞，如此严重的伤势自然是活不下去了。4颗火球过去，4只禁卫蚁十分干脆的被秒，剩余的火球环绕在路远的身旁。路远缓步上前，嘶嘶，这蚁后的神色惊恐，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那么强壮的禁卫怎么会如此轻易的倒下？这不可能！眼前的人类真的是人类吗？那技能上散发出的恐怖威压，
更是让他心神震颤。这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技能，威力可没有表面上那么普通。如此威能，恐怕那传说之中的禁咒也不过如此了吧？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人？怎么随手打出的技能都是堪比禁咒的强大法术？他那强大的敬畏，在这家伙的面前甚至都没有抗住一下。危险！他很快反应了过来，跑！思思，保护我！在仅剩的敬畏保护下，这家伙拖着肥大的腹部就准备落荒而逃。但是陆远又岂会轻松如他的意？天赋技能升级之后，陆远的不少技能都获得了极大的增强。陆远单手虚握，空气中的冰元素不要钱的汇聚着，在空中一杆虚幻的冰剑缓缓凝成，剑头、剑身、剑尾，这冰剑之精细，连纹路都勾勒得十分清晰仔细。这蔚蓝色的冰剑宛若9天玄冰所凝，这脉象和普通玩家的寒冰剑简直有着本质的差异。一开始时候，普通的寒冰剑看起来就像是一根尖锐一些的冰柱，哪里会有陆远释放出的寒冰剑这般精雕细琢，恍如天成。陆远随手一指，这寒冰剑便倒飞出去，速度骤然提升，速度之快，甚至传来了破空之声。这寒冰剑便朝着以后直直飞去。这寒冰剑可是陆远100倍伤害增幅下的，一旦命中这以后，不管这以后有多肉，他的结局也只有一个死。陆远的眼中，这以后已经死定了。以后也听到了身后传来的声响，回头一看，吓得魂都飞了。一根闪耀着蔚蓝色亮光的箭矢正在快速地朝着他射来。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箭矢的威力，只是被这箭矢锁定，他就已经感觉自己的身躯变得麻木起来了。那是一种避无可避的绝望。在这一箭之下，他只有认罪伏诛等死的下场，不能被射中，这一箭他必死。以后摇动着触须，嘴里嘶声不停，嘶嘶嘶，过来挡着。在他的极力控制下，一个个的黑甲蚁、赤甲蚁纷纷站在了他的身后。这以后竟是打算用自己的子民来替自己挡下这一箭。一只只的黑甲蚁如飞蛾扑火一般，快速地朝着这寒冰剑撞去，前赴后继，死而后已。但这确实徒劳。寒冰剑与这些蚂蚁们接触了，在与寒冰剑接触的瞬间，所有的黑甲蚁瞬间化作了冰块，寒气顺着接触蔓延到了黑甲蚁们的身上。这些黑甲蚁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冻成冰块了。或许普通的寒冰剑只有小概率能让目标冰冻，但是陆远的寒冰剑强大的天赋增幅之下，冰冻的概率已经是100%了，甚至只是接触到瞬间都会被冻结。而冻结之后的结局也不必多说了，以后疯狂逃窜着，但是他的速度比起寒冰剑来说要慢多了，他无处可逃。感受到身后依旧紧追不舍的寒冰剑，以后站立的身躯都要颤抖起来了。他没有想到这一支剑会如此恐怖，他不计其数的子民们前赴后继的送死，却不能让这剑势消散。等等，以后终于想到了什么，嘶吼声回荡。这寒冰剑虽气势惊人，但是似乎也有个弊端，就是这寒冰剑的轨迹似乎是固定不变的，也就是说，他只要脱离这寒冰剑的轨迹，就能够活下来了。想到这里，以后也是忙不迭地呼唤着自己身旁的禁卫，要靠他自己完成短时间变相，委实是有些困难了。但是借助这禁卫，他或许可以做到这一点。在他的命令下，禁卫已毫不犹豫地停下了狂奔。寒冰剑快速射来，他却没有半步退缩，整个身躯都在尽力地将以后肥大的身躯推离着寒冰剑的轨迹之内。终于，寒冰剑来了。而就在此时，以后的身躯也终于滚落到了一旁。寒冰剑从他的身旁快速飞过，险之又险地落在了一旁的通道内。刺骨的冷意爆炸开来，这通道蔓延向远方，竟是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冰层。看着这寒冰剑造成的影响竟如此恐怖，以后的心底一阵后怕。这寒冰剑若是命中了他，那么他肯定是死的不能再死了。还好躲过去了，虽然也付出了他身旁几乎所有禁卫的生命。远处陆远也是眉头一挑，躲开了，可以。那么第二发呢？他的身旁灼热气息汹涌，无尽的火元素再度勾勒出一只剑矢模样。第156章任务完成，转职。这以后用身旁禁卫蚁的生命艰难地规避开了陆远所随手射出的冰箭，但是这并没有完结。陆远随手一斩，又是无尽的火元素凝聚成剑矢模样。火焰剑，寒冰剑这以后勉强躲过去了。那么第二发呢？他又该如何躲避？这以后也有些绝望了。他没有想到陆远居然能释放出第二发剑矢，而且这火焰剑矢上传来的威能，比起寒冰剑是有增无减。那纯净而又炽热的火焰，带着净化一切的恐怖威能，任何火焰剑所接触的目标
都被瞬间烧焦，变成一滩漆黑的糊状，没有半点犹豫的时间，那焦糊的气味飘散得很远，这火焰剑径直朝着以后的方向飞去。只不过这一次，以后的身旁再也没有禁卫蚁了，他肥大的身躯根本就无法让他脱离火焰剑的轨迹。滋的一声，这火焰剑终于势如破竹地命中了这以后肥大的身躯。这以后的身躯并没有片刻阻拦火焰剑，在火焰剑下同样化作了焦炭。哪怕他自身的实力或许也本就不俗，最低也是头目级别的 BOSS， 但是在陆远的面前还是不够看，依旧是一个技能就被秒杀的份。随着以后的死去，侥幸存活下来的蚂蚁们很快便乱作一团，而陆远却并没有在意他们。眼前跳出的系统提示吸引了他的注意，你击杀了大量黑甲蚁，任务完成程度正 250%。 你击杀了大量赤甲蚁，任务完成程度正 350%。 你击杀了蚁巢以后，任务完成程度 500%。 陆远心中暗自点头，看来这蚁巢的任务并没有他想象之中的那么变态。其他的玩家应当是不必将这些蚂蚁都铲除，甚至连以后都不用见面，只需要击杀蚂蚁达到一个数量应当就可以了。而陆远则是要超额完成了不知道多少，任务完成度可是高达了 1200%， 也就是接近10倍完成。这还是转职任务之中最高难度的5星级转职副本。回头望了这蚁巢一眼，他没有留恋地选择了离开副本。很快他的身形出现在了野外，眼前地面上凸起了几个巨大土包，此时有一团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了。一些巨大蚂蚁爬出了土包，成为了周围附近的野怪。陆远看了下任务栏，显示转职任务已经完成，他当即不再停留，很快便掉头离开了这里。在蚁巢内击杀的怪物，除了高额的经验外，陆远一无所获，但是这些都问题不大。通过了5星转职副本的他所获得的奖励足以抵消。走了一会，他的眼前终于出现了朝阳城的轮廓，大步进入其中。陆远很快来到了城内的法师公会，而此时的法师公会内，前台 NPC 凯瑟琳刚坐下休息一会，喝杯水的功夫，抬眼就看到了陆远。他当然不会那么快忘记陆远，这公会内敢于接取5星级转职任务的不多，而这陆远算是他这几年来为数不多敢于接取5星级转职任务的人，他自然是印象深刻。此时看见陆远回到了这法师协会，凯瑟琳其实并不意外，星级越高的失败率越高，5星级的转职任务失败率几乎在90%。只是让他有些没有想到的是，这家伙怎么结束的这么快，总不至于看了怪物一眼就跑了吧。他的心中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情绪，任务接取失败是常有的事情，只要没有在任务之中身死，就已经值得了令人赞叹了。他站起身来，刚准备摸出剩余的几个低薪一些的转职任务安慰陆远。陆远走上前来点头示意，任务完成了，现在可以转职了吗？没问题，已经给您准备了一些3/4星的等等。凯瑟琳刚要介绍一下自己手中的任务，终于反应了过来，任务完成了。他睁大了眼睛，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陆远。陆远理所当然地点点头。凯瑟琳的声音都有些变味了，这怎么？但他很快便按捺下去自己心底的诧异，闭着眼感受了一番。半秒过后，凯瑟琳重新睁眼，看着陆远的眼神跟看了鬼一样。还真的完成了。等等，这家伙貌似将那蚁巢里的蚁后都给宰了，那可不是2转法师所能做到的呀。凯瑟琳艰难地吞咽口水，他突然有些庆幸自己刚喝完水，否则此刻他怕是憋不住，一口水从嘴里喷出来了。陆远看了他一眼，有些诧异，这 NPC 怎么回事？傻站着干啥？任务的奖励呢？还有，不转职了？在陆远的悠悠注视下，这凯瑟琳也终于回忆起了自己的指责。他翻箱倒柜的翻找着，很快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块蔚蓝色的晶石。尊敬的冒险者，这是您应得的奖励。陆远扫了一眼，这是一块水属性的极品宝石，镶嵌在装备上会带来一定的防御提升。有些鸡肋，对陆远来说，换作是火属性的宝石的话，陆远就会欣然接受了。见陆远收下了蓝色宝石，凯瑟琳很快又排出了2枚金币。他一脸歉意道：尊敬的冒险者，这已经是2转任务奖励的极限了。虽然您完成的十分出色，但是我付不出更高的奖励，但还是感谢您为我们朝阳城所有人做出的贡献。系统提示再次响起，凯瑟琳对你的好感度提升至200，尊敬。你在法师协会内的地位提升至友善，好感度提升了。不过对于陆远来说，聊胜于无。这朝阳城内的法师协会似乎就没有出过什么大佬级别的魔导师，若是能够得到那种100级之上 NPC 大佬们的好感度，对于陆远来说倒是可以好好的利用起来。转职任务的奖励终究只是小头，而转职才是真正的大头。没关系，陆远道，先去完成转职吧。
凯瑟琳猛然惊醒，对不起，对不起，我这就带您去。他走在前面，很快带领着路远来到了一个宽敞的房间。一张木桌摆放在房间的正中，一颗圆润光滑的水晶球静静地躺在这木桌之上。这眼前的一切都是这般的熟悉。路远眼中闪过一丝追忆，伸手轻触向了水晶球，一道白光包裹了他。第157章，莫名出现的技能。法师协会的一处，巨大的光幕投影着，房间内一个青年伸手轻按在了这水晶球上，白光笼罩着他。这青年正是路远的面容，而他正在进行的转职也被法师协会内的不少法师们关注着。为首的几位均是80加级的法师 NPC 们，其中 NPC 导师的身影赫然也在其中。这几位80加级的法师们有不少已经年过古稀，鬓发花白，唯有眼神依旧深邃，闪烁着灵动的光芒。这些都是朝阳城法师协会内的大佬级别人物。最次的罗斯也都是法师玩家们的导师，实力3转之上，接近4转魔导师的存在。而这些在法师协会内广受尊敬的大师们，此时都已经围在了一起，关注着一人的转职。这小子居然通过了5星级难度的转职任务，真的假的？应该是真的，我已经感受到了，那蚁巢已经濒临覆灭了。那小子居然连蚁后都给杀了，这是一个初级法师能够做到的，哪怕是高级法师也很难在那么多黑甲蚁之中将这蚁后击杀。我已经找到了他一转时后的记录，用10几分钟就已经击杀了一只青灵蛇首领。法师倒是罗斯帆找着记录，神色感慨，这家伙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啊！小小年纪，实力绝对已经达到了高级法师的水平，恐怕再过上那么一些时日，就连我们也会被他超越。在场的其他几位老头眼中神色都是一暗，这话说的是没错，但就正因为是事实，才愈发打击人。他们用了多长的时间才领悟了这么多，达到了这个实力？但是眼前光幕之中的年轻人似乎已经要追上他们了，这不由得令他们唏嘘不已。老者们变得有些沉默了，看着光幕之中被白光笼罩的路远，法师导师罗斯的眼中有些感慨，也不知道这位冒险者的天赋有多强，我估计很有可能就是万中无一的 S 级天赋。哎，冒险者，天眷者，他成长的时间才多久？从1转到2转，这还没有1个星期吧？委实是有些快的夸张了。等等，那是什么？一个老者满脸愕然地指着光幕，其余人的目光也随之看去。这一看，倒吸冷气的声音传来。只见光幕中，路远的手依旧搭在了这水晶球上，那白光无比浓郁，甚至隐隐幻化作人形的模样。虚幻的人形伸手抚过闭目青年的脸颊，如此奇异之幕，几乎让所有大佬们看呆了眼。其中几位坐在座位上的老者，此时已经拄着法杖站了起来，眼中惊诧：这，莫非是智慧女神显灵？不，我觉得是古往今来曾经逝去的数位法神的残魂。为什么他的转职就会有如此异象？一位法师老者神情难以置信，在这法师协会里待了那么多年，他还是第一次看见，居然有人会在转职的时候生出异象的。这是天赋高到了何种程度的展现？在整个神域大陆的历史记载之中，似乎就未曾出现过那么一次。他们不由得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之中。这冒险者只是2转转职，这么就如此变态？那要是等他晋升为真正的魔导师时，又该会是何等恐怖的异象？只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此时路远的身躯如同触电般颤动，已经猛然睁开了眼，不断地扫视着房间内。是你吗？他喃喃自语道，声音很轻，如风般吹过房间，房间内静得落针可闻。路远摇了摇头，神色怅然若失。不可能会是他。他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眼前系统提示早已跳出，恭喜你成功转职终极法师，强大的技能可前往最近的法师导师处学习，当前可提取存储的经验。一连串的消息提示跳出，与此同时，全服通告也开始不断的响起。恭喜龙区玩家正义狂徒成为首个2转的玩家，获得奖励：第一开拓者1，金币+1，阵营声望加7500。恭喜龙区玩家正义狂徒！恭喜！路远的注意力并没有被这全服通告所吸引过去，而是死死地盯着技能栏。那里，一个陌生的图标出现在他的眼前。路远的心中难掩诧异，什么时候转职后的技能都不需要去花钱学了？看清这技能的介绍后，路远的眼神更是瞬间一变，一股凛冽的气势从他的身上不自觉地散发出来。他的身影并不高大，但是却不由得让光幕后的老者们一阵心悸。在这家伙的身上，他们仿佛回忆起了自己的曾经，面对着严厉的老师时，就是这般的心悸、紧张。幸运1级，使用后可临时将隐藏属性幸运值提升至100点，持续时间1s，冷却时间24h。
消耗法力值 50%， 最大法力值，熟练度1/10。评价：我很幸运，哥哥。看着这熟悉的技能，陆源只感觉心脏一阵抽搐，表情有些狰狞可怕。这熟悉的技能不正是妹妹的天赋技能吗？怎么会出现在她的技能栏里？究竟是为何？这技能很快勾起了陆远的回忆，记忆如同潮水一般的涌来。他的表情一点一点的平和下来，眼眸中的冷冽也一点点地消失。他看起来一切似乎都恢复正常了，但是任谁也能察觉出他此时的不对劲。走出了房间，迎面撞上了凯瑟琳。凯瑟琳刚准备说些什么，却感觉到身躯一阵冰冷，看着冷淡的陆远一眼，他有些畏惧的后退了半步。到嘴祝贺转职成功的话语，此时也说不出口了。此时从这房间内离开的陆远，和他先前所见的几乎完全判若两人。前者还温和一些，后者则是……凯瑟琳有些不知道怎么形容，就仿佛是高高在上的神明一般，俯视着众人，一切都不放在心上。但他想错了，此时的陆远并非一切都不放在心上，而是只将寥寥几件事放在了心上，除此之外，一切淡漠。所有玩家 NPC 在陆远的眼中皆是浮云，他根本就无需在意他人。第158章，一句承诺。转职完成，陆远很快离开了房间。让他有些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的转职居然给他带来了一个新的技能——幸运。陆远有些想不明白，什么时候转职都会自动领悟技能了？那不是隐藏职业的待遇吗？怎么自己都不是隐藏职业，只是完成一次普普通通的2转，居然也能从转职之中领悟到技能？更为关键的是，这技能陆远又岂会不熟悉？不正是妹妹陆雪先前所拥有的天赋技能吗？只是这天赋技能又怎么会成为陆远所拥有的普通技能？陆远自己的心底都有些诧异，他前世可都没有经历过这般的事情。这一世，越来越多的变数让陆远已经有所警觉，这一切似乎都已经在悄然无声之中发生了改变。法师协会内，陆远很快便撞上了这法师导师罗斯。罗斯导师看见是陆远，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陆远的天赋已经无需多言了，他现在虽然还是中级法师，但是凭实力或许已经能够堪比高级法师了。居然能够完成2转那么难的任务，不可小觑。但事实上，他们还是太小瞧陆远了。冒险者，你的强大我们法师协会认可了，我们法师协会内的终极技能破例免费给你开启。陆远看了满脸笑容的罗斯，沉默着点了点头。学习技能的钱他肯定是不缺的，但谁又能拒绝白嫖呢？面对着这法师导师白嫖的诱惑，陆远最终还是接受了。普普通通的火球术也在2转后获得了提升，晋升为了终极火球术。晋升后的技能各方面都稳定提升了些许，初级的技能也都小有提升，更是习得了一些新的技能，什么火系技能火龙舞，水系技能水牢术，风系技能风遁术，林林总总可不少。学完技能后，陆远朝着罗斯点了点头，大步离开了法师协会。罗斯连连躬身，脸上笑容不断。只是等到陆远离开法师协会走远之后，他才猛然回过神来。不对啊，自己怎么说也是这法师协会里重要成员之一，更是法师职业导师，怎么在这么一个冒险者的面前表现出如此模样？但是他转念一想，这家伙成长的速度这么快，恐怕要不了多久就能与他平起平坐了吧。再久一点，怕是连他们朝阳城都要容不下他了。这家伙的名字绝对会响彻整个神域大陆。想到这里，罗斯心中也就作罢。他这才不是舔狗，这不过是对未来大能的敬意罢了。陆远此时的等级已经提升到了整整42级，在领取了转职副本内存储的经验后，陆远的等级突飞猛进，直接提升了足足2级，十分夸张。但这还没完，陆远还有几个隐藏任务的奖励没有领取。在这朝阳城内转了一圈，陆远很快将那几个不同评级的隐藏任务全部提交，获得的奖励也十分惊人，经验一窝蜂的涌入体内，全部领取完毕，这经验也堪称海量。陆远本就已经42的等级，又暴涨了2级，等级直接来到了44级，58%。这速度不可谓不快，简直就像是坐了火箭一样。兜兜转转了一圈，陆远很快联系上了荣耀兔兔，询问起了先前所见的那位玩家点烟探别离的行程。荣耀兔兔的回应让陆远眉头微皱。荣耀兔兔说并没有看到这家伙有什么特殊的行程，只看到这家伙不断行骗的经过。说到这里，荣耀兔兔表现的还十分气愤，他们真的是太坏了，居然把破烂卖这么贵，我们荣耀公会的玩家都看不下去了。正义哥，只要你一句话，我们荣耀公会的人立刻就把那家伙逮住，让他敢四处骗人。陆远伸手拦下了满脸义愤填膺的荣耀兔兔。再等等，这家伙我还有用。陆远喊住了他，眼中神色闪烁。
这阉割似乎还没有到接取那隐藏任务的时候。这流光素究竟是他何时获取的？这一切陆远都不得而知。但是陆远并没有就这样放弃。这流光素的技能在前中期足够强大，哪怕用到100级后的大魔导师也绝对是够用的。再盯好这家伙，不要轻举妄动，有情况就通知我。陆远如此道。见陆远对这家伙如此看重的模样，荣耀兔兔有些疑惑道：这家伙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怎么正义哥会对他？陆远看了他一眼，微微摇摇头，冷冷说了句话：秘密。荣耀兔兔嘴里的疑惑被堵，面色有些尴尬。等事成之后，若是你们荣耀公会能发现下一个领主级 BOSS， 记得通知我，我会出手的。说罢，陆远也终于不再停留，潇洒离去。而此时的荣耀兔兔也一改脸上的尴尬，俏丽的面容上满是惊喜。这正义大佬说什么？他甚至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正义大佬居然承诺出手下一个领主级 BOSS， 那可是领主级 BOSS 啊！虽然他也很难想象正义大佬要如何应对一只领主级 BOSS， 但是不管怎么说，正义大佬毕竟也是曾经击杀过领主级 BOSS 的，他的话语承诺又岂和普通玩家一样？说不定有了正义大佬在，公会还真能击杀一只领主级 BOSS 呢。而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不过是替正义狂徒间看一位普通玩家而已。如此轻松就能获取到这么一位顶级大佬的承诺，这对于他们荣耀来说简直不要太赚。想到这里，荣耀兔兔看向远处人群里的阉割，眼神也更为好奇了起来。他这种坏蛋到底和正义哥是什么关系？荣耀兔兔不得而知，不过他还是如实的将消息都告诉给了荣耀华夏。听到陆远愿意出手协助击杀领主级 BOSS 的承诺后，荣耀华夏也是满脸激动，连道了3声好好好，也不枉他安排这荣耀兔兔来施展美人计。虽然过程坎坷，但是结果很如人意嘛。想了想，他又语重心长的和这荣耀兔兔道：兔啊，这正义大佬可就交给你了，只要拿下他，以后在公会里，你的话就是我的话。荣耀兔兔满心欢喜，心中更是认定一定要拿下这正义狂徒。第159章燕京周家。陆远这边还并不知晓朝阳城的一处已经有个少女下定决心要将他拿下。当然，就算他知晓，心中也绝不会有所波动。像荣耀兔兔这般的人，他见过了许多，但鲜有能在他心中留下印象的人。除了脑海中一道亮丽倩影闪过，陆远的眼中第一次有所动摇。只是这丝动摇并没有出现多久，就已经被他所扑灭。他的眼中只剩下坚定。他此时的等级已经来到了44级，这是十分夸张的。要知道，当前的玩家们平均等级还仅仅只有30级左右，就算是等级榜第2的玩家，也仅仅只有34级，低了陆远整整10级。至于其他玩家，拉开的差距也就更大了。整理着自己的背包，看着琳琅满目的战利品，陆远轻叹一声，装备太多也并不是一件好事。不过他的烦恼若是让其他普通玩家们知道，定是要忍不住破口大骂：真他妈凡尔赛，一背包的篮子极品装备还嫌弃不好，他喵的用的都是些破烂，一身上下怕是连件紫金器都穿不上，嫌多送他们啊。当然陆远肯定是不会这么做的。陆远又不傻，他很快找上了好友栏里的联系人荣耀华夏。荣耀华夏刚和荣耀兔兔联系完，一转眼就收到了来自陆远的消息，心中莫名一颤。这正义兄不会已经察觉到了他们荣耀公会的小伎俩了吧？兔兔长相甜美，可是他们荣耀公会的颜值担当啊，怎么看这美人计，正义兄也不会吃亏啊，总不至于是来找他兴师问罪了吧？饶是身为偌大荣耀公会会长的荣耀华夏，此时也是不由得心虚了起来。但是看到了陆远所发来的消息后，他的表情一点点变了，变得无比惊喜。这正义狂徒竟是要将那首杀领主级 BOSS 的奖励出手给他们荣耀公会，这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啊！荣耀华夏不由得在心中再次感慨，自己的眼光还真没错。从一开始他就能感觉到这正义狂徒绝对不是等闲之辈，此时越来越多的事情恰好证明了这一点。这家伙绝对是一条粗的不能再粗了的大腿，而他们荣耀公会貌似也要因抱上这条大腿而飞黄腾达。荣耀公会的荣耀似乎近在眼前了。荣耀会长，华夏老哥。陆远一连发了几声，对面也没有一点回应。若不是看到这家伙常亮的头像，陆远都要怀疑这家伙是不是下线了。殊不知那一头的荣耀华夏脑海中已经幻想着荣耀公会腾飞之日，差点没有察觉他的消息。看到后，荣耀华夏连忙回应 OK， 正义兄说个地点，我马上带人过去，价格面议，绝对让正义兄满意。结束联系，
陆远扫视着眼前的界面，好友申请从不知道多久以前就已经爆满了。陆远以前还有兴趣点开查看一番，不过这些好友申请实在是没有什么有用的，大部分都是普通玩家或是重进或是斥责亦或是求带的消息。在陆远的眼中，这些没有任何的意义。陆远不会在意，更不会将这些放在心上。现在他也只会是简单的浏览一番，快速的从中筛选出稍微重要些许的好友申请，譬如说哪家工会的会长发来的申请，又或者是前世那些熟悉 ID 的大佬玩家们。或许他们这一世还弱小，但是陆远深知他们的潜力之大，绝对能让陆远稍微重视一些。不过陆远倒是没有这么遇到那些前世印象深刻的强者们，只是陆远很快就淡然了。现在的时间尚且还太早了些许，此时距离神域开服才过去了1周多的时间，玩家们的普遍等级还仅仅只有30级，获得隐藏职业的玩家数量还仅仅只有少数。等到神域不断发展之后，获得隐藏职业的玩家数量越来越多，而也就是在那时候，一个个的强大玩家横空出世，强大的天赋、隐藏职业几乎席卷了整个神域。一时间，排行榜几乎都被隐藏职业所刷屏了。榜上的玩家无一不是隐藏职业，亦或者是天赋极强之辈。而陆远则是极为艰难的，凭借着普通职业、普通天赋，一路坎坷的杀上榜单。提升的过程是缓慢的，但是带给陆远的经验与体会绝对是丰厚的。正是有着丰富的积累，方能一点一点的造就他这位绝世法神。而这一世就更不用说了，这一世的起点就已经是前世遥不可及的了。加上他恐怖的经验积累，轻轻松松的，他便已经站在了这第一的位置上，无人能够超越，无人能够追赶，从始至终独一无二。这一世，哪怕那些昔日的顶尖玩家们再次出现，但是他们也始终只能仰望着陆远的背影。陆远有这样的自信。好友那边，荣耀华夏也已经匆匆下线了。下线不为别的，为的就是筹集资金。他荣耀工会做到如今的这般程度，自然不是孤家寡人了。荣耀工会的身后也是有着财力雄厚的集团，而这集团正是燕京周家。在燕京，这周家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周氏帝豪集团掌控着燕京绝大部分房地产、酒店等多个产业，而这荣耀工会正是这周氏帝豪集团朝着神域进军的第一步。大量的扩张工会成员，这荣耀工会消耗的资金绝对是海量的。荣耀工会能够在如此快的时间内发展如此迅速，这绝对与周氏集团的资金援助脱不开干系。而此时刚下线的荣耀华夏已经一个电话联系上了周氏集团。对，他有些难掩心底的激动。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相信就连将他拉入我们荣耀工会也只是时间问题了。没错，电话那头不断传来声音，听起来十分满意。提到了资金的问题，对方也是大手一挥，出手十分阔气。1000万，可以了，工会的发展一定会蓬勃向上。荣耀华夏面色暗喜，这1000万的资金注入，工会的发展定会越发蒸蒸日上。他也不得不在心底感叹，这周家不愧是家大业大，这1000万掏出来，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不愧是燕京内的霸主级家族。第160章，再遇倒霉蛋。燕京周家一处办公桌前，周天阳靠在椅上，眉宇间阴沉不定。他正是先前与荣耀华夏联系之人，也是周家现如今的当家家主周天阳。白手起家，一手创办了帝雄集团，让周氏帝雄集团的名字响彻燕京。数十年过去了，周天阳早已不复昔日的年轻，鬓角多了几缕白发，略显沧桑的面容难掩曾经的英俊，更为他增添了一分成熟的魅力。又是一个电话打了过来，他接过电话，脸上的神色在几秒钟的时间内沉了下去。他还是不肯回来吗？电话里传来一个急促尴尬的声音。大小姐她说想在神域里靠自己独立发展，自立门户什么的。独立发展，自立门户？呵，周天阳摇了摇头，太天真了。但他也没有在意，在这个没钱寸步难行的社会，他相信自己的女儿很快会乖乖的回来的。他只是朝着电话里冷冷吩咐下去，看好他，别让他出什么事了。至于其他的，你们就不需要管了，有什么事直接跟我汇报。是，周董。挂断电话后，周天阳靠在松软的椅背上，按着太阳穴，头疼不已。对于常年纵横商场的他来说，哪怕是和荣耀工会所谈的1000万资金，也不足以让他有半点动容。但是唯独面对着自己唯一的女儿，周天阳只感觉一阵头疼。放着自己偌大的家业不继承，想什么？想靠自己打拼，证明自己。这在周天阳的眼中简直愚蠢至极。换作是儿子，周天阳早就脸一翻，一巴掌呼上去了。什么逆子？老子塔喵的打拼了几十年，才有现在的商业王朝。
现在想给你更高的起点，你还不乐意？是不是惯的你？但毕竟是闺女，不是逆子，还真是自己惯出来的。周天阳也只能自己认了。但话又说回来了，自家闺女能有这样的想法，周天阳还是比较欣慰的。只是在想到一处时，他还是忍不住叹息起来。闺女毕竟不像是儿子，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自己打下的家业，怕是都要拱手送人了。或许是自己的担忧流露的明显了，女儿自小就显得成熟许多，总是打扮的男生模样，争强好斗。以前还总担心这闺女不会长歪了吧，还好长大后女儿要收敛了一些，看起来文文静静的。但是周天阳哪里还不清楚自家闺女，现在更是闹的。唉，想到这里，周天阳又不禁叹了口气。也罢，让丫头感受感受独自打拼的辛苦，或许就能老老实实回家继承100亿家产了吧。另一边，陆远所在的朝阳城，距离荣耀华夏约定的时间还有些时间。陆远想了想，抬腿朝着城内的竞技场走去。闲来无事，去竞技场里赢几把，稳固一下地位。这竞技场的奖励，陆远记得称号还是能加一下属性的。其他的时装也挺好看的。重新进入这竞技场，陆远的身前很快出现了系统提示声。上周排名已结算，你的排名是第1名，获得奖励10银币，阵营声望加1500，荣誉值加150。你的当前积分数1750，当前排名第755位。新的一周积分跌落了一些，但是无关痛痒，只要一路连胜，这积分上的速度很快。对他来说，陆远看了一下竞技场内的排行榜，排行榜前几的玩家依旧是熟悉的那些人。第一，黄蓝初级战士，竞技积分3520，胜率98%。第二，荣耀红叶蔷薇剑客，竞技积分3200，胜率97%。第三，黑土白云初级刺客，竞技积分2999，胜率95%。第四，秦南自已初级战士，竞技积分2980，胜率95%。第755，正义狂徒终极法师，竞技积分1750，胜率100%。虽然胜率依旧保持在100%，但是有些惋惜的是，这连胜积分已经消失了。若是连胜积分还在的话，陆远保持着14连胜一路连胜下去，只需要不到5-6把的功夫，应当就可以重回这竞技场的第一了。只可惜现在连胜积分没了，陆远再想一把加100-200，甚至是300-400，还得打个10几连胜，也不知道这么点时间能不能打个10几把。陆远没有过多犹豫，很快便开始了匹配。战斗匹配成功，正在进入对局。匹配的速度很快，1秒不到的功夫，陆远已经在家再见面了。竞技场内看到对方的时候，陆远愣了一下，不是其他，只因面前的玩家委实是有些眼熟。敌对玩家焦糖味瓜子初级战士，竞技积分1575，胜率34%。焦糖味瓜子，陆远若有所思，他记得刚开竞技场的时候撞到过一个倒霉蛋子，一连被他吃了3把的分。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不会就是眼前这货吧？陆远不由得在心底感慨，不知道该说这家伙是幸运还是不幸了。要说他幸运，他撞上陆远就没有赢过，疯狂连跪，连人影都看不见半个，死得稀里糊涂的。但是要说他不幸吧，又连续撞陆远那么多把，换作是普通玩家，想撞都撞不上。倒计时在耳边回响，陆远注意到对方似乎已经开始警惕起来了。倒计时一结束，他堂堂一个战士，在面对着陆远这么一个法师，下意识的第一个动作居然是后退。所有近战职业玩家都在想着，这么拼尽全力的去靠近那些柔弱的远程职业玩家的时候，这家伙扭头就跑。陆远闻此场景，也是面庞抽搐，心底无奈。或许是与他的战斗已经在这家伙的脑海里养成了习惯，在见到法师的时候，他不仅没想着靠近，反而想着远离。这哪怕是面对着普通法师，都是十分不明智的选择，更何况是在陆远面前呢？不过当他匹配到陆远的瞬间，就已经奠定了他这把对局注定失败了。无论他作何应对，在陆远的面前终究是徒劳。看着对方跑得正欢，甚至还左扭右扭，试图走位，陆远沉默了。第161章竞技场之战。陆远来到了竞技场内，一周的时间过去了，虽然上一周他的排名还是第1位，但是这一周他的排名已经跌落到了700多位去了。这一开始匹配，陆远也没有想到会再次排到那个家伙焦糖味瓜子。两人战斗一开始，那家伙就已经深深吸取了教训，扭头和陆远拉开了距离，给陆远整的都有些不会操作了。这家伙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此时竞技场内的焦糖味瓜子已经与陆远拉开了10几米的距离，他此时一脸肃然地看着陆远。不光是陆远对他有印象，
他对陆远又何尝没有印象呢？那在竞技场之中被直接秒杀3次的经历还历历在目，这让他怎么忘？那真是输得他一脸懵逼，连人影都没有看清就死了，这多冤枉啊！苏玉婷有些咬牙切齿，太过分了。这次他吸取了前几次的教训，开局就反方向跑，他就不信这一次他还能死那么快。这次的成果也确实让他出乎所料，他都跑出去了10几米，但是还没有死，看来他的方法是有效的。苏玉婷士气大振，大受鼓舞。正当他谋划着怎么样利用他精湛的步伐接近陆远，从而报仇的时候，他的眼前一黑，已经从这竞技场之中退出的。显然他再一次被秒了。他并没有看到陆远抬手飞出的火焰剑，精准无误地朝着他射来，一剑命中了他的后心。没有过多的描述，苏玉婷已经直接被秒了。重新回到了竞技场的苏玉婷，脸上依旧残留着一丝茫然。他怎么又死了？他还以为自己跑远就能逃过陆远的攻击，或许之前还真的可以，但是在陆远的天赋再次进化之后，他所逃离的距离根本就没有脱离陆远的施法范围，因此火焰箭射来，他赫然只有被秒的份。看着眼前大大的失败2字，苏玉婷银牙咬得嘎吱响。输，又输，自己的胜率都要掉到30%以下了，难不成自己真的没有战斗的天赋？这破法师怎么就那么强啊？不公平！苏玉婷低声嘟囔着，已经将陆远的18代祖宗都问候了个遍，但与此同时，他也感到了那股深深的无力感。不管怎么做都被碾压的无力感。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这一次他终于学聪明了。妹的，我打不过你，我还打不过别人吗？若是能够匹配到那些初入竞技场不久的新人玩家，那么就是他苏玉婷获胜的时候了。也得益于那些新人玩家的存在，他能够在这竞技场里混上不少分。因此他特意晚了10多秒再点击匹配，心想着这样总该好了吧。这竞技场的玩家那么多，他又特意晚开了那么久，总不能还匹配到那家伙吧。只是当他再次来到加载界面的时候，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苏玉婷终于绷不住了。正义狂徒，我都这样了，晚开了那么久了，大哥你还追着我不放啊？这还有没有王法了？看我菜就逮着我杀。另一边的陆远也是嘴角抽搐了下，这瓜子未免也太不幸了些吧。这短短的10秒内，陆远都已经开过一把了。那时候匹配到的是另一个幸运儿，被陆远几秒击杀后，连胜场数来到了2场。这第3场不偏不倚，恰好又撞上了这熟悉的焦糖味瓜子。陆远觉得也别瓜子了，都要给他打成瓜子人了。3番5次的撞到这家伙，陆远也只能感叹一句：天意使然吧。战斗很快开始了，陆远刚准备动手，对方却喊住了他。等等！陆远手中蓄势待发的火球术停在了半空中。虽然多次匹配到了对面的玩家，但是陆远却没有搭话的想法。若不是对方主动开口，恐怕陆远早就已经一个技能将这家伙给秒了。苏玉婷看着陆远身前飘忽不定的火球术，艰难地吞咽下口水。就是这一个火球将他给秒杀了的吗？看着陆远，他鼓起勇气开口道：你今天还要打多久？陆远有些讶然，他还以为面前的这家伙是要求饶，亦或是认出了他第一玩家的身份，想要说些什么。只是让他有些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问这个干嘛？陆远还没有反应过来。再打半个小时吧。陆远估算下时间应该够了，只要一路连胜下去，半个小时的时间足以让他重回竞技场第1的位置了。半个小时吗？苏玉婷点了点头，喃喃自语：我知道了，我认输。话音落下的时候，胜利的提示声也出现在了陆远的面前。显然在意识到双方的巨大差距之后，对方已经没有了丝毫和他战斗的想法了。陆远摇摇头，继续匹配，而苏玉婷则是看着面前的失败，满脸的如释重负。半个小时吗？行，惹不起他还躲不起。他甚至记下了现在的时间，打算着以后每到这个时间他就退出竞技场，省得又撞陆远。也不是他不能接受失败，而是跟那家伙打实在是太绝望了，几次都被瞬间秒杀，这竞技场打得他欲哭无泪。他感觉要是再打几把，要被界王赢了。此时的陆远已经再次进入了竞技场之中。苏玉婷的认输让陆远在短短1分钟不到的时间内就已经斩获了3连胜，增加了足足270点竞技积分，排名暴增了1节。陆远还没有来得及查看排名，就已经开始了战斗。与他战斗的是一个信心满满的弓箭手玩家。哼哼，匹配到我，你算是遭老罪喽。那弓箭手玩家的气势嚣张，他炫耀着自己手中的武器，上面紫金光芒闪烁，这赫然是一件紫金级的弓箭。也难怪这弓箭手玩家如此嚣张了。
穿戴着几千块的30级紫金器，这家伙绝对算是一位 RMB 战士了。这强大的紫金级弓箭带来的伤害增加是一目了然的，更何况他此时面对的还是一个脆皮法师，这能顶住他2剑。只是他并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第162章排名飙升。哼，给我死！竞技场内，弓箭手玩家拉弓蓄力，这紫金长弓几乎被拉开了一道满月的弧度。嗖的一声，一股光芒从这紫金长弓上的箭矢上绽放。弓箭手玩家松手，流光晕彩的箭矢脱手而飞。这箭矢很快划过了一道轨迹，风声呼啸。这箭矢的目标正是陆远。手持紫金长弓的玩家此时已经放下了手中的长弓，一脸轻蔑地看着陆远。这一剑，他有把握直接将对面脆皮的法师给秒杀。正当他欣赏着自己技能绚丽的攻击时，他的眼前一抹蓝色浮现，那蓝色蔓延的速度太快，只在瞬息之间，这一抹蓝色便已经覆盖上来，将即将抵达陆远身前的箭矢给拦下，并且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这箭矢就已经失去了他的控制。他如此强大的一击，居然就如此悄无声息地被化解了。那弓箭手玩家心中莫名有些恐惧，如果这陆远是躲开了他的箭矢，那么他只当是这陆远的走位好。但是眼前这一幕何等的诡异，这让那弓箭手玩家都满眼讶然。他还从来没有见识过有哪一个玩家能够这样化解掉他的攻击，但显然这冰霜的凝结不光是化解了他的攻击那么简单。那弓箭手玩家看着眼前由纯冰打造宛如雕刻般精细的箭矢，目瞪口呆。这竟是法师的基础技能寒冰剑，这尼玛是寒冰剑啊！你家寒冰剑长这样的。更要命的是，这寒冰剑已经瞄准了他，快速地朝着他射来。从那寒冰剑上，弓箭手感觉到了一丝如渊如玉般的窒息感，他的心底骇然。当下他也顾不上什么风度了，赶紧一个狼狈的翻滚躲开了原地。冰剑落下，寒流顺着冰剑倾泻而出，地面上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冰层。看着这寒流所造成的威力，这弓箭手玩家眼睛都要瞪出来了。这威力也太过恐怖了吧，这要是命中他，怕不是瞬间把他冻成冰雕了。他的心底一阵后怕，只是他刚抬起头来看向陆远时，眼中瞳孔却是猛然缩成针状，一道完全由火焰形成的箭矢已经贯穿了他的身躯。这弓箭手玩家躲避不及，被火焰箭直接秒杀。陆远成功斩获4连胜。战斗的结束其实说时迟，那时快，这弓箭手玩家只是发出了一次攻击，战斗都已经结束了。毋庸置疑的，以陆远的获胜结束。战斗结束后，那弓箭手玩家打量着自己手中刚更新的紫金长弓，愣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打个1800的局，压力这么大？那大佬是什么鬼？怎么这么变态？他刚花了几千大洋买下的紫金长弓，还准备在这竞技场内血虐一番，但是没有想到刚是一把，这战斗会结束得如此凄惨。另一边，斩获了4连胜的陆远，竞技积分再次猛增110分，保持着把战斗顶级评分，且一路连胜的他，这竞技积分加得飞快。此时他的竞技积分已经高达了2130分，胜率没有变化，依旧是保持着100%的胜率。在一众玩家排名之中，100%的胜率十分引人注目。哪怕是竞技场目前第一的狂澜，胜率也不过是98%。毕竟，哪怕玩家们的实力强大，职业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还是十分严重的。哪怕是一流的刺客高手玩家，在面对着一身板甲的二流战士的时候，胜率才堪称半斤八两吧。这要是换作同一水平的刺客和战士，80%概率都是战士赢。特别是竞技场人才诸多，稍有不慎，阴沟里翻船也是常有的事情。因此，几乎没有玩家能够在竞技场内保持着全胜的战绩。特别是陆远的竞技积分已经高达了2130分，而这个竞技积分已经是竞技场内前500的玩家了，所匹配到的玩家也早已不是最初时候的萌新玩家了。陆远继续匹配，时间还十分充裕，开起来今天再赢几把，应该就能将自己的排名打到第1的位置了。很快又匹配到了一位幸运玩家，这家伙同样也是个法师，在看到陆远的时候，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倒计时阶段，春蚕岛死有些不确定地看着陆远。正义狂徒大佬，他小心翼翼地问着。陆远点头做回应，还真是正义狂徒啊。春蚕岛死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居然会在这竞技场之内匹配到这位大名鼎鼎的第1玩家，这可是大部分法师玩家们的偶像啊。他的眼神很快变得热切了起来。偶像，合个影呗。陆远没有反应，只是静静地等待着倒计时的结束。实在不行，加个好友也成啊。春蚕岛死还有些不甘心道，只是让他失望了。陆远依旧没有回应，就连眼帘都没有抬起一丝。
春蚕岛死见这陆远的反应，嘴角抽动了一下，心底有些愤愤不平。这正义狂徒未免也太傲气了吧，连正眼都不带看人的，亏他前面还把这家伙当作偶像。可 Tully， 他是瞎了眼了，才会把这家伙当作偶像的吧？不对，还有那些喜欢这家伙，同样把这家伙视作自己偶像的玩家们，他必须让其他人也看看，这家伙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模样。他刚准备说些什么时，耳边变得安静了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或许就在刚刚，竞技场的倒计时结束了，这也就意味着战斗开始了。春蚕岛死吞咽下口水，已经想到了什么，看向正义狂徒所在的方向时，果不其然，那正义狂徒都没有丝毫犹豫。倒计时一结束，这家伙就发起了攻击。自己怎么说也算是这家伙的粉丝吧，或许只要这家伙能陪自己和张颖，自己就可以主动认输，拱手让出这场战斗的胜利呢。春蚕岛死的心中不无怒意，但他眼中的怒意很快化作了惊恐。他的眼前，一个体型巨大的火球朝着他身前砸来，那火球足足有磨盘大小，还没靠近他，那灼热的气息就已经让他满头大汗了。他的眼底绝望闪过。第163章，强大的火分身，合个影呗。偶像望着面前嬉笑的法师玩家，陆远不动于衷。若是心情好的时候，陆远或许不会拒绝这么一个并不算过分的要求，但是此时陆远的心情算不上好，自然也就没有搭理。不过这似乎让对方有了其他的想法，对此陆远也并不在意。对方不管是不是他的粉丝，对陆远都没有影响。陆远并不在意，不管是他人的崇拜还是敌视，在陆远的眼中都不过是浮云一片。他从来都是他，不管是万人敬仰还是万人唾弃，他一直都是他。倒计时结束，陆远技能落下，终极的火球术在初级的火球术上有了小幅度的提升，不管是范围还是伤害，而这些在陆远天赋的100倍增幅之下，这变化的幅度可不小啊。原本最多篮球大小的火球，这一次的释放竟是直接像磨盘般大小，这火球爆炸时的威能也是可想而知的，如平地惊雷一般。只听闻轰的一声巨响，这竞技场的地面上都被这火球术炸裂开了一个不浅的坑洞，就仿佛大吨量的烈性炸药爆炸一般。火舌舔舐着地表，炽热的高温使得地表土块都皲裂开来了。陆远的眼中一抹异色闪烁，无他，只因他还没有退出这竞技场，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战斗还没有结束。这如此大范围的火球术攻击，居然并没有将这竞技场内的那位法师玩家给击杀。陆远看着火海中，眼神目光闪烁着，这倒是让他有些出乎所料，这都没死，看来这春蚕岛死也并非是他意料之中的那本般普通法师，定不简单。仔细在这蔓延的火海之中看去，陆远很快察觉出了异常。哦，这是……他定睛看向了火海的一处，虽然火光掩映，夹杂着烟熏雾绕，但是陆远还是一眼察觉到了其中的模糊人形，那似乎是一具熊熊燃烧着的人形。这一幕着实惊悚，让人难以想象，在如此炽热高温的火海之中，怎么可能有人能够在其中生存下来？更何况这还是陆远所造成的火海，那伤害哪怕是最弱的坦克也绝对难以在其中存活1-2秒。但是陆远这次所遭遇的这法师居然就能在其中屹立不倒，这要是没有特殊的地方，陆远是万万不信的。只是静静的看了2秒，见多识广的陆远就已经想到了什么。原来如此，陆远嘴里喃喃道，他已经认出了这法师能够在他的火海之中存活下来的原因了。这春蚕岛死之所以能够无视陆远的火球术爆炸，无视这满地炽热高温的火焰，是因为他所掌握的一项技能。这技能的星级可不低呢，火分身。陆远一眼就看出了，这春蚕岛死并非是身上覆盖上一层火焰，而是他全身上下都在燃烧着火焰。他俨然已经化作了一个火人，也正是因为了他化身成为了一个火人，这火球术爆炸的伤害以及这残留的火焰伤害，他才能得以免疫。是的，完全免疫。这就是火分身的强大，能够化身成为烈火熊熊燃烧，构建成火人。火人免疫火属性的一切伤害，在化身火人的这段时间内，施展技能的玩家几乎是无敌的。陆远的火球术造成的伤害何止100万啊，那是几乎能直接秒杀60级领主级 BOSS 的爆炸伤害，但却依旧被这春蚕岛死施展的火分身给全部挡了下来。陆远的心底讶然，这家伙的火分身可是个不错的强大技能，若是能够落在自己手上的话，那恐怕能发挥出更为强大的作用。陆远有些惋惜，这火分身落在这春蚕岛死的身上，在陆远看来确实是有些浪费了。此时的春蚕岛死头上不断跳出着伤害数字，但是那些数字
都十分的整齐。零免疫，零免疫，这就是火分身的强大。哪怕是路远伤害如此爆炸的火球术，也始终拿着春残岛死没有一点办法。毕竟火又怎么能烧死火呢？春残岛死虽然已经化作了火人，但是脸上还是有着模糊的五官。他看着路远，眼底一丝怨毒闪烁。这正义狂徒未免也有些太狂妄了。虽然他没有战胜这正义狂徒的把握，但是这正义狂徒若是想轻易战胜他，未免也想得太多了。火分身提前开启，面对着路远释放出的火球术，他丝毫不惧。开启着火分身，他整个人都化作了火人，免疫着火焰的伤害。路远的火球精准无误地命中在他的身旁，造成的范围伤害也确实笼罩了他，但是对他造成的伤害为零。他只感觉身上温暖无比，并未感受到炽热灼烧等。呵呵，不过如此呢。春残岛死在心底暗自发出一声嘲讽，他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利用火分身规避了何等的伤害。他快速地穿过火海，朝着路远扑去。他浑身上下都燃烧着炽热的火焰，这火分身不仅能够规避火系伤害，自己身旁燃烧的火焰更是能够造成不俗的伤害。他只需要靠近路远，靠着灼烧伤害，再随手释放一个技能，似乎秒掉一个脆皮法师并不难。或许他还有获胜的希望，或许这正义狂徒也不过如此。他的心中百感交集，那正义狂徒百战百胜的经历或许也不过是个噱头，就连他似乎也有可能将其击杀。这样狂妄自大的人又怎么配当他的偶像？或许他能够取而代之，他才是顶尖的法师玩家，他才是这最强的第一法师。春残岛死眼中狂热的神色愈发浓重，他已经快要穿过了火海，就好像是扑火的飞蛾一般，朝着路远奔去。路远的眼中是如浓墨般的深邃，呵呵，他轻笑了起来，轻蔑地扫视着那团狂奔而来的火人。如果仅仅是一个火分身就想要拿下他的话，那么路远也就不是路远了。要对付这火分身，简直不要太简单。第164章深陷舆论。一片火海之中，火焰形成的人形快速地朝着路远扑来，正是施展出火分身的春残岛死。他的周身熊熊燃烧着火焰，一副要与路远同归于尽般的模样，气势十足。但在路远的眼中，这火分身同样有着不小的弊端，要应付起来倒也简单。这火分身能够免疫火系的技能伤害，但是其他系的技能伤害可就无法免疫了。特别是如果遇到相生相克的属性技能，比如水属性的技能，那么这火分身将会让玩家遭受到更高的伤害。路远的战斗经验何其丰富，后退一步，手中法杖点下，下一瞬间，火海的边缘直接熄灭，一团巨大的水牢从地面上涌出，这水牢直接将春残岛死给卷入其中。春残岛死的眼中惊慌，被这水牢笼罩起来，他只感觉到一股窒息。这水牢可不单是限制他的行动，这狂流暗涌的水牢竟是打算直接将他撕碎在这水牢之中。全身被束缚着，巨大的水压碾压着他的身躯，火分身直接熄灭，连带着他的身躯都被这狂猛的水流碾碎。路远的一发水牢术直接将这春残岛死围困致死。而这时，路远的眼前也终于跳出了战斗结束的系统提示。毫无疑问，在这一击之下，春残岛死毫无还手之力的被路远直接秒杀，而路远也因此斩获了5连胜。稍稍有些困难，但对路远来说也不过如此了。战斗结束后，路远没有犹豫，很快就继续开了下一把。但是竞技场的另一边，春残岛死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他神色还有些迷茫和后怕。那被水龙术淹没，感受着窒息与被碾碎的痛苦，哪怕他的痛觉仅仅只设置了30%，这痛苦也依旧让他难忘。瘫坐在地上，一点点地平复着心中情绪。等到平静下来，这春残岛死的心中已经是满腔怒意。偶像，这种人也配当他的偶像？路远的冷漠深深刺入了他的心底，让他每每回想起来，面孔都一阵扭曲。他很快下了线，直接登上了神域的论坛之中，开始输入了起来。他已经不再是这正义狂徒的粉丝了，他要亲眼见证着这家伙身败名裂的模样。骄傲，他要彻底的碾碎这家伙的骄傲。他眼中阴翳浮现，他将自己亲身经历发到了帖子上，还附带了自己当时的视频。视频之中完全就是一副粉丝遇到偶像时的场景，只是对方却表现得十分冷漠，在战斗后更是没有丝毫闲聊，果断干脆的出手，这不免引起了许多玩家的不满，纷纷在帖子下留言：这正义狂徒未免也太过分了吧！就是，亏我前面还粉他，他怎么能这样子？路转黑了，这家伙见到粉丝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高傲成这样，不就是当的第一玩家吗？哼，区区一个法师也能被称为第一玩家，
我堂堂第一刺客出手，岂不是？说的没错，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顶尖玩家可以这么忽略我们普通玩家的感受吗？论坛上的声音众说纷纭，但是大部分玩家所表现出的态度，那就是对第一玩家的敌意。本来许多人对这个第一玩家是有些好感的，毕竟人们总是慕强的。但是这第一玩家所表现出的态度却让他们有些心寒，自己所崇拜的偶像对自己却十分不耐烦。不少玩家因此路转黑，粉转黑。人们是会喜欢强者，但是人们需要的是一个谦卑的强者。春蚕捣死的帖子不断在发酵，随着时间的过去，帖子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看到，其中不乏傲视、皇朝等公会的玩家。傲视云巅正在闲暇之余查看神域论坛的帖子，此时看到这春蚕捣死所发的帖子，本来是有些不在意的，但是看到帖子所针对的目标，赫然是他所眼熟的第一玩家正义狂徒，他的眼神一下子亮了起来，原本准备划过的手也里面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完，傲视云巅心中顿时了然，原来是这家伙又得罪人了。看着这家伙熟悉的冷脸，傲视云巅的心中积攒的怒气，不就是有些实力吗？他难道不知道一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看了一眼这帖子内其他玩家的回复，绝大部分玩家都是骂声一片，少部分替他说话的人都被淹没在了茫茫人海之中。看到这里，看到这第一玩家被无数人斥责，傲视云巅不免有些想笑，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啊！这家伙打个竞技场都能惹出事情来，真是天助我也。虽然面对着这正义狂徒，这傲视云巅次次都能碰壁，但是他毕竟是傲视公会的中高层，嗅觉敏锐，他一下子就从其中察觉出了异常。这或许是一次机会，一次将这第一玩家拉下神坛的机会。赶忙联系起了自家公会会长傲视战魂。另一边正在指挥着队伍围攻一只头目级 BOSS 的傲视战魂，此时也收到了来自傲视云巅的私信。什么？傲视战魂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第一玩家怎么会做出如此不理智的事情？外在形象、人设包装，这可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他现在的身份地位不低，在整个神域的人群之中，这正义狂徒的4个字都是十分耳熟的。他那和普通玩家夸张般的差距，吸引了不知道多少慕强的玩家。傲视战魂可以笃信，只要这正义狂徒一声令下，那吸引到的玩家数量简直只能用夸张来形容。什么傲视公会、荣耀公会都是浮云，这就是不断上神域通道的第一玩家的影响力。这是数千万乃至数亿玩家之中的第一玩家，含金量可想而知。但是也正因为他是第一玩家，所以他的行为会被更多的玩家关注，哪怕有一丝的不对都会被无限放大。让傲视战魂有点没想到的是，这正义狂徒居然做出了这种事情，有违背了常规玩家们的喜好，这势必会使得他流失相当一部分的玩家。傲视战魂眼神微便想到了什么，脸上勾起了一抹诡异的笑容。第165章装备交易。路远赢得很快，以他的实力、他的操作水平以及现在的装备，他没有一丝输的可能性。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他就已经获得了10几连胜，竞技积分重新来到了3500，成为了竞技榜第一，依旧保持着100%的胜率。而竞技榜第2的狂澜，经济积分也仅仅只有3200加。不过有些可惜的是，路远还是没有撞到这位狂澜。他还真想好好的试试看这狂澜的实力如何。也有玩家注意到了他竞技积分的快速暴涨，毕竟寻常玩家一把获胜能加的积分在50-60左右，基础胜利仅仅只加50，还要看玩家们在这场竞技战斗之间的评分，评分越高，获胜加的经济积分也就越高。像路远就能保持 S 级的最高评分连胜下去。不过最为重要的不是这个评分，而是那连胜带来的积分奖励。10连胜带来的积分奖励100，已经相当于多赢2把了。这也是为什么路远的竞技排名能够快速提升的原因，只赢不输。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上竞技榜第一轻轻松松。不过普通人也做不到这一点。3500的竞技积分，路远感觉这一周的竞技榜第一应该是稳妥的。等他退出了竞技场，再联系上这荣耀公会的人时，荣耀公会的会长荣耀华夏很快和他提起了神域论坛的事情。路远眼底神色闪烁，他很快就想到了春蚕捣死，看来这一切应该是他搞的鬼。帖子内众玩家的回复，路远也已经尽收眼底了。一开始玩家们还各持态度，但是等到后面的时候，楼层越高，玩家们的态度也越发统一，那就是清一色的斥责他，仿佛他做了无恶不赦的坏事一般。但路远他又做了什么呢？不过是在一场战斗中无视了另一个自称是他粉丝的玩家的交流。这些玩家们的斥责入目，但那又如何？不过是弱者的哀嚎罢了。路远当然不会将其放在心上，
但是这必然也会对他产生一些影响。荣耀华夏带着荣耀公会的几个成员匆匆赶来，他一眼就见到了朝阳城内已经等候一会了的陆远，他连忙迎了上去，满面春风的笑容：“正义兄，好久不见啊！”陆远点头回应：“正义兄，好久不见啊！没想到等级都已经40多了，超过我们都快10级了。”一旁的荣耀红叶神色复杂，感慨道：“他此时等级也仅仅只有34，而陆远的等级已经高达44级，比他高了整整10级。”荣耀公会的几人寒暄了一番：“正义兄，听说最近的事情了吗？关于那神域论坛帖子的事情。”荣耀红叶看着陆远，神色不免有些担忧。毕竟在他看来，这帖子上的内容纯粹是在抹黑正义狂徒。他和陆远组队过几次，这一路下来，他并没有感觉陆远会有帖子中说的那么的高高在上，冷漠至极。更何况，这陆远与他们荣耀公会达成了多次合作，已经隐隐有与他们荣耀公会长期合作，甚至是加入的想法了。那么自然，他们要更倾向于陆远一些。对于这神域之中火起来的帖子，他们也只能安慰陆远：“正义兄，你别把这些放在心上，网上的东西都是虚拟的，都是过眼云烟。”被他们安慰，陆远还有一些莫名其妙。安慰自己？他们在想什么？不过他也没有在意。一番寒暄之后，荣耀公会的几人终于提起了正事。他们此行而来，则是为了陆远积攒在背包里的高级装备。陆远到现在积攒下的装备数量可不少呀，这其中等级从40级到60级不止，品质更是从蓝色到紫金，甚至是暗金。等陆远向他们发起交易申请的时候，荣耀公会的几人也终于看到了，他们的脸上是难以掩饰的诧异。这是50级的紫金大剑！我的天，这60级的紫金器属性好变态！操，怎么会有这么多高级的紫金器？这得是杀了多少 BOSS 啊！夸张，只能说不愧是正义大佬吗？荣耀公会的几人惊叹，哪怕是身为会长的荣耀华夏，也是眼前这几排的高级紫金器愣神。这紫金器的数量，恐怕都快要和他们公会内获取的差不多了。这得杀多少个 BOSS 呀？荣耀华夏知道，如此数量规模的紫金器都是陆远一人斩获的，他心中的震惊更是溢于言表。只是在陆远所提供的装备交易之中，他却并没有看到心中渴望的那抹金色。荣耀的华夏心中不免有些失落，可惜这正义狂徒击杀了领主级的 BOSS， 掉落出暗金器的概率并不低的。但是他并没有在这次交易之中看到。荣耀华夏不动声色，脸上表情没有半点变化，依旧是保持着如沐春风般的笑容，频频点头。他当然不会有什么反应。这暗金器固然强大，但是和正义狂徒这一强力的大腿相比，还是略显不足。他又体会不知道竭泽而渔的故事，无论这暗金器掉落还是没掉落，还是这正义大佬选择交易亦或是不交易，他都不会有任何意义。因为从始至终做选择的都不是他，而是陆远。荣耀华夏对自己的定位十分清晰，这么多强大的高级装备是正义狂徒主动要找他们公会来处理，这些装备的质量和价格都绝对是整个神域市场里名列前茅的。如果正义狂徒真想出手，是绝对能以高价售出的。但是他确实选择了自己的荣耀公会，这其中含义不言而喻。荣耀华夏身为荣耀公会的会长，自然也是个聪明人，又岂能不知道？在他的眼中，正义狂徒能为荣耀公会带来的利益，远不只是一件暗金器装备能够替代的，因此他不会生气。如果没有掉落暗金器还好，但哪怕就算是掉落了暗金器，只要是暗金器不是出售给荣耀公会的敌对公会傲视公会，那么荣耀华夏也能轻松接受下来。能够做到这个位置上的他，当然不会蠢到为了这一件暗金器去和正义大佬扯皮。他很快开出了一个价格，一个绝对不低的价格。第166章大结局。荣耀华夏给出的价格不低，陆远很快接受了下来。价格的高低对于陆远来说其实不过是数字罢了，以陆远现在的实力，要想快速赚钱简直不要太轻松。交易结束，陆远很快便来到了野外升级。心无旁骛之下，陆远的等级提升得很快。他没有去挑战那些常规的普通怪物，他的目标只有那些精锐级的怪物，其中最次都是精英怪。这些怪物给他带来的经验极高，让他的经验等级飞速增长。此时的陆远一心升级，加上他极高的伤害，面对着什么怪物都是呈秒杀状，因此他的经验获取也快到常人难以想象。每一次火海蔓延，他的经验值都在狂飙。44级 60%、75%、99%，身上白光闪烁，陆远的等级已经提升到了45级。但这还没有完，46级、47级、48级。神域世界之中，看着等级榜，无数玩家纷纷停下了自己手中的动作，他们呆呆地看着等级榜上。那等级榜上
一个熟悉的名字高居首位，玩家们的神色各异。那是什么？这家伙的等级怎么会50级了？这家伙怎么一下子就这么高等级了？等等，他的等级还在暴涨，已经领先第25级了，16级还在增加。这家伙吃激素了，升得这么快。在他们惊愕的眼神之中，那正义狂徒的等级竟是已经提升到了50级，还在上升。他们都已经看傻了眼，他们怎么都无法想到，一个玩家的等级居然可以如此快速的提升。要知道，寻常的玩家辛苦练级一天，能不能提升1级都是问题，但是这家伙恐怕在他们的面前已经提升了将近4、5级了，而且还在增加。路远那边，一只庞大如山岳般的怪物哀嚎着倒下，霎时间，巨额的经验再次涌入路远的体内。这同样是一只领主级的 BOSS， 给路远来的经验可以用海量来形容，哪怕是等级到了50加级，路远也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一天的时间，路远就将等级提升到了60级。神域外的其他玩家们都已经呆住了，这还是人吗？这一周里，神域内的其他玩家都已经状若痴呆了。无他，只因这神域第一的玩家正义狂徒等级已经提升到了100级，而第二的玩家才仅仅只有40级，这差距很难不让人怀疑这家伙开了挂一般。质疑的声音几乎淹没了整个神域论坛贴吧，但是面对着如此多的质疑，路远没有半点回应，只是依旧我行我素。等到突破100级那天，整个世界也轰然发生了改变，神域逐渐融入现实，无数玩家错愕惊诧，亦或是欣喜若狂。他们能够感受到自身的体内似乎多了些什么，只是太微弱了，他们很难去操控。但是路远不一样了，他已经突破了100级，身上的装备已经是顶尖，哪怕是在现实之中，他也依旧可以轻松地释放出强大的魔法。他很快在神域内寻找到了前世记忆之中的高级神药，在神话级药剂的强大作用下，陆雪也终于重新睁开了灵动的眼眸。当所有玩家们都还在为神域融入现实而震惊时，路远已经在朝着最终目标而努力了。他的实力如同滚雪球一般，越发恐怖。时间匆匆流逝，再一次遭遇那来自星系之外的危险之时，路远终于出手了。在1000万倍的增幅之下，前世的梦魇、绝灭大地也化作了齑粉。